大晋朝太康20年，宣王府，天5更亮，苏七七就睡不着了。当然，这绝不是她如今身为一个孕妇该有的勤劳勤奋，而是这住房体验太差了。姑娘，您醒了。绿萝早已起来穿好了衣服，听见动静走了进来。苏七七松心着睡眼，困倦道：外面怎么了？这么吵。天要热了，王嬷嬷带着大家给门窗换轻薄的纱布呢，也不知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换上。最好再能给姑娘您换一个薄纱蚊帐就好了，不然最近蚊虫开始多了，没有蚊帐您怎么睡啊？绿萝沮丧道。他们姑娘可是自己当奴婢以来伺候的最惨的主子了，除了肚子里怀了一位金贵的小主子，哪里都是一个奴婢的待遇。姑娘，姑娘，苏姑娘醒了吗？正在绿萝沮丧时，外面传来了让她熟悉的声音。她知晓是王春喜王嬷嬷找来了，轻声道：不成的话，等奴婢这月领了月银，给王嬷嬷点好处，让她给我们院子换换门窗，添个蚊帐吧。你有几个钱，塞王嬷嬷牙口都堵不严她的大嘴，别瞎浪费。苏七七阻止。想想这阵子过的糟心日子，苏七七只能说她穿书了，穿到了一本谋夺东宫的夺嫡小说中，成了文中男主宣王将训，同名同姓的炮灰小通房苏七七。苏七七本是凤阳长公主府的一名家生奴婢，一家爹娘健在，2个哥哥1个弟弟，一个跟着府中世子当伴读读书，一个跟着府中二公子整日习武，弟弟头脑灵活，跟着府中总管学仗。而苏七七会从长公主府到了宣王府当通房丫鬟，还要从年初说起。苏七七从小长得容貌秀丽，很幸运的便被安排在了世子的院中。可随着年龄越长越大，苏七七模样更是长开了，美得让人实难以开眼。慢慢的，世子便对苏七七有了情愫，心中有和她私定终身的打算。不巧这件事就被长公主发现了，得知自己儿子竟然看上了家中的一个女婢，勃然大怒。期间世子还因此事和母亲大吵了一架，无论如何都要娶苏七七。长公主吃儿子读书读傻了，一个家生子怎么配做他儿子的世子夫人？本来苏七七全家的命都捏在了长公主的手里，但凡长公主不顺，碾死他们一家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可中间出了6皇子姜逊凯旋一事，早在年前姜逊被派出剿匪，年后大胜回朝，皇帝一高兴，为加公儿子直接封姜逊为宣王，赐宣王府邸居住。一时间姜逊风头无两，甚是惹人注目。而长公主从小养育过一段时间的姜逊，虽为姑侄，内里也有一段母子情。长公主怕贸然杀了苏七七会适得其反，为了让儿子死心，就借祝贺之名将苏七七送来当了个小通房。想着让一个死人被儿子念念不忘，不如亲眼看着自己喜欢的人为了前程去到别的男人身边。苏七七的哥哥弟弟们又是好学之人，尤其是大哥从小陪在世子的身边读了很多书，若不是有一个家奴身份，完全可以试着去考科举。于是长公主就拿苏七七一家的卖身契做条件，让他好好的花心思笼络住姜逊的心，以此消解自己儿子对他的念念不忘，回头会给他全家自由身。原主本就对世子无情，一心动想为全家博一个前程，就咬牙答应了。总结，原主就是拿了一个古代版，滚你配不上我儿子，拿着我给你的东西赶紧离开我儿子的烂大街开头。说起苏七七这个角色也惨，她腹中怀的可是姜逊唯一的儿子，而日后姜逊是要登基大统的，什么都不缺，但就只有这一个儿子，可不是天之骄子大晋皇室的希望。明明怀了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却早早死去，以致炮灰道看书的他都没发现文中的苏七七是何死法，就突然嘎在了别人的口中。本着同名同姓的缘分，带着对书中苏七七泛滥成灾的同情，一直哭着看完他的儿子走上老爹好不容易争来的皇位，时时刻刻感叹这苏七七要活着多好，那未来不是走上了人生巅峰，他跟着都能自豪。不想他的同情心可能太泛滥，一下就让他穿到了原主侍寝那夜。原主酒量不行，3杯鹿血酒下肚后就给他带来了，并且还有一个没出生的孩子在他肚里。惨啊！不一会儿，门吱呀一下，伴随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传来了王嬷嬷絮絮不停的声音：姑娘，我进来了呀。哎呦，姑娘醒这么早啊？老奴还寻思着姑娘没醒呢。她贼头贼脑的进来后，脸上包裹着笑意，两边眉头摆成了8字形，恰巧上唇还长了颗黑痣，不知道的以为是打哪来的媒婆。一大早外面就热闹的不得了，王嬷嬷还亲自找到了我房里，七七哪敢不醒啊？整个宣王府后宅分为东西南北4个院子，东院为尊，是王爷和未来王妃的住所，西院是一些未来侧妃的，南院就是王爷未来一些孩子的，而他住的这个偏僻的北院是王府后宅粗使家奴的住所。起初苏七七刚进府的时候，入府身份就是一个小通房，算不得上是主子，也不属于东西南任何一个院，便首先被安排在了北院。而王春喜王嬷嬷就是整个北院的总管嬷嬷，北院的粗使奴婢都要听她的。原主刚来的时候，为了好行走在这个北院，可是将王嬷嬷当成了头号贿赂大户，几乎将自己带来的2/3的银钱都送进了王嬷嬷的口袋里。
之前他因为顾忌原主是江训的通房丫头，早晚都要侍请成王爷的人，又见原主懂得奉承他，也确实换来了王嬷嬷的笑脸。只是王嬷嬷的胃口太大太贪了，如今又换了他来，原主那点私房钱只出不进没有营收，哪里能填得饱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绝了往外的所有贿赂打赏，所以王嬷嬷已经2个月没从他这里拿到1文银钱了。第二章，呵呵，经典来了。方才绿萝说的蚊帐和纱窗之类的，早1个月前北院就开始换制了，王嬷嬷的院里更早早的换上了新的。但是作为如今身子贵重的她，直到现在门窗还糊着不透气的厚油纸，床上挂着厚实的大粗布，都是因为王嬷嬷故意在给她教训，最终目的无非是想继续从她这里拿钱。哼，不知道她外号叫貔貅吗？姑娘，您这话说的折杀老奴了，老奴哪里敢劳您客气，眼瞅着天热了，屋里越发的不好待人。老奴想问问姑娘换不换门窗纱布？王嬷嬷是北院管事，还是我是北院管事？这心该是我操的，还是这事该是我亲手办的？王嬷嬷不会自己看着办。不能，王嬷嬷准备把北院管事给我当了吧？苏七七模样慵懒，语气随意的说完后，打了一个懒懒的哈欠，只将王嬷嬷说的一猛，怔怔的呀了一声，眼神古怪的多盯着苏七七看了2眼，总觉得苏七七跟之前不一样了呢。其实要说王嬷嬷跟苏七七，也不过就是相处了原主刚进府的第1个月，那时原主话不多，但凡跟府中人相处都客客气气的，不多麻烦别人的事也不会主动使唤别人，又想落大家的好银钱，给出的也多。王嬷嬷乐得将苏七七当一个敬钱的冤大头。后面2个月就是穿来的苏七七了，因为需要消化如今的身份，就很少出门。除了绿萝，没有人了解苏七七现在的性子。王嬷嬷当然不会想到，如今的苏七七是换了一个性子，眼神下移到她的肚子上。她是后宅混的老人了，自然而然觉得苏七七是肚中有了东西，本性露了出来。毕竟就是在他给王爷侍完寝后，自己再也没从苏七七那进过账。想明白后，王嬷嬷脊背直了直，她好歹掌管北院大小事务，一个卑贱的通房仗着肚中3两肉，还敢跟他横起来了，立马换了副刻薄样。苏姑娘，老奴是北院管事没错，可你也不过就是一个通房丫头，这上京城哪个有头有脸的人家没有通房丫头？可别东西还没踏实舞出来，人先张狂起来了，老奴这北院可容不得心气高的人。有本事您住去西院，再则您住到王爷的东院去啊，那门窗都是琉璃做的，可比北院这犄角旮旯强多了。但您有那个本事吗？别忘了，您那肚中的货可是谁帮你怀上的？这番话，王嬷嬷就是故意讽刺苏七七不知天高地厚，再是长公主府中出来的又如何？有本事直接以王妃的身份入府，连个妾都够不上，王爷又不喜欢她，凭什么跟她张狂？换不换？同是奴婢，您不能让外面那些人白给你帮工，总要给点好处。呵呵，经典来了。一出不受宠，小可怜遭受恶奴欺压，最后因为自己太过柔弱，被对方一顿言语羞辱。等人走后，自己只能可怜巴巴地躲在房间哭。切，他现在住的这破地方，顶多是皇家狗窝，以为是走了3天，还没走出豪门霸总家床垫的千顷大别墅呢。配他哭吗？苏七七坐直身体，还偏就故意抬手附在他那还没显怀的2月孕肚上，让王嬷嬷喷火的眸子瞬间一滞。第3章，他可不按祭天剧本走。王嬷嬷说的是，同是奴婢哪能让别人白给自己帮忙？可不知王嬷嬷自己给别人赏银了吗？不会连这点好处都不给，让别人白帮忙吧？我那是没钱，我院中的门窗您看着办。我这个通房丫头上京城中一抓一大把，王嬷嬷可千万别为我一个人费心。万一哪天这府中也来了一把，七七怕王嬷嬷累死。绿萝，送王嬷嬷出去，可记得给嬷嬷看着台阶，别栽跟头。呸！不是王嬷嬷给原主出的馊主意，要录写酒喝，她那天晚上就不会去扑江训，指不定还怀不了呢。苏姑娘可真是好生牙尖嘴利，老奴之前真是错看了。王嬷嬷被苏七七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气得脑门直突突，话都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寻常奴婢她早一巴掌甩上去了，但苏七七肚中有真货，别管是不是庶出，也都是王爷的第1个孩子，她要上手出了事，自己可承担不了。当然，王嬷嬷也是有后宅生存经验的，苏七七现在的风光只是暂时的，等生了孩子，她那地位绝对养不了。本来就不够招王爷喜欢，正经王妃没进门，能有什么出息？到时弄不死她。姑娘，您不说几句好话就算了，怎么就得罪了王嬷嬷呢？她刚才都是铁青着脸出门的，我们的门窗更没法换了不说，这以后王嬷嬷肯定还要出恶气，您可怎么办啊？绿萝担忧，我怕我对她太好，回头让别人觉得我享福呢。几个门窗算什么？她的小命才是最紧要的。瞧瞧王嬷嬷那周扒皮的模样，她都怀疑是不是后来原主没钱，王嬷嬷给她弄死了。既然有这个可能，晚死不如先找死。孩子目前在她的肚子里才是护身符，如今王嬷嬷再气也奈何不了她，可出了她肚子，谁还管孩子娘是谁？都知道江训未来那么出息，她肚里的崽未来能当皇帝，她可不按祭天剧本走。
现在孕吐这么严重，古代生育技术又不好，遭罪不知道到哪天呢。她指定不能待在北院了。孕妇就该有孕妇的待遇。行好，行好，行好。姑娘，您看这样成吗？绿萝替苏七七上好了妆容，举起铜镜放到她的眼前。苏七七对着铜镜中的自己，上下左右细细审视了一番。弯弯的柳叶眉，眉色淡淡的像山雾，双瞳圆圆的里面仿佛含着一潭春水，亮是亮，可没有表情时，眼中完全看不出鲜活的神采，更有种我见犹怜的破碎感。他努力眼眶发力，使劲让自己看的眼神坚定起来，努力半天眼睛都发酸了。完，更有一种被虐身虐心千百遍，坚强不屈小白花的感觉了。苏七七暗暗感叹，美是美的，就是跟主角脸差远了。妥妥的短命炮灰种子选手，果然长了一副活不长的样子。不死心，他撑了口气，在两腮尽量让自己看得精神些。原主其实更像小圆脸，只是太消瘦了，浑身没有2两肉就罢了，本该圆润的小下巴都见了。老话说得好，胖了才压服。他之后一定要把自己养得珠圆玉润才行。刚刚好，原本他就被孕吐折磨得不行，这段时间状态一直不好，皮肤本来还白皙受罪，更显得病弱了。苏七七摸了摸自己本身就白的小脸，又依稀能看出倔强使用水粉遮掩的模样，非常满意。绿萝将准备好的东西摆出来，姑娘，王爷的钱袋还有您要送的燕窝都好了。第4章给载上亲母户口。原主不过16岁，性子沉静寡言，一直以来江训没兴趣理他，无视原主也不敢烦扰江训，就爱托人买嗷嗷贵的燕窝回来煮了送给江训吃。可是啊，江训好歹出身皇族，什么昂贵的血液没见过，会喝原主这种没几钱真货的白糖水吗？指定每次都分给了身边的人喝。而他哪舍得送燕窝，就爱送不花钱的暖心小纸条。没想到江训不爱燕窝，换送的小纸条前阵子还给了他20两银子，银袋子可不用上了。他要去找江训，没名没分的事他可不干，怎么也要给肚里载上亲母户口。带着，苏七七满意的一挥手，行好，行好，行好。按照之前说的王府布局，北院住的什么人，东院又是住的什么人，那一听就是距离很远。不过苏七七虽然人在北院，还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至少行动上限制不大。但真横穿王府瞎晃荡的话，那也挺惹人注目的。这刚出了北院，踏到东院跟前，就已经引得不少仆人奴婢侧目偷望。苏七七没管那些人的目光，而是抬头看了看东院头顶的天，没有老树环绕，阴影蔽日，真蓝。低头踩了踩脚下东院的地，石板没有裂纹，也没有修补的痕迹，嵌得比他数学老师画的平行线还直，真平。达远扫视了东院遮风挡雨的琉璃瓦，旗牌璀璨的琉璃窗，肯定一块值不少钱呢，真漂亮。一对比，他那狗窝真够窝的。姑娘，东院不能随便进的，要通传。见苏七七抬脚就要往里走，四周东院内的奴仆睁大了眼睛警备，绿萝小心提醒。苏七七刚悬空的脚底板顿在半空，想了想原主之前的谨小慎微，这个门不能硬闯。他收回脚，给了绿萝一个眼神。绿萝明白后，对着看门的仆人好声招呼，将燕窝递了过去。46大哥，我们姑娘想求见王爷。姑娘稍等。46接过燕窝，点头进了院内。绿萝将东西递出去回来后，苏七七不解，这什么意思？我人还没进呢，东西怎么还先去了？绿萝，若之前您有王爷的命令，您可以直接进东院的，如今没有命令，您来了只能等在门口，或者下次来的时候先跟王爷打招呼，才能直接进去。因为姑娘您的身份在这里，而这东西先送进去，就表达了姑娘您的心意。苏七七跟他上班时，小员工见大老板一个道理，熬职位啊，有了高职位，谁还严格卡门禁？女孩子化好妆出门一趟很不容易的，燕窝假了点，但也是钱买的。而且他挑的时间是正午，说不定运气好了能蹭一顿饭。北院的饭菜没滋没味，他都吃吐了。苏七七在继续等门禁的时候，接着看那比他脸还大的琉璃，总有一天都要到他兜里来。正堂，王爷，苏姑娘又送燕窝来了。江河端着托盘上的燕窝盅走进来，妥善放在仆人不好的膳食旁边。江训净完手走到跟前，随意瞥了一眼瓷白的盅碗，问道：书信呢？虽然苏七七为了每次省那几张纸钱，都将整张纸裁成了一条一条的纸片，可以达到一张纸多用几次的目的，但江训又不知道本意，还是无区别的称呼每次收来的小纸条是书信。这次没有书信。江河，江训蹙眉的用眼尾扫回燕窝，他刚给了苏轼银钱，是盼着他手头宽裕生活的，谁知他前脚刚给钱，后脚苏轼又送这些没用的东西，一点也没有长进，心中一阵不悦。端下去喝吧。江训这次看也不看燕窝的，坐到饭桌前，准备拿起筷子用膳。江河快速禀报，这次苏姑娘也来了，等在门口准备求见您呢。江训闻言，拿起筷子手一顿，盯着满桌的饭菜有些呐喊，这个时辰他过来干什么？不过既然是他主动来了，他也没有必须不见的理由，猜想可能就是他前头刚给过他钱，来请安拜谢的。让苏轼进来。得到了江训的准许，
很快江河就亲自去东院门口迎接了苏七七。苏七七盯着眼前高高大大、一身锦衣便装的男人，很快便想起来人是谁，应该是江训最得力信任的手下江河。书中写江训但凡要办什么危险重要的事，那都必须是他。苏七七只记得他能力的描写了，没有想到有一天看见活的纸片人，发现江河长得还不错嘛，肩宽腰窄，剑眉星目的英气十足，这更让他期待超过3行外貌描写的男主江训了。第5章啊！比城北徐公美。王爷，苏姑娘到了。江河禀报一声后，侍立在了门外。等江河离开，苏七七才能看清站立于里间琉璃窗前的江训。上次侍寝的时候，他太醉了，眼前跟蒙上了一团雾似的，看人看不太真切，只想扒了对方衣服，所以不记得江训什么长相了。原主记忆中最清晰的也不过是江训一抹月白色的衣角，他想原主从来没敢仔细抬头看过江训。苏七七暗暗地打量着，虽看不全面，但也能感受到一股侧身如玉的气质扑面而来。不过有待观望，小说纸片人男主哪个不帅，哪个不俊美？不过模样气质大致分为2类，霸道型王爷大致都是什么面如刀削，眼眸深邃，相貌魅惑，反正怎么深邃怎么邪魅怎么来。冰山禁欲王爷型，眉眼淡，声音淡，嘴唇薄，鼻梁挺，话还少，能够开启他话匣子的也只有女主了。反正都主打一个相貌好，女娲必设作品。七七拜见王爷，苏七七迫不及待的想看江训正脸，俯身问好。免礼吧。江训方才在江河去接苏七七进来的时候，他就放下了筷子，想着苏七七来也跟他说不上太多话，等他走了自己才用膳，所以之前一直到苏七七过来时，江训都一眼不差的看着他垂头走来。幸亏苏七七刚才一直在心中做复盘，想着见到江训后怎么表现，不然刚在外面看见几块琉璃窗就勾了他的魂，进来后还不知怎么歪头斜眼打量呢，被江训先看见那个囧样就完了。随着江训发下来的话，还有前面人缓缓向苏七七走来的脚步声，苏七七大着胆子抬起头，在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逆射下，更显江训体态不凡，腰背挺拔，端得比门口松树还直。尤其是那模样神仪明秀，朗目舒眉，金贵清冷跟儒雅并存。虽然基本符合高冷禁欲清冷型的人设长相，但能亲眼看见才能知道这些神韵合成在一张脸上的盛世效果。苏七七突然被惊艳的语言匮乏，只能想到初中文言文课本，不停地在内心嘶吼：哈哈！江训屹立，比城北徐公美，比城北徐公美，来找本王何事？江训一声清冷的声音落下，蓦地打落苏七七狂躁的内心嘶吼。呸下头，在俊美有什么用？亏他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亲娘带着孩子来找亲爹能有什么事？果然这类男主在女主没出现前，主打的就是一个冷漠无情，尤其江训还是权谋文男主，更没人性。还好他的目的只是来给孩子上亲娘户口的。王爷，奴婢是来还王爷东西的，谢王爷赏钱，这是您的钱袋，奴婢不敢私留。说白了，小通房还是一个奴婢，苏七七只能跟着记忆中原主自称的身份来称呼他自己。江训顺着苏七七递来的东西看去，果然是他的东西，麒麟钱袋。古代等级森严，用度之类的东西都是有阶级限制的，尤其是江训这种皇子，所用东西比寻常人更是精细一等。而且每个皇子手中的东西都有特殊标识，比如江训现在的封号是宣，所以给苏七七的钱袋上绣了一个宣字。按照苏七七这种身份，即便是江训赏他钱的时候，顺手将钱袋给了他，他日常也不能随意拿出去用。而苏七七也心中明了，所以他用钱袋作为来见江训不惹他疑心邀宠的契机。江训更是清楚明白，不过上次拿出钱袋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想着苏氏左右一个内宅侍奉他的，平常也没有机会出门，他将钱袋留在他那也没有什么。当然他能亲自给自己送来，也代表了苏氏非常恪守本分。放下就行。江训示意眼前的桌面，又一边盯着瓷白的燕窝中。对于苏氏这个女子，他是不大喜欢的，人虽有些姿色，但木讷，太过无趣，非常浪费他的时间。只是皇家之人不由己，行差踏错一步都要引起党争和君父心中对每个儿子的猜测，而自身婚姻的选择更是关乎自己对一股新势力的笼络。这个诱惑太大，哪怕需要冒着被父皇怀疑别有用心的风险，谁都想给自己择一门有助力的婚事。这些选择中无不包杂了算计与他们背后母妃家族的助力。在众多皇子中，他排行第6，母妃是宫中的2品淑妃。不过母妃自来不喜欢他，因为他当初出生的时候恰逢跟太子同一天诞生，整个皇宫中的目光全被太子吸引去了，只要太子多么耀眼，母妃心中就会多么的不满，觉得是他没用，为何偏偏跟太子生在了同一天，倒是喜欢跟他一母同胞的实弟。实弟出生前，宫中一连夭折3个皇子，以致实弟诞生的时候，太医说他健康壮实，宽慰了父皇不少的丧子之痛。而此次父皇想为他喜上加喜选妃，可母妃并没有打算为他筹谋，反倒言语暗示他选一个地位稍低的，因为若他的婚事则选低了，未来在实弟的婚事上，
父皇就可以对实帝的婚事慎重考量，以弥补对母妃的亏欠。当今太子行武虽入主东宫，但幼时丧母，父皇已然早立了继后，继后膝下的三哥便不再是庶子。元后嫡子和继后嫡子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他母妃这个心思，若说没有夺嫡的心，他算是白生于皇宫之中了。当然，母妃心中主意的夺嫡人选定然是实帝，他充其量在母妃的心中算个辅臣。故意笼络家世高的姻亲是别有用心，而刻意选择过低的姻亲，仍旧会引别人揣测。他这些兄弟们的王妃大多出身不凡，甚至家中袭爵，自己不可能背道而驰太过，又不能让母妃心中不满。第6章果然柔弱不能自理，也不是谁都能干的。且他年初刚立了剿匪的大功，还被父皇封了王爷，风头过盛就要遮掩光芒没错。但此时要一反常态，选一个家世低的王妃，显然更居心不良。在各方人都盯着他的举动之时，万不能出错。恰巧凤阳长公主姑姑就要给他送一个通房做贺礼，他便借口刚得圣恩，想为朝廷鞠躬尽瘁，奏请暂缓了这次的选妃，收了苏氏进府。而他即将弱冠，便是不选妃，照规矩也到了房中该有人的时候，和该母妃为他操持人选。但他母妃依旧很少花心思到他身上，直接让他用着姑姑的人就好。母妃又要在父皇面前表现慈母模样。知道他一直迟迟未宠幸苏氏后，在2月前，为了让他知晓情势，从宫中送来了一些鹿血酒，当作房中的助兴之物，也暗示他赶紧早诞子嗣。王妃还没有娶进门，便让他诞育子嗣，若有便是庶出。女儿还好，若是庶长子排在嫡子前面，他可是兄弟们中的独一份了。不得不说，母妃竟是连他都放。于是为了表现孝顺，之后并没有给苏氏避子汤，谁知苏氏竟然如此争气，便是那一次就怀了他的孩子。末了末将军又出声，日常就不要破费钱财给本王送燕窝中了，本王不缺这些，给你银钱更不是这个用意。你腹中怀的是本王的第一个孩子，本王是不会亏待孩子的。话说完了，旁边的人一声不吭。不一会儿，将军就听见了低声气泪的声音。他转头看去，发现他的小通房已经满面泪痕。他知道苏氏性子柔弱，可这也不算重话，哪里值当他哭，正要开口，苏七七率先出声。他眼眸湿润地盯着面前的白瓷钟，委屈的像山间受惊的小鹿。奴婢知道王爷不缺燕窝这些，可为王爷费心，奴婢一点也不觉得破费，只恐王爷嫌弃。这钟王爷还未动，想来之前的王爷也未曾喝过，奴婢就怕假手于人，亲自盯了一个时辰才炖好的。王爷若不喜欢的话，奴婢再也不送了。而后他又声音袅袅，凄凄婉转盈盈，能做王爷的孩子是孩子的福气，奴婢自然不怕王爷亏待了孩子。一段气宇含泪的话说完，苏七七只想喊人给他送氧气，果然柔弱不能自理，也不是谁都能干的。几句话说的差点上路。渣男不亏待孩子是什么话？意思是亏待孩子娘呗。啊，当你孩子可不是福气吗？你前头腥风血雨争皇位，我儿在后保送继承，只要自己不死，这波也不亏。江训不曾见过苏氏在自己跟前说过这么多话，一时有些微讶，竟然忘记了出声，足足的听他将这些好似委屈的话说完。瞟了眼面前的白瓷钟，莫名有些心虚。再看苏七七本人，发现他脸上有什么异样，直接抬起他的下巴，挑起了他的脸，捻下他脸上的一抹脂粉，问道：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脸色这么难看？苏七七虽然下巴被江训挑的脖子都要痒断了，可他内心激动啊。你个直男，我以为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没想到需要我眼泪洗给你看。不过哪能让你这么快知道原因？他做事面上慌乱躲避江训的打量，弱生生可能是肚里孩子闹的，最近奴婢没睡好，模样不是太好看，怕燕王爷的眼才上多了水粉。果然江训听了苏七七的话，在仔细打量他面容的时候，确实依稀看出了眼泪下粗糙上过妆的模样。想来怀孕的妇人是辛苦些，他还未见自己费心，他不该责怪的。王爷，奴婢不打扰，王爷用膳了，下次奴婢也不给王爷添乱送燕窝了，奴婢这就带走。趁着江训正愣，苏七七手快端过燕窝，刚要起身离开，江训出声：等等。第7章母凭子贵熬名分，青春貌美死男人。既然这次送来了就算了，下次可以送别的来，燕窝本王真不缺。江训见苏七七这个样子不好，真让他失落拿走，尝几口燕窝而已，这样正好能变相的证明前面的燕窝他都赏脸自己喝了，于是伸手便要接回苏七七拿走的燕窝。苏七七被江训说的话愣住了，送别的来？送什么别的来？什么别的不需要他破费？几张小纸条还是用原主行李中的2张大纸写的，为了有的用2张纸他都要数着日子撕。不会江训说的别的是暖心小纸条吧？啊，别看人冷，果然是个喜欢花言巧语的，话少非得有人在他跟前叭叭叭才成，看他心情吧。王爷您喝。此刻苏七七破涕为笑，殷勤的像个狗腿子。他不会吝啬手中这碗假燕窝真糖水的，啥都不怕，就怕这次江训真不喝，因为等江训喝了，立马就清楚他的小通房之前被骗得多惨。其实
原主是长公主府中出来的，燕窝什么价他还是知道的。平时给出去让厨房采买燕窝的钱，他也没有小气，就生怕买次了江训喝着不喜。只可惜北院厨房里的人也一个个老油条似的惦记着原主的几个钱。所在院落不同，但职位相通，所以北院厨房的人也有东院厨房人的交情。这么两相一串，知道江训根本不喝苏七七送的燕窝，可不大着胆子买假货收回扣吗？而苏七七之所以知道这些，还是在原主那人生没有几个字的炮灰履历生涯中，从别人嘴中讥笑看见的。连当初原主一片真心的对待，都成了他人嘴中取笑的资本，谁看了不说一句实惨？而这一切的原罪都要归结于6个字：无宠就是原罪。所以他至少要让江训对他有了在意，给他个名分，保住儿子在自己身边长大。这样狗命防嘎的同时，才好一边熬死10年皇帝生涯的江训，一边等着腹中孩子登基，他当太后。母凭子贵熬名分，青春貌美死男人，荣华富贵半辈子，想想都美。一会儿的，江训根本不知道他的小通房已经在心中百转千结，想了无数熬死自己后当太后的逍遥日子。而江训却在喝下一口燕窝时，眉头微咸的皱了皱。苏七七哪里能放过这一重要变化？他期待又惶恐地问道：“王爷，奴婢的手艺如何？燕窝是哪里买的？”江训没有回答，反问道。苏七七继续惶恐：“奴婢是后宅人，出不了府，拜托北院采买刘嬷嬷买的，是2两的燕窝，口感不好吗？若是知道2两的燕窝口感不好的话，奴婢就买5两的了，这样王爷就不会吃得不开心。”2两。江训冷哼一声，苏氏之前的月钱才2两银子不说，就是外面普通百姓一天岂敢大手大脚的花2两银钱？北院的人居然敢给苏氏以糖水冲燕窝，还骗了他这么久。就苏七七那惶恐不安的模样，江训一眼认定他是舍不得碰一口为他准备的燕窝，所以才不知道燕窝其实是糖水。糖水可以，但是胆敢欺骗人，还是欺骗如今身为他通房的苏七七，江训已然不能容忍。他看着苏七七那柔弱委屈的模样，顾及他腹中的孩子，打定还是不在他面前拆穿。将燕窝放到一旁后，他端起了一杯清水漱口。燕窝不错，但午膳时本王不爱吃甜品。苏七七，懂，不怒自威的人都是背后默默做事的。他等着听好消息。想着这个时辰了，江训问道：“用膳了吗？”苏七七，你家什么时候饭点开饭？你问我，不是这个时辰，我能赶着来。乖巧摇摇头，在有人劝他蹭饭一事上，态度一直很好。既然没吃，就陪本王一块吃吧。今日也不用你布菜了，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夹。江训平常一桌饭吃不了几口，会剩很多，懒得让他回去折腾了。看着满桌的佳肴，苏七七的口水都快咽到了肠子里。你人还真是怪好嘞。到底在江训面前拿起筷子夹菜时，他动作还很含蓄，生怕表现自己粗犷。江训人就是冷冷的，所以吃时都是清淡口味。苏七七看着着实有胃口的很，夹起一道不知道是啥的绿蔬菜，刚要往嘴里塞，呕的一声，他当场干哕了出来。再一呕，瞬间溃堤般从喉咙中倾泻一滩秽物，哗哗地落到方才准备夹菜的空碗中，一团姜黄色的无名粘稠物。碗边挂着苏七七刚才手颤抖掉的绿蔬菜。抬眼看了一眼江训，怎么看怎么尴尬，要死，他柔弱不能自理的形象优。而完整目睹了这一灾难现场的当事人江训，此刻正掂着勺舀了一口碗中浓稠的咸玉米黄汤，要往嘴中送。看见这景象，饶是他淡漠高冷的面容都出现了一丝裂变的抽搐。这女人敢吐他的饭桌。王爷，奴婢孕吐了。哦，似乎解释来的太苍白了。苏七七刚想挽回点自己的形象，表示这完全是你崽在肚里闹我，不是他不讲饭桌礼仪公德。谁知呕的还更起劲了，让他不由得抱着面前深底的碗，一个劲的撒开嗓子呕了一个痛快。就在一声一声哗啦啦的秽物呕出的同时，江训整个人都有些微不可察的木然。等苏七七呕过这一场后，才满脸泪花的勉强抬起头看江训。王爷，奴婢孕吐实在忍不了。江训不是傻子，苏七七呕一声，他可能没反应过来为何，可这接连数声还将他近日新得的青瓷碗给糟蹋上了。要知道不，苏七七肚中有他的孩子，他的一条命还抵不上一个碗盐贵。此刻那满满一碗姜黄已经让人不能忍睹。理智告诉江训，他现在不该管他的青瓷。面色恢复如常后，他复又清冽着嗓音：江河，去请大夫。门外的江河领命后迅速出了东院，不久后一个胡须发白的大夫就让他给领来了。大夫搭着苏七七的脉搏，眯着眼慢查病因。过了一会儿后，江训问道：如何，能治吗？第8章他都多注意走人设了。王爷，这位夫人是正常的孕吐反应，妇人怀身子都会有孕吐，有轻有重，恰巧这位夫人就是重的，孕吐没法根治，只能熬过去就好了。不过夫人一定夜晚不爱盖被子，脉象有些寒凉。老大夫嗓音满满无奈，最怕妇人砸钱治一些用药无法根治的东西，不然有钱他不赚。本王不是问这，他为何一直哭？
江迅这才重新将视线落到苏七七那花脸的面容上，之前的拙劣脂粉全让眼泪洗干了，一张白皙无瑕的小脸浸满了湿漉漉的泪水，仿佛方才没人的时候自己让他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后知后觉，江迅忽然发现了苏七七的不对，虽然他之前不常召见他，见到了也是一副和今天般胆怯的模样，但之前的苏七七几天可能都没有今日一个时辰跟他说的话多，在不记之前，苏七七也从不会在他跟前轻易落泪，娇气无度。今日的苏七七和之前的苏七七差别太多，若不是他腹中确实有孩子，江迅都要怀疑之前的苏七七是不是让人换了。老大夫，治了一辈子，头一遭听到治眼泪的，为啥哭？难受呗。江迅也觉得自己问的话可笑，重新问了一遍，怀身子会让人性情大变吗？这一问，老大夫还没来得及说话，先将苏七七吓得要死。他都多注意走人设了，偶那么一摊，他都愧疚伤心哭成了啥样，怎么还能怀疑他？他演过了。顶着六旬老大夫郁郁想张的嘴，苏七七内心瑟瑟发抖，权谋文男主不好哄啊。妇人怀身子本就辛苦，比如说平常不爱吃的东西，或许怀了后极度爱吃，不爱的做的是怀了身子后极度喜欢。孕体牵连着心情大变是常事，严重了一点小事都能让孕妇情绪大为起伏，或兴奋或失落，所以要尽量保证孕妇心情舒畅是孕中大事。六旬老大夫说的嘎嘎有劲，这我还不懂，直白点说，要星星就不能给月亮，宠着呗。老大夫说完，苏七七偷瞄江迅那一笑的模样，偷偷暗喜，怀孕还是有好处的，狗命又回来了不说，还蹭到了一块性情大变的免死金牌。老大夫临走前开了几副简单的安胎药，等屋中只剩苏七七和江迅后，苏七七实在没有力气抽泣了，江迅也在暗自等她哭声停止，看着眼圈红肿的苏七七两眼，江迅又瞅了瞅她还未显怀的肚子，淡淡道：辛苦了。虽然话里没带多少感情，但这起码让苏七七知道，这男人还知道说好话。奴婢不辛苦，奴婢心里难受。有这性情大变的好机会，不用白不用。苏七七说着，又从嗓音中沁出一声泪腔，不过眼泪实在是没有了。王爷好不容易愿意陪奴婢吃顿饭，奴婢还扰了王爷的食欲，下次奴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王爷陪用膳。奴婢已经很久没有人陪着奴婢用膳了。这话不假，旁边那一桌子饭江迅是实在没有胃口吃了，不过他的思绪不在桌子上。他知道苏七七在长公主府还有父母兄弟，或许一家人平时都要在各处当值，但总有机会碰到一家其乐融融团聚吃饭的机会。来了他府中后，苏七七算是这辈子和家中没有相聚的机会了。他自小在宫中就亲情缘薄，懂得其中辛酸，如今苏七七又怀了他的孩子，大夫还说要保证他心情舒畅，顿了顿将训道：若无事可以来本王这用膳说话，本王跟东院说一声，以后就不用事先禀明了。真的吗，王爷？苏七七蓦然抬头，水润的眼眸中全是激动。本王何曾儿戏，不过允他自由进出东院而已。江迅不明白他为何这么激动，毕竟就是他今天来，他也未曾拒绝过。在性情大变苏七七规矩还能忘了不成，总不会赖着不走。苏七七之所以这么开心，还不是江迅的话打到他的算盘上了。门禁不用卡，以后来去东院连借口都不用找了，离出北院上亲母户口还远吗？江河换人将午膳撤了，江迅实在不能再去看那一桌子某青瓷碗里的秽物。苏七七心疼，王爷不吃了，是呕的难受，可他的饭还没蹭上呢，缓缓还能吃，北院可没那么好吃的东西。凉了，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本王让人给你准备一份新的带回去。江迅倒没有这么苛刻，连顿饱饭都吝啬。苏七七眨巴眨巴哭肿的眼睛，新的好像更好。冰山男主绝不是没话找话行，例如和苏七七说完话后，人自己找一地默默沏茶喝去了。可怜苏七七要在这里等饭菜打包，盯着那一桌青瓷器，苏七七越看越不对劲，哪能将好东西往木盆里丢？王爷，瓷具是不要了吗？苏七七内心焦急，他肯定嫌弃了。既然要扔，你不要给我啊，我呕的我不嫌。本王不差几个瓷具，江迅虽爱那一套青瓷，可想到那碗姜黄的秽物，很好，他这辈子都不会用青瓷和玉米羹了。奴婢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看的瓷具，这可是王爷跟奴婢第一顿饭用的器具，奴婢难受。苏七七垂着头，手不自觉地扶到了肚子上。哼，孕期心情起伏无常，这不就又用上了？记得小时候，奴婢跟哥哥争一只烤了漆花的碗，最后碗摔落了地上，碎了一个缺口。哥哥不喜欢了，奴婢还是喜欢的要命。果然，江迅发觉人又淹了，抬头看去，苏七七捂着肚子模样可怜，不知怎的，他心不静了。放下手中的茶杯，转头对江河吩咐，将青瓷具收拾一番，送给苏姑娘。和江河说完，江迅又对苏七七一双惊愕的眸子解释，本王器具多，这套器具有年头了，本王已经用倦了。苏七七内心雀跃，管你用倦不用倦，狗命也不能纯喝西北风，青瓷古董拿出去卖肯定值钱。最后苏七七离开的时候，看着绿萝一手丰盛饭菜外加安胎药，
一手整套12件精致青瓷的大丰收，美滋滋的回了北院。而等苏七七走后，江迅敛了脸上淡色，喊来了江河。第9章给江迅神经一颤的东西。尝尝那碗燕窝，他指着一旁没有撤下去的白瓷盅。江河端起白瓷盅尝了一口。江迅，怎么样？和之前的是一个味道吗？和之前味道一样。江河，果然有人胆大包天。江河前几次喝不出燕窝和糖水的区别，江迅不怪他，毕竟燕窝不菲。只是他知道了是假燕窝后，阳奉阴违的人已经不能要了。将北院的采买刘嬷嬷换下赶出府去。是，江河。采买的刘嬷嬷在北院不是什么有分量的人，无非是年纪长有些资历，宣王府又是新组建的，宫中派下来的时候人就被分配成北院的采买了。江迅将人下令赶出去的时候，也就只让他收拾了一个包袱，连让他叫屈的时间都没给，当然他也无屈可叫。所以北院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刘嬷嬷是为什么被赶出去的，唯独北院管事王嬷嬷知道。刘嬷嬷被赶出去的当天，苏七七从东院回来时，身边的绿萝拎了2提篮东西。苏七七本人一双眸子肿得也跟核桃一般，仿佛哭过不清的模样。因此王嬷嬷就担心是不是苏七七到王爷那里说了什么话，毕竟刘嬷嬷克扣苏七七燕窝钱的事她也是知道的，不过这事她从没在苏七七面前拆穿过。做不过刘嬷嬷敢做，那就有一定的把握。当奴婢的谁不想多拿点油水，领些赏钱？大家都是来宣王府当差的，他没必要和气不讲全部大小交恶。苏七七有钱，谁有本事宰钱谁宰了。只是这一下子苏七七出去一趟，刘嬷嬷就出事了。王嬷嬷担心前阵子她刚对苏七七出过恶言，自己会不会让她在心中记了一笔，已经闹到了王爷那里。可是等了这么多天，王嬷嬷甚至每天去给苏七七赔笑脸，东院一直风平浪静，连多余对苏七七照问的人都没有。王嬷嬷的底气又回来了，想着兴许是她猜错了，可能就是王爷不小心发现燕窝是假的，苏七七哭是被王爷斥责追究了。一来二去，王爷才猜到是刘嬷嬷在弄虚作假。想明白这些，王嬷嬷更不想去和苏七七赔笑脸，而且巴不得她不得宠，因为她觉得苏七七实在白眼狼，不晾她晾久了，苏七七还能跟她蹬鼻子上脸。什么时候识趣再给她钱了，她再将好脸给苏七七，将关系处回来。王嬷嬷这厢因为东院那边对苏七七的不理睬感到心安，直接便将府中分配的下一中属于苏七七的份例扣到了自己的手中。最后绿萝只收到3身麻布衣服，1身软锦，其中2份麻布中还有绿萝的2身，而苏七七只分到1身锦衣和1身麻布衣。姑娘，王嬷嬷这不是欺负人吗？您如今这么金贵，怎么可能还用粗布麻衣？绿萝捧着手中的衣服，直不敢相信，越看越气，不平道：王嬷嬷这人变脸真快，亏得刘嬷嬷刚被赶出府没几天呢，她就敢顶风亏待您。要是因为他们姑娘住在北院，王嬷嬷仗着王爷那样金贵的身份，不会来这种下人住的地方。绿萝可以理解王嬷嬷为什么那么大胆，不给他们姑娘换门窗。可是这衣服都是穿出去的，王嬷嬷也不怕他们姑娘穿着麻布衣服出去被王爷看到。姑娘，下次您去见王爷的时候，就穿这1身麻布衣服，让王爷好好的知道王嬷嬷怎么亏待您的。绿萝，果然整个北院就你对我最好。绿萝和她年纪相仿，有个苹果脸，2颊肉肉的红红的。苏七七最爱无事捏捏绿萝的小肉脸，软弹软弹的，十分满足手瘾。但是我要真穿着1身麻布衣服，王嬷嬷肯定让我走不出北院，不然她能还给我留1件锦衣。王嬷嬷这样做也不足为奇，江迅那个死冰山舞一下，她搭理你一下，但凡不舞了，她又凉回去了。任谁能看出她对自己在意，而且金贵的人也不是她，是她肚里的孩子。她不是诸葛亮，可没有信心7下就将江迅这个孟货擒得心服口服的，让他亲自带自己出北院。所以母凭子贵，任重道远。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去东院虽然可以随便去了，但不能光起到无效刷脸的作用。而且又到了他写暖心小纸条的时候，先给江迅续个精神食粮。像他那样的禁欲人设，苏七七没看过1000也看过800，往往最高端的人设通通采用最朴素的手法就成了。江迅顶多发挥一下他小学2年级的情书经验，不过这次要来点特别的。想好后，苏七七去裁纸落墨写东西。不久，江迅就在东院收到了苏七七最新给他的书信。王爷，天热了记得防暑，七七很喜欢您送的青瓷。江迅看到这样的一封书信，本来面上的表情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可直到看到最后一句，他的脑海中不知为何一下就忆起了那日苏七七呕吐糟蹋了他青瓷的场景，不自觉就弱化了青瓷，只记得他红颜呕吐的难受模样了。想来他都那么辛苦怀着他的孩子，又还记得惦记自己，他不该为几个青瓷惋惜。最后看完了，江迅将手中的书信按照之前的老习惯加在了经常翻阅的史书中。星号星号星号。小纸条送去后，毫无意外的石沉大海。不过不重要，他在等一个给江迅神经一颤的东西。于是
这阵子只要一到时间，苏七七就写小纸条，每次的话语不多，可足够让江迅细读回味。因为每次苏七七除了一成不变的问安后，还有事无事的向江迅提起肚中的孩子或是孕期的反应。例如，他今天呕吐了几次，孩子让他困倦睡了几个时辰，是酸，特别喜欢在饭菜中加醋，有点惦记王爷了。久而久之，江迅似乎对于自己即将有一个孩子的认知有触感了。直到最后一封书信，苏七七说他惦记自己，后来到了时间突然收不到了，江迅蓦地觉得缺了什么，又等了半旬，依旧什么都没有，也不见他来找自己，都准备再等一个半旬后，他将人召来。直到某一天，苏七七亲自找到东院来了。第10章他幅度走来了。苏七七这次来没有再需要层层叠叠的通报，毫无意外，为了蹭口饭，他又选的正午。江迅刚要用膳，听见动静，抬头望向门外，发现一身青绿衫的人影站在门口。6月的日光格外耀眼，苏七七立于正堂门槛中间，一层斑斓的光晕将她的身姿勾勒得婀娜秀丽。白皙的肌肤上没了上次劣质的胭脂，在日光的照耀下，哪怕还能看见眼底的疲倦，但依旧遮不住那一股天然去雕饰的清丽之感。还有那青衫交领的轻薄锦衣，十分的贴合她那修长细嫩的长颈，隐隐颈间还挂着让炎热凝出的汗珠。最重要的不是苏七七今日的打扮模样，而是她的肚子。江迅发现此刻在她那柔仪的长腹遮盖下，似乎有什么东西隆起来了。七七见过王爷，苏七七也不迈脚，直接站在门口，简单的给江迅扶了一礼，嗓音温和恬静，不骄不躁。进来坐下。江迅怔愣许久，意识过来那处隆起来的东西是什么，迅速掩起失态，将人喊进来。即使在禁欲淡漠的眸子都失了往日的平静，等到苏七七都扶着肚子走到了自己的跟前，他才将眼神从他的小腹处移开，盯着正用手绢拭汗的苏七七，问道：正午正是炎热的时候，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奴婢无意打扰王爷用饭。苏七七停下拭汗的动作，重新将双手覆到腹间，覆上那隆起之处，模样温柔。惦记午饭我不直说，近日奴婢隐隐能感受到孩子折腾了，常常疲倦的时辰颠倒，方才刚醒，怕下午又被懒，想着正午赶紧来给王爷请个安。王爷您摸摸，方才奴婢在来的路上，似乎发现孩子在奴婢腹中动了，可能是知道来见父王了。苏七七眼眸湛亮，大胆拉过江迅的手，贴到自己的腹间，怀揣着一脸的期待看江迅的模样。说实话，不过刚到4个月，胎动他真没感受到几下胎动，可终于把肚子熬拢起来了。平的时候他就怕日日的来，江迅也不会有多大感触，突然多日不见，他直接扶着肚子找来，又是对方的亲骨肉，他不信没点震撼。江迅的手被苏七七拉放到他隆起的肚子上，他轻轻抚摸了几下苏七七隆起的小腹，圆润而又紧实的孕肚触感让他生畏。虽然并没有感受到苏七七说的胎动，但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腹中竟然在孕育一个孩子，还是他的孩子。摸着隆起的孕肚，江迅忽然来了一种当爹的责任感和期待感。王爷没摸到吗？可能奴婢走的时间太长了，孩子睡了吧？无事，大夫说了，孩子一切康健，等月份再大些，有的是机会。江迅收起手，略微有些不显的遗憾。苏七七了然江迅说的大夫，自打她怀了身子后，会有大夫定期到北院给她号平安脉，每次会将她的脉象记录下来，之后由王嬷嬷交到东院这边，江迅也可以从这方面了解她腹中的孩子。不过看到江迅方才那种表现，一定没有这种切身体会的好。奴婢不打扰王爷用膳了，先回去了。说着，苏七七就要起身，江迅喊住：刚来也不必急着走，免得折腾中暑了。他发现苏七七的脸上有些余红，应该是走来时晒出来的。用膳了吗？苏七七激动，终于问到点子上了。着急来见王爷，还没用。江河，再添一份碗筷。江迅吩咐下去后，很快又多了一份苏七七的器具。这次江迅不用青瓷，改用了青白瓷，颜色在青白两间，同样好看的不得了。苏七七盯了一阵子，不由得眼馋。江迅注意到苏七七这个举动，想的是他上次毁了自己一套青瓷，实在担心又糟蹋了自己的青白瓷吧。但人是他主动留下的，视线悄悄扫过他那隆起的小腹，江迅默默叹出口气。若想吐别忍着，本王不缺几个吃饭的碗，用这个吐就成。他拿起一旁自己的空汤碗递给了苏七七，似乎不打算喝汤了。苏七七，我谢谢你体贴人意啊，这么说他就是想吐都不好意思往碗里吐了。江迅的饭食一向很丰富，例如有炸藕、蜜渍豆腐、酸辣鸡爪、清炒茭白、清蒸鲈鱼、水晶虾仁、梅菜扣肉等等。苏七七已经吃了许久北院没滋没味的淡饭了，没修饰就是淡的没啥味的饭，一点不像东院的香料齐全。他现在孕吐没有之前严重了，突然尝鲜，恨不得卷了江迅一整个桌子。最美滋滋的是他这里有冰剑，仿佛一下回到了他之前吹着空调抱着西瓜的悠哉日子。可惜一回到北院，仿佛灰姑娘过了12点，啥也不是。吃得太欢，想得太入神，
一时忽略了身旁的江训还没动筷子，他吸溜进一只虾仁，转头看他：“王爷，您怎么不吃啊？”自江训8岁后就和母妃、淑妃分开用膳了，父皇是皇帝，更不能妄想和他随便一同用膳，因为父皇不只是他一人的父皇，不然就可能因为比其他兄弟多了一点父皇的青睐，就要受各方猜忌。宫中宴席的规矩也都是单人单桌个食，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跟人同桌用饭了，所以对于他来说，饭食不过饱腹作用。除了孩童，他从来还没有见人能将一顿饭吃得这么有滋有味。可能是最近孩子长得快，奴婢总是犯饿，吃相难看了些。苏七七意识到什么，觉得还是应该收敛收敛，解释道。江训难得扯出一个淡笑，本王许久没有人陪着一起用膳了，吃吧。他亲自动筷夹了一个方才苏七七吃的虾仁放到他的碗里，而后苏七七就见江训自顾自地吃了起来。苏七七埋头干饭，心眼子悄咪咪地转溜，啥意思？来蹭饭怪他没打招呼，不会真这么可怜？那么久没人陪他吃饭了吧？用完了晒太阳还大的中毒，但苏七七爽啊，冰剑就放在他旁边，一滴汗都没有流，舍不得走了。外面天气炎热，江训本意也没有让苏七七立刻就走的意思。第11章吧唧，就是一口。仆人收拾好了饭桌后，又重新过来加了块新冰在冰剑中，等将室内的活做完，仆人尽数离去。清凉的冰剑挥发着寒气，很快将方才仆人带进来的燥热给覆盖得一干二净。有时苏七七实在是不得不佩服纸片人这种你让他朝东，他绝不会朝西的设定。明明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管放在哪里都是说不清的八卦，可江训他居然给自己抱来了一堆书。苏七七真是哭死，果然人家有的男主一开始就直接在言情频道事业爱情两不误，江训却因为在权谋栏只能想到给他送书。咋的，让他给孩子做胎教吗？他倒抽口凉气，抬头茫然地看着江训，还未张嘴就先听到了江训问话：本王见你会写字，在长公主府读过书。苏七七突如其来的送命题，这让他不由得想到了宫斗界轩轩的好闺蜜梅姐姐。还记得梅姐姐一出场就是在家母亲嬷嬷们给她压选秀神题。母亲看过什么书啊？梅姐姐诗经孟子左传。母亲选秀不是考状元，考场上梅姐姐女则女婿。mom 这个打法当时太后无比满意，虽然四大爷没有说什么，可终归咱们的女主可不跟四大爷聊女则和女训，而且原主本来就是长公主府的奴婢，能做清闲的活伺候主子就不错了，上哪学女则和女训去？识不识字都是一回事，要看造化，真学了又恰巧来了宣王府，任谁不觉得包藏什么祸心。而且江训拿给他的是《论语》，奴婢大哥给世子当伴读，奴婢借着大哥当世子伴读的光，曾跟大哥读过些书识些字。当下人的能有识字的机会不容易，原主大哥幸运被选上伴读后，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很上心，通常学到什么就会回家教些什么，以至于因为会点字，苏七七的二哥和四弟在府中能混上比较好的差事。苏七七也爱跟着大哥学些东西，且他的字就是大哥经常在沙土中手把手教自己的。因为爱写字，来宣王府前大哥还送了他一支毛笔、一方砚台、2张纸打发时间。你大哥既是敏言的伴读，那说明能力不错。凤阳长公主的长子徐敏言和江训是表兄弟，徐敏言比江训小5个月，徐敏言1岁多时曾染了风寒病，当时病得严重，皇宫和长公主府中想尽了办法为徐敏言治病，可孩子太小，总是不见好。后来宫中的法师出主意，选一位身份尊贵和徐敏言年龄相仿的孩子分福给徐敏言。徐敏言是凤阳长公主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嫡长子，若论尊贵，只有宫中的皇子比徐敏言尊贵了。凤阳长公主又是皇上的同胞妹妹，自然不能冷眼旁观。正好当时太子江衍和江训跟徐敏言年纪相当，是最合适的人选。可身为太子的江衍关系未来朝纲重担，谁敢轻易让他去做这等损益自身的事？皇上只有择选了江训去为徐敏言分福，一直到2人快满3岁才分开。后来因为此事，皇上又追封了江训母妃淑妃娘家祖父一个爵位。在之后，淑妃诞下10皇子的时候，又一扫宫中夭折皇嗣之痛，皇上更是将还处于嫔位的淑妃提拔到了4妃之位上，多年尊重和眷宠不衰。江训正是在为徐敏言分福那段时间，2人处了深厚的表兄弟情谊。他知道徐敏言的学识不错，也知道凤阳长公主对儿子的看重，能被凤阳长公主选拔到儿子身边的人一定也不一般。而且苏七七的大哥能在学到学识后惠及家人，这更难得。太阳还读，免得你无聊，这些书你随便看看，若遇见不懂或是不认识的字，你问本王就成。他拍了拍手底的一摞子书，说完走回了自己的书桌前，埋头认真，不时拿着朱笔批注。苏七七摸着眼前落的比他曾经高考还壮观的古文，无语叹苍天。学海无涯，知识过期，这些他都学过，就是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江训一个人默默看书的时候无比专注，但苏七七没翻几页就想打瞌睡，幸好他的小桌案离江训的书桌远，双眼一泛懒，
垫起几本书压在胳膊下枕着，就美美的睡了过去。江训闲来无事就爱看古人文章，有兴致时自己也会批上2句评语。一篇文章看完刚放下笔，却抬眼无意间看见苏七七不知何时睡了过去，而他之前所报给他的书甚至都成了他熟睡的枕头，有些不近圣贤。本想轻斥他的，可突然瞥到桌案空隙下隆起的小腹，江训生生按住了这个想法。想到了来时苏七七跟他说的容易嗜睡，情有可原了。起身缓步走过去，俯身抬手穿过他白皙的梗子和仍旧还算纤细的腰身，打横将人轻轻抱了起来。苏七七睡得正香，可迷糊间忽觉有什么不对，惺忪的呢喃嗯出了声，之后带着一双刚睡醒水光潋滟的困倦眸子回味了一下情况，正赫然发现他被江训抱在了怀中，自己的胳膊不知什么时候还圈在了他的脖子上，头埋在了他的颈间。苏七七纳闷不解，明明这种场景下就是出现打雷闪电、山崩地裂的情况，他都该睡死如猪的，让江训默默将他放在床上。最好之后，江训盯久了他娇俏的睡颜，偷偷在他额头上轻点一个吻才对。他咋就睁眼了？炮灰命就不配享受偶像剧情节吗？不来点别的，对不住这氛围。本王吧唧。就在江训张口说话时，苏七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头撅嘴送给了江训俊美的侧脸颊一个带着脆亮响声的吻。没错，用力太猛，导致吧唧，就是一口。继而，苏七七重新将头埋进江训的颈窝中，带着刚睡醒后迷瞪瞪的阴腔道：“奴婢方才梦见咱们的孩子出生了，王爷对孩子喜欢的又亲又抱。奴婢以前听说这叫胎梦，可能是孩子还没出生就知道父王特别喜欢他，托梦给奴婢了。奴婢情不自禁冒犯了王爷，解释了呀，这不是我要亲你占你便宜的，是你娃想亲你，只不过娃现在做不到，只好他替娃来了。第12章他惦记的，江训以为的。本王又没说你冒犯，但你要再勒下去，本王就喘不上来气了。”许久后，江训微微垂眸看向自己侧颈间局促不安环着的手，再转头看向苏七七。苏七七做贼心虚，没有注意自己的手劲，反应过来后紧忙松了松。而后江训抱着苏七七径直走到他日常歇息的床前，将人平放到了床上，这才回忆方才苏七七的话盯向了他隆起的肚子。若说冒犯，苏七七是请那夜喝了鹿血酒之后对他做的事才算冒犯。他都不知道平日里看着稍微一使劲就能折弯腕子的人，居然能一下跨他身上对着他就是一顿迫不及待。一般来说，鹿血酒达不到这个程度，除非里面还掺了别的东西，或许不好开口。母妃有意没有让派来的人跟他明说，那晚本就是他与苏七七成事的日子，而且隔日后还要让母妃派来的人将残余的鹿血酒带走跟母妃复命。苏七七主动要了鹿血酒去喝，他也就没有碰，中间可能药效太大，苏七七缠着他要了整晚。他原以为苏七七那个反应是药效使然，中间自己也十分受用，过后就没事了，竟不知原来正常的时候他也这样，笨拙的倒有句实在。之前他就觉得苏七七并不像长公主笼络他的棋子，不过也未曾放下戒心，没想到连房中之事都未曾调教过，来一道彻底简单了。江训轻弓指节，伸手慢抚过苏七七侧脸上那被印书边压出的淡淡红痕，嘴角难得染上一层温柔。本王说了，这是本王的第一个孩子，本王自然爱。孩子无非萧父或者萧母，不知七七梦见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像我俩谁？七七，我要不说一般作者写小说总爱写狗血情节，有时恨不得将读者脑子糊上的那种，奈何他真有用。瞧瞧，这不仅称呼转变了，还对他动手动脚，怪温柔的。不过这题苏七七不能随便回答，以他目前的身份来说，要有自知之明，哪里随便说就是儿子，直接说女儿也太刻意了。奴婢忘记在意这个了，更愚笨，记不大清孩子长什么样。梦醒后一切都很模糊，只记得王爷跟孩子玩得很好，如此便罢了。若说做一个梦就能清晰地知道梦中一切，江训也未有那个能力。孩子总有生出来的那天，他并未有所失望。至少看惯了宫中父皇那些是宠生娇、借子争宠嫔妃们的把戏，苏七七回答的不骄不慢，很合他的心意。苏七七到底不在东院，所以江训也不打算将他留太久。见着太阳偏斜了，他让江河给苏七七找了把油纸伞，下次再来撑把伞，能少受些晒热。临走前，江训嘱咐苏七七：“你要是心疼我热，不该是问我那里有没有解暑的冰剑？知道我没有后，给我标配一个跟你一样的冰剑，在室内驱热吗？”江训将话说完了，发现苏七七没有支应，眼神一直巴巴地望着他书桌那处位置。有一起苏七七每回给他送的书信，字迹娟秀内敛，已经有一手不错的字了，但好像下笔总是差点，应该是用具不行了，不然他回回都能看见分叉的尾钩。他这么眼巴巴地看着他的书案，立马猜到苏七七惦记什么后，江训径直走到书案前。苏七七以为是江训看透了他的心思，准备直接送他一个冰剑，都握拳擦掌想亲自接过来了，可直到江训拿了别的东西塞到他手中后，
苏七七才知道他想多了，他捧着江迅送给他的文房四宝，有满腔说不完的失望透顶。这就是他惦记的，和江迅以为的。苏七七走后，江迅又复坐回桌案上，他先是提笔着墨写了封信，而后把之前北院王嬷嬷递来的苏七七脉案一同封进了方才写的书信中。之后换来了江河，把这封信命人递到宫中书和殿，交到本王母妃手中。一般的规矩，妇人怀身子需要满了头3个月坐稳了胎才能告人。如今苏七七已经有4个月的身孕了，虽然她只是自己的通房，按理她的身份还不够兴师动众，可腹中的这一胎她母妃期待了许久，不告知显得她没有诚心。是，江河妥善地收起书信走了出来。等屋中又只剩下江迅一人后，他不知怎的望向了苏七七之前坐的位置上，起身走过去，发现有几本书还平摊在桌子上，其中有本书的书页上沾了淡淡嫣红。反应过来那抹嫣红是什么后，江迅直起大拇指捻了捻自己的侧脸，不出意外，指腹间同样蹭出了一抹。皇宫书和殿内，一个身着紫衣蝶纹领锦、容貌端庄秀丽的妇人拿着刚从宣王府中递来的信，待将信上的内容仔细看完后，她喜道：真没想到长公主府送给旭儿的通房还真争气，竟然一下就有了身子，如今都4个月了。恭喜娘娘，您心愿达成。显嬷嬷是淑妃进宫前从自家带的婢女，一路跟着淑妃水涨船高，当了书和殿内的总管姑姑。这些年说是淑妃最信任的贴身人也不为过，见着主子这么高兴，殷勤附和。淑妃听着这一声恭喜，淡笑一声折起了信，轻飘飘道：一个庶孙有什么好恭喜的，不过是给我辉儿少一个被他父皇看中的儿子罢了，也让旭儿明白本宫寄予厚望的是他弟弟辉儿。江辉是淑妃的小儿子，皇子中排行第10，从小在淑妃身边长大，淑妃更是对这个儿子如珠似宝。他不信继后会放着亲儿子不服，去看着元后留下的太子未来有登基地位的一天，他等着当黄雀。但为了当稳这只黄雀，一定不能让江迅误了辉儿，尤其是旭儿最近功绩当头，很容易得皇上青眼。现今皇上的子嗣中还没有庶出早于嫡出的，若是一个男孩，未来他再择选一个身份低的宣王妃，皇上定然厚重他的辉儿，娘娘会得偿所愿的。显嬷嬷知道淑妃的心愿，适时奉承。而后她想起自己的侄女，琢磨道：娘娘，既然宣王的那个通房怀了身子，是不能伺候宣王了，要不要再送去一个身子便利的？第13章，他可不是江迅那娇滴滴等死的炮灰小通房。不急，人毕竟是长公主府出来的，又这么争气，有了身孕，总要给分面子。而且哪个女人不想得夫君的独宠，尤其怀了身子的更会恃宠而骄，别回头生了事端。本宫现在就盼望旭儿这个通房好好的把孩子生出来，最好一举得男。而且旭儿到底是本宫的亲生子，还未大婚，哪里能左收一个通房右收一个通房，容易沾上不好的名声。皇上心中若有了不快，连累了辉儿就不好了。你那侄女本宫记得呢，又在本宫娘家的府里，找个机会本宫会送给旭儿的。之前给江迅找通房的事，淑妃不是没打算过显嬷嬷的侄女，想着人是自己的容易听话，有了旭儿的宠爱，将来也好规劝旭儿协助辉儿。但凤阳长公主先送了人，长公主又是皇上最疼的妹妹，从小旭儿也帮过长公主的儿子，她想教好长公主，便没有在这节骨眼上跟长公主争。显嬷嬷明白淑妃的意思，听这话她暗下打算，奴婢一切都听娘娘的。俩人说完话，淑妃将手中折好的书信塞到衣袖中，带着显嬷嬷出了书和殿。这件事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事，可到底是本宫的头孙去御书房，本宫要将这个好消息通知给皇上。星号星号星号。北院，绿萝急匆匆地从外面跑回苏七七住的院子，一脸委屈。怎么了？咱们被人欺负了？苏七七听见动静，打了一个懒懒的哈欠。他正在午休，如果这个世上一定要他选一样动物处以极刑的话，他选蚊子。天气越来越热，晚上蚊子也越来越多，咬他就算了，嗡嗡的还扰得他实在休息不好。听到绿萝这抽泣的声音，他心有预感，但凡古早受气包的奴婢这样跑回来，指定是出去被张牙舞爪的反派欺负了。这还要考虑咽不咽得下这口气，毕竟他出北院8字还没一撇。要不咱不搭理他。也不是奴婢被欺负，是他们欺负姑娘。绿萝抽噎，我又不是江湖，还没到被他们欺负一下就爬不起来了。没事没事，等我睡醒。苏七七困倦的翻了一个身，准备继续梦周公。绿萝知道姑娘这阵子怀着肚子辛苦，身子容易乏，她抹了抹眼泪。那奴婢就都听姑娘的，反正奴婢觉得王嬷嬷也就是要钱，虽然她昧了姑娘的钱，但啥？又是那个王八皮王春喜，她昧我钱，昧了我什么钱？月例吗？苏七七一听这不得了，欺负他人就罢了，欺负他的钱还算人吗？垂死病中惊坐起，扶着肚子起身就要找王嬷嬷要钱去。这不成，绿萝你不懂打工人的辛苦，这种扒皮领导不昧钱还好，一旦昧钱有一就有二，何况还是王嬷嬷这种对头，一次放纵他，他能昧一辈子。说着穿上了鞋，
一路西飞回宫般的气势走去了王嬷嬷的院子。苏七七刚走到西拐角王嬷嬷居住的院子，还未进门就听到了一阵仿佛得了大便宜的嬉笑。王嬷嬷放心放心，您这么带着我们姐妹发财，我们一定咬紧牙关跟着您。对，任那苏七七敢闹到王爷面前，我们就咬死口是他不安分，想登更高的高枝，看不起北院才诬赖的您。没错，王爷这人最善证据确凿，若我们的口供都偏向您，苏七七是占不了什么便宜的。那就仰赖各位姐妹了。最后出现了王嬷嬷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声瓷器碰撞的清脆，像他们在碰杯。砰！苏七七再忍不下这个气，双手一推，将严丝合缝关起来的门给一把推开了。还未踏进去，就冲出一阵夏日解暑的凉意，隐隐间还夹杂着淡淡的酒气。他这才看清，一群婆子大白天躲在屋子里，享受的好不惬意。一个木盆中放了2块青砖大的冰，一桌子气味香甜的甜瓜，一壶香味不俗的小酒。不说别的，宣王府就是在富贵滔天，但冰块这种古代极奢侈的东西，哪里能随便就赏给别人用？而且王嬷嬷盆中那2块冰面上还带有丝丝血迹，怕不是拿的厨房中冰肉的冰。毕竟北院有小厨房，他是北院管事，要2块冰不是很难。尤其他旁边做的灰布衣服的嬷嬷，就是北院的掌勺蔡嬷嬷，原主曾贿赂过，另2个也收过原主的好处。王嬷嬷的屋里可真是凉快热闹，怎地也不请七七来说说话。苏七七一手扶腰，一手托着肚子，笑盈盈地走了进来，随即找了处离榻上王嬷嬷等人远些的椅子坐下。他漫不经心道：“王嬷嬷，今天是发月历的日子，您应当很忙，怎地还有闲空在这喝酒？莫不是喝酒喝糊涂了？该我5两的月历，竟然被你发成2两。若是误会的话，我现金来了。王嬷嬷还是把剩下的3两一并点清给我吧。什么5两给2两的？我给你丫鬟绿萝的不就5两？平白又来找我要，莫不是拿了准数的钱还来讹老奴不成？”王嬷嬷虽心虚，但嘴硬如初。早先江旭那边给苏七七提了月历，而各院仆人的月历都是账房分配出来，之后让各院的管事领去再次分配。苏七七这点微薄的月历可不就要过王嬷嬷的手，起初王嬷嬷是不敢碰的，可随着苏七七越来越不将她当回事，又月看苏七七领着5两的月历，心思逐渐也就起来了。就是2两，您给的钱还在我手心里握着呢。您发月历的时候，蔡嬷嬷、赵嬷嬷、花嬷嬷他们正好也都在。这不是2两是多少？绿萝不满地冲出来，摊着手里属于苏七七的银钱，上面还有红封兜着。那又怎样吧？我给你2两，你就千恩万谢的拿好，还想要剩下的，有本事闹到王爷那里。我看王爷会为了小小的5两银子对整个北院大动干戈，还是听我们这些人的话。王嬷嬷索性也不装了，掸了掸身上的裤子，一双眸子很凶瞪着苏七七。苏七七冷笑一声，王嬷嬷真觉得有几个人证就可以白的说成黑的，让我在王爷那里没法子了。姑娘有法子自可以去试试。王嬷嬷望了身旁众人一眼，众人给了一个放心的回应。哎，王嬷嬷真是敬酒不吃罚酒。苏七七无奈地叹了口气，可惜她可不是江旭那娇滴滴等死的炮灰小通房，被人一狠声就怕了。她有的是力气和手段。第14章炮灰雄起。绿萝把门关严实了，苏七七起身对绿萝发号命令。绿萝虽不懂什么意思，但知道要听苏七七的话，紧忙就把门关得严丝合缝。王嬷嬷等人傻眼了，不知苏七七这搞的什么鬼，面面相觑。苏七七却是不紧不慢地扬起脖子，扯开了身前的领口，踢飞了自己的一双鞋，解了自己的腰带。因为刚起床的缘故，头发就是松散的模样，没好好梳过。他又抬手胡乱地揉了几下，十分像被人薅过的。紧接着他声嘶力竭地对着绿萝哭喊：“绿萝，王嬷嬷青天白日的聚众喝酒，喝醉了还要打人，你赶紧去东院找王爷救我。王爷若不来，我跟孩子就要被王嬷嬷这些人打死了。傻不傻？自古以来就怕有冤无处诉，以为聚几个人就可以让他百口莫辩。苏七七若有闲工夫跟他们闲掰扯，早回家睡大觉了。想诬赖他，那就都带上，大家一起烂看谁赖得过谁。他又不是江旭那种主角需要5讲4美，不过是个可怜要保命的炮灰罢了。狗急都会跳墙，他这个炮灰雄起不过分吧？”他大声叮嘱：“记住一定要跑着去吼着去，这样我的孩子要出事了，王嬷嬷他们才会吃不了兜着走。”“奴婢知道了。”姑娘被王嬷嬷他们欺负得非常惨，绿萝被苏七七的演技感染到，头点得比拨浪鼓还快，不仅也将自己头发胡乱薅移，痛成了鸡窝状，转身摸上门打开就要去告状。王嬷嬷见情形不对，一把拽住要跑出去的绿萝，可主仆俩人一个倒在地上嚎，一个捶着门喊，一个赛一个泼一个辣。闹久了，别说绿萝没跑去东院告状了，就是北院所有的人都要惊动了，到时人多眼杂，怎么都要让王爷知道。更别说他真没打苏七七，就是他敢大白天当值喝酒，这都是一大错，少不了挨板子。他对着身后3人厉喝一声：“还傻站着干嘛？过来拉住他！”哦，3个嬷嬷被唤回魂来，争先恐后的去共同制住绿萝。有了身后3个嬷嬷的帮忙，王嬷嬷这才腾出手跑到苏七七跟前，
对着苏七七就是一个响头一个响头的磕。姑娘，祖宗别嚎了别嚎了，老奴错了老奴错了，您说怎么办？老奴都听您的，要剩下的3两银子是吧？老奴给您，老奴给您。王嬷嬷被苏七七这泼样吓得胆颤，急乱的往身上四处摸，最后流着大汗从夏衣的裤兜里摸出3块碎银。她舔着笑脸往苏七七眼前送，姑娘，姑娘快看，3两钱，您赶紧拿好别丢了。苏七七正嚎得带劲，要不是真怕伤到自己，她还能捶2下地。看到眼前银花花的钱，她哼声：3两钱是3两钱，可王嬷嬷好像没说这3两是不是我少的那3两，万一不是我拿了，王嬷嬷不要把我告到王爷那里。不说清楚我不要。说完，苏七七又要怄起一张嘴继续嚎：不，就是姑娘您要的那3两钱，老奴哪里敢到王爷面前去告您的状？您在王爷眼里是什么地位？老奴哪里敢比？不说这3两银子是您的，就是我这屋里您看上什么物件，只要您开口，全送给您都成。您别嚎了呀！王嬷嬷急得双手合十，兜着钱不停地对着苏七七拜，若不是面上慌乱得很，怕是随便一个人看见都会认为她在虔诚地拜菩萨。行了行了，大夏天的苏七七不想多费嗓子，她真敢拼着有肚子在，铁了心的闹到江训跟前。以江训的性格来说，他不弄出点伤痕在身上以假乱真，被识破了真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届时江训不信，反倒还会被王嬷嬷等人反咬一口，更坏了他之前在江训跟前的努力。这点是自残，是绝对不值当自残的。他弯着右手放到王嬷嬷跟前，扶我起来。王嬷嬷见说动苏七七了，殷勤的抬手就扶，姑娘您起来。苏七七就着王嬷嬷的搀扶起身，寻了榻上干净的一处坐着。绿萝见主子改变策略了，他也就不嚎了。他年纪轻，身上有一股使不完的蛮力，折腾的那3个嬷嬷不讨好，停下后都默默站到了王嬷嬷的身后，弓背弯腰的大喘气。苏七七眼神瞄向王嬷嬷手中的银钱，王嬷嬷会意紧忙塞到了苏七七手里。苏七七接过钱掂量了一番没差，他低头瞅了眼身前的衣服，还未开口，王嬷嬷立马有眼色的伸手去整理。苏七七蹙着眉抬了抬脚，王嬷嬷不敢停下手中的服饰，转头就喝声身后的3个嬷嬷：姑娘的鞋掉了，不知道捡回来给姑娘穿上吗？蔡嬷嬷、赵嬷嬷、花嬷嬷听到这一声，哪敢跟苏七七摆之前的姿态？王嬷嬷有多卑微，他们就有多惶恐。蔡嬷嬷和花嬷嬷抢工班，迅速一人捡回一只鞋到苏七七跟前替她穿上。赵嬷嬷没捞到，可不敢让自己闲着，便绕到苏七七身旁，抬手替她拢乱了的头发。之后，这些人将苏七七好一顿服侍。服侍间，苏七七看到蔡嬷嬷脖子里的银坠子，花嬷嬷头上的银簪，赵嬷嬷腕子上的玉镯子，脑中忽然闪现了原主之前贿赂他们的场景。凤阳长公主对待徐敏言这个儿子是心掏出来一般的疼爱，自然在伺候他的人身上也下足了功夫，容不得心思多的。所以世子院中的奴仆都比较规矩，原主之前只懂得本分伺候主子，根本不用费旁的心思周旋关系，所以没什么城府。来了后就掏钱打赏，抛了一个耳后，其他但凡有点府中根基的人，闻味就来占便宜。这3个人身上的东西可都是原主母亲送他，本意是给原主做嫁妆的。3人曾殷勤给原主打听过江训的喜好，原主本想赏他们银钱，可他们直接大胆要了原主的贴身之物，弄得原主不得不给。可如今换了他来，炮灰命都让他担了，这些东西就也是他的，欠他的都要给吐出来。蔡嬷嬷，您脖子里的坠子我很眼熟啊。苏七七盯着蔡嬷嬷的脖子。蔡嬷嬷一惊，慌乱掖了掖菱角，姑娘，您亲手打赏的东西，老奴可不还。第15章文字多了，王嬷嬷留不住了。苏七七，绿萝，府中规矩打赏东西是不是一般要记录在册？我赏蔡嬷嬷东西前可记当了，没记当的东西就是没来头。那是不是说蔡嬷嬷无法证明手里的东西是她自己的？这若说不清，她是不是就犯了偷盗啊？原主赏东西前，绿萝不在，不过他有听闻北院很多人都爱打自家主子的秋风。闻言上前点头，姑娘您说的是，奴婢可从来没记您赏蔡嬷嬷坠子这档事。您的东西丢了，蔡嬷嬷又说不出坠子的底细，可不要犯了偷盗罪。蔡嬷嬷一听慌了，其他2个嬷嬷也是摸着自己从苏七七那里得的东西忐忑，心中根本不舍得还。蔡嬷嬷不死心，姑娘又怎么就一口咬定这坠子是您的了？您又有什么证据？这是我自己攒钱打的。也是，但像这类有纹路样式的东西，谁还记不清东西是不是自己的？尤其我是从长公主府出来的，那是我出府前母亲送我的，我母亲的这坠子也是长公主之前赏的，长公主府中有记当。蔡嬷嬷不还就不还吧，但长公主赏的东西丢了是大不敬，我先去跟王爷请罪，等王爷定夺，届时免不得惊动长公主府。苏七七做事就要起身离开，今天的事让王嬷嬷吃了一个闷亏，她哪敢在哄好了人后让苏七七再去惊动王爷，一会儿免不得动土千根的扒出方才的事。也是这3个婆子蠢，没碰过好东西，敢占苏七七有来路的东西，事后还不处理，换成银钱。
他道：“蔡嬷嬷姑娘再指点你，东西不是你的就莫拿。花嬷嬷、赵嬷嬷，你们的东西带在身上不硌得慌，赶紧摘了，免得哪天要了自己小命。”花嬷嬷和赵嬷嬷已经被苏七七一口一个长公主府吓坏了，当初只觉得好看，哪里知道身上的东西来头这么大。被王嬷嬷这么一提醒，烫手一般的摘了下来要还回去。苏七七给绿萝使了一个眼色，绿萝将东西接了回去。蔡嬷嬷心中不服，可看着其他两人怕成这样，她也畏惧，扯了一个笑脸，摘下坠子递给了绿萝。之后等事情平息后，王嬷嬷小心上前试问：“姑娘今天这个误会，不会出北院闹到王爷那吧？”王嬷嬷都说是误会了，怎么会闹到王爷那呢？苏七七说完，带着淡笑。王嬷嬷放下心来，不停道：“那就好，那就好。”临走前，苏七七不忘扫了蔡嬷嬷三人一眼：“东西嘛，会带就会丢，我还要感谢三位嬷嬷捡到还我了。”三位嬷嬷既然还了东西，那就是还忌惮苏七七。听闻这话，他们不敢鞠躬，齐道：“姑娘不必客气。”出了王嬷嬷的西屋后，绿萝握着一手苏七七的战利品，满足道：“姑娘，您方才好威武，以后要经常这样才行，这样就没人敢欺负您了。”苏七七拍了拍自己的肚子，有自知之明，他们哪是怕我，是怕他。若不赶紧出北院，我也就只能耀武扬威6个月。方才苏七七看着他们低眉顺眼的模样，才不信他们是真诚心的，反倒知道这梁子是彻底结下了。怕是还短，说不定他们已经想着怎么弄死他了。绿萝听这话，喜悦突然没了，刚才是解气现下，脑子沸腾一息，他担忧啊，那怎么办？姑娘，外面的天色已经阴沉下来了，远处有团极黑的蚊虫正在不停地围在一起盘飞着，形成了一团散不开的漩涡，怕是大雨要来了。苏七七不在乎的耸耸肩，蚊子多了，王嬷嬷留不住了。之后支棱着胳膊拍散那团蚊虫，横冲过去。等苏七七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西屋处后，屋子里蔡嬷嬷等人捶胸顿足，苏七七这个妮子真是狠毒。王嬷嬷冷了冷眼，眼底再没了讨好之色，一层层的溢出狠辣，那就别让她顺顺当当的生下来。星号星号星号。冬月，夏日的雨来得又急又大，外面雨声啪啪作响，不时击打着廊下的琉璃窗，整个阴雨的天气散发着一种沉闷的气息。但室内人的心情似乎截然相反，忽地响起女子受宠若惊的声音：“王爷，这些东西真是给奴婢的吗？”苏七七面前琳琅满目，有2匹薄极的丝绸，一盒珍珠玛瑙，还有几块长命锁。最重要的就在前一刻，江训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他的。江训听出了苏七七嗓音中的确喜，仔细一瞧，他的嘴角都在微微上扬，好像他的快乐挺简单。让他留在自己这吃顿饭，送他一套词句，文房墨宝都能让他开心。就连这些并不算多厚的赏赐，也能让他咧开了嘴。江训第一次遇见这么好满足的人。本王将你有孕的事告知了母妃，母妃很高兴，送了这些东西来，开心吗？王爷开心吗？苏七七反问。别以为这些糖衣炮弹就可以迷惑他。书上说江训他娘淑妃跟他母子关系不好，自己一个无名无分的小通房，哪里值得惊动淑妃？事出反常必有妖，淑妃这一遭不知是啥妖。江训心中说不定也不咋高兴呢，他还不懂宠辱不惊吗？奴婢身份低微，娘娘好意奴婢不敢推，但若王爷高兴，奴婢也高兴。想给的话就说你高兴，别逼我求你。江训对于母妃送来的这些东西并不在乎，只不过他做了一件让母妃安心的事罢了。他也可以看得出来，苏七七对这些东西喜欢极了，让他得了应该会挺高兴的。可苏七七还要顾及他的意思，诚然这片真心要比母妃的别有用心让他踏实，他不想扫兴这些本该也是苏七七应得的。本王开心，收着吧，这些东西本就是送你的。苏七七得了准信，突然来了兴致般扒拉着首饰盒子，苦恼：王爷，奴婢从前根本没有这些贵重的首饰，不知道哪只最适合自己，您能帮奴婢挑一只戴上吗？江训这些日子与苏七七相处下来十分自在，眼看着他腹中孩子的月份更大了，脸色还跟之前一样不好，辛苦定然加倍所致，对待这种小事当然应允了。他仔细挑出盒子里一只镶满红色宝石的镯子，主动捞起苏七七的手，帮他戴了上去。戴上后，苏七七欢喜地摇着手中闪耀的宝石镯子，雪白的手腕纤细匀称，嵌起的红宝石颗颗光润亮泽，他此刻白得晃人。追问：王爷，好看吗？好看。说着，江训突然捉住了他的手。第16章苏七七反击。捉住苏七七的手腕后，江训当场顺着他的衣袖一寸寸地撸了上去，湿漉漉的衣袖竟然被他攥出一把水来。江训蹙眉，衣服怎么湿了？方才来的时候外面雨也不大，为何不说？苏七七，当然是北院有一个王八皮王春喜王嬷嬷，所以就这一件穿得出来的衣服，晚上洗白天穿。碰巧遇见这几天天不好，衣服半湿不干，又碰巧今天雨大，冒雨来的时候，他故意把衣袖烧得更湿。但告状一时爽，北院待天荒。现在把王嬷嬷给不亲不养的告出来，
顶多把王嬷嬷跟刘嬷嬷一样赶出府，她该出不去北院，依旧出不去。最好的法子是先把这事自己认下，之后江训发现一切真相的时候，才好将这一切水深火热的形象联想为自己不敢食言的不得已。毕竟他现在离开北院的机会和扳倒王嬷嬷息息相关。方才来的时候雨势不大，但北院多树，来的时候那处竟刮风落雨水了。奴婢如今身子重步子慢，走来的时候就烧了雨水在身上。奴婢的身子不是自己一人的，方才没说是怕王爷责怪奴婢没轻没重，奴婢下次再也不敢了。苏七七垂着头，声音也不大，直接把江训内心的威怒给击散得一干二净。眼前的人是为了来见他才弄得这么狼狈，孩子虽是他的，可更在苏七七的腹中，他想苏七七指定比他还不希望让孩子出事，他还能说什么重话？不对，似乎对上苏七七后，他一句重话都说不出来了。江训按下了计较的心，着手眼下情况。身子是你自己的，本王只希望你好好对待。现下你衣服湿成这样，不宜多物在身上，你带着本王吩咐你的丫鬟回去重新取一身。王爷时辰不早了，也不需要这么麻烦，奴婢现在就回去换一身也来得及。苏七七一把拉住江训要伏案起身的动作，现在就要走。江训愕然，似没觉得苏七七待了太长时间，不过语气并未有多大起伏。不早了，趁着雨小了，奴婢好走些。苏七七起身扶礼，真让绿萝回去取衣服，肯定惊动王嬷嬷。那时候王嬷嬷一定会掩饰太平的把克扣她的衣服补回来，到时候还不提前露馅。她要的绝不是这个效果。说完，苏七七撤开自己附在江训手背上的右手。江训盯着苏七七缓缓走掉的背影，又转头望了一眼琉璃窗外的天色，雨还在下，不过确实没之前大了。这阵子就没有一个好天，不是突然来阵大雨，就是雷电交加。苏七七经常来找他，有些不太安全。苏七七走得急，等人都消失在了院子里后，江训才想起他忘记嘱咐什么了。他应该让苏七七这阵子都不要来了才对，毕竟今日他都能冒着大雨过来，难保他下次来时再少湿衣服。不过他也不是那种人走后再追去的性子，苏七七总会再来的，江训只好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叮嘱了。苏七七回到北院后，迫不及待的就甩了一身湿衣服，绿萝给他擦着少湿的鬓角，愁道：“姑娘，这两个院子隔得远，一来一回路上您都要吃多少累？王爷真会主动过来吗？一般皇亲国戚的府邸都是几辈子从上面传下来的，住的从来都是皇亲贵胄。有些会享受的，不仅对自家的府邸布局上心，还特别爱扩府。就宣王府这座府邸，曾经就有某代王爷扩建过。若粗略的算一趟东院到北院的路程，7拐8拐下来，2道长街是有的。”苏七七换上了干爽的衣服，又抱着淑妃赏下来的东西，有把握道：“是王府大，不是王爷懒，我不去找他，还因为今天冒雨过去一次，他指定不放心。几天下来，他肯定会来的。人品方面，他对江训有信心。对了，绿萝，你把王嬷嬷喊来，把盒子里的物件数好后。”苏七七拿笔写字，吩咐绿萝。上次姑娘跟王嬷嬷闹了一场后，王嬷嬷除了面上敬服姑娘，暗中依旧盯着姑娘出北院的一举一动。府中份例方面，除了赢钱姑娘计较，其他的王嬷嬷照常克扣。绿萝不知姑娘这时找王嬷嬷干什么，闻声还是去了。等王嬷嬷来后，苏七七将一盒子的珠宝，连同之前江训给她戴上的那只红宝石镯子，一同摆在了王嬷嬷跟前。她道：“上次我不懂事，王嬷嬷莫怪。蔡嬷嬷几人手中的东西，实在是我娘留给我的念想，我不舍得。这些东西是宫中淑妃娘娘赏我的，为表上次歉意，王嬷嬷拿这些东西去吧，记得带七七跟蔡嬷嬷他们赔个歉。”王嬷嬷听着苏七七这一席话说完，如触云端，摸不清苏七七怎么一天一个脸，但也是被盒子里的东西鼓得心痒。一想到蔡嬷嬷等人上次吃的亏，她收敛，本就是我们糊涂冲撞了姑娘，姑娘不必客气，东西老奴万不敢收，不然没个记当，旁人看见了还以为老奴偷姑娘的呢。苏七七拿出之前写好的东西，王嬷嬷这话说的不是，还对我有气不是？记当我早弄好了，您看看，有这东西在，您一份我一份，谁敢说是来路不明？王嬷嬷能做北院总管，就说明了她不是白丁，几个字还是认识的。见着盒子中的东西和苏七七在纸上写的都能一一对应，这还有什么顾虑？他立刻卸下心防，圈过那一盒的东西，眼花缭乱地数着物件。那老奴就谢谢姑娘了。王嬷嬷抱着那一盒东西走后，绿萝不平：“姑娘要修复关系，您赏几件就成了，怎么全给出去了呀？”苏七七拍拍手：“谁说我是要修复关系？只是给王嬷嬷准备的最后狂欢罢了，没关系，会全回来的。”几日后，王嬷嬷把蔡嬷嬷、赵嬷嬷还有花嬷嬷又叫到了自己屋里。王嬷嬷指着大夫刚写好的脉案，挑眉：“苏七七病了，我们的机会来了。”虽然她收了苏七七的好处，但心中早容不下苏七七了。而且上次从苏七七那拿的好东西，她也没有分给蔡嬷嬷等人，只捡了几个自己之前的私藏，毕竟笼络人心不能光靠嘴。蔡嬷嬷听着王嬷嬷说的机会，摸着各自身上王嬷嬷新给的东西，他们互相点了点头。第17章江训北院找苏七七。星号星号星号，去北院。
午后一场急雨停歇后，江迅打开紧闭的琉璃窗，散出一屋沉闷，思量半晌，决定。江河闻言惊愕，考虑到王爷天色不好，少不得之后还有一场急雨，北院太远了，您若想见苏姑娘属下，可以去北院将人请来。本王还怕这点雨不成，苏氏的肚子快6个月了，让她折腾岂不是更危险？自打苏七七顶着大雨过来那次，江迅在接到北院送来的脉案后，就总是会在脉案上看见一句风寒。之后他不放心，便将为苏七七诊脉的大夫叫到了自己面前。虽大夫并未说风寒很严重，可事实上苏七七已经很久没来东院找他了，他实在放心不下。江迅去北院的决定不容更改，江河也不再劝解，只好默默吩咐仆人准备好雨具，以防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宣王府是江迅的新居所，所以整个府邸他只有在东院待过，平时也没怎么在府中走动，更是不知苏七七住在北院的哪个院落。一路走下来，他才发现他这个府中大得很。遥想苏七七之前来时总会气喘脸红，才明白他不只是被热的。急雨说来就来，江迅还未走到北院，就在半道上又遇见了一波大雨。江河急忙给江迅撑起雨伞，他本想开口把江迅劝回去的，偷瞄了江迅的面色后，发现态度未曾松懈，江河就没有多嘴，同时也偷偷确定王爷对苏姑娘十分不一般，不光是那种只惦记孩子的不一般。本来近日总是大雨连连，北院的粗使奴婢很少被安排出来做活，乃至江迅入了北院的院门后，都没怎么碰见粗使丫鬟的人影。他顿步有些迷茫，苏氏住哪个方向？江河是男子，北院都是丫鬟，他更不敢无事踏入，同样不解属下不清楚。主仆二人这才发现他们居然谁都不知苏七七住在哪里，尤其是江迅略显尴尬，毕竟苏七七可是他的人。踌躇请客后，江迅扫了眼北院大致的布局，他道向树木高大的方向走。上次苏七七就跟他说是在北院少失了衣袖，江迅猜测了他住所的方向，即便一会儿没找到，他还不信路上一直遇不见人。重新走起来后，走去的地方越来越偏，树木挡的光线越来越暗，他发现脚下的路也越来越难走。王爷小心！江河望见王爷脚下不对，大声提醒，可已经晚了。江迅冷不防一脚踩歪一块裂缝的青石板，本来雨水下的就多，北院路面上坑坑洼洼的积了不少水，他已经是循着好路走了，谁知这一脚竟然踩在了块坏石板上，直接击出了大块污水喷到鞋面，还有身前的衣摆上，狼狈的弄了一身污泥。江河，王爷，属下送您回去更衣。不等江迅开口，远处有人撑着一把青伞匆匆走来，他凝视着雨幕里那伞上的图案，认出是自己上次送苏七七遮阳的那把。待人走近，他更是认出来人是苏七七身旁的丫鬟。绿萝上前后行礼，拜见王爷。你家主子住哪？大雨天的，为何北院都没人你在外行走？江迅质问。绿萝确实不是碰巧发现江迅的，他用苏七七教他的话道：姑娘午间都要喝安胎药，喝完了奴婢要送药扎到厨房，存放药渣是规矩，算是防止孕妇出事后能方便检查，看是不是药里出的事。江迅打消疑惑后，诞生带本王去你家姑娘的住处。绿萝就当作没察觉什么，听话的带着江迅去了苏七七住的地方。一路上绿萝不停的小心跟他叮嘱脚下，可因为雨大的缘故，江迅很少注意得到，因此踩歪了不少的坏砖，比那种雨天爱踩水坑的熊孩子还能霍霍自己一身泥点子。很艰难才走到苏七七的院子里，一进屋内更是在阴天还有树木遮蔽的双重作用下漆黑一片。绿萝手脚不闲地找来了蜡烛，点了支烛火，摆在桌子上，屋内才有了一丝光亮。而后他当着江迅的面往里间看了一眼，王爷，姑娘想来正在午休，您稍等，奴婢去里间喊姑娘，让她休息，本王不急。江迅摆了摆手，他把眸子从那半截的蜡烛上移开，自顾自地环视一圈屋内的环境，狭小逼仄。方才绿萝说的里间，不过就是在一个屋子里挡了一扇半旧的屏风分开的而已，将遮住苏七七躺的那张床。其他地方一张吃饭的桌子，2张长凳子，2只床头柜做梳妆台，1只大箱子。明明在江迅看来东西不多，可着实堵满了整个房间。靠门拐角处更是有一根长绳，上面搭满了衣服，竟然在屋内晾衣服。王爷，您喝水。绿萝已经倒好了茶，在江迅把目光收回来的时候，正好盛上去。茶是用黑底白边的碗装的，江迅一接到手中就闻到了一股腥味，他不显得蹙了蹙眉，本王不渴。绿萝听后接回茶碗。江迅盯着那碗暗暗呐喊，他当初让人安置苏七七，可没说让苏七七住这种地方，给他的银钱也不少，他都不知道自己添置的吗？若住的不舒服，更该和他说才对。本就是江迅不请自来，不喜欢苏七七这里的环境，也没有太过表现，只想忍忍等苏七七醒来见他一面。之后他让人重新在北院挑一所新的院子给苏七七住，可一等就等了2个时辰。里屋的苏七七自然也不是真的睡死这么久，他发现江迅来了后就一直没做声，拖了许久的时间，就看江迅会不会等不及走了。没想到他的耐心这么好，苏七七眼看着外面的天色黑了下来，
也打算起来了。绿萝，什么时辰了？他故意喊道。江迅听见动静，没等绿萝应声，他就径直走到了苏七七的床边，问道：醒了？苏七七这一觉可睡得沉睡的久，中间江迅几次想过来喊醒他，每一回头透过那旧屏风的时候，他都能望见一个模糊的隆起，之后也就按耐住了。王爷，您怎么来了？苏七七做事惊讶。江迅就着床边坐下，对着苏七七刚醒的模样细究，发现依旧憔悴。你许久不来找本王，本王担心你的风寒。他在想开口，苏七七眼疾手快看到了江迅身上的污泥，操心的一脸老母亲相。王爷，您摔跤了吗？第18章呱呱，响起蛙声一片。再高冷的人也容不得犯这样的小错误，何况他都这么大了还摔跤，岂不是很不像话？江迅说起之前来的意外，总之淡漠如水的语气里全是树长得不对，都高过房顶了，青砖裂得太多，他更是没防备才踩空了。考虑到他说的这么多缺点，这才发问：北院如此是王春喜的过失，你住这地方就没不是？他难道不考虑你如今的身子，还是你不愿意搬？苏七七，可能王嬷嬷用一身吧，奴婢身份不高，哪敢想别的，自然是王嬷嬷让奴婢住，乃奴婢就住呢。你家你问我，自己体会。苏七七这不好说的模样，江迅发觉其间的猫腻大了，加之他来时的一路，似乎问题就出在了王春喜身上。起身准备出了北院，好好让人排查，谁知被大雨堵在了苏七七房里。原因是北院的路面积水了，小腿高，有本事嘿咻躺回东院。王爷，与大天黑路华属下安排人来北院疏通，您之后再回去。北院积的水高，江河这种服务型人才哪能不想办法？江迅大约也明白为什么北院四处无人了，他哪能让府中人劳师动众，最后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积水堵在了北院，到时候传出去他脸上挂不住。而且整个宣王府都是他的，住乃不是住。江迅自认为能吃苦耐劳，不用，本王今日就歇在北院了。他回头问道：七七不介意吧？奴婢当然不介意，奴婢受宠若惊。很平常的话语。苏七七隐隐听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感觉，深深替江迅心疼他这个决定草率了，差点没咬紧牙关咧开了嘴。幸好他屋里黑，就算咧开了牙花子，江迅离得远他也看不清。他都委屈快大半年了，这北院变形计今晚还能不给江迅安排上？江迅是没看清床上苏七七的表情，可他怎么觉得苏七七的话里带着诡异的笑呢？夜里，苏七七歇息的床是单人的小床，如今加了一个江迅在旁，难免有些拥挤。除了舒适度上的影响，俩人都没觉得身旁多了一个人不习惯。无他，苏七七期待着今晚江迅的反应。江迅则心思不多，他向来对自己做过的事会负责。苏七七当了他的人，怀了他的孩子，不管如何，他都会给他一份妥帖。但近来他觉得和苏七七相处很舒心，心中对苏七七已然有了更深的接纳。日后他们还要天长地久的过下去，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儿女。今夜更没什么。嗡嗡嗡，嗡嗡嗡，俩人抱着各自的打算静躺着，没多久就昏昏沉的睡了过去。忽然间响起了阵阵嗡鸣声。苏七七早先收买了给他诊脉的大夫，要了些无味驱蚊的药物，所以没太受影响。江迅夜晚没受过这种扰，手腕上被蚊虫叮住的时候就清醒了，睁眼后更清晰地感受到了头顶有蚊虫飞鸣。他摆臂挥蚊，苏七七睡觉不太老实，不知什么时候就抱住了江迅里侧的胳膊，这么一下动静直接牵动苏七七醒了过来。苏七七立马明了是那些赶不走的小可爱蚊子们行动了，他懒懒道：王爷，蚊子咬你了。蚊子很多，江迅不知他这里怎么连个蚊帐都没有，担心你被叮了吗？奴婢习惯了，您等等，奴婢让绿萝搬些东西进来。苏七七扮起来身子对绿萝喊了几声，绿萝一直没敢熟睡，就等着屋内苏七七喊他，听到后迅速忙了起来。屋子内没有点蜡烛，可江迅能很确定地听到苏七七丫鬟忙出的动静。等绿萝退出屏风里间后，屋子里除了蚊子的嗡鸣声，还多了几道穿透耳膜的咕咕声。江迅这才模糊看到方才绿萝搬来的东西是什么，3只参桶，桶里有青蛙，还不止3只。江迅不耐寂静的夜晚有这声音，紧锁眉头，弄这些干什么？聒噪，呱呱呱，几乎江迅说一句话就能此起彼伏的响起3、4声。漆黑的夜晚，苏七埋头在江迅胳膊下憋笑憋得难受，他就说这个世上绝没有没脾气的人，只不过他的底线深。青蛙吃害虫，奴婢踏上的蚊帐后松下来会不透气，有蚊子了，奴婢就这么办的，委屈王爷了。咕咕呱，苏七七说完同样又是几声。才不是，青蛙也就是最近刚抓放在院子里养着的，他才没让青蛙给他抓过蚊子呢。苏七七之前完全是靠着一身浩然正气，顶着厚蚊帐硬刚夏夜温度，比起热他确实更怕蚊虫咬。而今晚他存心想让江迅一夜无眠，积累怒气。王爷，一会儿青蛙吃完蚊虫就不会有蚊子了，青蛙那时也就歇下了，您忍忍。奴婢实在撑不住了，王爷也赶紧歇下吧。
苏七七故意把声音说得重重轻轻，紧接着再没了声响，转而代替的只有一声声的咕咕。江迅不知为何脑海里想起了一句诗：听取蛙声一片。现在江迅想给他改成想起，因为他脑海中全是咕咕，想起蛙声一片，不是他愿意听的。七七七七，江迅唤了几声，身旁的人都没有应声，最终搭理他的只有咕咕和嗡嗡，而这却是苏七七这几个月来过的日子。于是他猛然想起之前的一切，若不是夜晚蚊虫太多，苏七七又怎么会那么憔悴？这更加重了江迅心中好好寻王嬷嬷问询的心思。翌日天还未大亮，就一阵冲人的烟味隔着窗子进到了房间里。早起来的绿萝忙忙碌碌地扯着不准备围紧窗台缝隙。江迅看着这滑稽的一幕问道：又做什么？绿萝，外面王嬷嬷在带人烧艾，姑娘有身子闻不得艾，不然容易滑胎，奴婢不敢掉以轻心。放肆！江迅闻言疼得起身。苏七七被这大动作一下一咕噜从梦中惊醒。由于醒得太猛，他真有点懵。怎么了呀？青蛙睡了吗？在北院过成这样还能没心没肺？江迅回头看去，发觉苏七七让他产生了一种不省心的牵挂感。第19章轮到好人身边的丫鬟诉苦了。大清早的就燃艾，人江迅怎么想都不简单，喊了江河来，当即就抓了正在燃艾的王嬷嬷几人。现在什么时辰燃艾干什么？不知道苏姑娘现在闻不得。江迅坐在苏七七的床边，双手附在膝上，对着王嬷嬷等人盘问。王嬷嬷做贼心虚，被江迅冷淡的声音吓得发抖。她之所以带着蔡嬷嬷他们在苏七七的院外燃艾，是打听到说，若有孕妇连续1个月吸入艾草香之后必定滑胎。近日多雨，王嬷嬷就打算赶早燃艾，让苏七七无意中闻下去，一整天过后下的雨就可以将这些艾味冲散，到时谁都发现不了苏七七是怎么滑胎的。没成想被发现了，还直接被江河给拎了进来。更没想到王爷也在。他偷摸瞟去江迅衣衫不整，更是像刚从苏七七这里起的，竟是王爷不打招呼的过来住了一晚，岂不是他做的事全露馅了？王嬷嬷找借口：老奴忧心北院丫鬟们的安全，这夏日蚊虫多了，就需要燃艾，不然被毒虫叮了会害了丫鬟们的性命。老奴哪敢给姑娘闻这，就想着清晨姑娘还没起，伤不到姑娘才提前燃的，老奴绝不敢害姑娘。江迅是不信王嬷嬷的说辞，他转头问向苏七七：最近身子可有不舒服？苏七七早知道王嬷嬷燃艾不简单，就是她做的隐蔽，若不是绿萝在墙外发现了艾草的碎渣，都没人能发现。她最近小心得很，哪里有事？不过她有意跟王嬷嬷对了一个眼神，眸子里故意露出一闪而过的惧怕，语无伦次带着哭腔道：奴婢肚子中的东西，哦不，奴婢肚子中的货，也不是，都是王嬷嬷盯着奴婢的肚子说多了，奴婢惶恐改不过来。是孩子没事。王嬷嬷大骇，苏七七可真会逮着机会告状，连她这些话都给捅咕了出来。他忙对苏七七磕头否认，他目的也不是跟苏七七证明清白，而是想对江迅证明。姑娘您说什么呢？您怀的是小主子，老奴哪有胆那样说？苏七七补刀：王嬷嬷不敢说，七七在王爷面前更不敢说了，毕竟王嬷嬷说了，上京城内像王爷这样身份的人，想要通房随便就可以收一大把。七七身份不高，孩子更没出息。此时此刻江迅已经厌恶王嬷嬷到了极点，哪里再去仔细听二人谁是谁非。江迅体验的这一遭本就是有苏七七半真半假的手脚在里面，即便江迅能发觉其间苏七七有故意的成分，那也是王嬷嬷先欺人太甚。论偏颇，他更愿意偏颇苏七七，毕竟他的孩子被这些人用那些词形容，不可能光是苏七七信口胡诌。他对苏七七道：去更换身衣服，收拾好东西，跟本王离开北院，本王重新给你安排一个住处。离开北院一话被江迅说出来，不仅是王嬷嬷等人白了脸，苏七七滴溜溜的眼睛更是亮了。不过他的戏还没完，紧跟着就让绿萝给他拿衣服，绿萝衣服还没递到苏七七手中。江迅见着那灰布麻衣，眉头紧锁：本王之前常见你穿绿衣，怎么还有这身衣服？苏七七瞟了瞟门边的晒衣绳，再看了看王嬷嬷，什么话都没说。江迅顿时又明白了，克扣了。反派一般到这个时候，就算大限将至了，做的坏事一箩筐解释再多都没有什么用，轮到好人身边的丫鬟诉苦了。绿萝一个双膝跪地，哭对着江迅吐露苏七七的心酸：王爷，我们姑娘被王嬷嬷为难许久了，王嬷嬷想法子就问我们姑娘要钱，想法子就要。北院大大小小的门院全换新的薄纱薄帐了，就因为我们姑娘没给她钱，她就不给换。姑娘夜夜的睡不好，有时睁眼都能望到天亮。不说姑娘每月的衣服，王嬷嬷都要克扣到自己的手里，让我们姑娘没得换洗。就是上次淑妃娘娘赏赐的东西，也全进了王嬷嬷和蔡嬷嬷、赵嬷嬷还有花嬷嬷的手里。她一把拉住瑟瑟发抖的王嬷嬷，撸起她左手的衣袖，赫然露出了一只颜色极好的红宝石手镯。而那红宝石手镯江迅无比认识，他曾亲手给苏七七戴上过。绿萝说的让人动容，但当事人苏七七还是有些小心虚，睁眼到天亮着实看得起他了。
不是啊，这是姑娘赏给老奴的，老奴有记账单子，姑娘这你不能诬赖老奴吧？王嬷嬷缩着被绿萝扯出来的腕子，大吼：“是奴婢记账后送给王嬷嬷的。”苏七七也没想抵赖，但是信不信就是江训的事，江训会不会想成是他受了胁迫不得已，更是江训自己的想法。王爷，王爷，您瞧姑娘都说了，这是姑娘亲手送的。王嬷嬷松口气，刁奴，犯的错还不够多吗？江训斥道。可惜王嬷嬷对苏七七做的缺德事太多，前一桩还没有逃掉，后一桩就来了。而且绿萝之前说王嬷嬷吞了淑妃给苏七七的赏赐时，还刻意带连蔡嬷嬷等人。蔡嬷嬷等人方才又亲眼看到王嬷嬷手上的宝石手镯是什么好货了，哪里能不清楚王嬷嬷之前给他们的东西是敷衍他们的？眼见着王爷是计较到底了，蔡嬷嬷、赵嬷嬷、花嬷嬷三人狗爬似的出来招供王嬷嬷的罪行。王爷，王嬷嬷要害姑娘的孩子啊！之后三人就将王嬷嬷是如何怀恨苏七七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背后又是做了什么算计，连带着王嬷嬷是怎么在北院横行霸道，仗着管事身份欺负克扣其他丫鬟月例的手段，统统说得清清楚楚。最近阴晴不定的天能一个时辰换好几种脸色，如今能不变的也就江训那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了。可连江训都变脸了，那王嬷嬷的好日子真是到头了。苏七七听完连他都不知道的恶行人命，看着江训那眼底的寒意，默默地往后撤了撤，免得溅他一身血。第20章，若摔了，本王给你垫着。自宣王府建立来，府中看似风平浪静，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如今北院这一遭让江训大开眼界，他没有用过什么狠辣的手段惩罚过奴仆，大致就像之前用假燕窝骗苏七七的刘嬷嬷一般，不能用的人该赶的赶，严重些的该论规矩罚便罚，从来没伤过人命。但这也不能说明江训是个人善的性子，要知道他的爵位可是自己之前剿匪受封的，亲手取过的人命不少。王春喜出戏，他这宣王府开府还未满1年，一个小小的北院总管就暗自打死打杀了快10多个奴仆。若他迟迟没有发现而被有心人做了文章，他届时百口莫辩。连他曾经拨给北院修葺的银钱都私吞不少，造成北院积水难退，树木根深，赌他不踏足此地发现不了。最后还因没在苏七七这里收到好处，要谋害他的孩子，这简直是在他头上动土。江训已经不打算再留着他的性命。江河将王春喜处刑在北院，蔡兆花三人是王春喜的从犯，帮王春喜做了诸多坏事，坑害无辜之人，还意图谋害本王的子嗣，依罪不可轻饶，送去官办，让刑部按律惩罚。不亲手杀王春喜，江训不解气，但王春喜手中奴仆的人命总需人担，他亲手挑开府中恶奴之事，换了这3个人去官府，算是替枉死的奴仆伸冤。况且苏七七也差点被害，他的孩子差点殒命，他也是苦主，更不会让有心人因此参他御下不言。听到江训对王嬷嬷等人的安排，苏七七莫名想到了一段原书剧情，似乎就是说江训刚开府的1年后，府中有恶奴仗着身份欺负身份更低的奴仆，后来这是被继后的3皇子顺王江淮的人知道了，江淮让自己的亲信散布江训包庇恶奴的谣言，致使朝堂上许多人因此是递了参江训的折子，好像因为这事江训被皇上罚了俸禄，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心，连宫中的淑妃都受到波及。当然哪个男主在上位前还没吃过亏，这是只在书中记了寥寥几笔，并未深写，根本没有王春喜等人的姓名。苏七七不知这件事是不是就是江训被参的那件事。江河不敢当着江训苏七七的面杀人，怕脏了他们的眼，早在苏七七走神的时候，江河就把几人押了出去。江训想带苏七七出北院，换了几声人才反应过来，本王惩治了王春喜等人，以后你就不要怕了，跟本王出北院吧。苏七七早等不及听江训说这句话了，扳倒了王春喜，正好也说明他死不到王春喜手里了。面对江训的话，苏七七含蓄点头，奴婢听王爷的。苏七七本来东西就不多，也不用他收拾，只需要跟着江训走就成。俩人刚踏出门槛，下了一夜的大雨，造成北院的积水还没消退完。苏七七一脚踩进水中，啪的激起一层小小的水花，鞋子全泡在了水里，脚面更是湿透了。王春喜克扣他的衣服，其实他鞋也被扣了，湿了这双就没得穿了，一时心疼的直接扯着江训的手念叨了起来：王爷，鞋湿了。苏七七此刻的姿势说金鸡独立就太夸张了，只是因为有肚子在，即便脚被抬得不高也歪歪扭扭的。江训很怕他一个不小心坐地上了，暗暗扶紧了苏七七的手，想了想他来时走过的坏石板，一地的积水，若让苏七七自己走的话，还不知会不会出事。慎重考虑过，他一手架起他的胳膊，一手横抱起苏七七的后腰，打横将人抱了起来。苏七七怀了身子后重心不稳，哪怕江训的怀抱很结实，他还是怕，紧紧地圈着他的脖子，害怕的瞅了眼积水地，颤声声的叮嘱：王爷，你要抱紧了。江训没抱过女子，但在武术场习武的时候跟男人摔过跤，拉过弓，剿匪的时候扛过伤患士兵。
苏七七别说只是肚里多个孩子，就是他再胖20斤，江训也能抱稳他。不过苏七七不知道，见他紧张的很，江训怕他绷久了出事，安抚道：“别怕，摔不到你，若摔了本王给你垫着。”说完，江训便迈着有力的脚步往北院大门走去。出来时，他嫌弃北院周遭环境，自然走得也不顺心。现在身上有这个重担，他走得分外稳当。清晨醒得早，苏七七没睡好，这么被江训抱着，慢慢的走，就忘了害怕，不知不觉的便倒在了他的颈间睡了过去。星号，星号，星号！王爷，西院的屋舍很多，这是各个院落的院民布局，您选一处属下，派人去打扫一番就能住了。江河处理完王春喜等人的事，回来递了西院的图纸。他觉得苏七七既然被王爷从北院带了出来，那指定是要往西院安排。苏七七之前睡着了，醒来就在江训的东院正房，听到俩人在安排他的住所，无比上心。江训发觉身旁的人在描自己手中的图纸，他手指在西院的大小院落一画，询问：“你喜欢哪处？房子选得好，未来几年住的才舒服。”谁知道江训未来能纳多少人？趁着如今西院还没人，他生了江训唯一的儿子，再落个亲母户口，就算上岸了。可不要好好选一个。苏七七没客气，伸手指了一个大院子。江河看之摇了摇头，这里虽只是王府，可有规矩。苏姑娘，这是王爷未来侧妃住的。苏七七主打心态好，这个不行，他换一个，指了旁边小些的。江河又摇头，这是王爷未来庶妃住的。苏七七安慰自己没关系，西院大着呢，再差也差不了北院。他又指了一个偏些的院子，小些但旁边有花园。江河仍旧摇摇头，姑娘，这是王爷未来夫人住的。王爷，奴婢不选了。苏七七心态炸了，感情西院就没他待的地方。奴婢身份卑微，反正王嬷嬷伏法了，您还是送奴婢回北院吧。江河，也不是，苏姑娘您可以住这。他十分认真地指了一个西院最背最靠后的角落，倒是个院子，可还没淑妃的厨房大。苏七七，什么样的配置就宣示着什么样的地位，跑到西院混一个还不如北院的房子，等未来江训其他的女人一入住，他还是住那没厨房大的地，他不要再继续被欺负死。第21章苏七七的卖身契。苏七七犯气，王爷，您还是送奴婢回北院吧，西院奴婢都没去过，万一在西院又遇见了王嬷嬷之流的人怎么办？好歹您今天为奴婢做主了，北院再不济也没人敢欺负奴婢了，反正奴婢的身份也只配在北院，西院奴婢不愿去。江训转头看向旁边的苏七七，早没了刚才挑院子的喜悦，已经气鼓鼓的转身背对着他了，一句句带着奴婢的话，似乎气得不轻。他这还是第一次看苏七七跟他闹脾气，孕期情绪果然无常。江训卷起了西院的图纸，安排道：“把双仪阁打扫出来。”听到双仪阁，江河震惊着一双眼睛，不确定道：“王爷，双仪阁是要给苏姑娘住吗？”给苏姑娘住。江训语气平淡，仿佛他嘴中说的双仪阁和江河听到的双仪阁不是一个地方一般。苏七七停下了志气，好奇双仪阁是哪里，北院的还是西院的？姑娘，双仪阁就在东院，王爷院子隔壁那个高高的就是。江河小心翼翼往窗外指了一下。之前已经说了，宣王府前面地皇亲爱扩建，自然东院这个主院也少不了。可是呢，因为主院代表的是一府的脸面，简朴了不好，太华少了也不好。于是之前的主人就把心思打到了主院旁边的院落上，将那里种上了四季如春的花卉，有流水小桥，有拱门长亭。除了位置偏于主院，不符合世人要的方正，其实连院子都比主院大。取名阁就是帮主院压一压那处，免得争了风头，也好掩饰当时主人豪奢的性子。苏七七慢慢有了印象，似乎就是他每次来的时候都能看见的一个高屋檐的边角，就是比主院偏些，但外观看起来一点也不比主院差。他有些不信江训会这么好。王爷，不合规矩吧？奴婢住不了东院。其实苏七七还是更愿意去西院称王称霸，毕竟目前就他一人，本王的府邸还没本王安排不了的。江河，你先派人去打扫，等安置妥当了，苏姑娘再过去。江训这么说，就是让江河先下去。江河自然能听出这个话外音，拿走了西院的图纸，安静地退出了屋内。王春喜能在北院胆大做些坏事，就是本王开府时间短，各方面章程还不完善所致。北院好歹住着整个府中的粗使奴婢，出出进进都还能出人命。西院目前无主，本王起初不愿耗费人力，那里除了留些照看院落的，还没安排什么人。若让你独自去西院住，一来住处难以安排，二来需要耗费财力人力开院治人，比较麻烦。原来这样啊！苏七七果真没信错自己的直觉，他就说江训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他一个那么大的院子？原来是怕因为他一个人去了西院，容易资源浪费，确实不如住的人多划算。不喜欢双仪阁，双仪阁的建制是很铺张浪费，若换了他来，他是绝不可能将闲钱投到那里。但前人心血不可毁，他没让人拆那处的奢华，以后也不打算填补更剩的东西过去，维持现状就好。苏七七目前的居住是个麻烦，
主院他可以让苏七七偶尔来，但久住是不成的，加之他的身子更重了，不在他眼前他不放心，住双仪阁最为妥当。苏七七沮丧，那么大的院子，奴婢怎么可能不喜欢？可奴婢总有住不成的一天，那时王爷的西院肯定就会住更多的人，奴婢就没好住处了。简单来说，江训未来是要娶正妃的，有了正妃，肯定要有更多的侧妃吧？他们都住西院，像他这样的，凭什么就是例外了？苏七七话中的顾虑，江训都懂。他未来的婚事，他自己都不能确定会如何，侧妃之流的更没兴趣想。本身目前收苏七七这个通房没什么，他喜欢也可以等他将王妃娶进门，给苏七七一个名分。现在他的孩子都快出生了，苏七七还是无名无分，总归对孩子不太好，也委屈苏七七，怕是不能等先娶正妃了。江训有了些心思，他思虑，你的身份确实有些棘手，本王想给你一个名分，但你卖身契是不是还在长公主府？在的，何止他的卖身契在，他全家的都在。苏七七忙不慌点头，没人权啊，就是一张卖身契的存在，才让原主巴巴来当通房的。回头本王带你去凤阳长公主府，长公主对本王不错，本王帮你把全家的卖身契求来。没了卖身契就不是奴了。你说你大哥跟敏言读过书，那就是说学识不错，这样有了自由，你家人也可以有另一番前程了。苏七七目前的身份算不得一个清白身家，需要有自由身，这样名分才好落实。苏七七出了北院的下一个目的就是卖身契，没想到还没等他想法子跟江训求，江训就可以这么轻易的为他想到了。那之后的名分一确立，只要不低的话，他总归能养得上腹中的孩子，未来努力活着就躺平了。王爷你真好，一开心他忍不住像上次一样吧唧亲了江训一口。其实像江训这样的纸片人男主角，一般脸的完美度是100%的，天天对着不心动太难了。他还帮自己解决了这么大的事情，苏七七也忍不住想要抱抱亲亲他，不过他有底线就是了。趁着江训现在还没娶妻纳妾，只有自己比较干净，能占点便宜还是别委屈自己。等未来江训一旦有了别人，苏七七肚里的孩子都该大了，那时他直接可以跟他儿子混，什么男人的一边去。江训又意料之外的得到苏七七一个炽烈的吻，明明向他开心最多，吻过来的时间也不长，没有情欲，可江训能感觉到他被苏七七亲吻的那处正在脸颊上一层层的发烫，甚至蔓延到了耳垂上都是烫的。江训好奇，你喜欢亲吻本王？苏七七对江训能即将达成他愿望的期待，以一股浓烈的上头到渐渐平复，之后又逐步消弭，达到一个稳定的心情确值。忽地被江训这么直白发问，饶是苏七七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厚脸皮，他都要红上一红。王爷不喜欢的话，那下次奴婢就不亲了。他换摸的。第22章同寝第2页。白天激情给了江训一吻，后来又被江训问是不是喜欢亲他。苏七七略微收敛的回答过后，江训也没说什么话，好像被他占了一下便宜后，这事就简简单单的过去了。北院的事在中午他们用过饭后，江训又亲自过去处理了一番，重新拨了东院的亲信过去接替王春喜总管一职。那里的环境需要重新改造，又拨了许多银钱过去，最后是蔡兆花3个嬷嬷被送到刑部，不久刑部的官员就来递了3人的作恶口供，比罪名证据确凿。江训没有多说什么，就让刑部按律法办，有了结果，这事就算彻底过去以后也翻不出大风浪。傍晚江训出去还没回来，晚饭是苏七七一个人用的，以前在北院只能喝白粥吃青菜，偶尔一点肉末芯子都要勾整个大锅饭的味，盛出来就没什么了。东院的饭就不一样了，单人单份，不仅味道好，花样还多。今晚吃的晚饭是苏七七这么久以来最安逸的，以至于吃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注意饭量，足足用了2小碗米饭，差点撑得他没下来饭桌。还是靠着绿萝的照顾，赶紧简单收拾了一番才上床歇着。因为双仪阁是真的大，打扫起来需要时间，他现在只能住江训的屋里。苏七七躺久了北院的硬板床，突然睡进了金丝软枕的豪华架子床，不仅身下软软的，大夏天铺的东西都凉丝丝的。要不是现在肚子大不方便，他保管能滚上几圈庆祝，但是现在这样躺在床上，把身子摆成大字形也挺舒服的。绿萝，绿萝，把里面的蜡烛熄了。苏七七无意瞟见了纱帐上串的珠子，好像不是普通小珍珠。姑娘，王爷没回来呢，您等等王爷。绿萝建议。苏七七，王爷屋子里蜡烛多，熄1、2支没什么的。他想知道那珍珠是不是夜明珠，仰着下巴巴巴的盯着，都快把脖子痒断了。绿萝发觉姑娘急得很，想想王爷的屋子里蜡烛确实多，灭1、2支是没什么。紧跟着灭掉了靠2处床边的烛台，蜡烛灭掉的那一瞬，纱帐上的珍珠立马出现了莹莹的光亮。苏七七大喜，果然是夜明珠。珍珠他见的不少，可真没见过夜明珠，迫不及待地爬了起来，离近了瞅。江训也太大气了，睡个觉还要把纱帐上镶一圈夜明珠，不怕晚上亮得睡不着吗？那么多，苏七七恨不得拽一颗下来，不过他现在连自己的行李包都没有，拽下来没地方，塞怀里，万一晚上在他怀中发光了咋办？被江训看到要射死。做什么呢？
苏七七愁得要死，没注意手就摸上了一颗夜明珠，被江迅这么一声吓得他差点仰到床下去，幸亏被江迅过来拦腰扶住了。他捂着受惊的胸口喘气，吓死我了，拍了几下胸口。苏七七发现江迅的脸上有一下一下的微弱荧光，他低头一瞧，不知道啥时候把夜明珠给拽手里了。苏七七紧张，奴婢不是故意的。虽然他很想要，但真不会在江迅来的时候拽。江迅把人放坐在床上，捏住苏七七朝他递来的夜明珠，模样寻常。本王也不喜欢把夜明珠挂在床头，太亮了，七七不喜欢扯掉了也好。府中的布置是从他住进来前就弄好了，有些地方照他的喜好改了一番，有些没动。床榻前缀夜明珠，属实奢侈。他也不爱休息时头顶悬着亮光，就以为苏七七方才那反应也是不喜欢。随后他又把那颗夜明珠塞到了苏七七的手中，算是送他了。夜明珠做簪子好看，拿去让人打磨一下，做成簪子戴吧。苏七七还有这好事，他方才咋没多拽几颗？一时间见长的贪心占据了仅剩不多的良心。他这个悔啊！谢谢王爷。苏七七还是很高兴，兴冲冲的弓起背爬到自己的枕头边，把珍珠塞到了枕头下。江迅能发现他确实很喜欢他送的夜明珠，但却没高兴成白天的模样。江迅以为他是顾忌白天他没回答的话，等苏七七将夜明珠藏好后，他斟酌道：“本王不反感。”啊！苏七七一时没太明白，听见这话，立刻转过身子又问一遍：“王爷什么意思？”江迅是个正常的男人，苏七七虽不是他的妻，但也是未来能够跟他白头偕老的人。他喜欢他的单纯直率不世故，和他在一起他不用防备什么，点了点自己的侧脸示意：“本王喜欢，不用怕本王不喜。”苏七七挖破脑袋，也没想到江迅说的是这件事。他以为白天他收敛后，江迅没有多说什么，就是我不计较这次就算了。他都强迫自己想对江迅亲亲的时候，刻意制止了，谁曾想江迅居然说喜欢。苏七七不信，他飞快的吧唧又亲一口，继而仔细观察江迅的反应。他猛了。寂静的夜晚，那一声吧唧很响亮。江迅说喜欢，可没想到苏七七会立马亲他一下，脑子瞬间有些断了弦，正在拼接方才那一声响，还有脸上骤然热起的浪潮是怎么回事。眼前的人儿像块火炉子一样钻到了他怀里，顷刻间他的唇贴上了另一块柔软之物。实在是江迅的反应太诱惑苏七七了，果然禁欲的人要么不搞感情，搞起感情来这么迷人。他很想欺负他。江迅不是第一次被苏七七这么吻，很快进入了状态。他小心地不勒住他的肚子，回应他的热情。不知俩人谁扯了身前的纱帘，再指两人密不可分的吻声中，噔噔噔地响起清脆的声音。因为纱帐上的夜明珠之前断了线的缘故，又被俩人压扯后，上面的珠子都争先恐后的从线上滑下，朝地面砸开，动静使开，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没多久，夜明珠落完，室内恢复安静，除了那一地颗颗泛着荧光的珠子，不规则的躺在地上，美得耀眼。苏七七看着洒了一地的夜明珠，觉得江迅的美色可以耽误一会。王爷，夜明珠落了。江迅没有在意地上那一颗颗价值不菲的夜明珠，又按住了苏七七的头，一会儿都给你。苏七七，明珠诚可贵，美色价更高。第23章听胎动了。阻碍两人温存的，或许不是一颗颗价值千金的夜明珠，也有可能是苏七七肚里的娃。可能是苏七七太兴奋，娃看不下去了，平常踹几下就消停了，今晚一通通的踹个没完，直接把他贪恋美色的心给踹了个一干二净。王爷怎么样？感觉到了吗？苏七七半卧在江迅给他垫高的枕头上，跟着一起呼吸，缓缓地感受肚子里孩子的活跃。江迅把侧脸贴在苏七七的肚子上，静静地感受着很有规律的踹动。今晚是江迅第一次与孩子有这种接触，心中的触动无法用言语表达。许久后，等苏七七腹中的孩子累了，他才抬起头。七七，这孩子精神头真好。他默默数了，足足踹了10多下，想细细跟苏七七分享他的心情，蓦地听到了熟悉的抽泣声。江迅不解抬头，一抬手就接到了苏七七落下来的一滴泪。江迅反应一会儿担忧，孩子踹了你这么多下，是踹疼了吗？到底是活生生的一个孩子，每日在自己的肚子里吸收营养，伸展四肢，感受孩子的一举一动，牵带着他的心情无时无刻的变化。哪怕是孩子小小的踹他一下，他都可能因为这个动作突然懵住，一下踹了这么多次，他哪能不疼不难受？疼倒不是太疼，就是很不舒服。这样，本王明日再将大夫找来，让大夫给你治治。江迅还是缺乏太多妇人怀子的经验，不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认为不舒服总要找大夫看看才成。苏七七被江迅这个样子逗得破涕笑了一声，就像前几个月江迅当着他的面问大夫怎么给他治眼泪般一样滑稽有趣。他拉着江迅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温柔轻抚引导道：王爷，下次孩子在乱踢的时候，您要这么轻轻地抚摸着奴婢的肚子，告诉孩子奴婢受不得太多下踢踹，您要好好跟孩子谈，孩子才能安生。
苏七七没有生孩子经验，前阵子她就是学着电视里那些男女主恩爱时，男主搂着女主安抚肚子里孩子，自己照着安抚的，效果不能说有，但也不能说没有，一切靠运气。现在她跟江迅关系进步一大截，不能在她又生又要独自哄孩子吧，总要给江迅这个当爹的找找事。那刚才为何不跟本王说，还让孩子踢你这么久？江迅手中的动作不停，又不明白刚才苏七七已经难受了，为何还要忍着？苏七七眨了眨眼，委屈道：“不是王爷刚才听得开心吗？王爷第一次跟孩子有这种交流，奴婢哪里不识趣扫王爷的兴致？孩子也不是经常这么有活力，可能他想到方才跟江迅吻得太投入，脸颊有些烫，可能方才奴婢跟王爷太专注了，孩子感觉到了。他想应该就是这样，孩子在他身上要不是感受到了他的心情不一般，孩子踢不了这么大动静。”江迅实在没有想到是这个原因，自来克己慎行淡漠惯了，认为他时时刻刻都能约束好自己的性子。之前也有大夫跟他私下嘱咐说，怀了身子的妇人不适宜再同房，他也只是想稳稳苏七七，一直没有对苏七七有进一步的想法，就这样还能引起他腹中孩子的不满。江迅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尴尬，他握拳在自己嘴边，做事咳了2声，缓解着气氛。大夫确实交代了不能同房，本王方才只是想亲吻你，没想做别的。别怕，下次本王不会再让孩子这么踹你了。那王爷的意思是下次就不亲奴婢了吗？苏七七，他那话也不是怪江迅亲他，才亲的让孩子踹得他受不了，但他知道若他真的难受，江迅肯定下次不会亲他。江迅憋得住，他憋不住。其实王爷不亲的话，孩子也经常踹的。大夫说孩子越健康才越会这样，王爷其实更需要多多哄哄孩子。他又将自己的手压在附在他肚子上的江迅手背上。苏七七表露感情的模样着实大胆，江迅哪里看不出他的意思，可莫名他喜欢苏七七这个直言不讳的样子。江迅轻轻扯唇一笑，温柔地盯着苏七七隆起的肚子。你想的时候，本王不会拒绝。等到苏七七脸上的泪珠都干透，江迅拧了一个湿帕子过来，给她轻柔的又擦拭了一番面颊。苏七七本身就很白，没怎么哭，因为几滴眼泪还是让眼圈红红的。江迅捡了她身后的枕头，跟着躺在了苏七七的旁边。睡吧，明日还要去长公主府中呢。这么快？苏七七惊讶江迅这个办事效率。江迅，月份更大，你行动越不方便，趁着现在还能出门，先将你一家的卖身契解决了。其实江迅有更深的考虑，苏七七现在还未生产，对于腹中的孩子是男是女的定论一切未可知。他母妃必然期望苏七七这一胎是个男孩，那样的话，苏七七若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之后的名分很好说。若是个女儿的话，必然叫他母妃大失所望，之后说不定还会暗示他和苏七七再生一个，或是直接等不及再送个人来。江迅既然出发点是为苏七七考虑往后的名分，那卖身契一事就要在孩子性别未定时解决，这样等生下来后，不管男女，苏七七的名分已经是板上钉钉不容更改的了。而这件事的促成，他需要找凤阳长公主出力。江迅正默默地想着之后的事，恍然间脖子上压来一个重物，转头看去，苏七七已然熟睡了。北院那晚他就被苏七七抱了整晚的胳膊，在之前侍寝那晚，苏七七整个人挂在他身上，今晚又搂脖子。江迅真费解苏七七还有多少稀奇古怪的睡姿。屋里放着驱热的冰剑，见他睡得踏实，江迅悄悄给苏七七掖了掖被角，在自己睡下前又抚了抚苏七七的孕肚。第24章凤阳长公主府。苏七七昨晚会以为江迅起得很早赶去凤阳长公主府，所以江迅让他睡的时候，他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了深度的睡眠。没成想第二日他醒来的时候，天不仅大亮了，江迅都上完一趟朝回府了。此刻江迅正在外间饭桌前坐着，苏七七换上一身青衫衣服走出去。江迅见人走出来了，对苏七七身上的衣服打量许久，觉得满意后才点头评价：很合身。王爷，你上哪给奴婢找裁缝做的衣服？这么快？苏七七昨天就裹了身麻衣来东院，以为今天醒来还是没得穿，不成想衣服早就准备好了，而且还跟他之前的衣服是一样的。绿萝拿来前他还以为是北院拿来的，检查了一番才知道是全新的。江迅，去长公主府不能失了礼数，这衣服也是临时赶出来的。姑娘，可不仅是临时赶出来的，是王爷特地为您督促人赶的。绿萝扶着苏七七走到饭桌前，偷偷耳语。江河把衣服送来前还摔了呢。江河就站在外面，苏七七闻听往屋外看了一眼，发现江河确实今天站得不直，手时不时地捂着胯。他又回头眼神询问江迅，江迅哪能没听见绿萝方才嘀嘀咕咕的话。他解释，府中没有养绣娘，都是每季需要给府中人换新才请外面的绣娘进府，之前已经让一批绣娘离府了。你的尺寸随时会变，所以绣娘那边也会提前准备着。但样式是江迅定的，因为之前他总见苏七七穿绿衣青衣，就以为苏七七喜欢这色，谁知是被王春喜克扣了，他没得换才一直穿这2个颜色。今日出门急，本王就催了催江河，让他去绣房先调身定制的衣服出来。
谁知道他比秀娘还着急，就拿出了一身衣服，还在半路摔了。不过还好你的衣服没事，不然这点小事他都办不成，别说是摔这一跤了，回来怎么也要吃板子。苏七七听到江训这一本正经的话，偷偷忍笑。他哪里不知道江河是他信赖的人，怎么会说挨板子就挨板子？但他就发现江训越跟他装的正经，就觉得江训越可爱。哪是属下急，还是王爷操心姑娘醒来没衣服穿，出门上朝前就让属下去绣房找绣娘拿衣服。王爷上朝的时辰可比绣娘开工还早，绣娘又不住绣房，等拿到衣服，王爷都要下朝了。属下怕耽误事，才没注意水坑打滑了。外面的江河心里冤，一边捂着胯一边诉苦。苏七七更忍不住了，她捂着肚子身子轻震了起来。江训以为孩子又踢了，忙放下手中的筷子，上心，没事吧？说着他的手就抚上了苏七七的肚子上。苏七七意识到江训想干什么，紧忙抓住了他的手。私下他怎么拉着江训给他抚摸他都不脸红，但是大白天尤其有人在的时候，苏七七的厚脸皮也经不住这么秀。不疼不疼，奴婢是喜欢王爷对奴婢这么上心。江训松口气，收起手，重新拿起了筷子，劲儿道：这不叫上心，应该的。用完了早饭，苏七七就跟着江训坐上了马车，不久后就来到了凤阳长公主府。临到踏进长公主府的时候，苏七七停住步子顿了一下。当初长公主把原主送去宣王府，就是想让他和江训恩恩爱爱的，断了他儿子的念想。光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府乃成，回头长公主还以为他办事一般，卖身契犹豫不兑现呢。江训这时也发现了苏七七的异样，他回身问道：怎么了？苏七七自然不能吐露他跟长公主的约定。王爷，奴婢马车坐久了有些累，迈不开腿。长公主府的门槛确实高，江训细看了苏七七如今的肚子，时不时的还需要用手撑着后腰。他折返回来，几步单手搀着她。不用急，本王扶着你慢慢走。苏七七被江训的体贴感动得热泪盈眶，要不是在外面，他还能吧唧给江训一口。俩人对视一眼，慢慢地走进了长公主府。期间江训十分迁就苏七七的脚步，不慢不快，不急不催，直到走到凤阳长公主的面前。凤阳长公主看见许久不见的江训，还有之前添她烦恼的苏七七，二人这般来到她府中，绕事江训提前让人给她打了招呼，能见着这景象也不由得吃了一惊。训儿来了。凤阳长公主脸下惊叹，笑意盈盈地看着过来的俩人招呼：拜见姑姑。江训给长公主拜礼。苏七七随后俯身：奴婢拜见长公主。姑姑都说多少次了，训儿你自小在姑姑膝前陪伴过，不用跟其他兄弟一样那么见外，怎么回都不听话？凤阳长公主热情：江训，姑姑是长辈，侄儿该有的敬重不可少，侄儿先全了和其他兄弟一样该有的恭敬，才能对得起姑姑的疼爱。而且侄儿这次来也是有事求到姑姑，不敢不礼待姑姑。方才自打苏七七跟凤阳长公主问礼后，凤阳长公主都没有搭理苏七七，这时才顺着江训的视线看过去，仔细打量发现苏七七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将苏七七送到宣王府后，他从没对宣王府的事有所刻意打听，就怕被江训知道了，以为他别有心思，坏了姑侄情分。是在宫中知道江训的通房怀了后，他才知道。凤阳长公主真没想到苏七七竟然这么厉害，在他府中迷得他儿子张口闭口娶她。到了宣王府，让训儿这个冷淡性子的人都主动为他谋划。不过凤阳长公主不在乎，江训到底是皇子监的龌龊多，总归比他儿子认清形势，肯定会有自己底线的。姑姑记得呢，七七也离府许久了，今日我免了他全家的劳作，让七七先跟家人团聚吧。我们姑侄也许久未见，先叙叙旧。凤阳长公主话中意思明了，刻意打发苏七七先离开。江训求的不只是卖身契，确实要仔细跟凤阳长公主说说，他先让苏七七去找家人。本王跟姑姑叙叙旧，你先跟家人团聚，若累了让人来找本王，本王去接你。苏七七其实不敢在凤阳长公主跟前多说什么，怕她认出自己不是原主，卖身契有江训，她巴不得先离开。之后就有人引着苏七七去找自己父母，今日是跟江训一块出门的没带绿萝，路上带他走的人将他引的地方仆人越来越少。苏七七发觉不对方，想开口问话，蓦地一个声音从旁边的游廊上响了起来：七七。第25章原文可没记载他会红杏出墙的事。苏七七听着这隐约熟悉的声音，循声找去，正看见游廊上站了一位年约弱冠，身着墨蓝白底祥云衣袍，玉簪束发的年轻男子，模样儒雅清朗，眸子莹润但难掩忧郁，望向苏七七时眉目间有股道不清的愁思。苏七七凭着脑海中的印象一下认出来人，是凤阳长公主的儿子世子徐敏言。世子，他礼貌问声。徐敏言久违听到苏七七这声轻唤，吞了吞嗓子里的苦涩，沿着游廊的出口走下去，目不斜移地朝他走去。走动间，徐敏言看清了苏七七身前隆起的肚子，他停在跟前低头哑声：母亲说是你自愿去宣王府的，真的吗？
苏七七看着垂头在自己面前的男人，很慌，胡乱的左右看了一圈，发现四周静悄悄的，一直无人。明明是府中仆人的必经之道，不可能这么鸦雀无声。待反应过来奇怪之处，他才想到，这或许是凤阳长公主有意安排的，是凤阳长公主借着让他回来探看家人，途中故意让他碰见徐敏言，或者也可以说是让徐敏言刻意看见他的。果然卖身契没这么好拿。苏七七也不觉得这是拖着好，快刀斩乱麻道：“奴婢是自愿的，如今奴婢怀了王爷的孩子，王爷还要给奴婢名分，奴婢心里只有王爷。”徐敏言在见到苏七七这个模样的时候，已经在心中肝肠寸断，在听着这一声声不轻不重的诛心之话，身形都不由得在烈日下微颤。江旭能给你的名分不过就是侍妾，好点了也就是侧妃之流。七七，你为何不信我？我只想娶你。七七，别回宣王府了，我们私奔吧，丢下上京中的这一切，隐姓埋名好不好？他抬手想拉过苏七七拥入怀中，苏七七一个连连退后躲了过去，正好撞在了身后的矮树上，将稳住身形。徐敏言见状不敢轻举妄动，生怕现在伤了他。苏七七面上维持的镇定无比，心中还是慌得跟敲鼓一般，也不知道凤阳长公主安排的周不周密。若出了意外被人看见他就完了。说实话，要不是他穿成了原主，他都不知道原主之前还有这隐藏剧情，居然跟一个世子也有这么不可说的牵扯。对于徐敏言这个角色，苏七七之前有点印象，因为徐敏言后来当了他肚中孩子的太傅，一直教导他到登基为帝。更让苏七七记忆犹深的一件事是，原主在江训那里从生到死都一直无名无分，可当原主的儿子登基后，徐敏言第一个奏请原主的儿子为母追封，后来原主的儿子确实在徐敏言的进言下为原主追封了一个太后头衔。当初苏七七看书时以为徐敏言是爱屋及乌，又念着原主是自己府中出去的，现在看来不尽然。而现在的徐敏言可能太年轻了，和他看的书中人设差别有点大，怎么都不似书中写的端稳，私奔的话都能随随便便说出来。原文可没记载他会。性出强的是，他更不可能去莽撞的走这支线。苏七七应了声音，狠起话语，想尽快打发他。世子爷别说笑了，您是说过娶奴婢，口口声声说过不止一次，可世子爷从说的那天到现在一直没做到。奴婢是下人，主子一句话就可以定生死，世子爷人中龙凤奴婢高攀不起，还会因为您说的话折损奴婢全家的性命。去宣王府是长公主给奴婢以及全家的一次机会，王爷对奴婢真的很好，即便奴婢为妾，也绝不会和世子做出私奔之事的，世子慎言。奴婢的家人还等着奴婢团聚呢，奴婢告退。七七，徐敏言不舍苏七七就这么走，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袖。苏七七着急，想了想，徐敏言这样温润的读书人，再怎么也不会做出玉石俱焚的事。他咬牙指着一旁的假石：“世子，你若再拉拉扯扯的，让奴婢做不了人，奴婢一头撞死在那石头上。届时奴婢死了，您不会出事，长公主肯定还会把污名扔奴婢这个死了的人身上，说奴婢勾引您。为了给王爷一个交代，那奴婢的家人一个也都活不了，这一切都拜世子所赐，奴婢死都不会原谅你的。”凭着徐敏言从前几次三番对原主允诺说要娶她，原主都没心动半分，苏七七断定原主虽悲切些，可也是个心底坚毅的女子。徐敏言做不了凤阳长公主的主，今日私奔的话，她也做不了自己的主。徐敏言被苏七七这狠话吓到了，他不敢让苏七七为了证明清玉撞死在他眼前，终究在苏七七决绝的目光下松了手。苏七七记忆里有父母住的地方，见解脱了，赶紧抛弃身后的徐敏言，步子匆匆的走了。苏七七一路不敢回头走的汗流浃背，当觉得差不多的时候，这才抬起头看了看此处的位置，正看见有一低矮门院前坐着一个比他还小2岁的男孩。他喊道：“阿桑。”阿姐。男孩叫苏桑，是苏七七的弟弟。他见等的人到了，忙对院中喊一声：“爹娘，大哥二哥，阿姐回来了。”苏桑，你专门等我的吗？苏七七见弟弟分明是专门等他的，走上去问道。苏桑和苏七七年纪相仿，原主从前在寡言，在自家亲人面前还是不一样的。他揉了揉弟弟的头，苏桑一把拉开：“阿姐，我都快有你高了，别揉我头了，这个给你。”他从自己鼓鼓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牛皮纸装的零嘴，里面有芝麻糖、松子糖、豆黄糖、杨梅糖、果脯等等。这么多呀！苏七七惊讶。总的来说，长公主府对苏七七一家人还是不错的。苏桑这个弟弟自小算术不错，跟着府中总管一直学管账，有时手中会有些总管赏的余钱，或是总管给的零嘴。父母不爱吃甜的，家中大哥和二哥可能没这口福，会次次让苏桑分给他们，但苏桑一定会每次不落的分给苏七七。苏桑打从阿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苏七七隆起的肚子。他年纪不小了，知道阿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阿姐平常在外人跟前很内敛，去王府肯定很难适应。阿姐，你都不想想，你走都大半年多了，我攒了一包又一包，之前更多呢，怕坏了我就都吃了，这是新的。阿姐，我想你，爹娘他们。七七呀，
第26章名分。一道心疼又欢喜的吆喝，直接把苏七七唤得抬起了头。他看见了一个拿着锅勺的妇人。娘！紧跟着妇人的身后还跟着拿菜刀的父亲。大哥右手拎着被割断脖子的母鸡，左手端着碗在接血，二哥扛着劈了一半的木头。一群人一块冲了出来，直接把不大的木门堵得严严实实。爹，大哥，二哥！苏七七一一喊去。眼前的亲人们看见苏七七，而后纷纷抹了抹眼泪，最后还是在苏七七娘周氏的驱散下，一个个让开了身子。去，我闺女回来了，你们挡什么门？赶紧让我闺女进去。她把手中的勺子一把塞进丈夫苏文翰的怀中，转头抹了把泪，冲到苏七七跟前，搀住了女儿进屋。弗里达，我们住的下人院子远，走累了吧？七七，不累。娘，你不知道我在王府什么都不用干，每天闲得很，这点到我当散步了。苏七七吸吸酸涩的鼻腔，原主在书中的记载很少，而这些原主的亲人更是在书中一笔带过。原主死后，这些人根本没有提过，他不知道书中他们是什么命运，但实际体验了原主的生活，亲人的关爱，苏七七无形中升起一股悲伤惶恐。原主都死得不知缘由，那他们会不会也遭不测？进到屋子里后，苏七七看着大家的姿势，好笑得很。爹，拿这么多东西不累吗？大哥从前只见你端墨，还从没见你杀鸡取血。二哥咱家的柴一年到头被你劈得用不完，怎么还劈呢？知道你回来，爹带着你大哥杀鸡呢，怀了身子要好好补补才成。瞧你怎么比走前还瘦了。苏文翰，大哥苏柏，我那端的是什么墨？不如给三妹你杀鸡做饭。二哥苏怀，可不，没你唠叨，二哥劈得更多了，院子堵得天天挨娘骂。苏七七去宣王府前，家中人都知道是什么原因。长公主给的条件很好，可他们更心疼自己的孩子妹妹。明明走前还是个害羞的小姑娘，回来后居然快当娘了，人也有点多多少少说不清的变化。许是大半年在外经历的多，可那股说红就红的眼一点没变，还是爱哭。周氏抬手给苏七七擦泪，不哭，怀身子哭容易伤眼睛，全家孩子我就把你眼睛生得好，可别糟蹋了。苏七七撒娇点头后，依照原主的习惯，把头埋在了周氏的怀里。家中几个大男人看家中的女人在哭，一个个全心中苦着。知道苏七七待不久，苏文翰催着几个儿子出去，留你们娘跟七七说话，给你们妹妹做饭去。周氏见丈夫把人给喊走了，她拉着苏七七走到了里屋，心中有很多话要问，怕说不完，还是长话短说。盯着女儿的肚子，忧心，宣王对你好吗？苏七七摸着肚子点头，王爷对我很好，他今天就是陪我回来跟长公主求卖身契的，有了卖身契，我们全家都可以不用为奴了。周氏叹气，哎，命不好被当奴就算了，娘也只希望你们兄妹一辈子把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一辈子我也没有想过靠儿女攀高枝，谁知世子就看上你了，差点让长公主院的杀人。你现在虽然怀了王爷的孩子，王爷怜惜你能亲自忙我们家的事，已经是大恩了。可七七娘要叮嘱你，日后爹娘跟你哥哥弟弟们能出府，可千万别惦记家里，仗着王爷的一点恩爱为家里要这样纳，会招王爷厌烦的。你跟你肚子里的孩子过好就成，像宣王这种比世子还金贵的人，他日后女人孩子多的是惹不起的贵人，别犯傻。就算日后王爷跟你没那么恩爱了，记着点你的好，那也足够了，可别老是为了家里想。苏七七明白周氏的话，周氏是女人从出生就生活在内宅，看的东西多。她是叮嘱苏七七别迷了心事宠生娇，也不能为了接近娘家连累了自己，更不能不清楚形势，跟江训未来高门大户的妻妾争。未来的事苏七七看不到，她也在一步步的走着脚下的路，尽量避免自己突然死去。她有数，不会作死的。娘，我知道了，你跟爹哥哥弟弟们好好的，七七怀着您的外孙心里也踏实。周氏一听，外孙眼睛都笑眯起来了，从自己的首饰盒中拿出了一块金锁塞到苏七七怀中。以前你爹上面的长辈得的赏金足足5两呢，娘打成了金锁给孩子。苏七七推却，娘，我不缺的。你不缺是你的，这是我当外祖母给的，难得沾沾外孙的福，给王爷当一回丈母娘，出去我可不敢乱说，也就私下里占一回便宜。周氏先给苏七七挂在了脖子里锁服，在家中吃顿饭再走是不可能的。苏文翰给苏七七炖的鸡汤才咕噜起来，江训就来找苏七七回去了。苏家人见到江训，没一个敢上前热络的。江训目前和苏七七关系不错，不过早习惯了尊卑上下，并不觉得需要跟苏七七的亲人热络，只说了已经恢复自由身后，就拉着苏七七走了。之后将死契拿去官府消完疾后，苏七七一把撕了那个写着他名字的死契，而后心情大为放松。想到从家中带出的东西，他挑了一颗塞进江训嘴中。王爷好吃吗？江训是没防备被苏七七塞进了吃的，舌苔一滚动，就有一股极酸的味道泛滥在嘴中。他向来不是重口味，见苏七七盯着他，可面上依旧做出一番风轻云淡，一般般。苏七七，对待别人的馈赠不该以夸为主要的吗？嘴中的东西越嚼越酸，
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之后就着水把国府咽了。江训怕自己的异样被苏七七看出来，转移话题：“本王为你想好了名分，知道是什么吗？”苏七七来了精神头：“什么？”第27章：江训你不是人。江训对上苏七七期待的眼神，暗自转了转心思，模样正经，语气认真：“侍妾吧，在本王的妾名分上。”侍妾？江训你不是人。苏七七听清差点没心梗，语气都落到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贤弟，江训挑眉。苏七七嫣嫣，嫌难听。侍妾？苏侍妾？你听听这称呼叫好听。想着可能位分一下不会很高，他可以后面靠儿子狗，可哪曾想直接低到了起点。江训诧异，没想到苏七七的关注点在这里。难听？哪里难听？为何会难听？苏七七就知道江训不懂，他也没指望一定让江训懂，随便解释解释。奴婢如今这个样子，不说别人都知道奴婢是您的妾，加上后整天被人苏侍妾苏侍妾的喊来喊去，能不难听吗？这种等级分别，在江训这种给予人的眼里，相当于恩赐，不管给的是什么，得到的人实该千恩万谢。他第一次听用难听二字来形容他的恩典。那七七觉得什么称呼好听？江训探究起了眸子，试问王妃。苏七七眼皮一跳，感情江训在给他挖坑，果然做人不能真情实感。他玩笑，王妃是好听啊，比侍妾好听，夫人庶妃侧妃都比侍妾好听。难道王爷觉得宣王不好听，非要别人称呼六皇子？胆大。江训被苏七七这么一说逗笑了，虽然还是不大明白苏七七觉得难听的缘故，但知道他没有其他的意思。不过有也没什么，至少苏七七够坦诚。他不打算再捉弄苏七七，纠正：哄你的不是侍妾，是夫人。侍妾确实低，正好你也不喜欢，本王打算给你一个夫人的位分。江训这个冷人居然也开始腹黑了，骗苏七七一场，险些让他之前的笼络功亏一篑，以为江训疑心他了。这下知道是夫人，他也没有一开始期待的兴奋了。小小的王妃算什么？他就要他儿子给他封太后。夫人还不满意，江训发觉苏七七面无表情，一点都没有方才的喜悦。若再想高点，除非你哥哥立马争回来一个功名，且被朝廷看重入朝堂，不然夫人已经是本王目前为你想到的最合适的位分了。再高了，本王也做不了主，反要受朝臣对父皇的参责。苏七七摇摇头，一本正经，没嫌弃，奴婢都是王爷的夫人了，有位分了，正学宠辱，不惊不急不躁呢。奴婢哪能大喜得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奴婢懂得稳重。江训歪理。苏七七总有很多自己的道理，偏偏这些话说出来又那么的合理应当，江训愣是挑不出来错。他把视线落在了苏七七的肚子上，伸手附到上面，轻轻摩擦了几下。以后在本王面前不要自称奴婢了，可以称我，本王不会亏待你们母子的。苏七七，他也不会亏待自己的。星号星号星号。凤阳长公主跟江训聊完了，就去了徐敏言之前偶遇苏七七的地方。到了那里，正看见儿子萎靡不振地瘫坐在假石旁，他恨出声道：“苏七七肚子里都有杏儿的骨肉了。若非苏七七真的心中有杏儿，杏儿也对苏七七上了心，他哪会无缘无故的亲自来问我要卖身契？不怕告诉你，杏儿对苏七七不薄，侍妾他都怕委屈了苏七七，亲自来跟我求情，让我促成苏七七王府小夫人的名头。杏儿是个什么性子，你总该晓得吧？他还未大婚就给苏七七这后代，苏七七哪能还记得你？”江训之所以亲自找来凤阳长公主府，就是为了给苏七七好一点的位分。他还未大婚，即便仗着苏七七怀孕去跟宫里求封。淑妃看在他日思夜想的孙儿面前，也只是跟皇上提一嘴，最后只能得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侍妾封号，且淑妃不会在位分上为苏七七计较什么。而他借着苏七七是从凤阳长公主府中出来的缘故，先跟凤阳长公主打好关系，待淑妃提起这件事时，凤阳长公主就会帮苏七七在皇上面前说话。届时一个小夫人的头衔，苏七七还是能得到的。母亲，为何你都能成全七七跟六表哥，为何不成全儿子徐敏言失魂落魄？凤阳长公主，你跟杏儿不一样，杏儿是皇子本就承担皇嗣兴盛的重担，就是因为他不会只有苏七七一个，所以我可以把苏七七当一个玩意的送去，反正多他一个不多。而你不成，你是我跟驸马的儿子，你爹生前是个干净至洁的清流之臣，你身为他的嫡长子，就该延续他的遗志，把明年的春闱准备好，好好入朝当一个清流名臣，等有了功名就娶一房门当户对的妻子，而不是口口声声要娶苏七七那个家奴。说到底，苏七七方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他都比你想得清楚，就你还执迷不悟。若我使了这么多法子，你还要为苏七七要死要活，我让他活不出明日。母亲，我好好考春闱，您别为难七七，我不会纠缠他了。徐敏言触到身后被烈日炙烤发烫的石头，蓦地想到了先前苏七七跟他狠绝的话，母亲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将苏七七送到宣王府，他就知道母亲肯定就有法子将苏七七再弄死，他不敢再伤害苏七七，这才对。
敏言，母亲不会害你的。凤阳长公主听到儿子这服软的话，为母之情同时溃体。她走到跟前，蹲下抚摸儿子的侧脸，都已经被烈阳灼烧的起了皮。从小就千宠万爱的护着长大，1岁多时生了那么场大病，她多惶恐会失了这个儿子。说到底，哪里舍得儿子吃苦？可更明白苏七七不是她的良配。日头底下待久了，徐敏言神情有些恍惚，她被母亲的这一突然触碰害惊的又喃喃之前的话语：“别伤害七七，我考春闱。”说完晕了过去。凤阳长公主心疼不已，急忙让仆人将儿子抬回屋请大夫。而后她看着远远被抬走的儿子，心疼不解，哪就来的这么深的情啊？第28章保大保小。江训谋算的计划很好，几乎是递了信给淑妃，淑妃就去找皇帝做主了。正好那时凤阳长公主也在，三言两语的就给苏七七的名分落实了。紧接着皇宫中的口谕到了宣王府，旨意一下达，苏七七成了宣王府中的小夫人。领完口谕后，江训走到跟前，伸手扶苏七七，免礼吧，夫人。苏七七猛一听这称呼还不习惯，月份越来越大了，江训有意在府中迁就她的肚子，不让她随便行礼，但这口谕来了，不得不跪。起身时还有点头重脚轻，就是在宫中的宣旨太监们都走了后，苏七七发现一侧还站了3个嬷嬷，三人一动不动地面向她。苏七七浑身毛毛地凑近江训：“王爷，他们是谁？怎么老盯着我？”江训随着苏七七的视线扫了一眼，心中知道他们是母妃派来的，全是些狱中眼光毒辣的老道看胎嬷嬷。宫中怀孕的妃嫔们最喜欢私下请这些人相看。苏七七的肚子有7个月，眼瞧着快要生了，大约是她母妃迫不及待想要一个踏实。不过她怕惊了苏七七，让她产生心理负担，只道是接生嬷嬷，看看你这胎好不好生，若不好生的话，赶紧趁着还有10日调理调理。苏七七要是信这话，她就是天字第1号大傻瓜。怎么，他们的眼睛是尺还是 CT？ 看一看就能看出她哪天生得顺不顺？怕不是看男胎女胎的。不过江训既然这么跟苏七七说，她就当这么听，反正她知道自己怀了一个傻。看胎是个仔细活，定然不能在大堂看。3个嬷嬷跟江训请示了一番，带着苏七七到了里间请示。苏七七着实没在心中料错，就是看男胎女胎的。进了里间，就有人扯着她外衣解扣，一个嬷嬷绕着她前后身上下的看，一个嬷嬷眉头皱得老深，手不停地朝她肚皮上摸，另一个好声好气的拿着纸墨笔砚，不停地问她近期爱吃什么。总之大家脾气还挺好，过程也没有很粗暴，莫名让苏七七有种在体验古代孕检。看着他们这么认真兮兮的模样，苏七七幸亏不是一个大嘴巴，不然她都不忍心直接让他们那么忙，就立马把孩子性别说了。差不多半盏茶的时间，3个嬷嬷就孕检好了。苏七七在里间被绿萝服侍着穿衣服，外间3个嬷嬷声音絮絮不停，似乎在跟江训报告情况，不过他听不太清晰。等嬷嬷们走后，苏七七忍不住还真想问江训他们说的什么。王爷，嬷嬷们看得怎么样？方才那些嬷嬷眼里话里皆有喜色，虽没直接将男孩宣之于口，但话中意思皆是恭喜之话，心里清楚他们看出的名堂。他们回去后必然跟母妃很好交代。苏七七跟那些嬷嬷进去时，他就没说原因，现在他也不打算说。说你太瘦了，要多添点肉在身上，不然生的那天没力气。江训。苏七七闻言掐了掐自己的腰身，他怎么可能会亏待自己？哪里还有腰？这阵子补的不要太好。摸着摸着，他有些害怕了，肚子都这么大了，尽管知道书中走向他能好好的把孩子生出来，不至于死在生孩子上，可生的时候一定很疼，他都能在原主喝倒3杯传过来，万一他生的时候有什么意外怎么办？傍晚，自打看胎的嬷嬷们走后不久，江训就察觉到苏七七情绪有些低落，想了想，白日里他也没有说太多会让苏七七害怕的东西，加了一个虾球到苏七七的碗里，不由担心。怎么了？那3人走后你就闷闷不乐的，晚饭也不多吃。苏七七戳着饭碗，虾球被他戳得来回动，就是没想夹进嘴里。听见江训这么问，眼圈一下红了。王爷，你了解过生孩子吗？江训，你觉得有人会叫本王内显？苏七七就知道问了白问，即便江训人品上非常符合一个主角的正直无私，可哪能一点糟粕不带？万一生产时他出现意外，对，保大保小，肯定全凭他这个当爹的选吧。万一选小的，他是不是要嘎？苏七七夹了口米饭到嘴中，不知是吞着米还是吞着泪，低头闷闷。王爷，你想，孩子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人生人多吓人啊，万一生产很艰难，只能选。胡说什么？江训听到这话，声音无形中重了重，不知为何感觉苏七七担忧的事让他很烦躁。一晚上他总算知道苏七七是怎么回事了，这种事确实很难选。在宫中时，父皇的妃子位分高高低低很多，低位的妃子通常不用父皇出面，继后都会出面跟产婆说皇嗣为重。高位的妃子产子时，父皇可能要顾及妃子的家事，
象征性的对产婆说：“尽量保大人。”但皇家重子嗣传承，尽管父皇那么说，产婆也不敢掉以轻心。但凡有机会，都要将大人和孩子都保了，这样才能对各方有一个交代。他没面临过这样的选择，对待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光用这几个月的感受来说是期待的。而且他无法和苏七七一样多愁善感的想还未到来的事情，以至于杞人忧天的做最坏打算。他希望苏七七和孩子都平安。苏七七的眼泪还在掉，他怕明早醒来他眼睛会肿。劝慰：“别哭了，生产时本王会叫上最好的产婆为你接生，不会出事的。”苏七七，那王爷一点都不担心我吗？将军，担心，那天本王在府中陪你。今晚苏七七觉得一拳拳都打在了棉花上，愤愤地夹起碗里的虾仁，吃出了不留全尸的狠劲。将军说话也太保留了，端得尽心尽责，可没给他一个准话。星号星号星号。苏七七害怕生产出意外，也就当天想法出来了，怕得慌，多想了些。第二日醒来就忘了，之后该怎么享受孕妇的待遇就怎么享受孕妇的待遇。想亲亲将军了就亲亲他，该吃吃该喝喝，没到眼前的凡事不往心里搁，不带亏待自己的。转眼到了快生产的日子，一个午觉才睡到一半，苏七七就被肚子传来的阵痛给疼醒了。疼！苏七七因为怀孕嗜睡些，将军早醒了，坐在室内看书，听见这动静，紧忙来到了苏七七跟前。苏七七拼着惜命的精神，一把拎着将军的领口，发问：“王爷，你在乎我吗？”第29章生产。将军被苏七七拽得紧，见他一下就疼得红了眼角，郑重道：“当然了，要生了别瞎想，本王去喊人。”苏七七肚子疼得时轻时重，哪怕将军现在骗他，他都计较不了那么多，气呛着：“王爷，等我生产完，你可要一直守在我身边。”会的。不久，整个双仪阁忙碌起来。苏七七生产的屋子，产婆丫鬟们进进出出，将军一直等在房外。在接生的产婆来看苏七七的情况后，跟将军说什么羊水没破，一时半会只能让苏七七攒着力气，因为孩子落地的时间有的等。将军向来不是急性的人，所以听到这话一开始并没有过多反应，只让他们尽量保证母子平安。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快半个时辰，连去宫中报信的人都回来了，里面接生的产婆还是说一时半会生不了。苏七七叫喊的声音断断续续，时大时小，无一不是在表达此刻很痛。将军蓦地想到苏七七之前问他问了一半被自己打断的话，他想苏七七是想问他真到危难关头会选哪一个。于姻亲来说，苏七七对于他不是什么高门贵女，他无需顾及担忧苏七七生产危难后他家人的想法，更无需交代。于地位来说，苏七七自身的地位也不高，甚至他未来可以纳更多人给他们和苏七七一样的地位。若这时产婆真的出来对他说苏七七这胎危险，问他保哪一个，他都更该在乎自己的孩子才对。毕竟这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嗣为大，就是换了他父皇，今天选的都该是孩子。可不知为何苏七七喊叫的越来越多，将军心中不经意起了慌乱，还有一丝丝的心疼，竟然害怕起苏七七真的会有危险。本能觉得他不该因为一个孩子殒命，尽管那孩子有他一半的骨血。王爷，王爷，小夫人生了吗？正待将军起了烦躁时，从双仪阁院门处走来了宫中的人，他一眼认出是从母妃书和殿那出来的。还未生呀？那这时间够长的。来的紫衣嬷嬷听到这话，尽管此刻房门窗户紧闭，还是忍不住踱步勾头往屋内瞧了瞧。他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将军，话中意思多多：王爷说句吉利的话，妇人产子生的越快才越安全，这一旦时间长了，那意外就多了。淑妃娘娘叫老奴过来，就是怕王爷年轻不懂，娘娘让老奴嘱咐王爷，要真出了什么问题，皇嗣为重。老母妃费心，本王醒的，将军诞生。紫衣嬷嬷说完了淑妃交代的话，王爷又是这个态度，他放了一层心。但是紫衣嬷嬷到底是奉了淑妃的命令来的，目的势必要保即将出生的小主子顺当。来时淑妃又让他带了人来，他不能不安排，等了请客他回头吩咐，看来这头胎难生，你们几个赶紧进去帮小夫人接生，千万别让小主子憋久了出事。是。紫衣嬷嬷身后的2个中年妇人听声，便要迈腿进屋。将军见势不妙，立刻出声拦住：站住！他打量了2眼垂头的2人，面上端的是服服帖帖的仆人样，可周身分明透着一股刻薄之气。若让他们进去，苏七七即便不死也要脱层皮。本王找了上京最好的产婆，此刻他们已经上手多时，这时再插手上去不好。本王的孩子，本王知道轻重，先让屋中的产婆接，待真有不好的时候再让他们进去。这紫衣嬷嬷犹犹豫豫，可无法反驳王爷的话。有些不知该怎么办时，房门被里面的人打开了，出来的是一个嬷嬷，紧接着是迎面扑来的一股血腥气。出来的嬷嬷见房门前围了半圈人，她端着盆解释：小夫人发动了，屋里缺热水，老奴正要急着去打热水呢。紫衣嬷嬷又急又喜：好生吗？嬷嬷，小夫人是头胎，就是宫口开了，还需点时辰呢。紫衣嬷嬷听是这么回事，
他紧忙摆手给带来的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帮小夫人省！”“站住！本王不是说了吗？屋里的嬷嬷已经够了，等真有不好再进人。”江训难得肃起了声，他眸子本就少有情绪，两个准备进去的嬷嬷被这么一看，吓得更低起了头。紫衣嬷嬷还想说什么，他就听见江训对端盆的嬷嬷交代：“这是本王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本王母妃的第一个孙儿，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先保孩子。”端盆的嬷嬷不是头一次接生，这种话听了许多，没怎么意外。他认真点头，劲儿保证完，江训就放他去打水了。剩下紫衣嬷嬷等人，江训面上略显不耐：“这里有本王就成了，你们从宫中来路远，先去偏殿休息吧，有事本王叫你们，等歇回了精力，不至于一会儿需要人的时候没力气办事。”紫衣嬷嬷原是不敢离开的，江训却直接不让他们站在一旁，面上更是没有好色。他伺候在淑和殿虽可以常见到淑妃的两个儿子，不过江训就没十皇子亲切。这一遭无名的怒火，紫衣嬷嬷担心王爷是第一次当爹紧张，心中不知急成了什么样。念着王爷刚才都那么说了，他不敢在跟前碍眼带着两个妇人去了偏殿。端热水的嬷嬷再回来时，房门前只有江训一个人了。他扶了扶身就要进去，江训喊住他到了跟前，低声叮嘱：“不管多难生，本王的夫人不能出事。”王爷，端热水的嬷嬷一时没明白怎么又变了主意，看着江训不知什么时候掏出的银票，正愣眼热。江训态度认真，不厌其烦又道：“若有万一本王的夫人不能有事，大人一定要活。”这下嬷嬷是彻底清楚了，惦记着江训手中的100两银票，他欢喜的点头。最后要拿银票时，江训又叮嘱：“这话别声张。”“是是是。”拿了钱后，脚步更松快的进屋去了。太阳已经偏西，连一下午枝头吵闹的鸟雀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在天边浮现出第一道晚霞的时候，屋中响起了婴儿嘹亮的哭声。与此同时，产婆大喊：“生了！小主子是男孩，快去通知王爷。”第30章取名。苏七七生了一下午，在最后把孩子生出来时力气也用完了，不知是昏迷还是困得睡了过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耳窝旁响着软糯糯的声音，他模糊的视线渐轻发现江训正坐在床头，一只手做轻拍动作。苏七七微微侧脸看去，见是江训在哄他刚生出来的孩子。清楚后，苏七七没做声，转了个头继续闭眼。江训莫名：“睡了1个多时辰了，还不舒服吗？”就想睡。苏七七闭着眼睛嘟囔。江训越来越肯定苏七七这反应一定是又生气了，具体生他什么气还不知道。你说生产完要本王陪着你，本王一直没离开过，没食言。他把孩子往苏七七跟前送了送，一副没法子。孩子饿了，哭哭停停3、4次了，本王见你没醒，不舍得喊你，你喂喂。之前苏七七为了一直养孩子，就跟江训说，孩子出生后喝他的奶就成，他不想让孩子喝那些一波波带孩子没完的奶娘奶，自己有奶不喝也是浪费。江训在这方面没有特别要求，苏七七愿意亲自喂他很赞同，所以并没有准备奶娘。闻言，侧脸一旁的苏七七听着身旁发出软糯糯声音的孩子，还是转回了正脸。他在江训的帮助下靠坐了起来，接着解开了衣扣，把孩子送到自己的胸前。等喂完孩子，就让丫鬟抱过去哄睡。你吃饭。江训望着孩子吃了，看着还是一脸低落的苏七七，轻声安排。饿死我算了。苏七七低头抽抽鼻子，嘴中怨念颇深，可一点没耽误喂孩子。他才舍不得饿到孩子，总比我在房里生孩子，外面有人一点不念孩子娘，光保孩子好。生孩子的时候，苏七七都要疼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外面的江训在说什么一定保孩子，气得他当时差点没过去。没生前贴着他口口声声的说对他好在乎他，不亏待他，生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定保孩子。问题是他在生的时候，产婆还没一个说会难产，他就把要谁安排好了，孩子是生出来的吗？是气出来的。当时江训为了制止那俩宫中来的接生嬷嬷，声量比较大，难免传到了苏七七的耳里。后来让产婆一定要保苏七七的时候，他又不能公然声张，苏七七自然不知道他的苦心。生气的原因有了来路，江训忍不住一笑：若本王不保你，宫中来的那2个人怕不是看你久久生不下来，直接剖开了你的肚子拿。淑妃娘娘吗？听到江训母妃的参与，苏七七猜到了什么。她怀孕这么久以来，自去凤阳长公主府要了卖身契后，凤阳长公主府的人来送了一回礼。后来关心最多的就是宫中的淑妃娘娘。苏七七知道淑妃不喜欢江训，因此对待淑妃时不时来的殷勤，她有些摸不到头脑。没成想连她生产这日，淑妃都派了人来。听江训话中语气，淑妃是要孙子不要孙子的娘。苏七七慢慢懂了淑妃这阵子的殷勤，她在意的是她怀里的孩子。咋的？淑妃也拿剧本了不成？知道她儿子未来会当皇帝，她巴结。但乃可能，江训登基后就封淑妃皇太后了，可惜福享不多，当了1年多的皇太后就撒手人寰了。江训，本王母妃的事非不是本王这个做儿子的可以随便议论的，但你要清楚，本王才是你的夫君。即便你为母妃诞了一个皇孙，母妃做事都有她自己的考量，
不过本王能保证你的就是护你安全。七七，本王今日保的是你。江迅眸子自苏七七身上流转到孩子的脸上，孩子此刻吃得正十分有力，看的人也满脸怜爱。若不是孩子现在年纪小，怕是江迅之后说的话，孩子听了都要跟苏七七一样 emo。本王期待这个孩子出生，今日房外本王也听到了你声声的痛叫，想了想，真到关键时刻只能要一个，本王会选谁？可是后来想了想，若本王孩子很多的话，没有你，那些孩子除了他，其他的都跟你没关系，这个孩子的性命比起你的也就不重要了。我跟你若没了他，之后还会有孩子，但没了你就什么也没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不被期待乃至被讨厌的孩子，所以他心疼自己的孩子。失了孩子或许会在自己心口留伤，可苏七七生产的艰难让他心疼，他产生了道德层面上的愧疚和情感上的不舍。若真为了孩子放弃苏七七，他怕他因此厌弃孩子，让这个孩子跟他一样生活在没爱的日子里，不如不来。所以他选了苏七七。我误会王爷了。苏七七垂头，他知道江迅即便不选他，若敢说出来也不会多此一举骗他，而他敢这么说就一定是真的。还是第一次听江迅跟他诉衷肠，心里有些怪怪的感觉。再想张口，他觉得胸前一轻，孩子吃饱已经睡了。这一眼苏七七才仔细看过孩子的长相，长得像江迅，哪里都像，清秀的五官，端正的眉眼，仿佛他是个送货的。他不想问别的了，此刻沉浸在孩子优秀的容貌中。不愧是男主的娃，就算知道了孩子长得不错，这想象中的和生出来亲眼看还是两回事。不过苏七七还是期待孩子未来有点他的影子，不然光像江迅他多窝火。尽管知道孩子会叫什么，苏七七也想走走过场，让江迅发挥孩子爹的作用。王爷，孩子叫什么名字？江宁。孩子是在晚霞出来时出生的，那时天色正好沉寂，万籁俱静。此刻孩子又乖乖不吵不闹的睡着了，正配。江迅觉得您很适合。苏七七，呵，这寓意怪不得是个小冰坨子。江宁勉为其难，作为新手母亲的期待，他还是念了念孩子的这个名字。没想到小冰坨子跟知道喊他似的，睡着还吧唧起了嘴，挺有趣的。苏七七偷偷看了看江迅，又看了看怀里的儿子，不由得在心里多念叨了几遍。大冰坨子，小冰坨子。第31章满月。江宁是太康21年2月初5生的，到了3月就满月了。江迅在府中双仪阁和苏七七一起为江宁办了一个简单的满月宴。七七起来了，今日是宁儿的满月宴，你这个当娘的也要重视重视。今天是个好日子，还不用上朝。江迅一早就起来了，可能是父子心有灵犀的缘故，江宁也醒得格外早。此刻已经被江迅抱着在双仪阁院里转悠一圈，回到了房里，听到江迅说话的声音，还格外的认真瞪着眼，不由得让人真以为他能听得懂。王爷，您没听说儿女的每一个节日都是母亲的受难日吗？今天是宁儿的满月宴，更是我的受苦纪念30天。您让我多睡睡，不然晚上实在受不住给宁儿喂奶。苏七七或许是第一次当娘的缘故，母爱有点跟不上趟，抱着孩子的时候满心满眼想轻轻抱抱他，觉得儿子是他的小宝贝。丢到江迅手里后，母爱激情淡去，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听不得孩子哭，听不得孩子要喝奶，特想洗脑他没声。被江迅这么催，他扯了扯胸前的被子到头顶，连个脑袋都不愿意露。江迅，那真是可惜了，本王想着七七为本王生孩子辛苦了，特地在本王儿子的满月宴上请了七七的娘家人来，这回怕是都在路上了。七七不起床的话，那只有咱们宁儿接待了，毕竟是生宁儿才让七七多了些受难日。他抱着江宁站起了身，做事边说着话边往外走。咱们宁儿小小年纪要为母亲分担辛苦了，对不对？苏七七感觉到身上让江迅压住的被子一松，急忙掀开了被子下床，把要走的父子俩拉住。王爷，您说我娘家人今天要来吗？江迅第一反应是低头看苏七七的脚，连鞋都没穿就跑了过来，不省心的皱了皱眉。他力气足，身量健硕，即便单手抱着孩子也能抱得稳稳当当。不假思索，他立马腾出右手，一把拦腰将苏七七从地上抽了起来，径直抱到床上放下。虽说宁儿今日满月，但你的月子还没做完，即便入了春也有凉风，怎地做了娘还毛毛躁躁的，伤了身子怎么办？我身子好。苏七七缓解了刚生那段时间的苦，根本不带怕赤脚走这点路的。见江迅态度很认真的看着他，他打住要说的话，动了动两只脚塞到江迅腿上咕咚。王爷，你摸摸凉不凉吗？我怎么一下地肚子就疼了，是不是凉到了？江迅一眼就能看出苏七七是故意的，他佯装打开落到他身上玲珑白皙的小脚，装继而站起身子，叹声催促，赶紧起来吧，一会儿真来不及了。苏七七跟江迅拉扯这么久，早醒了神。之前将父母兄弟变为自由身后，他只得过书信，许久没见过人了，今日能知道他们来，高兴得很。苏七七起了身，和江迅俩人一块逗了逗江宁。不久府中就有人通知苏七七的家人到了。等仆人把人迎进来，
苏七七却发现只来了母亲周氏，还有弟弟苏桑。娘，爹大哥二哥怎么没来？周氏，王爷这么客气，让孩子满月宴的时候我们来见见，哪能全家都来？我跟你弟弟看了回去，说给他们听就成。周氏向来考虑问题规矩为上，这是在长公主府生存多年的习惯和本事。苏七七这么听也没什么，就是今天到底日子特殊，觉得母亲有点过于严重了。江训请了苏七七的娘家人，就是打算让他们都来的，但只来了周氏和苏桑，他也没刨根问底问其他人。一席饭上，江训明显能感觉到周氏和苏桑的拘谨，知道是他在他们不好意思敞开了说话。用完了饭，特地把江宁留下，自己跟苏七七打了声招呼，说要去书房。厅堂内彻底没了别人后，苏七七才拉着周氏的手拍道：“娘，王爷面前可以不用这么拘谨的，他性子很好的，只是不太爱说话，确切说是不爱说废话，也不爱寒暄，不说这些可不就没话了。王爷性子好，我们也不能蹬鼻子上脸，对你不好。”周氏笑笑，怀中抱着外孙，女儿过得又这么滋润。来府中时知道这么个大院子光女儿住，周氏心中别说多欣慰了。他想了想家中最近还有的大好事，弯着一双眼睛：“七七，你大哥考上童生了。”大哥这么厉害，苏七七一时震惊，跟着也激动了起来。以前在长公主府中常听说大哥学习好，他也信，只是能一考试就中了童生，确实厉害。这多亏了你，我们家才有这个造化改运了。周氏感慨道：“若不是女儿在宣王府有了出路，带着他们一家改天换地的成了自由身，苏柏哪有机会去考试？”周氏是期望儿子能越来越好的，至少儿子外头出息了，女儿以后会更好。只是他也知道科考的艰难，现在大儿子20岁，若能力有限，未来有个秀才也不错，至少是功名了。阿姐，这给你。苏七七沉浸在大哥考上童生的喜悦里，蓦地怀中被塞进了一叠银票。他拿起那些银票，不可置信地翻着，50两，50两，100两，100两，整整有300两银子。苏七七更慌，盯着苏桑：“你发财了？”苏桑：“那可不是，我现在是小苏掌柜。”周氏见不得儿子这么不谦虚，又真心觉得现在的日子不错。他解释道：“阿桑这孩子真有点做生意的天赋，现在家中开了一个杂货铺子，什么都卖些。我跟你爹没事就去看着。你弟弟嘴甜，能揽人，生意不错。这钱都是从去年到年根热闹攒的，就为了给你好花销。”从长公主府出来后，苏家一家子就对自己的生活有了安排。周氏老两口有存钱，起初租了一个4合院一家人住，大儿子苏柏继续读书，二儿子苏怀有身力气和武术，去了家镖局押镖，小儿子苏桑闲不住，到处淘点能换钱的东西，一段时间后收获不小。后来周氏老两口一琢磨，小儿子这么会做生意，干脆拿点钱出来给小儿子开个杂货铺。谁知小儿子还真会经营，又有从前长公主府的管事帮忙，还有点之前的货源渠道，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了。苏七七，好励志。第32章苏七七古代富婆大计。阿姐，你放心吧，我会努力赚更多的钱，以后月月的给你送，绝不会让你和宁儿没钱花。苏桑保证。苏七七快要感动的哭了，人家说冤重弟弟，可他有的都是神仙哥哥和神仙弟弟。之前他也特别想弄一个不断进钱的营生，可是怀着宁儿呢，手边没有牢靠的人，放不得心找人操办。江训对他倒也大方，给了许多的首饰珠宝。他的宁儿虽是庶子，但也是江训的长子，虽还没进过宫给太后、皇上、皇后还有淑妃这个亲祖母看过，不过都有送满月礼来，全是些不菲的珠宝、绸缎、珍珠玉器，说是给孩子添福气，拢拢总加一块要小1万多两的财富。孩子现在连牙都没长，东西说白了更不会花。江训有自己的私库，不会惦记孩子的东西，这些成功入了苏七七的手中。看到那么多闪亮亮、金灿灿的好东西，苏七七又欣慰又发愁。宫中的东西都有特殊标志，未来也只能给他儿子充门面彩头，真拿出去卖了换容易流通的银子银票，比较麻烦。说白了，他好东西不缺，随便用的钱却有限。苏七七立时有了钱生钱，铺生铺的想法。阿桑，这个钱我不要，你等等我给你拿点东西。苏七七把苏桑给他的钱还回去，走到另一间江训日常用来看书练字的小书桌旁，拿纸笔写了些东西。写好后，苏七七吹着没干的墨，将东西递给苏桑看，上面有图有字。苏桑看得一脸迷茫。阿姐，什么叫肥皂啊？苏七七，肥皂就是类似洗澡用的澡豆，洗衣服用的皂荚，可以清洗污垢的。这是配方，你拿出去找人做一批，回头给我送几块来，我看看成品，等我检查，可以你拿到铺子里卖，赚了钱咱们姐弟一起分，以后开更多的铺子。还好他从前看小说的时候有先见之明，穿越了要会2样赚钱手艺，什么肥皂、古法腌制、猪下水都有研究过。他写的这个肥皂配方已经是很少需要用到某些科技成分的赚钱法宝了，做成的几率相信会很大。古代没有这东西，一般的澡豆皂荚都能用，他和苏桑做成了后，一定能风靡古代街头小巷，
王公贵族的家里银子还不数到手软，而肥皂卖得好的话，他还可以研究别的卖，以后在古代当个隐藏的富婆不是没可能。苏桑，阿姐，这东西好吗？你怎么会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啊，七七，肥皂娘都没听你说过，周氏一辈子都没用过这东西。阿桑，娘你们不知道，王爷这里有很多书，比长公主府世子学的还多，我跟着王爷能看几本，学学就会了。你们不信可以回头问问大哥，问问他是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宣王府待了这么久，苏七七已经不怕自己突然会点什么说不服家里人了，反正周氏他们又不能直接去跟江训对峙。对娘，大哥说了书中有黄金，阿姐我听你的。小时候苏桑不喜欢听苏柏教他识字，只喜欢捏着铜板摇，苏柏就骗他说书中有黄金屋，骗着骗着字就骗学出来了。后来又跟了账房管事学起账不费力，因此苏桑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周氏和苏桑离开的时候，苏桑特意把苏七七给他的肥皂配方贴心口放着，口口声声说赚钱了大头给苏七七。苏七七被苏桑解控狂魔的模样逗笑了，想着之后能赚更多的钱，直到江训回来，他的嘴角都没有放下。江训好奇聊什么了，这么开心？苏七七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江训，一脸期待。王爷，我可以经常见我家人吗？江训，没什么不能见的，之前你怀孕怕有了闪失才没让他们来，日后你想见可以喊他们过来。若觉得府中闷，只要跟府中人打好招呼，或是我能陪你出去的时候，你都可以带随从出去。不过只3点，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能夜黑不着府，更不能留宿在外面，也不能随便将宁儿带出去。赚钱哪能带孩子，宁儿就给江训带，他以前也不会夜不着家，更没问题。苏七七开心，王爷你真好。江训早习惯了他满足苏七七一点小要求，他就会嗓音里都带着愉悦的奉承他。不过这次苏七七像高兴的昏了头，没有吻他。江训点了点自己的侧脸。苏七七见状知道江训在等什么，这段时间带宁儿很累，都没空亲亲江训了。难得见江训这么主动要亲亲，他撅着嘴送上一个响亮的吧唧声。等苏七七亲完，江训的脸上还隐隐现出了一块嫣红，他抬手摸上去，亲太重了。江训一揽苏七七的腰，把人揽到了怀里，胳膊圈过他腰的时候，捏了捏苏七七肚子上的软肉。你亲过吗？他的动作不重可捏的苏七七发痒，苏七七整个人在江训怀中蠕动挣扎，费了半天劲都没逃开反累的小口喘气。王爷手轻，竟挠我痒了，我什么时候重过王爷不讲道理？江训哼笑，将人又往怀中搂了搂。不知道也情有可原，毕竟鹿血酒确实不能多喝，喝多了胆大。本王都怀疑是不是当初就是喝了那鹿血酒，你才喝出了本性。可不是喝了它来。苏七七好奇，那王爷不喜欢？喜欢。江训诚恳不隐瞒道，他喜欢一上朝回来，苏七七脚步欢快地迎接他，喜欢苏七七抱着孩子跟他抱怨抱得累换他抱，喜欢苏七七一高兴就亲吻他。这些喜欢足以抵过朝堂上的明争暗斗，兄弟间的心思诡谲。王爷当初就没喝。苏七七躺在江训怀中有点久，今日繁忙，他有些犯困了，昏昏欲睡地问胡话。没喝。苏七七更困了，说话断断续续。喂，什么呀？江训挑眉，看着怀中娇艳的人儿，微低了头，低声：咱们一下就有了宁儿，你觉得我需要？而且里面下了催情药。苏七七将要断片睡过去，忽听这话，惊得瞳孔放大，直直地盯着江训。这个腹黑冷男。第33章他儿子差点出生，几傻子。孩子都生了，苏七七才得知当初那鹿血酒不仅不一般，里面竟然还掺和了催情药，吓得他急忙检查了一番宁儿的全身，近日的状态，幸好身上没多什么，也没少什么。绿萝说宁儿刚出生时哭得很响亮，没一点病歪歪的样，满月以来能吃能睡，眼神也不呆滞。一番下来，苏七七才放心，大概不是傻子。古人安全意识太差了，要是因为喝了那些脑子出问题了咋办？有道是男主的儿子就是小男主，能够长大大约免不得多灾多难。苏七七没成想他儿子差点出生几傻子。而之后幸亏江训跟苏七七解释了，是之后两人完事了，过了许久以后，他才察觉那晚的酒中有东西，若不然的话，苏七七肯定要让江训半个月不理他。星号。日子一点点平静地过下去。宁儿的百日宴过去没多久，就到了端午。端午讲究安康，一般到了这种大节日，宫中都是要隆重举办的。江训是皇子，免不得要进宫赴宴。正巧他今年得了儿子，宫中还没有人见过，就在端午即将到来前，宫中特地下了旨，皇上让江训把宁儿这个孙儿带进宫给他瞧瞧。过了百日的孩子身子没那么纤弱了，可身边势必缺不得人照顾，江训想把苏七七一块带着。王爷，您让我陪您进宫。苏七七知道这个进宫的消息有些惊愕，不是按道理他这个身份不能去的吗？江训已经在准备着饮宴的朝服了，若一般的家宴只要着常服就可，但这次家宴连着端午，少不得有1、2品的大臣一块参加，所以很是隆重。不是陪本王，
是你陪着宁儿去，难不成宁儿这阵子不是你养的，吃的不是你的奶？那当然是了，我喂宁儿的时候，您可亲眼看见呢。昨晚宁儿喝奶，差点没将我咬哭，您还没良心的笑我呢。宁儿大了，性格慢慢出来了，喝奶的时候不专心喝着，喝着就咬他，那刚冒尖的小乳牙虽不大，咬人是真疼。本王后来不是替你训宁儿了吗？没帮你揉。江训盯着苏七七胸前，似乎自打生了宁儿后，苏七七整个人都圆润健康了许多，面颊上也有抹润泽的红，显示着精神。不过模样还是精致的，有种介于少女与少妇的娇憨。苏七七被江训盯得发烫，她自从怀宁儿和坐月子养宁儿这段时间来，都没有和江训真正同过房。这一点是因为江训很听大夫的话，怕贸然早早的跟他同房会对他造成什么损伤。注意出事之前，江训怕他一个人在双仪阁因为房子大害怕。现在宁儿都100日了，她月子坐满了，江训在冷清禁欲一个人，到底是碰了女人有了孩子的男人。苏七七一起，有时夜晚江训对她私下的触摸，怕是早忍的难受了，也庆幸这种纸片人男主相对洁身自好，没那什么上脑，随便抛下了他找别人。若要找了别人，双仪阁就是闹起鬼，他都收留不了江训，他管不了日后江训因为什么一个个的收女人进后院，娶什么王妃。但属于他的时候，他不想让旁人染指。苏七七想了想，这种事不好大白天谈，替他系好最后一颗纽扣，拍了他胸口一巴掌，没将他之前的话当真。好了，王爷赶紧去宫里吧，去晚了回头还怪我呢。回来我有事跟王爷说。什么事现在不能说？江训跟着苏七七的脚步走到床榻前，一把将要倒进床上的苏七七薅到了怀里，揽着她的腰，迫使她站直，捏着苏七七如今上了肉的小脸发愁。本王真是发现你一有空就往床上倒，对身体不好。江训在武术场学武时就被师傅交代要勤动身体，这样容易少病灾延年益寿。即便已经不去武术场了，他时刻都保持着锻炼身体、注意饮食的习惯，不为自己活得长久，至少无病无痛。苏七七这般懒散的模样让他很担心。江训身上的朝服珠子玉器的太多了，靠着一点也不舒服。苏七七努力推开他，坐在床上，寻思江训的话也犯疑问。他见到床就倒，那是因为他经过了人类的进化，在科技发展的世界里享受第一。江训这么锻炼身体，一想到他活不长，怎么就替江训可怜心疼呢？不躺了，不躺了，好事只能回来再说。苏七七听话的点点头，想着等江训走之后再躺。江训一把又将苏七七拎了起来，按着他的肩膀将人推到了妆台前，手中不停地扒拉着盒中的饰品。之后换了绿萝进来给苏七七打扮，他坐一旁看着，说了带你去不是戏言，本王没有王妃，今日定然要有家眷陪同。父皇说了见宁儿，你现在还在喂宁儿，不去宁儿既没有贴身熟悉的人照顾，又没有人喂奶，饿了闹人怎么办？说白了，皇上要见江训的儿子，是因为宁儿是江训的长子，江训现在没王妃，若有王妃，苏七七也亲自喂不上孩子。王妃一定会以主母的身份将宁儿安排好，若遇见了今日这场面，她带着宁儿和奶娘直接进宫，根本不需要在乎苏七七能不能去。问题就在江训既没有王妃，宁儿也没有奶娘，苏七捡了这2个便宜，即便去了也没问题。因为皇上不能光为了见孙子，让孙子饿着，散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呢。苏七七被江训那么仔细一说，立马觉得很合理。若单单江训为了让他开心，带他去一趟宴席见见世面，依照晦气找上门定律，万一遇见个看不上他的，肯定要受一番嘲讽。因为宁儿的话谁敢多嘴，可是皇上亲自提名要见的他孙子啊，没想到苏七七这么快就凭儿子遇见了这种好事。之后苏七七在绿萝收拾妥当下，怀中抱着白雪团子可爱的儿子宁儿，搀着江训的手上了去皇宫的马车。宫宴不是一到皇宫就能开始，要等一个特定的时间。江训带着苏七七母子下了马车后，先去了书和殿。第34章宫宴。宁儿笑赞太康帝政绩，淑妃是本王的亲母妃，父皇那里可以等她的召见，但端午父皇那里应该会很忙，所以先来书和殿将宁儿报给母妃看看。路上江训给苏七七讲着规矩。苏七七，应该的，咱们宁儿是淑妃娘娘的亲孙子，宁儿没出生前，淑妃娘娘就处处送宁儿东西，该见的。至少知道她生产那日，淑妃大老远的派人来企图剖她肚子，都要宁儿好好出生，她不怕淑妃会对宁儿做什么。江训对母妃的心思一清二楚，他并不觉得淑妃见到宁儿就是真的喜欢，但也会维持一个祖母的体面。可听到苏七七这话，不由得侧头看了他一眼。他母妃为了要宁儿可没善待苏七七，苏七七还这么处处恭敬，无声握紧他的手。书和殿内，这孩子跟炫儿可真像。淑妃是第一次见江训和苏七七的孩子，知道孩子是苏七七一直喂的，今日也来了，他没多说什么，抱着孩子象征性的看了几眼，太像江训小时候了，比起江训淑妃的十皇子江辉更像他。可惜就是这样，江训倒有6、7分皇上的样子，连眼前这个孙儿都是萧父。不过因为他偏宠江辉的缘故，并未觉得江宁的模样有多好，想着江辉未来有了子嗣会更像皇上。
宁儿现在已经会看人了，在宣王府时经常抱她的人，拢共就苏七七、江训、绿萝，还有旁的年长嬷嬷。蓦然换一个陌生人，她不认识，不过没有被吓到的感觉，眼睛咕噜咕噜的一直盯淑妃看。淑妃这时抱着宁儿，还免不得把江训和江辉放在一起比较，一直很少说话，也不逗宁儿，直接让宁儿给她看得发毛。其实有时淑妃也害怕江训看她时冷漠的眼神，那会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苏氏亲自喂养辛苦了，显嬷嬷、淑妃没表现什么，抱了一会儿后，把宁儿又给了苏七七，随后让显嬷嬷拿了2只镶金的盒子送出去。她知道这里面一些是孩童玩的小玩意，一些是金玉之物，当是本宫这个祖母送宁儿的百日宴礼物。多谢母妃。这辉儿真是的，怎么还不来？没等江训直起身，淑妃走回了主位上，眼巴巴地望着殿门外。江训的动作滞了一瞬，后又极快地掩饰下去。除了苏七七发现了外，不说别人，就是淑妃这个望柚子时都没发现大儿子的异样。苏七七暗叹了口气，不止刚才，就是江训进了舒和宫后，脸色就没温和过，连声音都一直比跟他在宣王府时冷了许多，像是当初他刚见江训的样子。心道母子问题还挺大，也不怪江训会是这个性子了。哎，奋斗型男主的标配啊！娘不疼，亲爹的鱼塘中好蛋儿一大堆，哪能独宠一个？有等于没有。苏七七有些替江训委屈，刚准备谢礼，也不打算谢了，反正淑妃又不在意。他默默凑近了江训，拉着宁儿的手戳了戳他。江训视到一股柔软，转头一旁是苏七七和他的孩子，难得软了软眼神，回一抹淡笑。宫宴开始后，属于江训目前混得还不错，苏七七可以和江训一块坐在大殿的靠前方。一开始当然为了展示太康帝威仪，下面全是臣子彩虹屁祝贺太康帝和太后端午安康的时刻。落座后，太康帝象征性的发言几句，大致都是今年的端午如何，比去年端午，今年发生了哪些好事，政绩如何，斩了几个贪官。苏七七果然不论古今，上位的领导人说的话总是不论场合的枯燥，而他只想吃席。苏七七无聊地抱着宁儿发呆，宁儿睡了一天，正好这时来了精神，但看到亲娘昏昏欲睡的模样，不由得替苏七七打了一个哈欠，自己手搓着手玩的乐呵得很，忽的咯吱咯吱的笑出了声。正好太康帝的话中途有意顿了顿，恰巧给宁儿留了针落都能听见的寂静。整个大殿中回荡着一声又一声宁儿稚子纯净的笑意。苏七七刷刷刷，好多目光，社死。嘘嘘，他不敢动作，一个劲的低头给儿子示意，都忘记了他看不懂。什么时刻，赶紧把孩子带下去。淑妃最先惶恐，蹙眉望了一眼苏七七的方向，而后赔罪。皇上，杏儿那个儿子小，搅扰了您。江训随着出来赔罪。父皇，儿子失礼了。一殿除了江训母子赔罪后的声音，还有时不时的几声宁儿的笑声，谁都没说话。顷刻后，太康帝最先笑出声：你们母子真是扫兴，朕刚才说到去年下半年收的稻子比上半年多了3成，正等着朕的臣子们夸耀朕的政绩呢，等了半天，臣子们还没朕这新得的孙儿有眼色，瞧笑的。太康帝略微停顿，确实有那么些意思，不然不是白费他口舌。谁知他的臣子们一个比一个内敛低调，跟夸他一句就成了谄媚奸臣一样，没一个领会他意思的，还不如一个婴童来的讨人喜欢。淑妃，咱们这个孙儿是叫宁儿吧？他转头问道。淑妃没想到太康帝是这个反应，木木点头，训儿取的江宁。您好啊，安宁太平。太康帝十分满意的颔首，他捋了捋下巴上的长胡子，吩咐了一声江训：宣王，你还站着干嘛？朕的孙儿都到跟前了，不抱给朕看看，是想不让孩子认朕这个皇祖父吗？儿子不敢。江训听命去苏七七的怀中抱宁儿。宁儿现在已经不孝了，不过精力还是出奇的旺盛。瞅见换了一个人抱他，也没有害怕，因为江训经常抱他，这把苏七七当娘的慌得不行。上面的太康帝宁儿见都没见过，虽然之前淑妃抱着没哭，可太康帝那一把胡子可以穿道士服炼丹成仙去了，很怕宁儿被吓到。有几个人喜欢一抱孩子就哭的？苏七七真怕太康帝大喜变大怒。江训面上端的平和心中也在打鼓，除了其他兄弟的一切嫡子外，父皇连太子的庶子都没怎么见过。宁儿得到这个荣耀不容易，也怕宁儿换了威严的父皇会哭。第35章江宁吞金小童子。宁儿正盯着江训咬手手，蓦地被送到了别人的怀中。太康帝把宁儿调了调姿势抱着，一只胳膊给宁儿枕，一只手拿过他塞进嘴中的小手，眯笑着眼，颠颠蔫的小手慈爱逗道：宁儿知道朕是谁吗？朕是你皇祖父，长大了要喊皇祖父的。宁儿被换了人抱，起初他满眼陌生的盯着太康帝，觉得不认识，还眼巴巴的去看江训。江训退到一旁后没有笑脸，他就知道父王不打算抱他回来，扭头再看回抱他的陌生人，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嘴上还垂着长长的长头发。为什么父王没有？娘亲的长在头上，陌生人的头发长下巴上，宁儿不懂。只是宁儿最喜欢喝奶的时候拽一把娘亲的头发了，娘亲总跟他好声好气说宁儿松手，娘疼，他就把手松掉了。陌生人说他是自己皇祖父，
宁儿更不懂皇祖父是什么，可是抱他的皇祖父一跟他说话，长头发就不停地动，尾须扫到他脸上，痒得他直眯眼想躲。还有另一只没被皇祖父抓的手，宁儿啥也不管，跟拽苏七七的头发一样，拽了一把到自己的手心里。哈哈哈哈呜！拽到后，宁儿也没使劲，就在手里握着，直张嘴笑。父皇，江训见状，想到太康帝怀里，把宁儿抱回来。淑妃心中焦急，在一旁不敢言语。苏七七坐在下面看不清情况，见着江训上前，指定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只能期望太康帝大度些，别心惊胆战的。朕又没生气。太康帝眼尾扫了一下江训，江训晋身后退。而后太康帝又逗了宁儿2下，胡须再扫了2下宁儿，孩子还是被一逗就笑。有意思，他到底怜惜自己的胡子，没被拽疼，也不可能让一个婴童这么在手中拿着。太康帝将胡子拉回来后，望了望之前江训坐的位置，下面那个是老六的夫人吗？苏七七，他已经很低调了，没想到这都能被喊到。顶着一殿人的目光，默念他们都是大白菜，走到殿中央回话，禀皇上，妾是苏氏，孩子养得很好，爱笑，用心了。苏七七对于宁儿爱笑这点有话说，她就是怕宁儿长大了冰坨子属性传得厚，所以不管喂奶还是日常都会逗宁儿笑。可宁儿换了江训抱都没对她笑几次，没想到她在没见过的人跟前笑了，之前吓得她白担心了。皇帝就是皇帝，想搭理你就喊你出来说话，不想说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太康帝转眼去跟他亲母后元惠太后炫耀去了。苏七七默默地退回宴席前。太康帝母后，这老六家的孩子有趣，胆子大，若其他的皇孙这么点大被朕抱怀里，早被朕的胡子吓哭了。这孩子不仅不怕，朕一逗他还笑。他满含深意地瞅了一眼江训，比老六讨喜多了。太康帝嘴中其他的皇孙，无非是其他一些儿子有所出的嫡子，有的都坐在下面。元惠太后老了，这把年纪抱的孙子重孙不少，见过胆大的，但真没见过胆子不仅大还爱笑的。正好凤阳长公主坐在他旁边，因着江训爱屋及乌的心思，他附到元惠太后的跟前私语了几句。元惠太后眸子一亮，认真看了看，是吗？真俊，像旭儿。你也别嫌弃旭儿，淑妃性子沉稳，翻天了，旭儿也是你的儿子，他的脾气准有你的份。跟着元惠太后替江训也语了2句太康帝。凤阳长公主是元惠太后唯一的女儿，从前先帝在的时候，有次外邦过来，差点要女儿远嫁，后来用财物才化解了远嫁。她如今这个岁数，子女都在身旁，是大福气了。比起女儿早早丧夫，只有唯二的2个外孙陪她，她的孙子很多，除了格外注重太子他旁的，只做好一个皇家祖母的本分。对待江训有2分联系，都是因为小时候为徐敏言吩咐过。这孩子像过了100天，元惠太后抬头跟江训问道：江训，宁儿前几日刚过的。哦哟，那真是哀家老糊涂了，100日那天忘记了给宁儿准备礼物了。元惠太后跟身后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嬷嬷使了一个眼色，嬷嬷笑意满满的走出来。太后您老人家没忘，您说好久没抱重孙子了，这次再有重孙子，一定要看哪个孙子识趣，把重孙子抱到您眼前您才给。今儿宣王不就把小主子抱来了吗？东西早准备好了，奴婢这就让人去取。皇家人筹备礼物也比较麻烦头疼，知道谁家有喜了有丧了，都要送些东西聊表心意。像元惠太后这样的老祖宗，儿孙的大喜定然少不得的，所以就会提前准备很多份放在库房中，有哪个需要送了直接给。有些特殊元惠太后不想含糊的才会另准备。皇家子嗣多，宁儿这种庶子有的满月也掀不起波澜，更不会再关注后面的大小节日。因着今日场合又有凤阳长公主在，元惠太后不想不表示。不久，她身边的嬷嬷就拿东西回来了，是一副金玉头面，有金线镶玉的帽子、玉带、金线织的衣质的鞋，一套下来贵气十足。哎呀，母后您这出手阔绰，让朕有些。太康帝真是什么都没准备，可他想送，不送说不过去，不送他怕这个会对他笑的孙儿觉得他小气。说这话时，太康帝脑袋一闪，想到什么，献宝似的将宁儿又抱给皇后看。他觉得皇后是中宫，他准备了相当于自己准备了。皇后自己上个月亲儿子的某个夫人才生了，他觉得是庶子没必要显摆。皇上更是都不知道他3儿子又得了一个庶子，不想今天淑妃家的庶孙风头大了。还好刚才元惠太后让人准备的时候，他就觉得气氛不对，让人偷偷去准备了。皇后面上维持着得体的笑意，向身旁宫女示意，就听说宣王有长子了，皇上日理万机繁忙，臣妾哪能不准备。皇后的东西被呈上来，一对长命锁，一对金项圈，奢侈的不行。苏七七后来看见那些东西，心里害怕，可不能在外面给他儿子带着招摇，别回头人还在东西没了。太后送了礼，太康帝和皇后一起要面子送了礼，不知是陷入了什么漩涡，好好端午安康的宴席一下演变成了送礼的场合，全是些妃嫔为了巴结太康帝，或是久未见君的好不容易能来宴席赴宴。
逮到机会就三三两两的借着宁儿这个孩子，准备点礼物跟太康帝说话。礼物先不论贵重，但绝对没人敢说少。苏七七偷偷瞥了身后堆的单子，他这是带的儿子来吗？简直是带了吞金小童子来。第36章熊孩子找麻烦。后面开宴了，太康帝才让江训把宁儿抱下去，苏七七可松口气。再瞥了一眼身后的李丹，回去的时候怕是马车要挤人了。敏言不错，今年得了状元，入秋就要成亲了，有了功名和家业之后，就要心无旁骛，好好在翰林院历练，日后朕期待你的作为。酒过一半，太康帝突地夸赞起徐敏言。今年殿试后，徐敏言就中了头名，凤阳长公主欢喜的摆了半月的宴席，后来又给徐敏言定了一个和太富家的姑娘，婚期入秋就办。徐敏言谢皇上，敏言不负所托。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之后太康帝不再盯着席下，宴席氛围松快了。徐敏言是新科状元，更是凤阳长公主的儿子，有些心思的皇子不管跟他玩的好不好的，都想去热络一番，几乎是争宠的热门人物。例如大皇子平王江排，二皇子贺王江征，三皇子顺王江淮继后儿子，四皇子张王江律，五皇子太子江衡。你不去吗？苏七七瞅着那边热闹。江训摇头笑道，不过锦上添花罢了，敏言很好，他能考上是意料之中的事。苏七七听完没作声，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缘故，记得原文书中写过江训和徐敏言关系很好的话，可整篇文倒也没有写俩人好在哪里，做过什么，倒是徐敏言对宁儿真的好。难道是因为他没看番外？正在苏七七默想间，徐敏言对这些人一一敬过打发后，他径直走到了江训这边，举杯道：六表哥，恭喜喜得离儿，也恭喜敏言蟾宫折桂。江训举着杯回敬了回去。待他喝完，徐敏言的那杯还没动，见他对着苏七七举了起来。苏夫人，恭喜。不管两人关系怎么好，但江训都没有过去敬，徐敏言该懂江训心思的。他这么过来，纯粹是因为他。苏七七抱着宁儿没抬头。江训拦过，敏言，七七他要给孩子喂奶，喝不得酒，我来。跟着他又斟满了一杯喝下。徐敏言定定地看了苏七七片刻，最后仰头喝完了杯中的酒水，带着醉意的走回了之前的位置。江训奇怪，之前你在府中跟敏言认识吗？我瞧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样，但具体说不上来。苏七七，世子是公主的儿子，活在长公主府不认识是不要命了吗？有什么不一样？我瞧世子今晚是喝醉了，方才还没到跟前就一阵酒味扑了过来，我还害怕闻多了回奶呢。他敬我酒差点吓死。江训还在想徐敏言的模样，觉得他不是一个酗酒的人，不可能不控制酒量，一听到会回奶，慌的抬臂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酒席间难免少不得一起举杯，他尽量没饮多了，还是沾上了酒味。我身上也有。苏七七刚才紧张，现下觉得这处殿内气息污浊，身上也热腾腾的，他低声：那没办法了，王爷，我现在闻得特不舒服，宁儿也要吃奶了，我带她先喂奶去。有正殿饮宴就有休息的偏殿，苏七七跟江训打了招呼后，赶紧抱着江宁出去了。在绿萝的陪同下，跟着宫中引路的宫女找了偏殿的一间小隔间，这才解了衣服喂奶。因为比平常晚了一盏茶喂奶，宁儿吃得十分卖力，不一会就满头大汗了。苏七七想着今日收回的礼单，盯着怀里娃黑黑亮亮的眼睛，真是个小机灵，小小年纪就能给他笑出这么多东西回来。放心，等娘欣赏够了，你那些东西会还你的。没够钱都是他的，江训也不给。喂完了奶，苏七七把孩子交给绿萝，让他出去拍拍奶，自己系衣扣。收拾前听到几声轻斥：皇祖父的庶孙罢了，庶子我们家要多少有多少，才没出息呢。就是我看见皇祖父的大胡子，我也不会哭。他今晚得了好多东西，皇祖父从来没这么大方，真晦气，我家庶弟都出不来，他这么大点就来跟我们同席，真会出风头。才不是，我们小主子是皇上亲自下旨带进宫看的，没有争风头，也没有不出息。之后又出了绿萝怯生生的维护。苏七七闻听不对，绿萝跟着他出了北院，哪天不抬起腰杆见人，听几个孩子的话像皇孙。可即便是皇孙绿萝也不会怕成这样，定然孩子身后有人撑腰，大约是他们娘。哎，他现在出去肯定逃不掉被反派嘲讽，可不出去外面那是他亲儿子。苏七七不惹事，但也不当包子。绿萝，把宁儿给我。他走出小间抬手，当苏七七一出来，四个孩子往后退了退，与此同时有几个打扮华丽的妇人各自往前站了站，依旧默不作声。看向苏七七时，一张脸是那种既对他看不上，又勉强给他一个眼神的表情。你就是这庶子的母亲，你让你儿子给我们跪。苏七七，跪呀，当然跪，可你们不跟我说你们是谁，我儿子怎么跪？跪错了怎么办？几个孩子一听面面相看，好像是这么个理，然后一一介绍：我是平王世子。哦，我是贺王世子。我是顺王世子。哦，
我是张王世子。唉，几个孩子说一句苏七七应一句，几乎就是那几个夺嫡头子的儿子，最大的都不足8岁。你跟你儿子还不跪？张王世子说，玩瞪苏七七。我跪半天了，你没看见？我跪了，那你给他跪了吗？你娘给他娘跪了吗？我跪完了还怎么跪？苏七七看着张王世子，指着最大的平王世子，你还有你，他指着贺王世子和顺王世子，你们跟你们娘都给他和他娘跪了吗？4个孩子，4个王妃。第37章苏七七论规矩，4个皇孙嗷嗷哭。跪拜是大礼，先君臣后父子，难道弟弟不需要给哥哥拜礼，弟妹不需要恭敬嫂嫂？几位皇孙小世子难道都没排过长幼？于情于理，平王世子虽和你们同是世子，可却是你们的长兄，他和平王妃怎么不能先受你和你们一拜？贺王世子和贺王妃又怎么不能受你们一拜？苏七七最后看向后2个孩子，你们难道不亦然？4个王妃到底只是妯娌而已，又分属不同的皇子家中，几个皇子可都惦记着一个位置，连带着他们表现出来的和气也只是表面上的，私下早怨气颇深。当然遇见了一致对外的情况，他们也不会此刻闹脾气。平王妃刚想做好人表示大度说不计较，儿子平王世子年纪小，就想不通的挠起了脑袋，觉得苏七七说的对。母妃，这个人说的对，我是他们的长兄，他们从来都没有对我拜礼，有时还联合起来捉弄我。皇祖父、曾祖母面前，他们还时不时的故意说我坏话，就想自己夺得皇祖父的喜欢。赶紧的，你们都要拜我。大人之间的氛围针尖对麦芒，面子上的和平小孩子是很敏感，可以感受到的。所以几个孩子根本没有表现的玩的亲密，不过是知道自己同生在一个皇室血脉。真到了要计较谁在太康帝太后心目中重的时刻，都争着要显摆。这不仅是他们，还是他们的父王从小生活在皇家的规则。毕竟谁都知道，最受宠的那一个得到的好处最多，更何况有时私下玩出局域时，并没有好好的解决过。一个引火线出来，定然要爆炸。那既然这样，你们俩也要拜我。贺王世子不平，觉得既然这样，他身后还有2个堂弟，他要拜平王世子，后面的顺王世子和张王世子一定也要拜他。顺王世子有一个继后祖母，顺王妃从儿子小小的一点就灌输他跟其他世子不一样，哪能吃这亏？你们拜我才对，不拜我找后祖母说你们欺负我。张王世子傻眼了，看前面的都是哥哥，顺王世子又有继后做靠山，就他最小最没人撑腰，哇的一声哭了，就欺负我？你们谁都可以互相拜，就我全要拜，你们不是好哥哥。莫孩子理会张王世子的嚎啕，前几个孩子都小眼瞪大眼的让后一个孩子拜呢。孩子最不可控，没争论几下就动上了手。他们的母妃哪里坐得住，在一致对外自己的孩子不能吃亏，关心则乱连忙加入了孩子的对战中。几个王妃直接撕破了脸争论，争论的什么？当然是苏七七说的那套拜理论，毕竟谁占了优势谁有理。不久偏殿内的争论响声就躁动到正殿都能听到的声音。太康帝觉得不对，让贴身总管去看，最后看到几个王妃衣冠不整，回去通报了太康帝。太康帝听后脸直接铁青，但觉得皇家的脸不能丢，先是将朝臣及家眷遣出了宫，最后留了自家人，才将消停了的几个儿媳皇孙宣到正殿问话。4个王妃打得现在还头脑大热，可都不敢将错揽到自己身上，觉得已经不能用苏七七那套话去脱罪了。之后抱着各自嗷嗷哭的孩子，齐齐指向苏七七，是他以下犯上，大致就是告苏七七言语挑拨孩子们的关系，才让他们为了孩子打了起来。太康帝一听脸色一沉，还未张口，苏七七也抱着自家的孩子跪到了地上，还没酝酿眼泪就掉了出来。是妾的错，都怪妾，妾的孩子还是一个牙都没扎全的襁褓婴儿，几位小世子要妾的孩子给他们跪拜，妾不该偷懒代替的，可是孩子现在他实在做不到啊，不然等孩子大了，妾亲自束缚拉着孩子到各位世子的家门口去一一叩拜。七七，您儿这么大点，他能给谁行礼？江训许久没见苏七七这么哭过了，这么大阵仗还生怕吓到他。胡说，他自己都没拜我们，说什么孩子拜了，我们可没苛待他，真不知是哪出来的低贱丫头，也配诬赖我们，没点体统礼仪。顺王妃到底仗着自己和别人不同，对苏七七叫嚣。苏七七是我府中出来的，看来这么不如顺王妃的意，实在是我府中的体统礼仪让顺王妃看不上。凤阳长公主坐在元惠太后旁边，根本不将顺王妃看在眼里，而是睨了一眼继后冷笑。若今晚是苏七七惹了事，她没理由管，更懒得管，有江训呢，可把苏七七的根都拔了出来，她在冷眼看着，就相当于任由别人把巴掌打她脸上。顺王妃殿前失仪，还不跟凤阳长公主赔罪，继后不愿意跟凤阳交恶。顺王妃怯怯看向凤阳长公主道歉，臣妾有罪。凤阳长公主只哼了声，没给眼神。苏七七早就在文中看到顺王妃无城府，
后来舜王想攀更高的亲，企图贬妻为妾，他还傻傻配合，没成想更夸张。事情不处理完乃能结束。苏七七继续出声，妾哪敢不敬皇孙们，行礼时绝不敢敷衍，有门外势力的宫女为证。几位王妃妾确实没有拜过，实在是妾初次进宫，不识人分不清，妾有错。说到宫女，太康帝就询问了方才守在偏殿外的宫女，因着王妃们身边有自己的贴身丫鬟，那些宫女只在有需要的时候进去。问了宫女后，宫女们齐齐说苏七七行了礼。原因是几个世子说话时声音高昂，听到那动静，宫女们偷看了一眼。几个世子在介绍自己时，苏七七抱着宁儿都有蹲身回应。什么场合一定要行跪拜大礼啊？宫女上岗都没这么严格，那姿势可不是行了。贺王妃为大，事情真定他们错，他这个长媳最惨，急忙反对。不对，当时殿内离殿外有些距离，那些宫女怎么能看清？可儿媳们身边的宫女是可以作证的。贺王妃跪挺起背指苏七七，绝对没行，是谎话。父皇，你问我们的宫女。太康帝一听，深觉这几个儿媳真出息，刚才不问几个王妃的丫鬟，那是容易出伪证。他能问。末了末，太康帝想起来一旁医术还端庄的太子妃，另几个医术端庄的7郡王妃、8郡王妃、9郡王妃。你们没事？太子妃，你说苏氏有没有以下犯上？苏七七一听太子妃，他想起来了，刚才还有几个看戏的呢。默然顺着太子妃走出来的动作看了过去，而太子妃也在看着他。第38章，你不正经。在两人对上眼神后，太子妃神情傲然地重新扫过4个王妃，对上方的太康帝禀报：禀父皇，宣王的夫人向世子们行礼了，是几位嫂嫂没认真看。因几位嫂嫂当时并没有跟宣王的夫人说话，离得也有些距离，儿媳想宣王的夫人应该也没有胆子跟嫂嫂们随意攀谈，或许确实如宣王的夫人所说，她不识。儿媳想既不识也不能贸然行礼，若出错了更是笑话。宣王夫人应该没错。说完，他看向7、8、9 3位郡王妃，问道：7弟妹、8弟妹、9弟妹，你们若看到的跟我不一样，也可如实跟父皇禀明，今日总要将这事弄明白，看看冤枉了谁，又到底是谁出的错。7、8、9 3位郡王妃不过是今年年初刚嫁进皇家，根基浅不说，因这3人夫君都是年龄到了按例出宫别居，并不像江训那般能自己立功，为自己争得一个亲王封号，所以目前只得到了郡王的优待，跟前面的嫂嫂们甚至太子妃都不能比，也混不进他们的圈子，向来风朝哪边吹，他们往哪边倒。见太子妃当堂问询他们，又看了看今日狼狈不堪的4位王妃，他们选择了复因太子妃的话，儿媳与太子妃所看一样。太子妃说的也不是事实啊，问到现在，平王妃都忘记到底是怎么闹出来的，而且太子妃跟他们根本就不对付，可就是觉得不对，但怎么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太子妃回头，那嫂嫂是什么意思？我胡言了，其他3位弟妹这么说也是有我的教唆。太子妃是储君之妃，平日里这4位王妃哪真心待见她，她同样仗着太子妃名头，认为自己跟他们不一样，而她处处又看4个王妃平日里凑在一块碍眼，尤其是继后家的人傻想得美。所以今日她不是帮苏七七，因为苏七七更不在她眼里，比起让一个宣王的小妾担责受罚，她更想见4位王妃吃瘪。他们吃瘪就是他们夫君吃瘪，她开心。反正平时他们夫君就对他夫君暗戳戳有小动作，根本不怕结仇。苏七七能在一开始就听到太子妃这么说，也猜到了太子妃心里打的主意。据原文中说，太子妃和太子可是一对傲娇夫妇，太子妃跟4个王妃不对付。江训他再是冷性，妻儿受到这么多人的欺负，他也坐不住。太子妃说斥责完平王妃，他同时走了出来，不过不是那种强硬的对峙，而是以退为进，看向太康帝。父皇，七七不懂事，可能冒犯了几位兄长的王妃世子，但宁儿太小，他哪会拜？若几位嫂嫂心中不甘的话，儿臣愿替七七和宁儿赔罪。说着，他就对几个王妃世子各拜了一礼。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几个王妃再是江训的嫂子，但让江训这个皇帝的亲儿子，当朝王爷向他们4个行礼赔罪，前朝都没有。王妃们的夫君见到这一幕是慌了，一晚上自家媳妇没争出一个理，反倒让自己的兄弟这么低三下四。尽管他们私下各怀心思，可当着太康帝都争着表现兄友弟恭，瞥了一眼上面沉脸的父皇，紧忙上前去扶江训起身，之后说了许多道歉的话，反正恨不得将之前的争执翻过去，最后弄了一个误会的说法。太康帝白了底下众多儿子一眼，最后作为公爹，他各罚了3个儿媳1年的俸禄，禁足王府3个月。平王妃是长嫂罚了1年半，禁足3个半月。之后天色不早了，太康帝吹着胡子打发他们出宫。马车上，江训抱着宁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盯着苏七七，发现他眼睛上的红肿都没消，就在忙着漱金银，忍不住出声：
方才哭成那样，一点都没有委屈的地方吗？皇上罚他们了呀，几个王爷还赔了钱，稳赚不赔啊！苏七七震撼。刚才就在要走的时候，几个王爷紧赶慢赶的送来了许多东西过来，大概都是从宫中他们母妃那借来的，大约是想在太康帝心中留好印象，正好便宜他了。苏七七粗略点一下，一人1万，除去宁儿得的那些，都要有4万两。江迅哪里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他在乎苏七七的心情。今天就算苏七七有些小聪明，可身份上到底差距他们，定然有委屈之处。委屈可以和我说，别藏着，日后总有地方讨回来。苏七七委屈真没感觉到，今天又不是他被罚，还得了好东西。但想想那些阵仗，他想大概是江迅心疼他了，不好太没心没肺。坐到江迅旁边，把睡着的宁儿抱到一边睡着，挎着江迅胳膊靠他肩上。王爷，其实委屈也没那么大，可今天吓死我了。他们4个王妃护犊子真吓人，我都看见平王妃把贺王妃的头发薅了。平王妃是武将家出身，战斗力杠杠的，大殿上贺王妃一只捂着秃了的后脑勺哭。顺王妃把张王妃的指甲拔了，我刚生完孩子头发掉了不少，可不敢跟他们打架。但真吓得不轻，我会不会吓得被回奶啊？苏七七话音停，江迅视到他将自己的手拉放到他的某处揉了揉，浑身僵了。你不正经。他今日喝了酒，虽酒气散了，可为苏七七上火生了气，脑子还有些晕。明明是他想心疼他，但木木的只能吐出这几个字。苏七七一直没松手，江迅觉得这样不好。现在在外面还是白天，现在是在马车里，天刚暗，而且王爷晚上没少碰，也没说我不正经，我就是现在不舒服嘛。苏七七顺势合眼靠在了江迅的怀里，一天又带娃又喊冤的，他是真有些累了。江迅只能抬臂搂着，不让他不小心摔到马车板上，另一只手继续灼烫着。第39章杨江迅骨灰。回来10天已经大黑，苏七七在马车中补了一个眠，晚上精神头还行。江迅有些醉酒，他就早早的陪他合衣躺在了床上。江迅沐了浴，一身都是清新的肥皂香味。望着江迅闭合的双目，苏七七凑到江迅耳边细语了几句，不知道说了什么，期间他的眼睫不由自主颤了颤。待苏七七往后退了退，江迅才睁开眼睛，喉结滚了滚，他右手莫名的又烫了起来。不过不敢暴露异样，顷刻后他低哑道：“今日我饮了酒，下次……”什么？苏七七莫名的眨眨眼。江迅，喝酒不好。这句话才把苏七七说得明白过来。之后他在对上江迅的眼神，同样不自觉的别扭起来，浑身刺挠，显得他很着急似的。转了个身说睡了。江迅这才笑笑缓解了紧绷的身子。苏七七不知从哪听的喝了酒后同房，万一有孩子会对孩子的脑子不好。他真去问了大夫，大夫说有影响。今晚他哪里敢有想法，暗暗叹口气，也老实睡了过去。翌日晌午过后，苏七七抱着宁儿在屋中玩。江迅从外面回来，刚踏进双仪阁，就听到了宁儿咯咯笑的声音。待他进屋后，苏七七停了逗弄的声音，宁儿的笑声还没停。可当他走近，宁儿看见他后，弯起的小嘴一点点的收了起来，盯着他，既不哭也不闹，模样乖乖巧巧的，还会刻意给自己找事做，将正脸转回苏七七怀里，咬着手指自己玩。江迅莫名，把宁儿给我抱抱。他张开双臂，苏七七把孩子送了过去，就见江迅低着头研究宁儿的表情，认真程度不亚于看他那些史书。苏七七，王爷，宁儿怎么了吗？没发现吗？方才我没回来的时候，宁儿一直在笑，现下我抱在怀里，她快要睡着了。江迅横抱着宁儿的身子，苏七七探头看过去，发现小小点的人儿，眼睛一下一下的眨着。等他看过去的时候，又突然瞪大眼睛，没见他想抱，宁儿又眨着眯瞪的眼睛，昏昏欲睡。苏七七，这正常吗？刚睡醒才喂的奶，这个点可不是宁儿睡觉的时辰。七七，你发现没发现，宁儿不爱对我笑，可昨日宫宴她却对父皇笑了。江迅最终说出心中的疑问。若平日里宁儿会对苏七七和他丫鬟笑，江迅可以理解为他们带的宁儿酒，宁儿依赖，不对他笑就不笑了。但昨日宁儿才第一次见父皇，不害怕便罢了，笑得和苏七七抱着他时一样灿烂。这时作为老父亲的江迅心中就吃味了，总想弄清是怎么回事。苏七七，他把江迅的疑问听完后，琢磨了一会儿，默默看了看父子俩的现状。宁儿这鬼精灵装的困极了，到现在都还没睡着，眼皮不停地鼓动着，而江迅之手在一搭一搭地拍着。他好像知道为啥宁儿对江迅不笑了。江迅每次抱宁儿，既不哄她玩，也不说好听话给宁儿听，要么硬生生地跟宁儿说我是父王，要么冷着一张脸，拿着宁儿的拨浪鼓在他跟前鼓，鼓得宁儿斗鸡眼，生怕鼓珠打到他，从来不会跟宁儿堆笑脸。宁儿宁可在江迅怀里装睡，游神都不敢跟他笑。太康帝到底不常见，抱住宁儿后，宁儿既然没有哭，说明不怕生，笑笑很正常。总结完江迅这无能哄娃的能力，苏七七突然想到了原文某个情节。
原书中写江训跟自己这唯一一个儿子关系微妙。若说江训是大兵脸，他这个孩子就是小兵脸，父子温情从来没有提到过，反而一板一眼的记载过。他这个儿子江宁自小聪颖，不仅貌似其父性格同样肖其父一样的寡言寡淡，而且在江训的国丧后，登基为帝的江宁一夜登临皇宫城楼，怀中还抱着一坛不知名的物品。据说江宁抱着怀中的坛子撒了许久，那些不知名的粉末在城楼上随着夜风飘扬进无边的墨空中，可还是有些落入到有心人的跟前。江宁的贴身太监曾因沾染过少许粉末在身上，后来内心暗惊一具骨灰。虽然没有详细心理描写，但这无疑让苏七七觉得当时江宁撒的就是江训的骨灰。感情这崽没把他爹往皇陵中送，还扬他爹骨灰。苏七七想想打了一个激灵，有些不忍想身后父子感情，建议道：王爷，你逗逗宁儿啊，宁儿是小孩子，很好哄的，他喜欢听好话，你夸夸他的大眼睛、高鼻梁、浓密的小眉毛，他听高兴了都能笑的，或者抱他举高高也行。但像你这样抱着他什么话都不说，冷着一张孩子都怕的脸，他会说话的时候都不带对你笑的。这第一个孩子对江训来说给了他太多无法言喻的瞬间，他心中爱，但也确实情绪内敛，不甚会表达。苏七七甚至会觉得，若自己总是冷着脸的话，宁儿长大都不亲他，能吗？江训不确定。苏七七，那王爷平常见我是怎么把宁儿哄笑的呢？江训一听是如此，不想放弃跟宁儿笼络感情的办法，他是道：宁儿，父王的宁儿眼睛真好看，大大的像葡萄。宁儿装了半天睡不着，趁着父母俩人嘀咕他玩手腕上的狼牙，蓦地听到父王跟他说话，吓得他眼睛立时放大。江训学是学了，可是他的语气声音没有感情，还忘了笑，反让宁儿不知江训是在干嘛，傻傻的瞪了他半天。这下宁儿依旧没笑，却把苏七七逗笑的肚子疼，捂着肚子直笑。江训听到苏七七这赤裸裸的嘲笑，耳朵一热，出声制止，不许笑。苏七七忍不住，但没太猖狂，不打算在江训面前笑。他捂着肚子往外指：王爷，那您跟宁儿再好好说话，厨房煮了梨汤，我去厨房给您端一份。后踱步而出，走时还留下了一串银铃声。等苏七七的声音彻底没了，江训觉得更难为情了，低头一看，宁儿又在跟他假寐，真是不亲他。于是想到了苏七七说的第二个办法。第40章肥皂生意起来了，欲拉江训合伙。江训抱着宁儿下榻，先是在房间里漫步走了走，后是喊了喊宁儿的名字。宁儿不亲，江训归不亲，不过知道名字是他的。听到这一声，他睁了睁眼睛，忽的宁儿感觉自己飞了，比苏七七举他的时候还高还刺激。宁儿先是害怕的撇了嘴，后是听到江训一声声的宁儿喊他，倒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刚想咧开了嘴，偶的一声哗啦啦落了一滩浓白出来，而江训正仰着头喊宁儿，恰巧不小心接了一嗓子：宁儿她吐奶了，王爷喝梨汤。与此同时，苏七七端着甜滋滋的梨汤来，看见了这一幕。宁儿满嘴奶渍，江训的身上脸上包括嘴巴同样是满嘴的奶渍。苏七七吃了一惊，虽慢了一点点方才那个或许人仰马翻的场景，可一点不难想象。宁儿吐奶吐到江训嘴里了。江训爱结惯了，这辈子能被苏七七母子对着他吐了2次，如何都端正不了模样去面对自己现在的狼狈。迅速把宁儿放在了榻上，自己冲去了耳房洗漱。没多久，苏七七不仅听到了水声哗哗，还听到了一口接着一口漱口的声音。做下一切的宁儿目前一切正常，而且还悠闲的在吧唧着嘴里溢的奶渍。这刚百日的亲儿子给爹的馈赠可真独一无二。等江训再出来后，他一直饮着浓茶，企图冲淡味觉与嗅觉间的奶腥味。苏七七抱着同样干净的宁儿，推了推手边的梨汤过去，继续忍笑：王爷，浓茶喝多了不好，喝点梨汤压压吧。又倒了一杯浓茶的江训见状，放弃了浓茶，端起梨汤喝了一大口。浓茶的苦味和梨汤的甜味一中和，好像是没有奶腥味的感觉了。他这才抬起头看苏七七，再看了一眼宁儿。苏七七紧忙解释：宁儿刚喝完奶，那么玩真会玩吐奶，我没想到王爷您会偷偷举宁儿。话没说完，嗓音里溢出几个笑音。江训耳朵更热了，这是他没周到考虑，孩子是自己的，能如何？只能吃下这个亏。最后倔强道：不许往外说。苏七七晃着脑袋点头：保证宁儿长大都不知道。江训，他特指宁儿了吗？星号。阿替，江训下朝回家就打了一个喷嚏。苏七七在点着账，听声他问：王爷，你病了吗？今日上朝进半官员身上都是肥皂香味，闻久了总想打喷嚏。你给你弟弟那个东西算是迈出名头了。今日还有朝臣直接给父皇献了几块，父皇喜欢的不行。自打苏七七弄出了肥皂，他的衣物就没有一样不带香味。平时他嫌熏香味重，后来觉得肥皂不错，味淡而轻，但用的人多了，一挤在一个店内，各种浓淡香味混杂，难免让他受不了。毕竟没肥皂香，那说明那人可能没沐浴，但绝对没洗衣服。苏七七算盘打得作响，
闻声笑道：“苏桑做的肥皂起来了。起初先弄了成品，一种无香型的和一种香味型的。为了确定是不是好用，苏七七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检查没有问题后，就让苏桑将肥皂投入到了铺子中售卖。开始百姓根本不知道肥皂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人家可以用皂荚、石灰、淘米水进屋，很少去花钱买这类东西，或拿闲钱去市买这些东西用，所以很难让他们了解这些肥皂的好处。苏桑的铺子开始也不大，而稍微家业不错的人家根本不逛苏桑的铺子。最后是苏桑走访了街坊、宅院，还有让周氏在家门口洗衣，才拉来了人群的目光。因为肥皂的原料需要用到草木灰、猪油、盐、酒、水，若加香味就要买进各类花香。上次端午时又购买了许多的艾草硫磺，制作了另一种除菌肥皂，所以一共有无香型、花香型、除菌型3种，分别卖半钱1块、1钱1块，还有2钱1块。大家普遍喜欢花香型的肥皂，不仅可以洗衣服，还能沐浴，只要化开一点，屋子里就可以芳香四溢。这东西不比胭脂老少皆宜，随便他们买回去干什么，总之有很多人心动，几乎一天就能卖100来块肥皂。后来为了趁着畅销，苏桑又租了厂房，请了工人，1个月下来少说5000块不止。于是乎钱赚得多，有些商人心中难免痒痒，他们更是为了趁机牟利，去买了肥皂回来研究原料。很快上京中就出现了更多卖肥皂的商铺，有些更是独家贩卖肥皂不说，还好不低调的弄出了噱头，加快了肥皂的名声打出来。上京城内掀起了一场肥皂热，大致意思说，若是出门谁身上不带点肥皂味，那一定是对方没洗衣服。对于别人拿他研制的肥皂研究贩卖，苏七七没在怕，肥皂只是他赚钱的其中一样罢了。中间比的就是谁对肥皂配方最熟，改良的最好，只要市场有需求，别人用不腻，就能继续赚钱。不可能他将肥皂带出来了，因为别人做了，自己就要抛弃这个赚钱的东西，给别人做嫁衣，卖不动才说。天天带宁儿还不累吗？注意眼睛，就算肥皂生意好，也不能一头栽到算盘上，不然我以为府中请了一个女账房。江迅看着苏七七美滋滋的模样，抓了一把桌子上的银子，无奈的摇摇头。现在肥皂紧俏，苏桑给苏七七送钱就没闲过，而他的月例目前才加到20两，怕是再过阵子他宣王府就养不起苏七七了。苏七七，算清了的钱才作数，不能放糊涂账嘛。现在阿桑那边生意好，工人请的也多，我就在想是不是该建议阿桑换一个铺子了。但这下换铺子就不能随便了，不仅要地段好，铺面更要大，最好可以开分店立得住。日后肯定不止卖肥皂，就是怕贸然无根无基的入到商业繁华区，又没有生意圈商户人脉。阿桑再是商业天才，抵不过商业老油条，被算计了很容易吃亏的，除非有个靠山。毕竟听阿桑前几日说，都有人企图直接找他合作，想投钱共同发他手中的肥皂财了。苏七七停下手中的算盘，脑中出现了账，拿了一块银子放在江迅的手里磨蹭，笑嘻嘻：“王爷想赚钱吗？”第41章，他不想让自己的心凉下来了。江迅捏了捏苏七七放在他手心里的银锭子，不太感兴趣，反扣了回去。本王为官，官不与民争利，若照如今你这势头，发财跟着一起赚着肥皂钱，本王很快就会出现在御史的弹劾中。若期间出了什么欺诈民财之事，少不得还要往大理寺中走一走。七七届时有再多的钱也赎不出我。即便自家府中有铺面，他们这种在朝的都极少将心思用到铺面上，只要保证铺面不亏不损就好，因为就怕被有心人做文章。如今这肥皂虽是苏七七和他弟弟弄出来卖的，但最终让肥皂大热是上京想要挣这笔钱的商户，根由来源已经不重要了。真有官也想借着这阵风去发财的，都要捂好自己的皮，不被人发现，不然出了事难辞其咎。苏七七不信，那王爷光靠俸禄能养得起这么大一个府吗？就没低调弄点赚钱的点子？江迅确实有暗地里的买卖，不过都没挂他名，但都苦心经营多年了，没必要为了这点钱去冒险。他将苏七七拉坐到自己腿上，捏住苏七七肉肉的腮帮子，想不通，本王是养不起你吗？这么惦记本王的钱，改名让本王府中总管把府库给你开开，你去那里数钱吧，你弟弟的生意就别掺和了，数了就都是我的嘛。苏七七反圈住江迅的脖子，江迅咂舌他的贪心，自打宁儿得了宫中的赏赐，本王就没沾过，全送到你这双仪阁了，还不够，连本王库中的那一点都惦记，全给你了，是不是要换你给本王发月例了？不说宫中直接赏赐给宁儿的，就是各个时节宫中给他这个亲王的各种珍品，他都没忘记往双仪阁分。本来这地就奢华，之前一直想着闲置着，现在倒好，双仪阁成了他府中最贵的地方了。被江迅有点怨念念的话逗笑了，苏七七轻啄了江迅一口，依偎在他怀里哄道：“王爷您别说的，都是给我的嘛，那些钱都是给咱们宁儿日后开府成家用的，可不多多益善，只有王爷给宁儿东西给的多，他未来才好过不是？不过王爷要是真没钱花了，我跟宁儿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我们就拿王爷之前送的东西变卖，一定让大家看到的都是风风光光的宣王爷。”
咱们王爷才不会为那5斗米折腰呢，谁都消化不到您身上。七七，你知道你跟山脚下开黑店的山匪有什么区别吗？江迅钳住他不老实的双手，觉得椅子狭小，径直抱他去了里间床榻。听到江迅居然用山匪形容他，苏七七气的从江迅宽大的怀中冒出一颗脑袋，拿手捶他。王爷，我哪像山匪了？山匪杀人我连鸡都不敢杀。你不杀人？江迅把苏七七的手从自己身上拉下，高举到他的头顶，目光至浓。可是你会熬迷汤，山匪还会骗骗过路的旅人，让他们放松警惕的喝下去。而且你直接把迷药当着我的面下了进去，可我还是愿意喝，知道是为什么吗？苏七七承认有骗他的成分，可是这么轻易被江迅看破，还撕开了他的伪装，他有些慌。纱帐里，他呼吸急乱，努力问道：为什么？江迅，因为七七的迷药中撒了糖，就喝不到苦味了。他明知道苏七七那话没几个真，带着宁儿在嘴边也是为了骗他的钱，可他却甘之如饴。就像从前不被人在乎惯了，那些别人有的在乎，在他眼中其实也算不了怎么回事。可一旦有人先拿这种关心骗你了，那种骗来的关心都让自己的心骤然上温。苏七七整天跟他缠绵逗乐，哄他开心愉快。可冥冥之中，江迅有种感觉，他在苏七七的心中还不深，至少不是第一位。他摸不清苏七七心中的第一位是什么，宁儿、钱还是其他的，但绝对不是他。尽管他意识到这点后，也不过只是在心中失落了一会儿，因为他很快又意识到另一个让他开心的事。苏七七哄他，不正是因为他有被他哄的价值吗？所以江迅不想让自己的心凉下来了。太阳落山后，苏七七才从床上爬起来，浑身充斥着难以启齿的酸疼。明明是摆了算盘算账的，不知道怎么就跟江迅算到了床上。当时江迅还问他想要什么，他能要什么？要命活。不过他没回，说了怕是江迅也不懂，还以为他算账把脑子算坏了。不知道江迅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苏七七趁着屋里没人，赶紧捡了地上的衣服给自己穿上。刚穿上鞋，绿萝匆匆地跑了进来：夫人，夫人您醒了吗？不好了。苏七七捶了捶肩膀，打着哈欠问道：怎么了？淑妃娘娘那里又送东西来了吗？知道了，王爷要在府中，就问东西怎么处理。要是送双仪阁的话，你就喊几个人搬来，物品之类的封到库房里。反正也没人认识我，拿不出去显摆，银子就放我钱盒里。他走着虚浮的脚步到梳妆台前，拿起梳子又想了想刚才说的对不对，确定没问题后，他梳着头发。而他梳子还没上头，就从铜镜中看到绿萝的脸色不好，才不由觉得事情不对。这次淑妃不是送宁儿的，宁儿没出生前，淑妃3天2头送东西给宁儿，眼前事情好像不太一样。夫人，淑妃送东西给小主子了，可还送了人来，那人像是送给王爷的。绿萝沮丧着脸。苏七七眨了眨眼睛，有点懵，送江迅人。之后苏七七就让绿萝重新给自己收拾一番，想去打听打听仔细是什么人。谁知还没等他出门，江迅就带着淑妃送的人来了，而且一旁还跟着苏七七上次进宫时见过的显嬷嬷。苏小夫人，老奴有礼了。显嬷嬷进院后，迎面碰见苏七七，乐呵地问了声好。苏七七还礼：嬷嬷客气了，若知道嬷嬷来，七七要到前院迎了，定是淑妃娘娘想宁儿了吧？第42章，他是来做王爷通房的。自然，娘娘就是想小主子了，不仅惦记着送东西来，还特意让老奴亲自来看看，看了小主子，老奴好回去夸给娘娘听。显嬷嬷在宫中久了，人情世故拿捏得非常好，不一会儿不仅见了宁儿，还将带来的人仔细介绍了一番。苏小夫人，这是我娘家的侄女，叫显听兰，之前一直在淑妃娘家，也就是王爷的舅父家做活，人有几分聪明，一等丫鬟的活不在话下，还识得几个字。娘娘就是怕您一个人带小主子太累，所以特意调了听兰给您使唤，一起带小主子。显嬷嬷介绍显听兰的时候，江迅站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苏七七闻言这话，扭头看了一眼江迅，江迅示意的对他点了点头，苏七七这才回话：娘娘好意，七七感激涕零，嬷嬷您辛苦了。他从绿萝手中接了一把银子，笑着塞进了显嬷嬷的手里。显嬷嬷同样含笑着收下，临走前他还将自己的侄女拉到一边说话，话中说的什么苏七七听不清，他只注意到听兰一直没有讲话，闷闷的在点头。显嬷嬷走后，江迅让人将淑妃送来的东西搬进双仪阁的库房，而后拉着苏七七到屋中。走动时发现身后有人亦步亦趋的跟着，江迅吩咐夫人晚饭还没用，让绿萝带你去厨房换人准备些饭菜来。是，听兰低着头回应。到了屋里，苏七七感觉怪怪的，她不解：王爷，淑妃娘娘不是把人送你的吗？怎么安排我房里了？你怎么就知道这人是给我准备的？江迅和苏七七一同坐下，苏七七双手支撑在桌子上，捧脸：显嬷嬷多惊一个人，话里说的淑妃娘娘送来的人多妥帖，又是一等丫鬟又识字的。宁儿才多大，有个能哄她玩的嬷嬷，哪需要一个培养出来的一等丫鬟？我又是什么身份？
之前也没混成过一等丫鬟，还是显嬷嬷的侄女，我哪配她伺候啊？府中也就剩王爷您了。哎，看来王爷今晚不该来双仪阁了，您还是回主院吧，别辜负了娘娘的一番好意。您要想宁儿了，我让绿萝抱她去找您。赶我？江训挑眉，苏七七巧舌，怎么是赶呢？王爷难道心中真不知道淑妃娘娘的用意，故意跟我装糊涂，还是让我今晚睡侧屋，给您和那姑娘腾屋子？那我收拾去。说着，苏七七起身就要卷铺盖走，江训一把拉住她，倒也没有否认欺骗，如苏七七所想般点点头。母妃确实有把那显听兰给我做通房的意思。上次端午宫宴，苏七七和其他4个王妃闹出了笑话，虽最终有太子妃和其他3位郡王妃作证不是苏七七惹的祸，确实也是让他那些皇兄的母妃恼火。尽管他们没理由事后找母妃的麻烦，可母妃心中难免怨苏七七惹乱子。于是有天下朝后，母妃就把她找到了宫中，言语表达苏七七不登大雅之堂，想为宁儿多找个人照顾。她没成亲，母妃也怕她身边女人多了有影响，毕竟她和江辉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影响她就是影响江辉。所以母妃从娘家给她找来一个人当通房，就有意将显听兰送到苏七七这里。母妃着实小看她了，觉得将人送苏七七这，若是她想要了显听兰，直接便可以私下收了她，名分可以等娶了王妃再给。不过她怎么可能随便会收了显听兰？若今天母妃跟她说送来的姑娘是她从宫中找的，她还觉得确实是母妃的心意。可是从舅父家找的还是显嬷嬷的侄女，中间不知道交代了什么，叮嘱了什么，更不知计谋了多久。许是第一次不是凤阳长公主有意送人，那来的就不是苏七七，而是显听兰了。放她在自己的枕榻间，简直是放了一个随时知她动作的危险。她不愿意收显听兰，不过没想到在苏七七这，倒让她生出这么多的气话，是怕她有了别人吗？既然母妃明面上让显听兰照顾宁儿，那她只是照顾宁儿的丫头，我不会去染指的。江训保证。苏七七意外的多看了江训2眼，没想到他这么坐怀不乱。方才那显听兰其实姿色不错的，颇有一股娴静的雅态，跟江训淡漠的性格很像。他不欲将显听兰想得多坏，总归选择全在江训这。若他先没有那份心思，别人又怎么能做得了他的主？哎，那看在王爷觉得自己一个人在主院吃饭凄凉，七七不介意带着宁儿收留王爷一晚。江训注意到重点，就一晚。苏七七待要张嘴，绿萝带着显听兰端着晚饭走了进来。绿萝摆盘，显听兰端着食盘，期间也不多话。晚饭一一摆好后，绿萝知道江训和苏七七的规矩，便要拉着显听兰走出去。显听兰，王爷和夫人不需要人伺候布菜吗？他看了一眼江训，很快错过目光去看苏七七，进到苏七七身旁，主动拿起公筷。夫人，奴婢就是来伺候您的，莫要因为奴婢跟姑姑的关系客气。您吃什么奴婢给您加。王爷跟我们夫人吃饭时是不需要旁人伺候的。绿萝内心很敌视显听兰，因为怕他抢走苏七七在王爷跟前的宠爱，语气没多好，但也没有过分的太明显。奴婢逾矩了。显听兰放下苏七七的公筷，江训摆了摆手，下去吧。显听兰听到这一声，快速退了出去。苏七七呐喊：王爷，我怎么觉得他有点怕你，又有点想接近你的感觉？方才显听兰想干什么前，其实都有意的扫过江训，随即又匆匆收回视线。那本王希望他心中只有怕。江训没把注意力投到出去的显听兰身上，夹了菜到苏七七碗里。显听兰来到府中后，虽在第一天的时候不清楚江训和苏七七的习惯，可之后的几天真将一等丫鬟的周到发挥的淋漓尽致，连双仪阁里其他仆人都觉得显听兰不简单。毕竟他第一天来是宫里淑妃娘娘的贴身嬷嬷带来的，又是侄女，就有人唠闲话，说他是来做王爷通房的。不久，这些话传到了苏七七的耳里，即便江训跟他表了态，谣言已经传飞了天。而一边的显听兰也坐不住了。第43章牵眉拉线，他立刻求到了苏七七面前，袒露心扉。夫人，不瞒您说，奴婢的姑姑派奴婢来，确实是让奴婢抱着当王爷通房目的来的。那您今天求我是怎么回事？苏七七放下手中拨动的蒜珠，回头看他。显听兰心中委屈，勉强吞了好几口苦泪，才让自己能好好说出话。都是为了家里。原是显听兰一家都是淑妃娘家的家生子，显嬷嬷从小就被父母督促要做府中最厉害的丫鬟，这样日后才能为一家人的出路尽力。而显嬷嬷后来跟了淑妃陪着她进宫，一路走到了现在，确实成了厉害的宫中姑姑。获得淑妃娘娘信赖的同时，又帮家中人挣得了自由身，有了自由身的仆人就要比没有自由身的仆人好得多。主人家不能随便打杀，不能随便给人，显嬷嬷又那么的淑妃信任，显听兰一家在淑妃的娘家算是如鱼得水。但人的贪心是会被富贵迷眼，有了自由身后便想当主人。显听兰的父亲是家中长子，后面有2个弟弟都各自成了家。显嬷嬷进宫后就没成亲，也没有孩子，显听兰的父亲便将他的幼弟过继到了显嬷嬷的膝下。
逢年过节的时候，显嬷嬷会出宫享受承欢膝下的日子。后来不知怎地聊天聊到了出府买宅子过日子，又不想当平头百姓，于是就借着显嬷嬷这些年在淑妃跟前的苦劳，琢磨给显听兰安排个去处。江训不是淑妃最喜欢的孩子不要紧，总归江训是皇子。显听兰若是给江训当了通房，改名生个一男半女，他们家算是彻底和皇家搭上边了。而淑妃娘家多公子小姐，每年都会请外面的人进府咂风筝。显听兰因着府中这个机会，就跟一个府外咂风筝的年轻人有了情愫。那年轻人一开始不知道显听兰有自由身，还尝试拿全部的积蓄去跟府中主子赎人，后来让显家父母好一顿奚落，直言让他攒出300两银子再来明媒正娶。显听兰来到宣王府是迫不得已，他尝试过接近江训，只是心中一直胆怯排斥。这段时日又觉得苏七七跟江训十分恩爱，他就想求苏七七做主求江训，成全了他跟相好的婚事。他风筝扎得很好，京中贵人多，他风筝扎的花样多点很好卖的，300两早有了。可是我父母年年的跟他加价钱，其实根本没真心将我许给他。我起初还当他会觉得娶我是个麻烦，我父母多为难，他一阵子就放弃了。可整整3年了，他依旧上门。爹娘劝我说，姑姑她是为了我们家的前途做了牺牲，我也想咬咬牙就跟了王爷，可是我做不到。显听兰哭得伤心断肠，苏七七扶起他，拿了条手绢给他拭泪。这其实和他的遭遇一样又不一样，不过都是不能做主的人生罢了。安慰好了显听兰，苏七七去找了江训，把从显听兰那听的话都跟江训说了。江训，你要帮他？不能吗？苏七七虽觉得其中的缘由复杂，但只要将显听兰自己的意思跟淑妃禀明明白，淑妃不可能知道内因还强做坏人。不是不能，而是显听兰能对我有什么用？有用我自然能帮。江训觉得不能任由母妃时不时的对他摆布了，他不想做母子离心的大逆不道之事，也不要随时随地接受母妃对他的安排。这件事我与他谈，若他有用，我不会亏待他的。苏七七不知道江训跟显听兰说了什么，没半月，显听兰的父母着急忙慌的跑了来，显父手边还拉着一个男人，奔到宣王府就开始吆喝找人，说什么他女儿不嫁，他女儿许了人家了。凑巧苏七七就在旁边，望着跑的鞋都穿不上的显家父母，默默觉得今天有场好戏。之后江训特意把这一家子都聚到跟前，显父见到女儿就流露出一番深厚的父女之情。王爷，小人的女儿不能随您许人，她在府中时早就有了人家，这不是小人都将未来的女婿带来了，您大慈大悲，别将小女嫁旁人了。本王是听说有人要娶你女儿，可不是没答应吗？江训轻轻撇了撇茶杯里的符液，也不喝酒拿着。显父，没有，小人早答应了，不过是一直舍不得女儿出嫁，想多留几年，没想到小人妹妹惦记王爷家小主子，就把听兰给安排来了。听兰早有夫家了，显父之前还做着当王爷岳父的美梦，谁知女儿送到宣王府回来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宣王往外祖家递了信，说是觉得送来的婢女十分周到，想将人直接配在自己府中。显父一打听，宣王要给女儿配的还是府中死气仆人，他们家好不容易脱籍，本想再借着女儿登高枝，没想到出了这种意外，即便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显父哪里愿意女儿再嫁一个仆人，瞬间就想到了之前给府中扎风筝的王生，至少他可以扎风筝是自由人，绝对比一个出不了头子子孙为奴的人有前途多了，这才冒着宣王可能生气的风险来阻止。王爷，小明和听兰两情相悦，听兰不能嫁别人。显听兰来宣王府后，王生去元府找过听兰，显家父母怕王生添乱，告诉他听兰去宣王府当差了。宣王府不比别处，给听兰添了麻烦是要受罚的。王生这么一听就不敢来了，他想等听兰有了闲空归家的时候见见人。没想到今天他刚要摆了风筝摊子，显家父母就奔来找他了，路上一口一个闲絮的喊着，说了听兰的情况，王生才知道听兰要被许人了。这时听兰也跪出来，王爷，奴婢与王生两情相悦。江训，婚许是需要婚约作证的，没有婚约本王哪知是真的。显父，口头的算吗？当然，本王也不是一个专横之人，若你二人真心有彼此，最好在本王跟前立个证，这也好让本王对自己的人有个交代。毕竟本王曾跟江河许了诺，要给他找房不错的妻室，旁边同样默默吃瓜的江河一怔，王爷什么时候要给他找媳妇了？江训仍在继续，本王不做恶人，但也不能被你们三言两语欺骗了，给个凭证吧。第44章善商合作。显家父母哪管别的，一听事情还有转机，着急忙慌的让听兰寻纸笔。王生会写字，当着众人的面就把婚书写好了，还是各方人见的证。最后显家父母还把婚书当宝一样让江训见证，最后这件事才以显听兰早许王生作罢。事情传到宫中，显嬷嬷肚里气鼓了大半，因为他之前并不知道显听兰私下有了情郎，是哥哥嫂嫂讲破嘴让他为了一家的前程周折的，弄成这个局面他也恼。淑妃更是由他手做主给儿子的人，居然心中早有了人，私下更有口头约定，幸亏没真诚。
为了掩饰，也没明面上把听兰以通房的身份给将训，不然弄出一个欺男霸女的名声，淑妃就要怄死了。最后看在显嬷嬷服侍他多年的份上，没有斥责，只说他的请求自己做了，是他侄女不争气，这事就先过去了。解决了显听兰的事后，他就没那么愁眉不展了，而且更加信赖亲近苏七七。偶尔苏七七觉得累，显听兰就把他的账面给理清了，每次都能给苏七七誊写一份干净简洁的账面，简直天生该站在柜台前数钱的，光用来给人当小屈才了。听兰的事也解决了，他有没有被你安排重要的事？光在内宅给我准备1日3餐大材小用了，没大事借我用用。苏七七惦记上了显听兰的能力，他觉得若是显听兰不排斥出门的话，很适合给阿桑帮忙。江训打量了2眼苏七七，就知道这阵子老是往外跑，就是还惦记着铺子的事。若他不给他用显听兰，苏七七还会想别的办法，改用什么张听兰、李听兰，当然都不如显听兰如今值得信任。本来晋府显嬷嬷就是送到你手里的，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有了江训这话，第2日苏七七就带着显听兰出门了。上次苏桑跟苏七七说想找他合作肥皂生意的人态度非常好，而且可以不止在上京一处赚钱，他能将东西销出去，只要投入到一个铺子中，就会给苏桑1份4/6的红利。期间不需要苏桑动用什么材料人工，他都可以包办，这等于卖了肥皂配方。苏七七很想见这个大老板，因为敢张口就许了20多处地方铺子的红利，那他的铺子一定多就不说了，至少商业的能力很大，交个朋友不吃亏。上京酒楼的雅间里，苏七七和苏桑坐在圆桌前，面对着正在介绍自己的商人。在下梁郎，是金玉堂的东家。金玉堂是永盛坊那边的金玉堂吗？苏桑激动。梁郎笑笑，正是。当时来找他的人只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东家，究竟多大苏桑没猜到。开始苏七七告诉苏桑，宁愿赚钱慢点，也不能随便找人合作，免得识人不清被坑。后来苏七七实在找江训帮不到忙，没办法，只能想别的出路，就放开了合作的想法。不过要有他盯着。金玉堂苏七七似乎听过，原文中是一个酷有钱的商铺，背后的东家梁郎家中祖传做商人。商人嘛，这个时代不太看重，所以都觉得商人奸诈。一直到江训登基某年北方大旱时，金玉堂带着各地商铺捐钱，差不多有50万两白银。后来江训为了奖励金玉堂做的贡献，特地赐了一块善商的牌匾，百姓对危难时舍得捐钱的商人颇有好感，商人这才在那时社会地位好些。若按照梁郎日后的作为话，大概不会是多么人品堪忧的商人，合作倒也能谈得下去。苏七七不白交出肥皂配方让自己吃亏，也不白逮着梁郎薅。之前说的4/6分是梁郎给他定的，他甘愿退一步3/7分，但中间让梁郎给苏桑引荐了上京商会，介绍了地段不错的5处铺子。梁郎既然能让苏桑一听到金玉堂就能满脸激动，他在商会中的地位自然不一般，很轻易便同意了。而5处铺子即便上京地皮寸金寸土，他还是能找出来的，因为他更对苏七七口出大胆的要求好奇。在下一直好奇2位姐弟的肥皂配方是怎么得来的，又要那么多铺子光凭卖肥皂可回不了本，不知2位下一步再卖什么新奇的玩意，可否待梁某分一杯羹？梁郎此人的年纪不过再而立一下，对待苏七七的话就有敏锐的察觉。这么多年生意场上不是你来就是我往，其中心机也不少，别人对他生意坦诚，他愿意跟人结个善缘。若别人拿他当傻子，他也不会轻易当羔羊。苏七七姐弟敢将这事托付给他，他是猜不到苏七七有剧本提前泄露了他的人品，反而觉得两姐弟坦诚，忙他愿意帮，可他更看重苏七七姐弟赚钱的点子。京中商行我弟弟根基浅，梁东家帮我弟弟这么大的忙，我们姐弟感激不尽，下次若有了新点子，自然第一个最先记起梁东家。不过其他的请梁东家见谅。苏桑如今在上京中的小有成就已经够用，他就是苏氏台前幕后的掌柜。梁郎即便多心暗查会查出宣王府，可苏氏货铺就是苏氏货铺，没有暗度陈仓的大人物在背后，他只能查出有姻亲。谁不知官商勾结是大奸，梁郎是善商，不代表他不爱赚钱，为了自己少麻烦闷声发财，巴不得真跟宣王府没关系，所以他更会装不知道着重和苏桑的合作。至于肥皂配方，谁还没有点自己的传家宝？传家宝可不是谁都能看的。梁郎歉意，梁某冒犯了，那一切就如2人的条件开，等梁某那你好契书，咱们论约合作。苏七七多谢梁东家，苏桑多谢梁东家。等梁郎走后，苏桑不敢相信，他端起桌子上的茶一饮而尽，克制喜悦，阿姐，我能进商会，商会不过是一个进门砖而已，有梁郎目前给你带路，你也要自己努力，不然梁郎可不会放着自家的生意不做，给你白干活的。对了，铺子的事解决了，就需要人工，听兰会算账以后让他去你铺子帮忙。别小看听兰，人家在府中的时候管医院的事呢，不比铺子轻松，细节的事你们商量，我有想到的再跟你说。苏桑拍拍胸脯，我怎么会瞧不起阿姐信的人，听兰姐姐以后也是我阿姐，我懂事着呢。阿桑弟弟客气，
显听兰笑道：“第45章，好多路人甲。是啊，梁郎是放了一个疑心在心中，虽和苏七七姐弟面上达成了合作关系，私下又在暗查了二人的底细，果真叫他查到了宣王府。不过中间并未如苏七七所想，梁郎怕官商掺上关系，就不敢找上宣王府。同样在之前苏七七姐弟和他商议合作的酒楼中，梁郎不由佩服对面的江训。王爷当初让我帮你暗中经营一份进钱的生意，还特别嘱咐千万别叫别人知道幕后东家是您。这转眼间您夫人就赶出来，带着您和您府中千丝万缕的关系赚银子了。王爷不怕被其他人抓住把柄。本王夫人不过一内宅之人，做生意的是他弟弟，铺面也都是他弟弟的名字。难不成姐姐嫁了人，做弟弟的就不能有份自己的营生？若真有人传讹，只能说欲加之罪，与他与本王何干？梁东家多虑了。这样，那不行，我私下还帮您赚钱呢。您夫人又来，我觉得吃亏了。回头你合约的时候，我只给他3间上等铺面。梁郎故意做事起身。江训哼声：“你敢？5间上等铺子，你要1间不少的转到苏桑手中。”苏七七前几天回府时，抱着他就说谈成了一笔生意，中间得了许多好处，他哪能让梁郎出尔反尔，扫了苏七七的心？梁郎意外地看着江训，连连笑了数声，觉得有些不真实。王爷的性子这么好的吗？不仅让自己的夫人出来谈生意，还一心的为小舅子争好处，有些不像王爷的作风。那苏夫人不是王爷您的王妃吧？改名王爷，您再娶了王妃，这宠爱怎么分啊？梁郎和江训相识是在7年前，梁家资金上有些困难，急需竞标得到皇家瓷器，生意喘气。那时竞争对手很多，瓷器的利润又大，要不是江训找到他说他可以出手相助，今天他们梁家的生意能在，却绝没有今天的成就。而换到江训手中，条件就是以他的名义为江训经营一份赚钱的商路。江训默了声，想不出他有了王妃后需要怎样把之前对苏七七积累的感情分到别人身上，一直到走前，他才跟梁郎回了一句：“他不同。”星号星号星号。冬日，宁儿会说话了，一开始叫不好娘只能凉，凉的叫父王也叫不好，容易叫成父汪。每次一喊错苏七七就嘲笑他，搞得宁儿也很郁闷，就故意不说话，让苏七七着急。孩子能张口就是好事，苏七七就嘲笑了2句宁儿大舌头，就跟他拧脾气，哪敢这样逗他，就怕1句也不说，后生带不发育。后来每次宁儿在说话，苏七七都夸宁儿说得好，每次都能将宁儿夸得笑成一朵花。要过年了，各开府在宫外的王爷都勤着功夫带各自的王妃进宫陪自己的母妃解闷，拜见太后、太康帝皇后。江训虽和淑妃母子亲情不深切，但也会时不时的进宫拜见，之后带一个时辰出宫。不过每次回来，江训都不是太过开心。苏七七想，江训去见淑妃娘娘的时候，十皇子江辉应该也在，宝贝柚子在跟前淑妃眼里哪能看见别人？更糟糕的是，离小年的宫宴越来越近。临近宫宴前几天，江训夜里居然又告诉他，让他小年夜的时候准备跟他带宁儿一起进宫。到这个时候，平王妃那几个人都解禁了，苏七七一想到再要碰面，浑身寒战。王爷，非要我一起去吗？江训听到这不情不愿的话，想到了平王妃一干人等，拉着苏七七的手，替他毫不谦虚道：“你都怕，本王那几个嫂子更怕，好不容易解禁在一起进宫，他们巴不得看见你当不认识，再弄出笑话，他们比你更交代不了。”也是，苏七七觉得江训说的很对，可是慢慢品了品江训说的话，显得他多厉害跋扈一样。他一个可以吓退4个王妃，一把从江训怀里钻出来，将人按到了自己身下，恶狠狠质问：“王爷，我凶吗？”哪怕是冬日里，因为屋中有地暖，还有火炉子，都不需要在屋内穿得多厚，尤其又到了晚上安歇的时刻。他跟苏七七揭穿的是棉绸里衣，又在方才时嬉闹了一番。苏七七颈间的纽扣已经散开了2颗，微微露出了里面淡红的小衣，小衣的一角紧紧贴合那处，随着苏七七喘气时不停地隐现着。江训有些口干舌燥，苏七七还在问：“我没他们温柔吗？”一声声问，才把江训从意乱中拉回来，就着苏七七趴在他身上的姿势，又紧紧箍住了他的腰，让2人贴合。他凑近苏七七耳边细语：“有时确实挺凶的。”苏七七自打养了宁儿，力争做一个慈母，每天乐呵呵，为的是不让儿子觉得没母爱，养成江训这样冰坨子的性子，根本不敢凶好不好？他自省地问：“王爷，我哪里凶了？”江训嘴角浮现一丝笑，拉了苏七七肩头的被子过2人头顶，在被子和檐前，一丝细微的声音透过苏七七的耳边传到耳膜深处：“要的凶。”随即整张床面洪浪翻滚，时不时传出几声不服：“王爷，你才要的凶。”小年夜这日宫宴是开在后宫庆兰殿的，拜完了，淑妃看着时间还早，坐着无聊，江训就带她到御花园逛了逛。御花园的奇珍异草比较多，冬日寒冷，有些枣木容易不成活，能移进内殿的移进了内殿，不能移的4周也会围上后部御风，添上暖炉，所以御花园不是多么寒冷。2人带着孩子慢行着，江训道：“咱们先在这里走一走，时间差不多了，再去庆兰殿。”
苏七七觉得江训挺惨的，大冬天的母妃心中只有弟弟，那里久待没意思，只能走花园。他不显情绪的点了点头。走了一段路，苏七七发觉御花园似乎不止他们，有几个人一直蠢蠢欲动的盯着他们这边，是几个他见过的妇人，不能是等跟江训说话的，因为他看去时那3个妇人还对他笑呢。苏七七将宁儿给江训，让他带宁儿先去处能坐的偏殿休息。江训朝那几人看了看，觉得没问题，就点头去了。等他离开后，那一直偷看苏七七的3个妇人含笑向苏七七走了去。苏小夫人，你还认识我们吗？7郡王妃、8郡王妃、9郡王妃。苏七七对几人微微一拂礼，内心只想说好多路人甲。是啊，第46章差不多该娶个王妃回府了。苏七七在文中是短命炮灰的话，那这几位比起平王妃那几个就是不重要的路人甲，作用就是用来走走皇家合家团圆的过场，凑个数显示太康帝子嗣旺盛的证明。因为他们几人的夫君在夺嫡中没什么存在感，就是说根本不掺和前几个兄弟的明争暗斗，所以在书中7、8、9这3个郡王连个封号都没有，直接照排行喊。几个郡王妃更是用林氏、严氏、段氏代替，或者几郡王妃连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突然这么活生生的跑来，苏七七还挺震撼的。我就说他还认识我们，里面几个7郡王妃林氏最为活泼，乔苏七七喊出了他们，激动的跟旁边2个妯娌念道。严氏同样激动，苏小夫人，日后我们一块玩吧。见苏七七脸露迷茫，段氏强调，苏小夫人，我们是真心邀请你的。几位郡王妃为什么会待妾这么好？苏七七将3人全看一遍，不可置信。他们即便只是郡王妃，可自己跟他们还是悬殊的很。难不成因路人甲只是走个过场的人物，作者没给他们定性善恶，也没有利益驱使，所以性格很好相处？那这么的话，苏七七很信那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林氏，我们3个人天天待一起都玩腻了，想找新朋友。4个王妃嫂嫂一般不带我们玩，太子妃谁都不玩。那次端午宴席，我们特别佩服你，谁都不怕，所以想跟你交朋友。3个郡王妃年龄也就16、17，还是青春年少的小姑娘。如他们所说，他们进不去王妃嫂子们的圈，而且说不定进了也危险。太子妃独秀的跟枝头上开的最高的牡丹花一样，弯不了枝也融不进去。那次端午宴上，他们见苏七七那么厉害，一直心向往之，觉得和她交朋友一定好玩。正好又在御花园碰见了，这才大着胆子主动攀谈。我叫林霜，他叫颜露，这是段雪。林氏指着自己和另2个人介绍，若你愿意，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经常聚一起玩。苏七七呀，大意了，有名字的。不过确定不是异姓一家的亲姐妹吗？他第一次觉得路人甲们这么有意思，炮灰跟路人甲也很搭嘛。盛情难却，苏七七同样介绍自己，妾叫苏，都是朋友了，别妾不妾的。我们知道你叫苏七七，你多大了？我们排一个年龄。沿路打断苏七七的话，他们郡王妃跟王妃和太子妃还不是一等呢，可却是真心实意找苏七七当朋友，不喜欢拿着身份趾高气扬，太热情似火了。苏七七莫名觉得自己一点不爽快，重新融入伸着握手的姿势向他们介绍，我叫苏七七，今年17，明年18，生辰3月初5。林霜不懂握手礼，看苏七七竖着手掌，他学着竖起手掌贴苏七七的手心，我叫林霜，今年17，明年18，生辰4月19。沿路伸手跟着一起贴，我叫沿路，今年17，明年18，生辰6月20。段雪最后，我叫段雪，今年16，明年17，生辰8月初3。于是苏七七等4人在小年夜这一日落下第一片雪石，与御花园4人结拜成功。晚宴苏七七入席的时候，看见了平王妃等人，和他们是照着顺序入殿内的，所以毫无意外，平贺顺章4个王妃都能看见苏七七。不过看见也就看见了，谁都没将视线多余往苏七七身上投，仿佛刚才扫了空气一眼。倒也不是他们怕苏七七，实在是怕今日宫宴又发生让他们禁闭的事。太子妃倒有意看了苏七七一眼，果然高傲的跟牡丹花一样，因为是垂着眼皮看她的人压根没低头。上次太康帝第一次抱宁儿的时候就很喜欢了，这一次宁儿会说些话了，他又让江训抱给他怀里逗了逗。太康帝手中拿了块带着穗子的玉佩，一直晃悠在宁儿面前，让他喊皇祖父。宁儿目前学的词不多，梁和父王都说不清，心里想要太康帝的玉佩，就一直重复梁和父王，重复了好几遍，几遍说不正确。这时候的智儿只要开口，说什么话都可以让大人乐呵。凤阳长公主就陪着太后笑了几声。太康帝想让宁儿歇歇，要收起玉佩，就在要放到桌子上时，宁儿惊艳众人的喊了一声祖父。太康帝瞳孔放大，他没指望刚教了几遍就让孩子喊出来，而且他确定江训那性子不可能让孩子殷勤的就学这话。方才他自己都教了好几声，觉得不行，苏轼应该也没教，不想孩子竟然真就说出来了。宁儿喊完了一声，心里还惦记着桌子上的玉佩，一直瞟着桌角。太康帝拿塞进了宁儿的手里，还自顾自感动，
朕有这么多儿孙，就属宁儿最先说话，还喊了皇祖父。旭儿，朕看你这个儿子聪明万不能耽搁了，差不多该娶个王妃回府了。太康帝此话一出，江训下意识看了苏七七一眼。淑妃心下惊动，揣测太康帝暗中的意思，以为是话里责怪他儿子的长子都会说话了，正妻还没娶太不像话。如今儿子长子确实有了，要赶紧给江训把正妻娶上，接来才好办他回儿出宫吏府的事。臣妾会给宁儿上心的。再说吧，太康帝摆摆手，继续逗宁儿喊皇祖父。他没当场就逮着江训问什么时候选妃，就没有责怪淑妃的意思，单纯的觉得宁儿聪明，主母早早的入府，可以更好的照顾孩子。不过没着急，太康帝喜欢宁儿，他也不想匆匆逼儿子就选一个王妃，届时人品不行，容不下长子，他孙子可要受苦了。这只是给淑妃提个醒，到底他是江训亲母妃。这时台面上各方人的心思转了千个弯，苏七七在下面也活动了心思。第47章，苏七七与3位郡王妃谈养家。对于江训的王妃文中是有这个人物的，出身工部尚书府的小姐，名唤柳英梅，大约会在明年嫁入宣王府。不过命薄，在江训登基2年后就因病香消玉殒了，前期很少刻画两人之间的感情，之后才在柳英梅死后，文中给江训和柳英梅的感情留了几句话算作总结：后薨，帝悲绝，因后留有遗言念家，帝常夙愿，不追封，不葬皇陵，还家以柳家小姐葬之。而帝数十年，直至生命尽头在没立后，史官猜测是帝念元后之情。听起来就像没被上天祝福的2个苦命有情人，不过好像在这2人苦命前，原主似乎更苦命，那时儿子是在柳英梅膝下长大的。苏七七果然不得不感叹，打命使人轻刑，狗命长征仍在继续。柳英梅虽然在文中是个白月光级的大贤后，一辈子有限的生命里无儿无女，对待她的宁儿如亲子，可是她的宁儿只能自己养，命也要自己活，绝不能重复原文线。自打从宫宴回来，你一路不说话，现在就要睡了，是困了还是想着父皇说的王妃的事？江训不习惯苏七七这个安静的时刻，将背对着他睡的人翻过来搂进怀里。苏七七一头撞进江训的胸膛上，他的胸膛很暖，心脏跳动的蓬勃有力，他伸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腰。实话实说，都有。王爷要是娶了王妃宁儿，是不是就不能让我带了？我舍不得她。按理说王妃是所有孩子的嫡母，父皇又那么叮嘱他别耽误了孩子，有了王妃，宁儿自然是要到王妃的身边生活长大。他真娶了王妃，以苏七七的身份还是不够养一个被皇帝夸过的孩子，因为会有人觉得生母不配，这是他在宫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江训没有答反问，七七想当侧妃吗？苏七七承认自己此刻很卑劣，利用江训对他现有的感情为自己后面铺路。他乖顺懵懂地问，当了侧妃就可以养宁儿了吗？那我能吗？闻听苏七七这么怯生生的样子，江训嗓子一梗，久久有些说不出话来，大概是能的。宁儿的生母到底是苏七七，从小就养育着她，父皇又那么喜欢宁儿，即便说让她娶王妃，那也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他好好拖一拖，宁儿已经大了会认人了，没有必要一定把宁儿从苏七七的身边夺走。江训问了问别的，光因为当了侧妃就能养宁儿？还有呢？分一个西院的好房子吧，王爷未来的王妃一定性子好，可我不能不识趣，双医院我不想住了，还是要搬。要是她是王妃，天天看一个侧妃，住得比她还好，再好的性子都没用。未来少见主角配角，少见江训规避危险，默默让他在西院等母凭子贵。还有呢？江训有些不耐烦，苏七七说些不重要的。苏七七知道江训问的什么，可不能直接说我是有些惦记你的好，可你有别的女人了，一切玩玩，咱们也少见。最好单纯的一个当宁儿爹，一个当宁儿娘，这2个陌路人就是最好的，类似于离婚或者和离。他亲了亲江训，换种说法，还有王爷，王爷经常来看看我们母子。江训总觉得苏七七没有说到点子上，明明回来的时候他只是担心他的心情，后来竟然被苏七七这3言2语的交代弄得心中烦躁惆怅，有些不只是娶一个王妃的事了，是往他俩中间插了一个人，仿佛插进来了一个人，苏七七就会离他远1分，他不喜欢这种疏离的感觉。江训暗叹口气，抬手解自己颈间的扣子，翻覆到苏七七身上，凑近他耳边，双医院住便住了，真怕不合规矩我让人拆除一半，别想去西院躲我感觉得到。苏七七他今晚实在没心情，推让王爷，今晚你喝酒了。江训动作一致，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放弃了，行吧。之后就什么也不做的搂着苏七七，星号星号星号。自从苏七七跟凌霜、颜露还有段雪这几个郡王妃成了朋友后，几人经常过府一起玩，即使不见面的时候，几人都会互相准备礼物相送。而因着苏七七和其他几个郡王妃还是不同，考虑苏七七没他们走动方便，几个人一起来找苏七七最多。这日，几个郡王妃来到宣王府，在苏七七的双衣阁聊天，几人干果瓜子嗑一地，小日子过得随性又放纵。颜露见凌霜一直胡吃海塞，好奇前阵子你不是还说
景妃娘娘暗示你和七郡王考虑要一个孩子吗？这么吃不忌嘴啊？林霜一脸要命的摆手，大过年的气氛足，吃食好，喜宴多，明年夏天衣服换薄不胖2斤，我都觉得亏待自己了。这个时候去忌口我疯了，我那婆婆也就嘴上说说，反正我们家就是个郡王，露脸的活事分不上，孩子更不急着要。七七还是跟着宣王呢，虽然身份低了些，碰见了咱们前面那几个嫂嫂，不还是要吃气？我们郡王说了，等他们孩子大了再生，那时候带进宫不争风头。段雪附和，对对对，我们郡王也这么说的。颜路一听拍手，原来都这样，我还以为就我们家这么想呢。苏七七，好一群卧龙凤雏。那个，你们家郡王都如此通情达理，也不纳妾这么好说话的吗？他委实好奇，一个皇家的男人居然开出了2朵花，这么与众不同，这么秀。林霜嫌弃道，纳妾也要他自己养，我可不会出钱，他钱全放在过日子摆富贵上了，府中花园这一块名师打造的假山都要几百两。我婆婆在宫里恩宠早没了，连个年轻周正的教导宫女都给她找不到，逢年过节还要给点。我家她外祖家时不时也要出点钱，哪有那么多闲钱给她养？我敢给她找她都不敢要。颜路忍笑，我们家差不多，不过我家郡王母妃更绝，倒是给她找了教导宫女。她说看着她老想起她母妃，压根不敢碰，因为那宫女打小就长在她母妃跟前，教训起人来跟她母妃一模一样，她怕。我跟我们郡王从小认识，成婚那晚她就把府库钥匙给我了，什么都听我的。断雪。第48章苏七七偶遇未来宣王妃。苏七七听完，不由得给他们竖起一根拇指。看来大家当配角，虽然默默无闻了些，可都相对过得比较舒心。怎么了嘛？你们家宣王不会又要纳妾吧？断雪关心。林霜大惊，不会吧？七七，你这地我觉得比我家那个院子都好，宣王对你挺好的呀。不，我们王爷没有要纳妾，我就是好奇。苏七七赶紧摆手，迟一会儿他都怕江训名声被他败了。颜路倒是有些口风。他停下吃东西，拍了拍手里的瓜子蟹，神秘兮兮。七七，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你家宣王的母妃可能把宣王未来的王妃找好了，听说都把人家母亲找进宫说话了，这要谈得好，怕是真成了。哪家的呀？林霜。颜路，就是那个工部尚书家的，好像还是家中长女，叫柳英梅。我听我婆婆说，她见了柳英梅的母亲，模样端庄的很，柳英梅应该也不差。苏七七，命运的齿轮果然在对剧情转动。因为他之前是炮灰角色，很少触碰主线剧情，可是柳英梅不一样，毕竟是江训的正妃。就在苏七七发愁的时候，3个郡王妃不知道谈到哪里去了。林霜拉着苏七七的手，就再问去不去。苏七七猛圈，去哪？白云寺啊！柳英梅的母亲进宫说，柳英梅她祖母最近生病，柳英梅3、5日就要去白云寺祈福。你不想先去见见柳英梅是什么样的人吗？颜路伸着手算算上次柳英梅进宫的时间，推测柳英梅下次什么时候去白云寺。忽而眼睛一亮，七七，明天只要去白云寺，你就能见到柳英梅了，去不去？说实话，苏七七很好奇，柳英梅可是总觉得窥探人家不好。别了吧，被发现了多尴尬。林霜拍拍苏七七的肩，安慰，不怕，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明日我准备去白云寺求一个送子符给我婆婆景妃看。咱们被发现了也有正当理由，最多你怕宣王责罚的话，躲我们后面就成了。我们3个还挡不住一个你吗？我谢谢你啊。苏七七方才只觉得他找去看挺不好的，但现在才发现是他们更感兴趣。这日子是多无聊啊！翌日，苏七七本来是不想去看的，实在是耐不住3人的软磨硬泡，最终点了头。他跟3个郡王妃接了头后，段雪拿给他一身普通的棉质缎面衣服，十分轻车熟路道：“七七，咱们都穿得低调些，减少风险。”苏七七正接过，看着他们今日的衣服都低调了几个档次，心想偷偷溜出去玩的事，他们肯定没少干。苏七七来都来了，不扭捏这个问题，反正都没逛过寺庙，直接在马车里换好了衣服。现在还是冬日，昨晚到京城下了一场雪，整个寺庙的屋檐黑瓦被白雪覆盖着，有一种高大至极之感。这个时节来到寺庙的人大都是虔诚的信徒，很少喧哗，反而能让苏七七可以聆听到好听的梵音，在佛香飘然下，十分有股空灵平静的美好。来前沿路说他又仔细打听了柳英梅的事情，说柳英梅拜完佛都要去后院找大师听禅解惑。白云寺后院有个大的池塘，冬日里是没什么花了，不过风景不错，他们可以去后院等着。柳英梅听完禅会经过那里。苏七七本来来前是抱了对柳英梅的期待来的，现下佛音让她平静了，突然不知道期待什么了。再想想见柳英梅着实没必要，身处苏七七的身份，知道她会嫁给江训，成为宁儿的嫡母。身为苏七七之外的她，柳英梅不过就是个陌生人而已，是从前书中的文字，是符号，不是来见她一面就可以解决她失去宁儿，或是不知哪天就死的结局，还需她理智对待才行。林霜、颜路、段雪，我不想等着柳英梅出来了，回去吧。苏七七决定。几个郡王妃来时挺好奇的，大冷天站了许久，早被寺庙里的冷风吹麻了，
他们对柳英梅也没那么大的执念，早不惦记看了，就怕贸然扫苏七七的心。闻言齐齐点头要离开，几人就着寺庙池塘往外门走，忽地看见前方一个女子脚步匆匆，就要因踩中积雪滑进上了冻得一池冰水中。这个时节掉进去是要命的事，苏七七最先反应过来，冲上前去抱住那姑娘的腰，俩人一同摔倒在地，幸而避免了那急匆匆的姑娘落入水中。姑娘受惊不少，眼睛胡乱往身后看了几眼，才和苏七七一起拉着站起身子。多谢救命之恩，英梅感激不尽。段雪拿给苏七七的衣服果然一般，薄就算了，划了一下柳英梅全身安然无恙，她的衣服胳膊肘一侧磨了一个洞，胳膊应该擦伤了，滋滋呀呀的泛着疼。听到这介绍，她讶然，柳英梅，恩人认识我？柳英梅瞳孔里同样泛着好奇。不认识，苏七七摇头否认。柳英梅没做怀疑，但看苏七七衣服破了，她歉疚，恩人是为了救我，可我今天的钱全当香油钱用来给家中长辈祈福了，可否告诉我姓名住址，回头我让人给你送去。他看苏七七的衣服并不算太好，只能算温实人家不愿让他吃亏了。苏七七拒绝，庙中救人是大德钱就不用了，姑娘不必挂怀，有缘再见。说完，他带着凌霜他们匆匆走了。未来没多久，他们就要见面了，现在告诉名字多有心思。不久，苏七七等人就出去后院，无人后，柳英没有往他跑出来的方向看了看，见没人再出来后，他松口气，还是抽了抽鼻子。其实他哭过，因为天气寒冷像冻的而已。察觉天色不早了，心中惦记祖母，他出了寺庙上了回家的马车，路上还是偶尔会有积雪。寺庙的道路被许多马车走出泥坑，不知是不是马车陷入了坑里，柳英梅被猛地往前一带，摔在了马车门框上。只听见了丫鬟一声叫喊，她就昏迷了过去。柳家，柳英梅昏迷多时，大夫扎了数针，终于在月上中天的时候醒了过来。苏七七，柳英梅的父母守到半夜，终于盼女儿醒来，却是听到含糊不清的一声呓语，女儿目光陌生又悲凉，俱是担心。英梅你怎么了？柳母担心问道。第49章重生了。身处的闺阁，还算年轻的父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让柳英梅打了一个寒战。她记得死前饮下了一杯毒酒，毒酒入喉的苦辣与灼热还在嗓子眼连同体内挥之不去。一睁眼，她不仅没死，还看见了这么年轻的父母。英梅怎么了呀？说句话，柳母还在催着。柳父一同焦急。英梅，宫中淑妃娘娘有意把你许配给宣王，这个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有事啊。许配宣王，柳英梅听到这几个字，脑中晕眩疼痛，太过久远的记忆了。是了，她和王定过亲后来当了宣王妃，如今又重来了一遍。难道上天听到她的忏悔了，让她重生一次，重选人生？柳英梅不知道如何跟父母说她死而复生，时光倒流了，可想到上辈子被父母的逼迫，她不敢说不想嫁宣王府。回过神，又如未出嫁前的柳英梅一般，安抚过父母，让他们放心回去休息后，她才抱着这恐怖又真实的现状回忆。今天她居然见到了苏七七，那个可怜又善良的女子，还在寺庙中救了她一命。上辈子没嫁宣王府前，她有一个心上人，就是听到了要被赐婚宣王府的口风，知道父母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好事欣喜若狂。她违逆不了父母的意思，又舍不得心上人，所以就在上辈子的今天，她借着去白云寺给祖母祈福的功夫，跟心上人说了断情的话。谁曾想她这个一心喜欢的心上人曾其是个伪君子，一面说就算不要性命带她私奔都要和她在一起，可却用谎话哄她贴身信物当作断情的念想。她当时一心疼，就真将一个贴身多年刻有她名字的玉坠给了她。曾其是秀才，一直向往功名，可惜已经落考数次乡试了。她丧心病狂，在她嫁入宣王府那天，拿着她的贴身信物去找了宣王，言语吐露了他俩之前的关系，想要威胁宣王给他一个锦绣前程。后来他不知道宣王怎么处理的，因为那之后柳英梅再也没有见过曾琦，贴身玉坠也回到了自己手中。只是他与宣王在新婚夜经历了那么不堪的一场，宣王始终不肯真心待他，从未提过圆房之事。而他上辈子与曾琦在白云寺见面那次，曾琦表现得跟他不离不弃，他怕曾琦追来跑的，极快了一头扎进了寺庙池塘中。在被人救出来回府治疗时，大夫说他伤到了身子，寒了宫体，难以受孕。就是那般，他父母都要瞒着皇家让他嫁进去，这也成了他长久的痛苦。可是今天他居然被忽然到白云寺的苏七七救了，他那样一个寡言悲切的人怎么会出府呢？到底发生了多少改变？夜晚，江训换了寝衣休息，才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卷起苏七七右臂的胳膊，真就发现了一处泛红的擦伤。哪怕已经上药了，贴在苏七七那本来就白皙无瑕的皮肤上，还是严重的让江训心疼。今日跟那几个郡王妃去哪玩了，伤着回来就算了，竟然还想瞒着我。他不知道苏七七是怎么给自己上药的，伤药全沾衣服上了，索性自己去拿了伤药，又重新给苏七七上药，擦好后顺便裹了一层纱布。
苏七七就怕江迅发现他无缘无故的伤了，然后问怎么回事，所以既不敢多上药弄出药味，又不敢缠杀不显得胳膊怪怪的。没想到江迅心细如发，他面对着质问弱生生去白云寺了。江迅，拜佛白云寺还能碰见血光之灾，你可是头一个。去看柳英梅了。苏七七又道。江迅收拾纱布的动作一顿，而后如常看到他做什么。他这么说了，苏七七就猜到宫里有意让江迅娶柳英梅的事已经大差不差了。没想做什么，王爷有福了，柳英梅很好看。苏七七好像他今天去的作用就这一个。柳英梅长得温婉秀丽，肤色不凡，他见他都喜欢。江迅这下一点没在意柳英梅到底长何模样，收拾好了药箱，又重新回到了苏七七身边，捏着她的脸细细打量。七七也不差呀，峨眉皓齿，楚楚动人，我见犹怜。苏七七，不如简称活不长。才要闷头倒下，江迅又把苏七七圈到了怀里，正惊道：吃醋了？没有。苏七七倔强，这个醋才哪到哪？他更担心柳英梅嫁进来后宁儿的归处。毕竟书上说宁儿后来是养在柳英梅膝下的，等江迅登基后，更是直接过继到了柳英梅名下。比起江迅，儿子好像更需要他争取。王爷，不然咱们玩场刺杀游戏吧。你欲歹人袭击我，挺身而出为你挡箭，立功了，皇上还舍不得给我一个侧妃吗？苏七七脑洞大开，如是想。江迅闻听，嘴角不由得轻颤，幸亏苏七七看不见，早知道苏七七爱胡思乱想，没想到他这么敢想。办法也不是不成，苦肉计嘛，要点就要踩。七七想为我伤哪里呢？腿不成，中了容易瘸。胳膊，江迅扯了扯苏七七细嫩的小胳膊，摇头，太细，一刀可能就卸下去了。肚子容易带出肠子，贴着心脏，万一偏了，直接一命呜呼。七七前几个都是容易残疾的，唯一心脏这个好。你若为我死了，别说侧妃了，父皇可以准许我追封你为王妃。苏七七听得哪都觉得不好了，想起晚上吃的鸡肠子都要吐了，他哼声：感情你想把我挂墙上呗？江迅一脸无辜：不是你说的要给我挡刀，我给你分析伤情。许久后，苏七七不说话了，江迅摇了他两下，发现竟然睡了过去，无奈的笑了笑，想到苏七七提的柳英梅，江迅慢慢隐下了笑容。他母妃确实有意给他定柳英梅，而且他进宫的时候都已经带着他去父皇那里禀报了，母妃可能会请皇后设一次宴请柳英梅进宫看看，若没意外的话，应该就定下了。江迅当时表现得无可无不可，但内心却是不想娶柳英梅的。他想他实弟快到年龄开府了，立功出去开府得到的荣耀要比年龄到了出府来的实惠。母妃定然不希望实弟只得一个郡王，肯定之后会让他出力。他最近有一个督建的工程在手中，应该可以利用一下。第50章顺王妃作死，继后意图换儿媳。星号。淑妃准备的宴很快开始了，虽是挂了淑妃的名，但还是皇后坐镇，请的都是一些熟悉的王妃、郡王妃以及王妃们各自的母妃。不过比较意外的是，苏七七这次也在行列，原因是太康帝提了一嘴，想让柳英梅提前见见宁儿，以为看看母子缘分。若柳英梅不喜欢宁儿的话，圣旨未下，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毕竟太康帝给喜欢的孙儿找嫡母不怕麻烦。苏七七这次是自己进宫的，到了宫内，先是直接去了淑和殿，去时柳英梅已经在陪淑妃说话了。淑妃见苏七七把孩子抱了来，立马让柳英梅去看看，本宫这个孙儿啊是个鬼精灵，十分得皇上喜欢，英梅抱抱。他看中柳英梅是看中她的家世相对，造不成妨碍，无关柳英梅真不真心喜欢宁儿，之所以特意这么说，是想给柳英梅提个醒，想当宣王妃也要拿得起主母气度。柳英梅前世是十分喜欢宁儿这孩子的，虽然和她父王一样是个冷淡的人，可是那几年温暖了柳英梅不少冷凉孤寂的心，就是不曾听说宁儿得太康帝青睐，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这么快见到宁儿。宁儿真可爱，她满脸久违的疼爱，可能是柳英梅把前世的情绪带进来了，这模样让淑妃这个亲祖母都讶然。不过正合她意。七七见过柳姑娘。淑妃命令。本来苏七七已经是宣王府的小夫人了，就算柳英梅是未来的宣王妃，一日没有明旨前，反倒还需柳英梅跟苏七七客气才对。淑妃直接让苏七七跟柳英梅先搭话，明显是刻意维护。苏七七丧气，方要开口，柳英梅先一步道：应该是英梅先问苏小夫人好，苏小夫人若跟我问好，可是折杀了臣女。前世淑妃待她可不亲切，后面江迅称帝后心疼十皇子，故意召她去受宁宫捧香炉搓磨，她是常有的事。那时柳英梅早被心事缠心，日夜折磨，身子又不好，没多在乎，重活一世不过是明面上过得去，她和淑妃可真出不来。苏七七和上辈子她的记忆里不一样了，眼神坚定明亮，而且她上辈子一直到死都没等到江迅给她的名分，这辈子现在就是一个夫人了。柳英梅初见苏七七还是怕的，怕她跟自己一样重生了，故意试探道：不知道苏小夫人爱不爱吃桂花糕？
苏七七诧异，谁一上来就问吃不吃桂花糕的？她不挑剔，什么糕都吃，喜欢啊，桂花糕香甜。柳英梅咽下一口气，可还是觉得怪怪的。苏七七回答她的语气神态一点都不像之前，却又让她觉得苏七七没遇见跟她一样离奇的重生之事。我也喜欢吃。最后柳英梅不想了，她笑回道：皇后把宴设在她宫中，苏七七参加过2次太康帝设的宴，宴上无聊的帝王发言让她昏昏欲睡，不过由得她放空脑子。皇后设的宴就不一样了，皇后本人话不多，下面的王妃们话可多了，尤其是顺王妃这个大聪明，觉得是她丈夫亲母后中宫皇后设的宴，心中还记恨着苏七七让她吃亏的事。喝了2杯果酒，一整个孔雀想开屏，花里胡哨的翅膀收不住了，就想展示展示。柳姑娘，今日虽然没什么旁的贵女，可是今日你到底比旁的人金贵，我敬你一杯。顺王妃一点不带稍微拐弯的，话外音直接对苏七七脸上，不过这话说的太冒昧了吧？圣旨还没下呢，就不怕有一个万一柳英梅嫁不了，不是毁她名声，被皇家看中又被默默退了回去。柳英梅想想顺王妃的下场，若不是家中不错，继后应该看不上她，没计较这话，反正上辈子被她讽多了，摇摇头，谢顺王妃赐酒。皇后哪管柳英梅的名声，儿媳这么说只当听不懂。她讨厌淑妃日常端的一副不争不抢的模样，心思比谁都多。若不是她家世比淑妃好，当初淑妃就是她做后位最大的威胁，巴不得今天这对未来的婆媳闹笑话。顺王妃见着皇后没说话，淑妃的脸色又僵得不敢言，察觉是认同她开涮淑妃一家，越说越勇。说到底，我们这席宴请来的是柳小姐这样的人，那有什么上不得台面的玩意，蹭1次2次宴就算了。谁曾想有人心大，跟府中不管吃食一般回蹭。苏小夫人，您说这样的人可不可恶？顺王妃点名的喊了苏七七，苏七七故作一脸不解，妾愚笨，顺王妃的话妾听不太懂。听不懂啊？那解释解释给你听，本王妃说的就是那种出身一般，野鸡非要当凤凰的货色。顺王妃酒喝糊涂了，皇后隐隐听顺王妃说的不像话，她是皇后，谁敢跟她面前论凤凰？因此有意低喝。可惜顺王妃听不出来，反而把早准备好的话一一对苏七七输出。当妾的命还想学人当妻四处风光呢，可怜没机会，等丈夫的心腹进门采。咚！一只白瓷杯被扔了出来，直冲顺王妃的脑门袭来，而后她鲜血流注的被砸趴在桌子上，浑身沾了酒菜，狼狈不堪。而砸她的并不是别人，就是皇后。趁着顺王妃正愣间，苏七七悄咪咪看了四周，没一个妃子脸色好的，就连皇后都气得胸膛起伏，敢在宫妃面前提妻妾，顺王妃太会作死了。皇后都不是原配，如今可以统帅6宫，那是元后没了。顺王妃即便没那个连皇后都骂的心思，可话着实刺痛她了。旁的妃子见顺王妃被打这样，心中解气的同时，象征性的给顺王妃求了情。皇后心中也不想看着顺王妃在这碍眼，当场寻个理由说顺王妃酒喝多摔了，才让人扶走。走前，顺王妃反应过来自己闯了什么大祸，哭喊着让皇后原谅。皇后禁不住，她这么喊，直扔了一个手绢，让人堵住她的嘴。娶妻如此，顺王妃的母家如今也不行了，她真该让儿子换一位更好的。没多久，皇后就没心情了。柳英梅的事大差不差就定了，她没必要费太多精力，就直接散了宴席。第51章前世柳英梅之死。出宫时，苏七七和柳英梅同路，一路上抛开苏七七知道的后文，俩人算交谈甚欢。苏小夫人，顺王妃酒多喝了2杯，醉糊涂了，可别在意她说的话。我就没多往心里想，柳姑娘也别记心上。皇后那一杯子足以证明顺王妃话说的难听，但刺到谁了谁知道。苏七七不以为意，柳英梅轻轻笑笑，苏七七说话真有趣。俩人一同快走出后宫时，苏七七没想到江训居然就站在门外。江训见到苏七七，笑迎着走上去：“今天宁儿闹人了吗？没出什么事吧？”依照前2次的经验，江训不放心苏七七，他是成年出宫见府的皇子，无事传召，不好进后宫。在前殿和父皇大臣们商议完朝事后，他就等在这里了。宁儿很乖，出门从来不闹的。苏七七说话时跟着瞧了瞧绿萝怀中的孩子，满眼温柔。现在还是寒天，苏七七刚从殿内出来，身上还有暖和味，倒是江训一逼近他的时候，就有股寒气袭来，不免想问：王爷是等很久了吗？江训否认，拉着他：“刚来就碰见你出来了，我们回府吧。”苏七七才不信江训的话，猛然想到柳英梅，他拉着江训介绍：“王爷，那是柳家小姐。”江训淡淡嗯了声，没太过关心跟苏七七并排走出来的是谁，或者说知道是谁，他也并不在意。拉过苏七七的手，就带着人往前走了。苏七七满腹牢骚，江训似乎对柳英梅不大感兴趣，但在书中就差直接将帝后情深的字眼甩他们身上了。论哪个皇后死了还想葬家里，让葬家里的，怪不得他儿子要撒骨灰呢。感情墓里是没有跟他同葬的。
苏七七和江迅消失在甬道上后，柳英梅才抬步继续走。春华小姐，宫中都有此意了，宣王怎地搭都不搭理你？苏小夫人都比他有人情味，但苏小夫人好是好，宣王又对她太好了，您嫁去怎成啊？柳英梅恍惚问道。你也觉得宣王对苏小夫人很好？怎么不好？刚才宣王连亲儿子都少看，眼睛一直粘在苏小夫人身上，奴婢瞎了才看不见。柳英梅听完默默不语，原来方才她不是错觉，这辈子苏七七不一样了，江迅更不一样了。她笑笑，有什么关系？我跟苏小夫人交好就成，圣旨没下来之前，我与宣王就是陌路人，以后别乱说。徐世子在将要上马车走时，他倏然听到一个称呼，随意望去，吓得柳英梅没上去马车就罢了，还差点摔倒。徐敏言，他哆嗦着嘴唇喃喃：小姐，您没事，那确实是凤阳长公主家的世子。春花不明白小姐怎么了，仔细扶着。柳英梅久久说不出话来，前世喝下的毒药仿佛一瞬间又灌进嗓子里，灼烧的感觉充斥着四肢。直望着当初对他如杀神的徐敏言，现今已经官袍加身，哪怕还没有当初凌冽的全身戾气，仍旧怕得全身惊骇。他想他喝下的那杯毒药一定是世间最毒的，犹记他疼了整整一夜，全身都在流血，那种不得好死的痛苦一直折磨他到第二日宫中晨钟敲响才咽气。徐敏言上辈子恨毒了他，才会用那种法子不惜将他毒死吧。柳英梅回首望着高大的城墙，他前世的记忆里生活灰败如废墟。他知道江迅未来会成为这个皇宫的主人，可他却不想成为这个皇宫的皇后了。他本就不配，本就不喜欢，本就是从苏七七手中夺来的罢了。是啊，他们都变了，自己也要改变才对。他不能走以前的老路了，不然不知道这次什么时候徐敏言又要给他送上一杯毒酒。柳英梅缓和惊慌失措的心，想到负了他的伪君子曾琦，便是不嫁江迅，他都要想一个办法给玉坠拿回来，万不能成为了他的把柄。春华，我们回家。柳英梅坚定了眼神。星号星号星号。苏桑有了梁郎的帮助后，五间铺子全稳步有了发展。显听兰也在年后和王生成亲了。起初苏七七还怕显听兰嫁了人，她舍不得和王生分开，要到王生自家的小铺子里帮忙。因着俩人的婚事有江迅做主，显听兰那对父母不敢多狠要王生的聘礼钱，两人后来就合计拿着那些小钱开了一个风筝铺子。显听兰请了1个月的假，后来反而又到了苏桑的铺子里忙。依照显听兰的话说，在府中为奴为婢时，一对夫妻还要分开了做活，你不掺和我的，我不掺和你的，没那么多分歧。他家王生的风筝也不是一年日日都好卖，生辰节日的才有的忙，开着风筝铺子，一来家传手艺不想荒废，二来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人不受苦。显听兰可受不得家中清闲，愿意到苏桑的铺子忙活发挥本事。苏七七的大哥苏柏前阵子托苏桑给宁儿送了一个银锁，苏柏现在没有和苏桑一样忙营生，而是在读书。他怕苏柏乱花钱，又回到家中把银锁还了回去，才知道大哥病了。大哥，你都得风寒了，现在虽然开春了，但还是冷得慌，手插水中都能冻红。宁儿不缺这些，娘说你进了一间书院，这也要钱，以后要继续读书钱需要的更多，光靠从前在凤阳长公主府存的积蓄怎够？苏桑靠在一旁的木板门上，同苏七七道：阿姐，大哥要想读书我全力支持，没钱我出钱。可大哥觉得欺负我这个当弟弟的不愿意要，大过年的出去给人写对联、画门神、写书信，这才生生给自己跑病了。苏柏被弟妹这么数落，有些脸红，强撑了身子坐起来，还是不免咳嗽几声。过年大哥这个做舅舅的总要给宁儿点礼物，这是大哥的心意。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不能光顾着考科举，真就两耳不闻窗外事。我知道阿桑现在本事大，不仅可以养家里，还能供大哥读书，但大哥有手有脚，能赚的钱大哥努力去赚，就一点风寒而已。书院有寒假，过了寒假我就能好了。七七，全家人大哥最不想让人担心的就是你。王爷现在是没正妃，有了正妃大哥就怕你伤心宁儿的身份尴尬。人都说读书为上等，大哥其实很想考中为你一个稳固的未来，可惜大哥开始的太慢了。第52章淑妃请江迅吃饭，偏袒幼子。他现在不过中了一个童生，中试后父母心中开心极了，认为是祖上显灵，从他们这辈开始可以底气做人了。只是私下只有苏柏知道，他不过是从前在凤阳长公主府沾了世子的光，那时世子读书都有他伴读，世子去每考一场试都有他跟在后面等，世子考完回府总是会时刻醒悟文章，他在旁听世子讲述不同试题中的论点，跟他一起分析，这才稍比一般寒窗苦读的人强些。苏柏不会妄自菲薄，更不敢傲慢自得，连世子那样出身的人，长公主都觉得要凭本事入朝为官。他渴望凭本事有一天站到世子那个高度，渴望保护家人，保护妹妹，所以他一日都不敢懈怠，即便书院很贵，都要花钱去读巩固自己不熟的弱项。苏七七眼睛有些酸疼，
大哥性格内敛，通常会在把一件事做成功后才和别人说。今天突然肺腑说了这么多话，他哪能不懂大哥的苦心？大哥你喝药吧，其他的我都明白，但作为你的妹妹，我最在乎你的身体，别的都不急。大哥没事。苏柏接过喝一口，安慰道。苏七七离开苏家后，还是把苏柏送宁儿的银锁带了回去。一瞬间，他觉得这个银锁比任何人赏赐的都要好。这个银锁中有他大哥冒严寒给人写对联、画年画、写书信所有的汗水与情分，是无价之宝。甚至苏七七一回府，冲回家里就给宁儿给带上了。江迅呐喊：“不是要还回去吗？没送掉。我大哥赚钱给宁儿打的，祝福多着呢，不要可惜。宁儿，这是大舅舅给的银锁，长大了见到大舅就要叫的。”苏七七捏着银锁对宁儿摇下面的铃铛。宁儿现在就喜欢清清脆脆带响声的东西，又认认真真的听苏七七说话，一张小包子脸红润润的，嘴巴张了几次，磕磕巴巴的喊着：“舅，大舅，舅舅。”宁儿真聪明，还没到2周岁，宁儿肯学什么话都能说出一点。苏七七很欢喜。江迅隐隐有些吃醋，当初学个父王可学了许久才会，一口一个舅舅叫得真顺溜。叫父王，他逗道。从前叫不清是从前的，宁儿这个早会了，张起小嘴熟练道：“父王，乖。”江迅摸摸儿子的头，一瞬后眸光有些黯然。其他兄弟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是世子，他的宁儿虽是他的长子，被父皇夸过聪明能进宫参宴，却只能屈居庶子的名下。长大之后的不同会越来越多，他会感觉到的。江迅知道那个滋味，同样是父皇的儿子太子，跟他们这些普通的儿子在父皇心中始终不同。他的宁儿不能步他的旧路。翌日，淑妃把江迅和江辉两兄弟叫到宫内用饭。淑妃满眼喜爱地盯着江辉，一个劲地往他碗里加水晶丸子、炙烤的羊肉，手中动作不停，嘴中同样念叨：“多吃点，最近读书辛苦了，我瞧你没精打采的。”才不是读书读的，就是母妃你天天念叨，我读书时脑子里都是你的念叨，我哪读得进去？叔乃能让我没精打采？江辉毫不讳言。淑妃反觉儿子孩子脾气有趣，不免嗔宠：“瞧瞧你，这个新年过去，你都20了，说话还这么孩子气。到时我乃能让你自己开府过，指定要给你王府多塞点人，找些贴心人照顾。”江辉不停吃饭：“母妃你想多了，我一没宫，二没职位，父皇肯定只能封我郡王，哪能跟6哥一样？6哥比我厉害。”当初那次剿匪，并不是江迅贸然领命，或是直接被太康帝派遣去的，而是太康帝有意给儿子们一个历练，磨了许久，想看哪个儿子有志气，敢真刀真枪的保家卫国。期间太康帝安排过有剿匪经验的将领辅助，可惜一些皇子怕苦，封王的觉得没必要冒险，后宫里那些妃嫔又怕儿子受伤，江迅才在许多皇子都权衡利弊，没有选择这一剿匪大任后请的命。你6哥当然比你厉害，旭儿你弟弟年纪小，母妃真怕他出宫了，自己一个人过不好。郡王虽好，终究比不过堂堂的亲王尊贵。母妃听说你最近在督建太行宫，那宫殿建成后要祭祀将士列祖列宗，编纂祖宗功绩，供后人追思学习，这对整个大晋江氏，对你父皇都无比重要。建成后你父皇定然开心，不若你带你弟弟。淑妃先是好一顿话把江迅捧高，再是说出为江辉这个幼子的考量，一副慈母心端的热忱。可他却忘了江迅大不了江辉几岁，今年不过22罢了。母妃苦心，儿子明白。江迅淡淡一笑，对江辉道：“师弟，6哥一个人督建太行宫，有时难免分身乏术。等我写一个折子跟父皇言明，你即将开府，不管有没有经验，父皇总会让你历练历练的，其他的交给6哥就好。”江辉顿了顿筷子，不敢置信，7、8、93个哥哥都是郡王，他其实要同样的一个郡王没什么，他不怕丢人。江迅虽是他同胞亲哥哥，人实在太冷又孤僻，他从小就不敢跟江迅亲近，母妃疼爱他小时候得到的母爱都是最多的。没成想母妃找6哥帮忙为他谋划亲王，若他得一个亲王的话，会比7、8、9哥哥们风光多了。6哥当初打仗回来风光的很，那么危险的事都能办得好，一个造舰行宫的事，还有6哥在前面，将会放心的很。他举杯欣喜，谢6哥，你我兄弟不必客气。江迅，5天前宫中来人要走了柳英梅的生辰八字，大约要去跟江迅合字，待八字没有问题，赐婚的圣旨就要下来。柳英梅知道八字没问题，她的生辰八字更没机会作假，唯有行险招了。第53章落水。小姐，这些东西您要谨慎点吃，万不能出了差错，不然是毁一辈子的。春华不解柳英梅为什么要寻这么伤身体的药，去偷配的时候差点没将她心脏跳出来。柳英梅心中不比春华惶恐，但一想到嫁给江迅新婚夜那晚会出现曾琦那么一幕恶心的事，她必须将一切的不幸从源头掐断。江迅她不要，曾琦她更要踢开。大夫不是嘱咐了剂量吗？无碍的，快趁着晚上大家休息了，没人去熬一碗。春华担忧，还是不得不听。是。
宫中如今设宴也会记得请柳英梅，为了不让未来王妃尴尬，这次倒没有请苏七七带着宁儿进宫，反倒给了江训和柳英梅单独相处的机会。俩人先是在淑妃那里碰了面，后来一起结伴往御花园散心。初春的冷风仍旧会时不时让人打起寒战，御花园依旧四季如春，比之年前不舍绽放的各类花骨朵，如今都有了绽放的姿态。而年后的迎春花遥遥领先百花之中，掀起了带头的盎然姿态。王爷其实一点都不想和我走在一起吧？王爷也不想娶我。苏小夫人在王爷心中才是最重要的。两人走了一会，柳英梅看到身后跟的人远了，直白地问了出来。前世他和江训虽是夫妻，可他们一开始就出了那事。柳英梅在江训跟前一点本性展露的机会都不敢，即便知道他本就是那么一个冰冷的人，被他瞧看的每一眼都会让他觉得自己婚前不忠，他该受到一切冷待。江训那时候不声张此事，不闹出休妻，柳英梅心中感激不尽，哪里敢奢求一点别的，只能尽力做好宣王府名义上宣王妃一切该做的事罢了。现在他有机会，尽管今日这些话大逆不道，作为柳英梅他无愧于心的敢问出来。多虑了。江训微微一惊，不曾想柳英梅敢圣旨未下前跟他提起这话。想到苏七七说的柳英梅不错，他不想因一件被人心中认定的事迁怒于人，何况听柳英梅的意思，他也不愿意。不因为要娶你，而是本王不想娶任何人。本王的夫人在本王心中确实重。宫中王爷的长辈们都跟英梅说，王爷性子冷淡可人品好。英梅没成想王爷会这么直言坦诚。柳英梅想想上辈子的江训，即便带他疏离，会偶尔听见他赵姓苏七七，可从不知江训心中对苏七七是个什么感情。他提过给苏七七一个名分，江训从不愿拿此事跟他谈，也不曾主动为苏七七晋升位分，更遑论会开口说苏七七重要这样的话。江训没有回答，想到脑海中那张笑颜一展什么都敢跟他说的人，无端觉得心头微甜。他想他真是近墨者黑，不过不要紧，他甘之如饴。本王在想法子了，大约不会让圣旨下来，柳姑娘不必担心。柳英梅，王爷的办法是不娶妻还是不娶我？若不是我皇上淑妃，还会给王爷换另一个人。若不娶妻，王爷是等跟苏小夫人夫妻堂堂正正相待的那天吗？什么意思？江训微敛了随意的模样，脚步微微一顿，直觉告诉他柳英梅话里有话，又似看穿了他什么。柳英梅不在意别开脸去，纵使他知道江训未来会登基，也不可能为了讨一个免嫁他的机会，现在吐露出来。他知道的还是算少，身处后宅，知道他会登基，不知道他如何走的夺嫡路，说出来会让人当他是妖怪疯子。英梅僭越了，只是和苏小夫人相处甚欢，觉得苏小夫人配得到王爷的一切重待罢了。王爷不愿的英梅更不愿，英梅也不要这份被人安排的婚事。王爷，英梅告退。说完，柳英梅决绝转身离开御花园。冷凉的春风中，她衣袖翩飞，脊背挺直，丝毫不留一点能挽回的可能。今日这一遭，他和江训的一切就会彻底过去。江训既然想了办法阻住这场婚事，那他是一个君子，绝不可能会将过错推到他身上。若因为他在江训的办法中受了委屈，说不定皇室会重新再给他择一门婚事弥补，他不要人再来安排他的一生。待江训和柳英梅分开的不久后，皇宫中突然躁动起来，柳英梅落水了。宫中有嫔妃的野猫出来乱窜，一下吓住了旁边站着的柳英梅，她步子不稳，落进了身后的莲花池中。当时不少人看见了，皇后下旨让人去救，太监不要命的一个个跳进去捞人。等将人救出来安置到偏殿里后，太医不久就到了跟前诊治，一查脸色难看，说春日池水寒凉，柳英梅恐伤了宫体，怕是子嗣艰难。太康帝和淑妃听到这话后，相互对视了一眼。王妃所担的子嗣和旁的还是不一样，若王妃不能有子嗣，那未来怎配其位？太康帝当场也说不出什么立刻忘恩负义的话，只让太医好好为柳英梅开药养身体。期间，柳英梅虽身子疼得厉害，可到底细看了淑妃和太康帝的神色，知道这桩婚事成不了了。他事先喝了药再跳水，这时的池水比上辈子白云寺的水温和多了，哪怕柳英梅没考虑后续再如何嫁人的事，可终究不舍得伤了自己。毕竟重新捡回一条命难得，而这是在宫中发生的，他父母再不能和上辈子一样密不告人逼他嫁了。苏七七知道这个事的时候，是江训回来的时候告诉他的，明明会是文中恩爱帝后的两人，现在居然连婚都成不了了。柳英梅给他的感觉很好，但突然一瞬间又觉得柳英梅即便能成未来的皇后又怎样？她会短命而死，若是不当皇后了，改变了人生轨迹，她未来会不会活得长些？她自己也都改变这么多了，她会不会活得长些？苏七七这个问题没有人给她答案，可她希望如此。王爷，我回头能去柳家看看她吗？之前柳英梅和江训的事，京中多有扑风捉影的传闻，一直没个准信，大家都不敢说。回头她的名声必然受损。宫中太康帝已经让知情柳英梅身体的人都闭紧了嘴，太医还是给了一线希望，柳英梅的身子可能会好，
不过是皇家等不起不敢赌罢了。苏七七既然联系柳英梅，去的阵仗不能小，至少让他人知道宣王府没有嫌弃柳家，皇家也没有嫌弃，当初他们所听闻的都是假的，让谣言不攻自破。当然，到时我送你去。第54章原主之死。落了水，柳英梅躺了几天，几天来柳家父母十分为女儿感到难过，那么一个好机会就要当王妃了，居然落了水上了那种毛病。柳母一天能来柳英梅这儿哭几次，说女儿命苦。柳父惋惜的多，隐隐怨女儿毛躁，为何非往池边站，终究多说无益到没有柳母念叨的多。这日柳母刚哭完，柳府仆人就来通传宣王和苏七七来了。柳母起初听到宣王心中一喜，一想到两人的婚事告吹，又抹了把辛酸泪。江训只进了柳府前院，苏七七上次觉得柳英梅甚是喜欢宁儿，她今日特地将宁儿也带了来。果然柳英梅见到了宁儿，一双无精打采的眸子都亮了不少。她看着宁儿开心，七七多谢你带宁儿来，我看到她真好多了。苏七七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宽慰柳英梅，你若喜欢宁儿，若你想见了我，定带宁儿来看你，等你好了，后来宣王府找我玩也成。不过在此之前，你一定要养好身子，千万别再着凉喝风了，不然好了风寒咳嗽还要跟许久的。我大哥那个书呆子就是这样，大过年的出去写门帘赚钱，一直给自己熬得拿不起笔，过年都躺着过得天天咳的，我爹娘担心生怕肺出了问题，幸亏现在好了。苏七七不得不怀疑柳英梅是天生体弱，不然落一个谁怎么会这么严重，上辈子无儿无女怕是身体不好的缘故。柳英梅听腻了这几天父母的哭责，难得被苏七七这么关心，心下舒服许多。她上辈子也是会关心人的，可惜被自己那么对待。七七，谢谢你。星号星号星号。回去的路上，苏七七一直窝在江训怀里，她太累了，在柳英梅那说了许多好玩的笑话给她解闷，她嗓子都累哑了。不休息个3-5天，苏七七不打算再开口。江训心疼，让你来是探病的，回来的时候倒把自己累得够呛。苏七七不想说话，拉着江训的大手，将他手掌摊开，用食指在他手中写字。没收住，江训念叨出来，苏七七点头就是他没收住，这才说得起劲累到了，嘴都张不开了。别跟我说话。苏七七又写了一句，江训气笑了，捏着苏七七的下巴，跟别人说话累到了，还觉得我吵了。从前可都是苏七七没话跟他找话说的，他才说几句。苏七七委屈，他有说话礼貌症，江训一说话他就想搭理，又不想写字，索性不想让江训说话。下巴在江训手里，苏七七有一瞬间觉得头顶马车顶，四面密不透风，兴许江训会给自己霸道一吻。嘴巴撅了起来，谁知江训反倒眸子动了动，没想到苏七七会这么做，而苏七七也明白自己自作多情了。江训这个男人从来不解风情，脑袋往他怀中一拱，彻底睡了过去。江训盯着半个身子挂在自己身上的苏七七，他真敢。夜晚，苏七七梦到一处不甚太亮的房间里，他一动不动地在房间里坐着，房间被人紧紧地关着，连个窗户都没打开，唯有一阵阵桂花的香气不知从哪袭来，甜丝丝的，他不由得多闻了2下。忽的外面有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听不太真切，又总觉得自己听到了。娘，苏七七她是个善良的女子，殿下不在家，您不能伤害她，她又怀殿下的孩子了。柳英梅一直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衣袖，恐惧地看着母亲身后丫鬟端的桂花糕，她不敢让母亲进去。要当皇后的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她善良又跟你有什么关系？留着她是你的大威胁，不是她善良就可以的。柳母不争气地扶了一把柳英梅，见柳英梅不起，她恨铁不成钢道：苏七七可以一直没名分，可她的儿子不允许她一直没名分，你养了宁儿多久？殿下他有说过过继到你的名下吗？殿下就要登基，届时后宫那么大，苏七七是殿下唯一一个诞育了子嗣的人，你身子不成，如今只能先下手，除了苏七七，这样你这个养母就成了宁儿真正的母亲，没人会撼动你的皇后之位。可你要动妇人之仁，未来你无子被废，我跟你爹宁愿一根白绫吊死，你说是要父母的命，皇后的位置，还是要那个跟你没什么关系善良的苏七七？柳英梅哭的声音嘶哑，脑海中一边是底线的挣扎，一边又是父母性命的逼迫。她可以不做皇后的，甚至是不嫁来宣王府，可是一切都不由她选择，她自己都做不得自己的主，苏七七的命她又怎么保？最终双手从母亲的衣袖上滑落，柳英梅听到身后有开门的声音，母亲带着桂花糕走了进去。柳英梅不敢进去看，只能守在门边等着一切发生。苏七七摸着肚子，她这胎很大了，每天都能感受到孩子在跟她玩闹，她觉得会跟宁儿一样活泼。夫人，能等我些时日吗？至少让我生下孩子，有宁儿不就够了？难不成你连宁儿都不让她长大？刘母摆了摆手，婢女把桂花糕送了上去。孩子多了是好，可她等不及了，一定要趁着江训不在才好。那也不是什么毒药，顶多让苏七七早产罢了。让苏七七吃了毒药死会被发现，但是她难产而死谁都怪不了。
苏七七垂了垂眼睫，这点要求都要赔付上宁儿的性命，他不敢得寸进尺。王爷让他等他，可王爷又待他冷淡非常，他日日恐惧不安，或许他就不该来宣王府。孩子，娘陪你。苏七七牺牲不了宁儿，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帮他，深宅后院他待得太久了。他羡慕有时北院墙头外，幼童经过时清脆的笑声，他觉得他们的笑颜一定格外好看。可惜在长公主府，自小被教导稳重规矩，他不敢表露。他渴望和大哥一样读书写字，府中人就因为他多写了几个字，觉得他不甘心当一个小丫鬟，想要勾引世子，揭发到长公主面前。他想守着自己的孩子，可孩子并不能属于他。他爱的人或许不爱他，他的家人这辈子也不曾再见。苏七七尝了一口桂花糕，轻轻一口就满口香甜。他对自己祝愿，再有来世啊，七七你一定随性而为，笑颜长展。日上三竿，苏七七才醒来浑身乏累，好像记得在做梦，又不记得做的什么了。无意摸到枕头，他才发现枕头湿了大半。他这么一个乐天派，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噩梦了？夫人不好了，王爷出大事了。第55章命格虚亏，累7累几。苏七七眉心一跳，不一会儿，江河就把江训抬进了府中。他迎出去一张担架上，江训就那么眉头紧锁，脸色煞白的躺着，身上有细微的小伤，这都不要紧，独独腿上阴出一大块血渍，这是摔到腿了？怎么伤的呀？苏七七指挥着江河小心将人放在床上，生怕再磕到碰到。江河这时才有空答，昨儿晚上不是下了雨吗？今天王爷去督察太行宫的进度，按理说王爷身手不错，就是有些雨水又怎么样？哪知没有一点预兆，王爷就从屋脊上掉了下来。那屋脊当铺下面还有工人堆的瓦片，幸亏有缓冲，不然王爷就不止摔腿了。江训摔了后，立马就有驻守在那里的太医救治，腿伤的严重治起来同样折磨人。一直咬牙硬生生的在太医的治完下，江训最终才睡过去。苏七七遣了人出去，江训会时不时的出冷汗，他就间隔时间拧湿帕子给他擦。太行宫是近几年督建的大工程，太康帝十分重视。江训受伤后，他一边吩咐了人去查原因，期间又派了贴身太监带了上好的补药来瞧看江训。因着江训没醒，太监安慰了苏七七几句好话就回去了，兴许明日还会再来。之后苏七七就一直静静地陪着江训到了落日下山，屋内撒了一层昏黄的余晖，暗淡幽寂。江训一直不醒，宁儿闹人的时候，苏七七哄得都心不在焉，现下不免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低头抹了2把泪，看来今天不是个好日子。醒来的时候哭，这个时候也莫名掉眼泪。怎么哭了？苏七七低着头鼻子抽泣，长长的扇羽被打湿粘在眼睛上，费力才睁开。忽闻声音一抬头，发现江训居然醒了，在看着自己，一只手抬着还要帮自己擦泪。他凑上前关心问道：王爷，腿还疼得厉不厉害？我让人给你熬药。不着急，江训虚弱着，他仍旧继续着那个替苏七七擦泪的动作，待擦好后还哄着说了一句：别哭了，一会儿宁儿看到该说你羞羞脸了。没要哭，你一直不行，我怕人多了打扰你，就没怎么让人进来守。一个人静悄悄的待久了，心里空落落的，突然就难过了，才不是担心王爷。苏七七绷着嘴角，眼眸无意落到江训的腿上，他没忍住：王爷，你怎么就会不小心伤了腿？太医说了多长时间能好吗？不会留下病根吧？当然不会，我有数。江训淡笑。苏七七一听不对，满脸疑惑：啊！江训没打算要瞒苏七七，虽只是伤条腿，但这件事和他的婚姻大事有关。他让苏七七给自己垫高了身后的枕头，将全部的计划告诉了他。命格虚亏，累7累矣。苏七七重复江训说的最后几个字。江训点头。摆脱婚事摆布的最好法子，就是安上一个忌讳，待这个名声传出去，父皇他就不会想着这么快给我定王妃了。江训的办法不是别的，就是借了太行宫这个江氏祖先的祭祀宫殿做了算计。太康帝清楚江训行事稳妥，性子是众多儿子里最让他放心的，无缘无故的受伤还是在太行宫出的事，他必然要找钦天监的人推算。钦天监不是什么重要引人拉拢的官职，一直以来无人在意，不过要是用到了，那就是一言可以搅动太康帝心中变化的最大武器。钦天监中有江训的人，他会把江训受伤的事引到江训的命格上。自打柳英梅出了落水的事，淑妃又在帮江训寻私别的世家小姐，这个节骨眼上，他又看中了一位已经知会到了太康帝那里，如此一来很顺理成章的把江训说成是一个不宜早娶妻的命格，不然不仅是对自己不好，就是对娶来的或是即将定亲的对方都不好。柳英梅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太康帝不可能不要儿子的性命，那些有意看中江训企图当宣王妃的世家也要顾及女儿的性命，这样一来江训的婚事就没人会盯得这么紧了，哪怕是想计较也要等江训避过了命格的10年后。苏七七算着时间，10年很长了，
因为江训用不了10年，他就能得到那个位置，那时他就不必被别人左右了。果然，江训前一天刚全盘对苏七七托供了自己所有的算计，第二日太康帝的贴身太监又来了。这次江训醒了，太监慰问了他几句客气话，紧跟着就忙太康帝交代的事，想查清江训衰前是不是太行宫之前就有人在建造上出了错。江训如实说了一切无恙的征兆，这把太康帝的人听得一顿，最后依旧说了妥帖的话，留下了许多药材才离去。人走后，苏七七端着汤药上前，手中捏着勺子冷着江训的汤药，嘴中打趣：原来王爷的名声居然为了我这么不爱惜的。江训在太监在时模样一直端的肃正冷淡，到现在都没松弛嘴角，被苏七七这话一逗，合了合眼睛，在睁开时眸中已有了柔和。惯会耍嘴皮子，苏七七，王爷受伤了，整天不能出门，七七不耍点嘴皮子怎么给王爷解闷？瞧，我对待病人一视同仁。他舀了一勺褐色的汤药到江训嘴边，江训就着喝了一口，将药碗接过来要喝第二口的时候，蓦然从苏七七的手中冒出一颗甜枣糖，还未张嘴就被苏七七塞到了自己嘴里。良药苦口虽好，甜枣糖也不能缺，喝口药吃下去会好得多。江训自小很少吃这些小玩意，原是他母妃很少拿这些小玩意哄他吃，反而爱追着江辉哄。他羡慕，就曾自己偷偷的尝过，没啥特别滋味，所以后来就很少吃了。现在觉得其实很好吃，糖都吃了，剩下的王爷你还不敢一口闷了吗？苏七七数数自己的糖，可不够江训在那里小猫喂的喝。江训摇摇头，他再喜欢又没说抢他的，端着药一口气不换把药全部喝了一个精光。第56章玉坠。柳英梅的身子养了些时日，她已经可以下床了，另有一件事她还急着要做呢。自打柳英梅病了一场，跟宫中的走动少了，默默盯着她动向的曾琦有了动作。莫说柳英梅没有定成皇家的亲，和宣王府已经有关系来往，即便是柳英梅如今真是已经被退婚过的，名声尽毁，上京有头有脸的人都嫌弃娶柳英梅进家门，曾琦也不会放掉柳英梅这个能带给他用处的女人。工部尚书到底是他可望不可及的岳父，若有他的帮助带领，他未来会好走许多。知道柳英梅生了病后，他又如之前一般，先是找到柳英梅的丫鬟春花，让她递了封关心柳英梅的书信进府。柳英梅这次只是神情冷淡地看了一眼大概，而后一把扔到了暖炉中。春花不解，当初小姐收到曾琦的书信时都会欣喜万分，而后看完之后还会妥善地收拾起来，之后闲时再拿出来细细读看。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之前的书信，春花不知被小姐收到了哪里去，而现在她大约是明白了。小姐，您跟曾公子闹别扭了。她小心翼翼，曾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读书人，小姐要家世好的读书人完全可以找得到，却无缘无故就被曾琦吸引了。她内心很不赞成，传出宣王府婚事那阵，她实在为小姐开心，认为小姐当王妃好过跟曾琦吃苦。现在小姐这个样子，她觉得曾琦还不错，可小姐又变了。柳英梅信是扔了，但并不打算不理曾琦，我跟他要解决点事，解决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别扭了。春花，我身子虽好了，可心里还有点怕，你去跟母亲说一声，我想今日去白云寺祈福。哦，春花不再问什么，乖乖领命。白云寺的后院一间不起眼的禅屋中，曾琦抱着柳英梅诉说了许多的思念之情，生生的将自己的眼泪给自说自感动出来2滴。英梅，你不嫁宣王真好，我起初念你念的吃不下睡不着，可终是为你欢喜，因为嫁给宣王比嫁给我好。后来听说你落河了，大冷天我就是光听到都一阵寒意彻骨，一点不敢想你会不会挺不过去。期间我想了好多办法想去看你，始终找不到机会。英梅，你等我，我一定会努力金榜题名娶你的。若从前柳英梅听到曾琦的这些话，一个男人为她担心为她着想，她一定感动极了。后来实在想不明白，她怎么会被曾琦这样的伪君子所骗，她就暗中花钱买人查了曾琦私下的作风。可是令她大开眼界，只想作呕。她以前一定被下了降头，因着科考进益不大，屡屡受挫，她就开始花天酒地不务正业，说是现在在一个书院读书，实际干的竟是缺席早退之事。就连他曾联系过曾琦家贫，私下攒了月例接济的钱，都变成了他喝酒嫖妓的资费。此刻他眼中只剩一片冷漠，嘴中还是温声细语：曾郎，现在外面很多人都想看我笑话，只有你还一直待我这般好，我真开心。我想好了，线下几年应该没有人敢踏我家的门槛跟我定亲，我想将我们的事告诉我父母了。他推开曾琦的怀抱，脸上早换上了一片痴情笑颜。你去提亲娶我好不好？曾琦一刻愣住，眼中的狂喜却在一点点的迸发。他没想到能这么轻易等到这天，嘴中还是担忧：你父母会同意吗？我现在什么处境你大概知道，若我父母不同意，曾郎你带我走吧，我们离开这里。柳英梅一片真挚。
曾琦在心中思虑了2圈柳英梅的傻话。本来柳英梅现在名声有损，他就去提，若他父母不同意，他再跟他私奔。到时候他就装作没跑掉，柳英梅的名声就更臭了。他父母不能光看着，肯定会无可奈何的同意这门婚事。那他就可以去柳家吃香的喝辣的了。英梅待我如此，你说让我怎么做，我就听你的。那成。柳英梅擦擦眼泪，眸光落到他的颈间，盯着那缕熟悉的红绳。言语又道：我生这次病，娘说我中邪了，要拿小时候给我的玉坠去祈福。原来我竟然不知道那玉坠是我的保命符，可能这次落水也是离了玉坠的缘故。曾郎，你能把玉坠给我吗？我娘等着要呢。曾琦有了柳英梅重新投怀送抱，还要什么玉坠，立马不多心的取下来还了他。既然这玉坠对你这么重要，那定然是要还的。柳英梅见这东西失而复得，重新回到手中，紧紧地握着，不再想跟曾琦虚与委蛇，找了借口便离开了。日子转眼过去，很快到了4月中上旬。有了柳英梅在投怀送抱，曾琦是一点赚钱的事不干，还将之前的存银挥霍得一干二净，即将坐吃山空，就连他私下去找春花都寻不到机会碰面。这才隐隐觉得自己被骗了，山穷水尽，恶从胆边生，收拾了从前柳英梅给他的书信，找去了柳家。起先曾琦想给各自留点薄面，跟刘府门房好生一说。门房一见曾琦张头鼠目的往院里打量，话中还牵带主子，认为是讹人，推攘了几下让他滚。谁知曾琦装也不装了，直接从怀中掏出一叠书信，每张书信的落款都数了梅英2字。他毫不客气地扔去一张，横木，拿进去给你们尚书大人看，这是不是他女儿的字迹？他女儿跟我相好了，时不时的写信给我诉思念，现在转头又给我踢了。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我要见柳尚书，见柳英梅，让他们父女出来。一张书信被扔到脚底，曾琦手中还有厚厚的一叠，哪怕是假的门房都不敢擅作主张，生怕这泼皮无赖出去乱说乱叫，污了家中小姐的名声。眼看着周围聚起了人，门房紧忙拿着书信跑进院内。屋内柳尚书正在家中，听到门房禀报，还顺带拿了一封有女儿字迹的书信，气得双目瞪得老大，将小姐喊来。第57章，这泼皮真吓人。你从前到底去哪了？招这种泼皮无赖上门。柳英梅被喊来后，柳尚书发了顿火，将信扔到女儿面前质问：外面那人正逢人就传这些信呢，你说说你作何解释？柳英梅内心淡然，她在来前已经让母亲去找祖母了，根本不怕迎接父亲的怒火。捡起地上的信，无声轻吃看了眼。她曾经是给曾琦写过书信，但绝没有这么露骨过，无非是一些节日生辰的来往祝贺，或是一些投趣之事的闲谈。眼前这封让柳英梅差点没觉得曾琦是从哪本晏书上抄下来的。她知道他有些亲笔所书的信在他手中，竟没想到曾琦做的这般绝，直接想让众人以为他们做了苟且之事。爹，我是您的女儿，您该相信我的人品，我怎么会跟这种上门拿污言秽语书信的泼皮有关系？柳英梅绝对不能在父亲面前承认他跟曾琦的曾经，一旦承认，非但会让父亲对他厌恶，还会收拾不了曾琦。你说你不认识，那上面的字迹呢？为父面前也敢撒谎？柳尚书当然是认识上面的字才这么生气，因为那是女儿小时候他手把手教的，若非真是女儿亲手所写，外男手里怎么会有？柳英梅低声吞泪，一片冤屈之态在眉间不散，双手站立的捏着书信。女儿怎敢瞒父亲？可是女儿真没写这东西，父亲难。信外面那个泼皮也不信女儿吗？柳尚书气得正急，瞧女儿不似作假的模样，心中有了动摇。外面那人还在吵闹着，他本想换人将曾琦弄进来关起门审，可那曾琦像入海的泥鳅，在人群乱窜，愣是引得路人指着他家大门哄堂大笑，怕是一日要传遍上京城了。大晋朝堂对百官个人风纪很抓，柳尚书怕家中出了丑闻，容易带连他仕途，必要时只能放弃女儿。那你个糊涂爹啊！英梅这么好的女儿你不信？你拿一张碎嘴的书信就发起官威，你敢剁我宝贝孙女？刘母扶着刘老夫人走来，刘老夫人未到跟前就开始指责儿子。来的路上刘母都跟他说了，他也有让身边腿快的仆人外面屋内的看了，急匆匆的赶来就是为了给孙女撑腰。看到孙女哭得伤心断肠，刘老夫人一把将柳英梅搂进怀中。刘老夫人虽然个子不高，这么个搂法还需要柳英梅弯腰，可一双眸子实在犀利十足的盯着柳尚书。柳尚书顾忌母亲身体脊背一下松了，娘，万要动怒，身体要紧。呸！我孙女今儿真要被你这个糊涂爹判了罪，让外面那泼皮赖了去，我当你面一头白绫勒死。他拿过柳英梅手中攥着的书信，一把年纪阅尽千帆，根本不受书信上文字所扰，而是审判的重新丢到儿子柳尚书脚跟前。什么歪路子言辞，莫说英梅不会写，就是那信斗一定是假的。可你说这字迹，柳尚书一句话还没说完，刘老夫人一个眼刀递来了。从小让你多学点书法，你就觉得没有用，
字迹这种难道还不能仿？我生病以来，英没去过多少次白云寺，他写过多少为我祈福的经文焚烧，一次两次漏了一两张，被有心人利用了，很难吗？老太太您英明啊，我们家英没这么好，若不是宣王那个命格带连的，那是嫁进皇家都有可能，又怎么会看上外面的泼皮呢？刘母适时在老太太面前替女儿言好话。柳尚书一瞬迟疑懊恼，他竟没想到这一层。柳英没知道祖母会护着他，特意让母亲去找祖母的时候提他上香祈福的事，这才能将他泄露自己的事在父亲心中连上。他见父亲产生了愧疚，二话不说，在父亲的心头上更添一笔。父亲既然如此不信女儿，那女儿亲自去跟那曾琦对峙，问问他为什么要如此歹毒的诬赖女儿。说着，柳英梅擦干了泪，毅然向府外大门走去。刘老夫人横瞪儿子一眼，转头去跟祖母跟你一块。家眷都去了门外，柳尚书不适宜在府内窝着，他紧追而去。另一家子没想到的是，府外好像发生了些变化。刘府门前满地写满墨字的纸张，曾琦瘫坐在地上，身边还围了几个上京府衙的衙役。现在受人指指点点的，又从刘府变成了曾琦。另一边又不知是何人收拾了书箱中的文具，背了一个带柏树纹样的书箱，拨开人群走了出去。柳英梅无意细瞟了一眼，没看清书生的模样，却发现那背书箱的白衫书生上了一辆极为眼熟的马车。眼前自家门口的麻烦还没解决完，柳英梅无暇顾及其他，她听着父亲刚才换来的知府大人一起听了刚才门口发生的事。起初曾琦十分嚣张，不仅拿着那些书信吆喝，还跟好事者的路人言语污秽柳英梅的名声。不知是谁家的书生路过，他瞧看了几眼曾琦手中的书信，拿了自己的纸笔坐在当场，挥挥洒洒的写了无数与曾琦手中书信一模一样的文字。书生道：笔迹仿写很容易罢了，以此断定一个姑娘的清白，着实恶毒。在下看这位兄台的外衫有衡阳书院的徽石，应是衡阳书院的学生。在下劝诸位看戏的人一定要识人认清，莫要被戏耍做了工具。一番解释，让在场的人无不鄙视曾琦的胆大包天，居然骗到了尚书府。而这些衙役又是另一波揭发曾琦伪君子的人证。不知谁报了案说曾琦讹人骗钱，衙役们立刻查了曾琦此人，发现他正在讹柳尚书府，上京知府可不上了心，立马兵分两路，他带着人围了曾琦，另一拨人查了曾琦生平，立马将曾琦查的底裤都藏不住。知府大人，本官家今日染了晦气，这等泼皮无赖，您可要好好的给本官处置了，莫让他再害别人名声。柳尚书冷哼着弯了眼曾琦，知府大人有这么个白送来的机会，雪中送炭，哪里轻易放过？他低声。柳尚书放心，下官一定办妥。而后，知府在一众路人面前亮起官腔，揭示拆穿曾琦是怎样的为人，骗到柳尚书头上是犯了什么大罪。斥责完，就要衙役将人押走。曾琦被人押拖着去上京大牢，起身时才看到柳尚书身后的柳英梅，他大喊：英梅救救我！柳英梅惊恐般退后到祖母和母亲身边，害怕之情难掩。这泼皮真吓人。第58章父王的眼神好冷好冷。闻言，知府眼色一使，立马让人堵住了曾琦的嘴，打哈哈：什么泼皮，还敢乱攀扯！二人一个满脸凶憎，一个模样怯怕，任在场的谁都想不到一个堂堂大家小姐会看上曾琦这种人。柳家的事平息后，再上京也没有闹出笑话，总之可能让大家觉得就是撞晦气了。曾琦被抓到知府衙门后，因着做的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事太多，夺了他的秀才功名，攀扯朝堂命官家眷，有知法犯法藐视王法之错，打了100大板，令发配到平笈之地8000里，彻底不允许释放子孙，不得科考。柳英梅事后有些猜出是谁帮了他，风头过就去了宣王府。七七，谢谢你。苏七七摆摆手，你跟王爷说的话我知道了，你不想嫁宣王府那和应该也不是意外，我当还个人情。江训的伤腿让苏七七哪里都去不了，索性就在家中陪他。两人聊了很多，也就知道柳英梅的事了。谁知他就是让绿萝去给柳英梅送个谢，就能听到那么一场大热闹。绿萝机灵，从那柳家门口捡来了一张所谓柳英梅亲手写的书信，恰巧是曾琦伪造的其中一张。苏七七哪里好糊弄，他家也有读书人，从小就知道大哥会写多种字体，紧忙让江河去家中找了大哥去刘府帮忙，顺便报官。江河把苏柏再送回家后，跟苏七七说苏柏写完现场对曾琦的反应十分痛快。七七，我欠你太多了，我却帮不到你一点点。苏七七对他越宽容，柳英梅越愧疚。柳英梅的这种心事重重，苏七七很久就感觉到了，以至于发现柳英梅望着他的时候，他总能在他的眼中看到一种歉疚。他不解这种情况，反道：你越帮不到我，越说明我过得好，你更该为我有这种情况开心，这种有什么不好的？那我想左了。柳英梅有自知之明，知道江训受伤在家，苏七七陪他不了多久，聊了一会儿便要离开。他没让苏七七送，跟着之前接他到双仪阁的绿萝出了府，将要走出府门时，柳英梅望见了一个背着书箱走来的书生，同样的对襟白衫，他刻意往他书箱的一侧边瞅去。
正好看见了一株柏树样式的图案。就在书生低头走进去时，柳英梅停住步子喊道：“谢谢你。”苏柏闻声回头，才不久的事，不至于让他需要费时多想。女子名声贵重，不该被歹人拖入泥潭，只是举手之劳罢了。柳小姐不必多谢。苏柏的声音温和稳重，就是为了说话都没有无理，直盯着柳英梅，身板站得挺直的同时，又微微垂了脖子，让人感觉既有礼貌尊重，又不卑躬屈膝，着实是个不同于曾琦那般虚有其表的假书生。待苏柏走后，柳英梅也就没让绿萝送了。绿萝进去重新迎着苏柏：“苏大公子，我们夫人在双仪阁呢，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您可认真画？”苏柏摇头：“七七惯会胡闹，我又不是名师，那些字画拿出去卖不了多少钱，挂在家中若让王爷日日看见，我那水平也汗颜，也就他哄我罢了。但是七七叫我来的，我这个当哥哥的只能听妹妹的，就这一次，下次我是不会来了。”为了让他少出门帮人写信劳累，苏七七特意请了苏柏帮他画几幅画，写些好词好句。苏柏不想让妹妹为这小事烦心，又不想让她失望，这才主动来了宣王府。人渐走渐远，声音也消散在微风中后，柳英梅默默念出一个名字：苏柏。星号星号星号。还要一颗吗？江训问苏七七。他伤腿后和太康帝告了假，所以一时半会不急着出门，每天都有苏七七守着自己。苏七七整天叽叽喳喳地跟他聊天，带着宁儿坐在床头一起分他喝药后用来甜嘴的枣糖，让江训产生了一种生病都幸福快乐的感觉。他喝完了药，自己没吃几颗，倒进往苏七七和宁儿嘴里送了。父王分宁儿了。宁儿坐在床头嘟着小嘴，粉嫩粉嫩的圆嘟嘟小脸像大颗水蜜桃。他不懂，明明父王说好要把枣糖给他和娘亲分的，娘亲一颗他一颗，可分着分着就娘亲一颗，娘亲一颗还是娘亲一颗，他宁儿都没吃多少，这颗还要给娘亲。他不识数，但看娘亲吃的嘴都放不下了，他父王一定是偏心了。宁儿眼巴巴地望着江训手中那颗饱满的枣糖，苏七七一个暴风吸入张嘴吃进口中。小孩子哪里能吃那么多糖，他替宁儿分担。好了，分完了。苏七七把最后一颗枣糖吃完，光盘子往宁儿面前一展示，空空的。看看父王的表情，光知道粘在娘亲脸上笑，没人疼宁儿。宁儿立马委屈涌上心头，哇呜的要张开大嘴。苏七七一点没怕，轻飘飘：“王爷，你儿子要哭。”江训这时引了笑容，不轻不重张了嘴。宁儿一颗珍珠泪没挤出来，生生的憋了回去。父王的眼神让他感觉自己没穿衣服，好冷好冷。双手伸到苏七七跟前，拿过那张空盘子，安安静静的坐在一旁，舔着盘子底的甜霜，窝在一团的模样，活像团肉粽子。苏七七自己哄自己，可还成。第59章苏七七风树飞。3个月后，江训已经能下床了。这阵子因为他的命格原因，还有太行宫的督监太康帝对江训十分上心。太康帝活了半辈子，自己膝下的儿子一双手数不过来，多子多福。没成想有个儿子差点是孤寡命，左右不放心江训不能太早娶妻，但幸运的已经有了儿子，不肯让江训目前唯一的儿子受委屈。毕竟等到命格该娶的时候，那时江训都30多了。一想到这期间逢年过节的，江训其他兄弟带着媳妇孩子的进宫，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角落里，没人要，挺可怜。本来话就不多，回头更蹦不出几个字了。太康帝年纪大了，心里不是滋味，也免得自己每次多提一嘴见宁儿那机灵的孙子麻烦，于是就立刻下口谕封了苏七七为宣王庶妃，允许他逢年过节有庆典活动的时候可以带着儿子一起来。他就在家伺候了3个月的江训，给了他这奖赏。遥想第一次怀宁儿时，才勉勉强强给了他一个夫人，他到底是凭谁跪的啊？王爷，原来我不用给你挡刀子也能升位分啊！江训，谁又让你给我挡刀子了？才庶妃就这么开心了？知足常乐。苏七七一本正经，内心才不是呢，才不是呢！今天进步一小步，明天进步一大步，后面有的是福等着他享呢。父皇这是催着我赶紧养好伤，去帮他督监太行宫呢。才庶妃而已，父皇还是有所保留了。江训想没直接给苏七七一个侧妃位，是对宁儿还有待定。父皇目前对宁儿能不能当世子一事还未下定决心，所以苏七七的品级也有所保留。再就是太行宫是太康帝的心愿，早在年轻的时候就想把江氏历代的祖宗论功绩供奉于大殿，供子孙后代瞻仰。因为只要太行宫建好，太行宫矗立1日，他这个太康帝建造太行宫的帝王就会永远排在子孙后代的心中第1位。所以多的是儿子争这块肥肉，太子要，皇后的顺王要，索性俩都不给。他就是看江训起初刚立了大功，又不骄不躁的不求好差，就把这交给他了。江辉那小子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搞明白，屋中用了几根横梁木，江训一伤，明显的进度慢下来了。他是不可能让江辉独自一人盯的。不过干活督监太行宫的事，
江训就没跟苏七七说，反正是他的活，麻烦不到苏七七。当初顺从母妃戴江辉，就是知道父皇不可能全权敢托付给他。星号星号星号，太康22年又是一场端午宴，宁儿已经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在怀中抱着了。为了今日安康的寓意，身上挂了几只装了艾草的红色鲤鱼小香包，穿了一身湖蓝小兽纹圆领衣袍，腰间用了玉带束腰。其实没有腰，就是缝在衣服上做装饰，不然挂不住香包。此次端午宴没请大臣，就是整个皇家聚聚。太子家的3岁小娃先拜，宁儿排在平贺顺章几个堂哥后面给太康帝拜礼，奶乎乎的弯下藕节般的小粗腿，头磕在早合并的双手上，念叨了一句：“宁儿见过皇祖父，端午安康。”宁儿刚满2岁整，苏七七常和宁儿说话，语言能力锻炼得很好，即便太长的句子说不来，可口齿清晰。江训在家就是一个话少的严父形象，耳熏目染，哪怕前2次进宫的时候根本没有记忆。宁儿见着这么多人，并没有太犯怵，反而松弛有度。太康帝捋捋胡子，就招手让宁儿上前，过来让皇祖父抱抱，看看多重了。宁儿乖乖听话，抱起有点踩一边的小袍子，噔噔噔的迈着3层小阶梯，到了太康帝跟前就竖起了胳膊，真重，比你父王小时候看着沉多了，会比你父王更结实的。宁儿一如既往的喜欢太康帝的胡子，没在意太康帝的话，在家娘亲就喊他小猪，觉得有胡子的皇祖父比冷冰冰的父王威严多了，抬着肉乎乎的小手指学着太康帝的模样捋了捋。那宁儿能跟皇祖父一样，家中没见到有胡子的人，外祖父的胡子贴在鼻子下不好看，不像皇祖父的那么长，说不定跟娘亲的头发一样，可以编辫子。他比划着自己的下巴，撅着嘴，长长长的胡子吗？太康帝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的胡子，每天都要让人打理，可是儿子跟孙子没一个懂得赞扬他的。江训就是生性不喜欢说场面话，其他的儿子孙子没品位，从小就怕，长大了也夸不出来了。如今被宁儿这个从来没被他胡子吓过的孙儿夸，还想长他这样的胡子，美的他胡子乱颤。朕就说你打小就投朕的眼缘，放心宁儿，等你长大了，皇祖父就教你怎么样。宁儿不懂这是什么年龄需要的，反正知道自己能长皇祖父那一把胡子，开心的就拍手。底下的苏七七，他偷偷巡视一圈太康帝的儿子，几个年长的就没一个胡子留得这么张扬的。趁着大家都在说话饮宴，转头回来私语江训：“王爷，你喜欢留胡子吗？”江训略微心虚，不知怎么苏七七敢在大殿上说这话。他声音更低：“你不是说扎人？像他这样的成年男子，怎么可能不长胡子？每日清晨都要修剃胡渣的。当初他去剿匪，曾几个月没打理过。虽没父皇的胡子好看，可一点不短。喜欢，那我改天留一个。”苏七七想想太康帝那把胡子留在江训脸上，一张本来就冷漠的模样，和他亲亲。糟糕，就像让他真去喜欢出家的道士，他不敢。不用不用，我还是喜欢王爷干干净净的模样。苏七七和江训俩人在席间交换了一个彼此熟知意味深长的眼神。儿子宁儿在上面又发展了新的长辈星星眼袁慧，后被宁儿逗乐的不行。起因是凤阳长公主问宁儿会不会喊姑祖母，宁儿见凤阳长公主这么问了，就直接叫了声姑祖母安康。苏七七告诉他，今天甭管见了谁都说安康就好，认识会叫的直接喊了人说。在家里外祖父家的人都爱这么问，他哪能不知道。接着又跟元惠太后说皇曾祖母安康，只将母女俩逗得不行。第60章哥哥不够，再给宁儿谢儿子吧。用完了端午宴席，为了消食，太康帝带着大家摆驾到后宫的春华殿玩。宁儿是第一次跟堂哥们玩，且不知道在自己还不会说话在襁褓中时就得罪了他们，感觉哥哥们的感觉很微妙。大堂哥安康，二堂哥安康，三堂哥安康，四堂哥安康，五堂哥安康。宁儿一一对平贺顺章还有太子家的世子五堂哥一一问好，说完喘了口大气，哥哥多了，弟弟受累，他舌头都要打结了。但是说完半天了，除了太子家的五堂哥喊了他一声六堂弟，没有人理他。他眼巴巴地看着另外几位，我们不是堂兄弟吗？这不是疑问，而是宁儿年纪小累了后说话会顿一顿，直接让其他4个孩子觉得有些不自在。他们比宁儿虽大些，到底是小孩子记不得太久的事，且都过去1年多了。本来4个孩子那次吵了那么一场大架，最后又重新玩在了一起，对于宁儿这么一个白白胖胖的弟弟，嘴巴又甜，他们是很想跟着一块玩的。可是他们各自的母妃说宁儿是庶堂弟，没大出息，很纠结。六堂弟，这是我母妃给我缝的艾草包，你的香包颜色我很喜欢，我们交换吧。五世子抽出自己的一只金线香囊包，递送到了宁儿面前。宁儿很积极地拿出自己的一个香囊包给了五世子，谢谢。另外几个孩子忍不住了，太子世子从来不爱跟他们玩，那是因为他们的母妃之间从不一起玩，现在居然当着他们的面贿赂六堂弟。几人低着头拆自己的香包，齐齐跟宁儿表达好意，六堂弟收着别客气。
武世子也是一个小傲娇，看见这景象哼了一声，甩着宁儿给他的香包回自己父母身边。六堂弟，我们的呢？宁儿被迫捧收了这么多香包，但总共就在身上挂了俩香包，给了武世子一只，他只能拿出来一只了。宁儿哥哥多，包包不够了。宁儿不占便宜，他伸手将手里堆的香包还出去。几个世子互相对眼，不好意思再要回来，就在大世子的带领下甩了甩手。算了，下次端午还吧。回去的马车上，宁儿趴在马车里的矮座上，看着一堆堂哥们的香包，眉头都皱得出来了3层。苏七七摸摸儿子的额头，交代宁儿不能皱眉，容易变老。怎么了呀？跟你父王和我说说。母妃，父王，宁儿堂哥太多，香包不够分。宁儿戳着一只香囊，介绍一个大堂哥、二堂哥、三堂哥、四堂哥、五堂哥的给了。宁儿怎么有这么多堂哥？那是你父王就有这么多哥哥啊，你皇祖父有很多儿子，宁儿的堂哥所以就多了。苏七七耐心解答。宣王府没孩子，家中就只有宁儿一个独苗苗，突然跟这么多孩子一起玩，肯定有些不习惯。那宁儿的哥哥儿子呢？苏七七，江训，宁儿有了哥哥就够送了，母妃先给宁儿找个哥哥吧，哥哥不够再给宁儿些儿子吧。苏七七找，他又不是人贩子，上哪找？2岁多的孩子脑袋里装的不仅是童真，还有清澈见底的大聪明。江训觉得宁儿说的不像话，把他拎起来抱到怀里。宁儿不得胡言，你现在还小，不懂。苏七七跟着解释，宁儿比宁儿大的孩子才能叫哥哥，就像你那几个堂哥，是不是都比宁儿高，比宁儿大？宁儿是父王和母妃的第一个孩子，以后父王和母妃再有孩子，那也只能当宁儿的弟弟或者妹妹了，因为宁儿会变成大孩子，大孩子就可以当哥哥了。儿子宁儿现在就更不能有了，因为宁儿那时候更要长成父王、皇祖父那么大才行。宁儿懂了。苏七七听儿子这么说，放心的点点头，还是聪明的，一点就通。接着就听宁儿继续，宁儿要长胡子，皇祖父那样的，皇祖父什么都有，宁儿有了胡子就什么都有了。苏七七好像理解的没差，可就是绕不开胡子了。回到家中，因为宁儿问了一路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没有下马车就睡着了。江训把宁儿抱给江河后，俩人一起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休息。每次参加完宫宴，像走完了一场 T 台秀，衣裙是层层叠叠最华丽的诰命服，而且中间眼睛不能乱瞅，脖子不能乱转，尤其是淑妃席间，时不时的拿眼睛瞟他，像有话跟他说一样，吓得他不敢乱动。不过他大约能猜出来是为什么。江训伤腿期间，江辉根本没法做主太行宫怎么建，唯一会的就是指挥宫殿外的屋墙怎么拉。就这样，有些地方还用错了不少不同材质的石料，非但没从太行宫内讨得好，反而受了太康帝几句恨铁不成钢的斥责。端午前被分出宫后，毫不例外是个郡王。对于淑妃来说，这种从大儿子手里替宝贝小儿子讨到好差，没捞到好，反而还让儿子被骂了一顿，给谁不心塞。宴席上苏七七快憋死了，回来就把一身的战袍全甩了。江训自小参加那样的场合多了，倒没有苏七七那么难受。可跟苏七七生活久了，难免喜欢让自己舒服些，脱了外衣跟苏七七一同就躺在了床上。他道：宁儿现在是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了，到明年就3岁了，应该给他找一个启蒙先生。好啊，王爷找。苏七七嗯声点点头。宫中有给皇孙们开的学堂，不过都要6岁才可以去上，古代很卷，皇家很卷，3岁启蒙是很正常的事，不提前学到了学堂以后容易吃亏。宁儿刚开始功课不需要太多，一旬学个4、5天就成了。敏言不错，刚成了亲，还在翰林院应该不忙。江训考虑着，苏七七静静的在一旁听，忽的又听到徐敏言的名字，猛地眼睛一睁，这是又合上原著线了。怎的这个反应？江训把心思转到苏七七瞪大的一双眼睛上。第61章拜访。很惊讶而已，以前在长公主府，世子是府中的主人，突然有一天要世子教宁儿了，有些感叹。苏七七寻个理由，可能是他想多了吧。徐敏言身后有长公主府，他当宁儿的先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唯一的一点就是原文因着徐敏言和宁儿的师生情谊胜如父子，反倒更衬得江训和宁儿这对亲父子亲情尴尬。不过如今应该不会了，江训平日里其实挺宠宁儿的，宁儿实际上也没那么怕江训。如今他只求徐敏言千万别惦记跟原主之前的感情了，他有原主之前记忆的真是徐敏言单相思啊，其他的他没必要杞人忧天。不要妄自菲薄，宁儿配得上敏言教导，你也配得上当宣王府的女主人。他说的是宣王府的女主人，而不是什么侧妃庶妃之类的，有些本该苏七七得到的东西，他总会给苏七七的，现在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闻言，苏七七一声砰在心中绽开，侧起身，用一双银亮狡黠的眸子认真打量起江训，啧啧了几声。他这个男人从前不爱说话是不爱说了些，可从不会说废话，现在话多了依旧没有废话，还懂得加温了。王爷，
你现在怎么也越来越不正经了？我哪里不正经了？江迅心思转了转，方才聊的明明是宁儿的启蒙问题，说的都是肺腑实话，随便组合哪一个字都比苏七七随便看他一眼正经多了。哪里正经了？你说宣王府女主人，我们宣王府哪有女主人了？可你还是说了，你这是不是在跟我花言巧语？王爷都会花言巧语了，这还不是不正经？王爷，你的底线呢？苏七七故意捉弄江迅，江迅说那些话觉得是很正常的，经苏七七这么变味带串味的解释，才觉得他在逗自己乐子。他伸手指戳了一下苏七七的头，哼笑，我看你才是没底线。江迅的动作很轻，且戳到了头发丝上，一点感觉都没有。苏七七有意卸下另一只拖着脑袋的手，将脸栽到颈背里，啊呀一声装委屈，王爷，你没武德，居然打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你，江迅浅笑一声，低头往苏七七脸前看了看，话还没怎么说，就被苏七七突然抬脸圈住了脖子。苏七七勾出食指挠了挠江迅的下巴，他才不喜欢太康帝的一把大胡子呢。江迅这样滑溜溜的摸着多舒服。端午宴的酒已经是晌午的事了，距春华殿消食和回府一共用了4个时辰，早是酒醒的状态。苏七七光用手挠他下巴还不消停，江迅抬了一个胳膊，刚想将人按住，人儿就顺势又往他的怀里拱了拱。江迅随他挠着自己的下巴，因着两人离得近，声音有些闷闷的。他问：扎手吗？不扎，王爷的皮肤可好了，香香的。苏七七最近给江迅换了一种羊奶味的肥皂，比江迅用的一些清香味的还上头。男人的皮肤就是不一样，一块肥皂都可以洗得滑滑软软的，凭什么女人就要用那么多胭脂水粉？花钱不说还麻烦，麻烦不说还巨花钱。江迅虽然是王爷，徐敏言也是他的表弟，古人很重视拜师礼的。宁儿是苏七七的亲儿子，不得已要跟着江迅走一趟凤阳长公主府。本来苏七七还怕自己到了长公主府，长公主会嫌自己烦，没成想长公主难得对她和蔼亲切。七七自打出府后，这还是第2次回来，虽然有时在宫宴见面，倒没什么机会说得上话。敏言，你瞧旭儿多体贴，到哪都带着七七，你娶了丹心也不知道跟旭儿学学，去把世子夫人请出来，大家都是自家人。旭儿带着七七和宁儿来，不好不出来见人。凤阳长公主说了这么多话后，转头让身边的丫鬟去请自己这新娶的儿媳。在边等待儿媳的时间里，江迅跟凤阳长公主和徐敏言讲了来意。凤阳长公主不等徐敏言张嘴，挑眉替她应承，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小时候敏言去宫中学堂读书，她那时不还是让你带的？她现在长大了，帮表哥带带孩子没什么。敏言，宁儿这孩子，你可要帮旭儿和七七好好的教，莫让旭儿这对父母对你失望。他话中有话。徐敏言在苏七七和江迅来了后，一直很少说话，甚至不敢去看苏七七和江迅并肩说笑的模样。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没人在乎的笑话，心中就是有那么股不甘，以至于江迅让他教育宁儿，他很不想答应。母亲，翰林院很多事。凤阳长公主端起杯子抿了口茶，不在意。旭儿也知道啊，不是让你5天授1次课吗？不过抽1、2时辰，哪能抽不出来？从前江迅不爱走府串门，可和徐敏言的来往还是有的。自打剿匪回来后，江迅事务多，徐敏言又要准备他的科考，俩人就没怎么经常见。后来事都忙完了，他邀徐敏言从没邀出来过，总有借口拒绝他。不知为何，他发现徐敏言和他疏离了许多。若说是皇子党争徐敏言入了朝，有他自己的考量，江迅完全理解。不过现今争得最如火如荼的是太子和顺王，凤阳长公主是绝对不会让徐敏言掺和到这2个字头上的，与他疏离完全没必要，绝不是因为党对的原因。姑姑这一切侄儿最想看敏言的意思，他若有难处侄儿不强求。母亲，世子。何丹心款款走来，模样倦怠，拜见了凤阳长公主和夫君徐敏言后，他又对江迅和苏七七问了好，拜见宣王，苏淑妃有礼了。江迅对何丹心只做点头回应，苏七七起身对何丹心还礼，世子夫人客气。问完好，何丹心依照徐敏言的位置，径直往他同席的座位走去。苏七七在这空闲仔细地打量了何丹心，眉目柔美，但又有道不尽的愁索之态，步子走得也虚浮无力，不似一个健康的状态，像病了许久。他该死的同情心又上来了，本来原文就没几个女孩子，这个世子夫人好像也不是一个长命的。第62章苦心。女的短命，男的孤寡，徐敏言发妻死于难产后一直没有再娶，连个子嗣都没留。因为这，他当初还以为书中男的都独爱自己发妻呢，不穿来都不知道徐敏言其实对原主有心思，也不知道何丹心一直知不知道，不过目前应该不知道。他方才看自己的眼神还没他对新出场的纸片人来得起劲。吃瓜吃到自己身上，苏七七很心累。敏言这孩子怕是随了他父亲，一心一意专爱苦干一件事，可宁儿我实在喜欢。便是敏言不去教宁儿读书的话，那日后担心多去宣王府走动走动，宁儿这孩子长大了可以出来玩了。你俩成婚短，我不苛责你们俩立刻给我生一个孙儿，就让担心去的时候常常帮我
把宁儿领回来玩吧。何丹心一直缄口不言，垂头间还是在孩子一事上颤了颤眼睫，抬头看向身旁的夫君，一直没把眼神投向他，倒不如对面宣王一家。新婚至今，他们夫妻都没同房过，这事他曾跟长公主婆母隐晦提过，婆母当时只叹了口气，并未指责他半句。他还当婆母良善，一直以来婆媳关系不错，不知今天这种场合提孩子是为什么？难道是被对面白雪团子的小宁儿欢喜到了？何丹心浅浅点头，母亲，我会经常去宣王府走动的。徐敏言沉沉闭了闭眼，继而意味深长地盯了母亲一眼。母亲这说的，儿子汗颜了。宁儿这孩子，儿子也喜欢，再推辞就是儿子不识趣了。六表哥，苏淑妃，宁儿交给我，请你们放心。那多谢敏言了。江训不是不能察觉到凤阳长公主和徐敏言之间古怪的暗流，尽管他和姑姑的关系不错，有些他们不愿意说的事，不是他能去问的。他摸了摸宁儿的头，教导道：“谢谢姑祖母和敏言表叔。”谢谢姑祖母，谢谢表叔。宁儿坐在江训和苏七七的中间，听着父王的话，站起身，对凤阳长公主和徐敏言各俯身低头谢了谢。一家人走后，厅内只剩下凤阳长公主和徐敏言母子俩。徐敏言愤愤：“母亲，你让我考科举，我考上了，让我不跟苏七七来往，我不见；让我成亲，我成了，您还要干什么？”现在他想对苏七七不见不念，自认为如今克制得很好，母亲偏又来搅和。凤阳长公主没理儿子的愤愤而怒，她伸出手端着面前的茶水慢饮一口，待放下杯子，她模样坦然：“母亲想让你好好过日子，时间如流水的日子没停过，可你好好过了吗？”凤阳长公主无力的抬手托托额角，人都说养儿100岁，长忧99。她28岁丧夫，到现在不过39岁，这些年辛辛苦苦将2个儿子拉扯长大，大儿子出息学识不错，本该走那个越走越好的路，娶妻生子，安稳富贵一生，偏对一个丫鬟的好颜色迷了心。错不是他后来也明了苏七七对儿子没那个意思，不然他可不会简单送苏七七到宣王府。这一步是让儿子没法得偿所愿的跟苏七七在一起，定下心去科考，后来又娶了他得意的儿媳，本以为就可以好好过日子，谁知儿子是娶回来当样子的，根本不跟心腹圆房。他今天做的就是让儿子看清，到底他跟苏七七之间是他自作多情，还是真是他这个母亲拆散了他们。他以为他躲到一处是想忘记苏七，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面对不了江训和苏七七的恩爱。他就是要让儿子看清迷途知返，苏七七在江训身边过的是什么日子，他过的是什么日子。担心自嫁过来模样一天比一天消沉，你看见了吗？她现在才是你的妻子，你该关心谁，你心里该有数。宁儿的事就那样定了，你是母亲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母亲有的是宽容耐心等你，可你别将担心当应该的。凤阳长公主摆摆手，示意徐敏言下去。徐敏言无言可对。他出了大厅，走到月拱门一段路后，脑海中突然又浮现母亲说的话。他和何丹心没有任何感情，甚至成亲前都未曾见过。迎亲那日，他浑浑噩噩地将何丹心接到府中，忘记了照顾他头盖洗帕，步子走得不由得快了些，连扶着何丹心的嬷嬷都跟不上，差点让他摔倒。他曾去道过歉，那晚是他见何丹心的第一面，他笑颜如花，摇头跟自己说没关系，是他从前极少出府，步子走不快。他当作他没记到心里，后来也没有留下日子，一天天在内心忧苦中过了下来。似乎何丹心后来再也没有那晚笑得灿烂了。他不了解他，但大致能知道是和他的冷淡有关。徐敏言叹了口气，迈步回了院子，刚一踏进寝屋，竟没发现早先就回来的人。他随口问：“夫人呢？”“夫人去您的书房了。”徐敏言眉心紧了紧，紧忙跑到自己平常看书和歇息的书房，正看见何丹心在他的书房内摆弄，急道：“你在做什么？”何丹心没想到这个时候徐敏言还在家，书房这种地方他在家，父亲也不会让他随意进。尤其自嫁来后，他和徐敏言就没同住一屋过，他心中肯定对他不喜，内心猜他也不愿让自己涉足他能逃避自己的地方。他抬了抬手中抹布，面上有些拘谨。住久了总要清理，我怕世子的小厮不细心，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说着，何丹心声音越来越小。他没出嫁前有闺阁好友的，娘家也惦记着他，可一回去就会被家里人追问他跟徐敏言怎么样，什么时候要孩子。相处久了的闺友指定也会问，他可以敷衍过去，但不想一直胡编乱造，索性就不出去了。家中闷，他只能做点小事。世子你稍等等，我快弄干净了。何丹心再拧了一个帕子，将一个拐角的书案擦干净，碰到有锁的地方。他解释，没打开的地方我没擅自动，世子放心。其实他懂得分寸的。徐敏言不动声色地扫了一侧的沉木箱子，确实锁原封不动。待擦好后，何丹心命丫鬟端着水跟他出去。徐敏言心下愧疚，想到什么，张口：“丹心，第63章尬的呀，许久没回家了吧？改日我送你回家看看。”徐敏言别扭地说出来，同住一个屋檐下，在与何丹心日常疏离，一个人天天在干什么，他不是没所觉。
除了3日回门那次他陪着何丹心回去后，其他的时候他忽略良多。世子要陪我回娘家，何丹心声音里带着一丝悦喜。他们这对夫妻相处很是尴尬，日常徐敏言对他没有投去的话，或是说徐敏言不爱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知道徐敏言爱聊什么，除了一点生活琐事能讲个几句，很少能面对面的说些俩人的事。他很欢喜，向徐敏言跟前走了2步，主动道：世子什么时候有时间，担心就什么时候回去。世子，你想陪我哪天回去？徐敏言：3天后吧，正好那天我休沐。想着少点什么，他思忖了会问：你父母喜欢什么？我提前准备。我爹娘的喜好我最清楚，我来就成。何丹心很意外，今天徐敏言对他的殷切关怀，一颗颓丧的心很快鲜活起来。对于刚才徐敏言的话，他觉得有些不对，小声纠正：世子，我爹娘是我的爹娘，可你若到了我家，你还这样吗？徐敏言瞬间认识到什么，很不自然道：方才我说错话了，是岳父岳母。何丹心含蓄笑了声，是对于今天认识到徐敏言很腼腆的一种发现，不是太不近人情。她虽是闺阁女儿，也不惜的做那扭捏做派，她希望2人的感情有所改变。世子，既然你想跟我回娘家，那之后我若想去宣王府了，你会带我去吗？母亲她很喜欢宁儿那孩子。凤阳长公主跟她说，让她无事可以去宣王府坐坐，嘴上是答应了，回头一想，她根本和苏七七不熟，不能见个孩子，还要找宣王本人，跟自己的夫君去最好。一来二去，方便她跟苏七七交熟多个朋友；二来宁儿真的很可爱，希望跟徐敏言见多了宁儿，她也会想要孩子。徐敏言吞了吞嗓子，眼下艰难。好，多谢世子。何丹心这才彻底回去了。徐敏言站立久久，不明白方才干嘛了。他本是想缓解何丹心府中苦闷，送她回娘家见见亲人。后面不知不觉越说越多，他听得出何丹心话里话外的开心。七七，你去哪？苏七七收拾了妆面，想趁着徐敏言夫妻俩没来前去找3个郡王妃玩，以此来避避风头。忽而被江训喊住：今日敏言会带着他夫人过来，你不能只让我一个人招待。江训走到门边，把苏七七一把抱起来，放到椅子上，扶住她的2个肩膀。昨晚就告诉你了，你忘记了？忘记了。宁儿在旁边学话，大吼一声。苏七七反手捏了颗葡萄塞进宁儿嘴中，堵住她的嘴，一把扑进江训怀中，捂着头：王爷，这事您来就好了。您不知道林双那几个最近跟我打叶子牌，他们输给我输惨了，闹着跟我绝交。我现在跟他们玩2局去，让他们赢赢，别回头跟我不来往了。赢他们便赢了，何须让？回头我跟7弟8弟9弟说说，让他们精进他们郡王妃的叶子牌技术。回头你跟他们玩着也不会太无趣。王爷，他们精进完了，输的可是我的钱。苏七七瞠目结舌，这玩意跟对方玩起来无趣碾压再好不过了，他是冤大头才会觉得他们输给自己不好。想着他的一手叶子牌都是林双他们撒娇的，他叫一句师傅他们都受得住，真没到百局百杀的地步。库房要是不是在你梳妆盒中，只要你不把府邸搬了，输个钱我还是能负担得起，他们不会跟你过分的。江训不过是把叶子牌当做给苏七七解闷的乐子罢了，输不要紧，乐子就要常玩常新。苏七七还能说啥？徐敏言和何丹心是用过早饭来的，很神奇的是，苏七七上次去凤阳长公主府，何丹心还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感觉，今天熠熠生辉。双方人互相问了好后，各2人组一块闲聊。六表哥，今年宁儿到底太小了，我先和她处处感情，明年才正式授课。徐敏言今日的情绪已经很好了，至少她能克制不去看苏七七，不故意把江训当作陌生人。江训当然可以。何丹心不认识苏七七，介于2家的关系，想着要和苏七七交好，他拿出自己的礼物送给苏七七。苏淑妃，这是丹心在铺子里为你挑的镯子，最称你这肌肤白的了。苏七七同样准备了礼物，跟着还礼：世子夫人客气了，上次去府中我瞧你喜欢珍珠的耳饰，这是2颗淡粉珠，最适合如花的姑娘戴了。2人亲亲密密互换着礼物，如同一对早相熟多年的姐妹花，没2句就混熟了，话自然而然的就说多了。2对夫妻坐在一块后，何丹心羡慕苏七七跟江训相处的模式，又因着最近自己跟徐敏言感情进展良多，他道：苏淑妃跟6表哥的感情真好。一时鸦雀无声，江训是不会自夸的人，苏七七不知道该怎么说，炫耀得意过火了。徐敏言脸上会不会挂不住黯然神伤？明明清清白白的搞得真像偷了人一般。徐敏言同样默不作声，他半晌才将眸子移到苏七七脸上。苏七七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尬的呀。苏淑妃在府中时性子就一直很好，6表哥喜欢性子好的人。徐敏言一字一句含笑着说完，苏七七如出一辙的微笑，半丝破绽都找不到。从前他见过苏七七局促、悲切、坚韧的模样，是任何一个动作都让他莫名上心，不敢惊了他的小心翼翼。而如今在宣王府的苏七七坦荡无澜，是真不记他一点点的无关模样。
徐敏言抽了抽心角，对苏七七的感情迷茫了。两个苏七七混合在一起，他分不清，因为他有一刻记不起之前苏七七是什么样的了。苏树飞现在还写字吗？习得如何了？第64章不计前嫌，不忆过往。我记得从前苏树飞对于习字一事非常刻苦，不管寒天还是暑日，总爱在干完了活后拿着树枝在空地或是沙土中一遍遍写练。府中其他人都当苏树飞是闲得荒没事做，故意把不属于苏树飞的活丢给你，因此常常都有人睡了，苏树飞还在忙碌着。蓦地，徐敏言脱口而出，说完他内心也是一惊，不过这些话不就是他记忆中的苏七七吗？是他那时被母亲督促不绝的科考魔咒中难得的慰藉。苏七七一个后宅再不起眼的小婢女，都对读书写字有如此渴求，她却实实在被折磨的心累。只有看见苏七七那种坚韧，她才觉得自己的一切难能可贵。当然了，辛苦学的东西不能浪费。苏七七忆当初原主就是因为徐敏言过分关心，从而被其他小婢女嫉妒闹到了凤阳长公主知道。啊，苏树飞曾被人这么欺负过。何丹心感叹，凤阳长公主是不会给儿子和苏七七的事留下任何痕迹，除了苏七七是从他府中出去的瞒不住，其他和苏七七共过事的都让他给打发别处做活去了。何丹心根本听不到一点关于徐敏言和苏七七从前的事。原来七七从前受了这么多苦，我竟然不知道，多亏了敏言告知。一直不说话的江迅终于出声，把自己的手附到苏七七的手面上，倒也不是想说这些事。徐敏言不再滔滔不绝，展起松快的笑颜，只把话题引到宁儿身上。我的意思是，六表哥从小天资聪颖，苏树飞从前也甚是勤勉，宁儿是你们的孩子，只会更好。那多谢敏言夸奖了。江迅淡笑，继而对徐敏言夫妻玩笑道：宁儿都2岁多了，我倒期盼她不久能像我们小时候一般，可以跟着表弟或是表妹一同上学堂。敏言若是早早的有了子嗣，我想姑姑会很开心。何丹心听到这话，聪快含羞地看了徐敏言一眼。徐敏言垂垂眸子未说话。午后，徐敏言才带着何丹心离开。宁儿因着有来客再睡的也晚，休息后苏七七和江迅才有点自己的空闲。江迅情绪内敛敏觉，苏七七在知道江迅能主动操心徐敏言与何丹心的子嗣，就明白他大约从徐敏言嘴里感觉到了什么。徐敏言今天言行很古怪，故意报复他不成？练字就是我大哥教的，因为以前要做活在世子院中，所以世子就发现了。江迅默不作声，屋内安静的可怕，给苏七七众他出去刚鬼混被家中的小夫君抓住了。现在小夫君的心中肯定气爆了，可他的小夫君爱他，现在就不说话，我静静的听你给我解释。苏七七遵从着坦白从宽的缓刑诱惑，呼了口气继续。世子偶尔从旁提点过2句，我没怎么敢搭理世子的。你也知道凤阳长公主对世子寄予的厚望。江迅还是不作声。苏七七继续，那我也不想的，世子他就芝麻瞧绿豆，我没点过头，所以姑姑知道。待苏七七顿了顿，还要张嘴，江迅开口了。苏七七点头，起初凤阳长公主拿卖身契让我选，骗不了的时候，坦白是最好的辩解方式。谁叫他清白？江迅串了串一切的时间线，也就是他从剿匪回来，徐敏言带他有种道不清的疏离。起初他只以为是徐敏言要科考，比较忙，或是入了朝，知道避嫌他这皇子。原来一切的根由在送来的苏七七身上，那一切都清晰了。江迅回头看了一眼苏七七，苏七七急忙：王爷，咱们孩子都有了，你既然苦是从前的，那咱们不计前嫌，不忆过往，只迎来日。苏七七以为江迅还要他解释，都准备拿孩子来证明了，江迅却模样平和未变的跟他同时开口，就连语气都带着坚定的相信。他从此真是清白分明了。苏七七笑弯起了月牙般的双眼，缠上江迅的胳膊：王爷不可出尔反尔啊。江迅压根没在意徐敏言对苏七七的任何感情，说来那时徐敏言不过就是一个19的少年，碰见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姑娘，为他迷恋人之常情。可是苏七七竟然是为了卖身契接近他。点头为我事情的初晚，想的是卖身契吧。江迅捏着苏七七上了肉的脸颊，不敢使劲，生怕他疼。苏七七，呸，都被陆血酒毒昏头了，他为了爽。那王爷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长见识吗？苏七七耷拉着眼皮，谁比谁强？江迅无言以对，他的那晚是为了应付母妃。那晚俩人都别有用意，确实说不上谁对不起谁，谁心怀罪不轨。江迅松开苏七七的脸，用拇指替他揉了揉根本没捏出的红印。好了，我相信你跟敏言没什么，最初的目的只是情非得已，一切都过去了。他对苏七七是爱恋，胜得过徐敏言千万倍的就是苏七七在他身旁，徐敏言没办法违抗母亲，争取了苏七七，而他们才是长长久久的一对。王爷，您思路清晰。苏七七夸耀。江迅皱眉，苏七七每次的夸法都让他不好接。徐敏言和何丹心回到家中，虽然俩人最近关系拉近了不少，但徐敏言夜晚至始至终没有留宿过何丹心的房。用完了晚饭，
何丹心喝着淡口的清茶，瞄了一眼徐敏言，暗示宁儿真可爱。徐敏言瞧着天色不早了，才要张嘴找个理由回书房。闻言这一声没张开嘴，蜷缩了几下拇指，他才面无波澜的依旧找了一个理由。天晚了，书房里还有些翰林院的典籍没理，我先去了。说完人一声不吭的走出了房门。丫鬟青叶着急，世子怎么又走了？何丹心丧气托腮，好歹他现在肯跟我闲聊，陪我用饭了，你说世子到底喜欢什么？丫鬟青叶上前心疼，能知道的您都在凤阳长公主那了解了，每日您不是送和世子胃口的瓜果饭菜，就是香茶妥帖的衣物，您什么都替世子置办的妥妥的，世子的心也真是硬。要奴婢说谁家的夫君放着新婚妻子不关心的，这里很奇怪，所有下人都心得很，和我们差不多，啥也打听不到。夫人不觉得世子有秘密吗？何丹心入脑想想，忽地映入一个沉木箱子。第65章何丹心质问。苏七七。何丹心捏着沉木箱子中的画像，眼眸微颤不止，整个人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他想不到箱子中是一堆练字帖，想不到箱子中竟然有宣王的苏树妃画像。他只以为自己和徐敏言不似寻常夫妻，是新婚两人不相熟的原因，原想不到他的夫君在心中藏了个人，因此才不跟他同房的。青叶为何丹心鸣不平，世子他怎么能这样？何丹心扑簌扑簌地掉下了眼泪。徐敏言最近习惯不让何丹心费事为他再置办一份饭菜，而是会直接跟何丹心一同进食。不想今日从外面回来，饭堂内没了等待他回家的何丹心，只有青叶一个人垂头坐在寝屋前的石阶上。青叶听到有脚步声，紧忙站起来，世子，夫人呢？用过饭了吗？徐敏言望了望紧闭的房门，察觉青叶的面色也不好，关心。青叶酸了酸鼻子，继续垂着头，语气不好，世子若多关心关心夫人，哪需要夫人用没用饭还要问奴婢？何丹心发现那些东西后，哭了一阵子，哭得眼睛泛疼。他没事似的跟青叶说困了，想回屋睡觉。那些东西也没有留在徐敏言的书房，而是让青叶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到现在里面没动静。期间青叶怕何丹心会想不开，一会会的透着窗子往里看，何丹心就躺在床上没起过。徐敏言听了几句何丹心的揶揄话，没问出其他的，他犹豫了一番没有硬闯，刚想转头离开，屋内的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世子。徐敏言应声回头，才发现何丹心眼睛微肿，双颊微红，一副哭泣过的模样。近来何丹心这一唤声，既没有之前和徐敏言不熟时的危切感，也没有近日两人关系亲近后的愉悦感，不温不热的，像跟一个陌生人说话。徐敏言心中有些异样。跟着何丹心进了屋里后，徐敏言一眼就发现了他之前收起来的沉木箱子，两步跑到桌边摸上被撬开的锁，便要回头质问。何丹心走到跟前，拿出一张苏七七的画像，摊开到徐敏言的面前。世子，您为何会收藏苏树妃的画像？是您亲手画的吗？既然喜欢，为何还要让苏树妃去宣王府？是婆母做的吗？何丹心冷静了半日，想了半日，这期间他没有去怨恨谁，只琢磨的在想为什么。后来想通了，他这个夫君曾喜欢过苏七七，婆母不同意，后来苏七七被送到了宣王府，他考上状元，被婆母安排娶了自己。这种种徐敏言对自己的客气疏离，全是因为他心中另有其人。世子不答，丹心也猜到了。丹心现在只问世子还喜欢苏七七吗？世子对丹心到底又是个什么感情？何丹心把苏七七的画像展开竖到徐敏言跟前，眸子带着莹莹水光，但分外倔强。徐敏言瞧了一眼苏七七的画像，又看了目光含泪的何丹心，一时想不明白起来。他不知道看到苏七七在江训身边的时候他酸涩，这几日他抱着想让何丹心开心些的想法，脑子里又填满了何丹心微小的情绪。一个人赶不走，一个人又进了来，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既然世子这么难选的话，那丹心不逼你了。世子喜欢谁就喜欢谁吧，至少世子没一开始就瞒着跟我做夫妻伴情深，世子这点还算磊落。只是我已经嫁给你了，你不爱我，我没法子。可我是府中的世子夫人，这点不会改变。那大家日后人前别出错，人后世子爱怎么样怎么样，我不会奢求世子必须给予我什么了。她堂堂世家贵女，可以做一个贤良淑德的世子夫人，可以做一个嘘寒问暖的妻子，断做不出知道有人藏在夫君心头，还要哭喊求夫君怜爱自己。既然嫁了他没有回头路可走，那他就好好当一个明面上的世子夫人。日后子嗣问题我不介意世子如何安排，但若婆母问责，还请世子担当一二。何丹心说完，把苏七七的画像折叠成原先的模样，再塞进了之前的沉木箱子里。他捧起沉木箱子送到徐敏言的跟前，索性被我弄坏了，世子担待。徐敏言蓦然接到一只沉甸甸的箱子，可重的却是心头，像压了块石头，闷闷的抬不走。青叶，送世子回书房。何丹心转身往里屋走的同时，还跟青叶喊了一声。青叶哪能没听到屋内的对话，他低声：世子您请。徐敏言无声抱着箱子往外走，
当走到门边的时候，不自觉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人躺在床上去了。他低头看了看箱子，疲累地合起了眸子。自何丹心跟徐敏言说完那些话后，日常在凤阳长公主面前，俩人的模样仿佛是更恩爱了。可是在一个院中时，徐敏言才知道，何丹心压根没了之前想有事无事笑着找他说话的时刻。以前他最怕何丹心让青叶请他回房，现在若不是时常需要拿些个衣服，他怕是请屋都进不去。何丹心会催他走。有了宁儿这个小学生，徐敏言不时要去宣王府，凤阳长公主就会让何丹心跟着，这他没法子拒绝。两人上马车前体贴互行，上了马车后，何丹心闭目养神，徐敏言坐立不安。若不想去，到前面一条接我下来，你随便去铺子逛逛，或是找好友品茗聊天。何丹心缓缓睁眼，淡声笑笑，逛一天两天，还是你天天去宣王府，我天天出去逛，或是我那些姐妹日常都无事，光等着我去让他们收留呢。母亲让我跟你出来的用意我明白，提醒你分寸罢了。我对于宣王府没什么好避讳的，对苏淑妃同样没什么好避讳的，同样也不会因为世子的感情去迁怒旁人。至少苏淑妃跟宣王是真的恩爱，世子才该收敛收敛，免得让苏淑妃难做。说完，何丹心转了转身，把脸侧到了车壁一侧。徐敏言不知哪里被噎住了，上不来下不去。第66章，徐敏言对苏七七的在意早散了。到了宣王府，四个人又是如上次般聊天，何丹心和苏七七坐在一块聊得笑颜如花。徐敏言不时望过去，一直没在何丹心面上发现一丝异样情绪，仿佛如今的他面对任何人都要比面对他好。江训话不多，徐敏言又心不在焉，俩人说话就少，只在稍微细腻的观察下，江训就能发现徐敏言不时往何丹心身上看。他见到徐敏言夫妻俩在一块共3次，一次俩人实在不像夫妻，一次稍像，这一次像的极假。江训故意端起茶壶给徐敏言的杯子里添茶，杯子正被徐敏言握在手中，茶刚煮沸，热气腾腾。徐敏言心不在焉，一旁啃点心的宁儿扯着徐敏言的衣袖，奶声奶气：“敏言表叔，烫手。要是给他端，他早烫哭娘亲怀里了。”思绪被拉回，徐敏言烫的一把甩开了手中的茶杯，响声惊动另一边的苏七七与何丹心。俩人关心的走过来，宁儿被徐敏言甩杯子的动作吓到了，一头扎到苏七七怀里。何丹心看到徐敏言衣前如湿一片，紧忙拿着手绢擦拭。怎地喝茶也能扔了杯子？敏言。江训做事看戏道。徐敏言就是游神太快，才在江训倒茶时一直端着。江训还这样说，立马让他很尴尬，手滑了。他咳嗽2声，抬头看何丹心，一会儿就干了，不用擦了。何丹心点头。随之几人并到一桌，宁儿就窝在苏七七怀中吃糕点，尝到好吃的还知道塞一口给苏七七。何丹心看得心都化了，宁儿真贴心，从小到大我头一次见这么贴心的男孩。宁儿不是个要别人浪费口水白夸的性子，你喜欢我夸夸我，我就对你好。捡了一块玫瑰糖向何丹心嘴边送去，表婶甜甜的。何丹心受宠若惊，张嘴就接过了宁儿递的糖。小孩子都是一个实心的性子，一直跟他说宁儿递来的好吃，宁儿真棒，让宁儿美得一个劲的往何丹心嘴里塞，只将何丹心甜的哭住了。他捂着嘴咳嗽2声，宁儿还要递徐敏言制止：“宁儿，你表婶吃不了这么多。”他拎起水壶倒了杯浓茶，想让何丹心喝茶顺顺，吃多了伤牙闹心，赶紧喝口茶。何丹心没想自己这么不争气，就突然被呛到了，当着这么多人面咳得十分不好意思。顺着徐敏言给他吹凉的茶，一口下去才冲淡酷腻的甜味。没事了吧？徐敏言拍拍他的背。何丹心咽了咽嗓子点头。苏七七见这状态，心中默默有了某个答案。宁儿觉得糖是最好吃的，可母妃父王都告诉他不能吃多，因为每次都剩得他心痒痒。母妃为了让他死心，就说替他扫光不能浪费，他喜欢何丹心才会不停喂他糖。谁知何丹心吃咳嗽了，他哀哀2声叹气，同情般惋惜着：“表婶跟我一样惨，糖都不能多吃。表叔没吃一个，那你们家有糖吗？别一颗都不给孩子吃啊！”众人，何丹心还是胃不好，糖吃多了一直闹心，请了大夫过来看，才说要开一个消食解腻的方子。人直接休息在了苏七七的双仪阁，绿萝和青叶一起熬好药材端给他喝。苏淑妃真是对不起，来一趟还闹得请了大夫。何丹心搅着汤要抱歉，苏七七才是真想抱歉，别这么说，要不是宁儿给你吃多了糖，你也不会要看大夫。闹心这东西不是大病，但难受起来一点不好受。喝完了药，你再睡会。青叶夫人，世子在外面问您情况呢，想来看看您。他趁何丹心和苏七七说完话，小心上前。双仪阁是苏七七的院落，何丹心受不住，请了大夫就过来躺着休息了。江训带徐敏言去了双仪阁别处，可他担心何丹心不放心，又来到了门外等着。看到陈木箱子里的东西，何丹心自然没一下想到徐敏言是为了他。苏七七跟他待在一处，想着在外面时徐敏言怕连累苏七七，现下趁他病倒有理由了，被别人这么利用，他也是会生气的。他又不是大夫，
来看了有什么用？跟世子说我要歇歇。发现陈木箱子和丹心都没生那么大气，青叶被这几句话吓得紧忙去回话。在等他回来时，他盯着何丹心的面色对苏七七说话：“苏树飞，世子请你出去一趟。”何丹心喝药的手一顿，终是没说什么话。苏七七不觉得徐敏言方才对何丹心的关心和在意是假的，他点点头去见徐敏言。果真一出去，徐敏言问的就是何丹心怎么样了。他平日里饭食就少，吃那么多甜腻的，让人担心。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世子和丹心是夫妻，当然可以了，我没有什么可拦的理由。但世子是真打从心底在乎丹心的吗？苏七七。徐敏言顿住要往里走的脚步，缓缓转头，将视线又落回苏七七身上，打量他打量久了。他一瞬间脑目清明，这样的苏七七他其实从未见过，更看清从前对苏七七的感情到底是基于什么事情上。是他烦腻读书科举后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瞧着小丫鬟都如此刻苦，他有什么资格不努力？他是在那刻对苏七七动了顺心，后来拿着这点动心当喜欢，尤其遇见他母亲极致反对，他又把这点喜欢扩大对苏七七的爱而不得，最后形成了执念。其实徐敏言对苏七七的在意早散了，如今的他可以记清何丹心早饭能吃几个煎包，能进多少粥，喜欢什么时辰散步，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而他对苏七七仅剩的一点点所谓的在乎，不过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桎梏，让他觉得喜欢上何丹心是对自己从前感情的一个背叛。我在乎。徐敏言这一瞬很是坚定。江迅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书房里出来了，看到进屋内的徐敏言，再看看外面的苏七七，他上前好奇怎么发现的，认为徐敏言其实已经喜欢何丹心了。苏七七，上次徐敏言来家里，他讲起我以前习字的事，完全带着不甘，没想过你会怎么看待我，所以他能是还对我有意吗？何丹心病了，这不就巴巴的去看了？他歪了下脖子示意屋内，面上很无奈。江迅认同的点点头。第67章前世徐敏言。母亲思念早亡的父亲，日日夜夜的难安。母亲说她要去寺里礼佛，可徐敏言看出母亲脸色不好，是前阵子被他请求娶苏七七的事气到了。为了宽慰母亲，他提出为父亲祈福。祈福完毕，徐敏言在回来的路上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他六表哥江迅剿匪大胜。这是江迅第一次领差事，因完成的很好，直接被封了一个宣王。他还想等见到了六表哥要送一份什么礼去庆贺呢。他也许久没有见到苏七七了，紧赶慢赶跑回了家中，只不过一回去，他的院子里什么都变了。熟悉的仆人没了，苏七七也没了。问了母亲才知道，苏七七让他当成礼物送给了江迅。他看着母亲上好的精神头，深知受到了欺骗，他想去找苏七七，可母亲告诉他，他把苏七七的身世平生说得清清白白，尽管他跟江迅是表兄弟，苏七七已经成了江迅的人。一个被自己表弟惦记的女人，谁都会远离，他这么去说只会害死苏七七。不久后，他就听到了苏七七怀了江迅孩子的事，他忍不住想去打听苏七七的事。苏七七似乎不得江迅喜欢，一直没有一个名分，他开始跟江迅有了心结，有了秘密。苏七七生了孩子后，依旧只是后宅一个默默无闻的婢女，他想为苏七七做点什么事。等了3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已经努力考上了科举，进了朝堂，借着跟江迅关系不错，他玩笑跟江迅说要给江迅的孩子当先生。他没指望江迅一下同意的，因为苏七七在他心中不重要，怕是孩子也不会麻烦他。谁知江迅一口答应了，还用那张不长笑的脸跟他说，宁儿生母特别喜欢写字，宁儿应该会是个聪明的孩子。徐敏言觉得江迅哪里变了。回到家中，他跟母亲说要给宁儿当先生，母亲抵死不同意。在母亲心中，苏七七是一个勾了他儿子魂的人，企图把苏七七送出去，给他一个晕倒。他居然没本事把握，还要勾着他儿子的心，他厌烦极了苏七七。徐敏言态度很坚决。凤阳长公主冷笑说，给苏七七的儿子当先生没问题，先跟自己的妻子有了孩子才行，不然有的是办法折磨苏七七的家人。徐敏言惶恐，他想苏七七一定不舍得家人受伤害。何丹心是他娶的妻子，他自认为对他没有感情，他无法做到和他成真夫妻，但进一步接触苏七七的机会在诱惑着他。何丹心什么都不知道，只努力的想做一个好妻子，言语中会暗示他。他终于没抵住，跟何丹心要了一个孩子。他想他那么做是伤害了何丹心，所以日常总会怀着愧疚，对何丹心的要求无所不应，对他嘘寒问暖，能让他开心他就觉得罪恶少一点。后来宁儿的课程教的也渐上轨道，偶尔会看见苏七七几面，不过他每次都将头垂得低低的，他窥不见苏七七一点情绪。宁儿是个沉默内敛的孩子，不爱说笑，不爱玩闹，太像江迅了，他实在找不到苏七七的一点影子。他不希望宁儿小小的年纪就是一个如江迅一般情绪冷漠的孩子，所以他会想法子逗宁儿开心。某一天如往常一样，他做了些好玩的东西，准备去书房拿送给宁儿玩。谁知何丹心也在，除了一些被他弄碎弄破的玩具，他还把自己的沉木箱子给打开了，发现了他的秘密。何丹心早哭过了，在他面前像没了眼泪，扔了他一身玩具的碎屑，
推开他就走出了书房。那时他的肚子8个月了，之前他以为他做的那些玩具是给他们孩子的，谁想不是。他气得当天要回娘家，却在出门的那一刻动了胎气，生了1天1夜都没有生下来。徐敏言希望何丹心和孩子平安，他听着何丹心的痛叫，心口针刺的疼，他不懂这种疼是为什么，潜意识里告诉他，他是内疚的，一定是内疚的。最终何丹心没有挺过来，孩子也因为生得太迟，哭了2声便没了气。何丹心死后，他感觉心中空了一大半，痛苦不堪，不知怎地找江训去喝了酒，他烂醉如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一直等翌日，酒醒江训还坐在那里陪他，见他醒了就说一句话：宁儿不用你教了。徐敏言很慌张，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一直到苏七七死，他再没有教过宁儿。让他接受不了的是，苏七七居然也是难产而亡。他想见苏七七最后一面，那时江训快登基了，人居然不在京城。徐敏言偷偷去看了一眼，宁儿一直是由柳英梅养的，日常他也觉得柳英梅对宁儿极好，宁儿极恭敬柳英梅。谁知在他要走时，宁儿跟他说，他见苏七七吃了块桂花糕，吃完了桂花糕就捂着肚子喊疼。徐敏言心中深深落下了怀疑，他疯狂地暗查苏七七的死因，查了柳英梅，查了柳家，才查出一个专害女子难产的老婆子。柳家曾买了他的药。苏七七死后，江训又让他教宁儿了。那时江训登基，柳英梅成了江训的皇后，宁儿入到他的膝下，成了皇太子。一切他都看明白了，柳英梅这么久没孩子，过继了同样没娘的孩子，他皇后的位置不就稳了？他不想让柳英梅痛快，不管江训会不会因为他害死柳英梅，对他如何，他带了同样制毒的药，逼着穿了一身凤袍的柳英梅喝下毒酒，那毒药能生生折磨他一晚。第二日，徐敏言听到皇后发丧的消息，他才笑出来。奇怪的是，江训知道是他毒害的，可他非但没有处置自己，还隐瞒了皇后的死因，给出一个病逝的理由。柳英梅哪里还有机会跟江训说一言啊？江训居然还编了一个谎，连皇陵都不让柳英梅入。后来柳家也因皇后死去败落，他不清楚是为什么，但解气。时间明明没有过很久，江训也还很年轻，才35岁，忽然就要死了。死前他传位给了宁儿，徐敏言一辈子总觉得缺点什么，缺了江训给苏七七的名分吧。于是他上书让宁儿追封苏七七为太后，这个世上总要有人记得他吧。第68章狗血大宴。星号。苏七七最近日子悠闲，江训不在家的时候，就经常跟3个郡王妃来往，慢慢几个人组团吃瓜的乐子不停。太子和太子妃俩人闹别扭了，林双来一嘴，沿路别扭可大了。11月初8是先皇后的忌日，俩人是各拜各的，都没走一块。听说都传到父皇耳里了。我家郡王说，太子让父皇在御书房骂了顿，断血。3人瓜子嗑得乱飞，一个大瓜被他们挖得又深又真。苏七七不动如山，令他们很是呐喊。七七，你怎么这么安静？林双瞅了苏七七一眼，再瞅瞅沿路和断雪，表示对苏七七纳闷不解。平常无事，他们说点啥，苏七七都感兴趣。太子和太子妃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能这么沉得住气？不会你早知道太子跟他母家表妹的事了吧？沿路猜测道。苏七七内心一虚，苏七七是有元书透据，太子和太子妃这俩人在上辈子的事闹得轰轰烈烈。太子亲母元后自生下太子后不久就离世了，留下这么一个襁褓婴儿，皇家怜惜，太子外祖家更惶恐。即便是中宫皇后嫡出，他们家族并不是能够在朝堂上只手遮天的外戚，没了亲生母亲，太子很容易不知在哪天做错了什么就给废了。太子外祖家为了给太子存续势力，在姻亲方面算是广撒网。那时太康帝联系太子就没多说什么，反正过分了他不会放之任之。太子有一舅舅家的表妹，从小经常进宫跟太子玩闹，当时大家都以为未来太子跟自己这表妹是一对，谁知后来各自长大后，太子外祖直接将自己这个孙女外嫁给了驻边的将军，边境常有胡人侵扰，在上月将军的丧报传回京城，太子亲自处理的这事。太子表妹外嫁出去时是不情愿的，丈夫死了也不甘心回到家中，可太子心知这些年外祖一家不管做的什么都是为了自己，以至于牺牲表妹外嫁，到最后害得表妹丧夫孤身在外，他不忍就把表妹接到了家中，狗血来了。通常这种嫁了人的表妹回来，那必然是跟表哥有说不完的虐恋情深，不过太子这表妹怎么说连孩子都有了，再虐恋堂堂太子也做不出那寡妇的事，给人儿子当继父的道理，他就把表妹的孩子一同放在自己的孩子里教养，美名其曰当伴读。太子妃哪里看得下去丈夫这么做，瓜田李下但凡被别人传一个字，解释都解释不清，立马要赶太子表妹跟他孩子出府。在太子心中，他跟表妹多年未见再多的少年情谊都变成了现今的愧疚，哪里忍心赶表妹出门。当时跟太子妃吵了一架，说这里是太子府不是太子妃府，太子妃能当太子妃自然家世不同凡响，祖上还有阴封的公爵，当即收拾了行李回娘家。到了元后忌日那天，两人都没和好，谣言也就传出来了，说太子跟表妹旧情复燃，
准备废了太子妃。太子妃废不废太子根本做不得主，那需要有太康帝的旨意。太康帝又哪里希望自己的储君跟一个寡妇纠缠不休？但到底这个寡妇是他边境大将的遗孀，是自己儿子做出来的，难听的话太康帝说不出来，就让太子舅舅将女儿外孙们领回家。这时候这表妹又闹脾气了，说家中人没人真心真意关心她，京中待不了，她要带着儿女去边境。就这样，太子跟太子妃的关系还没缓和，表妹那又让他放不下，夫妻俩已经足足冷战2个月了。在这件事上，太子可谓是足足的渣男，表妹好歹是烈将遗孀，他倒是给表妹请好诰命，开了府邸单住啊，非要带回自己家中，闹得家宅不宁。据苏七七所知，这个表妹也不是善茬，到底是满了及笄后就被送嫁到了边境，才10几岁，外面黄沙漫天的，为了别人的前途牺牲了他的一生。太子的前程和他有什么关系？可不将太子恨上了。如今继后又是今天的中宫之主，为了替膝下儿子解决问题，后面可不是要跟太子表妹打交道。不知俩人合计了什么。一次宫宴中，太子跟表妹醉酒，闹出了宫闱丑闻。太子表妹大哭大闹，喊起冤来，直说太子强迫了她。太康帝震怒，一废太子，送去了别宫。太子世子当夜受了刺激，不言语不认人。太康帝心疼孙子，或是因为太子妃也在其中受了委屈，没有带连母子俩，依旧让他们住在东宫。前面这些是毛毛雨，后面一出才是大狗血。苏七七连后面剧情都知道了，哪个震撼不用说了吧？转眼就到了狗血大宴上。苏七七很忐忑，按理说太子这一次被废是给整个剧情加了爆发点，后面继后的贤母面目就装不住了。太子妃虽好好的带着儿子稳坐在太子府，可终究是继后的眼中钉，手段层出不穷。儿子被父王带来的刺激久久不好，后来为了保护儿子，太子妃直接带着儿子搬出了太子府，算是放弃了储君继承。直到第2次太子洗刷冤屈被复立，本来就是个夺嫡的剧情，你下来了我上去，江训以后的目标就是那个位置，他要散发圣母心，会不会影响江训？王爷，最近太子和太子妃的事您听说了吗？苏七七心乱如麻，听说今天也有太子表妹赴宴。太子自小缺失亲母照顾，身边大多人都哄着迁就着他，教得他傲气又狠，决心不够。闹出这事是他妇人之仁太过，听说便听说了，万不可去搅和。太子妃性情孤傲，你去同情他，他不会给你好脸色的。给姑站住！俩人正在甬道上携手同行，偏侧宫门处冒出一个声音，江训拉着苏七七避开。苏七七忍不住探了一个头，发现正是太子和太子妃。太子将眼，几步走到太子妃跟前，拉住她，压着急性，再想跟姑置气多久？姑跟你解释多番了，你怎么就不信？再这个样子，父皇跟皇祖母他们又要生气，其他兄弟也会看笑话的。第69章，母妃生气都有父王哄。你还知道笑话？我被别人笑话的时候都是拜谁所赐，怎地今天有你那表妹来，是想赶我回去吗？这样我不在你面前冷脸，父皇他就高兴了。太子殿下，您省省吧。太子妃一把甩开太子的手，连礼仪都不顾了，拉着儿子横冲直撞的往内宫走。太子被这么下脸，心中自然很怒，但还是顾忌在宫中，无声追了上去。啧，人走远后，苏七七感慨地摇摇头。其实我觉得太子妃说的在理，以前他进宫在平王妃4人面前，梗子都不会弯一下，平王妃他们就是看不惯，都不敢说什么。太子妃多傲娇啊，别说今天冷着脸来了，能来我认为他对太子都是真爱了。江训对这种夫妻吵架的事不感兴趣，所能敏锐察觉到的，就最近太子的政治风评不是很好。一个储君不仅需要才干服人，私德更是要磊落坦荡，但凡有一样让人捏住了把柄，不及时解决，就会让人追着江口子厮大。江训没有苏七七那种提前知晓剧情发展的能力，不过他有预感今天宫宴不会太平，来到宫里还要吵一架。太康帝一眼就瞟到了太子和太子妃两人的气氛寒到极点，他没张嘴，总归不是场合。今天的宫宴是皇后建议他办的，说孙雨芙好歹是大将遗孀，早先倒是有个3品的诰命封号，现在丈夫死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带着孩子，最近又跟太子闹出这些风言风语，想摆个宴，重新给孙雨芙一个恩德，封一个郡君，赐一个府邸，允许他日后再改嫁，这样孙雨芙未来有了重新来过的可能，自然不会再跟太子纠缠在一起，太子的名声会好起来的。太子世子夹在父母中间，待的是怎么都不舒服，他不用去看其他堂兄弟的模样，都知道他们在幸灾乐祸呢。抬头看了看对面的宁儿，太子世子跟太子和太子妃小声嘀咕：“我想去找宁儿堂弟玩。”太子，席间不可乱动。去吧，摆的是家宴，家宴就要自在。瞧瞧这中间有哪一个是外人，装什么规矩？太子妃现在跟太子不对付，嘴里话也不爱说好的。把太子说的一致，很清楚知道妻子说的是谁，不自觉往上座皇后身边看了一眼。太子妃察觉到冷笑一声，这一声冷笑让太子感到妻子心中又想了什么不堪的。他自认为自己清白，不想继续在席上跟妻子争执，默默给自己斟酒解闷。太子世子实在受不了，
父母间你来我往的暗语，低调离开了座位，跑到苏七七那边。六叔六婶，哪怕现在太子世子这么称呼苏七七，有些与理不合，但他跟宁儿不错，便带了几分尊敬在苏七七身上。江迅很喜欢太子世子这么称呼苏七七，苏七七有些意外，真是第一次被别人喊婶婶呢。宁儿带哥哥坐，宁儿热情好客地让出自己的位置，本身宁儿就不大，太子世子挤上来了，还显得很宽裕。两个孩子围着一张席面，欢欢喜喜地吃了起来。苏七七看得心都化了，太子世子不过5岁多，一会儿的事可算是打击了，一个小孩子怎么看啊？正发愁间，江迅给苏七七加了一个酥肉卷，凑近时低声细语：一会儿带宁儿去偏店整理一番衣服，我瞧他都把衣服吃脏了。太子那边可能顾不得孩子，你把文儿也一块带着，听见什么声响别瞎好奇。一句句像刻意提醒什么，苏七七听到耳里立刻就想到了一会儿的事，他暗眼震惊，回过头去仔细打量江迅，试问王爷，一会儿会有什么事吗？不关我们的事，把孩子看好就成。江迅席上一直不说话，不代表他看不出什么。孙雨芙这个外嫁女嫁出去多年，宁愿被接回太子府都不愿回家，那必然是对家中有恨的，恨的来源无非就是孙家对太子的重视了。今日没有孙家的人来，孙雨芙反坐在皇后身边半天了，这阵子传的是太子和孙雨芙情深，诡谲的心思怕是只有局中人不明白，这席上有多少局中人他不知道，但清醒的没几个。今日晚宴到底是孙雨芙半个主场，皇后席间言语对他表示了怜惜，孙雨芙像是心酸难掩，拭泪不停。没坐一会儿便离了席，苏七七条件反射的去看太子的席位，发现人已经不见了。太子妃一个人坐在席位上发呆，似乎没有太多精力去管席间走了谁回来了谁。苏七七回头看了看宁儿和太子世子，他歪头小声唠叨：瞧你把身上吃的全是油，跟我去偏店换换衣裳。五哥陪我去，宁儿今晚跟太子处久了，很依赖他。太子世子即便是来到宣王这边，身后也是跟着人的，他没惦记跟母妃说一声，拉着宁儿的手跟苏七七一块去了偏店。苏七七在偏店躲热闹，太子世子盯着苏七七给宁儿换衣服，羡慕。我父王除了我还有2个夫人生的孩子，父王对我最重视最喜欢，我觉得六叔也喜欢宁儿，可为什么父王都对我这么喜欢了，他不能像六叔一样只有我一个孩子？我问过母妃，母妃说那是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母妃生的孩子跟别人生的不一样，母妃再生父王也会跟喜欢我一样喜欢他，但表姑的孩子不是父王的呀，我觉得父王对他俩比对我其他2个弟弟还好。母妃就是因为表姑才跟父王生气的，可母妃很大度的，她从没跟父王的其他夫人生气。六婶，你会跟六叔的其他夫人生气吗？父王哄母妃，太子世子说了一大串，宁儿都听不懂，但听到生气明白了。母妃生气都有父王哄。太子世子恍然大悟，而后又失落，我父王好像也会哄母妃，可最近怎么哄母妃母妃都不开心。苏七七，你母妃会被你父王哄好的，放心吧。吃了这趟亏，以后太子有的低3下4。不久，正席上出现了混乱，有人匆匆走来偏殿。第70章废除。江迅正色微紧地走进来，一把抱住太子世子：文儿今天与六叔回家吧，过几日你母妃会来接你。宁儿早想有玩伴跟他过夜了，闻听拍手庆祝：太好了，要五哥。我父王跟母妃又吵架了吗？是不是他们没人等我？太子世子说着就有了哭腔，不过忍着没哭出来，双手紧紧地搂着江迅的后背。来时父王和母妃就不对付的吵了一架，肯定是又吵了一架，谁都不肯哄谁才生气的，连他都不记得了。没有，今天是六叔想让你去陪宁儿玩，特地跟你母妃说的。江迅拍拍太子世子的背，示意苏七七跟他一块出宫。苏七七心道这样也好，太子世子现在顶多哭哭，若真随书上说的见到了那场面一定会被刺激到的，一辈子的阴影可有的受罪了。来不及费时间，跟着江迅一人抱一个孩子走出了宫内。到了马车上，宁儿睡了，太子世子也哭累睡着了。苏七七把2人安置好，才略微好奇地问今天的情况，发生什么事了？江迅凝了眼身后睡下的孩子，斟酌了一番，才最终开口。太子和孙雨芙衣衫不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孙雨芙哭诉指控太子强迫了他，父皇大怒。太子妃知道文儿跟宁儿待在一块，顾忌文儿，向父皇请求让我带你们先回来。他话不多，寥寥几句说完重点。这夜皇宫御书房内灯火通明，太康帝双眸沉的要杀人。太子晚上多喝了几杯闷酒，身旁的人冷若冰霜，他心中苦闷，才出去走走，不巧就碰见了孙雨芙。后来2人说了几句客气话，不知怎么的，他头昏昏沉沉的，还听见了妻子的声音，以为是妻子来寻他了。他跟着那声音就走了，谁知在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自己和孙雨芙衣衫不整。他还没说话，孙雨芙就万般委屈的指着他说强辱遗孀，哭着跑去，引来了许多人。一时间他百口莫辩。不久，御书房的门被打开了，皇后跟太子妃一并走来。太子妃双颊惨白惨白的，直勾勾的盯着太子，闭了闭眼，太子妃毅然向太康帝下跪。父皇，
废了儿媳吧。儿媳没规劝好太子，发生了今晚这事，是儿媳失职，儿媳不配再做您的儿媳。东宫的太子妃几句声声气血，字字诛心。太子妃双袖下的手忍不住的发抖。太康帝见状看了皇后一眼，皇后紧忙上去跟太康帝耳语了几句。方才太子妃跟皇后去处理孙宇福的事了，便是孙宇福那般大喊大叫，一个太子的名声是不能轻易被污蔑的。皇后让太子妃陪同找了人事嬷嬷去检查孙宇福到底有没有说假话。太子妃起初还抱着太子不可能荒唐的在这场合做下那等事，谁知嬷嬷出来后，让太子妃听得肝肠寸断，他们果然苟合了。孽障！太康帝心中也不好受，抽起桌子上的折子就对太子扔去，一脚硬跳，直接把太子的额角打得冒血。太子妃在旁边听到太子的一声闷哼，身形颤了颤，忍住了没去扶他。枉朕将你从小悉心培养，不舍你丧母之苦，为你亲自喂饭穿衣，朕想寄予你大任，你就是这么报答朕的。那孙宇福一个遗孀你也敢碰？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父皇，儿臣不知道，但儿臣没那个心思。儿臣一醒来，太子想说孙宇福勾引的你吗？太子妃听到这里，一双杏眸清凌凌的望了太子一眼。太子吞吐住了，他真的不记得。太子妃讥讽的冷笑了声，认为太子到这个关头还在乎孙宇福，不敢往他身上攀扯。可孙宇福那边冯问就说太子强辱了他，寻死觅活。他此刻十分对自己身旁的丈夫失望。太康帝见太子这个反应，气上加气，端着手边的水想喝，发现竟然是空的，气得直喊人：“人呢？加水！”皇上注意身体。皇后这时柔柔一插声，睨了眼太子，而后引下嘴角的笑容。忧心，太子兴许真是喝醉了。那孙宇福知道太子喝醉就该远离，偏闹出这事，臣妾觉得也不能怪太子。不怪他怪谁？孙宇福丧了夫，自有朝廷操心，有他娘家操心。他将人大老远的接到东宫，闹得乌烟沸沸扬扬。朕是相信他不会真做出荒唐事，如今倒好他真敢啊！太康帝多说了几句话，一口气没上来，连连呛了数声，将孙家人喊来，把孙宇福带回去，好生安慰。此事能瞒就瞒。太子回东宫闭宫思过，太子妃受委屈了。一个太子比起天界丑闻来说，实在是太轻了。太康帝维护的是天界颜面，不是太子。屋里人都懂太康帝这样遮掩的目的，没有人敢说什么。皇后扯了扯嘴角，可惜他不给这个机会，孙宇福也不会给这个机会。果然没几日，太康帝全宫封锁这个消息，孙家那边出事了。孙宇福趁孙家人不防备，跑出家门，做一番疯癫样去控诉太子强迫。孙家是太子的外祖家，孙宇福是孙家的人，太子的亲表妹。有一天，这个亲表妹跑出来说被自家人欺负了，若不是真有天大的委屈，怕没人会与家族为敌。一时间，整个上京将太子和孙宇福的事当作热谈。朝堂里御史的折子也成堆的被送到太康帝面前。他本想瞒的，可是闹出来再装聋作哑，他就真成了耳聋眼瞎的昏君了。不久，皇宫下出来一道旨意，废太子幽居洛山别宫，东宫依旧由太子妃和太子世子居住，这算是对太子妃母子的补偿。太康帝这一旨的深意，就是说明太子世子有直接越过太康帝儿子，能成为皇太孙的可能，所以谁都不能对太子妃和太子世子无礼。5岁的太子世子到底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父王被废后，宣王府一直没敢说出来，太子妃总要将孩子接回家的。一来只来个母妃，这事更没法子瞒。太子世子一听，瞬间跑去苏七七的双仪阁，自己之前住的客房哭了起来。第71章，父王回家了。太子妃见儿子这般，没急着去追，因为自己已经忍不住是起了泪。事情发生左不过才10天，10天内先是太子不住的向他道歉，向他澄清他没那个心。娘家父母姊妹陆续过来安慰他，宫中皇太后、凤阳长公主跟着开解他，承受的不管是心疼还是劝慰，都能将他之前的傲气压得一散而尽。他有在说服自己，让这件事过去。东宫不是没有别的女人，就算丈夫碰了一个孙宇福，他当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就罢了。哄着自己，孙宇福竟然宣扬的满上京，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知道他们的丑事。便是她的丈夫是东宫太子，她也忍不住给了他一巴掌，紧接着就迎来了丈夫被废的诏书。唯一庆幸的也就她和孩子没事了。不过孩子现在这样，她没想好怎么劝儿子回去。文儿的哭声在客房内时大时小，门关的严实合缝的。苏七七这几天和文儿相处，看得出她是很乖、情感细腻的孩子。拍了拍宁儿的肩膀，有意让宁儿安慰安慰。宁儿，跟太子妃伯母说说话，我把你五堂哥喊出来。宁儿不惧声，她很心疼哭得这么厉害的五堂哥，心疼脸色不好的太子妃伯母，很乖的就走到太子妃跟前，拉住了她的手。太子妃伯母，你别哭了。宁儿不想漂亮的太子妃伯母哭，肉肉软软的小手一贴到手掌中，黯然神伤的太子妃蓦地感受到一片温暖。最近很多人安慰她的措辞都是看开忍下，不捅出来已经够幸运了。
后来是太子被废日子不好过，让他时常记得看顾，从没人只是单单不想让他哭的。伯母听妮儿的话。太子妃被安慰的倒真暖了暖，跟着止了泪。苏七七端了一盘蜜饯果子，是文儿最近在府中最爱吃的。房门没有锁，他敲了2下。文儿是个很懂礼的孩子，很轻易便让苏七七进去了。他到了屋中，文儿红着一双眼，正不好意思的擦着。六婶给你擦，用手擦就把眼睛揉肿了。进来前，苏七七准备了一个湿帕子，撑开就敷在了文儿的脸上。冰冰凉凉的感觉让文儿刚才哭猛的大脑有了些清醒。他关心问道：“六婶，我母妃走了吗？她哭没哭声，没生我气。你母妃那么爱你，怎么会生气？你一句话不说就跑了进来。你母妃怕你抗拒她，还站外面等着你呢，哪舍得走？父王做错了什么事啊？一点都不能原谅吗？文儿，太子就算是被废了，之后的罪名是能提就少提。文儿现在也只知道太子犯错了，他现在可能不知道，未来再过个一段时间，慢慢的就会知道一切。那个罪名不算光彩，可能还会让他觉得父王耻辱，心中定然排斥。本身这就不是文儿该承担的，但总会有人将过错看成他们一家的笑话。苏七七管不了后面文儿听到的风言风语，他只道：“文儿，你父王被废是他做错了事，你父王是大人了，难道一点承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吗？即便期间太子遭了算计，也是他自己先引火上身的缘故。但你要知道，你父王被废出东宫，你母妃就只有你了。你母妃任何错事都没做，瞧你皇祖父还是很公平的，只惩罚了你父王。你是你父王母妃的孩子，这事更跟你没关系。那你现在哭是因为你觉得父王做错事不该承担责任，还是哭你皇祖父给你父王的处罚太重了？不，父王做错事该罚的，皇祖父还是很公平的。”文儿摇摇头赞同，忽然觉得豁然开朗，就是父王太笨了不是吗？不然能让皇祖父那么生气？是呀，你父王做错了事，罚一罚很正常。现在你难过了，还能躲起来哭一哭，你母妃就要站在外面等你发泄完。你想发泄，你母妃肯定不会阻止你，可你发泄完了，能体谅你母妃的辛苦吗？毕竟现在你父王不在家，东宫只有你陪着母妃了。现在天冷了，你母妃来的时候衣着可单薄得紧，不能让母妃辛苦。文儿思绪被苏七七引到了另一个方向，父王在的时候可以保护母妃，保护她。父王不在了，他就应该站出来保护母妃才是。瞬间连心底的那丝容易勾出眼泪的委屈都变成了担心。文儿急匆匆的下床开门，跑到太子妃跟前，一头扎进太子妃的怀里。母妃，你冷不冷？你来接我回家了吗？父王做错事他承担了，别怕母妃，你还有文儿呢，文儿会保护你的。太子妃刚平复好心情，此刻儿子跑出来说保护她，还能看开丈夫被废后的结果，心头泛着酸酸的感觉。她拥住儿子，文儿，跟母妃回家吧。文儿闷着声音点头。太子妃是第一次来宣王府，本该苏七七客气着将人留下招待的，不过现在这个节骨眼不是时候。装了几件文儿喜欢的吃食，跟着宁儿一块将人送出了府。临走前，太子妃回头，谢谢苏淑妃。她面上没了之前傲气的气势，眉目一片柔和，嘴角似乎噙了一抹很淡的笑，好像很不习惯这个姿态待人一般。太子妃说完，带着些不好意思的快速拉着儿子上了马车。六婶，母妃说了，下次我要想来宣王府跟宁儿堂弟玩，她还会让我来的，会亲自送我来。苏七七品味了许久太子妃对她的态度，想了半天都在想是不是再示好。谁知文儿上了马车没一会儿，就对他喊了这么一嗓子，那只能是太子妃交代的。那下次我要想去武堂哥家，我也叫我母妃送。宁儿站在自家大门口，很不客气的替苏七七回应着，边回边向文儿抬着胳膊招手，嘴里不停咕噜着什么太子妃伯母回头见，武堂哥路上小心，直勾勾的将人送出了宣王府这条街的拐角。而这些热情似火的话，都是苏七七有时送江训上朝时他对江训喊的。没想到宁儿学这么快。父王回家了，苏七七正感叹着宁儿如今的碎嘴子，一辆马车哒哒走回来，宁儿拉着苏七七向前跑了几步。第72章，我送你一份新年贺礼吧。江训下来后，一把举起宁儿抱到怀里，然后拉住苏七七的手，握着往府中走。我方才看见东宫的车驾了，太子妃将文儿接回家了。太子妃一来说了太子的事，文儿就哭得惨兮兮的，哄了好久。你今天不是送太子去别宫了吗？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太子是皇家子嗣，曾经的皇储太康帝还是不忍太子被其他人送，便让江训把他送到洛山别宫。说来皇太后还是心疼太子的，一个被废的皇孙总归还要将日子过下去，皇太后就趁着是江训送的，他偷偷寻了几个宫婢想送到太子跟前照顾。今日是太子被送出京城的日子，到了城门他都没等到太子妃去送，心中早愧疚失落万千，日后不知怎么独自懊悔。太子也不算重色，根本没要那2个宫婢。走了一半，太子不知什么时候写了封书信托江训送给太子妃，他就让江河去送太子，自己提前回来了。先是去了皇宫，把宫婢送回皇太后身边，再将太子书信送到东宫，这才回来的这么快。
父王，夫妻俩拉着手，中间带着一个肉乎乎的胖娃娃往前走。忽的胖娃娃说话了。江迅嗯了声：“父王，你可别犯错，宁儿还没武堂哥大呢。母妃，你先保护保护，等我长大。”宁儿童言童语就罢了，偏还拿了一出语重心长的气势，眼睛瞪得圆圆的，眉毛蹙得弯弯的。知道的人知道，他在提醒江迅要当个好爹爹、好夫君。不知道的还以为江迅已经干了什么。宁儿这个儿子正在教训老子呢。江迅转脸瞅了苏七七一眼，苏七七摇头否认：“可不是我教的。宁儿敢教训父王了。”江迅用拖住宁儿的那只手掐了掐他的屁股，肉墩墩的很紧实，这是没少在家封完差家锻炼出来的。宁儿不叫教训，叫督促。宁儿督促父王，这词是前天徐敏言来教他的，脑瓜子里就记住了。宁儿知道父王心疼着他呢，一点不怕疼，小嘴继续巴巴的。提到徐敏言，苏七七想到什么？这阵子何丹心已经不常过来了，我想是有好消息了。我让绿萝准备了些孕期事项，回头等他们来跟我们报喜，我把东西给他们。苏七七怕何丹心会有书中那结局，但怀孕生子这事他又控制不了，只能从旁的事上添个手。江迅，你办好就成。回到屋子里，苏七七和江迅陪着宁儿玩了一会，宁儿累了后，苏七七就让绿萝将宁儿抱到了偏殿里睡。发现江迅一个人在沉思，苏七七走到旁边上心：“还为废太子的事烦心吗？废太子的事已经不是眼前的大事了，总归是被父皇下了旨成了定局，是在推猜现在的形势。东宫那边的文儿俨然属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状态。”而凭贺顺章这几个兄弟必然会想灭了这最后的一缕火。除了顺王的母后是现在的皇后，其他3个哥哥差不多的势力，父皇并未偏爱谁，放在他眼里不足为惧。他母妃之前倒想给实弟找一个朝堂重臣的女儿，可惜上次太行宫的事没做好，反倒被父皇训斥，敷衍给了一个郡王。朝臣是很现实的，一个郡王跟亲王比还差点，只寻了一个4品闲职的官宦之女。可他母亲怕是舍不得机会，说不定已经对东宫月月想夺了，在此期间就看谁先出错。而实弟目前掺和不上，母妃大约可能会让他淌这趟浑水。不过江迅有自己的底线，文儿好歹是他的侄子，他不想对文儿动手。自小长大至今，他不得亲母疼爱，在父皇那里又只不过是一个儿子罢了。若换今天他犯了太子这样的事，父皇对他绝没有对太子仁慈，每一步都是对自己的自保，防别人的暗害，文儿却伤不到他。若最近我不在家的时候，母妃召你进宫，别忤逆他，惹他生气，反害得自己不好。能敷衍过去的敷衍过去，不能的随便应和。总之意愿在我，别跟母妃硬碰就是了。江迅别的不怕，就怕母妃找到苏七七，不想让她受争权夺利的伤害。苏七七哪里没脑子跟淑妃硬碰硬，淑妃敢喊她去说话，让她往西她绝不往东，主打一个摆烂听话。不过前段时间好多事都凑着一起发生，苏七七神经绷许久了，好长时间没跟江迅开玩笑。她上前圈住江迅的脖子，耍嘴皮子：“王爷，淑妃娘娘好歹是您亲母妃，您这样为了我会不会不孝顺啊？王爷你又不正经了。”江迅现在对苏七七这样算有些免疫力，将攀到自己身上的人调了一个好姿势，就着送来的唇吻了吻。本王是为你小命着想，你不懂宫里的女人，日子无聊，长夜漫漫耗的不只是年华，还有人心，他们多的是折磨人的法子。若母妃真有心折磨你，可以让你身上不露一点伤痕。他知道的这些自然是从小见过，即便是宫中再端庄面相再和善的妃子又如何，心早不干净了。真做到始终纯一的，要么泯然宫内，要么早死了。他知道这些不该全怪他们，怪就怪命不由己，身不由己吧。苏七七闻言，脑海中瞬间想起了扎针的容嬷嬷。救命！江迅还能有去宫斗赛道上的潜质。不知不觉，两人呼吸渐深，眼瞅着便要过年了。江迅蓦地说：“今年我送你一份新年贺礼吧。”从前江迅在想要他，都会有保留点清醒在身上，后来清醒少了，还会顾及时间。现在不仅没了清醒，连时间都不顾了。全都算了，还会在这时候说话哄他了。好啊，我要大金子。不是把府库钥匙给你了吗？全是金子不腻。江迅稳意间深蹙了蹙眉，心道他并没有缺了苏七七什么，怎的他只对钱感兴趣。有了金子，啥东西都有了。王爷能给我金子得不到的东西吗？苏七七，江迅沉默了，竟觉得有理。不过他这次的东西还真是钱买不来的。第73章东宫杂事。他凑近苏七七的耳垂前，低哑道：“我替你求一个侧妃吧。”苏七七方要软了骨头，猛听这一句，耳窝瞬间发烫，连着人都清醒几分。王爷能求到吗？他这个庶妃都是今年刚封的，年尾江迅再主动给他请侧妃，能成自然开心，不成他也不气馁。反正往后10年，江迅都娶不了别人。不过苏七七还是很惊诧，江迅真是越来越主动了，定能成。江迅有意卖起了关子。废太子事过去后，东宫照样开门迎客，关门过日子。太子除了文儿一个嫡子，还有一个庶长女，
和2个数字。平日里，太子妃便待这些庶出孩子周到有加，对待妾室更是有主母气度，妾室们敬畏太子妃，倒没有出现拈酸吃醋的情况。如今太子一遭难，太子妃更是成了东宫的主心骨，太子妃之下便是生了2个数字的李淑妃。因前段时间太子妃心力交瘁，心中逼自己挺下去，迎来送往了太多人病了一场。眼下年关在即，太子妃虽看病调养了身子，太医还是嘱咐她不能轻易劳累，又是寒天冷月，更要在这时节保养住身子，等到明年才会大好。他便放了一部分庶务给李淑妃。李淑妃不比太子妃进东宫早，太子重视发妻，不愿让旁人插手东宫的中馈，所以李淑妃很少管过事。这年节要到了，各方都有往东宫送礼的，她实在没有多少经验做到不失礼数的回礼。除了往下的，还有往上的，皇太后、皇后、皇上，外面的凤阳长公主这些长辈，哪里都要周到不留错。再加上文儿还小，李淑妃是日日的为东宫的前途发愁，生不敢让太子妃出了事，更不敢留一点差事上的差错。有闲空就探望在太子妃床头，看到还剩的半碗鸡丝燕窝粥，直发愁。太子妃，您可要保重身体，妾实在应付不来这么多事。光是咱们上面那几个王爷的王妃，妾就不敢跟他们说话。前儿个要不是宣王家的苏淑妃在这里，他帮妾说了几句话，妾要被平王妃那几个给为难死。世子到底还小，总要去串门，妾实在担心的紧生，怕世子出个好歹。这阵子李淑妃接替太子妃在前厅应酬人，平贺顺章这几个王妃在太子出事后就隐隐有幸灾乐祸的模样。后又故意在太子妃病头上过来，美其名曰来探望，其实是咽不下一口气，觉得凭什么太子都被废了，还留着妻儿在东宫占地方。太子妃是实在见不了客，东宫好歹是内宫嫔王妃几个人再气焰嚣张，也不敢闹大冲到后院去把太子妃拎出来见客，不然传到了太康帝那里，他们可讨不到好。而李淑妃就不一样了，见到他们还要先行礼问安，一路小心陪聊。可嫔王妃那几个就不是怀好意来的，话头上时不时明讽暗讥，李淑妃听着不是滋味，哪里敢插话。所以他们就是欺负李淑妃，无权无势，不敢闹大。有谁敢做一个淑妃的主，背后指不定还有宫里娘娘和他们身后王爷的指使，故意暗示他们请退东宫。也赶巧了苏七七来东宫看望一趟，又碰见顺王妃那个缺心眼的在调侃。淑妃跟淑妃一样，不过能参加宫宴的淑妃，能把4个王妃捉弄禁足，还能当家做主的淑妃可不一样，惹人忌惮。他们敢开大玩笑，他就敢开小玩笑，当场苏七七激了一顿顺王妃。太子失势，皇后是顺王的母后，敢这时候花枝招展的出来招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枪打出头鸟，真在东宫弄出好歹，最先遭殃的就是顺王和皇后。顺王妃反应过来自己被当了靶子使，哪敢继续，气得顺王妃当场横了平贺章3个王妃几眼，拂袖而走，这才不了了之。而李淑妃连几个王妃都摆不平，过年时文儿一定要代表东宫出席的，太子妃怕是去不了了，李淑妃就担心文儿会受欺负，万一再出了大事就更完了。太子妃光是听这些芝麻点的事，就已经堵心的蹙起了眉头，一想到年节确实头疼。那些嫂子们心思各异，她可以不搭理他们任何一个，那是因为她是储君之妃，有天然的底气。现在她却只是太子妃，先有她这个太子妃在东宫立着，她的孩子才能保留储君之子的身份。父皇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细细等一个孙子长大，若他不撑住，说不定父皇就有了其他心思。毕竟现在太子妃还很想撑住东宫。送礼一事，你照我历年里出的单子上来，多多少少补上1-2件实心的玩意，出不了大错。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就是皇子们眼中的肥肉，这时候就要我们自己撑，指望不上别人。太子妃咽了咽嗓子，稍微说几句话，声音就沙哑起来，精力更加不济。李淑妃哪敢再说别的烦忧，只点头道好，又羡慕之前帮她说话的苏七七，模样沮丧。都怪妾没用，要是妾能跟苏淑妃一样就好了，这样也好让您少操心。妾届时去宫宴也有本事照顾世子，怎么办呀？她没参加过宫宴，更没觉得参加宫宴在那一排都比自己贵重的人里是荣光，就担心自己怯场。苏七七，太子妃难，作为妯娌，她愿意亲近苏七七，但现在的形势，她不知宣王眼不眼馋东宫。可依李淑妃的话，苏七七上次来都帮了东宫一次，又想到苏七七第一次参加宫宴被为难的场景，她算帮了几句好话。太子妃是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在那几个世子跟前受欺负的，还怕他会在父皇面前出错。若苏七七肯照服，文儿必不会受欺负。太子妃沉思了一番，最终跟李淑妃吩咐，寻个时间给苏七七下拜帖，我想见她。李淑妃正猛地停住拭泪，有了开心模样。太子妃有法子了。太子妃哪里确定人肯不肯帮，先点了点头。东宫太子妃和李淑妃打了把苏七七当作救命神的主意，而苏七七此刻正在淑妃的舒和宫过火海。第74章，苏七七给太子妃献计。淑妃端起一旁的雨前龙井，轻啜一口润润喉，继而轻掀眼皮睨了苏七七一眼，开口尽显一公主位的气势。
近来炫儿和宁儿可好？苏七七来小半炷香了，淑妃一直跟石郡王妃聊个没完。按理听江训的意思说，淑妃没为宝贝儿子求娶到心仪的媳妇，对现今的儿媳应该没那么喜欢的，却还是晾着苏七七，那么就是他在给自己下马威。王爷和宁儿一切都好，切，真有心不该来问他，该去问本人。那本宫就放心了。淑妃依旧端的态度平和，挑不出错，放下了手中的杯子，她感伤起来。太子那孩子是跟薰儿同一天出生的，一出生就是宫里的金疙瘩，从小皇上护着长大的，太子妃都是皇上亲自给挑的。这荣耀任皇上哪个儿子都没有过，可惜糊涂办了那事。本宫一想想刘太子妃和世子，还有东宫那些姬妾就不忍。苏七七听得白眼都要忍不住给一个了，真心疼搬东宫住得了，亲自照顾去。太康帝是没宝贝金疙瘩的关心石郡王，要宝贝石郡王心中早乐开花了。说话真累，什么时候拐到正题？本宫今日除了找你问问炫儿和宁儿，其实没大事。听说文儿和宁儿玩得好，要本宫说，孩子嘛实在担不得太多东西。若太子妃明白这个道理，文儿日子会好过很多。若不明白的话，炫儿这个当六叔的该心疼心疼侄子，怎么个过程没关系。文儿那孩子能平平安安一辈子就成，你明白吗？淑妃慢慢悠悠地把话说完，郑重地看了苏七七两眼。苏七七早做好摆烂准备，妾明白。行了，本宫今日罚了，你先下去吧。淑妃见苏七七十分上道，不必他使些手段，摆摆手遣了苏七七走。石郡王妃还留在原处，前头他们在商量给太康帝的新年贺礼，毕竟是石郡王开府成亲后送的第一件贺礼。淑妃重视的不得了，大概是想挽救儿子在太康帝心中的形象。哎，前头让大儿子想点子给东宫太子妃母子赶出去，后面替小儿子筹划讨太康帝的欢心，也就是淑妃儿子少了，这要多几个像江训那样不喜欢的儿子，那还不把石郡王保送皇位？不过没关系，未来保送皇位的是他儿子，今年的新年贺礼他也能收到钱买不来的。太子妃养了几天，精神头稍好的那日，请了苏七七过府。太子妃病中憔悴，看得苏七七也心疼，都是太子留的烂摊子，麻烦事。不过他知道太子妃病一场而已，明年春天就好了，让我年夜上看顾文儿。说实话，宁儿快到了讨人嫌的年纪，跟他待的酒底线都被宁儿摸清了，出去还能收敛，跟他简直是能气吐血，哪里能在年宴上再看顾一个，不好应承。太子妃看苏七七似有犹豫，她红了红眼眶，若不是无人，我不会麻烦你的。咱们上面的那几个嫂嫂你见过，我以前跟他们更水火不容，倒不怕他们敢在人多的地方对文儿干嘛。他们也有孩子，我就怕孩子小闹小吵的，文儿他一个不是4个孩子的对手，因为一旦闹大了，甭管谁对谁错，文儿总是不讨好的，谁占了前面谁战战兢兢。文儿要想继续得太康帝的庇佑，就要展现跟其他皇孙不一般的地方，随便跟堂哥们就起了冲突，会给太康帝不过如此的印象。太子妃，这是我没说不帮，您愿意拿我当自己人说话，我不能帮一个没把握的忙。您想让文儿那日安安生生的给皇上拜完年，总该从矛头上解决问题。苏七七见太子妃都要急哭了，她琢磨了一会儿，给她耳语道：怎么样，这法子？4个王妃那边我有办法，可东宫与那位关系平平，会帮吗？太子妃忧心。苏七七拍了拍胸脯，忘了我哪出来的了。太子妃一细想，确实有点门路，答应帮太子妃这个忙。苏七七回府就又送了份礼去凤阳长公主府。何丹心现在有身子，苏七七这点运中的宝典可不就用上了。凤阳长公主会将苏七七列的每一条办法都仔仔细细请大夫检查，确定好用无害，再让何丹心试。除了不能缓解的一些孕期难受，每一步都能在苏七七给的事例上同步准备，省了何丹心很多事。儿子和儿媳现今的状态是凤阳长公主满意的，苏七七又非常懂事，她现在对苏七七颇有好感。看了写的书信，倒没有不应的道理。是日小年夜前几天，平贺顺章4位王妃收到东宫的邀请，迫不及待的便要去东宫看热闹。顺王妃和其他3位王妃还有点气，顺王妃在缺心眼，那是皇后的儿媳，其他几个还是要哄的。平王妃端着一副笑盈盈的俏脸，拉了拉顺王妃的胳膊，3弟妹还气呢。不敢，嫂嫂和弟妹们都比我精，我生谁的气都不敢生你们的气，气坏了你们我害怕。顺王妃脑子不灵光，但跟他们处久了，阴阳怪气一顿还会的。平王妃讪笑，贺王妃嗔了句：弟妹说的什么话？您是皇后的儿媳，别说你说什么我们都不气，就是气坏了，我们准先怕你难受，哪敢让你害怕。这几日你不见我们，我们担心愧疚的紧。张王妃接着熬迷魂汤，3嫂自来大度，本来那天不是苏七七在，一个东宫的庶妃哪敢跟我们无礼，是怕3嫂你无聊，我们才没插嘴的，绝不是让3嫂您一个挨口舌。再说了，那天我们就是被苏七七唬住了，她一个小庶妃要世子，儿子不是世子，要身份就一个小庶妃，能跟谁编排我们？6弟也不是那种听后宅夫人口舌的人，别为着那事
跟我们生气了。今儿我们能都来，不就是想看太子妃最近怎么样了？这次我们在前面，您在后面歇着，成不成？张王妃拉着顺王妃的胳膊来回摇了摇。顺王妃这次将眸子跟几个嫂嫂弟妹身上看了眼，不确定这次是太子妃邀请的。太子妃的笑话你们也敢说？我们来是干什么的？平王妃笑眯眯说，自是不能直白了说，但谁还不会棉花里藏针？若真能因为他们时不时给那傲气的太子妃来一下，撑不住带着儿子请退东宫，他们可就是大功臣，届时就看他们谁的男人最有本事带着他们进东宫了。第75章，幸灾乐祸的王妃们。星号星号星号。东宫环水长廊中，刚看了太子妃又在东宫用了些点心的凤阳长公主，被苏七七搀扶着漫步消食。凤阳长公主摆摆手，不打算往前走了。行了，年纪大了，贝懒越发不爱走路，一圈够了。苏七七不勉强，指了一个开阔能坐的地方，要往那边去。那就不消了，反正冬天身上藏食才好呢，有了食不怕冷。可长公主回去要多叮嘱世子夫人，没事多走走，不然孩子长太大了，生产折磨人。你送的事项上都写了，不光我盯着呢，敏爷也照着上面的东西照顾他。大夫10天把一次脉，说孩子跟母亲都好得很，多亏了你。凤阳长公主盼望着明年抱孙子，苏七七这个人又识趣，还懂得知恩报德，跟他的计较早没了。今日来东宫都是受了苏七七的邀请，记得方才太子妃那病容，她叹气，太子妃是遭了罪了，不过没办法，谁让她嫁给了皇帝的儿子。不过更难的事还在后面呢，我是想当一个太平妇人，不想掺和皇嗣之事，若过界了，我是不会帮的。苏七七明白，有的文中不是野心勃勃的长公主，就是掺和娘家皇嗣没完的招人烦长公主。凤阳长公主算是另类，一心培养儿子，靠自己本事入朝，盼着儿子子孙繁茂，时不时拿着长公主这个尊贵身份过点舒服的日子。有脑子又比较清醒，所以真不是心狠手辣那派的，要不然她小命留不到现在，她也不敢拉着凤阳长公主干什么。苏七七乖巧点头，七七哪敢让长公主做什么插手不讨好的事，不过是稍微使点长辈的威风罢了，跟旁的都沾不到边，不会越界的。若越界了，您随便罚我。凤阳长公主听着这嘴甜的话，直摇头，真不知薰儿那性子在府中是怎么放纵你的，从前可不敢这么说话。行，谅你也不敢哄我。东宫正殿，太子妃坐居主位，在寝殿时略微收拾了病倦的妆容，又提前喝了一碗人参吊精神头，这时稳坐在殿内倒不是太难受。几位王妃到了东宫后，原以为会看见太子妃怎样的病容，没成想竟能提前迎着他们了。平王妃打头阵，略微细问：太子妃身体像大好了呀？多谢平王妃关心，我这身体还是不行，勉强能下得来床罢了。太子妃依旧眉目傲然，端的语气轻松随意，似乎不把东宫现状放在眼里。她越是这般模样，几个王妃就心里越是不得劲，暗自面面相觑。明明前段时间都病得见不到人呢，现在这精神头怕是年节都能参加了。太子妃，妾给几位王妃备的茶点到了。李淑妃今儿是被安排了跟着太子妃一起接待几位王妃，刚刚备了茶点过来，一碟芝麻南糖，一碟果酱金糕，还有一壶新赐下来的青凤水。其中果酱是现在冬日时节难有的樱桃，是年节将至下面的人从外面弄来的，东西珍稀，费了很多心血才得了5箱。宫中分到东宫20斤，他便让人制成了果酱，给每人摆了3、4块糕点。几个王妃闻出是樱桃的味，除了顺王府有幸詹皇后光分到10斤，顺王妃不过微微吃惊，又重新恢复原状外，其他平贺张3个王妃都红了眼的，暗自唉声叹气，心里发酸。京中多的是遗老贵臣，太康帝是皇帝也要周全4方，这样一来便是亲儿子也排。到了后头，太子妃除了和苏七七闲聊外，知道宣王府分到10斤，见此几位王妃的模样，怕是都没的。年节总是这样，虽然来来往往都在送礼回礼，可东西送的不一般，代表这个人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也差1万千。前段时间你们来看我，我很开心，可惜我身子不好，难以出来见人。今天好些了，便想邀你们出来喝茶道谢。几位王妃嫂嫂都尝尝吧，若是好吃的话，走前我便吩咐人给你们准备些。太子妃言笑晏晏，太子妃真是女中豪杰，太子出了这么大事，还能有闲心做果酱，品茗茶，给我可能病得都下不来床。平王妃一步步试探太子妃底线，说话越发大胆，故意逆了一旁的李淑妃打趣：东宫真是没了太子妃不成，前阵子我们都见不到你，李淑妃就一个闷嘴葫芦，啥话都不说，没意思极了。想想着实没用，太子妃更不能出事，不然世子怎么办？李淑妃听到这话，心中委屈不止，若她真敢反驳什么，怕是不止没意思了，还没好果子吃。太子妃抬抬眼皮，风轻云淡，李淑妃性子内敛，失礼嫂嫂们了。贺王妃一直暗中观察太子妃今日的表情，脸还是那张不屑一顾的样子，话倒懂得软了没了之前说死人不偿命的神气。她很想踩一脚出气，太子妃现在说话也会谦虚了，到底不一样了。听说年夜太子妃不参加，
那总不能是李淑妃带着世子去吧？万一她不会说话，惹了父皇不开心怎么办？想想世子确实可怜，小小一个人住在东宫，太子妃一病就没个主持大局的，怎么能不害怕？没法子，他父亲若不做那事，怎能累到他？如今东宫个个可不要指望他了。太子妃愁叹一声，仿佛被他们说伤心事说到了心坎里。顺王妃心里痒，但她上次被苏七七教训了后，实在不敢多嘴，生怕牵连家中。何况太子那事，她知道一点，是她婆母和孙宇福故意做的。当时她偷偷在皇后宫中听到了，她谁都不敢说，就怕惹祸事。张王妃等顺王妃许久了，没想到她今天还真能沉得住气。她不想等顺王妃了，自己哼了哼嗓子继续：太子妃，你也不要想这么多，总归世子叔叔伯伯们多的是，有些东西世子不能单真别逼他，不然回头生了什么意外可怎么好？意外？什么意外？张王妃这话什么意思？太子妃一改逆来顺受的模样，蓦地瞪大了眼睛，继而咳嗽连连。李淑妃有眼色的紧扶上去给太子妃顺气，手忙脚乱的偏太子妃越咳越厉害。李淑妃回头急喊：哪个王妃帮我们太子妃倒杯茶啊？事发突然，4个王妃都下意识回头动作，平王妃离得最近，来不及细想，倒了杯茶送上去，还未送到太子妃手中，随着一声瓷器碎裂的声音，平王妃呀了一声。第76章乐极生悲了。其他3个王妃惊吓过度，连连后退。顺王妃忍不住大叫一声：啊，血！你们说什么？我儿怎么不配在东宫？你们是要活生生的把我们母子赶出去吗？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这场面在几位王妃的眼里算突发的巨变，惊魂未定，转身就看见了苏七七扶着凤阳长公主从外面走了来。太子妃怎么吐血了？赶紧去请太医。凤阳长公主蹙眉对身后的丫鬟吩咐。太子妃嘴角挂着淋漓鲜血，一双带着红血丝的眼紧紧地盯着最前头的平王妃。平王妃根本不知道太子妃怎么突然这样，可她是武将出身，见过血做不得假，身上全是太子妃喷出来的。她往后退，太子妃又把眼神往贺王妃身上看，贺王妃跳着脚跟着后退，几乎太子妃看谁心头一惊，纷纷表示说不关他们的事。凤阳长公主横了他们一眼，上前扶住太子妃，言语关心：好孩子，你还在病中，今天这一群人哪个做嫂子的欺负你了？跟姑姑说，姑姑给你做主。闹到皇上太后呢，这里都要讨回来。太子妃瘫倒在椅子上，不言不语，就来回的盯着4个王妃。苏七七一惊一乍和稀泥，太子妃的意思就是全欺负了。4个王妃齐齐否认：苏七七，你别乱说。李淑妃一改闷葫芦本色，瓢泼大雨般哭跪：太子妃命苦啊，前几日病重起不来床，王妃们日日来瞧，好不容易今天精神头好些，请了王妃们来感谢，就一顿话给我们太子妃气吐血了。平王妃，你作何解释？凤阳长公主冷睨她一眼，平王妃狼狈的不知所措，偏还单被吐了一身血，无力解释。不久后，太医就来了。凤阳长公主让李淑妃带着太医去给太子妃看病，她和苏七七留在这里跟4个王妃对峙。方才太子妃临走前口中牵挂儿子，东宫不止。往深了想，就是他们4个为了东宫好腾出来，这才说了大逆不道的话，把太子妃气成这样的。但他们万没想到，凤阳长公主在这里，除了江训小时候吩咐给徐敏言，这一点让凤阳长公主一直记挂江训的好，没人说什么。凤阳长公主跟其他皇子很少过分亲密，算是没有站队的打算，这让宫中十分放心。太后和太康帝待凤阳长公主也无比亲厚，若今凤阳长公主跟宫中说什么，他们4个就完了。齐齐跪地认错：姑姑，我们没说什么，是太子妃体弱，您相信我们。凤阳长公主肃声：那太子妃说什么？你们要把我儿赶出东宫，我方才明明是2只耳朵都听到的，你们说没有是想说我聋了吗？若嫌我聋，反正就在宫中，我自可以让人往皇上面前递，看你们还想如何狡辩。4个王妃今天来东宫，就是抱着看太子妃笑话来的，真绝口否认，没说他们自己都亏心。来时身边的丫鬟都被东宫的人拉去下人房歇息了，方才是李淑妃伺候的他们。太子妃吐血后，李淑妃没少补刀，4个王妃是有苦说不出。平王妃最先认错服软：姑姑，我们错了，下次不敢了，您别闹到宫里，要过年了，父皇一定会不高兴的。贺王妃跟着道歉：我们再不敢跟太子妃无礼了。顺王妃今天算是连坐，气得眼睛都红了，一同鼓着腮帮子，可怜兮兮求情：姑姑，母后那您嘴下留情。张王妃说的最猖狂，瑟瑟发抖：姑姑，我们都错了。凤阳长公主冷哼一声，故意晾着他们，承认了，等吧，等太医出来看太医怎么说。太子妃无事，我也就不找事了。4个王妃从来没这一刻觉得太子妃的安危如此重要过，等了一壶茶凉透，太医才过来。苏七七去问太子妃如何了，气急上火，扎了针降了火，如今好多了，真险，若发生的晚点，说不定太子妃就……太医偷瞥了4个王妃一眼，嘴一停不往下说了。
4个王妃又恼又庆幸。太医说太子妃没事，凤阳长公主也就让太医回去了，并且还当着4个王妃的面让太医谨言慎行。4个王妃面露感激。凤阳长公主重新坐在他们4人面前，威严阵阵：“不要以为太子妃没事，你们就没了干系，下次再有我饶不了你们，赶紧离开东宫。”4个王妃一听哪里敢留，忙不慌的因为脚步不快，抱着繁多的下裙摆，扶着钗环，狼狈疾走出东宫。待4个王妃走光后，太子妃才缓缓从后殿走出来。她对着苏七七和凤阳长公主一一拜谢：“苏淑妃今日谢谢你，姑姑谢谢您。”凤阳长公主笑扶着太子妃，慈爱道：“耍耍长辈威风罢了，哪里需要谢。”苏七七奉承凤阳长公主：“那我也不要谢，我就是借着长公主的是在一旁狐假虎威。太子妃别担心那天宴上文儿会出事，日常他们也不敢随便来逛了，东宫会清闲很多。其实太子妃吐血是假的，放了一点东宫侍卫的血做血包而已。太子妃跟他们闲聊时一直让步。待4个王妃说的忘了分寸得意忘形后，就是太子妃让他们乐极生悲的时候。李淑妃这时候趁乱喊人倒茶，又没指定是哪个王妃，所以他们都会下意识去看茶壶。这时候李淑妃就可以给太子妃嘴中塞血包。平王妃把茶倒出来了，自然就把血吐她身上了。最后又让凤阳长公主这个长辈撞破，等那日凤阳长公主也会参加宴席，有那么大一个把柄握在凤阳长公主手中。老祖宗似的在台上盯着他们4个王妃一家子怎么都要夹着尾巴做人。凤阳长公主出来久了，说了2句话就先离开了东宫。苏七七要走时，太子妃还是感谢非常，拿了一套金玉头面给苏七七，一顶纯金打造的海棠花冠，一对金玉耳当，一串8宝玲珑金项圈，还有一对镶嵌东珠的手镯。苏七七宠辱不惊的接过。仇人命里总喜欢进财。第77章，你好像在推堆粪土给我。小年前一天，这是苏七七在这个时代即将过去的第3个年头。可能是因为日子过得舒心畅意，死亡的恐惧离他也越来越远。一年到头有数不完的银子，终于在有生之年体验了一回当大老板给员工发钱的爽歪歪乐子。苏七七理好府中1年全部的账面后，将每项计策再把银子封入箱子里后，发现不加他和宁儿2人得的赏赐跟银钱，就是江训单人1年的俸禄都有1万两白银，1万斛的精细米粮，再加上大大小小的赏赐，拢共算算也有小5000两。再除去府中120口人，1等、2等、3等这些不同等级仆人每月该拿的月例，苏七七脑中过了一下账，今年的打赏就绰绰有余养活他们。谁家日子这么发？王爷，给你的。小孩子长得快，一年一年的长个子。苏七七早前请了绣娘给宁儿做冬季衣服，她闲着没事的时候，细细研究了绣娘飞花走线的手艺。手痒想自己缝个东西，绣娘就建议她缝简单的小荷包。江训爱佩戴花草猛禽一类的荷包，他也就挑了一个猛兽绣，戳了自己几个手指。绣娘们跟身边急得乱摆手，苏七七终于还是坚持绣下来了。当时绣娘看完后，老泪纵横，嘴角激动的啮合，可能被她的毅力震惊到了，一直激动的夸不出来什么话。荷包里面装了2个金元宝，鼓鼓囊囊的，把猛兽的头都撑胀了起来。江训放下手中的书，入目一只胡须在脸上乱飞，眼睛还大小不一，4只长足跪了3只，唯有一只右前掌上沾了一只弯曲细虫的胖头猫。王爷喜欢吗？江训接到手中后，苏七七期待的不行，心道这可是他新手初期，连绣娘看见都用语言夸不出的手艺，很可爱。酝酿了半天，江训终于想到了适合的词。苏七七猛圈，可爱，老虎该凶猛生威啊，怎么会是可爱？江训面容淡淡，闻言眼皮细微的跳了跳，不自信的看了看苏七七，再看了一遍荷包，这是老虎。他做不出欺骗自己眼睛的事，摊直了放平再看，明明就是一只胖猫，胖得站不起身子的胖橘猫。老虎为何卧倒了3条腿？苏七七当这是虎，他便当这是虎吧。只不过江训还是呐喊。苏七七兴冲冲的模样一致，有点不好意思解释，明明虎头绣得那么完美，非看什么腿？腿绣出来粗粗细细像石柱子，大爪子他又绣不来，就把一只爪子改成了抓蛇，也不能条条腿都抓一条蛇吧，剩下的可不就握起来了。算了算了，知道你嫌弃，虎绣成了猫还站不起来，还我吧，反正王爷不缺这东西。苏七七有自知之明，伸手要将东西捞回来，江训没给，而是垂头解了自己身上的荷包，将苏七七绣的猛虎给系在了腰上。我何时说嫌弃了？你说他是虎，我便当虎带。苏七七，王爷，你又不正经了，居然指猫为虎，天天这么善解人意，怎么受得了啊？江训不以为然，只觉得收到苏七七用心送的礼物很开心，语气略微欢喜。七七不就是照着虎给我绣的吗？怎么就是我指猫为虎了？要不然下次你再给我绣一只猫吧，我看看两者有什么区别。啊，王爷这是想再讹我一只猫吧？苏七七一激灵反应过来，
猛地想起来，不对，我还往王爷您荷包里装了2个金元宝呢。江迅暗暗好笑，不过苏七七算是拆穿了他半个心思，取下身上的荷包，倒出来2块金元宝，推回苏七七面前，诚意可够。苏七七看着一对金元宝语塞，好像他在意的就是这2锭子钱一般。江迅给的还这么随意，难受，深深有被羞辱到。王爷，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金钱如粪土的感觉，你好像在推堆粪土给我。江迅，他不着痕迹摸了摸夜晚睡觉时被硬物个疼的后背。这几天苏七七把屋子里放的到处都是钱，害得他都受到连累，他可不会抱着粪土睡觉。而苏七七之后捧着脸坐在一旁安安静静独自疗伤，心里翻山倒海在想，江迅该不会以为他是屎壳郎吧？他每天在他眼中都在滚粪球。哦，钱很美好，可那金银般的粪土画面一点都不美好。可是真没那粪土啊，不，没那金银，江迅都要哭。江迅细微能观察到苏七七脸上又嫌弃又委屈的模样，默默将2锭金元宝给拢了回来，装进荷包中。冬日阳光不好，屋中为了明亮都会点几盏蜡烛，正好斜面的烛火倒映在苏七七的半张脸上，衬得她整个人暖意融融，恬静美好，不时扑闪扑闪的瞳仁清澈明朗。江迅想，就算苏七七爱钱，也是天底下最直白爱的最干净坦荡的姑娘，她喜欢的东西又怎么能是不好的东西呢？江迅蓦然站起身子，绕到苏七七转过脸的那一侧，摇了摇手中的金元宝。既然给了我这2块，就别惦记了，我喜欢，给你都给你。苏七七又把脸转到另一旁，粪土吗？不缺这一坨。江迅被逗得淡笑一声，他故意道：七七这么大方，那别吝啬这一坨了，把双一阁西面那3间的钥匙给我，我去瞧瞧那边的粪土。江迅很少跟他开玩笑，苏七七身子一挺，心疼不已，嗷嗷不绝，那都是宁儿的，宁儿的都是我的，你是不是早惦记我们母子的钱了？宁儿有几个东西，她的有我的多，金银我有，我的就是你的。江迅抬手捂住苏七七的嘴，盯着她微闪的双眸，眼神中某种欲望浓稠，而后轻轻凑近苏七七耳边，认真道：我的东西足够你惦记，我惦记的也只有你们母子。七七，你爱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江迅最后的话说得无比恳诚，苏七七心中像钻了一条虫进去，酥酥痒痒的蜿蜒绵亘进4肢百骸，比喝了烈酒还有威力。江迅在对他说情话吗？第78章文宁儿小年理论。江迅可能真开窍了，从前都是苏七七逗江迅，每次他都爱看江迅脸上起一层薄红，或是越手足无措，他装的面上越镇定，回他都爱扒下他的伪装，让他又不好意思，又对自己欲罢不能。谁知江迅不声不响的出师了，让苏七七教会了徒弟，差点累死他这个当师傅的。墨钻出来了，我披上衣服抱你去浴桶。江迅弯身捡起地上一件长衫，披上后转身便连着颈背一起抱住了苏七七。苏七七此刻像朵被霜打弯了的花骨朵，一点向阳绽放的能力都没有。进了浴桶中后，浑身才慢慢解了乏意。他歪头看着一旁自己给自己淋浴的江迅，后背上除了他了然的指甲印外，有好几处莫名的淤青，关心道：王爷，你后背怎么伤了？江迅顿了顿动作，继续收拾自己与苏七七撕磨后的痕迹，扔了一颗刚才抱苏七七进耳房时从颈背中掉出来的珍珠到他的浴桶中。只听浴桶中的水冒出一个咚的响声，苏七七捞出来后立马明了，他的钱啊！翌日，苏七七昨晚被江迅折腾久了，有些精力不济，上了马车还在打哈欠。宁儿一刻不消停，摸着马车的座位来回蹦跶，晃得苏七七脑子晕。江迅拎着宁儿的领子，便把她拎到了怀中。父王告没告诉你，坐马车要规规矩矩，万一路上碰见了水坑，从马车里给你摔出去了怎么办？宁儿模样认真的思考一番，给宁儿一个王八摔。苏七七噗呲一声，江迅嘴角颤了颤，尴尬的回看了苏七七一眼。苏七七摆手，肯定不随我，我从小哪坐过马车？那父王摔过王八了。宁儿童言无忌，奇思妙想起来，不是父王摔过，他怎么会问自己？江迅，父王没摔过，但父王会扔不听话的小孩王八摔。说着，大手在宁儿的小屁股上拍了2下，不过是吓唬而已。江迅没用力，宁儿压根没在怕，自娱自乐的在江迅怀里啃起小桌子上放的点心。苏七七看着儿子这个心大，没沾上一点光环遗传。人家赵叔养娃，他赵叔生娃是挺怕生一个翻版江迅小冰坨子的，他连孩子说话都早早的教，没想到人设崩这么厉害。拜托，崩啥都行，别崩玩聪明的大脑。江迅偷瞥了宁儿一眼，嘴皮子和没心没肺肯定随苏七七了。到了皇宫后，依旧是照以前的座位而坐，文儿在苏七七和江迅的斜对面，身边的李淑妃落座于文儿身后的位置照看，文儿的状态也十分不错。先是平王这个长兄带着后面的兄弟给太康帝拜了一个大礼，后是文儿这个东宫嫡孙带后面的堂哥姐堂弟妹们拜太康帝，最后是平王妃带着妯娌们行最后一拜。太康帝似乎兴致不多，没慷慨激昂的讲话，只把精力用在干饭上，
时不时再看看远处坐在下面的文儿身上。文儿，大过年的一个人坐那多孤单，上来跟你皇祖父一块坐。凤阳长公主看出太康帝的心情不好，向下面的文儿招手。文儿看了太康帝一眼，太康帝便开口让他上来。皇祖父一个人吃不完，文儿来与皇祖父并席。你母妃如何了？怎地正看你瘦了？太康帝至今没有派人去行宫看望废太子，实在是打击对他太大。还有他不能堂而皇之的前脚废了太子，后脚就去关心，不然天下人都会笑话的。今日阖家团圆，倒看着孝嗣太子的孙儿，一股慈父心情油然而生。文儿来前听了母妃的话，要表现得坦坦荡荡的，不能抱怨什么。他笑道：“母妃身子好多了，巨冷，太医说明年就没事了。”说着，他回头看向席下的苏七七和宁儿，多亏有六婶婶探望母妃，六婶婶每次来，母妃心情都会好很多。孙儿再长个子呢，瘦点没什么。您看宁儿堂弟不是也高了？文儿，那是你六叔的庶妃，不能叫六婶，不然你未来的六婶会委屈的。皇后得体的笑着改正。东宫那出子自是瞒不住皇后，且早从自己那没脑子的儿媳嘴中听到了大概。偏偏那么巧，太子妃吐血了，凤阳长公主就被苏七七扶着去了，怕是早设了局，让几人去钻。这样一来，谁再敢去东宫生事，太子妃出事了，准赖谁身上。皇后难免不想到是苏七七受了江训或是淑妃的意思。看着江训平日里什么都不争的，说不定这次让苏七七帮东宫是送给了东宫投名状，日后好当一个有实权的皇叔。他不能容忍儿子应得的一切被人破坏，暂时对东宫出不了手，对苏七七这个小小淑妃他还是有能力的，最好江训和淑妃察觉他的警告，断了对东宫的帮助。淑妃那里没人跟他说东宫的事，还想着授意完苏七七，等江训着手把东宫那母子赶出去呢。闻听苏七七对东宫这么亲密，倒是没了好模样，跟着善言善语的告罪。世子是孩子，孩子怎么说话便是大人怎么教的，这事倒是七七的错了。七七怎么敢让世子这么称呼你？我喜欢六婶，我愿意这么叫他，为何要骂六婶？父王不在东宫了，我依旧是他的儿子，宁儿不是我的堂弟吗？我既然能喊宁儿弟弟，为何不能喊六婶？今天不是家宴吗？宁儿难道不是六婶生的吗？再难不成就因为六婶生的宁儿不是世子？文儿这话不是用来反驳谁的，而是他本意就是喜欢宁儿和苏七七，同时带了一点点对东宫如今现状的反抗。父王是他的父王，若被废了就不是了，他母妃为何还要日日伤心守在东宫，承担父王过错的折磨？父王跟他们的东宫有什么关系？宁儿淘气可知道母妃不能受欺负，怎么能有人觉得他不是母妃的儿子呢？疼得站起来奶声奶气，望着上方每一个人道：“宁儿是母妃的孩子，是五哥的弟弟。”一时间鸦雀无声。这个导火先是苏七七被喊一声六婶而引发的，皇后被文儿宁儿说的话下不来台，淑妃也尴尬极了，好像孩子们本性之志做大人的斤斤计较了一般。第79章骑兵侧妃。宁儿说的话不能说是无理，倒也打了许多不满之人的脸。江训起身对太康帝请罪：“父王，宁儿僭越了，儿臣回头会管教的。”太康帝没吱声。皇后偷瞥太康帝的面色，发现十分不好，他方要也弯身言语赔罪。太康帝一拂广袖，对下面还委屈站着的宁儿招手，正好阻绝皇后要张嘴的意图。宁儿也来皇祖父这边坐。宁儿对太康帝的印象一直都好，上面又有文儿，他慢悠悠地绕过席桌，迈着小步子一步步往上走，到跟前又给作揖拜了拜：“皇祖父好。”宁儿眼圈微红，垂着小脑袋站在太康帝跟前。太康帝摸摸他的脑袋，双目中有了慈爱，歪头哄道：“打小不就喜欢皇祖父的胡子，怎么长大了还不敢瞧皇祖父了？”宁儿不怕，他这时候主打出生牛犊不怕虎，对什么都新鲜，低头是因为母妃委屈着呢。他见到每个堂哥的母妃都有乖乖的喊伯母，怎么他的文儿堂哥喊母妃就不行了？不过也懂得这不怪太康帝，被他逗一下就笑了，还伸手直卷了卷太康帝的胡子，质而语气真诚：“皇祖父胡子怎么又白了呀？”母妃说长辈长白发都是愁的，皇祖父别愁啊。宁儿不想皇祖父长白胡子，本来是乔宁儿这个小孙子在下面受了委屈，喊上来哄一哄的，谁知这么一个小侄儿这么懂关心人。在后宫，不管他问贴身太监还是后妃，不是说他还年轻的很，就说他龙精虎猛这种好话糊弄自己。人哪有一直年轻的，多少年没听过真话了，不由得湿了眼眶。你母妃教得好。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凡煽点情伤感就来了。他咽了咽嗓子里的苦涩，努力恢复正常，望着这满店心思各异的儿女，后妃道：“今日是家宴，朕让你们来是吃团圆饭的，不是让有些人自恃身份摆架子的。”这话影射到了皇后，皇后更下不来台。太行宫朕一直交给宣王监办，你们知道朕对太行宫寄予的厚望，这是我们江氏皇族的根基。待建成，朕便会让史官去修江氏先祖的生平志，将先祖请到太行宫。今年末宣王说太行宫的3座大殿已经建成了，朕想给他一点赏赐。太康帝这话一说出来，
底下的平贺、顺章四王不由聚精会神起来，个个五味杂陈，心中有些酸。姜逊当初领到这一圣命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太过可惜。父皇虽对太行宫一事看重，到底等到建成时间精力耗费巨大，中间他们能打理更多其他的差事，没成想建成了3座殿，父皇就要给姜逊赏赐，更忐忑父皇会在太子被废后的节骨眼上，今天这种团聚日子里说什么。淑妃心中狂跳，很期待太康帝会给姜逊什么。皇后凤袍下的指甲抠红了手心，她从未听到一点太康帝会赏赐姜逊的口风。宣王带兵不错，本来正是想给宣王虎贲营的3000骑兵操练的。大晋皇子很少掌握兵权，除非是外有强敌内有匪患。太康帝若看中了哪个儿子让他出征，会给兵权让他带领出征，就像姜逊第一次剿匪一般，这是皇子能实际掌握兵权的时候。而回来之后还需把兵权交还上去。太康帝这么说，直接让众多皇子倒抽一口凉气。虎贲营可是大晋的一支精锐兵，给3000在京中无人敢小觑。东宫示弱，这会改变很多朝中没站队官员的风向，不就是建个破房子吗？淑妃双眼放光，皇后红唇紧抿。可宣王没要，太康帝年纪大了，不过还不瞎看得见方才儿子们精彩的表情，恨不得把姜逊按进醋缸里。倒是姜逊还不动如山，沉着的有几分让他欣赏的稳态。这句话说完，顷刻各方人脸上又像是变戏法一般好看。太康帝接下来的语气就轻松了，没打算继续吊着儿子们。宣王没要兵，给苏轼要了一个侧妃的圣旨，朕先前口头允了，今儿上午才将圣旨写出来，没想在宴席上折腾的，所以还没宣读。德海现在把圣旨拿来去跟殿上宣读。姜逊没要3000个能横在上京走路的兵，反倒只是要了一个侧妃圣旨。有些人偷偷嬉笑，有些人气得呕血，有些人的指甲终是没被剜断。苏七七作为完全的受益人，不可置信地回看了姜逊一眼。姜逊回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淡笑。没一会儿，德海就把立侧妃的圣旨给拿来当殿宣布。圣旨的内容大致是用这时代男人喜欢对女子的夸赞之词赞扬出来的，什么钟灵毓秀、温婉淑德、娴雅端庄，夸的苏七七都仿佛觉得没见过自己。直到最后一句许宣王侧妃之位，整个圣旨才宣读完。多谢皇上。苏七七承载着一圈人的注视去领这个圣旨。以后喊父皇吧。太康帝抱着宁儿含笑的开口，家宴那请的就都是自己人，人人喊朕父皇，光你叫皇上朕听得难受。以后多带宁儿进宫走走，淑妃是你母妃，不能光花一个人的郡王妃哥跟前孝敬，那不就关系疏远了吗？淑妃，苏轼没怎么进过宫，日后你多带带，也好让苏轼哥你跟前孝敬。太康帝又瞥向淑妃，几句看似照拂的话，却让淑妃有种被敲打了的痛。是皇上。苏七七舌头鼓动了2下，还怪难为情的，多谢父皇，儿媳也会多去看书母妃的。别人什么心情不知道，他这个风头出上天了，一下成了宴席乃至未来小年都会被人想起的传奇，就是立后圣旨都没这排场。依旧是回府的马车上，苏七七抱着圣旨想不明白姜逊怎么会做这一笔糊涂账。王爷，3000个骑兵换这一个侧妃圣旨，你不心疼后悔啊？3000个骑兵换一个侧妃当然亏了。姜逊很认真道。苏七七，反复无常的男人。姜逊跟着说完下半句话，但用300个骑兵换一个侧妃，一点也不亏。苏七七茫然，怎么又300了？第80章，皇后淑妃回宫，瑟瑟发抖。姜逊拿着那张明黄的圣旨打开认真赏看，无奈扯了扯嘴角，根本没有3000，300罢了，用300骑兵换一个侧妃之位很值啊！王爷是说刚才席上皇上是在诓人？深入想想，苏七七觉得很过分。太康帝自己说瞎话，可捧杀的却是姜逊，那皇上他也太不道德了，差点让你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不是把你放在火架子上烤吗？明明就300，非说3000，谁能不眼红？父皇就是父皇，就算他今天开玩笑说把东宫给我，我能反驳什么？太康帝是有打算给姜逊骑兵的意思，可确切的人数只有300，3000不过是宴席上太康帝故意的罢了。今天这一场，姜逊看得出父皇不开心，地心难测，谁知父皇由此多想了什么？目的或许是想看看儿子们的脸色，或是敲打不安分的后妃。淑妃借着小儿子新娶的郡王妃名义，给太康帝早早送了一幅万福图，席间却对苏七七多有苛刻。向来贤惠得体的淑妃给太康帝的感觉，不就变味了？皇后矫枉过正，一句话或许意思简单，偏偏跟文儿计较上了。他的儿子也是嫡子，不就让太康帝多想是对东宫太子妃母子的不满？太康帝当时说3000骑兵的时候，就是如苏七七的话一般，再把姜逊放在火上煎。不过太康帝不欲挑起儿子的争端，所以又提起了姜逊用骑兵换侧妃圣旨的事。于是仅仅一个侧妃圣旨，又把姜逊抛回了原处。兄弟们会觉得他儿女私情，便打消了3000骑兵的忌惮。东宫的动荡不仅造成了大晋基石的动荡，同时造成了太康帝的心思难测，有一遭发作不难猜出。对于姜逊来说，
不管3000骑兵和300骑兵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都不要才是最好的。但唯一不变的，他本就是想用3大殿给苏七七换一个侧妃位。皇后宫中，今日是小年，论规矩，太康帝是要歇在皇后宫中的。可等他梳妆完毕，太康帝那边不说没有人影，连一个来通报的人都没有。皇后面色难看，跟着皇后从娘家一块来的静嬷嬷不忍皇后这模样，她走到榻前小心安慰皇后娘娘，皇上大约不来了，若不然您先睡吧。睡，本宫如何睡得着？元后在世时，你可曾听过皇上违逆过祖制规矩，不来皇后宫中过，或是连一个人都不带来打发的？也是，若不是哥哥帮我，当初有那么多有子嗣家境不错的后妃，我在皇上心中不过尔，他怎么会立我为皇后呢？可惜哥哥怎么就没了？这么多年，我就跟一个坐在冷宫里的皇后有什么区别？我说叫一个庶妾都不成吗？静嬷嬷开解，您是国母，说叫谁都行。宣王也是傻，居然用3000骑兵换一个侧妃，听回去的人都要笑掉大牙，也是个没出息的。娘娘，您不要妄自菲薄，静家即便衰落已久，可大人做的功绩在哪呢？您就是堂堂正正的皇后娘娘，这么多年哪个妃子敢骑到您头上过？就是有您在，静家现在还靠着您活跃在上京，没了嫡子顺王就是皇上的嫡子，东宫的世子还小不成气候，您有福着呢。对了，娘娘，太后明年春天要过80整寿，玲珑郡主要来，太后她老人家也最喜欢玲珑郡主，顺王妃您不是觉得？静嬷嬷没将后面的话说完，点到为止继续。要真是玲珑郡主跟我们王爷成了好事，您觉得凭玲珑郡主在太后心中的地位，会让玲珑郡主屈居王妃吗？玲珑郡主的祖父剑南王爷活着时曾经救过先帝的命，是一个3朝老臣，大晋唯一寿终正寝且被皇室敬重的异姓王爷。玲珑郡主还是太康帝亲封的，小时候经常来上京玩，后来就在太后整岁生辰的时候来。玲珑郡主来的时候，太后的心情都是整年最好的。是啊，顺王妃本家是清贵之臣，名声好，当初本宫才愿结的这门亲事，想着让清流的嘴给皇儿助力，谁知顺王妃简直就是一个被宠蠢了的傻子，一点心眼没有，就连顺王妃本家也是一个个油盐不进的老顽固。这么多年娶了他们的女儿，还耿直的不占任何皇子派，端直清正的恶心人，简直娶了一个没用的人回来。他早想换人了。等玲珑郡主进京了，提醒本宫，皇后想到了未来笼络的好戏，心情舒畅大半，抬着纤纤玉手让静嬷嬷扶她起来，帮本宫梳妆。静嬷嬷不解，娘娘，外面天寒地冻的，您要去找皇上吗？找去皇上他也不能见我，去见见元后的长生牌位。皇后起身下榻，娘娘委屈了。静嬷嬷心疼的唉声叹气，这么多年，娘娘只要察觉一点皇上的不快，都要去圆牌位前守一夜，期盼着翌日皇上主动过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还要到元后牌位前受寒冬过邪气，啥时候是个头啊？书和殿中，太康帝将淑妃没送去多久的万福图还了回来，还让德海带了几句话，意思说本分公平就是最好的福气。淑妃当时听到，吓得双腿发软，同样不明白，不过是斥责了苏七七几句，怎么就引来皇上这么大的反应？拉着显嬷嬷的手，想破了脑袋都没想通，本宫不就是说了苏七七几句吗？皇上怎么能传这么严重的话来？显嬷嬷今儿在席上，默默看了半天，觉得有点旁观者清的意思。娘娘，宁儿小主子是您的亲孙子，席上便是皇后那般说，您也要为宁儿小主子跟苏氏谦和点说话，不能全然指责到俩人身上。到底咱们宣王爷那个命格，往后数十年不能娶王妃，那苏七七跟宁儿小主子就跟宣王的正经妻儿没什么两样。您不能前脚为石郡王送了万福图为石郡王讲好话，后脚在宣王那失了偏颇。从前您怎么对宣王？宣王不是个爱吐露是非的人，皇上不查。今儿明晃晃的，您这个当祖母的不维护孙儿，皇上到底是皇上眼明心亮着呢，竟是这让皇上恼了。淑妃攥着万福图懊恼。第81章七七，我们出来拜天地吧。新年过后，苏七七这个侧妃忙得不可开交，身份上来了，能够掺和的事更多了。例如开春后，太后的生辰即将到了，80整寿非同小可，太康帝的儿媳们没一个不着急的。毕竟把家中的老祖宗哄开心了，那就是太康帝开心了，一整年脸上有光。为此，凌霜、颜露、段雪，甚至病愈后的太子妃都聚在了苏七七的双衣阁内，琢磨着就想商议送什么礼好。太后老人家富贵了一辈子，啥东西差不多都见过了，我是真想不出来送什么好。凌霜去年送了一对象征福寿的玉瓶，花了府中小5000两银子，可是送到太后老人家眼前，人就掀了眼皮，客套了2句，可见见惯了珍宝的太后不在乎这东西。颜露、段雪跟凌霜这3人自打嫁进皇家就形影不离的聚在一起，他俩跟凌霜送的差不多，一个送的是对寿桃样式的彩瓷盘，一个送对如意饼，如今差不多冲进太后司库中落灰了。太子妃看着几个弟妹奄奄，她眨眨眼道：我送的玉佛，太后信佛，自然不敢放在库中落灰，
如今放在太后宫中，整日被他礼拜呢。林双三人大意了，苏七七，那就都送佛好了，谁能知道就故意送状的。送寿礼仪式，前2年江训就自己搞定了，费不着他。对他本人来说，真没有送礼经验，那么大年纪的老祖宗，没传书前也轮不到他费脑子去孝敬啊，不就是带张嘴的事吗？沿路唉声叹气，太子妃到底是太子妃，他送的玉佛可以留在太后宫中，我们要送佛，说不定就被捐到寺庙里去了，哪能让太后去拜？段雪想放弃，规规矩矩送一个不出错的东西吧。我们家郡王也不指望我讨太后喜欢。太子妃谦虚，她比眼前几位妯娌都先嫁进皇宫，没嫁进来前就受皇宫中人的重视，可以说太后的寿宴她都有参与。这次80整寿的阵仗更不会小，想到今年的热闹，她建议道：我瞧今年大家照常送就好，反正今年我的礼物不可能再送玉佛了，说不定一样封到库中落灰。今年我们谁都争不过一个人的风头。玲珑郡主吧，我有耳闻，太后当亲孙女一样对待的人，林双八卦头子了如指掌。苏七七蓦地眼眸一亮，很耳熟的人物，就是那个让顺王骗着顺王妃自降为妾的人。啧，想到顺王妃的下场，这玲珑郡主可不止太后喜欢啊。几人没聊到什么头绪，其他人都说差不多送个贵重物就好。苏七七不知道江训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想先问问江训，要是他准备了，他无事一身轻；要是没准备的话，他库房中的东西都是皇宫中打赏下来的，取之于皇宫，不能再送之去皇宫，还需花银子上外面买一份，倒可以去梁郎的金玉堂淘好物。翌日，苏七七便将太后过寿的事问了问王爷，太后的生辰您准备送什么？今年虽是整寿，但东西不必费心，剑南王的玲珑郡主要来，父皇为了让皇祖母高兴，一定热闹大办的。届时可能会去玉山行宫春猎游玩1个月，我自然会去，也会带家眷。你好好收拾些东西去玩就成。春游啊，本来是一场给家中老祖宗无比严肃想礼物的问题，没想到沾光还能赶上这好玩的时候。早羡慕从前能随便外出游玩的日子了，他到这个书中后最远都没离开过京城。苏七七兴奋极了，蹦蹦跳跳的去翻箱倒柜，花衣服花鞋子通通的给拽出来一堆。江训好笑，还有半个多月，不必这么急着收拾。可是能玩1个月呢，啥都要准备好了，到时候不怕缺着少呢。苏七七闷头在柜子里忙活，扒出来了一身身的绿色衫子，好像是他从北院出来后外面绣房送来的，不过都是孕期时穿的了。说起这衫子，江训还真口味专一，都是他让人送的，送的还都是一个色，就稍微样式变化一点。现在他身材恢复得很好，能套2的他自然不能再穿了，可惜了，不能穿了。玉山山林葱玉穿绿衫子就撞了，不可惜。江训那时是喜欢苏七七穿一身浅绿，总是夏日最清爽的存在，由不得他忽略。后来注意放不下了，苏七七穿什么他都觉得好，并不是他独爱苏七七穿那一种颜色。王爷，鞭炮摆好了，日头偏西就点吗？2人正走神间，江河跑了进来。有喜事，苏七七看向江训，江训对江河点点头，让他下去，而后将苏七七捡出来的衣物都塞了回去，有些从未让苏七七见过的腼腆。侧妃已经上了玉靴，虽不是正式取妃的流程，倒也需简单办一个侧妃礼。年上忙腾不出来时间办，今日我们便把流程走一遍吧，就不请那么多人了，在府外放几串鞭炮，府中挂些彩绸，我们烧一对龙凤蜡烛就好。宁儿是我们的小童子。江训说得很突然，苏七七以为是江训临时兴起，他对侧妃礼没什么兴趣，又不是像人家8抬大轿抬进门一般，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但直到绿萝将吉服送来的时候，苏七七竟然发现是绣样很多的凤冠霞帔，不是一般花纹很少的侧妃吉服。绿萝没拿错吗？绿萝欢喜着，江河大哥亲自送到我手中的，想拿错也没有第2件啊。王爷给娘娘送的准没错，王府内今日可漂亮了，到处红绸红灯笼飘着，除了没来宾客，就是娶妻的配置呢。苏七七听了江训说今天2人要补侧妃礼，是听见外面敲敲锤锤的声响，不过一直没敢看外面什么情况，现在忍不住打开琉璃窗，探头往外看了一眼，发现双衣阁内院的柱子廊檐下竟是一眼的大红色，炫目的喜庆。七七，我们出来拜天地吧。苏七七正发呆时，门吱呀一声，同样身着雀鸟喜服的江训侧身唤他。第82章训哥哥。苏七七这边还没反应过来，绿萝就扶着他向外走了，瞬间似乎从更远处传来一声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直走到了江训跟前还未停。江训早早的向苏七七伸了一只手过去，面容柔和的等他搭上自己的手。苏七七犹豫了一番，还是搭了上去。江训很是敏锐的发现了苏七七这一动作，他还是先将苏七七牵出去。宁儿早早的站在门外，抱起了一团红绸，见父王母妃走了过来，像被熟练交代过一般，各往2人手中放了红绸的一头。整个双衣阁院内只有宁儿、江河、绿萝，还有苏七七和江训几人。落日的余晖泛着金黄洒落在院中，苏七七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
他觉得若是没有这些仪式的话，他会更没心没肺的过着逍遥日子。但江训偏偏为他准备这东西，一下便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江训发觉了苏七七没有他想象中的开心，反而还失落许多。他抿了抿唇，一直牵着苏七七的手，眼睫半滴落到两人的红绸上，解释：虽然有些自欺欺人，但却是我发自内心想做的。今日的仪式很粗糙，不过未来我会还七七你一个更好的。他想正正经经跟苏七七拜一场天地，又轻轻拂过脸颊的微风，暂时立在枝头歇脚鸣叫的鸟雀，天边灿金映照过来的晚霞，这都是最纯粹的见证。热闹的侧妃里，他能轻易办到，可是他不想用侧妃里给苏七七证明什么。上次命格的事给他留的时间很宽裕，他能在那之前解决完一切。母妃真好看。外面的鞭炮声停了，江训在苏七七面前的温言软语也随着鞭炮声停下。宁儿在苏七七的脚跟下蹦蹦哒哒的拍手夸赞。苏七七的心一下明朗过来，他可不是一个随便吃饼的人，逼近江训胸前低声喃喃：那王爷说到做到，做不到我也不怕，反正王爷钱权在我手中，王爷要变心想给别人排场也没银子用。江训颤了颤嘴角，还是很顺从的回了一句：听你的。接着俩人以身后的屋脊为堂，天边的云霞为天地拜了两拜。最后夫妻对拜江河刚要喊，宁儿至声至语的先喊一步，夫妻对拜。苏七七和江训懵了齐齐看着宁儿，才刚3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滑？一旁的江河在旁边不好意思的哈哈笑挠头。王爷侧妃，属下没给人证过婚，方才没开始的时候，属下熟悉流程，准备了一会儿，小主子就听去了。宁儿跟着小鸡吃米一样点头，觉得拜天地好玩。对的，宁儿回头也完拜夫妻。苏七七，江训，爹娘能在孩子出生后再办成亲的，这对孩子来说实在是一种没见过的乐趣。宁儿不过小豆丁的高度，只在苏七七和江训的膝下玩闹个没完。拜完了天地，还要让江河想想有什么没完的东西，他要参加。江河腹诽，洞房还没完，你爹娘敢带你玩吗？不过他不敢说，不然王爷准打断他的腿。今天这个日子，苏七七和江训可没空去逗宁儿玩。最后绿萝实在不想破坏苏七七和江训的好事，拉着江河的胳膊说他俩玩扮家家给宁儿看。本来绿萝就爱带宁儿玩，宁儿的注意力一下被绿萝和江河吸引去，就不缠着苏七七和江训了。屋中的红烛早燃了起来，一对缠了红绳的木瓢被江训拿一半递给苏七七一半。清甜的果酒入口留香，手中的东西才一放下江训的胸膛就抵了过来。苏七七微微瞪圆了杏眼，王爷，太阳才刚落山，就是说都老夫老妻了，江训怎么还越发冲动了？江训，我心里的太阳早落了。刚喝过果酒，他的唇间也残留着一丝清香，触及到苏七七的唇边时，果酒的香味更浓，之后已经分不清是谁身上的了。龙凤烛火隐隐绰绰，几番渐明渐暗，但一直长燃不灭。星号，还是儿子了解亲爹。太康帝果然跟江训说的那般，到了太后的80寿诞前，他吩咐全宫一部分亲信大臣，还有开府住在宫外的儿子去玉山行宫，俨然是打算到行宫替太后庆贺。皇宫队伍很长，旁边还有御林军护卫开道。苏七七和江训坐在中后面的马车里，四周微风拂拂青山绿水，不久走到一处开阔的地方，谟地前面的车驾陆续停了下来，中间有伺候的太监一个个高喊：皇上太后有旨靠庭休息。这么美的绿色无污染环境直接越过，苏七七都觉得可惜，靠庭休息正合他的心思。母妃，土兜兜里。苏七七前头抓了把瓜子，后头跟着宁儿身上挂一个小包，是用来装瓜子壳的。从小宁儿就被母妃教导了爱护环境意识，扯着小兜跟在苏七七后面。7郡王妃、8郡王妃还有9郡王妃看着这么乖乖巧巧的孩子木了，林双酸的口水直流。七七，宁儿也太乖了，人前小皇孙尊贵，人后小皇孙也要孝顺他这个老母亲，当然要教。苏七七谦虚，还好。段雪逗宁儿，九婶给你包瓜子，跟九婶回家吧。宁儿摇头，蜷着肉嘟嘟的小手一摊开，是一把早包好的瓜子仁。九婶，宁儿喜欢九婶，可宁儿也爱母妃，不能跟九婶走。先做事再说好话，人情世故拿捏的妥妥的。段雪欢喜的捂进嘴中一把瓜子仁。沿路啧凑到苏七七跟前，七七，知道的你家宁儿是6哥的孩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不是一家呢。哎，你家宣王呢？沿路说了半天，发现一直没看见江训，他左右转看向前指道：七七，你家王爷在跟玲珑郡主说话。苏七七向着沿路指去的方向看去，正好看见江训已经转身向他这个方向走来了。后面有个烂漫年华的姑娘直对江训招手，声音银铃般好听：训哥哥，咱们行宫见。苏七七，训哥哥，心头有什么泡发了？玲珑郡主跟江训说完话，队伍同时也开始整顿启程。江训走来，带着苏七七和宁儿上了马车。苏七七跟着瞧了江训半晌，
江迅品着茶，一直不言不语，似乎方才没什么事发生。想到那个称呼，苏七七不觉脱口而出，微微带着质问：“迅哥哥。”宁儿无聊跟着苏七七学舌，一起对着江迅喊道：“迅哥哥。”江迅品茶的手一顿望向母子俩。第83章迅哥哥，张嘴。宁儿不过是在苏七七跟前和江迅趁乱子，见父王看过来，立刻懂了父王眼神和煦里的绝杀，紧忙抬起肉嘟嘟的双手捂住嘴，回一个眼神弯弯水润的笑意。江迅淡淡睨了宁儿一眼，嘴角轻轻扯了扯，再看去苏七七。苏七七方才嗓音微微有上扬发问的姿态，眼眸里还流转着对他不怯不退的3分探究。江迅一眼察觉出苏七七这番模样的由来。马车内很大，不仅可以摆置简易的桌案放置东西，身后还是个方便歇息的小榻。江迅放下手中的杯子，略一抬手将宁儿推到小榻里面，把苏七七对自己跟前拉了拉，两人亲密而坐。他挑着桌子上饱满的松子，一边剥一边解释：玲珑郡主的父亲剑南王武将出身，年轻的时候在上京任过职，那时部分皇子经他传授过武艺，其中就有我。后来剑南王回封地了，中间断断续续1年会来京一次，后来2年、4年、5年，在之后只有皇祖母整寿生辰的时候回来。剑南王会带玲珑郡主一块来，那时剑南王还是喜欢到教场考察我们。我前面的兄长都比玲珑郡主大许多，只有太子和我还能带着玲珑郡主玩玩。不过练武嘛，不是谁都喜欢的。太子很少去教场，我当时也没刻意带玲珑如何玩闹，就是把她当普通妹妹对待。她自小便受皇祖母和父皇的授意，喊我跟其他兄弟哥哥。剑南王难得回来一趟，京中很多人邀请他，刚才是剑南王找我，我到今天才有机会见到他。玲珑郡主也就在旁边，不是特意去见他的。吃吗？话说完，江迅的手中已经出来一把肉大饱满的小松子。苏七七心里不知道什么东西又缩回去了，堵闷的东西一下没了，就着江迅的大手接过来，当然吃了。对着自己的嘴捂了一把，松子在嘴里爆开，越嚼越香。想到什么，苏七七盯着江迅的眼睛，捉弄：“迅哥哥，张嘴！”一声迅哥哥把江迅喊得耳尖一热，因为苏七七嘴中的意味和旁人不同，总带着那么几分故意使坏勾他的成分在里面。江迅见识过很多次，知道若不照做苏七七还会想别的法子，心虚。瞥了一旁身后的宁儿，早背身拿着一个琉璃球玩睡过去了。江迅又随意捞块薄毯覆到宁儿整个身上，他才低低脖子，歪头往苏七七跟前凑近。就在方要碰到苏七七唇边时，将停下，半起着薄唇，眼眸里带着丝丝想要的意味在他唇边波动。苏七七闷呛了声，没想到江迅会有这突然的接近，幸亏松子早咽下了，不然要呛死他。两人接触得很近，气息纠缠，苏七七胡乱将剩下的一半松子塞进江迅嘴里，错过脸轻咳了2声。王爷包的松子太多了，我一个人吃不完。他了解江迅干什么都很优雅，肯定没用过一口塞满嘴这种粗犷的方式吃东西，就很想看看天生优雅的人一口闷一嘴松子。江迅意外，竟破天荒理解错了苏七七的意思，略微沮丧，顶着塞了一嘴的松子轻咬缓嚼了起来。苏七七观察着江迅那不急不缓的模样，那么一大口一直没露齿，几下就吞到了腹中，嚼完了又继续饮了口茶。哼，没意思。傍晚到的玉山行宫，行宫内的宫殿早在宫中有消息要来，就提前有负责的宫人方方面面的打扫了一番。太康帝带着太后还有后妃住在行宫的主宫玉圣宫，玉圣宫的左右两侧各一座较大的玉安宫和玉成宫，两宫有很多独门而立的院落。年轻未出嫁的公主便住在玉安宫内，成婚或是能独自住宿的皇子就住在玉成宫。苏七七和江迅分到一处很不错的院落，院中有棵高大茂密的芭蕉树，一侧正中有一棵琼花树，四周尽是些小盆绿植，花团锦绣，错落有致，很有一种农家乐的感觉。苏七七让人放好行李后，玉山行宫的膳房也给美院送来了膳食，听说是怕宫里的人换了御厨吃不惯，特地从上京御膳房里提前拨来的，有10手鱼、羊皮花丝、什锦豆腐、焖笋、炒虾仁，外加鸡丝馄饨，可口丰富。苏七七和江迅歇息了一番路途的劳累，就准备坐在桌前用饭了。忽的外面起了响动，苏七七听着动静还挺熟悉，一路算没怎么亏待，肚子还不太饿。他吃瓜精神上头，放下筷子，跑到墙根边偷听。我去看看。江迅一个人也不好先吃，听着外面熟悉的动静，看着贼兮兮的苏七七，他不自在地吭了吭嗓子，还是起身迈步走到苏七七身旁。父皇和母后在玉圣宫宴请剑南王父女，为什么都没有人去？你去？你去便算了，还要带着我儿子，感情就我不能去？谁家来到行宫第一天不是自家人在一起吃的？你抛下我是想干什么？玉成宫内小院落多，可距离都不远。顺王一家就住在了苏七七家的左侧面。顺王妃站在自家门前，拉着顺王的衣摆，不许他走。顺王急着那边，本王应酬又不是1天2天了，你也知道，就去了我一人，那是多亏了母后，你赶紧放开，不然误了时辰，谁都耽搁不起。本来顺王是想拉着儿子，趁顺王妃忙碌行李，偷偷离开的，
不想顺王妃时刻注意着呢，他刚迈出一只脚就被顺王妃盯上了。顺王注意脸面，提前关了院门，刻意压着声音，模样烦腻不已。顺王妃是个死心眼，眼前人是跟自己同床共枕了快10年的丈夫，见南王父女来京许久了，旁的人少有交道。皇后可是在宫中邀了玲珑郡主多次，要说光皇后的公主月雅就算了，毕竟2个人年龄相仿，但丈夫次次作陪的时候也不少。他们的儿子如今都大了，顺王妃去年就有意商量着跟丈夫再要孩子，可丈夫总是推3阻4，或是难得同房的时候，偏在她不易受孕的日子里，在心思大顺王妃都感觉到了不同。你是不是看上玲珑郡主了？顺王妃向来嘴比脑子大胆，脱口而出，声量不小。第84章，好的不像将训她亲母妃啊！胡说什么？本王只拿玲珑郡主当妹妹，你跟我进去。顺王早知道妻子说话大胆，前几年他还喜欢这种不掺心思的性子，可当兄弟们成家的越来越多，越觉得自己妻子蠢笨不堪。便是他对玲珑郡主有心思，现在都不能承认，要瞒得紧紧实实的。玉山行宫这1个月是他讨好玲珑郡主的最好机会，万不能让妻子给坏了好事。扯着妻子就往屋里去。顺王妃挣扎，我胡说什么了？一见到玲珑，这什么地方？隔墙有耳，你吼什么？顺王捂住顺王妃的嘴，转头往四周检查了一番，觉得还是危险，抱起妻子就往屋里进。苏七七根本都不用扒墙头，听得都差不多了，拉着江训进屋。王爷，你玲珑妹妹可是要被顺王惦记了，兴许皇后也惦记着换新儿媳呢，你不救救你玲珑妹妹？虽然带着一点点味，但苏七七提醒的是实话。你说的不无道理，不过剑南王还看不上三哥，江训不认为顺王的心思会成功。想想方才苏七七的话不对，走路的步子一顿，转过头去再次纠正，一个对我来说并不占多少便宜的称呼罢了，这只是皇祖母和父皇为了显示对玲珑的宠爱，玲珑郡主只要愿意，他可以喊任何皇子哥哥。能让顺王和皇后对玲珑起心思，不只是老剑南王跟先帝有过命的交情，还有剑南王手中的15万兵马。剑南王可以在一方地方当王，实力眼界不容小觑，又这么宝贝玲珑郡主，怎么会和三哥这种已有妻室孩子的结亲？即便三哥可以让顺王妃让位，怕是都难。我跟玲珑郡主关系真平平，论哥哥剑南王在封地建安门客众多，玲珑郡主想要真不缺我一个。江训想到马车上苏七七大约吃味的表现，他那一句训哥哥就够自己暗自品味许久，忍不住低头笑道，给玲珑郡主当哥哥，不如七七唤的一声训哥哥，其实七七就可以这么多唤唤我。傍晚的春风徐徐，山子也换成了春日轻薄的织锦，再晚一点都要披一个被子在身上挡风了。江训几句缠绵的话，让苏七七浑身跟滚开水一般热了一遍。疯了，现在江训不冷了会说话了，时不时点火的感觉更强烈了。俩人的气氛持上不下，隔壁的院门好像又被打开了，传来一声丫鬟的顺王，世子慢走，似乎顺王把顺王妃给摆平了。正是春日风景秀丽的时候，太康帝登基23年来很少享乐，来到玉山行宫的第2日，就带着一众儿子亲信的大臣去山上爬山了。后宫妃嫔多年在深宫之内养尊处优，爬山那种活动是玩不来的，所以都去了玉山行宫的丘陵池那边玩。嫔妃们包括皇后，有儿媳女儿的就在身边带着，而苏七七便跟着淑妃这个婆婆。本来是很勉强的，淑妃又不喜欢江训，燕屋吉屋也不喜欢她，就想躲在石郡王妃这个新来的弟妹身后当小透明。不曾想淑妃这次态度180度的大转弯，见到宁儿难得露出笑脸不说，还让自己跟景她自家人好一块照顾，好的不像江训她亲母妃啊，怪瘆人的。林英，七七是你六嫂，日后你要尊敬七七，莫坏了和气，无事多规劝辉儿向他6个学习，别整天浪费光阴。本宫也万分期盼着你和辉儿赶紧有一个跟宁儿这般的孩子，这样本宫这辈子算无憾了。淑妃这些话一半给了苏七七体面，一半又借着体面句句提了江辉多次，怕是还想让江训给江辉找个好差。苏七七，呸，不经夸，你何止要孙子心思多得很呢？安生不了，主打反骨，你瞧我听不听你的？是母妃，石郡王妃楚灵英出自书香世家，家中学识渊博，不过在朝中地位一般。楚灵英在闺阁时一手字画小有名气，上次送给太康帝的万福图就是淑妃让楚灵英一笔笔亲自写的，可惜当时入了太康帝的眼，却被淑妃一顿偏心的操作给毁了，一腔心血付之东流。他嫁的虽是淑妃最爱的小儿子，可并没有因此爱屋及乌对楚灵英就多好，反倒生怕儿子自己在府外缺了少了什么，常常见楚灵英给叫进宫中叮嘱，楚灵英又不敢违逆淑妃的话，时时便在江辉耳旁念叨，弄得小夫妻俩本来新婚挺好的，江辉对楚灵英也就一般了，楚灵英后来干脆就不说了，俩人才慢慢又好起来。他对淑妃这个婆母内心是又惧又怕。楚灵英对苏七七婉约一笑，六嫂以后多多指教。苏七七，哪里有什么指教的，我听说十弟妹书画好，论指教十弟妹比我本事多。说实话，
石郡王江辉这个角色，除了描写淑妃非常爱，全篇没什么重要的存在，好像没搞什么大事坏事。虽然俩兄弟感情没细细描写过，可苏七七觉得江训不该是一个狭隘的人。只是后来不知为什么，江训都登基了，按理说一母同胞怎么也该给江辉长身份，封个亲王赶去封地，或给个京中好待遇。谁知还只是石郡王的头衔不说，直接赶去了一个边远偏僻小县当官，日子过得一个叫穷困潦倒凄风楚雨。听说后来没钱了，还是靠楚灵英卖字画维系的，可能日子一定过得极惨。楚灵英就陪江辉去小县5年，便撒手人寰了。江辉在楚灵英死后某一夜悬梁自尽，江训把两人的一双儿女又接了回来，最后过继到宗室之中。又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啊！这边苏七七感叹美人薄命，那边皇后扶着太后姗姗来迟，而在太后的另一侧正是玲珑郡主。在偌大宴席正中，玲珑郡主陪着太后有说有笑的走到正座，太后笑得听声不见眼。皇祖母，玲珑说的是真的，真有那么大的蟒蛇，我父兄抓住他后挑起来有门框高，我站在跟前一点都不怕。训哥哥知道我从小胆子就大，小时候爬木桩子根本不用人扶，要他在这肯定能为我作证。玲珑好像在跟太后极力证明自己的胆子，听见太后还在笑气鼓鼓地鼓起了嘴巴。坐下后，他眼神无意巡视一番正落到淑妃身侧的苏七七脸上，细看两眼，眸光聚了起来。第85章平贺张王妃挑拨顺王妃。六嫂。在来行宫的路上，玲珑郡主跟江训招手再见时，好奇多看了两眼江训走向的女子。在他认清了淑妃身旁的苏七七后，亲切地喊了一声玲珑郡主。苏七七没想到会被突然点名，不出错的跟他打声招呼。苏七七模样俏丽，眉眼间透着一股狡黠灵动，抬目望向玲珑郡主时，玲珑郡主一瞬觉得苏七七和常见惯了的所有端丽贵女都不同，没有那种习惯伪装讨好熟络的感觉，很舒服。毕竟她是剑南王的小女儿，自小牵宠万爱长大，身边不缺想和她交朋友的。只是那些人先敬她是郡主，总透着3分宠着让着，不是不好不纯粹罢了。玲珑一边觉得苏七七不像江训喜欢的那种样子，可又觉得江训就该喜欢这样的。六嫂，六哥以前都没跟你提过我，小时候我真爬树可厉害了。他眼神清澈，能够让苏七七听出是一个活泼的性子。江训还真没跟他说过玲珑郡主爬什么树的事。苏七七又不能瞎编，摇了摇头。玲珑郡主丧气，回头看向太后抱怨：哎，我就知道六哥话少人冷，我多年没来上京，这次见面他看见我愣了许久，枉我在这么多哥哥中最记得六哥。当初江训在教场的时候，他没缺过剑南王的一场课，剑南王一直对江训评价颇高，玲珑便对江训有所敬佩。太后见到喜欢的小人儿，撅着嘴闷闷不乐，亲热地拍拍他的手：可不是，你上次来的头才到哪？你瞧你训哥哥的儿子都3岁了，我呀一直盼你能嫁到上京，你今年都17了，你父王给你说没说亲事呢。一旁的皇后听见这话，微微端正脊背细听。哎呀，皇祖母这么多人呢，提起来羞死人了。玲珑郡主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讨论她的终生大事，故意害羞糊弄过去，跟着又转移话题，夸起宁儿长得像江训，太后就没追问不停。整个席宴上后妃多，官员之女也不少，都知道太后喜欢玲珑郡主，处处恭维着玲珑郡主，借此讨太后欢心，就差点把玲珑郡主夸成太后的亲孙女了。席宴过后，一众人都在秋林池逛完，淑妃忍不了拉着楚灵英凑到了太后跟前，转头跟苏七七说：宁儿年纪小，别去凑热闹，把孩子看紧了。苏七七本也不想去，就带着宁儿在栏杆处看锦鲤。这次柳英梅也来了，见到苏七七跟前没人，她似有心思的走上去：七七，今天玲珑郡主的风头很大。苏七七打眼望去凉亭下围的一窝人，附和的点头：太后喜欢。有句话说的有理，站得高跌的惨，玲珑郡主这么招人喜欢，总感觉会出事。柳英梅是不大想管玲珑郡主的事，上辈子她这时候已经是宣王妃了，玲珑郡主也喊过自己六嫂，不过玲珑郡主待她没有今天待苏七七好。但重点是玲珑郡主在玉山行宫被人下了毒，当时玲珑郡主正巧去了上辈子她与江训的住处，突然喷了许多黑血。玲珑郡主虽然没事，可事后也没查出原因，她差点难辞其咎。七七，这种热闹有时避开也是好的。柳英梅不知道怎么跟苏七七解释，她不在乎玲珑郡主怎么样，就怕苏七七母子出事。看热闹我在行，可是吃亏我可不乐意，你别担心。苏七七就知道从玉山行宫后，顺王妃自降为妾玲珑郡主和顺王定了婚约，但玲珑这么受太后宠，在如何太康帝后面未婚的儿子还是有的，怎么也不会赶着往顺王跟前牵姻缘，不怕对不起剑南王。中间肯定出了大事，是有些不安心。对了，玉山行宫正值春日景色葱郁，说不定期间夹杂了什么毒虫毒蛇。宁儿太小，这瓶是我来前配的解毒药，你带着以防万一。柳英梅拿出东西，殷殷叮嘱。苏七七跟柳英梅已经很熟了，欣然接过，谢谢。这边苏七七接过了柳英梅的礼，
那边一个脸生丫鬟拿了一个方形盒子走来，打开是一块很大的虎头金锁。苏侧妃，这是我们郡主给宁儿小主子的长命金锁，这回她过不来，但这是她做姑姑的心意。一个金锁要有一个馅饼大。苏七七讶异，这玲珑郡主还挺大方。宁儿，要谢谢玲珑郡主，玲珑郡主指定不缺金锁，送到跟前还不回去了。他拉着宁儿的手，让她跟眼前丫鬟说谢谢，算是谢玲珑郡主的礼物。宁儿跟着丫鬟乖乖说谢谢。这处景象直接被另一边的平贺、顺章4位王妃看得清清楚楚。平贺章3位王妃身边有孩子，跟各自婆母说了理由，没去凑热闹，认为玲珑郡主这么大风头，猜测会被太后皇上只嫁进皇家。但是嫁后面哪个皇子就不得而知，但只要玲珑郡主嫁进来，定然会冒出一个亲王出来。这边玲珑郡主旁的没给送礼，偏偏给宣王家的庶子送了礼，叫他们生怕玲珑郡主嫁了进来跟宣王府走得近。而顺王妃见着皇后婆母越殷勤，就感觉她跟丈夫俩人对玲珑的主意打得就越大。再听身边3位妯娌这么说，厌恶增增，哼，不就是家世好吗？换谁有那家世谁都一样。顺王妃平时嘴是不把风，可到底没有没来由对一个陌生人这么大脾气过。平贺章3位王妃见此暗对了一眼。平王妃有一套话，怎么了三弟妹？我瞧皇后娘娘对玲珑郡主是不错，别吃味。就算皇后娘娘对玲珑郡主不错，那皇后娘娘也只顺王一个独子，哪能还有一个皇子娶玲珑郡主当媳妇？一个独子不更宝贝，说不定就是想让顺王妃话说一半觉得失言了，紧忙闭嘴，心虚的看着平贺章3位王妃，否认连连，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有，就是吃味了。太康帝还有其他没娘的皇子，平王妃最多以为皇后有过继皇子到膝下的打算，这样再让那皇子娶了玲珑郡主，未来好给顺王助力。谁知从顺王妃口中透露的信息来看，皇后的野心更大。平贺章3人互换了一个眼神，贺王妃张嘴试问：三弟妹，皇后想让顺王娶玲珑郡主？没有。顺王妃心惊肉跳，再次否认。张王妃，三嫂，这时候还跟我们有什么好瞒的？难道皇后看上了玲珑郡主，还会给你做主吗？我们好歹做了多年的妯娌啊！顺王妃心中憋闷，受不住3人不停的一句句，最终哀叹一声。第86章，我儿那毫无血缘的亲姑姑。今日的宴会散后，苏七七便拉着宁儿往玉成宫回，因都是皇子家眷，所以方向一致。蓦地宁儿猛嗷了一声，苏七七回头发现是走在身后的顺王世子在扯宁儿的后颈领子，将宁儿扯得勒住脖子，骤停往后仰了仰。苏七七方要张嘴，落在更后的文儿小跑上来，扒开顺王世子的手，将宁儿护在身后，斥责顺王世子：宁儿是弟弟，你以大欺小，我告诉皇祖父，皇祖父肯定要罚你抄书。顺王世子撇撇嘴，自打玲珑郡主来他父王和皇祖母着魔一般，让他跟玲珑郡主出关系，又不说为什么。玲珑郡主倒是送过他礼物，可没有宁儿的金锁好，就不平想捉弄宁儿。闹着玩，他又没哭，哥哥还不能跟弟弟玩了，你冲出来吓我，我还要跟皇祖父告状，说你不敬兄长呢。你文儿比顺王世子小，到底掰扯不来顺王世子的话啊！你敢打我！顺王世子欠欠的话刚落不久，苏七七弹了顺王世子一个脑瓜蹦，疼得顺王世子挤出了眼泪水。苏七七弹弹指甲，看看这个已经9岁的孩子，语重心长：六婶是长辈，弹不起呀。六婶在你这么高的时候，她比划一个顺王世子胸前的高度，温柔笑笑，就教了你规矩，怎么小世子还学不会呢？顺王世子委屈巴巴地捂着头，太小的记忆他可能记不大清事情起因或者细节了。可是因着那次他跟另外3个堂兄弟打架的伤，母妃进的足，几个月出不了的门，林花月丽的克扣在他锦衣玉食的生活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也成了他对苏七七这个六婶的第一印象，惹不起。六婶会教他懂事，又委屈又恨恨地拉着母亲的衣摆不停扯，企图让顺王妃给他找事气。苏七七跟着顺王世子这个小动作，看到顺王妃的脸上，这才奇怪，都半天了，顺王妃一句话不说，竟然有心思再游神，不像他的作风。顺王世子生生不耐地喊着母妃，顺王妃顷刻回神，拉着儿子就走。顺王世子被迫拉走，嘴中怨念：母妃，我被欺负了。顺王妃敷衍着，似乎连刚才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谁敢欺负你？苏七七觉得稀奇，平常顺王妃不是跟平贺章3位王妃走得近吗？怎么今天就他一个人往回走？太子妃略插一句，他们4个看着好，其实谁都想踩谁一脚。这情况一般来说，不是顺王妃跟另外3个掰了，就是顺王妃跟他们掰了，之后他们又会重新玩在一起。别管他们，七七我们回吧。哦，苏七七点点头，就算几人掰了，那一定是利益受到了损害，他猜顺王妃一定有事。快速回了小院后，发现江训已经回来了。江训爬了一天的山回来后就洗漱了，现在这一身寝衣临窗看书。苏七七紧忙跑进去，他着急道：王爷，江河呢？你把他借给我用用。
江训，做什么？今日你那边发生什么了？没受欺负吧？一般苏七七不会问他借江河，他和尚书仔细打量了他的周身，没什么受责的痕迹。你让江河盯着顺王妃，我怕他有什么头脑发昏的小动作，而且说不定是针对玲珑郡主的，就盯着他有没有跟玉山行宫外的人接触就行了。虽然顺王妃就住在苏七七隔壁，但容易疏忽，来钱物品之类的都有人检查。顺王妃要想做什么，说不定会偷派人下山，这是落在江河身上，他放心。好，闻言这话，江训想到今日在爬山时，顺王对剑南王多有笼络，让苏七七提醒他的话，在心中留下了痕迹。顺王一定是想谋求剑南王这支势力，顺王妃或许就是破绽。苏七七让江训上了心后，他就少操了点心，因为玉山行宫还是值得逛的。玲珑郡主这个太后跟前的头号香饽饽，有时也会来找他。他谨记着跟玲珑郡主少接触，可是人硬往自己跟前凑，他实在不能把人直接赶走。而且人家也不是赖着江训，反倒对宁儿喜欢的不得了。明明才刚3岁的孩子，非搬来个木桩子让他练爬树，美名其曰道：宁儿跟小时候的江训很像，他敬佩江训，可他更喜欢软乎乎嘴甜甜的宁儿。玲珑郡主有点三脚猫的本事，只是在他爹爹哥哥那边谁都看不上眼，可不给宁儿充起了半路师傅。玲珑姑姑，母妃，宁儿挂得好吗？这日，宁儿终于攀到了玲珑带来的半人高的小木桩子上，双手双脚牢牢地抱着木桩子，兴高采烈地等候夸奖。起先苏七七是担心的，还在下面铺了软垫，奈何儿子喜欢，后来直接摆烂了。面对宁儿的小成绩，他拍拍手，宁儿棒棒哒。玲珑郡主做师傅很严谨，还想着委婉点不让宁儿骄傲，一下子自己教的徒弟就让苏七七抢先夸了。他想不出比苏七七还特别的词夸赞，学着苏七七鼓掌。宁儿不愧是师傅的好徒弟，棒棒哒！小孩子是很好满足的，这么一夸，宁儿哈哈乐的不行。他倒退着从木桩上滑下来，擦擦汗，握拳，显摆着结实不少的小肉胳膊，仿佛浑身力量爆棚。哼，下次三堂哥再拉宁儿，宁儿就不会被三堂哥拉得勒脖子叫了。玲珑郡主欣慰小徒弟的好学，更欣赏小徒弟嫉恶如仇，现在吃苦不吃亏的性格，又嗷嗷的给宁儿鼓劲。宁儿别怕，打赢算我的，打输姑姑给你仗势欺人回来。苏七七，真是玩那毫无血缘的亲姑姑啊！第87章，只有苏七七一个倒霉蛋牺牲。星号星号星号，江河被安排到玉山行宫外，盯着顺王妃身边人的动静，果然在10日后有了收获。他把顺王妃跟前老婆子从外面带进来的药物，弄了一模一样的一份，呈到苏七七和江训跟前介绍。这是剧毒的断肠散，吃下后活不过2个时辰，是顺王妃身边陪嫁婆子乔装打扮从外面黑市买的。期间那婆子没跟顺王妃的娘家之人接头，也没接触过黑市之外的人，属下不知这毒药是给谁备的。本王知道了，将这瓶药带下去处理掉。江训摆摆手，再盯回苏七七，他猜测毒药或许是下给玲珑郡主的。苏七七也觉得有很大可能，毕竟这次行宫对顺王妃最大的威胁就是顺王和皇后想换玲珑郡主嫁进来。顺王妃或许不太聪明，指定也能发掘出来什么，就是毒死玲珑郡主的手段是不是太恶毒又蠢了些。忽的他脑海一定有新问题，王爷，顺王妃什么时候毒玲珑郡主不知道，到底他和皇后顺王还是一家呢？真让他下着毒了，他总要找个冤大头，指定不会牵连到自己身上的，他肯定还要陷害谁。苏七七仰头托腮，脑细胞狂飞，他不信他还想不明白顺王妃的小九九。刚想到苗头，认为真相只有一个，江训轻飘飘替他说了出来，他想让玲珑郡主死在我们这。想到自己是顺王妃眼中的冤大头，苏七七忍不住开口大骂，这个歹毒又愚蠢的笨女人。顺王妃要真恨顺王薄情寡义，咋弄死他不是死？没必要买毒杀夫，要连皇后都恨了，直接拿什么凶器往玲珑郡主身上一捅更干脆。到时候太康帝问罪，他可以招个一干二净，让皇后顺王陪他下黄泉。可顺王妃不想让他们出事，唯有悄无声息地毒死玲珑郡主。顺王妃不会找平贺章3位王妃，因为太熟了，不是舍不得是不敢。7郡王妃、8郡王妃、9郡王妃也不可能是，他们没跟玲珑郡主说几句话。10郡王妃天天跟淑妃身后，想陷害没机会。太子妃没事，可不会摆宴和顺王妃唠嗑，她也没机会往太子妃那栽赃。而玲珑郡主最近不就是爱来自己这吗？如果玲珑郡主死了，管他什么动机不动机的，江训或许没事，宁儿是皇孙，但皇家要给剑南王一个交代，那这个家不就只有苏七七一个倒霉蛋牺牲了？顺王妃什么时候脑子这么会长了？王爷，我很像冤大头吗？苏七七皱着一张脸，沮丧不已。见着苏七七在他跟前比划自己脑袋，江训忍不住弯了弯嘴角，我不会让你这个冤大头替罪的。顺王妃敢谋划这一场，谁知他就能100%照他所想做到，定还有问题。我细细观察观察三哥，顺王妃都能从三哥那里知道他想换妻的打算，我不信三哥不知道顺王妃对玲珑郡主的敌意。
苏七七也觉得他这颗脑袋优秀非常，一点也没有冤大头的潜质。他掐起腰对外间的绿萝吩咐道：“绿萝，最近玲珑郡主要来，不必上赶着奉吃食；顺王妃要来，也不必拿什么东西招待她。”是。绿萝在外间点头。最后，苏七七鼓起腮帮子，带着古蓄势待发的镜头看向江训，胜券在握道：“我看他能有什么花招。”知道了顺王妃的小九九后，苏七七每天只要见到顺王妃，他就感觉顺王妃在用一种冤大头的眼神看着他，有时还刻意来到院子里跟他客套，时不时也会碰到玲珑郡主。玲珑归根还是10几岁的小姑娘，爱贪玩，每次跟宁儿玩的忘乎所以，很少想起来吃什么。顺王妃也算干啥啥不行第一人，见苏七七连个吃食都不摆，故意让他儿子喊饿：“六婶，我来你家做客，你怎么不端点好吃的给我吃？你的规矩去哪了？一点都不懂的，爱我这个晚辈。”顺王世子抱着胳膊坐在院子的石凳子上，他回头看宁儿和玲珑郡主玩的爬庄子，一点也不喜欢，觉得那是哄小孩子的，他就专门找苏七七麻烦。苏七七偷偷摇摇头，顺王世子还挺爱较真，他拍拍手让绿萝上盘马蹄糕。院里这么多人，苏侧妃就上一盘啊，够谁吃？顺王妃无语了，一盘子怎么下毒？苏侧妃不如再多拿几。谢谢六婶款待。顺王妃想揶揄苏七七多拿点糕点，不曾想自己儿子连吃带拿的往自己嘴里兜里揣。因为顺王世子以为苏七七待客连个吃食都不摆，方才绿萝端马蹄糕来，宁儿回头往这边望了一眼，他就觉得日常宁儿肯定啥都吃不到，看到那一盘子吃食，连吃带拿，恨不得自己全造了，哪里留得下给别人。苏七七看到这场景，只想说他可不敢多摆，怕顺王妃不小心毒到他自己儿子嘴里。宁儿，跟姑姑休息吃点东西，玲珑郡主自己也带有婢女，小点心什么的是不缺的，而且都是从家中带来的厨子，口味比较新鲜。方才见顺王世子那么狼吞虎咽，就想给宁儿撑腰。苏七七最近不上吃食，是知道他带了家中的厨子，跟他说想换换口味，所以玲珑都有自己带。宁儿又吃的开心，他更觉得满意。没一会儿，琳琅满目的小点心陆陆续续的上满了一桌。顺王世子看着那么多没见过的吃食，馋得直打嗝，想伸手拿一个，就被玲珑郡主打了一下手背。玲珑郡主教育他：“姑姑是你长辈，你今天也不是姑姑的客人，姑姑的东西还没发话，让你吃了吗？”顺王世子又打一声满满马蹄糕口味的响嗝出来。宁儿玩了一上午，已经饿了，之前他怎么吃都不会被姑姑打，看到顺王世子挨的训，他摸摸手背，跟玲珑郡主问道：“姑姑，宁儿吃这个黄黄的行吗？”玲珑郡主摸摸宁儿的头，亲手给他拿了一个，乖宁儿吃。而后玲珑郡主也没针对顺王世子做什么，拿了一个顺王世子方才想吃的给他，谢谢姑姑就给你吃。顺王世子还是很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忙接过，谢谢姑姑。暗自看着一桌点心眼花缭乱的顺王妃心里苦，都是玲珑郡主自己带的，没一盘能下毒。第88章真是好春光的一对男女。白日顺王妃走后，苏七七被他那憋红的脸逗笑了好久。他想，这应该是顺王妃平生头一次想给别人的东西加小料，可不知道往哪投的。一扫被当冤大头的挫败感，抱着江训睡得极稳。不过已经是深夜了，苏七七无端被江训给弄醒了，他闷着迷糊的嗓音不开心：“王爷，大半夜出了坏脾气，你要什么我都没心情给啊。”江训被说的脸暗自烫了一瞬，还是拖着苏七七的脸把他唤醒：“不要你给，你听听外面有什么动静。”苏七七虽困境倦倦，也知道江训不会平白无故的深夜趁他睡着找事，他躺平身体静静听了起来，跟着自言自语：“猫叫，隔壁的猫叫，不对劲吧？这猫叫春吗？还带节拍的，快起来，带你出去看戏。”看到苏七七已经醒了神，江训先一步起身跨到了床下，跟着从衣柜中给自己和苏七七各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俩人匆匆着装打开房门去了外面。玉成宫院落多的同时，各处还会建出池塘、花园、假山，各种供人欣赏的景物。白日这些景物别具一格的讨人眼睛愉悦，到了晚上有些景物着实矗立的吓人。月黑风高，越走越乱七八糟的环境，要不是有江训一直紧紧地牵着苏七七，他说不定已经魂飞天外了。走了大约1刻后，江训拉着苏七七进了一个假山洞，蓦地停下来。苏七七不解，刚要开口，江训捂住他的嘴，往右侧突兀的石洞处指了指。苏七七发现有道莹莹暖黄的光亮，待往缝隙中看清后，苏七七整个人瞳孔放大，反应过来瞬间无言。真是好春光的一对男女。苏七七小声：“你怎么带我看这呀？我不看，你也不许看。”他方才就看见2条赤裸裸的大长腿勾在另一个的身上了。他捂着自己的眼，顺便挡上江训的眼。江训心中明白旁边在做污秽事，不过他跟来是有原因，眼前有苏七七道端的没觉得这是可以不受影响了。话音里难言2分难为情，低声解释：“我只是让你知道旁边有人，没想让你看。”末了加一句：“我一眼没看。”苏七七根本没有捂住江训的眼睛，
江迅为此往旁边侧了侧，并没有想要窥探的意图。苏七七理解江迅的话后，他便没了计较。因着另一边的两人好像还更兴奋了起来，他莫名觉得声音有些熟悉，拉着江迅的手掌出来，写了一个人：舜王。江迅点头。另一个人苏七七今天刚见过，听过他的声音，又写道：舜王妃的丫鬟彩萍。江迅依旧点头。舜王和舜王妃的丫鬟，真是好大一场奸情啊！苏七七心扑通扑通的跳。这时那边没了一响，反而有了说话的声音。舜王，王妃受平和章3位王妃的挑拨，要杀玲珑郡主，连毒药都准备了。今天要不是他没找到陷害苏侧妃的机会，玲珑郡主可能就被毒死了。彩萍柔媚的声音一出来，更坐实是俩人没跑了。舜王冷笑一声：我那王妃虽蠢，但还一下想不出如此毒计，我就知道是我那3位兄弟妻子搞的鬼。那您不是要娶玲珑郡主吗？您赶紧想法子阻止王妃啊！彩萍紧张。别急，他要毒玲珑便毒吧，他不会你帮他。舜王不在乎道。彩萍纳闷：您不是惦记剑南王的兵权吗？杀了玲珑郡主，您怎么得兵权？接着说酸话，您不是觉得王妃有孕了，您舍不得了吧？苏七七震惊，舜王妃竟然怀了，她那性格要怀了，不要把自己得意死。你是王妃娘家带来的贴身丫鬟，王妃信任你，趁着月份前你继续用药，千万别让她知道她怀了，一个孩子还不足以抵上那个位置。要你帮她毒玲珑，又不是让你一下毒死玲珑，能留住命就成。见彩萍还是不解，舜王细细跟他说了缘由。娶玲珑一事很麻烦，首先是他妻子不愿意，总有闹出来的一天，何况妻子还把他要娶玲珑的事跟平贺章3家说了，那3家一定会想法子阻止，妻子毒死玲珑郡主就是他们阻止的法子，因为他们肯定会在玲珑死后揭发妻子的不寻常，若真被揭穿，妻子会将一切都带连到自己身上，所以舜王的意思还是要将玲珑毒一番，再将此事嫁祸到妻子选好的苏七七身上。有了另外的替罪羊，3家就没法子借妻子的手赖到他身上，除非他们敢承认参与了毒害玲珑的罪名。舜王届时在私下拆穿妻子想要毒杀玲珑郡主的事，凭对妻子的了解，他一定会惶恐不安，甚至求他不要揭发。那时妻子有了这个把柄在他手里，他再施以温情哄骗，妻子怎么会敢再霸着王妃之位？那他降妻为妾的目的就达到了。妻子娘家是清流之臣，有些姣好的言官，他们肯定不忿，他再让妻子回家说明缘由。等妻子娘家知道是自己女儿做的祸事，他们还有孙儿在王府，自不敢生什么是非。彩萍听明白舜王的大计后，更加期待。那王爷，您一定要娶了玲珑郡主，等王妃成了您的妾，您一定要给奴婢抬位分，毕竟奴婢为了您已经悲主了，没您宠爱，奴婢没好下场。放心，等本王娶了玲珑，我让你做夫人。舜王摩擦着彩萍半退的香肩。大致听完了舜王和彩萍的诡计，江迅拉着苏七七偷偷离开了山洞。离开前，苏七七还是忍不住往那洞眼中望了一眼，俩人又粘在了一块。回到房间，苏七七已经不知道该嘲笑舜王妃还是同情她了。渣男般的丈夫，想着花儿媳的婆母，卑主的丫鬟，自己还傻傻的蒙在鼓里。要舜王真能娶了玲珑，他肯定不容舜王妃继续活着。而舜王妃怕是这辈子咋死的，到最后都不明白。哦，不对，说不定他被主的丫鬟在他临死前会锦衣华服的去讥笑他。这倒霉催的一生，舜王妃兴许孟婆汤都喝不下。第89章真眼证明我受过的苦。王爷，你是怎么知道舜王妃的丫鬟跟舜王勾搭在了一块？苏七七脱下衣服，重新坐回被窝里。看了这么大一出戏，他到现在还亢奋。今日彩萍去找了3个，我瞧他们之间不对劲，像互通什么信息，今晚便留了一个心眼，没想到果真有鬼。太康帝来到行宫，不是全然不管政事的，他带来的有大臣，有秉笔太监，还有每日有人往玉山行宫送来的奏折。每日可以在这里开一个小型的朝会，带来的臣子依旧要按时随叫随到。因在行宫比较自由，商议完事务，到了歇息的时刻，除了膳房送来的东西，各自的家眷也可以让丫鬟送东西来。那时他就见三哥跟自家的丫鬟之间关系微妙，而那丫鬟他记得是跟在舜王妃的跟前，就猜测俩人的关系不为舜王妃所知，便守在今晚看俩人会合谋什么。依照方才那些话，江迅只能说他三哥够狠。七七，既然三哥执意要毒玲珑郡主，好让三嫂惊恐不安，放弃王妃之位，舜王妃必定会被他那丫鬟挑唆再来的。届时你，江迅凑到苏七七耳边出主意，这主意好啊，舜王妃肯定要跟舜王发疯。苏七七听完赞道。翌日，苏七七昨晚看了一场限制级表演，半晚没睡着觉，以至于第二天睡到了中午才醒。醒来眼睛疼得不行，睁开眼面前一片模糊不清。绿萝，把镜子拿给我。苏七七捂着右眼难受的不行，绿萝听到声后忙跑到梳妆台前，拿了一柄手持的铜镜，跟着一块担心，侧妃，您眼睛怎么红了？奴婢瞧着像长了针眼。苏七七心里苦，对着镜子反复眨了好几下，才让自己模糊的眼睛清晰起来。
认真一看，右眼皮上鼓起了一颗红色的小包，整个右眼还有发红肿的迹象，这不是针眼是什么？王爷呢？他长没长针眼？啊！绿萝一头雾水，王爷没有吧？走前好好的，侧妃您不要怕奴婢听说针眼不传人的。秘密一起偷听的，就他多看了2眼，长这鬼东西。苏七七哀嚎，造孽啊！绿萝以为苏七七难受极了，他快着脚步去请太医。您等着奴婢去找太医给您开方子。于是苏七七午饭都没赶上中午吃，让太医给他看了眼睛。太医先是拿出一根银针，吓得苏七七以为太医要给他动手挑。他只听说针眼没成熟前是不能挑的，没想到太医是将银针用到了他的2只脚的中指上，放了几滴血出来，又开了些涂抹的药物。经过一系列处理，倒缓解了不少长针眼的疼痛。侧妃，你眼睛这样，用完了饭便回床上休息吧。等玲珑郡主来，奴婢帮你回了他。绿萝收拾太医留下的眼药，直望着苏七七的模样不放心。昨晚顺王已经跟彩萍发话，让他帮着顺王妃下毒了，迟早会有这一下。等他过来陷害，不如先主动让他失败。江训已经跟他商量好计策了，抓紧办才成。玲珑郡主是宁儿的小师傅，宁儿这些天期待跟玲珑郡主玩呢。想想玲珑郡主在上京待多久啊，别扫了2人的兴致。他来也累不到我，不过不能因为我的眼睛让玲珑郡主今天受缺待了。我今天眼睛疼，你上隔壁把顺王妃也邀来，一块聊天。绿萝是。玲珑郡主来前是顺王妃先到的，这时苏七七已经吃过了午饭，正跟顺王妃坐在院子里品茶。顺王妃看到苏七七长针眼的模样，忍不住笑话，啧，苏侧妃这是看到什么脏东西了？一晚没见，连针眼都长出来了。我瞧着你这精神头也不太好，你家宣王就你一个，该不会吵架了吧？苏七七，上天作证，针眼证明我受过的苦。吵什么架啊？玉山行宫风景多了，看得眼花缭乱，好风景中看见1个2个脏东西，不足为奇。苏七七端起手边的茶，瞥了一眼顺王妃身后的彩萍，再把视线落到顺王妃脸上周身。昨晚听说顺王妃怀了，从肚子上还真看不出来，不过顺王妃脸色有些差。我家宁儿小，看着平日乖，那是捣蛋都在自己家里了。三嫂脸色着实才不好，黄扑扑的缺气血啊。月事来了，精神头不济，走了窝脸色会回来的。顺王妃到底20好几的人了，不比苏七七这种青春正盛的。平常脑子就不灵光，哪里听出这是好话坏话，还以为是苏七七暗指她是黄脸婆呢，嘴角一拉敷衍过去。苏七七，六嫂，我来了，你眼睛怎么了？顺王妃和苏七七话题聊死了，没多久玲珑郡主过来了，一进门就对苏七七打招呼。苏七七一点点针眼没大事。屋里的宁儿在自己玩着苏七七给她做的木头积木，听见这声抱着一堆积木跑了出来。玲珑姑姑，母妃给我做了好多好玩的，可以变成大房子，宁儿教你玩。今天顺王世子没来，宁儿敢抱着自己的小玩具和玲珑郡主分享了，她都在衣服里。一堆奇形怪状的小木头，颜色各异，引得玲珑这种见过各种珍宝的人都被迷了眼。六嫂，你做的吗？好有趣的东西啊！做倒不是苏七七做的，而是他画了图送到苏桑手里找木匠做的。其实这时代有这种类似的小玩意，不过都是用在建筑上。是他某一次见到江训书房里有太行宫的图纸和小型宫殿模具得到的灵感，他就想弄一个简单化的出来，专门用来给孩子玩，先给宁儿试着玩，等他玩的不错，好让苏桑量产。今天见着玲珑郡主都喜欢，苏七七觉得可以把思路放广一点，可以针对男女分别喜欢的东西做出来售卖，又是一笔银子。要是你喜欢，回头我送你一件。苏七七大方道。谢谢六嫂。玲珑郡主等不及苏七七日后送的东西了，拉着宁儿到另一边秋千架子下，跟宁儿就搭了起来。今天苏七七难得摆了一桌子的点心，顺王妃回头看了一眼，再暗暗回头看了一眼彩萍，这些小动作毫无保留地落到苏七七眼里。苏七七自顾自研究着桌子上的点心，才刚过晌午，这些东西都太多了，玲珑也就喜欢吃一口上京正宗的豌豆黄。绿萝，留一份豌豆黄和一份月藕糖，你把其他的东西都撤下去吧。第90章，苏七七套路顺王妃。是。绿萝走上前，一点一点的撤。顺王妃就在心中暗暗记下了豌豆黄。东西都撤下去后，顺王妃捂着肚子喊疼。苏七七故作关心，顺王妃怎么了呀？我们王妃越是闹得肚子疼，苏侧妃麻烦你让你的丫头给王妃准备一碗红糖水吧。彩萍俯下身子，甩着手绢给顺王妃擦汗。苏七七还不明白她是要支走自己吗？面上做的和善起身去喊绿萝煮碗糖水。这边顺王妃继续喊疼，彩萍从袖口里拿出一瓶药，急急忙忙撒出一些淡淡的粉末。苏七七走回来后，不着痕迹瞄了一眼豌豆黄，嘴中对着顺王妃进行少许安慰。绿萝再煮了一会儿就好，你忍忍。多谢苏侧妃了，瞧瞧你，为了我都忘记玲珑郡主了，你快招待招待她吧。对了，小孩子吃多了豌豆黄不好，宁儿最近都胖了，别让她碰豌豆黄了。毒药下出去后，顺王妃心中一直不安的打鼓，
宁儿是不能中毒的，不然不好赖在苏七七身上。苏七七嘴角抽了抽，而后他喊了玲珑郡主和宁儿过来，他肯定是不会让宁儿吃豌豆黄的，早提前哄着宁儿打了赌，他今天不吃豌豆黄，回头还会送他一套新积木。宁儿惦记着呢，本身他更喜欢甜甜的东西，看到就2盘点心，选了玉藕糖吃。母妃，给宁儿吃这个。苏七七选了块糖霜多多的塞进儿子的嘴里，给你，小馋猫。玲珑郡主抬手就拿了一块爱吃的豌豆黄，即将要放进嘴里时，顺王妃和彩萍大气都不敢出的等待着。苏七七一个呵斥就阻止了玲珑郡主的动作，起身夺过豌豆黄，拿出手绢在玲珑郡主的手上来回擦。郡主玩了那么久，连手都不洗就吃，吃了脏东西进肚子里怎么办？玲珑郡主几乎没料到苏七七是嫌她没洗手，正正的把手给苏七七擦。顺王妃和彩萍就惦记那块豌豆黄能不能被玲珑郡主吃上。顺王妃沉不住气，苏侧妃，郡主干净着呢，别擦了，回头别让人觉得你连一块豌豆黄都舍不得给郡主吃。那哪能，豌豆黄不是还给郡主留着呢？苏七七早把有毒的豌豆黄藏进了袖子里，又从另一只袖子里事先准备了一块没毒的。他背身在顺王妃和彩萍面前，手中又有一块大手绢掩护，就连玲珑郡主都没发现东西换了。手被苏七七擦了一番，他重新吃起豌豆黄，品了一口的玲珑郡主苦着脸，六嫂，酸。苏七七哎呀一声，糟了，可能是豆子坏了，你快别吃了，回头坏了肚子。绿萝把豌豆黄撤了。玲珑郡主一向吃的山珍海味，东西都是挑着合口味的吃，头一次吃了坏东西，很嫌弃，立马扔了。顺王妃看着那被咬了一口的豌豆黄，有点开心，这就想着要走。苏七七没准备让顺王妃走，先将玲珑郡主给打发走了。郡主天色不早了，最近皇上那边事特别多，我要给你六哥准备晚饭，你今天先回吧。好吧。玲珑郡主总觉得嘴里还有股怪味，不好在苏七七这抱怨，就想赶紧回去漱口，跟他和宁儿打了招呼就回去了。苏七七重新坐到顺王妃对面，当着他的面脸色不快地喊着绿萝，绿萝，把王爷的晚膳准备送去吧。哦，绿萝应和一声，跨了一个石河出了门。顺王妃身后的彩萍方才也见玲珑郡主吃了毒糕点，心中有股迫不及待想到顺王跟前报喜。他道，王妃，我们家王爷也该吃了，奴婢回去准备。苏七七平常可没有这种坏脸子，尤其是对着自己贴身丫鬟的。顺王妃总觉得苏七七对丫鬟有敌意，兴许会和江训有关。他不着急走了，摆摆手让彩萍自行去准备，自己要套苏七七的话。等只剩俩人后，顺王妃啜饮了口茶水，瞄了苏七七一眼，发现他脸色更差了，发问，苏侧妃怎么了呀？闷闷不乐的。你那丫鬟不是挺伶俐的吗？我瞧你好像不喜欢她。一般来说，对于贴身伺候自己的丫鬟，主人总会给几分面子，像顺王妃自己就很少让彩萍做些粗活。今天苏七七的丫鬟却是忙里忙外，肯定是苏七七讨厌的，故意为难她。苏七七抬头那一瞬，让本来就长了针眼的右眼圈更红了起来。伶俐是伶俐，伶俐的想上王爷的床，你让我怎么开心？顺王妃闻言瞪大了眼睛，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屋里带来的草根本不让自己男人动。苏七七家宣王还是那种人。御圣宫议事殿的歇息房，顺王单独坐在一方小间的椅子上，江训从屋外回来，往顺王那屋睨了眼，径直坐到了外间。不久，一个脸生的小太监进来上茶水，上到顺王跟前时，在任何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他塞一张纸团到顺王的手里。顺王眸色一动，一趟茶水上完后，顺王找了借口出门。江训当作不觉，只在喝水时扯了扯嘴角。那边苏七七和顺王妃说的声泪俱下，连顺王妃这个本就把苏七七当冤大头的人都被说得满怀伤感。不过一瞬，他又变回了硬心肠。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丫鬟早跟宣王暗通款曲，说不定此刻正在哪厮混呢？可不是，回回送饭就他积极，人家说不定已经在王爷心中有位置了，这时辰不粘在一块才有鬼了。苏七七擦着眼泪，才怪呢，回回都是江河去送的饭，还不至于两个大男人厮混。也就今天吊一吊顺王妃，这才把绿萝当他面支出去。顺王妃哪里管得到别家是谁送的饭，只想着是个打击宣王的好机会。玲珑一死，苏七七遭殃，宣王那边又私德败坏，孩子年幼，一家子没一个再有出息了。苏侧妃，这种被主的丫鬟最留不住，放在身边最恶心了，兴许现在宣王让他迷住了，你可要拨乱反正啊。顺王妃目光坚定。苏七七眨了眨眼，抽噎一声，您的意思是？第91章顺王妃发疯揍人。顺王妃，要不还是别去了，我人卑延亲王爷爱喜欢谁我也管不到，回头王爷失了颜面，他该恼了。往假山洞去的路上，苏七七犹犹豫豫的慢吞着。顺王妃薅着苏七七的胳膊，双手一挎，将人死死扣住，从远看不知道这俩人的关系有多好呢。苏侧妃，咱们都是偷偷的去，还有皇后娘娘一会儿给你做主，天大的好机会你忍心浪费？皇后娘娘是国母，宣王都要喊一声母后，她敢在皇后娘娘面前跟你使脸子吗？
肯定乖乖的抛弃那丫鬟。赶紧的吧，等一会儿去晚了，那边都完事了。出门前，顺王妃为了将此事闹起来，刻意交代了人去通知皇后过来，美其名曰给苏七七做主。其实苏七七知道，顺王妃这乃是想让皇后过来，她还想借皇后的事笼络几个见证人，把事闹大，届时说不定还想着把淑妃一并拖下水。不过闹得越大，顺王越没嘴说清，这正合苏七七意思。扭扭捏捏一番，还是挎着顺王妃的胳膊，欲迎还拒的往昨晚那个地方去了。顺王选的地方很偏僻，就是白日里这边都没什么工人路过，兜兜转转拐了2处假山石。蓦地有一声传来，顺王妃压抑着心里的雀喜，暗自竖尖了耳朵，想到让宣王一家声名狼藉，立了大功后，顺王和皇后兴许就不会讨厌他了。苏侧妃，你听听这声，不打死他留着干什么？顺王妃特地拉着苏七七，悄无声息又往前走了几步。苏七七不语，只拿着手绢遮脸。顺王妃方想挺胸进去抓人拿赃，里面的人突然说话了，无比熟悉的2道声音交织，让顺王妃浑身一滞。王爷，玲珑郡主的毒偶帮你下了，又亲眼见他吃了豌豆黄。你说等你抓住王妃毒害玲珑郡主的把柄，你就要废了王妃封我做夫人，可不要食言。以后我要堂堂正正的伺候王爷，再也不喝婢子汤了。凤，你这么聪明，我换了他后，整个府中就宠你。王爷，你多抱抱彩萍。抱着呢，本王的小心肝。若日日年年听惯了的熟悉声音，还能让顺王妃怀疑自己只是听错了。这一声彩萍直接让顺王妃失色的面容站立。啊！一对狗男女，被自己最亲的人和最信的2人双双背叛。顺王妃此刻全无理智的吼叫起来，一把冲进去，就看见彩萍正被顺王压在了一块歪斜的假石上。2人衣衫不整，浑身泛着纵情后的迷乱之态，气得顺王妃挥手就要上去撕了2人。啊！王妃饶命，王爷救我！顺王见状，身手矫健的起身躲开了顺王妃的袭击，让处于劣势的彩萍挨打挨了一个正着。顺王妃薅起彩萍身前散乱的衣服，将人扯起来就给了几巴掌，边打边骂：我对你不薄，你敢勾引主子，废了我封你夫人，你真敢想，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而顺王听到彩萍的呼救，根本没有管他，反倒自己去捡地上的衣服，紧忙穿了起来。外面皇后就怕去晚了赶不上拿人，匆匆换了宣王的母妃淑妃，还有好几个大臣的家眷过来看玉成宫的奇事。一是想落淑妃的面子，二是有那么多大臣家眷看到这丑事，淑妃想替儿子遮都遮不住，不想快走到跟前就后悔了。顺王妃发疯的声音很大，不过吼出的话倒听不大清晰。皇后直觉大事不好，转身找着借口想遣人掉头回去。看来玉成宫的宫女没学过规矩，免得惊扰了诸位，本宫回头肃清了这里，再带诸位过来赏玩。淑妃被皇后传召时，就感觉皇后眼神讥讽不善，心里一直打鼓皇后的心思。顺王妃仗着是皇后的亲儿媳，进宫就比一般的王妃多。淑妃算是很熟悉顺王妃的声音，那几声突然让淑妃好奇发生什么事了。娘娘，宫女没学规矩，更要在他们错头上发作了，不然换他们规矩了，您再处罚他们，还要反咬我们不善待呢。这在的哪个夫人不是管理着一大府人口，哪里就会被触到了。娘娘，咱们赶紧去瞧瞧吧。淑妃不仅不走，还偏往前走了几步，让本带着大家已经回头的皇后眉头急蹙。来人啊，救命！快来人啊！顺王妃流血了。待皇后要生斥淑妃不懂礼时，苏七七从林立的假山石内慌慌张张跑了出来。苏七七一开始就没跟进去，顺王妃发现是自家男人在偷情后，根本就管不了她，只顾打得昏天黑地。乔皇后一行人来了后总是不过来，免不得她跑出来加火。她一出来，顺王才惊觉还有人跟来了，立马放开要拉架的手，追着苏七七一起跑了出来。由于顺王衣服穿得太急，连把彩萍腰上的丝带都给卷到了衣领上，暴露在众人面前，一众臣妇面露难堪。期间也有顺王妃的母亲，见到顺王如此，她慌里慌神的往后面瞅，就是没瞅见女儿的面。淑妃现在见苏七七无比亲切，她扶住人大声发问：七七，你说谁流血了？顺王妃双手都是血，满身都是血。苏七七又惊又慌道：王妃，奴婢错了，你放了奴婢吧。那边彩萍被顺王妃乱打前，倒不是不能反抗，就是想等顺王亲手救她。顺王跑了，他受不住顺王妃的殴打，咬了一口顺王妃的手背，仓皇逃了出来。见到外面皇后等人，吓得他双腿发软跪地。顺王妃紧随而出，因为动气太大，她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吼骂：小贱人，站住！皇后不忍苛责儿子，对顺王妃倒是一嘴的埋怨：堂堂一个王妃，做什么疯疯癫癫的？顺王妃的母亲胡夫人不忍女儿继续丢面，冲上前去按住。王妃娘娘，你做什么呢？皇后在跟前呢，你有什么苦，你跟皇后娘娘诉啊。皇后在跟前怎么样？我打被主的丫鬟怎么了？跟皇后有什么好诉的？诉完她，为了息事宁人，说不定就让她儿子把人收了。顺王妃早气昏了头，心里话也是脱口而出。
皇后闻言顺王妃的话，气得脸色又青又白。玉成宫到底还住着别的皇子王妃，这么一闹多的是人走出来看热闹。第92章苏七七欲揭穿顺王妃怀孕。皇后为了安抚，先是让一众臣妇回去，又叫自己身边的人把顺王妃扶回去。顺王妃伤了，扶王妃回去诊治，其他人各回个院。这不是我的伤，是彩萍那丫头的，我就要问问皇后和顺王为什么要废我？我没犯大错，又凭什么废我？顺王妃挣扎着，拼死不跟皇后的人走。顺王妃除了被彩萍咬的那一口，确实没受什么伤，都是扇彩萍扇出来的罢了。不过她的状态也不太好，上不停的出着冷汗。苏七七记得顺王和彩萍说顺王妃怀了，现在是一直用药物，才让这个已经生过一胎的顺王妃不知情。她要把这事也给捅到明面上才行，这样这件事才不好被皇后敷衍过去。彩萍，你去哪啊？皇后跟前乱糟糟，正吩咐着人把顺王妃绑走呢。苏七七一声大喊，似激发了顺王妃的嫌疑般，就要冲到彩萍跟前继续挥打。淑妃和苏七七站的距离很近，害怕误伤了自己，一伸手就把苏七七推到了顺王妃身上。苏七七，将训她亲娘真是绝了。不管淑妃对她出的恶毒双手，正好最近指甲长得不错，跟顺王妃撞了一个满怀后，她狠狠在顺王妃的右臂上画出一个长印子，跟着吸引大发道：啊，我眼睛好痛，我要瞎了，谁请太医啊？顺王妃这下彻底挂彩了，手臂伤了长长的一道印子，没了力气打人，眼见着就要沁血出来。胡夫人也心疼女儿不已，喊着叫太医。皇后索性想趁着喊太医时把顺王妃给控制住。太康帝那边诱着人来喊了顺王。德海公公，顺王呢？皇上那边等您的折子等得急，您怎么回来了？皇上让您去呢。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见到此等混乱场景，顺王衣衫不整，顺王妃和苏七七喊叫不止，地上还跪一个更衣衫不整的婢女。而后暗自闭了嘴，偷瞄皇后的神情。皇后，此等小事不用折腾到皇上呢。淑妃对于皇后母子今天丢的脸都乐疯了，冲上前去一脸维护。德海公公，皇后娘娘的事不能折腾到皇上呢，本宫没皇后娘娘那么临危不惧。旭儿她侧妃伤了眼睛，喊疼呢，要是能回来，你赶紧让旭儿回来一趟，要真瞎了怎么办？他还把苏七七搂在了怀里，连泪都挤了出来。德海看出不是小事，一个想遮事，一个想生事，他是太康帝身边的，既然发生了事，就要让自己主子知道。扶一个身跑回去通知了。皇后见德海这般，狠狠剜了淑妃一眼。御圣宫，德海不好言说的太偏颇，就跟太康帝道：顺王临幸了顺王妃身边的丫鬟，顺王妃闹了起来。苏侧妃又眼肿得很厉害，喊着眼睛要瞎了。淑妃请宣王赶紧回去看看。什么？将训对其他事都安排得妥妥的，忽闻苏七七眼睛出了事，连板凳都坐不住了。父皇，儿臣想回去看看七七。太康帝听见三儿子在本该商议朝政的空档出去就算了，还在这空档临幸了一个丫鬟，肃穆一台发话。去玉成宫。太康帝和将训到时，众人都在顺王的院子里，苏七七在外间被太医诊治，顺王妃在里间被太医诊治。七七，眼睛没事吧？太医在一旁查看，将训握着苏七七的手，温声问道。太医以为是问他病情，忙回答：苏侧妃的眼睛长了针眼，又被风吹多了，还情绪紧绷才疼得厉害，臣已经开方子了。苏七七哀叫着，眼神偷瞥里间的动静。太医都是皇后喊来的，一来皇后就独断的把顺王妃给送到了另一个太医的手里医治，到现在都没捅破顺王妃怀孕的事，兴许那个太医是皇后的人。苏七七趁太医备药时，给了将训一个换太医的手势。王爷，我眼睛疼得要命，一定是要瞎了。一个太医说的我不信，您让里面的太医也给我瞧瞧。太康帝来了后，连顺王妃都不敢撒泼，里间静谧极了，唯有苏七七的声音在一声声的回荡。将训向里面请示：父皇，七七的眼睛耽误不得。没多久，太康帝开口指着配伤药的太医吩咐：你去外面给苏侧妃看看眼睛，外面那个进来给顺王妃包扎。而后两人互换了太医。太医看到顺王妃面色忧切，顺王妃，您脸色不对啊。皇后和顺王心虚对视了一眼，眼前太医并不是皇后手中的人。顺王妃一直冒虚汗，以为自己是月事来了，又吓的。胡夫人一路护着女儿回来，现下有太医在，她顾不得扭捏。王妃娘娘说她月事来了，肚子疼。皇后插嘴关怀，对太康帝道：月事有时最折磨身子了，皇上这事都是顺王的错，您让顺王妃休息，什么罚您都承在顺王身上吧。他只有先责罚儿子保全顺王妃怀子的秘密，不然顺王妃身上被下药的痕迹也会被发现。顺王心知肚明母后的心思，他跪得板板正正：父皇，儿臣糊涂，儿臣对不起妻子，您全罚儿臣吧。顺王妃心里委屈极了，儿子也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舍得儿子受东宫那样的苦，想咽下心中的委屈。苏七七一直在外面静耳听着，
没想到顺王妃这个傻子不知生想息事宁人，他替别人息事，别人息的就是他的命。他大叫一声，拉着江迅的衣角急催：“王爷，彩萍说他给玲珑郡主下毒了，还下在了我今天招待他的豌豆黄里。您赶紧去问问玲珑郡主有没有事。玲珑郡主要是有大碍，我怎么交代啊？给玲珑郡主下毒，胆子是不是太大了些？淑妃惊骇的捂嘴，还陷害他儿子。”太康帝迅速道：“德海，把带来的其他太医尽数派到玲珑郡主那，再去宣王的院子把豌豆黄拿来。”顺王妃蓦然想到这一茬，是她起初要下毒毒死玲珑郡主的。彩萍叛变了，丈夫却想用自己毒死玲珑郡主的把柄逼废了自己，她一时接受不了，肚子更加疼了，衣摆下滴出点点血迹。第93章，顺王妃向太康帝求救。王妃，胡夫人这个亲母最先骇然，一边跪地扶着顺王妃，一边哭求太医诊治。太医，你赶紧看看王妃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月事来了而已，怎么就能有这么多血？在顺王妃滑下圈椅的时候，身下的血还在不停的外溢，顺王妃的脸色迅速苍白。顺王世子平日里虽调皮，可到底是顺王妃的亲生儿子，瞬间扑到母亲的身边，嚎啕大哭了起来。母妃，母妃，你不要死啊！回皇上，顺王妃已经有2月余的身孕。太医这边已经探了许久的脉搏，待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他先战战兢兢给太康帝禀明，而后迅速翻出药箱的银针为顺王妃止血。2个月了就没人发现，太康帝环伺皇后与顺王目的不言而喻。皇后背后早浸出了一身汗，面上还撑得端稳。臣妾失责。顺王畏惧地吞了吞口水，儿臣不察，儿臣有错。太医救救孩子，救救我的孩子，救救王妃的孩子啊！这边顺王妃和顺王妃母亲不停地念求，只想保住身上这个孩子。顺王妃血流不停，任太医用了多少银针都无济于事。她再次探脉，发现问题多多。皇上，顺王妃应该在怀孕期间被下了药，那药能让孕妇不觉自己怀了身子，月事也会如期而来。可这种药物下满3个月后，全凭用药人的心思，既能让孩子中途滑掉，又能足月而生。只是这种药物下的孩子若是出生，必然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怪胎。而无论是这哪一种选择，母子都是俱亡之事。眼下顺王妃便是要小产了。虽然顺王妃现在怀孕还不足3月，但形势严峻，臣不敢保证顺王妃一定无虞。顺王妃身上的秘密被太医全盘托出，皇后已经想出了之后赖在彩萍身上的主意，她只需顺王妃死在小产中。既然如此，还不赶紧救治顺王妃？皇后凤目微张，对太医施令。她又俯身到太康帝面前：“皇上，顺王妃命在旦夕，您还是随臣妾先出去吧。”太康帝自觉不好耽搁救人。皇后一边扶着太康帝起身出去，一边又叫了外面的太医进来，一起救治顺王妃。李太医，你进。皇后的话没说完，外间苏七七又闹了起来，抱着江迅的腰间哭泣不止。王爷，这个太医还没刚才的好，我的眼睛在他手中都要瞎了，他怎么连个药都不会上？亏得皇后娘娘方才还让他去治顺王妃，竟没查出顺王妃有了身孕，要真托付给他了，顺王妃还不出大事。七七不得胡言，李太医是母后亲自找来的，不能用母后必不用，是你太娇气了。江迅扬斥一声。外间和里间本就相隔一面薄墙罢了，双方的动静都能听到。苏七七就怕顺王妃现在危急，皇后趁这机会除了他。眼下他只有败坏眼前太医的医术，不让他有机会插手。苏七七继续反驳：“哪有？你瞧我眼睛都被他戳红了。”上药期间，他一直叫着疼不配合的乱动，李太医不敢斥责，着实费劲不少，中间难免戳得苏七七眼皮发红。顺王妃被里间那个太医重换了一套银针止血术，亦是从失血昏聩中醒来不少，断断续续知道自己的情况。她怀孕的事被人隐瞒了，腹中的孩子还被下了药，想让他们母子都死。而苏七七抱怨的太医她认识，在她怀孕中受皇后的指派，经常来替她诊脉，说为她调养身体。她一直以为是皇后想再要孙儿，但一想到丈夫和皇后都惦记的玲珑郡主，她算是在鬼门关前终于看清了。痛苦呻吟一声，她撑着身子，聚着散走的力气，微仰头喊向太康帝，企图用最后一点秘密自救。父皇，我知道当初太子是冤枉的，我知道他是谁害的，您救救我。太子的事，皇后连儿子都没让掺和，不知道这个平时蠢笨的儿媳知道了些什么，猛地心头一跳，面上闪现出不自然。皇后的模样落入太康帝眼里，他淡淡睨了皇后一眼，想到他那污名缠身的废太子儿子给顺王妃下了安心丸，朕不走就在外面等着，但想要朕救你，那就给朕争气的挺过去。顺王妃托给你救治，务必保住顺王妃的性命。走前，太康帝嘱咐了太医，而后甩开皇后的搀扶，径直走了出去。皇后心坠了半截，看了一眼被抬到榻上的顺王妃，失魂落魄地跟着众人走出了里间。里间没了其他人后，顺王妃所有的情绪回归原始，她紧紧地拉着之前也要被皇后遣退的胡夫人手，声泪俱下：“娘，别走，我怕。”
胡夫人本就不想走，望见女儿说话时渐低渐哑的声音，想到牵扯的事，她心疼，保证娘不走，娘不走，娘不仅不走，一会儿再叫你爹来。屋内因太医的需要，又喊了许多的宫女和有经验负责产事的年长嬷嬷，不时传出太医的指挥，还有出进宫女忙碌的身影。血气太重，一众人又改搬到苏七七和江训的院中等待。而早先以为吃了毒豌豆黄的玲珑郡主，也发现了事情的不对，跑来了。跟他来的还有父亲剑南王。玲珑郡主到了后，太康帝瞧了一眼，便问：玲珑没事吧？没事，可能因为豌豆黄不好吃，我吃了一口就吐了。我没事，太医也说没中毒。玲珑郡主如实交代。正好这时检查豌豆黄的太医也发现了其中的端倪。皇上，这豌豆黄确实有毒，不过毒性不重，顶多吐血昏迷3-5日，要不了命。玲珑是剑南王膝下最小的女儿，虽说虎父无犬子应该将严父公平地贯彻到每一个儿女身上，但他将威严都用在了儿子身上，对小女儿是千疼百爱。女儿受了这么一个没前兆的伤害，即便太康帝在这，他依旧当场质问起了彩萍：你为什么要给玲珑下毒？玲珑就是一个小丫头，她有什么你好针对的？还是针对我？既然要下毒，为何只是下伤不了命的毒？目的是什么？第94章皇后顺王计谋大败露。剑南王武将出身，身材魁梧，长得是虎背熊腰。若太康帝是睥睨天下的君王威仪，他便有一身常年征战的武将肃杀之气。这么大咧咧的输到彩萍跟前，直叫他像顶了一座山般不敢抬头。我……彩萍结巴了几声，都没说出完整的话来。剑南王思绪一转，察觉到不对，你是想针对宣王，你下在了宣王的院子里。听到牵扯到自家，苏七七适时在气氛紧张的人群中哭出点声。江训微哄，不怕。彩萍由于太紧张，本能的抬头极快看了一眼顺王。当场人很多，这一眼如何都逃不开他人的眼睛，尤其彩萍这般是因为被顺王妃抓了他和顺王幽会。真顺着针对宣王的想法来，皇子争斗太康帝算是过来人，他已经冷着眸子去到了顺王身上。顺王吓得跪地直解释毫无此意。皇后到如今也不能泰然，同跪到太康帝面前驳辩：皇上，顺王肯定没有此意。他没有，你有吗？太康帝眼眸素沉沉盯着皇后花容失色的模样，继而指挥彩萍多多质问：若顺王没有，你没有，他一个顺王妃身边的丫鬟，他敢自作主张做主子的主？顺王妃那不显运势的药又是怎么回事？他下的还是顺王下的？若全是他，那他可真是自作聪明，罪该万死。还有，太子和孙宇福真有事吗？前面的质问已经让皇后招架不住，问到最后，太康帝还将太子的事又拉了出来，证明他已经因为顺王妃的话怀疑了。皇后无疑是怀疑的对象。害奴，你家王妃的药是不是你下的？你只管嘴硬，若真有骨气挺住刑罚，硬到最后，朕赏你一份体面的全尸；但若做了假供，朕让你全家为你的贪心赎罪。太康帝许久没有用做连全家的刑罚了，用了便是触及到了他的底线。到底中间还关系着一个从小让他教导长大的废太子，他想知道儿子到底有没有那么不堪。皇上，陈家中出现了祸害，不仅害了王妃，还差点害了玲珑郡主，带连了宣王，是陈家风不严。这彩萍一家父母2人，兄弟姐妹4人都在陈府中等落了彩萍的罪，他的家人悉听皇上发落。顺王妃的父亲胡大人接到妻子派人传的消息，匆匆从落脚的行宫院落内赶来，拜完便供出彩萍全家所有。我家人他们都是无辜的。彩萍大惊失色。顺王本就不信彩萍能熬过非人的刑罚，听到这一声更发抖不止。彩萍即便是顺王妃的陪嫁，跟着顺王妃到了顺王府，到底不能带着全家跟着过来。皇后也懂得这种致命的胁迫。皇上，您真要如此？他拉着太康帝的衣摆，眼中闪现着一种穷途末路的悲凉，但还是盼望着太康帝能留给顺王一分生机。不想他当场质问彩萍，说。太康帝推开皇后的手，冷喝一声。彩萍惊颤一下，跌跌撞撞地爬到跟前。他家中还有牵挂，便是攀上顺王最初想法都是想登上枝头。他和顺王刚开始是多年前，那时顺王妃怀子后不能侍奉顺王，彩萍便仗着有2分姿色送了上去。可惜胡家亲政，他不是胡家专门给女儿用来顾宠的婢子，顺王妃也不容自己身边的丫鬟爬床。因此这么多年，顺王怕顺王妃回家抱怨胡家参他，他从没想给彩萍名分。中间倒是彩萍因为顺王的几分宠爱，惯大了他的野心。顺王企图娶玲珑郡主，才彻底不将她当成是一个暖床随处可抛的丫鬟，许她好处。中间要说有多少情谊倒是没有，他见惯了无用的弃子，就连顺王妃他们都狠心能抛，更知道现在顺王恨不得除他而后快，只想为全家留住一命。毒起先是顺王妃要下的，他感知皇后和顺王对玲珑郡主不一般，为了保住自己的王妃位，买了致死的毒，想毒杀玲珑郡主。玲珑郡主正当作听戏，蓦地发现自己也是被算计的一环，还能威胁别人的王妃位。
即便离皇后和顺王不近，还嫌弃的偷摸踏着小脚往剑南王身后撤了撤。剑南拍拍女儿的背，让他不要怕。彩屏继续，可顺王妃几次没成功，奴婢揭发给顺王，顺王便教唆奴婢帮王妃下，但换了一种毒性轻的药，那药的另一半正丢在了奴婢与顺王幽会的山洞里。目的是顺王真想攀上剑南王前，先解决顺王妃这个阻碍，让顺王妃误以为自己毒杀玲珑郡主的把柄被顺王捏在手中，这样顺王妃为了世子就会乖乖接受贬妻为妾的命运。而王妃隐瞒孕氏的药也是顺王让奴婢下的，剩下的药还在奴婢的胭脂盒中，目的是让顺王妃因玲珑郡主意外而死。那之后顺王会更容易娶上玲珑郡主，不过顺王的这计划还没开始实行。顺王妃的父亲胡大人闻言，这么猪狗不如的算计，低闭了闭眼，牙齿轻颤。剑南王就想不通，顺王就算是皇子，一个有妻有子快30还没他挺拔英俊的男人，怎么能娶他如花似玉的小闺女？他又不傻，顺王娶她便让嫁。一听还有后招，剑南王白眼冷哼一声。已经深夜，院中点了许多灯笼照明，有晚风微微拂过，昏黄的烛火跳跃不停。彩屏说完，除了皇后和顺王时不时传来的哭声，谁都不敢在太康帝没吱声前说话。随着一串脚步声自院墙外由远及近传来，太医和顺王妃的母亲胡夫人共同走来。太医撑着疲惫的声音跪禀：皇上，臣幸不辱命将顺王妃的命保住了，就是根基伤得太狠，身子亏了大半，怕是这辈子都要用药吊着身体了。胡大人眼中划过一抹心疼。胡夫人眼睛已经红肿，清楚天界无情，太康帝目前最在意的不是女儿的命。他在太医禀报完后，立马拿出了女儿口述的书信呈上去。皇上，这是王妃证明废太子清白的口供。太康帝落在膝上的手指弯了弯，德海一回去拿，待拆开后便递到太康帝面前。他接过细看，一会儿又有外面人进来禀报，德海到太康帝耳边回话，并且用了皇后能听到的声音：皇上，李太医招了，是皇后吩咐给顺王妃下药引其孕势。随着信看完，太康帝一把将信扔到了皇后脸上，冷笑：你真是母仪天下的好皇后。第95章，哪怕狼狈不堪。皇后和顺王所有的算计都暴露在太康帝眼中，算是无可辩驳的罪名。而在看完那封顺王妃的止罪书后，太康帝这人将皇后同顺王一起带回了御圣宫，到底两人如何处置还并未有明确说法。时辰已经到了深夜，苏七七和江训的院中散尽了人。屋内，苏七七的针眼折腾了一天，泛着火辣辣的疼痛让她睡不着。江训找了块棉布包着冰块，在苏七七眼周轻敷。你只管闭眼休息，我守着你。他半躺在苏七七的身旁，用手中的冰布来回给她缓解疼痛。冰块每滑到肿疼难受的地方，就让苏七七感受到一股片刻的舒服。她懒懒的点头，嗯了一声。痛意才刚刚缓解，苏七七要睡一下却睡不着，哪怕眼皮合上了，江训还能看见她的眼珠子在眼皮下咕噜咕噜的乱动。他抬手轻轻按住，不累吗？觉得问的是废话，重新问：今天怕吗？毕竟太康帝走前模样确实骇人，若只是一个普通人家里的大家长就罢了，但他是天界皇帝江训的父皇。苏七七跟着他已经不止一次见皇帝处置血脉相连的儿子了，哪怕还没明指皇后和顺王的下场，到底有顺王妃小产前的话在，他料到里面还牵连太子。江训知道他们不会比太子轻。今天苏七七每装出的一声哭泣，他都怕掺着针在里面，恐他真怕呀，怕王爷不小心不知顺王夫妻俩的算计，玲珑郡主真中毒在了我们院子里怎么办？怕今天狼狈跪在皇上面前的就是王爷了，又怕皇上会把罪责归结给我，让我以死谢罪。苏七七不是圣人，担心江训的同时忘不了自己的小命。总归两种情况都不是好的，他原文细节记得不大清了，有些只知道最终的结果，但这件事应该在当初也发生过。江训一个人是怎么破局的呢？他那时就知道顺王和彩屏的私情，跟着解决了吗？可是若解决了，那玲珑郡主不该就和顺王订了婚约啊。若顺了皇后和顺王的阴谋，江训怎么洗脱玲珑郡主被毒的事？那时江训有人帮，还是孤独应对的？七七，我永远不会让你看见我狼狈跪。苏七七向来跟他很坦诚自己的喜怒哀乐，江训不忍，他害怕想做那等甜言蜜语的承诺。莫蒂腕子上的双手一滑，身旁人的眼珠子终于懂得安静下来了。他继续给苏七七敷着眼周肿胀，久久有声清晰的承诺，哪怕狼狈不堪也不会让你看见的，更不会让你有性命之忧。皇后和顺王各在御圣宫的禁院待了一夜，这事不仅惊动了太后，期间还事关太子。太子妃一早也到了御圣宫。太子妃坐在太康帝和太后的下座，看到顺王妃的止罪信后，原来那天真是被陷害的。皇祖母、父皇，那儿袭着人去接夫君，到底被废了。太子妃一时还不好意思喊太子，但终究跟丈夫没和离，能让她知道就是有接回来的打算。不急，太后了解前因后果后没有太多的想法，知道既然太子是冤枉的，
那必然要接回来。太子跟孙宇福那是不好听，太子错便罚了他，但不是他的错。别说孙宇福如今带发到了庙中修行，就是剃成了尼姑，也要把他拎回来，说清冤枉太子的一分一毫。太子回来也要风风光光的给天下人看。那太子跟孙家祖父那边，太子妃不敢往下说了。孙宇福无论怎么说都是孙家的。事发后，孙宇福的2个孩子还在孙家，太子跟孙宇福是表妹。公然要给太子证明的话，皇家是不打算给孙家留情，也算彻底让太子断去孙家这一母家亲戚。当初哀家也只是看中他们女儿了，这才给你父皇结的这门亲。不幸命不好早逝，瞧瞧孙家这些年做的什么事，没了来往干净。太后摆摆手，不愿再提，就照母后的意思办。太康帝出声拍板，随后遣了太子妃回去。太子回来自有人安排，你回去照顾儿吧。是。太子妃安静地退了出去。只讲完了太子的事，皇后和顺王还是一桩头疼事。尤其是2人为了东宫那地方能想出如此毒计，太后就算是一辈子从年轻走来也没有听闻过。顺王妃糊涂也可怜，念他没做什么大错留着命吧。他爹是清流名臣，在那等子中耿之臣眼中颇有地位，免了他女儿的罪，你在前朝名声也会好听，胡家更会忠君爱国。太康帝昨儿听了顺王妃的情况，伤了身子，便是有要吊着日后也不是一个长命的。听了太后的意见，朕不计较顺王妃的事，顺王朕打算摘了他的亲王头衔，赶出皇室。顺王为了见南王那15万兵权，敢算计枕边人，说不定有天有了点兵权，他还敢造反弑父。就算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规规矩矩的承欢膝下，太康帝都怕，不愿留着这样的儿子。太后听闻这么狠的惩罚，只掀了掀眼皮，没说什么。对于皇后，她更有了儿子的底。方要开口，外面德海匆匆的跑进来，拜见太后，拜见皇上。皇上，皇后娘娘不吃不喝闹着要求见您，说您要不见她，您对不起她哥哥。早些年的霸道事，如今还敢弄到明面上威胁了。太后轻嗤一声，让太康帝自己去处理。我虽不喜当初他是那种法子成了继后，总归这么些年后宫给你打理的井井有条。在其位谋其事，除了太子一事，他旁的也没大错。你这些年对他冷淡，他也不知道一个缘由，跟他好好说说话吧，走也走一个明白。太康帝点头起身，跟着德海而去。皇后被关的还是他自己的寝宫，一晚而已，雍容华贵的皇后已经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太康帝听说是他没急着来见他，他自己给自己折腾出来的。见到太康帝来了，皇后一弯身扑跪到跟前。皇上，我哥哥可是用命为你立了大功，为你死的，这一切罪我都认，我可以去死，但你不能废我。华儿你也不能罚，便是一个亲王，我死后他也要是正宫皇后膝下所出，你要让他平平安安富贵一生，不然你对不起我哥哥为国捐躯的忠魂。第96章太康帝追溯往事废后。你哥哥是为朕立了功，是朝廷的栋梁之臣，死了后更是朝廷的莫大损失，可他也只有死了让朕放心，他不是为朕死的，是为他的野心。你的野心，你靖家一门的野心而死。你哥哥死的刀是朕亲自挥下的，在朕心中死得其所。皇后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她处境如此，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自己昔年为国捐躯的哥哥了。哥哥死去多年，美名流逝，朝中多的是前仆后继的臣子敬仰。万没想到，在自己这个赞扬惋惜了哥哥多年的丈夫嘴里，能听到死的放心几个字。皇后一双不敢信的眸子直追着太康帝的身影。太康帝掠过皇后，走到正殿的座椅上坐下，也就准备解答皇后的问题。还记得朕发妻什么时候死的吗？元后因先前一子早夭，身子大不如前，皇上继位没多久，元后生第二子时，身子亏虚不久，撒手人寰。1年后，朝中父请立后。皇后麻木的回忆：那你说你跟你哥哥期间做了什么？为何朕就立了你为后？太康帝见皇后大约明白了，他面露赞扬：哥哥为我请立后位。皇后声如闻也。太康帝不留情面的纠正他：错，是你哥哥胁迫朕立你为后，你知情不劝觊觎后位。朕从前与你虽不是亲如一体夫妻，可到底对你有温情。但等你当上皇后，朕无时无刻不厌恶你。当初朕对于你哥哥这个朝中新秀寄托厚望，让他去江南清剿贪官。他杨凤因为敢故意拿江南的朝事拖延，拖朕除了他无人可用，拖朕要立你为后，才开始收了江南的这条大网。所以为了让你哥哥安心收了江南的网，朕立你为后昭告天下。你哥哥果然没多久就把江南的事解决了。你跟你哥哥如此心计，朕敢将你哥哥继续委以重任吗？所以在他从江南回京前，朕命人除了他。当时太康帝刚继位没多久，新帝自己的野心雄才大略还没施展，他怎愿受制于人？我就说哥哥把江南的事做得这么好，连哥哥的岳父家都斩得一干二净，他怎么就能遇见贪官余孽报复，把他杀死在半路上，连事后一个线索都查不到？原来是皇上您出的手。皇后凄凉地笑着，终于知道了多年来萦绕心头的疑惑。
她本来就不是得太康帝喜欢，才在元后死后顺理成章当成的皇后。宫里不缺如花的女子，更不缺身份尊贵的娘娘，她的家世只能算不错。之所以能在那么多生育了子嗣的宫妃们中间脱颖而出，一举入主中宫，是他哥哥在前朝立了功。早前他哥哥娶了一个江南女子，后来他哥哥出任江南一带的钦差大人。江南是富贵之乡，有富贵的地方，贪官也多。那时他哥哥被派去清剿江南贪官，江南的贪官势力极大，各方面的人脉盘根错杂，轻易没人愿意揽这个苦差去得罪人。他那个嫂子在江南出身世家大户，家中跟各方的官员都有交情，所以他哥哥到江南后，有嫂子的岳父一家庇护，很轻易便可打入江南的官僚与富户家中，与他们虚与委蛇，获取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证，拔除他们明里暗里的同党。如果这事做成了，他哥哥会名留千古。后来赶上了皇上要立后，立后的机会不能错过。宫中女子谁不觊觎那个位子？虽然他哥哥快要立大功了，可就怕生了意外，所以哥哥跟他一合谋，用江南的事暗中逼迫皇上立他为后。后来他成了皇后，但失了帝心，哥哥也回不来了。家中的嫂子早在哥哥斩了自己母家后，带着孩子投了井，靖家没人就败落了。要不这么多年他也不必这么辛苦。不曾想哥哥是这么没的。如果你安分的话，说不定朕会跟你这么一辈子下去，但你的野心连顺王都祸及了，朕会废了你，贬顺王为庶人。见皇后不挣扎不追问后，太康帝起身不回头的径直离开。星号星号星号。皇后和顺王的事彻底解决后，是在太后生辰的前10天。本来为了不冲撞到太后的寿诞，太康帝并未急着处死皇后。或许是皇后有怨气不甘心，偏偏等到太后寿辰那日撞柱而死。听说不是一下撞死的，而是皇后一个人在宫殿里撞了好多下。等人发现的时候，皇后的鲜血洒满了柱前。太康帝和太后觉得晦气不久就要摆驾回宫。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快到苏七七来不及消化。不只是皇后和顺王的阴谋暴露太快，那晚苏七七以为太康帝不过是发挥着一个帝王的威仪，审问皇后和顺王是为了自己不被愚弄，给信赖的臣子一个交代。但直到看了顺王妃的那封信后，他眼中那种愤怒是超脱帝王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一手培养出来儿子死灰复燃的希望。连他对皇后的斥责都排外在母仪天下的皇后行列里，而不是他的皇后。本来太子和皇后母子这桩事就是一个因果轮回，皇后母子到太子会必然复立。相信从玉山行宫回到京城后不久，太子也就要回来了。不过原文中皇后和顺王的计谋暴露没有这么早，太子也没这么早洗刷冤屈。要到顺王娶玲珑郡主前，那时也是顺王妃揭露太子被冤，还有他被皇后母子迫害之惨。当时是顺王妃垂死间最后的挣扎，说完就咽气了，远没有现在这么人证物证俱全。太康帝查了许久才给皇后母子定罪，而幕后的推手是江训。如今结果没变，但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宁儿，看姑姑给你抓的螃蟹。驻扎休息后，苏七七发呆地看着玲珑和宁儿吸水，蓦地想到缺了什么，缺了江训借扳倒皇后母子，免除玲珑郡主嫁给顺王，笼络住的剑南王的心。玲珑姑姑好棒！宁儿弯着嘴角拍手。剑南王不知从哪躺了过来，都一堆到宁儿跟前。小宁儿，你姑姑那三脚猫也就抓软壳的小螃蟹，看我给你抓的大螃蟹。一家子整整齐齐祖孙3代，一会儿我让他们给你站军姿贼好看。好呀好呀，宁儿不知道军姿是什么，但感觉很好玩。第97章江训玉山行宫前事。玉成宫小院内，王爷，您起来喝药。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江训就着江河的搀扶，费力的靠起身子，半卧在床上。王爷，您中的毒可比玲珑郡主深多了，昏迷了5、6日，属下真怕您出事。江河一个自来不轻易流泪的大男人，第一次见主子，为了自保受这个苦，他没忍住煮药的时候哭了几把泪，烟火一熏就成了红眼兔子。不亏，总能有东西让本王今天受的苦全补回来。江训这一遭拜顺王夫妻俩所赐，他们一个对于玲珑郡主觊觎，企图得到剑南王的支持；一个对于玲珑郡主嫉恨，生怕抢了自己的王妃位，但全都想着将做下的勾当推到他院中。江训发现了彩萍和顺王的私情，知道玲珑郡主中的毒不会致命，他便没有暗中阻止，如他们所愿，让玲珑郡主毒发在自己院中。果然，玲珑郡主一出事后，最先冲来的是顺王，接着便是太后、父皇、皇后，一个个的对着他院中一干人等问询。柳英梅最先被推到前面审问，在剑南王爱女的感情下，父皇并未打算对一个儿媳留情。柳英梅俨然不足以支撑毒害玲珑郡主的罪名，但查不到源头这个烂账就要赖到她的身上，所以她在玲珑郡主毒发后也吃了那盘带毒的糕点，正好赶上所有人聚在她这里审问。当着他们的面，她毒发喷血，且比玲珑郡主昏迷的时间还长，由此才将这桩依旧查不到源头，企图赖在她头上的烂账摆脱掉。虽然不是致命的毒药，可到底毒性发作时不好受。江训记得昏倒前吐了许多黑血，醒来什么都吃不下。解毒和温补的药这几日没停过，
江训接过汤药，对着一饮而尽，身子需要慢慢恢复，他并没有觉得喝了要舒服很多，反倒有苦味不停地在嘴中蔓延。江河煮药的时候就知道这药有多难喝。淑妃来看过王爷几次，虽然话中是带了几句关心，但多数是因为被玲珑郡主中毒的事吓到了。对着王爷还虚弱不已的模样，就唠叨王妃蠢笨，指责他为何不小心。等药端来了，没说喂王爷喝几口，嫌药的味道苦冲，拧着面嘱咐了几句便走了。江河都怀疑是不是王爷从小长大太让淑妃省心了，什么事都爱自己一人默默的扛，淑妃才觉得自己的大儿子什么都不需要操心，忘了王爷也需要有十郡王的那种疼爱。江河这次稍微准备了几颗蜜饯，王爷，要不然您吃颗蜜饯吧。江训淡漠瞧了一眼布满糖霜的蜜饯，他偷偷尝过，不好吃，并不留恋，虚弱的摆摆手，倒杯水，喝了一口水送入口中，口腔中的苦味散了不少。他目光聚了聚，这点苦还不值当他矫情，多的是事要解决。玲珑郡主中毒后，顺王应该会诓下顺王妃，本王想再看看顺王怎么跟玲珑郡主定亲。盯紧顺王妃，有异常迅速来报。是，属下安排。江河端着空的药碗就想退出屋内，猛地想起一件事，王爷，王妃在外面求见。江河声音低了2分，他知道王爷不喜欢王妃，但婚事是次的，没人能做得了主。不过王妃也就是王妃，不是王爷的妻子，不如宁儿小主子的亲娘让王爷在意。可王爷和宁儿小主子的亲娘也奇怪，王爷一直没说给宁儿小主子亲娘名分。让她进来吧。再次有人推门进来，江训轻轻掀起合起的双眼，淡淡问道：东西收拾好了？柳英梅知道这次中毒哪怕不关他的事，也是因为他不查出的乱子，若不是江训也中毒了，或许他就要承担部分罪责。收拾好了，一会儿妾就把宁儿一块带回去。知道了，让宁儿进来。江训合上眸子，事情发生后，他留在这里也是添麻烦，兴许还会给太后的寿辰添堵。柳英梅不介意王爷让他提前回去的打算。宁儿进来后，江训感受到一个小小的阴影挡住了自己的光线，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眉眼极像自己的孩子，他暗自嗤笑一声，真是哪里都像，连性子也如出一辙。竟然看见这个儿子，只能想到他是自己和苏轼所出，这么久也不知他一个人在家闷不闷。江训温声夸赞，宁儿跟父王打赌赢了，没吃那盘豌豆黄，记得豌豆黄的事谁也不要说，回家父王让你娘给你做糖糕。是父王。宁儿小小年纪就有一股老成持重的模样，并不觉得这个毒有什么难的。母妃很好，不过双一阁那个娘她更觉得亲近，她喜欢吃她做的东西。星号星号星号。江训不甘心，只敢偷偷破局，总归他当初中毒这一环在顺王那里并不重要，所以他以身中毒入局，边看他们成事，边等待时机摧毁了他们的阴谋。后来顺王的办法就是仗着顺王妃肚中那个早下了要活不成的孩子，做成意外死在玲珑的手上。顺王妃身子彻底在那一次小产中败了，太医还说再不能有孕。顺王便用这法子哄骗了顺王妃，说即便他们有了一个嫡长子，但一个王妃不能生子是走不长的。他母后总归再会给他娶新王妃，不如帮他娶了玲珑郡主。后来顺王妃就闹到了皇上和剑南王那里，玲珑郡主害了他的身子，杀了他的孩子，让玲珑郡主给他的孩子当嫡母，他退居后宅养身体。剑南王一生光明磊落，知道顺王妃打的主意哪是让女儿当孩子的嫡母，是要他当顺王的靠山才对。理亏在前，人哭到自己面前，再心疼女儿也无可奈何，所以这桩婚事便定下了。顺王妃头脑简单，轻易便被顺王蒙蔽了。顺王将她拘在内宅，他那个丫鬟成了主子。江训很轻易告知了顺王妃，一切不需要他费力证明的真相。顺王妃垂垂死矣，撑了最后一口气，到顺王还有玲珑郡主的大婚上，说出顺王的阴谋，同时揭发了皇后陷害太子的事。一切都按照江训的推动进行，顺王和皇后阴谋败露，而他也得到了剑南王的忠心，这是他在这桩算计中得到的最大利益。第98章，王爷，你最近懂得多呀。宁儿，瞧这螃蟹站得美不美？剑南王把抓来的螃蟹摆成一排，送到宁儿的眼前。宁儿挠了挠后脑壳，凝望着一排螃蟹，怪怪的，怪香的。他只道红了。对呀，煮熟了呀。剑南王自豪地努努嘴，像不像红袍铠甲？宁儿咕噜咕噜眼睛，看了看周围的穿甲士兵，黑的，有红的，不在这。剑南王随宁儿看了看周围站的禁卫军，他们和战场上士兵的行头确实不太像。没站军姿前是青的张牙舞爪，谁上手前谁，这上了征替学了军姿，不就红的规规矩矩了？这小孩子吃了站军姿的螃蟹啊，谁长大谁出息。剑南王把鼻子朝一排蒸熟了的螃蟹上嗅过。宁儿想到了父王分糖的时候，他的糖最少的，糖霜也总是最少的。明明他觉得很不对，但说不出为什么。母妃说这是3岁娃娃该吃的苦，剑南王的螃蟹也让他莫名有这种感觉。母妃，父王，全家谢。
剑南王大气把螃蟹的祖孙3代给打包送给了宁儿，宁儿屁颠颠的带回了马车上。苏七七和江迅看见盒子里按大小排列的螃蟹，互相对视了一眼。这全家小可爱真是太螃蟹了。苏七七抽抽嘴角，谁家螃蟹这么团团圆圆？江迅，他又听不懂了。宁儿，母妃用小可爱夸赞，母妃喜欢。玲珑姑姑的爹爹还说，一定要全家蘸才会整整齐齐呢，少一个蟹都不行。以后宁儿要吃的蟹一定要是全家蟹。剑南王一网打尽，星号星号星号。回京后，废后和扁顺王的旨意正式公布天下，并未隐瞒二人的所有过错，反倒还重新彻查了孙宇福和太子的事情。孙宇福和太子的事不仅有顺王妃的口供作证，在孙宇福带发修行期间，皇后还故意以进香油钱的名义，暗中供给孙宇福银钱，让他生活吃喝。这让起初还在嘴硬的孙宇福一下没了狡辩的余地，当场跌在庙中捂脸大哭了起来。后来判给了孙宇福诬陷太子的罪名，又念在他是将领遗孀，免了他的死刑处，3个月后发配流放。而等这一切都处理完后，太康帝不久把江迅喊到了皇宫。御书房龙座上，太康帝俯视前方跪得笔直的儿子，目光在江迅身上逗留了许久，望着他平淡无波的模样，最后叹息一声：“起来吧，顺王自作自受，有今天下场不怪你，你总归没有诬赖他。”谢父皇。江迅这才拉起衣摆起身。发生了这么多事，太康帝不可能不起疑顺王妃是怎么这妖巧就闹了起来。当时从始至终和顺王妃形影不离的就只有苏七七，他就怀疑是江迅早知道。听了儿子的解释，得知是顺王夫妻俩想先陷害江迅和苏七七，布局无可厚非，到底算是揭露了一场大阴谋。这不只是太子沉冤得雪的事，顺王敢连剑南王的兵权都惦记上了。太康帝此时更是觉得他对这个儿子处置的对，余下的一点不忍都没了。经此事，也不得不让他对江迅这个儿子另眼相看。顺王能做那等狼子野心的事，江迅既然知道，同样可以做黄雀，但他没有。太康帝欣慰又愧疚，迅儿，父皇此前忽略你良多。太康帝子嗣很多，其中爱讨他欢心的不少，江迅并不是一个爱冒头显眼的。记忆里，连江辉那个跟江迅一母同胞的儿子，小时候都爱跟他撒娇闹玩，独独没有江迅给他的深刻记忆。唯一还是妹妹凤阳长公主嘉敏年生病，需要贵子分服。当时他从太子和江迅中选了江迅，连中间都是担心妹妹第一个孩子敏言多过江迅。后来江迅回来跟淑妃团聚了，那时的江迅似乎还是个爱笑爱盯人看的孩子，跟宁儿一样招人喜欢。后来淑妃又怀了身子，他去舒和宫看望淑妃，也为了期盼他肚子里的孩子一定要健康。因为在淑妃第2胎前面，后宫一连夭折了3个孩子，江辉的健康给了他不少安慰。江迅5岁吧，好像突然生了场大病，之后太康帝再也见不到这孩子爱笑了。父皇是儿臣的父皇，给儿臣生命供给富贵，儿臣敬重父皇。江迅此话不是作假，太康帝作为皇帝是一个太平明君，他敬仰，但是作为一个父亲，只能说给了他一条命，还有皇家富贵。他只有一个父亲，父亲却有众多儿子，别的苛求他没有。下去吧。太康帝听到这么个回答，心中有些怪异，明知道江迅是他很多儿子里最不爱油嘴滑舌的了，听着还是有那么些遗憾。星号星号星号。江迅被太康帝问话的事，也是江迅回家后，苏七七发现他无缘无故带回来了太多没由头的赏赐，问了才知道的。王爷，您的意思是说，皇上他知道我们用顺王的阴谋野心算计了顺王，皇上没一点点怪罪的意思，还送了我们东西。皇上还怪是非分明的，怪大方的，无非觉得我没有从中算计罢了。江迅认真看完赏赐的单子，而后交到苏七七手中。东西你都收着，面我瞧还有几匹香云纱，几匹蜀锦，布料放久了便不时新了。索性我见多了你穿衣服习惯的绣样，等我画几个新鲜样式交给绣娘，给你才心一穿。苏七七讶然，笑眼圈住江迅的脖子。王爷，你最近懂得多呀，还会知道布料时新，还惦记给我画样式。忽的他瞪圆了双眼审视，你该不会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吧？江迅坦然不减，若知道对不起还做的事，再补偿不是笑话吗？苏七七，也对，那是什么？江迅微微尴尬，难为情的解释，7、8、9那3个弟妹着实不把你当外人，我怕你学他们。若说因为是亲兄弟，江迅就该对兄弟们全部事无巨细的了解，那不可能。而自打苏七七跟7、8、9郡王妃们交好，那几个可谓是把家中郡王优缺点往外倒的足足的，均是在夫妻相处上。有时江迅回府的时候，偶尔能听一耳朵，怕他自己做的不好，便研究了女子爱的东西，例如衣物的绣样。王爷，侧妃，宫中淑妃娘娘递信来了，让侧妃您明日进宫一趟。这时绿萝拿着请帖走进来，正看见苏七七坐跨在了江迅的身上，羞得他紧忙背过身去，怎么老是不长记性？苏七七和江迅双双看那封请帖，你母妃又想干嘛？后位没了皇后，后位空虚，算计这呢。
江训一语道破。第99章后宫嫔妃茶话会，六宫到谁手一？苏七七勾着手指戳淑妃送来的请帖，眼眸清亮无比，脚下有底。咱们继续敷衍他。淑妃说东我就没见过，淑妃说上天我就没下过海，淑妃说凤仪宫的房子好看，我说真不赖。江训抽了抽嘴角，又说不出反驳的话，逼出句词：胆大。我这哪里是胆大，明明是上次王爷教我的，说顺着淑妃娘娘。我不说淑妃娘娘喜欢的话我吃亏，淑妃娘娘不开心，我胆再大也不够下。苏七七仰着小脸分析自己的逻辑，很没错。总归淑妃想要的后位又不需要他来努力，说点嘴皮子话又不是太康帝的圣旨，他还能金口玉言怎么的？他可不想惹恼淑妃，品尝宫廷暗黑小酷刑。江训真是他教的吗？确定只是敷衍不是忽悠？苏七七敷衍的方式还怪熟悉的，他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听到过？放心了王爷，就凭你不是娘宝男，淑妃爱听点嘴皮子话，我照着出本书说给他听，保管淑妃笑着让我回来。苏七七吧唧一声带着响的吻猝不及防又落到了江训的脸上，让本来在品味娘宝男是什么意思的他蓦地停了下来，确定不是个好词，他不是苏七七才亲了他。星号星号星号。照如今的形势来说，太康帝后位缺制，宫里的娘娘们都是陪了太康帝大半辈子的人，旁的不说儿子比较出息的那几个不可能不惦记后位。当然苏七七知道原文中太康帝是不会再立后了，儿子都这么大了，再立后又会生出不该有的野心，江训也懂这个道理。不过后宫的钟馗不能免俗，比一般大府的后宅还要是个肥差和象征。即便没有实质的皇后当，那能揽了后宫的六宫之权，不仅可以管后宫女官，还能立一众后妃之上。皇后不皇后的也不重要，这个总要有，太康帝肯定会从这方面选人。以前皇后在的时候，还有皇后办宴主持大局，没了皇后，后妃们便自主的聚到了一起坐着。奇妙的是，大都喊了儿媳进来陪着。苏七七跟在淑妃后面，更近距离见到了之前远远才能看见的其他后妃。首先是坐在首位的云贵妃，她是平王妃的婆母，因陪在太康帝身边早，太康帝的元后在太子江衡之前夭折一位嫡长子，云贵妃的平王变成了太康帝的庶长子。子嗣功大，太康帝登基后直接进了妃位，后来儿子分府别住，又成了贵妃，如今是宫内唯一的贵妃。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六宫之权才是实质，不然她今天也不会来。再就是江训母妃淑妃了，之前靠着俩儿子稳固到今天的位置。随着是贺王妃的婆母庆妃，又是一个陪太康帝很久的妃子，一家子的封号都喜喜庆庆的，太康帝也真吉利。张王妃的婆母是如妃，还是府中时就陪太康帝的，以上几个老资历嫔妃都是太康帝没登基前就有的。他们大都从自家官阶还不太高的时候进了东宫，太康帝不是爱任人唯亲的性子，就算在宫里他们身份不错，家中依旧是有能力的，如今在上京风风光光，子孙不争气的差事频频，不如他们儿子娶的媳妇家中来的荣耀。毕竟太康帝也不能瞎唬弄自己儿子的终身大事，这一场不仅拼儿子，还拼儿媳家事。7、8、9三个郡王妃的婆母，分别也就是景妃、容妃、静妃，算是太康帝登基后的第一批新人，位分同样不错。7、8、9三个郡王妃说了，他们母妃就凑个热闹，真要他们得了六宫之权，他们睡不着觉，嗑着瓜子看其他人斗法就行了。对于7、8、9三个郡王妃有这么佛系的婆母，还能安安生生的在宫里生活这么多年，绝不是嗑瓜子能嗑出来的。苏七七只想伸出大拇指，狗命大法还得看他们，他都想去跟他们嗑瓜子了。在他偷偷摸摸看完一圈妃嫔后，上面的云贵妃放下了手中的茶，话声不疾不徐的往下传来。虽说皇后就那么走了算罪有应得，但后宫这么多年到底是在他手中有条不紊的，这一没人，大家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本宫前儿的去瞧太后，问问太后这未来后宫该怎么办。太后说后宫那么多人，还能找不出几个比皇后能耐的。一句话给本宫对着了。皇上那里，本宫又多嘴跟德海公公打听了一圈，德海公公说皇上没明旨，听说边境出问题了，皇上现在没空操心后宫，眼看着后宫没了主持大局的人，拖长了时间不好容易生乱子，所以今天借着本宫年纪最长，带头称大，就想问在座的妹妹们，你们谁能有本事揽了后宫的事，若打理得下来，本宫先带头举荐。前头都是开胃菜，发表个内容前言，到最后举荐的是什么，云贵妃不说，大家也都清楚了。他的意思是今天他称大，把这事拿出来商议商议，谁有明眼看不出他还未分大，谁敢当场说自己有本事？可有意后位的妃嫔又不甘心说自己不在乎，不在意的人也没那个心大，直接当场摆手，总归不会先问到自己头上。云贵妃眼神去了一圈，都没个人吱声，她转头问身旁的几位，首先叮嘱淑妃，淑妃妹妹，你可有意接手？贵妃姐姐最大就没意嘛，先问妹妹起来了。淑妃虽然是淑妃，可不代表她就梳子当头不咬人，老姐妹才能将老姐妹看得清楚。若只在后宫论，继后的资历可比不得云贵妃，
当时大家都以为云贵妃会凭借资历入凤仪宫，谁知道人家季后的哥哥搅清了江南的一整个贪官，不管中间季后用了什么手段，那都在云贵妃心中占了他的坑，说不定在心中怄了多少年，可能半夜醒了都骂一句人的程度。期间季后是一点没让云贵妃有机会插手后宫的事。云贵妃家中也不比皇后家中威风多少，在后宫只能恬淡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季后一没这贵妃的风头就上来了，淑妃不待见，一句轻轻的反问，四两拨千斤的把话送回了云贵妃身上，弄得云贵妃治了治。苏七七，淑妃还是有两把刷子的。第100章后宫嫔妃茶话会，六宫到谁手2。淑妃娘娘贤长让幼，母妃的意思是她年纪长，总要先问问大家的意思。平王妃见气氛沉了，她笑盈盈的跟淑妃掰扯起来。她可不是单纯拿云贵妃的年龄出来压人，讲着讲着便到了最近边境一事上。我父亲最近早出晚归的去军营，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趁着安了边境今年的大问题才能过去，就像早安了后宫，诸位娘娘才能继续悠闲的度日，不是吗？平王妃出身武将世家，祖父在年轻的时候是个极少有败仗的将军，不过大境太平了许久，平王妃的祖父后来都极少有仗打，平王妃的父亲上过战场，也只极少数的跟在后面听吩咐。若说真带兵单打独斗过还没有，可谁叫人家一家都是武将，又到了最近不安生的关头，平王妃家现在可不是朝中的香饽饽。淑妃一想到平王妃的家事，气短了一截，稍回头睨了一眼楚灵英，又睨了一眼苏七七。楚灵英有被嫌弃道。苏七七瞅瞅天，云真白，好像淑妃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江训娶什么武将女儿吧，这一遭不能算白吃亏。江训好歹自己就能打，平王妃他爹是武将，当初也没说带平王去剿匪吧。你也真是的，最近后宫的事就够头疼的了，你又提前边的，瞧把淑妃妹妹都愁坏了脸色。云贵妃挑挑眉梢，那一抹得意难掩。淑妃更气了，鼻尖轻哼一声，端着手边的茶降火。庆妃缠后宫之权，季后在时没让云贵妃插手过后宫中馈，她协助过，但见云贵妃和淑妃你来我往的，又不好直接要，她急得不行，一转头看向身旁的如妃，没张出口试探，先让如妃抢先跟云贵妃是忠诚了。讲来讲去，臣妾真是觉得六宫不是好管的，贵妃姐姐比我们阅历都多，不如就贵妃姐姐受这个累，让我们姐妹悠闲悠闲。她温和地越过离自己最近的庆妃，落到景妃、容妃、静妃3位身上。妹妹们是皇上登基后才进的宫，不知道云贵妃姐姐的好，她做事向来把周到放主位，你们是自己还是？话没让如妃说完，景妃摆手晃着她那中指上的祖母绿大宝石，苏七七咂咂嘴，不愿凌霜抱怨加重钱全买玉石了。我听姐姐们的，我宫里人陪我这么多年了，爱甜的咸的我都记不清，整个宫里更管不了。紧接后的是容妃八郡王的母妃，苏七七真信沿路给她说的了，她盯久了莫名想喊妈，怪不得八郡王害怕容妃送的通房丫鬟。我进宫多年，除了孩子就没碰过旁人的吃穿用度，要真对每个人都当孩子一样照顾，我吃不消。静妃见前2个姐姐都拿话推了，她迁就笑笑，不瞒大家说，我进宫前啥都没带，就带2个贴身丫鬟，一个管我银钱用度，一个管我常务打理。一句话总结，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甩手掌柜。众人离谱，3人把6宫事推得决绝的，还有人问他们想不想管就多余了。再往下的嫔妃位分更低，没他们自荐的必要。如妃又从欲言又止的庆妃脸上掠过，只拿好话奉承云贵妃，贵妃姐姐，你们看到了吧？不是我们非要劳累您，实在是宫中找不到比您合适的人。您说这个累您不受谁受？臣妾也确实心疼，也就盼望着以后能多帮帮您打下手。苏七七累了，真没想到全场如妃戏精最佳，连泪花子都控制在眼眶中闪闪欲滴，以为今天的戏百家争鸣，没想到暗中配合呀。云贵妃对今天的局势分外满意，如妃妹妹过誉了，都是大家看得起我。她确实跟如妃有合作，淑妃的儿子江训的风头如今不错，她可没有和淑妃共同管理后宫的打算。庆妃儿子就在她儿子之下，庶长子说不定也能成嫡长子，庆妃的儿子上头就没庶子压着了，她也不会给庆妃不该有的野心。庆妃心里气炸毛了，因为她见到如妃那个谄媚的，明显早跟云贵妃商量好了，而将她排除在外。在场连景荣静3妃都说话了，就她一句插不上。不快地看了贺王妃一眼，明明儿媳跟他们儿媳一块玩的，这点小事都没提前打探到。贺王妃完蛋，她成为妯娌圈的排外人员了。宴会结束后，淑妃带着苏七七和楚灵英拉着脸往淑和宫回，显嬷嬷忙倒杯凉茶给淑妃，娘娘消消气。淑妃气得吐血，消气，云贵妃和如妃那俩狼狈真有意思，早商量好了去跟皇上说啊，要皇后要6宫之权，还提前在这里摆了一道。母妃您消消气，楚灵英要比苏七七来淑和宫多，她习惯端过显嬷嬷手中的凉茶送了过去。淑妃瞥了她一眼，想张口没想出来说什么，甩甩手让她裂开。七七，薰儿最近知不知后宫的事？
那什么边境的事，他了解多少？若真打起仗，皇上还真让平王妃他爹去不成？苏七七，王爷见太行宫到了关键时刻，要往里面置物呢，别的事他有心无力啊。淑妃两眼一抹黑，摆手，算了算了，都回去吧，皇上也不一定会立后。其实他清楚太康帝不一定还会立后，可就咽不下这口什么都得不到的气。淑妃松嘴放人，苏七七哪能有赖着不走的道理，扶了一个礼转身就走。出了后宫，江训又在苏七七必经之路上等着。王爷，你又接我。苏七七雀跃地扑过去，拉住江训。江训脸上挂着朗润的微笑，歪头瞧了瞧苏七七，开心得很，母妃没为难你。这种事哪里可以在宫内大大咧咧的细讲？江训本就比苏七七高，苏七七神秘兮兮地凑到江训胸前，快速一句：淑妃没工夫难为我，她被云贵妃和如妃气不轻。上了马车后，江训给苏七七倒了杯茶，才听他细细说：听说最近边境出了事，云贵妃身后有平王妃这个武将家的儿媳，她今天态度就势在必得，如妃又跟着她，怕是会得很多举荐。未必。江训，什么意思？王爷你要给淑妃争吗？苏七七放下杯子。第101章淑妃变态小酷刑。苏七七瑟瑟发抖，忙忽悠。江训自嘲的垂垂眼，保持嘴角的温和。母妃想要的应该是实地为她出人头地，他就算这次耗费所有的心机跟手段，为母妃争得那独一无二的六宫之权，落到母妃心中也不过是给实地铺路子的锦上花。他又何须为他人做嫁衣？高处不胜寒，他母妃实在太小看皇权纷争了，不是父皇多喜欢一点，手中的权力多掌握一些，就能笑到最后。江训真让母妃有了傲视六宫的权力，说不定他会跟季后似的更快给自己作死，到最后他都逃不了被殃及。七七这么爱看，他得赏赐，帮他管府库，江训怎么忍心让他担惊受怕，未来余生又穷困潦倒呢？王爷，你不开心了？苏七七跟江训待久了，同样很了解他，本来就是一个情绪很内敛的人。这会面上温和端的越久，心里应该越不舒服。他用手按住江训的一侧嘴角，轻推了推。开心是好事，不开心也是好事，这才是正常人的喜怒哀乐。可像王爷这么要面子的，藏着会生病的，为了这点面子病了身子败了，什么都没了。苏七七想，最热衷表达情绪的应该是宁儿那种懵懂年幼的孩子。虽然书中说宁儿是个小冰块，但他有尽量护住宁儿的各种小情绪。他真的很喜欢宁儿现在的样子。江训这般一定是心中藏了许多苦造成的。苏七七眼睛一亮，打开马车里置放的小柜子，拿出一包牛皮纸包的甜蜜饯。这是之前宁儿偷偷往马车柜里藏的，以为他没看见，许久了还放着。苏七七想是宁儿这个囤食的小仓鼠藏忘了。尝一颗，他塞到江训嘴中一颗，自己也吃了一颗，甜味散开，味蕾深深的满足。江训还是有些适应不了这么重的甜味，但因是苏七七给他的，他轻抿了点茶到嘴中中和。待吃完了一颗后，他恢复如常。我不会为母妃明面上争的，越是这种都明争暗抢的时候，父皇会越慎重。平王妃娘家的武将出身不足为惧，不过一个还没真正上过战场的将军罢了，说出来只能轰轰那些久待宫内不清行事的人心。越这般，云贵妃越处于劣势。今日宫中的事没那么密不透风，也没那么单纯明面上商量后宫的中馈打理，反倒是一群宫妃的斗法。而有云贵妃早跟如妃合谋，再加上平王妃以自家家事为云贵妃做底气，成功将云贵妃推成宫妃们信赖的人选，变相的将云贵妃众心所向的信息传递给太康帝，这无疑不是在左右太康帝的选择。也幸如此，太康帝哪里能轻易如了云贵妃的心愿，必会再找一个人分权后宫，给二人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如妃率先投靠了云贵妃不可能，锦荣进三妃咸淡性子也不成，最后就只能从庆妃和淑妃中选人了。啊，原来云贵妃是虚张声势啊！苏七七拖着下巴，觉得这群人还挺有意思。也不是说他没机会，等父皇落实下此事，肯定还有时间观望。母妃她那总不能让你一直敷衍过去。这段时间后宫会很热闹，七七下次你再去的时候，你就跟母妃说，平王妃家是武将不假，但平王妃的父亲还没上过战场，让母妃不要轻易被云贵妃吓到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必要去急着附和云贵妃的好。既然总要有一个人分六宫之权，江训便为自己母妃出谋一次，两人制衡母妃出不了乱子。苏七七也不至于处处拿无用的话敷衍母妃，不然时间长了，母妃总会反应过来的。3日后，苏七七又一次早早的去了后宫。这场六宫争夺战越发的如火如荼，他一进后宫就能见到众多嫔妃到云贵妃那边宫殿赶，而他往淑妃的书和殿去，还未进殿，苏七七听到了一声刻薄的轻声，端稳了，是母妃。楚灵英满头大汗，嘴唇发白，身子颤颤不已。苏七七走近前看清，才发现楚灵英手中捧了一个冒着热气的茶壶。他双手互握，肉疼了一下。淑妃太不人道了吧？楚灵英那手不是写字画画的吗？才几天，淑妃就被气得这么变态了。显嬷嬷见到苏七七来了，
给淑妃打扇子的手一顿，向淑妃小声一禀：“娘娘，苏侧妃来了。”母妃苏七七虽然背后对淑妃称呼很不客气，但到了人跟前，又见楚灵英那么惨，本着伸手不打笑脸人识趣的不行，她小声意喊道：“楚灵英受着苦，还不忘跟苏七七问了一声六嫂好。”淑妃没说话，苏七七大气不敢出不着痕迹的点头问好。淑妃闻声才睁开眼睛，看到苏七七到了跟前，她拿起杯子着楚灵英过来倒了杯茶。最近几天，淑妃被云贵妃的风头气到了，一想到平王妃那个家事，她无可奈何，这边心中又盼着楚灵英赶紧给她生一个孙子，天天的问没出来一个好消息，心中气不顺便把规矩给楚灵英上了。眼下见到苏七七，想到她的家世还不如楚灵英，又在六宫之权上出不了力，同样气不顺。接过楚灵英倒的热水，没有想喝的意思，招招手让苏七七到自己跟前。苏七七盯着那杯水，她不会想泼我吧？战战兢兢盯着那杯水走到了跟前，淑妃并没将热水直接往苏七七脸上泼。苏七七暗喘口气，下一刻淑妃说话，手伸出来，苏七七气卡住了，手伸出去的同时，她紧忙道：“母妃还在生云贵妃气。”淑妃嫣嫣嗯了声，摇着手中的热水，就在要倾斜时，苏七七发挥了这辈子没有的利索嘴皮子。王爷说平王妃的父亲是武将不假，但就是一个没上过战场的武将，皇上哪敢一点不考虑的去重用他？云贵妃拿自己亲家虚张声势呢？云贵妃现在越显得将六宫之权拿得稳，其实越不牢靠。若真比起来，母妃您不是没有希望，反而希望大大的。苏七七说完，水已经斜到了杯边，她吓得闭眼。第102章六宫之权落实。听到最后一句不是没有机会，淑妃很稳当的执起了杯子，眼睛亮了，还有办法。半天后，苏七七并没有事到手中有滚烫，攻了攻食指很灵活。眼见着云贵妃人心所向，淑妃心里冒火，一听有机会，她等不及一把将苏七七拉起来。来这么久了，蹲着干什么？显嬷嬷搬张凳子来。显嬷嬷把凳子给苏七七搬来，还是被淑妃硬按到椅子上的，正好斜眼就看见楚灵英还在站立不已。这种非人的聊天背景，苏七七享受不来。母妃，师弟妹，这是怎么了呀？淑妃轻飘飘哦了一声：“你跟薰儿早早有了孩子，母妃很开心。母妃就盼望着灵英赶紧也跟辉儿有个孩子，可每每不顺意。可能灵英体寒，母妃给她热热身呢。”苏七七哄谁呢？谁这样给她治宫寒？她跟谁闹？母妃这治的差不多了吧？她指着大汗淋漓的楚灵英。淑妃急着苏七七说的是，楚灵英这样总是碍她时间，摆了摆手，让楚灵英去偏殿整理一番，这才让显嬷嬷将她手中的热水壶拿走。楚灵英和显嬷嬷一块下去后，淑妃盯着方才那杯热水催道：“七七，母妃可没工夫听你说废话，办法不行的话，一定行。”苏七七背后挺得直直的，一把将那盛了热水的茶杯挡住，跟着仔细说将训给她的法子，大致就是交代淑妃不用因为云贵妃最近风光，觉得实在争不了六宫之权，巴巴的去示好，该干嘛干嘛。真有战争起，平王妃那个武将爹能不能独自统帅悬得很。末了，苏七七记得来宫内时听了一耳朵，说好多宫妃最近去给太康帝送汤，大约是借着由头举荐云贵妃。淑妃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一块跟着把自己的参汤送了去，话里就说担心太康帝正是劳累，多饮参汤补身子，这样别人都是有目的的举荐云贵妃，淑妃万花丛中一点绿想不惹眼都难。苏七七说完，淑妃细细分析了一番事成的几率很高，不由得对苏七七眼神赞赏起来，不愧是从长公主府出来的，处事就是周到。苏七七，她咋觉得她刚进来时，淑妃见到她不是这么想的？淑妃伸手越过苏七七身旁，端起了杯子，一把塞进她手里，笑意深深。说了这么多话，渴了吧？喝点水。苏七七，谁看见下毒了没？苏七七为了让淑妃心花怒放起来，不至于继续变态，压根没有说只能得一半。不过就算后面只拿一半，这对于淑妃来说也不重要，因为一半也是别人想不来的。淑妃现在越想越开心，直接把近几日的窝囊气给散了。她万分大方，拔下自己头上的双头牡丹簪，插在苏七七隆起的云鬓中。这双头牡丹簪先当本宫给你的好，等真得了六宫之权，本宫再送你好东西。苏七七摸了摸头上的簪子，表现得万分喜欢，谢母妃。离开舒和宫的时候，是楚灵英和苏七七一起走的。楚灵英低谢一声：“六嫂，谢谢你。”苏七七就怕先说话会让楚灵英为难，见她先开口了，她扫了一眼楚灵英手掌上的水泡，道：“石郡王不知道吗？”楚灵英知道也没用，总不能随便跑到宫中和淑妃闹，闹开了那样谁的脸面都不会好看。兴许有了孩子就好了。现在石郡王没有什么好差事可以领功，淑妃盯着楚灵英的肚子确实可能，不过楚灵英压力一定很大。放心吧，淑妃过阵子会很忙的，她兴许就少找你麻烦了。过阵子淑妃有了一半的六宫之权，她全身心的注意力就要放到云贵妃那里，说不定连她都能不用时不时到淑妃那点卯了。谢谢六嫂安慰，
楚灵英放松笑笑。如江训之前所想不差，太康帝处理朝政事务这几日，不仅听说了后宫最近的事情，此刻御书房的石桌上还放满了宫妃们送来的各种燕窝、鱼翅等补品。德海尴尬的又从第一盅开始数起，确定好数目后，他报：皇上，今日的一共38盅参汤。太康帝捋捋胡子，捂着鼻子闷怨一声：这是想撑死朕还是不死朕？朕最近光闻就想吐。云贵妃今日是哪盅？还是玉髓瓷这盅？德海指道。见太康帝不吱声，凭他伺候多年的经验继续介绍：左边鱼文瓷是庆妃的，右边的莲花瓷是淑妃的，如妃的是如意文瓷的。后面都是一些各宫嫔位之后送来的了。云贵妃和淑妃依旧说皇上事务繁忙，多喝些参汤歇息身子。庆妃和如妃还有后面那些都是举荐云贵妃掌6宫事的。云贵妃把人心都拉拢好了呀，连庆妃都幻化了。太康帝，德海，云贵妃到底是陪皇上您的老人，如今宫中后妃云贵妃说话的分量不一般，庆妃跟随情有可原。不一般？有什么不一般的？送来的碗不一般。太康帝捋捋胡子，跟着摇摇头，不一般不成，那就心思多了。前几日庆妃送汤的时候，太康帝明明记得庆妃是让他照顾好身体，才几天哪就变了。庆妃也很憋屈，这阵子就看云贵妃那门庭若市，高楼建起，他撑了几天撑不住了，怕云贵妃真掌了6宫之权，他一想交恶不划算，可不赶着重新交好，让这举荐中有他的一份功。太康帝瞥了一眼庆妃和淑妃的汤，最终决定道：行了，不能由着他们继续送了，把淑妃的留下，今日其他的参汤都分下去，中晚一个个刷干净了还回去。德海过来给朕磨磨。而后御书房陆续有人进来撤出碗中，太康帝挥笔在明黄的圣旨上写字。不久后，云贵妃和淑妃合掌6宫的旨意宣读下来。云贵妃前阵子攒起的得意，差点在脸上不够用，她还想先掌6宫再入住凤仪宫呢。全完了不说，还跟淑妃合管。她这阵子分了多少好处出去啊？可她啥不满也不能说，因为太康帝不是给她放权了吗？淑妃这次倒想得开，至少她分去了一半，日后费脑筋的就是如何与云贵妃争高低了，最好把那另一半也拿来。第103章，宁儿傻傻不识救。宣王府花园内，宁儿骑在一只装了木头车轮的小木马上，仰头面对比自己父王还宽半头肩，双臂大大咧咧掐在腰上，像个巨雕像，立在自己面前就能将他照得严严实实，浓眉大眼，皮肤不黑不白的陌生男人。不敢眨眼，不敢乱动，咕噜咕噜眼珠子往左看了看，没人；往右看了看，没人。他吞吞嗓子，脆生生显得一本正经又心虚。大叔，你来我家找谁？你肯定不找我，礼貌的好孩子帮你喊爹娘去。说完，宁儿骑着小木马，缩着脑袋蹬着地，企图把自己骑的小木马发挥出千里马的速度，带自己逃之夭夭。谁知脚蹬的有力人扶了起来，小木马待在原地没动，他窝在陌生大叔的怀里捂着眼。大叔，我装作没看见你，你赶紧走吧，别偷我。我贪吃贪睡，只会撒娇耍赖，不值钱还费钱，很难养的。我小小年纪母妃就说我用他一座金山了，偷我不如偷只鸡，我家厨房有很多肉的。真不认识舅舅了。苏怀昨儿刚走镖回来，想到家中就他来看妹妹最少，所以歇了一晚，就带了些礼物赶紧来了。来后府中的管家说宣王和妹妹不在家，就先将他迎进来等，他就随便在花园转了转，打远就瞄到一个软乎乎的白团子，驾驾驾的哼着声卖力的往前冲，到了跟前确定是宁儿，宁儿却不认识他了。宁儿，舅舅我见过，大舅没你壮，小舅没你高，你把宁儿放下。苏怀刚想说我是中间你二舅，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慌里慌张的女声，转头就是一道边风袭来，以为有多凌厉，就轻轻的拉了一下，鞭子抢了过来。苏怀，玲珑，你完蛋了，你抢玲珑姑姑的东西，你等着玲珑姑姑的爹爹砍你吧。宁儿捂着脸哼哼道。玲珑觉得有点丢面子，觉得宁儿说的对，打不过没关系，他还有亲爹，有爹不仗是傻子。没错，你敢拿我的鞭子挥我，等着我爹砍你吧。凭在长公主府多年的经验，敢当宁儿姑姑的他知道身份不简单。苏怀把鞭子扔了回去。在下是宁儿他二舅，他先对玲珑自报身份，再对怀里的宁儿好好说。宁儿，我是你二舅，大舅下面小舅上面那个，你见过我啊？苏怀走镖实在是一次时间太长了，在外难免风吹日晒，每次回来都有不同程度的肤色变化。上次宁儿见到苏怀都已经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了，宁儿不记得很正常。但玲珑瞧着宁儿还一脸迷茫，他插话道：你是六嫂亲哥吗？我瞧你俩长得不大像。这时管家跟着一个丫鬟跑来了，气喘吁吁的给宁儿介绍：小主子，这就是您二舅玲珑郡主，他不是人贩子，咱们王府怎么能进人贩子呢？原是刚才玲珑发现宁儿被陌生男人抱住了，他怕自己不是对手，就让自己的丫鬟去找管家了。宁儿后知后觉，两个舅舅都对他很好，竟也不那么怕苏怀了，扑闪扑闪着眼睛喃喃：我二舅，好像我是有个二舅，我家人除了我合成了父母五官上伶俐的相貌，都越长越秀气，真是亲哥，
郡主也不像你6个呀，宁儿还不是管你叫姑姑，是个郡主，那就不是同胞兄妹。苏怀当玲珑是江训什么亲戚，皇家亲戚很杂乱的，干亲也有。玲珑第一次见苏七七的家人，苏怀人高马大，苏七七娇俏狡黠，想不到认识认错了，很应该吧。他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瞧着苏怀还挺礼貌，抢了鞭子又还给了他，还算客气，语气不算差。行了行了，本郡主知道是误会了。于是在苏七七和江训还未回来的时间里，宁儿一直打量着他这个魁梧舅舅。好奇心较大的孩子就比较自来熟，他盯着谋面没几次的二舅，对玲珑不解：玲珑姑姑，你的鞭子怎么一下就到二舅手里了呀？玲珑面不改色，看你被陌生人抓，担心你担心的出汗，手滑了。宁儿感动，玲珑姑姑真好。苏怀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礼貌让他硬生生憋了回去。玲珑不是个有话藏着的人，向来语气直爽。若说是他技不如人，直接在苏怀跟前坦诚他三脚猫，倒也没有那么不在乎。盯了苏怀一眼，手滑很可笑吗？苏怀是个武夫，但不是个完全的草莽，给了阶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很正常。宁儿，那宁儿今天失的就是小木马蹄子，没跑起来。平常他能骑得飞快，二舅一拎他连地面都碰不到了。小木马算什么？以后等宁儿再尝尝，二舅给你买一匹好的小马驹，让你骑那个。骑小马驹才叫跑得快。苏怀走镖不久，可他热爱学习，例如镖局走镖的时候，马选的也分外慎重，他攒了些经验。宁儿喜欢，等他再长大几岁，生辰里有的东西送了。玲珑姑姑也说送宁儿小马驹，骑小马驹要先扎马步，宁儿可会了。碰上个不是送他纸笔或是银钱的舅舅很好，但他年纪小不热衷，二舅反而教他一些还需要长大几年才能碰的东西，宁儿兴趣一下上来的很多，自顾自在苏怀跟前扎起了步子。苏怀呐喊宁儿才多大就学这些了，不错呀，没什么力道，可动作标准的很，他赞叹。玲珑沾沾自喜，他还是有些底子的，想炫耀是自己教的，故意深沉：宁儿，姑姑教你功夫不是让你显摆的，要低调。苏怀想到手滑的鞭子，顿时怀疑了，宁儿能出师吗？玲珑感受到了苏怀对他投去的质疑目光，他不行，他身后有的是人形，直白白的再望回去。有问题吗？苏怀不语，低头喝茶。玲珑待不下去了，再待宁儿就把他的底揭出来了，放下杯子准备走。算了，既然六哥和六嫂都不在家，那我下次再来。玲珑走过，苏怀又略等了一会儿，他今天找妹妹还有点其他的重要事，关系家里人的意见，兴许只有妹妹能帮助他。第104章苏怀芋头君。带过了半盏茶后，苏七七和江训终于回来了，一进前厅就见宁儿跟人绘声绘色的比划着。苏七七一眼认出他，激动的跑进去：二哥，你走镖回来了，来了多久了？等急了吧？苏怀好久没见到妹妹了，突然听到妹妹的声音，见到她神采奕奕过得越来越好，心中更踏实了几分。王爷，他先对江训打了一个招呼。江训颔首应声：自家人，不必客气。苏怀摸着宁儿的小脑袋，又跟苏七七聊起来：没来多久，刚来到时宁儿都忘了我跟宁儿说了会话，才把关系又培养回来。可不是宁儿好久没见到你了，要早知道二哥来，我今天就不和王爷出去了。今日苏七七和江训去了凤阳长公主府，早前何丹心生了一个女儿，凤阳长公主的嫡长孙女，又是府中最小的小辈，别提凤阳长公主多开心了。刚生不久，身体弱，苏七七没机会见，得了凤阳长公主亲自邀约，这才在满月前提前去看的，大致是感谢她当初给的孕期手册。何丹心母女健健康康的，她看见了也安心。哪里的话，就等了会儿而已。七七，其实二哥今日找你有旁的事。苏怀见苏七七不解，他也就不卖关子，长话短说了来意。七七，我把镖局的活给辞了，我想去参军，但参军不比走镖，危险要性高，进了军营一旦打起仗都是托付性命的，我怕爹娘他们不肯。最近一直传边境不太平，还听说胡人要来朝，苏怀了解到打起来的几率大，而上京已经有部分兵营招人了，他很想去军中闯一闯，为国效力。如今时局确实可能，江训置身朝野信息更多。100年来，胡人和大晋打过许久的硬仗，中间双方国力都被战争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以大晋精兵强将百姓奋力支持更胜一筹，将胡人打得溃不成军，率先投降，不敢骚扰边境。当时君主考虑到大晋百姓战争期间深受各种税役折磨，生活艰难，本着休养生息振兴国库的打算，接受了胡人的暂时投降和解。没想到胡人狼子野心，经过休养生息，自以为羽翼已成，想要临边的几座大晋城池，他们频频试探扰乱大晋百姓。去年的时候，孙宇福死了的丈夫就是被胡人夜袭的。一个士兵的死和一个将领的死对敌人来说是不同的，他们抓着这一个机会，觉得大晋防线可破，赌自己兵粮充足先不战，企图让大晋划5座城池给他们，大晋自然不会给。这次的谈判不过是个形式罢了，
胡人一刻贪心不绝，战争就会起。而大晋昔年很多奋勇杀敌的前辈，不是已经故去，就是解甲归田，隐居山林。朝中虽不惧，还是对此很慎重的，招新兵鼓舞大晋士气，为的是宣告百姓，宣告朝廷不怕战。大哥和三弟他们理解，但不一定能说服父母。二哥想请你回家跟爹娘说说。苏怀期望道。二哥，你真想去参军打仗，一点不怕？苏七七认真问。苏怀抬头瞳孔硕亮，不惧将训在当场，坦然道：二哥不怕。起先到镖局，二哥觉得挺好，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可是时间久了，二哥越来越想坚定做一件事情，而不是一趟趟的押送货物。镖局显然不足以再让二哥驻留。说句真心的，寻常时候投兵不过就是按部就班的一天天出练，这次朝廷为抗胡人的招兵是可以直接到战场的，人数有限，二哥很珍惜。别这么看不起二哥，二哥陪徐二公子的时候跟着他没少读兵书习兵法，有这么多当初的积累，二哥真不想看着别人打胜仗回来对着纸上谈兵羡慕不已，或是把当初的辛苦学练积灰。说起徐二公子，正是徐敏言的弟弟徐敏文。凤阳长公主一开始就想让两个儿子都当文臣，可小儿子实在没有大儿子安生。读书3天打鱼2天晒网，就又是某一日见到街头有金钟巡逻卫在抓贼人，翻屋跳高的，直接被吸引了，硬闹着要学这个不读书。长公主被闹得头疼，知道学武很吃苦，便大方让他学，等学累了就可以安心读书了。不想这一天天的劲头没完，最后改不掉了。但是凤阳长公主可从没有想让儿子上战场，盼着长大领个武，将差事一路慢升就好。这次胡人的事激到徐敏文了，闹着准备去，他就曾找过苏怀想结伴，苏怀自然愿意。从玉山行宫回来后，苏七七就一直耳闻边境不太平，原书中也记载过这个战争。虽然赢了，但整个战争中间不是多么的顺利，胡人休养生息，大晋多年来也在休养生息。朝中的将领有虎狼之勇，自然看不起胡人当初那等投降卖乖的姿态，所以刚开始没有多少人重视，只觉得一定会赢。而胡人又是图谋已久的，到了真打起来，大晋吃了很多亏，后面才会痛定思痛。眼下二哥连参军的念头都有了，他既担心又明白不该拒绝一个人的雄心抱负。亲二哥都找到自己跟前了，又说了这么多的话，苏七七没理由拒绝同意，便答应第2日回娘家跟父母说说。苏怀走后，苏七七叹口气，将训拍拍他：我倒是觉得你二哥字字珠玑，言辞诚恳，虽然危险，但肯定是他深思熟虑过的结果。苏七七，我知道。将训，那明日我陪你去。这不用了，你身份在这，去了我爹娘说不开话，就是心里不同意，嘴上也会应承。还是我自己去吧，说不定能把我爹娘说服呢。苏七七怕把将训带去了，爹娘就算同意了，心中肯定不舒服。二哥的雄心抱负该让父母明明白白的接受。隔日，苏七七一早回了娘家，没进门就听见了爹娘的斥骂声。推开半掩的门院，便看见大哥、二哥、三弟齐齐跪在堂屋内。上什么战场？咱一家人有今日不容易，就是普通人用不着争那个气犯那个险，有你大哥在前面考科举就成了。周氏捂着额头发愁。苏文翰也唉声叹气：怀哥儿，那战场刀剑不长眼，你万一出个事，是想让爹娘连你的尸骨都收不回吗？两夫妻在府中做奴时规规矩矩，没有大念头，伺候好主子不出错，不被打卖打杀就是好日子。出来了也想学学自由人抬头挺胸的过活，一辈子实实在在，万没想为了出息什么事都往前冲啊。第105章，王爷，你生怕我不回来啊？爹娘，儿子是普通人，从前在长公主府更是普通的奴仆，觉得好好一生做主家的事，不辜负主家对自己栽培，跟好主子就成了，不敢有别的妄想，亦从没有觉得不好。可如今咱们全家都出来了，儿子这几年奔波了很多地方，见了许多外面的人，儿子心境开阔了许多。人生一世，总要找些值得的事去做，这首先是活着的意义。农夫不会觉得明年收成不好就不种地了，那一家人吃什么？三弟的铺子蒸蒸日上，可也有几天人少客稀的时候，难道就不开张了吗？大哥读书好，不比一般人开门晚，只是从前没机会去科考，不然如今是不是已经有可能走上电视了？战场是危险，可去的本就是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难道他们的父母因为担心儿子马革裹尸就不让去了吗？从前大晋有严格的征兵役，为了扩充军队，会让每家出一个儿子参军，后来军队壮大了，慢慢改革，可以用银钱代役。在之后，大晋军队庞大，休养生息，国富力强。正如这时，即便要跟胡人开战，也不需要匆忙征兵，不仅一个人意愿，还要凭自己努力考进去。苏怀这次已经给自己报了名，下了很大的苦功，想要考进去。儿子力小也想试试。爹娘，不然就让二哥去吧。咱们大晋赫赫威名多年，哪是胡人挑衅就一蹶不振的，肯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说不定二哥就去走个过场，根本连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自己亲二哥要上战场，那么危险的地方，苏桑也不大愿意的。
可二哥执意如此，还类比说去不了就如同让他不能做生意。苏桑心里难受了，一天数不到钱闻不到铜臭味，他像吃饭没隔盐不下饭，他这辈子就没那两袖清风的命。爹娘，既然二弟有如此抱负和恒心，您二老便成全了吧。苏柏比起苏桑需要用钱理解，他读了多年的圣贤书，书中王侯将相、良臣圣人给他的启发向往更多。他当初在凤阳长公主府时有机会读这些书，晓这些道理，可却不能如徐敏言一样可以光明正大的跟人高谈论阔。他的学语只能用来引导主子，若一直身处低微，他宁愿愚昧无知些，因为没有读书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他会很快乐，但明白了就是痛苦。如今有机会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所长，他就是在书院跟人为了一个论点争得面红耳赤，都甘之若饴。他想二弟也是这般。爹娘，大哥三弟都这么说了，我也想支持二哥，就让他去吧。苏七七听完一家子说的话，忍不住走了进来，他同样跟自己的哥哥弟弟们跪在父母膝前。苏氏父母见状想赶紧扶起女儿，苏七七抬手一挡：七七，你什么时候来的？如今你这身份便是我们拜你都值当，做什么要下跪？周氏眼圈更红了，梗了梗：你二哥昨儿去了王府是吗？为了去战场，连你都折腾回来了。苏文翰，七七，你二哥犯浑呢，别听他的，战场真不能去。老两口俨然没有江方才兄弟三人的话听进去，就是听进去了能怎么办？为了几句话让儿子丧命吗？苏七七不认同的摇摇头：爹娘，二哥这不是犯浑，若他这个选择是犯浑的话，整个大晋要犯浑的人有多少啊？换言而之，难道大晋的国泰民安不是这些犯浑的儿郎用自己拼来的吗？咱们之前是小人物，更是不值钱的小家奴，就是抛命都要给主家把差事办好了。那爹娘若是想想，今天我们大晋无人了，一个能抗外的人都没有，是不是就需要像我们更小的人物去拼杀了？那是我们依旧是普通的不能普通的人，可非刀架我们脖子上才能证明我们的不普通吗？二哥一点也不犯浑，他明白得很。苏氏父母被子女四人轮番跪求肯说，每个孩子都能说出让他们无法反驳的话，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惜命过好日子罢了。为何孩子们就都把命说得如此之轻，又如此之重？罢了罢了，咱们劝不了，就让孩子去吧。说的是应该，想想就是前头带头打仗的将军又如何，出身比我们好多少？不一样，要到前面跟人拼杀。好了，威名阵阵的回家，不好，不好也就一批黄土，可没有黄土怎么筑高墙呢？去吧去吧，想去就多杀几个，别光把话说得好听。苏文翰摆摆手，不准备硬拦了。他拍着妻子的背，让他也想开。怀根出现，我们还能做缩头的父母吗？让他去，是苦是乐他自己尝。而孙子有儿孙福，咱们怀根一定有福。随便他吧。周氏也说不出什么了，咬牙松了嘴。谢谢爹娘。苏怀一听父母终于同意了，凝重的模样终于舒展了起来。苏七七跟苏柏、苏桑几人也都松了口气。周氏还是不舍得让几个儿女一直跪着，拉起女儿，再让儿子们起来，给了苏文翰一个眼神。孩子都回家了，赶紧多买点菜肉回来，不许让卖肉的缺斤少两。知道了，知道了。谁家的秤敢骗我呀？苏文翰人比妻子嘴还快。周氏话正起头，他就去厨房拿菜筐去了。筐拿完又跑回来，伸手问周氏要钱，多给几文，打点酒。因是他从前干的就是采买的活，所以哪怕出来了家中的一应采买，还是归他，钱归周氏管。呵呵，出来后就没停过酒瘾。周氏嘴中怨着，倒真大方多给了平日从没有的20文。从前在府中，苏文翰半差不敢多喝酒，如今周氏也偶尔纵着他去了。苏文翰喜摇着钱走了，一家子从哭到笑，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糟心事过去便过去了。苏七七在家中吃了一顿午饭，天黑前才回去。下了马车，不出意外的又看见江迅抱着宁儿转悠在府门前，不时看看天色。他迎上父子俩跟前，宁儿甜甜道：母妃你终于回来了，再不回来父王就要把脖子伸长了。江迅，王爷，你生怕我不回来啊？苏七七讶异。你肯定会回来的。江迅十分确定，不过又语气内敛的加了一句，但有人等在家门口，回来的也开心。苏七七等他的感觉，他都曾深深体会到，他喜欢有人细水流长的在盼着他。开心。苏七七卷着江迅的胳膊一起往院里走。我今天帮二哥把事办成了，你一回来我就看出来了。暖黄的灯火拉长两人颀长的背影，俩人边走边聊，声音渐轻渐淡的同时，偶尔传来孩子的童音笑声。第106章战前对阵比试。星号星号星号。胡人进京的速度很快，而且声势浩大。进京的胡人是西戎人，他们先是声称要和大晋继续修订友好盟约，盟约的条件便是许大晋一位贵女嫁给他们的王。联姻无非是公主下嫁，而西戎的要求却并不是要姜氏皇族的公主，反倒是剑南王的女儿玲珑郡主。剑南王一方悍将，
父亲老剑南王曾发兵对抗西戎的战役，而且还将西戎打得残兵败将。如今竟然敢直接求娶玲珑郡主，这不仅是对剑南王的一种挑衅，还是对大晋的一次试探。西戎想试探大晋的底线，肯不肯为了不动兵刃的友好，又是想测测如今剑南王的实力。大晋自然不会答应，别说不是真正皇室公主了，就是剑南王的女儿，若只因为朝中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联姻，这不仅给西戎莫大的底气，还伤了良将的心。除了联姻，西戎主要来使还带来了许多强悍的武将，直言想讨教大晋的将士。双方都有护视对方身前的打算，于是在太康帝的准许下，为两方准备比试台，较量两方高低。能在战争前对抗一次西戎人，且能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这对于个人之后的开战都有大益。不说一些本就痛恨西戎的将领，就如平王妃父亲那般一直担一个国公爵位，却从没有挂帅带领大军的人同样重要。比武前，平王受云贵妃丁宁陪着平王妃回了娘家，进了妻子的娘家府邸。平王见到岳父院中放了众多长枪、利剑、铁锤的武器，又见岳父能单手抡斧，并且可以在一息间连耍4个劈砍，劈劈有力，势不可挡，无比为荣。岳父不仅神力，还如此不懈怠，一点不比剑南王差。这次跟西戎人一战，岳父一定能大显本事。平王妃的父亲穆国公耍完最后一个狠事，收起斧头，随手一扔，便将重达可到70斤的斧头归到了武器架，武器架不受撞击毁塌。平王更是惊得眼热，觉得这次对抗西戎人，自家岳父统帅的机会大得很。西戎不足为惧，陈介石打得他们不敢觊觎大晋。穆国公早想有一个机会证明自己了，硬币的爵位虽好，可久不出战绩，难免被人遗忘。他听到西戎野心的时候，就一直勤加练习，就等领军出征呢。爹，您肯定能让西戎一败涂地，只要您胜了，不管西戎这次会不会害怕了大晋不再发兵，您一定会名声大噪，平王跟母妃都会受您荣光。平王妃等着爹爹立功，有了功劳，他的底气更足。此次昭君苏怀是和徐敏文一起报的名，两人经过3轮5考，先100人团战，再抽签10人战，最后跟留下来的人对战，终于获取了昭君的名额，成了500中人的一个。而更加不错的是，这次参军的人前几名可以观看大晋和西戎的对决，苏怀和徐敏文正好是其中的1、2名。比武这日在孝武场举行，太康帝作为帝王坐于高台正央，身旁两侧带了如今管理6宫的云贵妃和淑妃。苏七七跟着将训落座于高台的右侧，西戎的3个使臣落座于高台的左侧。这场既是面上的比武交流，又是暗地里的试探，所以有很多人参加观看。母亲，我都能凭本事在下面看的，你偏把我拉着来。凤阳长公主的2儿子徐敏文本可以和苏怀站在下面的，偏凤阳长公主将人拉到了身边，不许他下去胡闹。让你来已经是母亲的网开一面了，你居然敢背着我参军，不许去！凤阳长公主，你没低斥一声。若不是怕家中关不住2儿子，他今天根本不会带徐敏文来，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这边苏七七，他一眼就在高台下的人群中找到了苏怀站的队伍，虽看不清人，但就是知道人在下面。玲珑郡主座位离苏七七很近，他趁着没人注意的功夫到苏七七和江训跟前，恨恨道：“六嫂六哥，那西戎也太可恶了，居然拿我做法子挑衅我们！我真希望今天上场的西戎人一个都下不去。不对，下去也是横着下去的。”苏七七听说玲珑的事了，安慰他：“放心吧，不说大晋人多，你爹都那么厉害，肯定能帮你出气的。”玲珑难过摇头：“六嫂你不知道，剑南王不会上去打的。”江训没让玲珑解释，低声抢过话，亲自说给苏七七听：“剑南王声名远播，不会上去打的。若仅仅是这，便让剑南王上去了，显得西戎难以对付，还会让他们沾沾自喜。杀鸡焉用牛刀。”他稍微对平王和平王妃的方向示意一眼。这次若战起，需要有统帅有大将，许久没有战事给武将立威，多的是人争。平王妃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苏七七听完恍然大悟，怪不得今日在场的文官少，反倒披甲的武将多如牛毛，一个个对着西戎人横眉竖眼。起先还以为是想显气势，原来是为了这个。那也不怕，这么多人呢。苏七七拍了拍玲珑，玲珑撑起劲点头：“我就看着他们嚣张不出来。”随后场面隆重起来，玲珑就退回了自己的座位上。西戎一个宽脸长髯的使臣对太康帝弯腰行了一礼，作为总代表道：“皇上，西戎仰慕大晋良将许久，可汗特命我等带西戎勇士向大晋勇士讨教。”随着使臣的话落，众人看向使臣指向的西戎武将，有3位。苏七七见一位高壮身材，浑身都是肌肉，腰间简单，只别把弯刀；一位高瘦，双目如鹰般锐利，身上只有一把匕首别在腰间，猜想应该是身手敏捷型。还有一个平平无常，不高不矮，身边放了对纹样繁多的金锤。王爷，你估摸他们的身手看起来怎么样？苏七七小声问道。江训未下准话，有时外貌看不出什么，需先看看。
怎么个比试法？太康帝双目微眯，一只手拢着面前长须。皇上，很简单，双方各安置3员大将，再各派20名普通士兵到各自大将身后，其上台比试。中间士兵若有输者可以补人，直到对方的所有大将都落下高台，比赛结束，留住的那一方为胜，但候补者必须为普通士兵、使臣。第107章点兵点将。太康帝听了对方的规则，这才半抬眸去了对方的武将几眼。规则类似于战场对决，一方守将王则，另一方胜，就看自己怎么派兵布阵了。若想挫对方士气，那就必须不能有输的将领。规则有趣，朕允了。太康帝捋捋胡子，使臣，那不知皇上派3位什么大将？我等仰慕剑南王风采，不知剑南王可否让我等见识见识？本王只爱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断不会欺负无名之辈。剑南王斜了一眼西戎的3个武将，语气嘲讽。3人互视一眼，纷纷不服，却又无可奈何。使臣略拂晓的点点头，剑南王威武。对方挑衅剑南王在先，太康帝没有想要为对方找不台阶的意思，跟着眼神一瞥，示意身边的一武将出列。怀彬，你去跟他们的武将试试。臣遵旨。怀彬是太康帝的御前侍卫统领，不道而立，长的是人高马大，据说可以抬起一缸装满泉水的大缸。他对怀彬的实力最是知根知底，有一定把握。有了一位，太康帝就头疼后面2个。他自不是因为手中无人，而是武将太多了，又都想教训教训西戎，不知该选哪几个。云贵妃看出太康帝的迷茫，心动亲自为自己的亲家讨个名额。皇上，穆国公一门威武强悍，不知能否让穆国公也上去试试？太康帝闻言举剑望向了不远处穆国公的座位。穆国公家以勇猛名扬，他更知老穆国公的厉害。年轻的时候众将无比，也曾看见穆国公耍斧，到底是自家的吃饭家伙。即便如今年纪大了些，太康帝觉得穆国公精神头不错，不然云贵妃不会多此一举推荐。瞧着道可以跟对方拿双锤的抗衡。穆国公可要试试？穆国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听见召唤，满怀信心出列。臣不辱使命。淑妃和云贵妃自打一起管理后宫后，最讨厌云贵妃出风头。穆国公出场若胜了，云贵妃的气焰会更上一头。苦他手中无人可用，唯一一个儿子倒是有武艺，当初也立了剿匪的大功。可惜淑妃并不曾好好了解儿子的身手，贸然举荐，若输了便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气得他牙痒痒。太康帝察觉到淑妃的情绪，视线落到江训身上。太康帝的眼神让苏七七觉得有情况，他暗扯江训的衣袖，低语：王爷，皇上不是想让你去吧？会不会太危险了？穆国公去了，父皇不会再让我去的。江训胸有成竹。那边太康帝早已收回了眼神，当初剿匪的折子一寻一报，他很清楚儿子中间的情况。真让江训上去未必不行，不过已经上了一个穆国公，再去江训反倒会让身边俩人更加争强好胜。太康帝放任他们互相制衡，并无意激发他们更大的矛盾。卢将军，最后一个便是你上吧。他最后确定人选。是，臣定不负圣恩。鲁将军是靠自己军功熬上来的3品将军，在大境内一直以剿匪为重任，上次便是他带领的江训。匪剿的多，但还从没有打过西戎，自己能得到机会很是看重。人选好了，便可以选普通士兵了。西戎能来大境，但他们人不能带进来太多。太康帝想带的一定都是训练有素的佼佼者。这个没法一个个细选了，就吩咐先抽调在场4批千户营中的前5，先上前5，等有人被打下来了，后5可以去补上。比赛紧锣密鼓的开始了，以穆国公身份最高年纪最大战守卫领头对阵。不消一刻，双方全亮开了身手，在教武场的擂台上打了起来。一时尘烟滚动，领将和领将混战一片，士兵和士兵混战一片。苏七七从没看见过这种决斗现场，不由得看上了头。怀彬对的正是那个浑身肌肉的西戎武将，听方才唱名叫呼延灼。怀彬以攻击为多，呼延灼防守为主。动作敏捷的岳力对打的是鲁将军，比起鲁将军也想以攻为主，岳力速度极快，鲁将军像没找到突破口，一直对岳力的招数连连防守。乌麦对的便是穆国公了，两人都是重武器，相比较前2个，穆国公的斧头和乌麦的金锤连连对碰出厚重的鸣音，算是2人对招有来有往。好可恶，他们还有策略，专门耗我们人的力气。擂台上千变万化，玲珑看出不对，在席位上眼恨。苏七七听着玲珑的不忿，他再看去剩下的双方士兵，士兵们看似都在奋勇对战，可西戎那边的士兵像是布置了战略一般，利用打斗间的位置不停移动，将大境的士兵和将领隔成了一道屏障，造成大境将领对西戎将领的时候，还要时不时的防御西戎士兵的袭击，时间一长，确实十分的耗费精力。王爷，这肯定是他们之前商量好的，不然怎么处处都严丝合缝，配合的这么好？没错，这种打擂久了，我们将领一个懈怠，可能就要被他们群起攻之赶下台。不过没关系，鲁将军他们快明白过来了。江训分析着形势，苏七七再看过去，他发现江训说的没错，
台上鲁将军三人跟对方鏖战许久后，发现不对，立马回到同伴身边。三人背对着被讲论形势。鲁将军、怀统领，他们在耗我们的力气。穆国公、怀兵，对方强悍，但还能打，主要西戎的士兵太过配合，我们的士兵没有这种提前训练。鲁将军，先打他们的兵，将他们踢下去。鲁将军到底有跟匪患打斗的经验，很快改变了策略。他们从跟西戎3个将领缠斗，到主打他们的兵，复跟他们纠缠。在混乱的场合中，他们身手极为利落。呼延硕三人就是想主攻他们，都有些障碍。眼瞧不多，他们同时也改变了策略，主攻大晋士兵。双方士兵到底不是老将的对手，不一会儿，双方就将对方的士兵踢了几个下高台。因为不能使用利刃伤人性命，所以西戎将领出手狠辣，很大程度上给大晋士兵弄上很多伤筋动骨的伤材扔下去，暂时很难及时恢复。第108章千钧一发。而鲁将军几人并未对对方的士兵手下留情，可就因为西戎这批士兵一定是经过训练的，他们有刻意在避免极大的伤害，而且比大晋抽调上来的士兵落下去的慢，这又造成了鲁将军三人的精力耗费。擂台上双方焦灼严峻，台上人看的也是神经绷紧。太康帝一直未言语，视线不移地注视着双方落下去的士兵，无人能从他的情绪中看出什么。哼，他们的士兵怕不是这样训练千百回了，赢了又有什么好猖狂的？徐敏文猛拍桌子，这一声响直接惊动了对面的西戎使臣。使臣瞧着不过是一个年纪不大的毛头小子，挑衅地回以讥讽眼神。徐敏文看见气得想站起来，凤阳长公主一把拉住儿子，他在故意激你呢。越是对方士气上涨，越要沉着，上面若乱了，下面擂台上的人也就乱了。苏七七从凤阳长公主那瞥了一眼，同样为下面的人担心。他暗自细数了西戎士兵的人数，又观察了一番双方士兵的补替情况。对方今日到场的士兵不过40人，全是交替上去候补的。这期间掉下去的士兵不一，不用怀疑，一定是经过训练的。西戎一个士兵掉下去，大晋这边可能都掉下去2、3个了，而且越往后掉下去的人越快，这说明是往后面抽调的人太多了。差距一显，再被上面的出手形势吓到，可能影响到了一部分人的心态。唯一的法子大约就是西戎这40士兵也有伤重或是力不及上不了场的时候，可要等到这个时候，大晋将领早就没力了。台下的苏怀也在目不斜视地分析情况。他是新头军这边的，因为对方出手狠辣，大晋这边已经换到了10名之后。百户长，我们就不能上去吗？我们也是从100人对决中出来的，眼看那边上去下来下去上去的人越来越多，这对后面的军心十分影响，您也见到了。我们今天既然来了，难道不应该上去试一试吗？在前一瞬，鲁将军为了护着被西戎士兵袭击的怀兵，他替怀兵挡了一击阅历的劲招，臂上被划了一道伤痕。苏怀忍不了一直看，他想上去试一试，至少他觉得自己不会下来的这么快。百户长自己看的都汗珠下滴，望着对面不停抽人上去。按理说士兵抽选这边他们大晋占便宜，就是上去的速度快，下去的也快，再往后结果也不会太好。他知道自己手里新兵正规差是差了旁边的人，但骁勇的有几名，其中苏怀就很不错。纠结一番，他硬着头皮跟自己的上级请示了一番。上级听到回头望了几眼新兵，不知想了什么，真就去了正在选派人手的4营队中。一番模样殷勤，不时指着苏怀等人。对方眉头紧皱地看着越来越后的士兵，再看看下饺子的擂台下面，甩头给了一个允许的动作。那过去的上级对着百户长摆摆手，比划了一个10的动作。百户长看明白后，大喜跟身后人比划，看见了吧？10，你们有10个人能上。而后殷殷叮嘱，一定要好好的打，打不过也要保护好自己，别还没上战场呢，在这伤得下不了床了，知道吗？知道。苏怀等人回应，紧跟着以苏怀第1名的身份带头，不时替补上去。擂台上形势更严峻了。因为鲁将军受了伤，对方的3个将领对他群攻不舍，企图将人打下去。而怀兵因为内疚，一直在旁护着鲁将军。苏怀自然而然选到2人身边帮忙。呼延硕以为苏怀是一个好打发的小兵，没用全力踹过去，谁知就被苏怀拉住了右脚，将人一拉一拽甩到了一旁。呼延硕意外不已，鲁将军和怀兵也大为震惊，不过是欢喜的，因为看见苏怀的衣服不过才是新参军，就能有如此本领，不由得来了士气。苏七七讶异，二哥上去了。江训不知道苏怀的身手深浅，倒听过徐敏文的身手，方才又能拖动呼延硕那个身高马大的壮汉子，想来不差。相信你二哥。好样的苏怀！台上的徐敏文见到苏怀和自己的新同僚上去了，且还表现不错，激动的大喊一声，这让对面使臣不得不注意到能轻易拖动呼延硕的苏怀。太康帝都跟着眼前一亮。徐敏文看久了，手痒的坐不住，恳求凤阳长公主，母亲母亲，我也要去，你不让我去，我求到舅舅跟前。凤阳长公主不懂打斗，但方才他们这边掉下去的人数实在不好看，中途偷看了好几次皇兄的脸色。他知道皇兄心里担忧的很，方才有点亮色。
儿子说求过去，他一点都不怀疑，与其阻挠，不如就让他去了，不然倒显得他妇人之仁。大不了伤一个起不来床，说不定届时他不必拦儿子，都跟不了大军去打仗。他摆摆手，去，若打不过了，好看点下来。徐敏文轻易求到了去打擂台的资格，欢喜的连句谢都没说，就跑了下去。趁着大晋士兵这边又掉了一个人，他补了上去。鲁将军受伤后又打太久了，就算有苏怀和怀兵帮衬，都疲惫不堪。他觉得越拖下去，怀兵和苏怀都要受他连累。有时一支军队主将的牺牲算不了什么，只是他今天的身份特殊，下去一个就算大晋失了一分。他想在下去前带走一个西戎将领。鲁将军跃到怀兵和苏怀的背后，低声跟二人出计：再打下去我就没力气了，对方的阅历好对付，怀兵你去激他过来。苏怀的身上绣有名姓，鲁将军直接喊起苏怀：你拦他后路，我到台边坐耳，一会儿把他拉下去。怀兵不愿，这怎么行？要去也是我去，我伤了你伤了吗？看我流血流干在这台上吗？别废话。鲁将军低斥。怀兵更加愧疚，但自知鲁将军说的话是对的，只能在紧迫的时间内收拾好情绪，去引岳力的注意力。岳力踢出一个大晋士兵，怀兵冲到岳力跟前，挥刀攻他下腿，岳力转身躲了过去，回头迎击。怀兵对击，如今台上已经不是刚开始一样可以随意攻守，能打下去一个人打下去一个。岳力直对怀兵冲去，怀兵边出招边后退，待到鲁将军跟前时，鲁将军一个前进，接过怀兵对岳力出招。岳力能感受到鲁将军尽力的不足，对鲁将军的招式更加凶猛，千钧一发，鲁将军臂上鲜血震流而出。鲁将军奋力用长枪绞住岳力的刀刃，挑扔掉两人的武器，他轻身向前，拉住岳力的衣领，后仰而下。第109章苏怀获赏识。这明显一人换一人的举动，让在场人无人不知鲁将军的用意。可岳力动作灵敏，同样识破鲁将军意图，企图逆转两人方位，回到擂台上。这让在场人都凭着一口气。鲁将军知道时机不可负，就让岳力调换位置，并死死拽住他的双臂，大喊一声：苏怀踢他！苏怀在场上就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怀兵和穆国公惹眼，不会有太多人为难他，以至于鲁将军喊到他的时候，他能及时做出回应。抬起右腿，正好在岳力逆转过方位的时候，一脚踢到他的侧腰上，将两人齐齐送到了擂台下面。一道铜锣声响，大晋和西戎各落一个将领下台，而方才鲁将军大喊的苏怀一名，同时落到在场人的耳里。鲁将军的伤势大家亲眼所见的，期间无人不为鲁将军的伤势感到担忧着急，就算能拖着伤势继续打下去，久了也是强弩之末。若是便这么下来了，除了让人惋惜点，谁都无法对这种尽力的将领进行怨责，毕竟鲁将军的坚持和对小辈的照应，大家亲眼所见。可没有想到的是，鲁将军竟然这么有血性，就算要撑不住了，也要拼尽全力带一个对方的将领下来，无人不佩服。玲珑郡主看半天了，急得一头汗湿，擦了又擦，终于看见对方没占到便宜，被踢了下来。他激动的鼓掌：六嫂，你二哥这一脚踢得好啊，太棒了，棒棒的。鲁将军也特别棒棒的，今天是热血的无比，不忌讳大喊大叫。玲珑喊得起劲，直接用起了苏七七当初夸宁儿的法子，一场无比。除了苏七七自己目不转睛的认真看外，江训还实时给他解答场上情况。就如苏怀之前跟鲁将军和怀兵聚到一起时，江训就猜到他们三人在商量策略，苏七七就顾不得走神，直到看见二哥把人踹了下来，才将心放到了嗓子眼里。二哥果然不错，苏七七不吝啬对自己亲二哥的赞美。上方的太康帝转头看了一眼兴高采烈吆喝的玲珑，再看向江训身边的苏七七，眼中久违的显露了轻松的情绪。他自顾自道：苏怀，朕瞧他那一脚踹的威风，西戎将领是不是爬不起来了？方才虽然是鲁将军被岳力按住的，可苏怀为了减少对鲁将军的伤害，特地往岳力的侧腰上踹了一脚，用力将两人从中再调换方向。被踹伤的岳力无法发力，只能乖乖的当了鲁将军的垫背。鲁将军下去后，及时被自己手中的士兵抬扶起治伤，岳力却捂着腰动弹不得的呻吟。西戎士兵没一个敢贸然搬动他的。被太康帝一本正经的讥笑，使臣的脸上不好看，方想张嘴陪笑，太康帝不给他机会，转头跟苏七七和江训打探这有本事的年轻后生。苏怀，方才朕听玲珑说是苏侧妃的哥哥是吗？这是二哥自己挣来的。苏七七没有替苏怀低调，他承认的与有容焉，且不忘感激凤阳长公主。回父皇，这正是妾的二哥刚投的军，二哥有今天多亏了凤阳长公主，妾跟二哥感激不尽。他说完向凤阳长公主回以微笑。哦对，苏氏是从凤阳长公主府出来的，场上还在继续，苏怀一直发挥着最好的状态。太康帝因受到前面低沉士气的影响，现在一改颓气，不免闲话都多了。他感叹，有着好本事好身手，竟然本就在自家人手中折腾一圈才让朕知道。老六凤阳，你们估值不懂引荐人啊，这种人才都藏。而臣哪敢？江训嘴上谦虚，但婉转想替苏怀多巩固太康帝印象，
将功劳全送给凤阳长公主。苏怀是从姑姑府中出来的，敏文也上去了，这全是姑姑慧眼识人，儿臣不过捡了姑姑的便宜而已。苏七七既然是凤阳长公主送的，苏七七的一家不就出自凤阳长公主府？就算现在苏家全是自由身了，之前从凤阳长公主府受到的惠及抹不去。一番知恩图报的意思总要表达，江训将好话都说到凤阳长公主身上，太康帝总会看着亲妹妹的份，不会薄待苏怀。凤阳长公主受了恭维，也会为苏怀美言几句。皇兄，哪是臣妹想藏，而是您身边的能人太多，臣妹想现，说不定您还嫌弃呢。臣妹就爱看有本事的儿郎自己正脸面，有本事的臣妹想藏，这不也藏不住吗？凤阳长公主之前就觉得苏七七运气不错，后来听说苏柏也有出息，如今更是没想到苏怀还能不落人后。一家子都是有本事的，没今天的事，她是金尊玉贵的长公主，但今天这个场合，她这个长公主怕是都要受前朝臣子称赞，日后美名远扬。而她更满意苏七七和江训的不忘恩，倒也不介意给苏家抬脸面。最后她叮嘱皇兄若喜欢，您可要一会儿给苏怀赏赐。给。太康帝十分爽快。凤阳长公主说完话，淑妃被今天的意外之喜都激动得忍不住笑了出来，以为只能看云贵妃风光了，谁知看了半天的五笔，风头先刮到她头上了。苏七七那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丫头，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哥哥，她有种被天上馅饼击中的感觉，偷偷给了云贵妃一个沾沾自喜的眼神。坐了半天冷板凳的云贵妃，牙齿乱打架，一往远处看自己那亲家，好像打不动了，人群里乱躲猫猫呢。擂台上，穆国公一门心思的想把乌麦打下去，不曾想实在是太难缠了，他中间又费力踢落了许多西戎士兵，快一个时辰下来，精力实在不济。乌麦的力气倒不比穆国公好多少，不过胜在年轻，狂追穆国公不停。穆国公苦不堪言，他就是打不动都不能带掉下去的，不然多损面子。怀彬，你过来。穆国公向怀彬求救。怀彬正对付呼延灼，见穆国公体力不济，他赶过去。乌麦见换人了，恼羞成怒，举起大锤就往怀彬身上挥。穆国公喘了3、4吸气，才能重新握紧斧头。而苏怀就麻烦多了，西戎士兵见苏怀身手不错，接二连三的有人耗他的力气，虽没落下擂台过，可这样他始终够不到呼延灼，5比就结束不了。第110章，太康帝警告西戎，江训被跟踪。徐敏文在对呼延灼，他身手不比苏怀差，就是力气上不如，对呼延灼踢打几次，对方都不动分毫。缠斗了几番，苏怀才能到徐敏文跟前帮他打呼延灼。徐敏文甩着手削皮累，我一个人可以接他的招，可打不下去他。你发现了吗？呼延灼打一会儿就要看一眼乌麦，乌麦勇猛但鲁莽，他们西戎士兵总会布局拦我们的路。我们要想乱呼延灼的心，就去打乌麦。乌麦不太受西戎士兵的依赖和保护，乌麦受为他会方寸大乱的。等呼延灼方寸大乱，就是推下他最好的时候。苏怀跟徐敏文商议，两人默契配合，就打算用乌麦扰乱呼延灼的心。正急打着，呼延灼猛然发现两人去攻击乌麦去了，他们已经没了一个将领。呼延灼不愿乌麦再被打下去，拨开西戎士兵冲了过去。乌麦被4个身手不错的人围攻，喘气如牛，一瞬间就被逼到了擂台边上。穆国公即将乌麦踹下去，不想被呼延灼冲上来踹了一脚，一把扑到了怀彬跟前。哎呦，我的老腰啊！穆国公捂着腰，龇牙咧嘴一叫。乌麦趁此一双锤子又砸了过来，苏怀用手中长枪一挡。怀彬见状，连忙推开穆国公，打横抱住乌麦，将他往擂台下推。这时呼延灼想过去，徐敏文挡得严严的。乌麦仰面朝下，手中双锤握得十分费力，蓦地2声闷响，双锤砸落在地。呼延灼听见动静，分神看去，徐敏文趁机给了他一个扫腿侧摔。穆国公想去捡徐敏文的漏，揉了揉腰，用斧子别住呼延灼的弯刀，将人往擂台边拉。就在到了擂台边时，呼延灼放弃弯刀，抱住穆国公的左腿，狠狠咬了一口。穆国公瞳孔放大，疼叫：“兔崽子，你不讲武德！怎么他受的都是这丢人的伤势？”乌麦那边已然支撑不住，直到擂台栏杆被3人的重力压断，乌麦被怀彬和苏怀合力踢了下去。呼延灼听到乌麦掉下去的闷哼，他这边也摆脱了穆国公和徐敏文，望见场上就他一个人后，苏怀等人转头便要围攻他。他脱下上衣，如狼似虎的盯紧让局势大变的苏怀，向他招手。苏怀知道他在挑战自己，同样丢下了自己的武器迎击而上。本身两人都是力量型的，谁不谁占便宜。呼延灼又打了许久，几下拉扯便被苏怀撂倒在地。他打不动了，但又不甘心，捡起地上的外衣，猝不及防缠住离他最近的穆国公。在呼延灼跳下去的时候，穆国公一个腾起，被带到擂台边缘。砰！他慌将斧头砍住擂台台面，显挂擂台边上。西戎3个将领全落下去后，整个比试结束，铜锣响后宣布大晋胜。之后是整个笑舞场此起彼伏的高呼大晋，威武太康帝万岁，声音震耳欲聋，让西戎使臣闻之切切。
使臣，不对，一定不对。那2个人，一个是从台上跑下去的，一个一定是资历久的武将，不可能是普通士兵，不公平，不公平！你的意思是朕糊弄你？太康帝闻言这跳脚的话，他一国之君的威严诚信不能辱，坦荡质问。使臣到底不敢在大境内胡搅蛮缠，提了疑问。明明他们跟前几批人不一样，若不是掺假，怎么会这么厉害？德海，把新头军的名单册拿来。太康帝不跟一个小小使臣斤斤计较有的没的，让身边人拿了头军名册，再让人指认给他们。话中毫不留情地戳穿：你们西戎的野心怎么样？你们自己知晓。朕的大晋也做出来了态度，尽管试探，到时你西戎自难收场。这一遭对西戎是个大打击，本来是想测测大晋的深浅，顺便壮自己军威，如今伤将败兵的回去，不知会不会影响西戎对大晋的觊觎。使臣目前不敢太过冒犯，被太康帝明着警告后，使臣哪敢继续胡搅蛮缠，看什么大晋名单册。西戎使臣离开大晋不久，太康帝对上擂台比试的将领和士兵都进行了个人能力的奖赏。而对于太康帝刚初次见便赞誉有加的苏怀，他不仅亲自又召人到皇宫里见面，其中还有徐敏文。敏文啊，从前你母亲总是说你在瞎胡闹，不如你哥哥，朕瞧你不比你哥哥差。太康帝先夸赞了自己的外甥。徐敏文挺挺胸，皇舅，我本来就不比大哥差，他也就强在比我能读的书多，不过大部分他都是被母亲逼的。您瞧瞧我的名字，读起来我就头疼，不如您叫我仲武，这是他弱冠后缠着太后给他取的名。敏文太文绉绉了，比他大哥还文绉，仲武仲武，这才符合他的气质。当然还好他是幼子，所以比大哥幸运很多。得，爱叫啥叫啥。太康帝一听妹妹家的教育头疼，俩外甥还小的时候没少听妹妹进宫跟太后抱怨，他都怕插手。太康帝又好好看了一圈的苏怀，长得是英姿飒爽，一身正气，不比徐敏文学武，但模样还是让凤阳长公主养的白面了些差。还想要什么赏赐？官职如何？他已经给苏怀赐过了金银，不过还想赏点有意义的。苏怀跪下，皇上若想给苏怀官职的话，还是等大晋出兵西戎回来后吧。太康帝反问：你怎么就知道西戎还敢继续狼子野心？朕会出兵。苏怀，因为西戎觊觎大晋国土，这是他们曾有过且不曾死过的野心，这次的试探就是信号。即便这次他们比武失败了，但他们的野心已经膨胀到难以收回的结果，就如同他们当初攻打大晋的时候一样，野心大过实力。行，待朕等你凯旋再给你。太康帝承诺。星号。6月，阳光灿烂，带着丝丝缕缕已显得暑热。姜逊下朝后，未与人结伴同行，待即将出宫门时，他顿不回头睨了一眼，一路亦步亦趋跟着他的尾巴。见到是这3人，姜逊冷淡道：偷偷摸摸的跟着我做什么？六哥，真羡慕你能天天见到我媳妇。七郡王垂着头，遮着脸，委屈巴巴，扭扭捏捏，偏还莫名的有种真诚感。姜逊觉得自己很幽默。第111章七郡王败家。林双火大跟苏七七抱怨：六哥，八郡王显得大方许多。六哥，九郡王没心没肺的跟着笑喊了一声：六哥，我家栓儿最近去您家找六嫂玩了吧？他心情怎么样？一天笑几回，提不提我？等兄弟几人跟姜逊问完好，七郡王还追着问话：姜逊，什么乱七八糟的？额头怎么了？他发觉不对，看见了七郡王额上的斑斑伤痕。嘘，六哥你别说出来，丢人。下朝路上，官员人多眼睛多，七郡王心虚的不行，一直不敢露全脸。被七弟妹打的，姜逊见状，想到最近苏七七跟他说七郡王和林双在闹别扭，有些猜到。七郡王一听姜逊直接这么认为，更丢脸了，示意姜逊跟他们同道走。之后4人坐在了一架马车中，七郡王自来熟的吩咐江河去六哥府上。马车里隐秘安全，没有外人打扰。在自家兄弟面前，他抬直了头，旋即接着方才的话。七郡王为了面子矢口否认，没有。又不到他打我，那也肯定是我先动的手，不怪他。呵，姜逊一眼看破这倔强又破绽百出的谎话，轻飘飘讥笑了声。他点头，知道了，紧跟着打开车门，江河到前面医馆停车，让3位郡王下去治治脑子。江河，是。不去医馆。七郡王闻声推辞，他一脸委屈：六哥，不用这么客气，皮肉伤没伤脑子。八郡王和九郡王听不下去了，两人互看了一眼，如实帮七郡王说明伤患缘由。八郡王给七郡王作证辩白：六哥放心，七哥根本就没跟七嫂打架，脑子伤了不会影响到心脏，所以长不出人面兽心，这是半个月前被七嫂扔玉石砸的，半月了还没结疤。姜逊。九郡王接话：结了，七嫂砸完七哥就回娘家了，七哥想法子要把人接回来呢，可能还是长了点猪脑子出来。前几天自己给自己又撞了一脑袋，想弄苦肉计，没哄好，七嫂回来半天又走了，七哥伤害严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姜逊听不得这泰国人才的主意。宣王府，本来这大半个月来林双就不太开心，
硬撑跟小姐妹们吐吐槽，倒也能撑得下去。可一想到前几天回府，他家那口子干的蠢事，再看看绣坊给苏七七送的衣服，知道还是江迅亲手画的绣样，他拳头都握硬了。发生了，我再单独跟他待在同一个屋檐下，我恨不得用枕头闷死他，喝水烫死他，吃饭撑死，走路摔死他，大太阳底下晒死他的大事。光钻空气没感觉，苏七七提前给林双递了2对龙眼塞手里，啪的几声，4个龙眼壳爆裂。林双舒服了，一屋的人苏七七、颜露和段雪都舒服了。苏七七俨然猜到林双家那个爱造钱的男人最近又造出了新高度，不是跟人商量退钱了吗？怎么还气大了？林双吹了手中的龙眼壳，给苏七七等人塞了1颗龙眼肉，才摇头叹息：别提了，我家郡王这辈子就该抱着他的石头过，谁家往上数十8代有他那么喜欢假山玉石的？他倒是去退了，可不知道人家咋忽悠的他，退着退着变成了又加5000两，换了一块羊脂玉骏马回来。那羊脂玉搬回来了，才发现是假的，我当时就砸了他。现在郡王府的家底都被他那些破石头掏空了。七郡王爱到玉石店淘一些玉石或一些没有经过雕刻的玉石料子，自己动手雕刻东西，因此在这方面的银钱花费巨大。若是他懂得细水流长收敛就罢了，但七郡王对玉石的喜爱就跟下了蛊一样，看到好的就忍不住买。前阵子花了1万两买了一块翡翠石料子，重要的是七郡王不是第一次买了，但1万两这么大的数目却是他第一次花。林双管着一个家中，知道家中府库根本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花费，谁知下次丈夫是不是更过分了，直接收拾了包袱回娘家，让七郡王什么时候退了狱拿回钱，他什么时候回家。后来家是回去了，一块1万两的翡翠石料子一下变成了15000两的羊脂玉骏马，羊脂玉还是假的，让下人去找商家，结果商家直接说丈夫是跟店中同样购买玉石的买家私下商议的，并不是买的店中玉石，退的钱是翡翠的钱。丈夫又转手买了别人的羊脂玉，跟他们没关系，明显的是被骗了。堂堂一个郡王做出这事实在丢人，又在上京中，七郡王怕闹大成了笑话，直接吃了这个闷亏。林双吃不下，又从府中跑出来了，这显然就是让玉石铺子的掌柜找托给骗了，又欺负咱们体面人家要面子，指定不会回头找麻烦。认真了起来，少不了先到衙门报一个案。你们家郡王这次真是吃了闷亏。颜露摇摇头，不禁庆幸他家郡王没啥费钱的爱好。苏七七咂咂嘴，还是不穷，穷了砸锅卖铁也要告。那咋办？你不能一直不回府吧？难不成要和离？应该不太行，有和离这种说法，但也只限普通人家，就算那样都要列举一串有理有据和离的理由，不然只能被休弃。皇家就更从来没听说过，谁敢嫌弃皇帝的儿子啊？和离倒还不至于，现在我俩没台阶，我下不去，他上不来，僵着呗。僵久了，看谁感情先散，没了感情谁心里都没火了，凑合过呗。反正那时家里就是吃糠咽菜，我都不会多余理他的。林双和七郡王是有感情的，七郡王爱古刀点玉石，也会亲手雕点簪子、手镯什么的送给林双，体贴也有，还没有大架子，府中又只有俩人，比那种长辈全住在跟前的日子爽多了。要是七郡王能戒了这个爱好，林双说不定也就愿意回去了，但他能再追加5000两买一个假货，爱得深沉啊。就算是皇子王孙，每月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花过了从哪多余省钱去，林双都能想到入不敷出的日子了。现在郡王府的钱记不上进账，还到支出，一点没寻常人家过得滋润。第112章，苏七七想买玉石床垫。府中林双的吐槽声不绝，江迅也快到了家门口。七郡王特地看了江迅家的马车位，果真发现有妻子家里的马车，多日没有跟妻子好好见面了，连进江迅的府邸都产生了一种近乡情怯的样子。六哥，我觉得您让六嫂好好把双儿劝回家就成了，别把我被骗的事闹大了，怪丢人的。不然回头进宫，有多嘴的兄弟想寻我开玩笑，说给父皇听我准挨骂。明明是郡王爷，走哪都应该亮出一个名头让人供着的，他就不爱招摇，所以不爱亮出名头让人知道，哪知就被骗了，被骗了他更不想让人知道。一路上江迅了解到了七郡王被骗的大致情况，上京富贵人家长大的面子比天大，莫说钱了，只要能维护外面的面子，谁都会装作没有这件事，这也就是一些奸商胆大的原因。不过还是他们有眼力，专挑了他这无害的七弟，没有惹到手段高明的，若惹到了，一个铺子使些手段也可以说没就没。你当真以为七弟妹只是因为你被骗了，所以才跟你怄气的？若这般想，不是你需要费心哄人回家，而是需要七弟妹处处迁就你。你连错误都不知道在哪里，挨骂也活该。15000两亏的不是面子，而是你的无知，大害也是小害滋长的，先将奸商惩处了，弥补了损失，为民除害再说。江迅拎起100径直走进去，8郡王和9郡王推着7郡王，七哥赶紧去吧，现在也就只有6哥6嫂能帮你了，你去接了七嫂回来，可比他自己回来重要多了。事发后，
他俩不是没各自在自己媳妇那让媳妇好言劝七嫂回家，只是他们跟自己七哥关系好，理所应当先为七哥考虑。媳妇们跟七嫂关系也好，永远对的也是那句怎么不让七哥先哄了人？难道他们自己夫妻间吵了架，都要女人自己给自己台阶下，自己消自己因为对方带来的气吗？而且这件事本就错在七哥身上，一句话让他们俩茅塞顿开，帮不了实在帮不了，多说一句他们都要闹夫妻矛盾。六哥就比较理智，一致为七哥找六哥帮忙。双仪阁内，既然咽不下气，最近又烦得很，那把七郡王的事往后放一放，15000两银子呢，扔水里都能听一天的响。被骗了，说不定还要让人在身后骂一句傻子。能赶一下骗这么多钱的人，定然是个老手，在上京城中早有贼窝了，找到不难，想想该怎么把钱拿回来。苏七七撑着下巴看林双犹豫不决，体贴道：林双，你都有底气跟七郡王闹掰，还没底气拿回自己的钱了，闹掰也要有自己的提鸡养自己啊，怕没了面子，又不是非要以七郡王被骗的名义报案，真想讨回来办法多的是。15000两是林双和七郡王闹脾气的源头，能要回来气确实能顺很多。她之前没逼着丈夫找回钱，是自己也觉得伤了面子难看，现今闹得府她都不想回了，若一辈子都不回去也不现实。她家里人都催了，说气过去吧，连她娘还要私下塞给她钱劝她回家，先把这15000两拿回来确实重要，该拿回来。林双眼神坚定。王爷带着3位郡王爷来了，绿罗见江迅带着人往双仪阁进，他站门口通报一声。苏七七几人闻声意外，跟着带林双3人去了外间，一见到七郡王头上破那么大口子，尤其还知道是他自己撞的，差点噗呲出声。林双瞥了眼丈夫头上的伤，冷漠道：不是晕吗？不躺在家里？双儿，你不在家我躺得下去骂我七郡王服软？那可不一定，一屋子的玉石哪个不可以给你堆起来供着？林双挑挑眉，七郡王越显得可怜，他越装的没大事，故意揶揄。六哥答应帮我找回15000两银子了。七郡王偷偷拉了拉江迅的衣袖，让他帮忙说话。江迅甩开他，走到苏七七跟前，单独对他耳语了几句，发现两人准备做的事，想到了一起去。之后苏七七隔开林双和七郡王，拍拍手打断他们目前有些连不上号的气氛。从方才林双跟七郡王说的话来看，林双其实还是需要台阶的。苏七七笑问：七郡王今天来接人吗？七郡王热泪盈眶看了林双一眼，忙着点头：六嫂，你跟双儿关系好，帮我劝劝他。苏七七为难地看了一眼林双，暗自向他眨了眨眼睛。林双看懂，别劝我，不回去。六嫂，双儿，七郡王不知开口说什么，来回盯着苏七七和林双。给我一个面子吧。苏七七拉拉林双的手，先回去，等咱们把15000两银子拿回来了，拿回来的钱一文不落的给双儿。他话落一半，七郡王接道。苏七七推了推林双，以一个很勉强的神态再劝，不然回去吧。林双叹口气，略动一点要回去的心，对七郡王道：那就回去呗，不过我要先回家，郡王从我家里接我吧。成。七郡王好说话。几个郡王妃和郡王走后，江迅很好奇苏七七的主意。我没想先报官打草惊蛇，给七弟找回钱，你怎么想？我也没想报官，先报官就要有原告和状纸，而且玉石铺的掌柜根本不承认七郡王是被他找托骗的，那个托说不定都见不到了，也没被告。苏七七圈住江迅的胳膊，突发奇想：王爷，我想买个玉石做的床垫，嵌在床上，铺上软垫，夏天睡着肯定凉快。听说玉石床可以美颜排毒，缓解焦虑疲劳，在上面滚来滚去都不会流汗。苏七七想体验体验。江迅一直记得苏七七特别怕热，没入炎下，他就让人经常趁苏七七不在房间时放上冰剑制冷，这还嫌热，难怪最近他少让自己搂着他睡了。喜欢玉床，我找人给你做，奸商手中的不太牢靠。江迅记得梁郎就有玉石产业的铺子，他手中或许有好的。第113章苏七七戏精上身。星号星号星号。苏七七和江迅想插手七郡王被奸商诈骗一事，不仅了解了七郡王被骗的史过，还找来了梁郎对玉石铺子追加了解。苏七七不知道梁郎和江迅私下的联系，而找梁郎变成了苏七七想到的重要线人。圣玉阁10年前兴起的铺子，15000两已经不算他们骗的最大的一次，而这又是在上京骗的。上京中人非富即贵，又没见他们沾染什么不得了的官司，这绝不是上京贵人光要面子一条。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梁郎发问。苏七七，他们背后有靠山，但靠山在大七郡王好歹是皇子吧，王土之下的靠山能比皇帝大？梁郎解释，不是靠山大不大的原因，而是圣玉阁的靠山盘中错杂。侧妃你想，若圣玉阁的掌柜并不将手中的靠山对旁人托底，而让他们左右逢源，在盘根错杂的人脉中，小靠山压普通人，大靠山压小靠山，大靠山怀疑自己并不是圣玉阁最大的幕后人，这样一来，圣玉阁付出的仅仅是逢年过节对这些靠山的孝敬，得到的却是这一层层人对圣玉阁无形的支持。
有这么多人在给盛玉阁兜底，那些人又能白拿孝敬，他们哪会在乎这众人平摊的风险？会觉得比自己厉害的人都在分盛玉阁这杯羹，自己又怕什么？盛玉阁可不就将这部分靠山攥得紧紧的，并且把自己伪装的来头不小。你不会想说这部分靠山都是朝廷里的人吧？苏七七回头看江训，似乎能想通，如果盛玉阁背后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那若真有人在这上面吃亏了，盛玉阁的人又觉得这人的钱可吃到手中，骗了对方，就算对方找来，只要说出一个比对方官职还高的人将对方唬住，谁会昏头了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盛玉阁真是不仅能将假东西卖高价，人心拿捏的也花。梁郎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是他打听到的部分和盛玉阁有来往的官员。整个上京除了官，还有什么靠山比这好用？这上面都说过盛玉阁的好处，每个人标注了官级，如今任职职位。苏七七看过来，发现最高的官居然还是一个侍郎。他在咂舌这些贪官时，绿萝来说林霜让人把自己要的东西送来了。苏七七收起纸塞江训手中，他迫不及待去看看七郡王的小宝贝。王爷，您送梁东家，我去瞧瞧。人走后，梁郎端的直直的身体松懈了下来，端起旁边的茶水吹了吹，品味了一口，略微随意。都是问同一件事，我还演得跟你不熟。你家那位最近在跟他弟弟搞新的小玩意，叫什么积木，又要扩张铺子，开什么巧宫阁？我现在觉得竞争力不小，再过几年怕是上京一半的铺子都要跟苏姓了。随他喜欢。江训忽略梁郎话里的诉苦，梁郎他其实想要那份积木的巧思。见江训不搭理他，梁郎倒没有睁眼红到死缠烂打，毕竟自己的产业广，不开新的铺子，一年也赚得盆满钵满。新鲜玩意留给年轻人吧。走了。他站起身，抬步要走。江训，等等。顿了顿，他拿出一张绘好的图纸交给梁郎。梁郎接过垂眼，研究了这四四方方的东西，眼神耐人寻味。你堂堂王府缺床用，还是这床有别的用处？转念他微喜，不会这也是苏侧妃挣钱的巧思吧？单独给我研究的，放心，跟王爷合作多年，这床赚了钱，咱们就5-5分。江训等梁郎把赚钱的美事想完，模样认真的点了点纸上的图示，一一介绍。夏日七七怕炎热，他想要一张玉石垫，我画了张拔布床的图纸，你照着图纸将整个床找人做出来，记得把床面的玉石打磨的精细点，钱就从我交给你的铺子里扣。梁郎握着一张床，当初修葺宣王府的时候，江训差点没把他的东西砍回成本价，没想到赚到江训的第一笔钱是做床，1万两不二价，他狠狠要了一笔。去往盛玉阁的路上，苏七七怀里都满了玉石首饰，这全是出自七郡王之手的宝贝。件件工艺上等，一只红玉髓狐狸雕的堪比大家画作栩栩如生，当皇子屈才了，要是去专门做手工，说不定能成一代大师。很快，苏七七和江训到了盛玉阁，苏七七抱着怀中的东西，独自迈下马车前。江训出声：没必要的危险不要冲动，江河已经潜进了盛玉阁的后院，引出他们的同党就成了，其他交给江河。我知道了。苏七七回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而后苏七七下车，径直往盛玉阁走。铺门口打扫的小工殷勤迎接：夫人，您进来看看，我们家玉石都是上京最漂亮的。苏七七伤感一笑，摆摆手，拍着怀里兜的一包东西：不买，来卖的都是好货。盛玉阁的生意不是太干净，这是铺子里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但头一次见当铺不去来玉石店卖的。小工一眼就能瞧出苏七七气质不凡，觉得眼前夫人兜中肯定有好东西。胡掌柜来客人了。小工对柜台上的掌柜喊了一声，隐匿的暗号语气让胡掌柜立刻抬头，一瞧就看见了苏七七怀里揣着鼓鼓囊囊的物件，明晃晃有种溢出的富贵在等着他，极快地走出了柜台。胡掌柜的心里高兴，可见面前妇人富贵非凡，脸色却不是很好，他做的一副关心样。夫人这是遇见什么难事了吗？苏七七垂着头，怀中东西握得紧紧的，沮丧不已。哎，妇人后宅的事快被人赶出家门了，拿点提己出来换钱救济一下。这换钱你应该去当铺啊。胡掌柜试问。苏七七摇摇头，编了一个凄惨的故事。当铺哪能当出银子，我急着用钱，也不能把东西这么糟蹋了，这有的都是我娘家祖传的，我家就我一个女儿，丈夫家不做人，我哪能把好东西都留家中，不如卖到有缘人手中。您这我瞧是玉石铺子中最景气的一个店了，我想托您给我找找人收不收。您放心，我不会亏待您，若卖了钱，我给您200两如何？这胡掌柜上下打量了苏七七2眼，徘徊着似犹豫这事是真是假。第114章苏七七江训破案。苏七七拍拍手中一堆东西的响，露出里面1-2件精巧的首饰，对方是多年做这生意的，一眼就可以看出好坏。胡掌柜眼力在身上，确实没有错过苏七七怀中一角价值连城的玉石，心动了但有顾虑，谨慎问道：您真是走投无路了，我瞧您这不是挺体面的。苏七七用手绢抹了抹脸，体面什么，都是夫家要脸面罢了，我若不穿得体体面面，他们都不让我出门，这些东西才是我的体面，
就指望赶紧挣的钱了。有了钱，我也就不受那份气了。掌柜的，您能卖吗？真不能卖，我就不为难您了。苏七七又抱紧了怀中的东西，打算转头走。夫人别急着走，没说不能卖。胡掌柜抬脚去拦。苏七七装的可怜，又装这么多好东西。盛玉阁连有钱有势的都不怕，哪里会怕一个娘家无人还被夫家欺负的人？立马就惦记上了苏七七怀中的东西。他问夫人：“您是想就寄存在这里卖？”苏七七笑笑：“掌柜的，还是一次脱手的好。寄存我实在不放心。当然，今天是我冒昧来的，就是觉得你家生意比其他人家的好，我以为能尽快卖出去呢。要实在找不到人，我多走走别处。要玉石铺子帮不了我，我也就死心往当铺卖了。当铺不能去，当铺总会给好东西贬价。”胡掌柜眼眸一转，他招手喊来刚才的小工，对着他耳语几句。说完，小工跑了出去。胡掌柜再转头跟苏七七解释：“夫人，您有所不知，我手中最近正好有一位正在收玉石的客人，做过几次生意了。我知道他家住哪，让小工去找了，我帮您搭线。要他觉得您东西不错，您就可以把东换钱了。”为了让苏七七不在中途变了主意，胡掌柜特地请苏七七到了里间会客的房间，之后又让一个小工去给苏七七沏茶。他偷偷摸摸的，不知去后院摸了些什么。在从后院出来的时候，手中也抱了一个鼓鼓囊囊和苏七七来时一样的灰布包袱。而就在胡掌柜拿着包袱去里间的时候，江迅带着一个着官服的男人进了圣玉阁，跟在江迅身后的男人战战兢兢地低着头。里间，胡掌柜找来的买家是个30-40上下的男人，额上有个痦子，身上锦缎华服，手上扳指戴了4只，表面敷得发胀，实际苏七七离一个桌子都能闻到他身上劣质的脂粉和宿醉的臭味。胡掌柜一件件的在两人面前估苏七七带来的东西价格，苏七七时不时就能看见胡掌柜那贼溜溜欢喜的眼神。全部东西数过后，胡掌柜扯着奸诈的嘴角开价道：“2两银子。”苏七七第一次知道黑字怎么写，他脸上早没了之前那副可怜兮兮，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反问：“怎么会呢？我这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2两银子还赶不上我外面套的布。”胡掌柜或许真是背后靠山多，从之前进门的那处把自己准备的包袱给拎了来。“夫人，您看清楚了，这才是您的玉石首饰，而这当然是我的了。可怜您夫家生活不顺，您还是拿着2两银子回家吧，不怕告诉您，我身后有大官，我想您一个妇人惹不起。”胡掌柜转手将那些真的玉石给了来的中年男人，把2两银钱扔给了苏七七。银货两讫，您请。他摆出了一个请的动作，而且他不怕面前女人跟他1哭2闹3上吊，他找来的人是混不吝，敢闹有的是法子对付他。想说你黑你还给了钱，想说你大方你抢了我那么多东西还威胁我，掌柜的生意做的也就这样嘛。苏七七悠哉泼了手中的茶，喊了一声：“王爷，听清楚了吗？掌柜的来头大得很。”听见了，本王将那个来头给带来了。门砰的一声被踹开，江迅带着个官服穿着齐整的文官，那文官脚迈也迈不动，直接跪倒在了门边的台阶上，扶着身子求饶：“宣王饶命，饶命啊！”胡掌柜惊呆了，连那个被找来装买家的男人都吓得退到胡掌柜身后。江河从屋顶上下来，跟着道：“王爷，刚才属下暗跟着胡掌柜到后院去，发现了更多的假玉石，足以证明他们作假已久。”他拿出几只劣质玉镯以作证明。苏七七也攥着2两银子跑到江迅跟前，把银子当罪证：“还有这，他们换了我真的东西，就拿2两打发我。2包一真一假的玉石还在跟前，靠山也在跟前跪着，人证物证齐全。明明以前做过多次的事，今儿一切都暴露在了人前。”胡掌柜吓得转身跳窗就走。江河身手矫健，跟着破窗追了出去。苏七七大开眼界，原来这胡掌柜还有身手啊！刚才我诱着人查了这人的来历，当过山匪，户部侍郎大人还曾是他的救命恩人。江迅陈述的平平淡淡，将一旁的官员吓得又连磕了许多的头。“王爷，臣错了，臣不该跟胡六勾结，臣也不得已啊。”半个时辰不到，江河就将人从外面扔了回来。胡掌柜人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来鼻青脸肿，腿也瘸了，面露凶相。江迅报了案，是上京知府带人捉拿回去的。尽管跟胡六勾结的是户部有为的侍郎，有江迅坐镇，一切阴谋都被审问得清清楚楚。户部于侍郎10年前还没这么高的官职，去别地就任，遇见了胡六这个被自家寨子追杀的山匪。胡六当时威胁于侍郎救他，两人勾结了半年多。于侍郎当初官场失意，胡六山匪当久了逢没钱，便偷家劫舍。于侍郎就是想阻止也不敢，因为胡六有2人勾结的罪证。后来轻易来钱的手段让于侍郎艳羡，不知不觉于侍郎被胡六用钱迷了心智，2人官贼勾结一路，以谋人钱财的手段砸了很多钱铺仕途。直到来了上京，于侍郎还以自己为官的方便身份帮胡六给其他人下圈套，拿住他们的把柄，一步步让那些人变成了胡六狐假虎威的靠山。
于侍郎隐匿其后，若不是梁郎有暗线生意，兴许苏七七和江训还真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官商勾结的贿赂。案子了后，查清了收受御阁贿赂的18个官员，罢免了他们的官职，又判了胡六于侍郎斩立决，此事才告一段落。星号星号星号，六嫂，这是什么东西？七郡王读着手中的劳务文书，很新奇很新奇，却又不太懂。苏七七，七郡王，这是完成您梦想的好东西，有了它再也不怕掏空家底了。第115章，苏七七帮七郡王找副业。六嫂，你说什么呢？不玩了，我答应刷，以后再也不玩玉石了，费钱。七郡王看着刚拿回来的15000两银子，有些理亏，把林霜接回家后，真有一心发誓不弄那些耗材的东西了，就是自己能坚持多久他心里没底。以为苏七七拿这东西目的是在试探他，表现得坚定不移的同时，又握着林霜的手加倍证明。霜儿，我真不玩了。林霜难得见丈夫跟她保证什么，被骗的钱还回来了，这几天又对她处处体贴，想信一信丈夫，真不想让她再碰这些，拉过苏七七道一边私语：七七，我瞧她这次被骗怕了，应该不会了。这劳务文书有什么用啊？别吓她了。这怎么会是吓呢？林霜，我问你，七郡王说不完玉石了，那家里剩的玉石他都卖出去换钱了吗？苏七七。林霜摇头，能卖就好了，还能补贴空了的银钱呢。只是他答应我不玩了，只拿那些留作念想，你说我还能说些什么？若当初能拿1-2件循环往外面卖，他玩这些费钱的东西也就完了，至少不会一直往外掏。家中堆积如山的玉石愣是一样不舍得撇，不然林霜上次不会那么生气直接回娘家。这次15000两也不过是被七郡王挥霍的冰山一角，当初郡王府建府皇宫按例给的10万两，宫中仅非补贴2万两，还有月月发的俸禄，本可以滋润过日子，也就是投到玉石里了。现在手中能用的钱加上他的嫁妆不足5万两，日后也就靠手底土地铺子的租攒俸禄，再把家业攒回来了。他能改是好事，东西舍不得卖情有可原，但这态度不坚定，谁知道什么时候又变卦了？难不成还要被骗一次家计性？林霜，我这劳务文书不是吓人的东西，要说实在的，你家郡王这爱好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恶习。我前几天的巧宫阁已经装修完了，你家郡王会雕个稀奇玩意，我供他玉石玩，只要他能雕完给出来卖就成。卖一件，按照这个劳务文书写的，提成给你家郡王钱，月末将提成全家进月节中，一来给你家郡王过了手瘾，二来还能有收入，郡王府很快就能恢复元气的。巧宫阁不拘于一种单调的宝玩，只要能做出好玩又精致的玩意卖得上价钱，苏七七就想法子生产。七郡王做了好些鬼宫球、玉石红豆头子、9连环这种趣味性的东西，足以有开发巧玩的潜质。钱质不能浪费了，但更不能拿着钱质发挥不到正地方，赚钱才能养得起来。这算是苏七七为七郡王找的副业啊！这会不会太降身份了？林霜大致听懂了，她缺钱，但又心疼自家丈夫，好歹是个皇子，怎么能当做玩意的小工？不抛头露面，家中做或者去铺子后院做，交了货拿钱就成。你家郡王手艺好，就比如一对玉石红豆头子，除去玉石本钱卖到1000两的话，至少分七郡王200两。巧玩嘛，会玩喜欢玩的苏七七一点，不怕他们出不了大价钱。这么多，林霜在心里估算了一番，一件就可以得200两，那多卖几件得的提成，不是比俸禄还多了？很快家中就不愁钱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提前投入什么，只要出一双手，反正丈夫的手却实巧。既然又能幕后又能赚钱，林霜立马心动起来，拿过苏七七的劳务文书放到了丈夫跟前，一脸捡到宝似的亲自给丈夫的拇指上泥印。郡王，六嫂说的对，你这么喜欢玉石一点，不玩实在是太残忍了。签了这个文书好，签了六嫂所有的玉石随你折腾。真的，不，说不沾就不沾了。七郡王不知媳妇和苏七七在一旁嘀嘀咕咕半天说了什么，贸然这么听没忍得住，一个急刹车赶紧拒绝。这么不经试探就说漏嘴的话，七郡王臊得脸红。要苏七七没跟林霜说合作前，林霜早冷脸了。现在七郡王大气不敢出，林霜不仅没冷脸，反而笑意温和，陷入了一种自家男人真上道的感觉。喜欢有什么不好说出口的？签了这个随你玩。七郡王已经把劳务文书看了一遍，上面说玉石由苏七七提供，他只需要做自己喜欢和苏七七交代他做的东西，做完之后交由巧宫阁售卖，巧宫阁和买家银货两讫后就给他寄提成，铺子光景好还会送他1-2块巧宫阁的玉石原料奖励。看来除了自己付双手的代价外，真是光明正大，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多问了林霜2句，再多观察了他的神色，确定不是林霜试探他的意思，美滋滋就着林霜亲自给他蘸的泥印按了下去。劳务文书1人1份，苏七七和七郡王各拿1份。之后就是七郡王做起副业的第一日，巧宫阁进了种类多样的玉石，七郡王手美晕了，一天工作量满满，神清气爽。
第二日，接着第一日没有完成的8层鬼工球继续做，临时接了一个青玉揪车，买家要的急，1日就要见货，转头做了揪车。第3日，单子渐渐增多，没了闲空。第4日，赶单子，七郡王埋头苦干。第5日，赶单子中，七郡王做完一件，接着下一件。半月，赶单子，七郡王烦躁。1个月下来，赶单子，七郡王看见玉石要吐了。苏七七见到最近无精打采的七郡王，有点不忍。哎，兴趣变职业，哪有不疯的？能罢免一小部分上京官员的事不是小事，大都已经听说了官员跟贼匪勾结多年的恶事。七郡王被骗的15000两银子，还是府衙走了一场流程才拿得回来。太康帝那里得知后，江训给七郡王找了理由，说是七郡王本意是为母亲贺寿，被骗一事才能轻飘飘的用孝心接过去。知子莫若母，但到亲生母妃景妃那翻不下来。儿子喜欢的东西，他哪能不知道？就凭他儿子洗衣送东西就送些翡翠玛瑙，他就觉得这事实际不简单，差人请了苏七七进宫了解。第116章，那你要一辈子让我调戏？训哥哥知道儿子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清楚的就是儿子被当冤大头了。要是儿子稀里糊涂的让那恶商当了靠山狐假虎威，人都完了。儿子的爱好也怪他，从小儿子读书不上进，到皇上面前尽孝心，他也挤不过。景妃自己更无聊，就带着儿子在宫里玩。首饰玉石摆弄多了，儿子大了就好奇上手学，宫里调个有手艺的太监不难。之后那老太监就什么都教儿子，不想教上道了，还没想到这花钱的东西会害人。托苏七七跟江训说说好话，看顾他这个傻儿子。苏七七想绑着拘着不是不行，但不如成全他，让他自己对这爱好狂热不起来。所以苏七七惦记七郡王手艺是一回事，还有帮景妃的忙。这阵子七郡王忙得黑天昏地，更有苏七七的手段在里面。劳务文书有中断的时候，但一样喜爱的东西变成最厌恶的东西，可没有重新再喜欢上的机会。一旁的林霜数着最近家常的提成，喜滋滋，没关系，干不死往死里干。苏七七一整个月下来，第2个月开始，七郡王跟苏七七隔3差5的告假，或时不时拿自己府中珍藏的玉石器件迈进巧宫阁。苏七七当作不解原因，怎么了郡王？我们铺子里玉石多的是，这不都是你最喜欢的吗？辛辛苦苦做的卖了多可惜啊！六嫂别打趣我了，以前我可能不舍得，但是现在卖出去一样，我心里轻松一分。七郡王亲着眼底精神恍惚，仿佛手都在抖。我最近做了多少东西卖出去，这算得了什么？他泛起了眼花，六嫂，求您了，我家双儿最近在家里算盘打的，我不进府都能听见响，每天对我嘘寒问暖，我不努力不踏实，但实在太累了，您少给我派点活，不然我不仅手废了眼，都要瞎了。家中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这铺子里的玉石虽然不属于自己，可也都是自己一个个做的，卖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已经是个脱敏的程度了，反倒是家里媳妇算盘不想她心慌，正好东西没那么喜欢了，就当卖出来回家听个响得了。毕竟媳妇她还是喜欢的。苏七七表示理解，懂。郡王这么说了，肯定不能这么累着了，休息几天，我回头多招点人。林霜那我会给你说说的，让他少打点算盘，算盘打多了手也会抽的。刚开的巧宫阁有生意，但还没那么红火，回头应该不需要去梁郎那掉单子了。谢谢六嫂给我想的这么周到。七郡王感动的抽泪。苏七七真有点七郡王倒过来帮他数钱的感觉。听完了七郡王诉苦，忙完了巧宫阁最近准备招工的事，已经傍晚了。苏七七直接坐上回府的马车，到了家门口，居然没有看见江训等他。苏七七奇怪道：“王爷今天还没回来吗？”绿萝，不应该啊，江河没过来说今天王爷会很忙，不然怎么也会跟您说一声的。江河那都没有消息，苏七七就纳闷了。他先径直回到了双仪院，看见正屋内已经亮起了灯火，猜到江训应该就在屋内，快步走了进去，蓦然发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只是确实江训在屋内。天罡黑烛火点的不多，透过若隐若现的昏黄光晕，江训坐在暖融融的光圈后面，整个人裹上了一层柔和的暖色。苏七七见江训，对他招了招手：“王爷，你今天忙不忙？我们屋里是不是换了什么？怎么？”七七过来这座。他话没说完被打断了，依着走去了江训的跟前。江训把苏七七按坐在自己身旁，仰头看了看新的拔步床，询问意见：“这张新制的床还不错吧？”苏七七这才意识到屋内哪里出了不对，是床换了，哪怕和从前的床很像，还是在细微处变了花纹，多了更繁杂的东西。朱色打底，金色勾勒纹样，四角漆上的匀称细亮，帐钩上挂了2层薄厚不一的香绯色纱幔，一层薄纱在前，一层厚纱在后。铺了新的丝绸软枕正在手边，苏七七坐了半天，总算想到了什么。他揭开半角床褥摸了摸，发现床板是玉石做的。王爷还真整了一张这床，他当时不过要的就是一个玉石垫罢了，没想到换了整张床。喜欢吗？江训轻轻问道。
嗓音带着笑意。苏七七坐在上面往后一仰躺了下去，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新床很舒服，还是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其实只要躺下在哪里都好，浑身的骨头都松展了开来，疲惫浅消。他对着视线追寻自己的江迅皱皱眉，不舒服。把布床送来后需要打扫布置，将弄好苏七七就回来了。江迅还没来得及试，见到苏七七皱了皱眉，一股失望的模样在眉间拧起。梁郎还告诉他，这床找的全是家具好手打的，这厮如今敢为了赚点银子跟自己耍花样了。苏七七拍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江迅躺下。你自己试试吗？之前为了准备惊喜，心中放了万分期待，如今荡然成空。不过江迅还是照话躺了过去。躺下的一瞬，苏七七翻身扑到江迅身上，按住他的胸膛，对着江迅的嘴角吻了一口，舒服极了。苏七七嗓音带着愉悦的甜，一双水盈盈的眼中泛着狡黠的光，旋即竟然发现江迅的脸颊到耳垂涌现了缠绵的绯色。真奇怪，王爷明明某些时刻对我一点都不客气，怎么还是被我欺负成这样？苏七七是真的有些没想通，若初时江迅和他不熟，又从没有经过男女之事，且对之无所适从，他张牙舞爪上去倒是理解江迅的纯情。可是他们明明都对对方再熟悉不过了，江迅还能被他这般捉弄到，真是让他觉得罪恶满满，又想更进一步。江迅听完身上人问的话，就感受到上身的衣扣在对方的手中一颗颗松动开来，一股好胜心使来，捉住苏七七乱折腾的手，反潜在他身后，声音暗哑克制：谁让你总挑在了我毫无准备的时候？你也记得我会对你不客气，那还敢这么放肆吗？他方才就是沮丧自己准备的东西没让苏七七满意，不想他惯会哄着他，又急又乱。这种招惹我真的会不客气。江迅没有急着翻身推过苏七七，而是单手拢住他的后脑，按到自己1寸距离前。距离之近，苏七七也不甘示弱，毫不掩饰地宣示自己的占有欲。那你要一辈子让我调戏，只让我调戏招惹才行，知道吗，迅哥哥？第117章，苏七七送苏怀金丝软甲。暗示苏怀。苏七七以为自己是头掉了肉的猛虎，正对自己嘴边的肉进行最高级的所有权处置，不想江迅却把他看作装了假锯齿的小猫。迅哥哥喊的是动听，不过气势汹汹的话，江迅却不完全接受，终于打算换个姿势，将落在苏七七后脑上的手滑到他的后腰上，一个翻转把人压到身下。比起苏七七温柔细致，企图不扯坏江迅衣扣的手法不同，江迅已经熟练了千百次般，手掌附到哪处的衣物就会松垮分开，直到两人炙热的肌肤贴到一起。苏七七在被攫取新鲜空气时，听到了江迅低喃在自己耳边：其实我也会招惹你。这句话以一种回荡仰眠的触感渐消在苏七七耳边，苏七七再想张嘴，已经说不出成句的话了，从而又被江迅迫着他不停地喊着迅哥哥。他大约明白江迅说的没错，他也会。星号星号星号。自打西戎使臣回去后，因双方都知道西戎大张旗鼓带去的武将在大境内输了比赛，西戎沉寂了1个月，大境边境百姓过了不少太平时日，以至于部分人都以为西戎不敢开战时，西戎在7月初的夜晚夜袭大境朔州。朔州穷苦城中人并不算多，且离真正储备了军事的城池相隔千里，本身属于备公，都寻不到打下这座城池的好处。朝廷早就有将朔州百姓迁居他地的打算，而西戎攻了朔州后，直接杀了朔州的知府，将人头悬挂在朔州城楼上，又将城中百姓一部分赶出城外，再派追兵追杀，让他们自行去找大境驻军求救。一部分放在城中施以残暴手段，朔州城内的人苦不堪言，朔州外被追杀逃命的百姓狼狈凄苦，就这般激发着西戎士兵锐气。听到如此虐杀，大境上下民情激愤，太康帝沉着用兵，不消3日，整顿了大军。剑南王挂帅统军，鲁将军和穆国公各任副将，苏怀和徐敏文因上次在擂台上表现较好，各被任参将。苏怀在走之前，除了与家里人告别，还亲自去了宣王府跟苏七七辞行。苏七七知道战场凶险，他也没旁的好法子，便让巧宫阁早早制了一身金丝软甲。二哥，这金丝软甲自打你有上战场的想法后，我就找人做了，还提前让人试验过了，刀枪不入，又加了一层防火的料子，千万记住，穿上了后绝不能离身。苏怀拖着手中的金丝软甲，说的作用无比神奇，但放在手中不过薄薄轻轻的一件，还抵不上妹妹几句话沉重。起先苏怀认为上战场不过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因为他会跟很多人一样远赴危险，直到要真去了，他发现带去的还有亲人担忧不完的思念。苏怀拍拍自己胸膛安慰：放心，二哥穿上后就当他长在身上了，绝不脱下。二舅舅小心，宁儿还没苏怀小腿高，这段时间苏怀来得多，每次都能给宁儿带来新奇的木质兵器。宁儿跟苏怀熟了不少，他不懂战场多远，他仰起头看着魁梧高大的二舅舅，上次擂台比赛没让宁儿这些小孩子去，不过一想到二舅舅是去打人的，肯定谁都没二舅舅厉害。江迅默默听完了妻儿的叮嘱，自己这才对于自己这个姻亲二舅哥提醒几句。听说你跟的是剑南王，
这是父皇有心想让少年出英雄，你要好好把握机会。一个能够统帅的将军，到底除了战场上拼杀，还要有能为全军排兵布阵的本事。因凤阳长公主的缘故，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跟着鲁将军或是穆国公，毕竟他们任何一个轻易便要带阵杀敌，实在是太危险了。徐敏文便是有些本事，战场上双拳不敌四手。太康帝同样不想让徐敏文以身涉险，就将徐敏文安置到了剑南王身边。苏怀无靠无着，太康帝也把他给送到了剑南王身边。最重要的原因可不是担心苏怀的小命，而是鲁将军对外敌的经验不多，穆国公已经老了，且从没上过战场，给他这个带兵的机会，是想全一全穆国公府的威名。只要他能胜仗凯旋，不算太康帝没给他机会，剑南王才是三人中有夯实战场经验的人，但也已经年纪不小了。苏怀能得此殊荣，说明太康帝有意培养新人，剑南王肯定会知道太康帝的意图。他当时在擂台上也对苏怀很欣赏。总而言之，剑南王不会缺了这次给苏怀大施拳脚的机会。苏怀知道，他抱拳。闻言，太康帝对二哥有这样的期待，苏七七不是全然喜悦，因为这不是完全的偏爱，反倒机会一半一半。能不负众望，二哥飞黄腾达；不能的话，也要占着一半战场的凶险。他倏然想到战场上一点点重要的信息。苏七七记得，比起大晋将士先胜利还朝，还会有举国哀伤的大将陨落。如今知道了带兵统帅的人有剑南王、鲁将军，还有穆国公，那会是谁呢？苏七七不知道为什么在刚来的时候很清楚大致剧情走向，可随着抽丝剥茧细致的微末剧情却总是模糊不清，想得头痛，就只想到了一个被西戎埋伏的峡谷，又再次提醒二哥，这是你第一次上战场，你千万别觉得西戎好对付不能轻敌啊。还有我听王爷说，这次交战地界有个落石谷，最易设埋伏了，你千万别被骗了，败兵更不要追。落石谷是苏七七缠着江训要他说出来的地方，这样才好光明正大提醒二哥，至少二哥不能因为好高骛远就对西戎松懈了。二哥没这么鲁莽。苏怀笑笑，往年剑南王庆贺完太后寿辰就会带着女儿离开，这次拖到这时候便是知道有此一仗。他在京中的府邸让人收拾着行李，扭头瞅自己闷闷不乐的小闺女，京城是没我们那自在，若待不惯我，让你哥哥来接你回去当小霸王。不回，我京城好朋友多着呢，等你回来我再回去。玲珑抱着柱子，盯着父亲的行李一箱箱的往外挪，心里有点乱乱的。他站直身体，爹就不能带我一起去吗？上阵妇女兵，谁是我们父女俩的对手？得了，就你那三脚猫功夫，鞭子都让人抢了，让你去不是让人抢爹的命吗？剑南王摆摆手，嘴里嫌弃，眼里倒是满怀关爱。第118章，玲珑勉励苏怀。玲珑上次被苏怀抢了鞭子，还在自己努力树立高大形象的小徒弟宁儿面前丢了脸，回来脸黑成了锅底灰。剑南王哪能不关心女儿？问了问丫鬟，才知道女儿居然跟苏怀动手。苏怀一个能拉着呼延硕腿把人甩飞的身手，那是没动真格。要动真格，不要当场把女儿从宣王府院内扔到院外。您怎么乱打探我的糗事啊？玲珑小脸涨得通红，作为他爹爹这样大将军的女儿，还被人抢了武器，让本来都因西戎的缘故对苏怀释怀了，突然蹭了把技不如人的火苗出来。王爷，凤阳长公主家的二公子，还有宣王府苏侧妃的哥哥苏怀来了，他们说求见王爷。正待玲珑苦想着怎么跟父亲接过这桩丢脸的事，不被父亲拿着这把柄回家跟母亲哥哥们开他玩笑，竟然听到苏怀找到家里来了，眼神炯炯，一步做三步到剑南王跟前，问那个来禀报的仆人苏怀来干什么。剑南王给了仆人一个将人请进来的手势，再对玲珑道：这次爹去战场，这俩年轻小伙子给爹打下手。对了，玲珑，爹瞧徐敏文模样不错，长得一张文官书生脸，生的一身武将好本事。你年纪不小了，从前你说咱们那里全上赶着巴结你，一个也是看不上。徐敏文怎么样？要喜欢，爹去凤阳长公主那给你打探口风。徐敏文玲珑从前还没见过吗？早800年见过了。若说他本性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徐敏文也差不了多少。他能从徐敏文的眼里看见洒脱爽朗，却看不见男女情谊，激不起他的兴趣。不要，玲珑一口拒绝。剑南王在想说什么的时候，人已经进来了，他索性闭了嘴，问苏怀和徐敏文来找他干什么。明日就走了，不好好收拾东西歇起来找我干什么？找我开小灶啊？甭想，到了战场该干嘛干嘛，没一个人可以偷懒。徐敏文上次在擂台很敬佩鲁将军，其实很想跟在鲁将军的身后，至少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和鲁将军抒发敬仰，还能好好发挥本事。到了剑南王的跟前，那是他知道有母亲的手脚在，黄舅舅也不想让他冒险，以为剑南王会拘谨了，他没想到是这个态度。您的意思是我到了营中跟大家一样？他弯了弯嘴角。剑南王悠悠反问：那你想要什么特权？即便他领到徐敏文这个人在身边，有皇上和凤阳长公主暗中让他照顾的意思在，可他也不会全然把徐敏文当小鸡崽子护的，年轻人不历练哪成？不，
您最好一视同仁。徐敏文来前本想让剑南王同意他去鲁将军那的，还想了颇多说辞，现在不用费那个麻烦了。剑南王一眼看明白徐敏文心中的算盘，见他没意见了，他转头问苏怀：“你呢？你要什么优待？”“爹，上次他伸手都在擂台上见了，能要什么优待？你这侮辱人！”玲珑，剑南王，我不是逐个问的吗？徐敏文，他被侮辱了还不知道？玲珑冲动了，他肯定因为苏七七和宁儿的原因爱屋及乌呢。徐敏文解释：“苏怀是我让他一起来的，他可没想要什么优待。”苏怀恭谨：“苏怀日后全凭听王爷差遣，不敢有优待之心。”“本王误会了。”剑南王爽快承认自己的狭隘心思，同时更加看好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少年，随意落了一眼视线回到女儿身上，发现女儿时不时的往苏怀身上盯，但苏怀从始至终规规矩矩。剑南王的东西还在被仆从往外收拾，里面不乏承诺的兵书。徐敏文好奇剑南王有没有什么他没见过的孤本，绕着书箱走，因此剑南王没急着将人赶走，偶尔自己也在理书册的时候跟苏怀或是徐敏文唠两句，不过多数跟苏怀说的多。这么说来，一家都不容易。他了解完苏怀的家中背景，难免唏嘘了一番。当初见宁儿那孩子乖巧可爱，女儿对宣王侧妃又亲近有加，再得知一家都是妥帖本分之人，竟让他有丝心酸在里面。也不怪剑南王会因苏怀的身世动容，他手中的将士多的是穷苦之家，并不会拜高踩低看人。比起生养长大我的父母，还有给了我自由身的妹妹，我已经算家中幸福的了，这点不容易比不得他们。苏怀可以很心平气和地跟剑南王闲聊，但牵扯到家人的话，语气不免伤感。玲珑想到苏七七暗自神伤，六嫂那么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从前居然这么辛苦。又听苏怀说有机会想好好报答家里，油然而发了鼓励之情。六嫂跟六哥很好的，你也别妄自菲薄。多谢郡主安慰。苏怀真心实意感谢诚恳待他一家之人，骤然抬头撞进玲珑明亮的目光里，脸庞微微生出一丝烫热。不解这股烫热，苏怀未免失礼，很快的掩了过去。玲珑郡主抿抿唇，好像苏怀这一谢把之前的丢脸都谢没了。启程在即，不止剑南王这边为出征做准备，平王和平王妃二人也匆匆在大军出发前到穆国公这里送了送。穆国公以为打了一个擂台，他们合力将西戎打败，怀兵是皇上亲信，不至于为了这事出征。鲁将军早早掉下了台，怎么都会是他统领大军出发，不成想剑南王压了他一头，成了听剑南王话的小兵。放心爹，就算前头有剑南王，我相信您也能立大功的，女儿等您凯旋。上战场是危险，可平王妃不知西戎如今的情形，很多都是从丈夫或者穆国公嘴里听到的，加之上次亲眼见到西戎落败，这次也不过是个立功的好机会，担心少了许多。平王心中甚是期待，岳父，我与母妃一块祝您大胜。太子现在回到东宫了不假，却听说太子走前心智被伤，行宫又估计凄凉，身子落了不好的咳症，直到现在还未踏出东宫一步。穆国公闻之宫内的云贵妃，看看眼前丰神俊逸的女婿，想到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第119章孙宇福藏的恨。大军在太康帝的目送下出发，当日上京4扇城门大开，百姓夹道相送。与此同时，关押孙宇福的天牢中出现了太子江衡的身影，行宫估计荒凉，又因是被孙宇福无情构陷。他去后不久就因郁结致使大病，直到他沉冤得雪，这才消散了许多心结，始终想不通表妹为何要跟着废后害他。待挨过身子大不好的时候，眼见着表妹的流放之期将近，他拖着半病的身子终是来到了牢房中。太子这一身银白金线的蟒手暗纹交领长服，模样消瘦，行销骨立，眼中惯有的焕发之色不在，细颈微微弯曲，在寻到孙宇福身影的时候，指骨暗自弯曲，又暗自放松。他想到那次宴席，他给自己泼的脏水，关的污名，就想亲手杀了他。但转念见到他蓬头垢面，脏乱不堪的伏在墙根，又想到他为何凄苦回京，心头之恨又淡了许多，终是无力唤了声表妹。孙宇福在暗不见光的牢中待久了，起先他闹过骂过，可谁都不理他，也不允许他自尽。若碰上狱卒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受一顿拳打脚踹。日子久了，一直没人来看他，他爹娘自己生的一对儿女都不曾来过。后来实在害怕再被打，干脆消停下来，每日就数着狱卒的换班时辰过，反应慢了，眼珠也发昏的不行。贸然听到一声表妹，孙宇福呆呆眨了几下眼睛，才反应过来，转头望着来的真是江衡，见他衣冠齐整，跪趴过去，双手扣着牢房栅栏，一言不发，只用一双浑浊的眼睛盯着太子，其中什么情绪不显，反倒是他在等着太子先说。太子不想审视他这个狼狈的模样，艰涩发问：你为何要害我？我们明明是亲人。听到这么直白的质问，孙宇福似暗暗松了口气，表情一寸寸的松弛下来，扣在栅栏上的双手也滑了下来。他侧靠在牢门上，哼着轻笑：我以为表哥来了后还要先跟我上演一副表兄妹情深呢，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配合表哥去演。
但表哥要这么问我的话，我倒对表哥另眼相看了。为何要害你？当然是看不惯你高高在上，所有人捧着你奉着你就算了，还要拿别人的一生为你铺路。我的一生毁在你身上，你说我为何害你？可惜啊，那夜我该害了你后直接自尽，说不定你当时便把命赔给我了。何苦来哉，让我又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我何时害你？你远嫁，我让人千里护送；你丧夫，我又让人将你母子三人接回来妥善安置，甚至不惜跟自己发妻起，举与夫妻离心，这便是害吗？太子想想，除了他做不了外祖父家的主，看着他们将表妹远嫁，他自认为真心实意待孙宇福以兄妹之情。孙宇福神情散漫地听完太子的话，不由得讥笑连连，坐靠在牢门旁，笑的身子发抖不止，嘴中冷嘲热讽：“你听听，我们英明神武的太子殿下就是不懂人间疾苦，认为送个亲，雪中送炭里帮扶一把，就是义了。”猛地他收起笑仰着头，扶着牢门，恨意翻天地盯着太子站了起来，对着他继续释放着不满的恶意：“我从前是把你当成亲哥哥的，爹娘都说你从小没了母亲可怜，我常去宫里陪你，每一次都是真心实意的。可到头来呢，我不过是家里给你巩固势力的垫脚石而已。”他伸起胳膊，指着一个并不知是什么方位的地方哭道：“那么远啊，嫁得那么远，连乡音都变得我听不懂，习惯我受不来，吞沙咽灰。嫁的人更是粗鄙不堪，听他的兄弟们用我听不懂的乡音对我指指点点。新婚夜我为了给他那些兄弟面子，我跟着他敬酒，差点醉死过去，我不敢反抗，因为是你，是祖父，是爹娘先抛弃我的，我无人可依，我需要靠着那个一面没见的男人过下半生。走前我去皇宫找过你，可你不在，我求爹娘祖父，他们说为了太子表哥这门婚事不能出意外，你听听都是为了你。可你呢，你懦弱不堪，钦定完了你露面了，我那时才15岁，为了不嫁那么远，我求你让我进东宫，没名没分都成，可你却斥责我不懂脸面，说什么你拿我当亲妹妹，不想用妾室辱了我。你打听了那个男人的家宅品性，没有高堂我嫁去不用受侍奉公仆的辛苦，他有胆有识，义气无双，待将士亲如兄弟，他不会薄待我这个发妻，还劝我乖乖待嫁。可你不知道，他根本不懂小意柔情，他也不懂诗书，不懂夫妻相处，他只会大方的把我当成他兄弟们的嫂子。他兄弟们没钱，要我拿家中银钱接济，兄弟们家中谁生了病，我还要替他兄弟找大夫上心慰问，连他兄弟娶媳妇都要我操持。那么多人我照应得过来吗？我身心俱疲，他连句暖话也不会说，只会提醒我还有谁没有照应得到。没人帮我，我如何能让自己不计较？我害你，你还有人在乎？我嫁去那么多年，我爹娘他们不曾时时记信念我。对了，说到癫狂处，孙宇福猛然收了音量，嘴角弯出一个鬼魅的笑意。我也不是害你一个人，我丧夫也是我亲手做的，不然这辈子怎么还有回来的机会？什么？太子瞳孔紧缩，不敢置信。孙宇福沾沾自喜地将太子这个他恨入骨髓的人当成是个倾泻的葫芦，什么都吐露给他听。他继续：我下了蒙汗药，他跟叶袭的西戎打斗时使不上力，不就没命了吗？一双儿女算得了什么？孙宇福的恨自远嫁那天就在积累，嫁去后过够了那种疲倦不停的日子，他想回来见见上京熟悉的一切，见见这个用他一生奉献的太子到底风光成什么样了。所以他下决心杀了自己的丈夫，让自己成了遗孀。后来又在丈夫发丧到上京时给太子递了封诉苦的信，他甚至不敢让亲生父母那边知道。第120章，太子卑微求和，淑妃臆造神迹。可是光回来又怎么能弥补他这么多年来受的苦？看着太子依旧是太子，于是他上了废后的贼船，明知道废后不是真心实意帮他，不过就是想拉太子下来，但废后的心思不是正合他意吗？他有什么理由拒绝的？遗憾就遗憾在太子居然还有复位的一天，不过也不要紧了，孙家的名声体面全让他败完了。皇帝将他做的事全归结到孙家头上，孙家苦心孤诣了这么多年，全成了齑粉，他不亏。太子听孙宇福跟他喋喋不休了2个时辰，话题从前的兄妹情谊一直讲到血淋淋的恨意，他听完了所有，听到孙宇福都累得不再言语，依旧站在牢门前受他毫不掩饰的厌恶，以一种自虐的方式受尽孙宇福对他的酷刑。父皇的旨意不容更改，但我会替你照顾好2个孩子的，我走了。太子失魂落魄地蠕动着干涸的唇齿，孙宇福并不恋于太子的这点照拂，便对他千恩万谢。他也是孩子的时候需要家人的依靠，可是没人给他依靠，他学不会也不想学会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隅之地，由天罢了。太子身子没有大好，刚走出孙宇福视线就喷了口血出来，周围远远近近的狱卒都吓坏了，他不让人靠近。他今天是来质问孙宇福为何对他做出那些恶行的，不意外的听到了答案，但却不知是因为先让他承担了那么多苦难。当初他为了表妹的婚事，他劝过外祖父更改，那么远实在不适合表妹。时光太过久远，他忘记是因为外祖父用什么理由把他说服了。表妹去找他，他也忘记了当时为何没在，是太忙了吧？直待太子带着满身的疑惑走出大牢门口时，
一抹鲜亮的衣摆落进他眼底，抬头便见是自己的妻子。殿下身子不好，回宫吧，别叫东宫里的人担心。太子妃从袖中拿出一块浅蓝的绣帕，对着丈夫嘴角擦过残留的血渍。太子妃神情专注地擦完，便把绣帕递给了旁边丫鬟。太子想趁机拉过妻子的手，太子妃不着痕迹一躲，跟经常照顾太子的小太监吩咐扶太子上车。妻子对自己的疏离太子不是没有所感，自打他回到东宫后，他旁的妾室都有时不时来关心他，唯独妻子只早晚各来一趟，每次说话也是客客气气地问他身子如何。太子感觉他离开东宫一趟，把妻子的心丢了。我只是想问问孙宇福为何要害我，没有旁的意图。在只有咕噜咕噜的马车轮声中，太子木讷解释，去年把孙宇福接回来的时候，两人实在闹得太难看了，碰到一点孙宇福的事，他因着愧疚冷静不下来，妻子因着脸面也一点就炸，他很怕又弄得妻子心中不开心。说完偷偷去妻子，发现妻子脸上并无多余的表情。臣妾知道，殿下不用解释，您如今养好身体为重。太子妃平平淡淡的回了句，不知为何这么不冷不淡的话，竟然让太子心中有一瞬的失望，反而想念去年妻子的鲜活。他有刻很想让妻子和他吵架的冲动，若吵起来，他必然要抱住好好解释一番，总比这样不亲不敬的好。回到东宫，太子见妻子往寝屋进，他埋头跟在身后。太子妃蓦地停下，殿下，臣妾让人给你留了饭，你回去吃吧，记得把药喝了。我能搬回来吗？他指着面前的寝屋。太子回来时身子大不好，太医建议要静养，他也不能为了自己让妻子搬出主屋，就自己挪了一个屋睡。现今身子说好还留点病根，说不好就像这样已经可以勉强出门了，很想搬回和妻子的屋中。当初宴席下和孙宇福的事洗清了是诬陷，但他和妻子两人实实在在起了很大的不快，现在说什么都觉得虚心对不起。太子妃措手不及，没想到丈夫会说这话。她因着当初的事，她怨恨了他，什么戳心窝子的话都说过。两人像遭了场大劫，还没能熟悉大劫后的对方，她不知如何越过之前的不快。同住是不太想的，李淑妃那行吗？太子被不待见的拒绝，他难受的咳了2声，在大牢中吐过血，咳了之后还能感觉到口中的血腥味。太子偷瞧妻子的眼神，却在他将眸光落到对方脸上时，太子妃先一步喊太子贴身的太监。太子咳嗽了，快扶回去喂药。随后太子被强扶着回了自己的屋。太子8月初，苏怀和剑南王的大军已经到了边境，大军一扎住下来，西戎立马收了之前的张牙舞爪。之后剑南王沉着步兵收拾了攻陷朔州的西戎兵，第一战出兵告捷。消息传到上京，太康帝朝堂上大为表彰剑南王神勇。宫中云贵妃着急，把儿子儿媳叫来问了问，都是一起去的。剑南王这么快就立了功，怎么听不到穆国公的一点动静？平王妃凭着自己的略毫经验劝道，母妃才到哪，再怎么一开始也不能争了统帅的颜面，后面父亲一定能立功的。平王就是母妃不急。云贵妃怎么不急？太子瞧着最近身子好多了，还能来宫里跟皇上说话，假以时日，龙宠又恢复了。咱们笼络这个，处好那个，最后都不如太子一个人在皇上心中重。更埋藏在心底的话就是，太子身子竟然没就此衰败，若他病死了，什么事都好办了。可太子在一天，自己儿子就被压一天，他可不敢轻易对太子出手，生怕落得废后的下场。云贵妃的焦虑亦是淑妃的焦虑。这边楚灵英终于在淑妃忙着和云贵妃斗法，不被淑妃立规矩的时候怀上了。淑妃想到当初自己怀江辉的时候，就因为宫中夭折了多个孩子，才显得江辉珍贵，和太康帝过了许久一家3口的日子。若能为楚灵英的孩子添个神迹的彩头就好了，说不定地位会一跃在众皇孙之上。他想到这个主意，眼眸发亮，向前招手，显嬷嬷过来。第121章身孕。战场瞬息万变，前儿还有剑南王率兵一举夺回朔州，以一场胜战给西戎重重一击的好消息传回上京，普天大喜。之后几天，却因为安排手中大将兵分2路对西戎夹击出了问题，造成3万将士陷入西戎陷阱，只有一半生还。原因是穆国公战中轻敌，被朔州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且朔州的军功都是统帅部的局亲自率兵攻的城，战功并不记到其他人头上。之后的战役，剑南王需要让手中的大将协作，先合力夺取西戎一方营地。穆国公急争为自己做出一番成绩，跟着鲁将军合作打下西戎的一座营镇后，他越战越勇，不听指令，逼供了其中西戎的官将，执意带着手中的3万将士去打西戎的另一座营地。不妨西戎早层层布置了陷阱，穆国公带着人还没冲到跟前，便被人团团围住。若不是那只是西戎一部分微弱的陷阱，连他们自己都不曾想会引来这么多大进兵马，穆国公可能就不是折了一半兵马，而是全军覆灭。等他带伤狼狈逃回来的时候，剑南王大发雷霆，你也是老人家了，怎么还跟毛头小子一般急冲急撞？没有完全的准备和了解，
敌人的营帐是随便可以闯的吗？鲁将军当时没有劝住穆国公，望着他现在臂伤、刀伤的模样，自己也跟着告罪：王爷，也怪我没跟穆国公一起，若是去了全灭他们是可能的。剑南王听得火大，废话，要让整个大晋的百姓手拉手往他们营地走，一人一脚也能踏平他们。关键是谁的命是贱命，只有好好商议策略，才能减轻没有必要的伤亡。折去的15000个将士，他们只能听主帅调遣。主帅作战失误，要去的是他们的命，他们何其无辜！他没将这次的西戎放在眼里，想当初大晋先祖们跟西戎打的时候，那真是国弱力弱，每一天的伤亡都是为了守住国土，在死死坚持，用人命垒城墙，直到把西戎也逼得无可奈何，大晋才险胜对方。如今这次战争根本不用这么惨烈，说不定就能用此次战争的爆发，让西戎对大晋称臣。谁知竟然遇见这么沉不住气的主帅。穆国公被训斥得老脸通红，宫梅利道担了15000人的性命，他不吭一声，死死攥住被角。他哪里想到西戎居然会在自家家门口挖那么多陷阱。穆国公带领下将士丧亡的名单传回大晋，一时间丧亡将士家中挂起白帆，漫天飘着纸钱。太康帝收到折子，知道穆国公冲动行事，当朝骂了句没用，随后让户部对这无辜丧亲的家中进行银钱补偿。后宫的云贵妃知道自己亲家居然丢了这么大的脸，心中瑟瑟发抖，生怕太康帝将气撒到自己身上。平日里他会跟淑妃暗暗较劲这6宫事务的主动权，而最近他不敢闹腾出大事，便收敛了和淑妃相争的心。淑妃反而因为云贵妃的亲家在前面不争气，明白最近云贵妃不想惹事，更给了她着手神迹的好时机。显嬷嬷，东西准备好了吗？记得不能出了差错。显嬷嬷万分保证，您放心，那都是外面好手训练的，只管到时冲着10郡王妃送祥瑞。这就好。淑妃听到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嘴角弯出一股期待的笑容。太后最近身体不好，总频频思念起先帝，即便是前方出了败仗，太康帝孝顺也不会让太后闷闷不乐的。他早跟太康帝建议在宫中办个赏花宴，届时热热闹闹的太后定然无暇失落。再一楚灵英目前胎儿快满3个月了，等神迹在他身上出现，他再跟众人戳破楚灵英有身孕了，那么他肚中的孩子必然受到重视。太后又信佛，多年遇见这样的大好事，就是身体还不好，心情也会大为改善的。宣王府，苏七七自打苏怀去了战场，心中忐忑不安，最近不知是担心2个，还是被15000多亡命的将士影响到了，整日精神头倦倦，午后睡完觉还是晕头转向的。他摸了摸旁边已经没了将军的身影，竟缓了缓神，听见外面有嘈杂的鸟叫，爬下床推窗往廊檐下看了看，正见将军拿了一只极细的木棍逗鸟，是喜鹊。苏七七趴在窗台扶着下巴，笼中2只黑背紫羽的喜鹊似乎很喜欢将军的逗弄，争着咬他手中的木棍。最近外面丧事比较多，听听他们的叫声，区区晦气。将军放下手中的木棍，抬手打开笼子的小门。苏七七发现不对，忙叫挨跑了。洞口一开后，2只喜鹊像发现了什么新奇的好东西，一只一只的往外探头，飞到笼子的外壁上，再展翅往更广阔的天空飞去。而后只剩下空空的笼子，还有若无其事的将军。王爷，他们还会回来吗？会不会死啊？苏七七看着外面再没有黑点的蓝色天空，觉得飞回来的可能不大，大概不会了。他们有半不会死的，而且只不过是跑来歇脚的，他们有地方去。将军，苏七七听到喜鹊不会死，瞬间放下了心来，刚睡醒又打了一个哈欠。你怎么最近总是这般累？不是才醒？将军走到跟前，手落在苏七七的眉心，给他揉了揉，一揉下去，眉间酥酥麻麻的。苏七七更提不起精神了，干脆歪到将军身上。不是有身孕了吧？有点跟你当初怀宁儿似的，整日无精打采。将军的话还在苏七七耳边轻轻荡着，苏七七不在乎一笑，怎么可能？咱们不就宁儿一个孩子吗？为何不能多？将军直觉这话不对，说的他好像除了宁儿这个孩子再也生不出来了一样。无形中紧圈住苏七七的腰，心中暗算了算日子，发现过了4、5天了。他声音隐晦：七七，我们最近是不是没怎么消停？你最近也早过了月事。苏七七脑内轰鸣一声，他最近是过了月事来的时间，不过因为他小日子不准没在意过。原文中只有宁儿一个，可现在变化太多了，就不代表没有意外啊。他下意识捂住自己的肚子，怔怔白了脸，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王爷，我怎么有点肚子疼了呀？第122章孕期第1页。料到家中可能添新人了，苏七七和将军大为紧张，忙找了大夫过来。可能是2人猜错了的缘故，也可能是日子太短了，大夫神情紧绷的把了许久的脉，才确定道：恭喜王爷，恭喜苏侧妃，有喜了，看脉象大约有1月余。闻言，苏七七条件反射，双手附在肚子上，不知是个什么心情，反正久久说不出话来。将军比苏七七先反应过来，他细致问道：方才内子说腹痛可有碍？腹痛是月份太浅，胎儿
还没坐稳之兆，原是好好养着，待3月之后胎相稳固就没事了。方才在下探测妃娘娘脉象，发现有些精神气不足之感。大夫此时声音骤低，去了江训一眼，硬着头皮叮嘱：若要胎相稳固，除了安胎药要赶紧准备，还要克制房事。话外意思，怀着孕还累得有动了胎气之象，能不有隐痛吗？幸亏发现的早，赶紧安胎药喝上，好好养胎，少熬夜，做些有的没的。大夫将原因料这，苏七七和江训唰的一下脸色红了出来。原来最近他们把孩子累到了。大夫之后又开了几副安胎药，绿萝跟着就去煎了一副。江训望着苏七七平坦的小腹，不知为何又像回到了当初他怀宁儿时的模样。他们有第一个孩子时，江训只觉自己要当爹了，很晚才对苏七七腹中的孩子有一种骨肉之情的认知感。如今两人又要有孩子了，江训心中明显比上次更早要有种当爹的期待。要吐吗？绿萝将安胎药端来，一碗药热气腾腾，江训在小心地帮苏七七冷凉着，期间药味浓重四散，他有些担心会熏到苏七七。苏七七双手敷到肚子上，吞了吞嗓子，没觉得难受，摇头不想吐。乖，江训对着苏七七的孕肚夸了夸。苏七七觉得孩子现在连形大概都没有，应该听不懂吧。许是这个孩子的到来实在是太悄无声息了，苏七七很难置信他真又有孩子了，双手一直没落下来过。而等到江训把第一口安胎药送到他嘴里的时候，熟悉的味道打开了他怀宁儿的记忆。那时孕吐又在北院的他，日日夜夜恨不得把肚里的娃塞给江训，让他怀一次。王爷，你说咱们的二胎不会像宁儿一样折腾人吧？话里带着一点点没有掩藏的抱怨。苏七七怀宁儿时至少1半的月份，江训都没体贴过他。再来一次，他能放过江训？江训，孩子不在他肚子里，他真说不好。但见苏七七这般问他，他想孩子折不折腾苏七七，取决于苏七七折不折腾他。我会多跟孩子说说话的。之前江训在苏七七那里饿不到一种叫胎教的说法，他尽力。夜晚，床幔外荧光点点，既不耀眼的会刺到床上，影响到苏七七睡觉，还能让他一掀帘子就能看清外面的空间。瞧清一颗颗发光的来源，才知道是夜明珠。王爷，怎么又摆出来这么多夜明珠？这些夜明珠绝不是上次缝在江训床顶上的，因为那些都到了苏七七的小财库中。后来屋中只会点烛火，偶尔半夜留一盏微弱的灯火，不像今天一样一掀开帘子会有这么多夜明珠照明。江训忽略他白日里亲自到库房挑珠子的事，只防范于未然道：怕你起夜我不知道，烛火不安全，夜明珠照明防止你磕到碰到。咱们睡吧。江训拉下帘子，在自己毫无困意下催促着苏七七休息。才刚虚时，根本不到苏七七睡觉的时辰，他睡不着的扭动着被江训箍住的身体，怎么都睁不开，更不相信江训是真睡了。王爷，这么早你睡着了吗？王爷，训哥哥，喊了几声，江训不为所动。苏七七下了绝招，凑到他耳窝旁喊着两人私下的称呼。江训果然睁开了眼睛，苏七七眨着夜晚黑漆漆的眼珠子，委屈，我不习惯，会伤身。好像两人以往入睡前的亲密刻在了习惯里，突然这么必须规规矩矩的，就像大鱼大肉吃惯了一声不吭换成了清粥小菜，寡得很。江训已经尽量克制自己忘记寻常这时候会做什么了。苏七七闻言，江训给了一个这么反应，他松口气，原来不是他一个人不正常。他就说有些事怎么会是说戒就戒的，不过确实不能胡闹。王爷，难受就别抱着了，越抱我越睡不着。他想个睡硌的总降了吧。江训听从苏七七的意思，松了松手。苏七七没了江训体热对他循循的传递，呼吸平稳了许多。江训怀中少了一个人，反倒不是更显了，侧身瞧苏七七黑暗里的轮廓。睡了。苏七七好像怎么换俩人总有一个不舒服的。他慢慢的移回江训的怀里，贴着江训的胸膛温吞着。王爷，你背书给我听吧。好。江训选了篇写景的文章，开始侃侃而背，豫章故郡。朗润带着克制的声音在苏七七侧耳响起，深夜的一切都显得清晰，那声音又如同不经过任何阻挡，直接过渡到苏七七耳窝里。不过已经是躁动的心在不安宁的夜中最近人心肺的存在了，起初的不习惯降去了很多。苏七七跟着江训背的每一个字，畅游山清水秀的滕王阁，慢慢呼吸规律了起来。江训发觉怀中人彻底熟睡了，他听了声音，似乎自己的难受也缓了不少，跟着一起闭上了眼睛。苏七七有孕的时间还太短，几乎除了几个贴身必须知道将苏七七当成孕妇照顾的人，并不打算往外泄露，要等3个月满为妥。宁儿是个小孩子，告诉他太早了，显然保不了密，也不知道让他怎么理解娘亲扁平的小腹，如何会在10个月后生出一个和他血脉相连的亲弟妹。所以苏七七和江训打算在肚子鼓起一点点之后再说。淑妃办的赏花宴日子定下来后，苏七七和江训都收到了邀请。既然是赏花宴，肯定花卉繁杂，七七你到时候当心点，别吸不好的东西到身体里。
出门前，江训交代。第123章赏花宴及兆头。王爷，你以为就咱们自己家的花，我能认识几朵？苏七七就没那赏花的闲情逸致，别人见到花能吟一首诗，他只能挖好大朵，再不得了了，只能拍拍手夸，粉的黄的蓝的好多啊。很识趣的明白，不去凑那热闹，坐那喝喝茶，和林霜他们聊聊天多好。江训被苏七七这话逗笑了，他好像真从来就没赏过。苏七七怀了孕，面上就不能上那么深的胭脂，绿萝为了不给她的身子增重担，连衣服都选得轻薄舒服，头上也只简单插些小东西。江训看了看觉得不好，从苏七七的抽屉中捡一支鬓边海棠簪插上去，大朵的海棠花瓣脉络清晰，层层绽开，有点今日赏花的意思。带朵花讨个彩头，去了也不算送个人傻坐着。苏七七长得就是娇俏模样，年纪小的时候不打扮清秀，长开后艳丽就出来了几分，再稍一装扮，艳丽更盛，隐隐寒光的姿色比海棠还艳。到了皇宫御花园，远远就能看见人群叠堆，林霜和颜露还有段雪各从御花园的3个方向走来。林霜上前亲热地拉着苏七七：“七七，你去舒和宫了吗？见到时郡王妃没？今天是母妃组的局，她早忙在御花园了，我哪里能去舒和宫见到人？知道是淑妃全权负责这次的赏花宴。”江训就说不用去舒和宫了，淑妃定然没空。那倒是，淑妃正在御花园里摆置食物呢，就等着迎太后祖母了。段雪往后面指了指。颜露为苏七七抱不平，在舒和宫见不见到人是一回事，但去了舒和宫，淑妃有心，你总能去歇歇脚，没心不见得她现在宫里没藏着一个儿媳。啥？苏七七不解。林霜瞅颜露，好了，你别阴阳怪气了，七七不是那么不大度的人。他拉着苏七七贴近了道：“你还不知道吧？时郡王妃来的可早了，我们来前碰着了，见她小腹微隆，似乎怀了。这淑妃娘娘明面上是哄太后开心，怕不是为了显摆时郡王妃的肚子。”苏七七，果然淑妃不干白费力气的事，这怀身子喜是喜，但迫不及待要让全场人一起知道，难不成是楚灵英这胎给她托好梦了不成？七七，你快来帮母妃招待你几位嫂嫂弟妹，这云贵妃病了来得晚，这么多人，本宫真是乏力。淑妃站在石亭下，话说的辛苦，脸上的笑意真是抹不去。林霜，我见你脸色不好啊，你去平贺张王妃跟前，他们还不拿鼻孔哼你，淑妃娘娘真是的。苏七七，倒不至于，母妃她风光，我是她儿媳，不是一块粘着吗？他们还不至于不给面子。苏七七不怕平贺张3个王妃，云贵妃真病驾病还能看不出来，平王妃要收敛，贺张2人就不敢不给她面子。3位嫂嫂，你们坐呀。他走到跟前，和围在一起的3位王妃问好。平王妃的父亲穆国公打了败仗，嚣张不起来，争6宫之权的气势，垂了垂眼去看苏七七的肚子，又半句不提苏七七。时郡王妃怎么还没来？不会在舒和宫休息呢吧？淑妃娘娘未免太心疼了些，跟要得头孙似的，不会今日连宁儿都没见到吧？今日来的还有皇孙们，不过为了不莽莽撞撞的坏了现场的布置，都统一带到别处玩去了。但到底是许久不见的孙儿，还能有机会见到孙儿的，都提前见了。淑妃为了忙宴会，确实没将宁儿放心上。平王妃说这话，自是也知道了时郡王妃有肚子的事，就对淑妃这厚此薄彼的样子感到有趣。张王妃意味不明来句，平王妃嫂嫂糊涂了，到底还是不一样的。贺王妃没说话，但是拿着手绢掩了掩唇。别人笑话苏七七，苏七七也被今天大家的反应逗笑了，一个个的都要告诉她楚灵英怀了，跟怀了她的孩子似的。她自己肚子里也有好不好？哎，我是忙碌命，母妃让我做什么便做什么。我觉得赏赏花看看景，这些都是小事，最好不要作孽，不然孽做大了，还要连累我家王爷天天跟后面收拾。15000多将士，已经算是安泰下的大境最大的损失。这时候连太行宫都暂停了修建，都忙着户部核对名单，补偿丧亡将士家属。为了表示对这些人的惋惜，太康帝就让江训这个皇子出面着手表示重视，怎么不算是帮穆国公收拾烂摊子？平王妃被说得双手乱颤。父亲带兵失败后送回来一封信，说是剑南王免了他的要职，发配到后方，再是想独自带兵立军功，已经是没大希望了。母后，今儿的赏花宴热闹啊！御花园门口，凤阳长公主扶着太后姗姗来迟。淑妃听见动静，忙让身边的一个小宫女回宫，她自己上前去迎。太后，长公主，主角来了。苏七七跟在淑妃后面，和一众人给太后扶礼。起身间，凤阳长公主已经扶着太后走到了石亭下，看着周围围绕的鲜花异草，格外的双目舒服。太后点头夸赞：“淑妃有心了。”淑妃笑道：“太后喜欢，臣妾便踏实。从前啊，哀家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花，先帝就记住了，只要是各地进贡来上京没有的，先帝最先送哀家宫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太后和先帝是少年夫妻，感情甚笃。瞧着这些曾经有被先帝送到他面前的花卉，像回到了当年。而臣也记得父皇最爱给母后送花，太康帝这时带着儿子们到了，听到太后的话，积极应声：“你可不如你父皇，
自己说出来是一回事，被儿子在这么多人面前打去，太后念怪了他一句：“哎，那上空是喜鹊吗？”一阵骚动，有人抬头往空中瞧了瞧，只见盘了数十只毛色鲜亮的喜鹊，迎面楚灵英被显嬷嬷扶着来了，而喜鹊像跟着楚灵英身后一般。这情形让在场人为之一惊，有人声声称这是吉兆头。苏七七扭头便瞧见了淑妃得意的暗笑，俨然是冲着上空的喜鹊，还有往这边来的楚灵英。他大约明白今天的戏是什么了。第124章压惊里。灵英，怎么这么多喜鹊跟着你啊？淑妃亲昵地向前几步，将楚灵英拉到众人跟前，又有意不遮挡半点她的腹部。大家在好奇喜鹊盘飞的时候，更认真到了她的肚子上。太后眼睛弯弯，辉儿要有子嗣了。太康帝身后的江辉喜回道：“祖母，您确实要当辉儿孩子的曾祖母了。”楚灵英双手贴在腹部，温婉地抿了抿嘴角，回太后：“3个月了。”3个月，胎稳了好啊。太后听着头顶的喜鹊叫喳喳，面前孙媳妇的肚子还这么喜人，不由得将楚灵英的手拉到了自己的手里。总算有个喜事了。太康帝觉得楚灵英这个孩子来得好，太后终于有精神头了。凤阳长公主不认为这些喜鹊没有被淑妃动过手脚，只是母后能开心，她就当乐子夸夸。我哄了母后多日，不敌时郡王妃带着身子招堆喜鹊来。想来时郡王妃这胎不凡。长公主极言，但臣妾更觉得这些喜鹊是今天太后赏面出门来找太后的，只是让灵英碰巧遇见了。不凡也是太后不凡，喜鹊说不定也是来哄太后一笑的。淑妃把话说得好听，直逗得被哄的人哈哈大笑，觉得谄媚的暗自对淑妃冷笑。头顶上的喜鹊还有本领没显呢，淑妃忍不住落实，让大家觉得今天这些喜鹊就是楚灵英肚子里的孩子带来的。招呼着大家到几座石亭里去。太后、皇上、长公主，你们别站着了，都到里面坐吧。一众人被招呼着往里走，楚灵英的手还放在太后的手中，没被放下，所以楚灵英跟着太后走在最前方，中间又隔了众多的人。苏七七于情于理是不能这么往前插队的，待大家照应自己的身份往应该去的石亭中走后，方才被围堵的地方就大了。上空的喜鹊起先还在上空盘旋，不妨这回楚灵英都往石亭下去了，喜鹊们反而并不搭理楚灵英了。一只喜鹊因为周围人少后，胆大的从上空落到与人齐平的位置，偏偏都围在苏七七身边，对着她来回飞舞，如同蝴蝶绕着花，久久不舍得离去。苏七七贸然被一群喜鹊围上，挡住了前方的路，傻傻的不敢动，生怕被喜鹊叨一口。可观察久了，喜鹊也只是在他跟前飞，宁愿落到他脚前都不碰他一下。呀，原来这些喜鹊不是跟着时郡王妃的，是跟着苏侧妃的啊！林霜在远处石亭下故意惊讶一声，沿路附和：“可不是，方才我们那么多人在，兴许误会了喜鹊的用意。这人一散，喜鹊都下来了。对，我方才就感觉那些喜鹊除了向太后跟前飞，就是冲着苏侧妃去的呢。”断雪。淑妃被这意外气到了，她瞪显嬷嬷，显嬷嬷摇头，偏又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明明楚灵英离苏七七有10多个人远，非赖在苏七七跟前不动了。畜生就是不牢靠。苏七七方才紧张的心瞬间放了下来，但一放松，她就闻到近距离喜鹊身上的草窝味道。怀了身子后，对某些味道特别敏感，越想忍越忍不了，猛地捂着嘴，当场一个人干呕了起来。大家更被这情形弄傻了。江训见苏七七呕得十分厉害，冲上去扶住他。喜鹊被江训的大动作惊吓到，顷刻四散飞高，对着苏七七继续盘旋，渐渐飞走出众人的视线。凤阳长公主发现不寻常，给了身旁侍女一个眼神：“苏侧妃不舒服，快去叫太医。”不出一盏茶的时间，太医来给苏七七把了脉，一探便是有身子了。怀的时间较短，才只有1个多月，正处在需要小心的时候。此刻装病的云贵妃来了一会了，了解了一番情况，故意给淑妃送赌。方才听那热闹，我还当苏侧妃是被喜鹊送喜刚有的，怎么都1个多月了，淑妃都不知道照顾照顾，将心都用偏了呀。淑妃脸上难看，姐姐这说的什么话？谁有孩子我都疼，那不是不知道吗？训儿又要当爹了，这是好事。云贵妃的话给太后提了一个醒，开心的同时免不得念叨淑妃，但这月份实在是太短了，胎不坐稳，怎么就能随随便便出门？御花园又这么多花，轻易吸去了不好。灵英你看得这么周到，怎么把七七给忘了？按理说淑妃是苏七七的婆母，便是头3个月不能肆意宣扬身子，免得惊了胎儿。可淑妃若细心关心，不能她可以知道楚灵英怀了，而不知道苏七七也怀了。那么一个热天，楚灵英是躲到舒和宫避日头了，苏七七在大日头下晒了这么久，亏得怀了1胎，不至于第2胎过弱。眼下才1个多月的胎，就弄得人尽皆知，太后就觉得罪过，要是惊走了怎么办？本来高高兴兴的赏花宴，被淑妃这厚此薄彼的对待弄出这事，太后的指责让淑妃里外不是人。淑妃不仅承诺一定会好好看顾苏七七这胎，太后还特地安排了2个太医，专门负责苏七七的运势。云贵妃为了落淑妃的面子，
半个6宫之权的主人气势拿捏得稳稳的，直接让贴身宫女去自己库中找了上好的人参、鹿茸等好东西送着。而除了太后等人表态后，今日在场的20多个宫妃、王妃和郡王妃10多个妯娌，乃至楚灵英都跟着一起要给苏七七送东西。认真了，其实都是送苏七七肚子里孩子的。谁让他们不小心这么早知道了苏七七怀了孕，就怕这刚来的孩子不能下。谁不提前给孩子压压惊，出事了谁没表态，谁心头都是疙瘩，没人会落这个口实。于是连着几日，宣王府送礼的人就没停过，送礼的由头更没人随便敢提是送孩子的，生怕把1个多月大的孩子惊到了。因此各找各的理由，有些实在找不到的，直接把今年年节的借口都用上了。苏七七看着双衣格高堆的红绸鹤里，摸着压根还没开始挺起的肚子，想不通，她怎么感觉每回怀孕都是载人去了，没一个孩子让她空手的。王爷，那喜鹊真是我肚子里孩子招来的祥瑞吗？第125章宁儿感知2胎。胎剧，当时喜鹊是楚灵英带去的不假，可到了现场，喜鹊压根不理楚灵英，反绕着苏七七乱飞乱蹦个不停。自然而然，这喜鹊祥瑞落到了苏七七头上，其实也是大家为了确保苏七七这胎平安无事给的好话。但不管怎么样，苏七七这胎就是不同寻常的吉兆头，孩子的福气大着呢。不过苏七七不信喜鹊是无缘无故跟着楚灵英的，她怀的是孩子，又不是喜鹊，没道理走个路还需要喜鹊护送，定然是淑妃搞的鬼。她都偷偷看见淑妃笑了。江训便知道有些东西瞒不过苏七七，坦言喜鹊被动了手脚。如果将喜鹊自小驯养，让它对某种气味产生反应，它自然会跟着气味走。母妃就是利用喜鹊熟悉的气味做局，楚灵英事先涂抹了那些气味的脂粉，喜鹊自然而然会跟着它。我提前从母妃身边安排的线人那里得知，所以了如指掌。那我没抹什么特殊气味的脂粉啊，喜鹊怎么会跟着我？苏七七，江训挑挑眉，拔下苏七七头上那只鬓边海棠簪，簪子的花心中有一个暗心，灌进去点东西不是问题。喜鹊嗅觉灵敏，我又让人动了手脚，楚灵英身上的只是分毫引起喜鹊注意的粉末，所以他们才会跟着楚灵英过来。这簪中的药多，喜鹊嗅到了更浓的气味，他们自然更会被你吸引。苏七七知晓一切后，低头进了晋升，手中握着引喜鹊的鬓边海棠簪。赏花宴过去后，江训就偷偷的将里面的粉末倒掉了，此刻空空如也，谁都不知道他用这支簪将计做了一场祥瑞。江训明白苏七七此刻想什么，捞起苏七七的双手，耐心解释，不是想故意瞒着你的。你要知道，我与母妃怕是这辈子都没有母子亲缘的和解，她手段越多，我越不想让你知道我在母妃心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不受关爱，因为十分难堪。你说要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才能将自己的孩子当作陌生人对待？甚至当初跟你要宁儿，都是母妃用来防止我阻碍实地的一个种制衡。母妃爱子，她可以为实地想一切深远的安排，其中包括会牺牲我。恶劣的手段，我不想让你每一次都知道，但若你心中不舒服，我可以向你解释，并且我所算计的伤害永远不包括你。这次淑妃帮楚灵英造祥瑞的事，看似不会给江训造成什么，可但凡成功了，楚灵英与江辉的孩子成了皇孙中的特别存在，他只要成功了一步，接下来难保不会野心更盛。淑妃最多在子嗣后宫上做做手脚，朝廷上墨迹的事就要算计到江训身上，而等到淑妃有目的向江训要求帮助江辉，必然眼前的一点明面上的母子都维系不了。他暂时不想和淑妃撕破脸，唯一的法子就是让淑妃的算计步步落空。那倒也是，若让苏七七有这样一个母亲，真是恨不得没有。算了，看在孩子的面上，你这个爹爹在孩子还没出生前就送了这么一个大礼，我就不计较了，下不为例。他看看小腹，望望外面又一担担进来的贺礼，将糟心事扔到脑后去了。这次苏七七孕期比怀宁儿时要受重视，3天2头的有太医问脉不说，之后那些脉案还都要送到宫中给太后、淑妃、云贵妃瞧瞧，是同期楚灵英享受不到的待遇，仿佛最近只有苏七七一个孕妇般。究其原因，可不止苏七七怀了一个祥瑞，还有苏怀在战场上立了大功。苏怀得见南王重用，单独给他带1万兵马，随时堵截西戎的粮草兵，或是真到战场上时，苏怀也是勇于争先杀敌的。有军功记载说，苏怀在一次对战中独自己就能杀1000人，这自打穆国公带兵出错后，回来的都是好消息，且有苏怀的身影。苏七七能不受重视吗？家中陆续走动的人多了，每次林霜等人来，还都特意关心苏七七的肚子。宁儿后知后觉，母妃肚中塞了一个小人。终于在某一次苏七七喝安胎药的时候，宁儿好奇发问了：母妃，我要当哥哥了吗？对啊，宁儿也要当我儿那种大哥哥了，开不开心？苏七七抿口药，笑笑道。宁儿想不通，母妃吃饭她也吃饭，母妃肚平平她也肚平平，怎么母妃就怀娃娃了？她怀不了。而且林霜婶婶们明明也都没有娃娃，母妃就突然有了。她伸着头闻闻苏七七手中端的药，有点想喝，
母妃，给宁儿尝一口吧，让宁儿跟你一起怀娃娃。母妃就是经常喝了这种味道的药才怀的，她忍着点苦，跟母妃一起怀，很快家里娃娃就多了。苏七七想逼我喝药的时候喷死谁？宁儿，母妃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现在还小，要不了孩子，要长大才行。小孩子现在是不需要总想着生娃娃的事，等母妃把宁儿的弟弟或者妹妹生出来了，母妃让宁儿帮着母妃养，这样宁儿喜欢了吧？不能生，但是可以养得到，那他做些弟弟或者妹妹办不到的事，他们就会跟自己给文儿堂哥一样给自己鼓掌，他觉得感觉好极了。可是宁儿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父王和母妃就他一个孩子，多出来的孩子不是也要分他一个人的父王和母妃？父王和母妃的夸夸要分一半，好玩的分一半，好吃的分一半，还要把他的亲戚们分一半。好像淑妃祖母就比较喜欢年纪小的石叔，不喜欢他年纪大的父王，有点觉得母妃有孩子不好了。算了算了，母妃别生了，宁儿也可以不养的，养宁儿母妃就很头疼了。母妃不用为了给宁儿多个玩伴就生孩子，吞金兽很费钱的，有别人家的就行了。他蹙着小眉头，像下了极大的决定，最后觉得主意不错，又将眉头舒展了开来。全程要玩伴的决定，不到苏七七喝下一口药。胎儿小小年纪感受到了哥哥的拒绝。胎剧第126章，淑妃傻，她不傻，可塞不回去了呀。苏七七不仅塞不回去，还会一天天长大。那母妃会疼弟弟妹妹，不疼宁儿吗？宁儿感觉淑妃祖母就疼石叔，一听塞不回去，宁儿的嘴角向下拉了起来。因为是个小孩子，又一直是从父母宠爱中长这么大的，没有受过不公和摧残心灵的伤害，宁儿并不是一个在心中藏话的孩子，很真诚的发问，并且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弟弟妹妹们失宠。当然不会。江训就是一个活生生被淑妃区别对待的孩子，他每一次讲述自己和江辉的区别，苏七七总能在他唇齿间听出颤音，克制如江训那般都不可能不在意。宁儿是他第一个孩子，他哪里舍得将自己的宝贝宁儿变成那样，更是没有想到宁儿心细如发，连淑妃比较疼谁都感觉出来了。他一把将宁儿搂到怀中，温柔解释，宁儿是独一无二的，弟弟妹妹们哪怕同样都是母妃的孩子，可他们没一个人能再叫宁儿了。母妃可以给弟弟妹妹们母爱，但绝不是分走宁儿的那份，弟弟妹妹们也会疼宁儿的。咱们都是一家人，至于你淑妃祖母，那是她傻，母妃可不傻，傻子才不疼宁儿呢。宁儿能在怀抱中感受到母妃暖暖的温度，从来都没有在父母跟前受过骗。母妃这样说，其实宁儿心中是信的。她想想又觉得直接不要不好，回头弟弟妹妹们该伤心了。也是，母妃啥都会聪明的很。算了算了，宁儿要得了，回头母妃不够钱养，把宁儿的小金库拿去用吧。每次宫中赏给宁儿的东西，苏七七都代替的锁了起来，还会跟宁儿说母妃给你放着，因此在宁儿心中她的小金库不少。苏七七乖儿子说的很让身为老母亲的她感动，但乖儿子说的话怎么怪怪的？娘养哥养，那爹呢？江训是午膳后回来的，进了双衣阁便看见宁儿趴在榻上睡着了，苏七七在旁边守着她，同样昏昏欲睡。为了不吵到宁儿，他轻手轻脚走过去，直接将苏七七搂抱了起来，往寝室的里间床上送去。苏七七是在江训怀中醒来的，见到江训抱着她，她懒洋洋地问：用饭了吗？在官署中吃过了。不睡了。江训要将她放平，苏七七阻拦。苏七七怀了身子后，睡卧都要小心。闻言，江训垒高了枕头，让她靠着才好奇。宁儿怎么中午还赖在你跟前？很长时间，宁儿已经不需要苏七七特地哄睡了，在自己的房间就可以睡着，不哭不闹。今天是这么久来头一遭。苏七七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再指了指宁儿，江训很快了然了。他和苏七七互相陪伴生活的越久，越忘记些自己从前在皇宫中养成的习惯和熟悉的规则，反倒带出了他埋藏在幼时的记忆。宫中人人厌恶多子想多子，没人想过不受宠的子嗣如何。但像宁儿这种受更多爱的，同样会对自己未来的地位担心。宁儿吃醋了。不过现在好了，小孩子都有这个问题吧，一边喜欢多个玩伴，但又一边担心被分了父母的爱。不过这不代表他们就是坏孩子，宁儿吃醋没关系，说明白道理他总能懂。反正我是不能容忍旁人开宁儿玩笑的，说什么父母有了弟弟妹妹就不要你了之类的，咱们应该碰不到吧。宫里闲人多，苏七七还真怕有。江训，放心吧，你这胎顶多被人上杆子夸祥瑞讨彩头，没人会不长眼故意捉弄宁儿的。西戎节节败退，预示着仗很快打完了，等你二哥回来，父皇不会薄待他的。他这不是玩笑话，苏七七这胎的神奇是宫中众多人当场瞧见的，太后看得开心，皇上开心。碰巧战场上传来的好消息总带来苏怀的身影，朝廷上不缺3、6、9等官职的朝臣，哪怕苏怀目前官职低，但却总是出来好消息的臣子。皇家最重视吉利，没人会放着哄人的好话不说，偏故意找茬。苏七七这胎也容不得别人找茬，那我就放心了。苏七七踏实些，我也不会偏心的。末了，江训
透过床前的帘幔望了宁儿一眼，他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厚此薄彼。自打淑妃的2个儿媳齐齐有孕，淑妃懊恼的是祥瑞跑到了苏七七头上，反衬的此时楚灵英怀的孩子不尴不尬，两人怀胎的日子又近。就算回头楚灵英先生了，苏七七那头紧跟着再生，不管人苏七七生的男孩女孩都是祥瑞，是楚灵英的孩子怎么都赶不上的。他扶着额头懊恼，辉儿夫妻俩运气真是背极了，回回能促成的好事总落空。就如淑妃好不容易让江训带江辉督造太行宫，谁知江训摔了腿，江辉能力不够，偏搞砸了差事，给一个郡王让皇上打发了。这次他聚了那么多人在跟前，好好的喜鹊跟着苏七七跑，成了苏七七肚子里孩子的祥瑞。江辉又没出色的差事握在手中，别说太子父位了，就是云贵妃的儿子都比不上。显嬷嬷端杯茶过来，不忍开解，娘娘，石郡王到底还小，他不理解您的苦心，石郡王妃又是个善性子，您放宽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总归有自己的造化。他在舒和宫多年，算是看着江辉长大的，江辉从小便被淑妃宠爱惯了，不是不优秀，真是没那个城府。显嬷嬷觉得，纵使差事做得再好，哪里就能斗过其他皇子？我还不是想让辉儿一辈子留我跟前吗？万一皇上到那时，辉儿不是就要离开上京了，本宫一个人怎么活？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宣王？宣王可不比云贵妃、贺妃、如妃们的皇子差啊。像那几位，哪个不是因为靠他们母妃的娘家娶的王妃？而咱们的宣王全靠自己争的啊。显嬷嬷想，若是淑妃把精力分一点点给宣王，母子俩都不会像今天一样不亲不近的。旭儿，算了吧，我这辈子空跟他有母子缘，没母子份，能选不如就让我只有辉儿一个孩子。淑妃想到了从前某日痛心的回忆，语气也绝情的冷硬。显嬷嬷无声叹口气。第127章6弟，你平日里怎么哄苏侧妃的？苏七七怀了第2胎后，整个皇宫为了让她平平安安的坐稳3个月的胎，免得将祥瑞惊走，都上心的不行。不仅有太后跟云贵妃和淑妃耳提面命，太康帝这个连子嗣生辰都记不全的人，还亲自提醒江训要多多上心，仿佛苏七七这一胎承载着什么。给云贵妃这种年轻时候为了争宠，手中不知沾了多少皇嗣性命，到这把年纪却帮人保胎，实在是笑掉大牙。我说那喜鹊就是淑妃搞的鬼，平常宫中为了安静，多少小太监拿网子捕鸟，偏偏那日他一个儿媳能带堆喜鹊过来，一个儿媳招喜鹊喜欢，便宜都他舒和宫得了，说天意谁信？这段时间只要宫里提到苏七七的肚子，谁不在太后皇上跟前表现的好婆模样，就跟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云贵妃一个淑妃的死对头都要显摆2分心意，早把云贵妃气得嘴里起脓包了，因此如妃坐在云贵妃宫里，声音十分卖力的替她不平。苏七七她大概也没想要有一宫的亲婆婆。云贵妃眉头拧得如沟壑，朝廷上报回的前线消息是一回事，军营中穆国公亲自传回来的消息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总之都不是好消息就是了，因为除了上次报回来的穆国公大败折损众多将士，到如今连徐敏文都有军功传来了。穆国公毫无存在感，云贵妃已经急疯了，她要想法子催不能干等着穆国公籍籍无名而归。到底太子才是她的心头大患，听如妃跟她哇哇吐了许多帮词，她梳梳眉头，得了，就算是淑妃做的手脚，那也赶上她运气好，俩儿媳都有孕。咱们年轻的时候，大家的本领谁没见过领教过？不能年纪大了小家子气。淑妃目前风光就风光吧，现在苏七七肚子里有祥瑞，不能掉以轻心。可咱们都是宫妃出不得宫，我家那儿稀土有一个长嫂的名头，真张罗妯娌的事情，还是要太子妃这个嫡媳。贵妃娘娘的意思是不能我们累，要给他们年轻人找事干。如妃大概明白了云贵妃的意思，这是想把自己的压力转移到太子妃呢。太子妃也有儿子，又是皇家的嫡孙，说句酸话，其他皇孙都不能比。现在宣王那也想占一个孙辈特殊的存在，太子被废一次，实在不能和当初相比，说不定他们已经着急了。东宫，太子坐在花架子下看书，见到妻子那屋出出进进很多人，新阳起身凑到跟前走了走，婉儿拉着根红绳抛来抛去，不时回头往母妃的屋里瞅，似乎等着母妃一块出门。太子嫌疑到儿子跟前，端得一副好父亲模样，垂头问道：“你母妃要出门？”“婉儿知道是父王，但就不抬头。”太子听说最近宣王府的事了，又问：“去宣王府看苏侧妃？”“婉儿百无聊赖回头瞅了一眼屋内。”太子打量儿子穿的周正，还带着些喜气洋洋：“你也去？”“婉儿又淡淡嗯了声。”问了这么多话，儿子只会嗯半点，不看他一眼。太子明显被儿子的态度激到了，追道：“那我也去。”“婉儿的疑问又迟疑。”父王回家他很开心，家中就不用母妃一个人受累了。不过父王回是回来了，他看不出母妃跟从前有什么区别，母妃还更少笑了，一点没有以前和父王拌嘴说笑的模样，说明母妃还没有原谅父王做的错事。他跟母妃一头就也不想搭理父王。沉思想了想，终于抬头用一双清亮又真挚的大眼注心道：“母妃只说带我去宁儿堂弟家，没说带父王去，父王你自己一条路吧。”太子
脚步声从里屋传来，太子妃装扮打点好了一切，方喊儿子要牵人。太子迈着步子走到了子二人跟前。当初我被废去行宫事，六弟亲自一路看护的，如今他有喜事，我理当去贺一贺。我跟你们一起去。晚清，因都是家中千宠万爱长大的两人，各有各的傲气，谁都不愿给彼此在身份上拖后腿。他们是先做储君储妃，再做夫妻，所以从前太子很长一段时间喊的都是太子妃，晚清是两人私下或是温存时互喊的，他也会喊太子阿恒。太子妃能感受到太子最近在跟他服软讨好，少了从前在自己跟前的储君威严，今日更是喊了他的名字，又在跟他示好。他们的矛盾看似化解了，但更将彼此拉到了陌生又熟悉的位置上。太子妃不知道太子的示好是对之前他单独撑起东宫的愧疚，还是真心实意不想和他生分。礼物准备了许多，马车再多，做人就拥挤了。太子妃对着太子阴阴的目光解释，而后他回头吩咐收拾一辆马车给太子。说完，太子妃拉着文儿先头走了。文儿叹口气，明明白白看出来母妃还是不跟父王和好，回头将自己手里的绳子抛到父王跟前，投去了一个一言难尽的眼神。太子妃来看苏七七前已经早递了消息，所以宣王府的人并不惊讶，反倒惊讶的是落后数十步，既对太子妃亦步亦趋的追随，又不敢追得太近的太子。宣王府管家将太子妃迎到了苏七七的双仪阁，文儿和宁儿在双仪阁的院子里玩耍。太子是男子，不像太子妃可以和苏七七说很多话，寒暄了几句，被江训带着去了前厅。望着对面心不在焉的人，江训推了推跟前沏好的茶，太子喝茶。太子方才见江训和苏七七两人亲密胜过一般夫妻，苏七七言语俏皮幽默，对六弟夸赞不止。六弟是个冷淡性子，都能让苏七七在孕期对他笑颜如花。他妻子当初孕期时还会恼他气他，肯定不是一方白用功才能有那蜜里调油的模样。太子想六弟私下应该也喜欢极了苏七七，肯定有用心哄过。六弟，你平日里怎么哄苏侧妃的？江训有一瞬怔愣，意味深长地凝了太子几眼，想起他方才对苏七七的暗自打量。第128章宁儿教授吵架和好经验。太子话脱口而出，就见六弟别有深意地瞪着他，方觉得出言有误，紧忙解释：我的意思是，六弟和六弟妹的关系如胶似漆，你们若吵架是怎么和好的？他脸上露出淡淡苦涩，我与你五嫂有些误会，不知如何破冰，已然许久没有好好说话了。适才江训也有些觉得过于多想了，最近受苏七七孕期心情影响，关心则乱，居然会觉得太子对苏七七图谋不轨。听太子这么说，皱紧的肩背松了松，不免沉思于太子的话。他和苏七七吵架是怎么和好的？但他有和苏七七吵过架吗？江训自己本身不爱被冲动的脾性控制，因为他并不觉得发顿脾气就可以解决难事，更遑论要因为误会需要跟苏七七弄得剑拔弩张。若真发了顿脾气，于他而言没什么，但对于苏七七是非常不公平的事。他身无依靠，而自己却能因为是皇子和男子，无论自己有错没错，都可以在一切法理伦常中得到众人的偏颇。那么对方只能咽下所有的委屈，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即便和好，也是小疙瘩结成大疙瘩，吵起架来苏七七太过吃亏。江训庆幸至今没有发生这种事。苏七七倒跟他使过小性子，这些顶多算闺房情趣，也就被他骗自己的东西，都是一些身外之物，他没什么不舍得给的。论起哄他，便是想要他开心，自己也开心，更私密的床子间他不满足所要之时了。他相信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男人会在此时花言巧语的时刻。江训朴实道，误会总有起因，解释不就成了？一张嘴难道张不开吗？还是说太子妃患了耳疾？太子叹气，可是没有心平气和下来的机会。江训，太子患病至今需要贴身照顾，太子妃应该也不敢做出什么伤害太子的事吧？已经不能心平气和，还能有机会出双入对也是不容易。太子懊恼，可我已经跟他是好多回，他拒不理睬。是好是您觉得的和好方式，或许不是太子妃想要的，您真认真解释过一次吗？江训反问。太子，双仪阁内，太子妃若有所思地打着手中的烙子，终忍不住。七七，说实话，太子被废那段日子，我带着文儿和东宫那些姐妹撑着那么重的担子，我真的很累。当时是不甘心也好，是想打所有笑话我与文儿人的脸也好，我不想从东宫灰头土脸的退宫出去，但也在那段时间压力骤然落到自己的肩上。我知道了东宫不好带，我每晚看着文儿熟睡的模样，我夜夜忍不住流泪。我怕她小年纪会被觊觎东宫的虎狼逼死。虽然太子现在回来了，我的害怕还是依旧不能退散。不只是因为他和太子现在貌合神离，还有清晰了太康帝对太子轻易废立的残酷，对顺王和皇后如蝼蚁处置的轻松。就算如今太子能撑过所有的明争暗斗，那等太子继位后，
他的文儿成了那离万人之巅只差一步的位置，他说不定也会受到更多的伤害。他含水气的双眼扫过苏七七的肚子，无奈的摇摇头：“你这胎元该让我这个身为太子妃最讨厌的，毕竟很妨碍文儿，因为祥瑞的风头实在是太大了。说不定宫中都有娘娘们看我动作呢。但你从前帮过我，我因为这对你恩将仇报，就如同替文儿损阴德。我现在真想让太子废了我，让我好好带文儿去让我们母子安全的地方。”苏七七和宣王不至于像别的皇子那么巴不得他们东宫不好，他若是不做太子妃了，就可以不用考虑的太多，面对苏七七能更坦荡。从前傲然枝头的日子天真但磊落，滚了一遭泥地，他沾了淤泥，再回枝头已经开不了那么鲜艳了。他很累，不想防备的过活，渴望重新扎根生长。苏七七就看出今天太子妃心不在焉，因为祥瑞的事同样会想到影响最大的文儿。瞧了瞧手中的烙子，已经编出了一个牡丹的样子，他把东西塞进太子妃的手中，真诚道：“若你今天光恭喜我，我反倒之后要防备你。没有人的恩情可以维系对方一直占取自己的利益，与其指望自己付出的善意，不如加倍小心。”但显然傲如枝头牡丹的太子妃对得起他的帮助。放心吧，你跟文儿会一直平安的，这是我真诚的祝福。苏七七心里很清楚，太子会再被废，一次是为了孙家，二次还是被孙家拖累。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太康帝史中对太子这个儿子有超于其他儿子的荣情，太子倒也真幸运了。双仪阁院里，宁儿带文儿在秋千架下拼积木，这次的积木可以拼成小人，文儿比宁儿大，但他没玩过，宁儿就一直边拼边教文儿。见到宁儿拼成的两个大人，一个小孩，3个人一起手拉手，他闷闷不乐。拼的是六叔六婶还有你吧？宁儿，你父王母妃的感情真好，我父王母妃两人现在很少说话，我连左右拉着他们手的机会都没有。宁儿闻言摊开自己的手来回握拳，又看看文儿的手，都是白白嫩嫩的小肉手啊，怎么会没人喜欢握？那你去握他们啊，握起来不就牵手了？文儿摇头，他们在吵架，吵架就不会听我的，现在连吃饭都不在一起，要不是父王今天硬跟，母妃都不带他来。宁儿，吵架就连饭都不一起吃了吗？他没见过父母吵架，不过自己跟他们耍过脾气，他们还是会跟自己吃饭。宁儿想吵架都是一样的吧？不一起吃饭，那一起睡觉吧。他给文儿出主意，你装作噩梦，装生病，他们就会担心你陪你睡，一起睡觉你就能牵他们的手了。宁儿记得之前想挨着母妃睡，父王不许，还非让他一个屋，他就装作噩梦，母妃一心疼就可以睡他们的大床，躺他们中间了。一边一个，怎么拉手不能拉？第129章恐惧。父王母妃，你们会吵架吗？晚饭时，宁儿手中攥着银勺子，嘴里填得满满的，蓦地发问。现在着急求好的是太子，太子妃当然不会跟苏七七抱怨他和太子如今的夫妻关系，因此苏七七并不清楚太子妃夫妻俩的事，已经影响到文儿都在跟宁儿发愁诉苦了。苏七七玩笑道：“那母妃和你父王吵架，你帮谁？”宁儿被问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事，努力咽了咽嘴中的饭，将父母来回瞧看，选择道：“帮又不帮，我帮谁，谁要先道歉；不帮谁，谁也要先道歉。”苏七七垮脸，还以为儿子无脑帮他呢。要好奇宁儿的话是为什么？为什么都是先道歉？好像这样被宁儿帮了后，一点也不占便宜。宁儿道理满满的解释：“我帮谁，那一定是谁错误比较大，我都偏帮了，先道歉不委屈吧？不帮，那就是说明犯的错误太大了，我偏心都偏不了，先道个歉很委屈吗？”苏七七，这对吗？江训，反正看你心情。宁儿骄傲的点点头，对，所以为了我们一家人的感情，我今天要跟你们睡。不行，你睡觉踹人。江训一口拒绝，踹到苏七七怎么办？宁儿耍赖，那我会做噩梦。没事，噩梦醒了可以接着睡。江训不在乎道，醒了我会哭。宁儿巴巴的偷看苏七七。江训笑笑，晚上哭累了，正好倒头就睡。宁儿，最近挤大床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到了休息的时候，宁儿依旧如愿的躺到了父母中间，一手挎一个，哪个都不放过。父王，虽然我知道等我睡着你会把我抱走，但我决定原谅你。他料到会发生的事说的大度不已。江训，想得这么明白，大可不必让老父亲忙一场。母妃，你要第二天早上说不知道，我就会只怪父王了。接着他把苏七七的借口都想好了。苏七七，怪不好意思的。东宫夜里，文儿的哭声只把守夜的宫女嬷嬷给惊醒了，几人着急忙慌地唤醒文儿，始终不见孩子睁眼，见着一只枕头都湿完了。两个宫女分别去请了太子和太子妃，事发突然，双双只披了件外衣，在儿子房间意外碰面。听说文儿眼到了，我来看看。太子指着里间，那进去看看吧。太子妃心里着急得很，她许久没听说儿子做噩梦了，匆匆点了头进去看。此刻文儿已经醒了，被一个年长的嬷嬷喂着喝水，发现父母果真一起来了，她眼泪汪汪，
鞋子也不穿，直扑去抱着太子和太子妃的腿。梦里有野兽咬我，我不敢睡。儿子比旁的孩子成熟些，能这么冲过来，一定是吓坏了，怕夜里的寒凉冻坏孩子。太子妃拉着孩子上榻，母妃今晚陪你睡。我儿被母妃护在怀里，另一只拉住父王，模样上显得十分不安心。野兽太多了，母妃也会被咬的。他说的迷糊傻气。太子极快地看了妻子一眼，抱起儿子上榻，轻声安慰：父王保护你。尽管太子抢先一步，儿子是自己的，他不能因为这转头就走，针下的太狠，容易发高热，他要一夜仔细盯着才成。跟着迈步去了床上，我儿不出意外地睡到了中间，太子睡在最里，太子妃就卧在了外边。太子妃本想背对在外面的，谁知躺下不久手就被文儿给抓住了。抓住以后，文儿将母妃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小肚子上。不一会儿，隔着文儿的小手又附上来了一只大手。太子妃以为是太子故意放的，借着月光放眼一瞧，才发现他们这一家的手被文儿用一双手层层压在了一起，是文儿把他们摆成这样的。把你们都握住了，文儿就不怕了。文儿这个姿势握得很踏实，他觉得宁儿堂弟真是出了一个好主意。儿子这么说，太子妃的那一点挣扎都没有了。月光如水落在床边，整个房间被股轻柔笼罩，夫妻俩谁都没有说话，直到一起听到中间文儿规律的呼吸。太子平躺转为侧躺，喉结滚烫的动有一腔的热语带说：婉清，我娶你之前从没动过心，娶你以后认定你就是我唯一的妻，我不想和你生分，我想和你做恩爱一生的夫妻。他或许不是娶妻子第一天开始就动的心，但没娶她之前，他不曾在心中放过任何人。孙宇福更没有，他对孙宇福只有远嫁的愧疚，如今愧疚也没有了。我被废后知道你很辛苦，我不只会愧疚你咬牙撑起东宫，我还心疼。婉清，我们和好吧。太子动了动手指，想扣上妻子的五指，太子妃缩了缩，又随他去了。半晌道：别做傻事了。他没直面回答太子，可也没有拒绝他方才的话，叮嘱他别再做傻事，是怕他下次再为旁人操心过了头，尤其是孙家。太子喜气，好。苏七七的胎过3个月后，有一种从瓷娃娃变结实了的感觉，大家没有之前在束手束脚不敢大张旗鼓的小心翼翼。他本人也喘口气，实在是前3个月大家紧张同时，规制的他也不敢掉以轻心，手腕都要被太医给把出茧子来了。唯一不好的孕反可不心疼他，想让他吐，随时给他一下子。王爷，我憔悴了还是胖了？苏七七身材纤细，加上衣服层层叠叠的穿在身上，所以3个月的孕肚并不明显。可能怀了身子后各方面格外敏感脆弱，心中在意自己现在的状态，和当初怀宁儿时不相上下。将驯手探在苏七七的腰间比了比，除了肚子隆了一点，其他地方并没有开始长太多的肉。别忧思，你和孩子最重要平平安安。说来奇怪，我心里不踏实，总觉得你这胎和宁儿不一样。看着他一日日的大起来，莫名的有种恐惧。江迅想了想，就是恐惧。上次苏七七生宁儿，尽管出了点母妃的干涉，可生产很顺利。这次不知是为什么，想弄清心中的恐惧，又不知从何寻觅。苏七七小脸微皱，轻捶他：王爷，你别说的那么吓人。他最听不得自己有生命危险的事，苟到现在不容易啊。王爷不好了，宫里出事了。两人说着话，江河匆匆跑来大喊：第130，张王爷，你真是一个狡诈的狐狸。属下本想今日去宫门接王太医来府中为侧妃把脉，不想王太医出不来了，派了一个小药童出来回话。属下略一打听后，小药童说皇上上午在御书房批折子，忽然全身抽搐，晕了过去。今日上职的太医都过去看了，因不能引人怀疑用心，属下没多问小药童皇上现在的身体状况。王爷您要进宫吗？江河把话仔细回禀，询问江迅意思。江迅摆摆手，不着急，也不用去宫中打探消息，等午后你再去皇宫请一趟王太医给侧妃把脉就成。是。虽然江河认为王爷这时候尽快去皇宫看看，表达一番孝心比较好，毕竟这回功夫说不定已经有其他王爷进宫了，但王爷这么做，江河也不会觉得不好，总归王爷考虑的会更周全。江河下去后，江迅把苏七七重新拉到自己的腿上，让她靠在怀中。不问问我为什么不去吗？苏七七眨了眨眼，分析着，若皇上真出大事了，这会回来报消息的就该直接是宫中人，而不是江河了。宫中的娘娘们不会考虑皇上是大病或者小病，总想趁皇上生病守在皇上身边的是自己的儿子，而淑妃指定只会叫江辉。可若不是大病的话，皇上门前为那么多人，对于一个处在高位久了的皇上，又在自己虚弱生病的时候，是很容易引发猜疑心思的，这反而会弄巧成拙。大概今天听见风声的王爷郡王们去也白去，因为兴许除了太子他们谁都见不到。只是大家都去了，唯独你不赶着去，不是同样不好吗？太康帝已经不是年轻人了，甚至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
他又极其的上心政事，加之如今的边境战事没完，他不可能承认自己不如从前了。像这种上位者，越是掌握不了自己寿命的时候，越彷徨。去了，可能大家一块吃一个闭门羹。在太康帝看来，他的儿子全部一般黑，没有一个心思简单。可只有姜逊不去，反而着重受太康帝猜疑。我相信父皇身子康健，他怎么会出事呢？比起父皇身子偶尔不适，你腹中的孩子这阵子总是折腾你，我怎么离得开？姜逊抬手抚到苏七七微隆的腹部，无奈的语气像是这个孩子多么会折腾人一般。大不了午后再去跟父皇亲自告罪。苏七七恍然大悟，所以你叮嘱江河，让他午后再去请王太医，到时候王太医指定没那么快能出宫。你这时候觉得大事不妙才进宫，既不显得刻意，又理所当然地关心了皇上，间接的全了父子情不说，还让太康帝抵消了姜逊是故意没去看，想博一个另眼相待的猜疑，又正好跟现在乌泱泱跑去探病的儿子们做了一个对比。姜逊性子孤冷，一味藏拙，说不定也会让别人怀疑心思深沉，只有将自己包裹的足以坦诚，那么就真的是没有错处可抓。王爷，你真是一个狡诈的狐狸，苏七七感慨。姜逊并不恼，坦荡荡，也就安心将自己的尾巴露给你看了。皇宫，太康帝之前有过不适，但初次昏倒，太医来后又紧急的给他救治了一番，折腾了一个中午，太康帝才醒来。知道他一出事后，分了府邸和没分府邸的儿子都来了，太康帝不快的亲了亲脸。又没出大事，谁通知来的？德海，皇上您一婚吓坏了众人，太后身子不好，奴不敢惊动，喊了太医来后，又通知了云贵妃和淑妃娘娘，再是太子。后来不知怎的，娘娘们就把王爷郡王们都喊来了。太康帝烦躁的闭了闭眼，坐靠起身子，吩咐把太子叫进来，其他的都不见让他们滚回去，朕还没到死的时候呢，别跟来哭丧似的。是。德海打年轻就照顾在太康帝跟前，已然知道这事不开心到极点了。太医方才的话，他跟着听了一耳朵，更是知道太康帝之前是吃多了什么，是为何昏的。不想继续受骂，出去叫来太子。外面的皇子们还有妃嫔们把御书房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德海没工夫一一拜见，招呼着太子让他进屋。皇上说他没事，除了太子留下，让诸位都先回去，不见。话完，德海不想听主子们聒噪的发问，弯着腰请太子进去。殿内的小隔间内已经熬好了一碗药，太子接到手中，亲自送到了太康帝的跟前。父皇，您赶紧喝药吧，解了毒为好。他惭愧地垂着头，方才父皇昏倒的那一阵轰乱，他全程在跟前。太医给他耳语了几句，才知道父皇是为何突然坏了身子，大错都在他身上。要不是他辜负了父皇的心血，被废出宫，父皇不会去吃术士炼的丹药，才能要强地撑起帝王的日理万机。诛杀水银还毒不死朕，不过看见你外面的兄弟们了吧？他们不止在意朕的身子，更想在意你这个太子的位置。太康帝接过汤药，自己就喝了起来。去年废太子后，他心情不振，日夜难以安眠，更没有精神去处理政务。他心里清楚那些药有毒，不过术士跟他说减半了毒性，今年已经很少吃了，还出了这事。幸亏下面的人都知道守口如瓶，一国之君的颜面才得以保全。回来后你窝在东宫，连从前的情分都少了，难不成废了你一次，还将你的骨头废去了不成？外面的平王、贺王、张王、宣王哪个不是？六弟没来，至少六弟不是那样的。太子感激姜逊开解他的话，也从妻子那得知苏七七对他们东宫的元首，不想让父皇这么误会他们。太康帝的话被太子打断，意外的得知姜逊没来，他提声问德海：“不是说淑妃之前也来了吗？他没跟他儿子讲。”淑妃来了，石郡王也来了，宣王确实没来。德海还是有这点眼神的。太康帝微吃，淑妃还是不长进，又不觉得姜逊不可能不知道，盯着太子揣测：今天上京中的皇子们都进宫了吧？宣王不可能不知道，他倒沉得住气。偏他一人不来，你觉得他还如你想的纯良吗？第131章，未来他当你宣王府女主人也使得。太子缄默。太康帝刚想教导他凡事不可早下定论，外面有小太监跑到德海耳前耳语了片刻。德海听完上前回禀：皇上，宣王来了。啊，刚说他沉得住气，怎么又来了？太康帝想看看姜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让德海把姜逊叫进来。姜逊来得晚，耐不住太医乔治太康帝费了很久的时间，已经是午后了，其他亲王皇子到现在还没有吃午饭，好不容易把太康帝手醒了，除了太子他们一个人都见不到。尽管德海已经让他们离开了，可这么多人里，总有抱着侥幸觉得自己多等一会儿就可以进去的，谁都不想让别人比下去，暗暗的叫着进不走。偏偏最晚来的姜逊被喊了进去。淑妃确实没有通知姜逊进宫，本想让姜辉多被太康帝见见，如今进不去，他拉着姜辉到姜逊跟前低声：你弟弟来前午饭都没吃，等了这么久人都发昏了，你弟弟心里急不如，带他一块进去看看。姜逊温和笑笑，实地若饿的发昏，该去吃顿饱饭，
若因为等父皇而昏倒，母妃更该将弟弟妥善劝走，不然实弟昏倒在父皇殿前，岂不是折寿之举？当然，实弟为父皇牺牲至此而承当兄长的，甚是感动不如。折谁的寿不用细说，太医根本没有把太康帝的详细病症说给宫妃听。整个殿前嫔妃和皇子们为了显摆自己的关心，不停的嘴中念念有词，求乃路神仙的都有，谁知不怀好意的人许了什么诺？淑妃真害怕有过路的神仙勾阳寿，让人扶着江辉先回舒和宫吃顿饱饭。走前，淑妃深深看了江训一眼，想张嘴说什么，又咽了下去，最后只有一句叮嘱：旭儿，你父皇愿意见你是青睐，好好问问你父皇的身子。江训还是第一次从淑妃这听到一个作为母亲的夸赞和交代，想仔细瞧瞧母妃眼中殷殷叮嘱的神色，却发现母妃的目光不知何时又落在了江辉身上。他敛了敛眼睫，好像心中的一点涟漪刚泛开了一个圈，就没有波澜了。多谢母妃交代。拱过手后，越过淑妃信步走进了殿内。太康帝一碗药已经喝完了，江训进到殿中请了安后，太康帝一直没让他起身，只意味深长的笑笑道：你可比别人来得晚。江训更加谦卑：父皇恕罪，儿臣向来没听说父皇的身子不好，又无宫中通传，并没想到父皇的身子会病这么严重，儿臣来迟，望父皇恕罪。江训这么一陈情倒把，太康帝心中说的舒服了许多，至少不是所有儿子都觉得他这把年纪病一场，命就交代了，语气缓和了许多。既然没有通传，那你现在怎么又来了？江训，儿臣侧妃最近的胎都是王太医照看的，今日到了王太医替侧妃把脉的日子，她怀着孩子辛苦，今日晕吐了几回，王太医医术非一般人可比，儿臣不敢贸然改换太医乱了王太医之前的诊治，所以便又来问问王太医可忙好了父皇这边的事。不想王太医一直没空，这才得知父皇身子这么严重，心中不安，便想来拜见父皇。这样一提，太康帝可不是想到了苏七七那台祥瑞，又想到了站上初露锋芒的苏怀，前阵子让他开心得很，所以钦点了王太医给苏七七保胎。皇家的人哪个心思简单？太康帝不信他的儿子里有心思赤诚的，他将他们当孩子，同时也当臣子。江训最让他琢磨不透，本以为因一场病看清了江训这个貌似最省心的儿子真面目，忽然又发现自己才早下了定论。儿子巴巴更紧张的居然是他那个侧妃，要不是王太医一直不去宣王府，这老六还真一直认为他轻病。平心气和想想，江训还真是这种遇事不惊的性子，旁人都是让他那些妃嫔喊来的，淑妃光惦记江辉，宫中又没人发丧似的往各府跑，不来才是他的作风。起来吧，父皇病一场病糊涂了，外面你那些兄长弟弟们守得让朕烦躁，将你想歪了。走时把王太医带回去吧，朕那个祥瑞孙儿可不能出事，你那侧妃也辛苦了。朕看他那兄长有出息，未来他当你宣王府女主人也使得。可能真是他病糊涂了。太康帝对江训今天的怀疑有些内疚，从刚才的言语中，他大致能瞧出江训对他那侧妃的在意。他看开了，既然江训一时半会不能有匹配的世家女为妻，苏氏有不短的时间陪着他，二人生出的情谊远非日后江训再娶的正妻。等日后江训的命格过了，他想抬苏氏便抬吧，这里是他给江训的一个口风，不用顾忌他不同意。江训当然能听出太康帝的话外意思，尽管他认定了苏七七想为他一步步谋划，但今日就能走到这步，他很开心。拜谢道：多谢父皇恩典，赶紧带着王太医回府吧。太康帝有意催他。江训不再逗留，又拜谢了一次才离去。父皇，六弟还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方才对于父皇向六弟的循循质问，他悬着心，生怕六弟真有隐藏的心思，又怕六弟被父皇误会。眼下这个结果说明六弟根本没那么多心思。老六倒真是得朕心，太康帝还真心实意有点遗憾，若是江训被他从小亲自像教太子一样教到大，说不定会比太子更适合东宫。他有点后悔打太子一出生就册立他，造成他地位独特，尤其是没了废后和顺王的威胁后，让他连居安思危的警惕都少了。不过他也不想白白放弃太子，总是他付出心血的孩子。朕这几天歇歇，你常来御书房好好的帮朕批折子。是，太子。太康帝是吃了数世炼的丹才出了大事，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皇帝是死在吃丹上，所以这并不是什么好外泄的事。于是仅除了太子和太医，还有御书房中贴身照顾太康帝的宦事，谁都不知道是太康帝吃丹吃出了问题，以为是太康帝真的老了。太子频频出入御书房处理政务，引得各方人心中着急。云贵妃那边的人已经到了军营寻穆国公。第132章，其实江训有时候演技很差的。大晋跟西戎的战役已经打了快小半年，穆国公的伤完全养好了，对于始终不能跟鲁将军一般独自带兵出征，他十分懊恼。近日又从上京来了云贵妃的人，那人是云贵妃家中豢养的门客，待在穆国公身边几日，大致看清了穆国公在军营中的境况。见到穆国公这般郁郁不振，他进言：国公别气馁，至少您还在战场上没直接被皇上召遣回去，这就是皇上给您留的体面，您要抓住机会啊。机会哪有机会？接应粮草，
还是时不时帮他们打扫一下战后，或是等他们胜仗回来，我准备好唾沫对他们大夸特夸。穆国公心中闷着气劲，这就是他自那次战后所有的军中生活了，没回去丢人，但已经在这里把老脸丢尽了。谋士，国公息怒，您要往好的想啊，即使剑南王没让您统军，每次他们商议军事可都允许您参与的。您再不济要一个小小的副将跟剑南王身后，那也总比您不露面做些看似重要，实际只配出苦力的后方好啊。贵妃娘娘在上京真的很需要您的战功，平王和平王妃更需要。几句话让穆国公头脑发疼，他确实奔着军功来的，不弄出点威名在身上，下次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上战场的机会。兴许因为他的缘故，他穆国公府下代都不能受重用，攥起拳头砸在床面上，奋下决定。罢了，拉下我这张老脸去求一求。剑南王营帐中，他正与苏怀和徐敏文还有鲁将军3人研究接下来的战役。苏怀和徐敏文2人是天生的将军，起初剑南王还怕2人年轻气盛，容易冒进，一个万一说不定就会造成穆国公那样的损失。于是他把苏怀带在身边，让鲁将军事事教导徐敏文。没成想2人很守军纪，作战也英勇。后来他就大胆把2人调到了一起，准许他们带兵抗击西戎。不负他的期望，几次下来很少有败仗。若是他们只想将西戎打退，其实已经可以拔营回京了，因为西戎在半月前就被短缺的粮草和屡屡的败绩折腾得士气大落，连当初那3个到上京孝武场打擂台的将军都被他们砍杀了2个，还剩1个断了只胳膊。西戎更是让人递来了投降的意图，说愿意重签友好盟书，年年进贡称臣。不过剑南王走前，他曾和太康帝深入研究过打败西戎后的事务，必要在西戎建立自己的官府机构，让他们彻底臣服，而不是给他们机会养精蓄锐后就来骚扰一番大晋。这犹如给西戎的约束，他们自是不肯，免不得继续打这场仗。我们已经占了他们部分赖以生存的家园，等到冬日，他们的粮草更会艰难。只要准备好今年冬天的战役，我们就可以打得西戎毫无还手之力，战事就可以停了。王爷，给我一个机会吧。剑南王话音刚落，穆国公掀起帘子跪到了他面前。我知道错了，这次您只要给我一个上前线的机会，随便小兵还是什么我都成。国公爷何必呢？剑南王本想将他扶起来，见面前这老顽固还挺执拗，硬是错开他的手。他收起人情味，松口道：只要您能找齐2000人跟您上阵，本王给你这个机会。好歹是个国公爷，来前又是当将领的身份过来的剑南王不好一直压着，可他出了一场那么大的失误，他不能随便重新让他带兵，先让他自己碰碰钉子。穆国公一僵，他初次带兵就折损那么多，当初那些剩下的人肯定不跟他，即便他这阵子守在后方有人可用，那些人能愿意跟他不要命的往前面冲吗？但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不行也要拉人试试。一大早，宣王府又收到了宫中淑妃送的补品。怀年儿的时候，苏七七经常可以收到，那是淑妃十分在意将训的庶子出生在嫡子前面。有了第一个，淑妃按理说就不用在意了，第2个做面子活也不必这么频繁，反而如今这个不亚于苏七七怀年儿时的上心。王爷，这次淑妃娘娘不会又让嬷嬷来看我怀男怀女，还专门等我生产那天派人来要孩子不要我吧？苏七七双手抱着3个多月的肚子，越发进入孕妇的状态了。恐于当初淑妃的一套操作，对于淑妃的好心，她实在不能单纯对待。其实苏七七不知道的是，淑妃之所以会这么殷勤，还是因为太康帝生病的事。她不清楚太康帝的病势顽疾还是容易好的毛病，却能在太康帝生病了，还能打探到王太医依旧没停对苏七七这一胎的照料。至少在他看来，太康帝是重视祥瑞的。他作为一个亲婆母，半个6宫之主的掌权者，哪敢疏忽？等我生的时候，你不准有事，不准出门，不准留我一个人在府中生。既然是他给江训生孩子，那生前提些要求总不过分。怎么敢不陪你？生妮儿的时候，你恨不得抓着我的领子勒死我。那时你都敢提条件让我寸步不离，我若这次不守着，你怕不是生完就要抹眼泪？江训吹了吹安胎药，小心迁就着苏七七的情绪，哄着她一口一口喝着。就是心里对于这一胎的不安，他都不能离开。我当时那么霸道的吗？记不清了。苏七七耍着赖，他只记得那时他疼得要命，就凭感觉拉江训的，自己那么辛苦，怎么会勒死他？再喝一口，江训不计较苏七七这无赖的模样，又舀了一勺送到他嘴边。王爷，药真的很苦，怀着孕太医说要祭田不能吃果脯，苏七七真是把舌头都喝木了，一口进肚，又送了一勺过来。见苏七七拒绝，江训当着苏七七的面尝了尝，其实他能受得了这个苦味，可苏七七讨厌，他讨厌的东西他还夸指定不成，故意蹙紧了眉头，艰难咽了一口，跟着埋怨，确实比一般风寒药还苦。苏七七，王爷，你就是这么哄媳妇的？其实江训有时候演技很差的。第133章江训太一丝不苟了。江训来这么一招以退为进，苏七七还想多抱怨几句安胎药的难喝，这下直接没话可说了。他点点自己的唇，示意江训继续喂他。
江迅松口气，继续舀了一勺，喂到苏七七嘴边，他也张嘴喝了进去。只是下一刻，他捂着嘴变了脸色。这么一个反应，江迅以为苏七七犯孕吐了，紧忙放下药碗给他找痰盂。苏七七向前一扑，圈住江迅的脖子吻了上去，气气润润混着药味的柔软互贴着。江迅立刻明了苏七七的用意，放弃了刚才找痰盂的事，陪着他纠缠了一会儿。许是许久没有和他肆意的亲近，苏七七贴到他身上的哪一处，他都想不顾忌的去触摸。只是当一放肆的时候，苏七七威龙的小腹摩擦过来，最先击碎他的沉迷。江迅最终只认真在交吻上，他进一步，苏七七就故意退一步，他做事要退，苏七七就勾得他不舍得离开。原来这是想发泄他喝安胎药的不开心，故意撩他的火。王爷，没喝的就留下一顿吧。事后，苏七七喘着粗气，似乎嘴里的苦味都淡了些，但在抬头面对的还是那没喝完的药底子。江迅太一丝不苟了，我的定力还成，七七方才那番贿赂不够，剩下的必须要喝。江迅现在也不拿勺子了，直接端起了整只碗，棕色的药汤还剩小半碗。若是让苏七七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完的话，至少要咽3大口。他故意将苏七七方才对他的捉弄说成是贿赂，贿赂吗？每次很辛苦的撑不过来的话，苏七七可以每次都贿赂他，反正他不嫌苦。苏七七好像玩不过他，双手抱着对到嘴边的药碗，小口噙上去，自己捧着咕噜咕噜的喝了起来。没那么热了，闷着鼻子喝的也快。一碗喝完如释重负，苏七七底气十足的把空碗塞回江迅手中。一碗药而已，他凭本事喝完了。穆国公得了剑南王的一个口头机会，当日就去各营中寻将士跟随。将士们也不是傻子，尤其还有当日活下来15000个将士，都知道穆国公带兵是个什么水准。他自己厉害，谋略做不好，那不厉害的将士哪里敢跟从，就没人搭理他。穆国公转了一圈无果，又回头找自己那3000后勤。剑南王已经答应本国公可以带兵上战场了，你们谁愿意跟的本国公不会亏待你们，若是表现得好，本国公还会为你们记功，让你们后代受功勋硬币。你们一直做后勤的也都是将士，不能比前面的差吧？这个机会，你们谁跟我一起拼拼，亲手杀几个西戎兵？穆国公把话说完，一些将士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后勤挺好的，咱们每日忙的也脚不沾地，没少做事。可不是，打扫战场的时候，我其实杀几个西戎兵呢。有多大本事做多大事，至少我上过战场，没贪生怕死当逃兵。我现在压粮挺好的。这些后勤陪穆国公打下手环城，真让他们跟着穆国公赌一口气到前面战场上，一个个也怕折在里面。穆国公是施以好处吐尽好话，到头来仍旧是没一个敢陪他闯一闯的。想想他一门武将出身的国公，落得连个将士的信任都争取不到，直接沮丧地坐到了地上。这时谁都不敢上前去搀，生怕被穆国公拉着手游说他们上战场。穆国公见没人管他，竟然坐在地上忘记了身份，仰天呜呜地哭了，越哭越来劲，越哭越大声。驻守在周围的将士不敢听大人物这么悲戚的时刻，生怕因为无意看了笑话之后被找麻烦，一个个猫着腰避在了穆国公看不见的营帐后面。大男人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平白叫人看笑话。穆国公正哭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身后人的手还搭在他的肩上。他听出声音是剑南王，背上心头并不理会他这点讥讽，更自暴自弃道：“您是常胜将军，您不懂，我大把年纪了，第一次有机会上战场，我也是武将出身啊。我承认我初次冒进，可我也想改，没人给我机会啊。等我回京，那笑话声就可以给我臊死。”剑南王被穆国公这委屈话气笑了，他被起手看他，因为你冒进害死了多少的将士，谁敢将性命轻易给你？这不是一个武将出身就可以盖过的事。既然要拿武将这拼命的差事，首先你要爱将士的性命，如你自己的性命一般。行了，如果这么想改错又不计较身份的话，那就当一个普通将士上战场吧。毕竟如今是真没将士肯白白把性命托付给你。穆国公哭声一顿，仔细计较了剑南王的话，他好像就只有这个机会了，没人跟他，可不是只能单打独斗。行，只要有机会，他可以自己把面子找回来，先立军功。苏怀和徐敏文这2个后辈不就是这样来的？穆国公到底不是无名小兵，这一场放下身份，将功折罪，从头当普通小兵上战场的事，很快传回了上京。且几次作战下来，穆国公英勇过人，有几次还伸手援救身旁的将士，立马赢得一波众人的好感。太康帝收到折子后，便特意的夸了夸穆国公。穆国公有了好消息，云贵妃和平王妃便能喘口气。不过如今太子风头也好得过分，太康帝病后，政务交给他的更多了。云贵妃和平王心急，平王讥讽父皇就是偏心。太子近日日进御书房，而臣难得找一个借口去请安，父皇愣是没让我进去。德海公公通传说，父皇在忙着听太子分析政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父皇明儿就退位自己当太上皇，把皇位传给太子了呢。住嘴！云贵妃听着皱皱眉，生斥：这大逆不道的话也是你说的，让人听到非参你一本。年纪不小了，
还学着你那些没弱冠的皇帝们口无遮拦是吗？他最近在忙后宫一些没成年的皇子皇女们的读书问题，即便她是贵妃，但对于这些龙子龙女们不能太过严厉。她到底不是独管后宫需要美名。淑妃就心眼多，用俩有孕的儿媳推了这不讨好的差事，让她忙得晕头转向。云贵妃想到自己都对这些束手无策，太子就算正事处理得好，也总有恼人的家务事忙不来，立马有了主意。第134章求救。星号。苏七七养胎久了，不怎么出府，除了林双三人过来的情，就是太子妃了。太子妃自打和太子和好后，每次太子妃脸上都挂着笑，和苏七七一块打发手中的绣活时，不是绣香囊就是做腰带。今日又换了平安节，苏七七做的东西容易出错，所以为了不拆改，她求精不求快。可惜她绣一条腰带的速度都赶不上太子妃一天做几样，积极心态都被打击了。我今天是绣不来了，脖子低得疼，将一条绣了半只血珠的腰带扔回针篓中。她抬手贴着脖子转了转，见就这回功夫，太子妃一个平安节已经打完了。她暗暗羡慕，这技能要加她身上。她上次高低不能把老虎绣成橘猫，后来再拿给教她的绣娘指点，那绣娘差点没哭在跟前，害得她听着那绣娘发给了她一堆才貌过人、蕙质兰心、心灵手巧的手艺卡，最后交代她下次可以不用学了，她的手艺已经达到灵魂境界了，再学是对自己的残忍。绣娘如此苦口婆心，其实没眼看她不能看不起自己啊，有啥难的？这次再绣，先描好了图样。江训要是敢再看不出来她绣的是什么，那就不是用在她腰上了，她炫她脖子里。怀着孕确实不能过度用眼，不然要落病。这个给你腹中孩子。太子妃将平安结打好后塞给了苏七七，苏七七接住太子妃递过来的平安结，又见她挑出了几根红绳继续编，嘴角轻轻扬起笑颜落在腹部。这个我留给自己。你苏七七讶喜，又不敢张嘴就来，内里感叹太子和太子妃才和好多久这么快就有了，就算有也没到3个月，还是心照不宣的好。为了孩子周全，太子妃也谨慎的小心，但她并不将苏七七当作需要隐瞒的人。苏七七不直白说出来，她也就点点头。我运气好，咱们的孩子可以继续做完办。那感情好，苏七七。近日太子妃的出入都有太子陪行，晌午前太子便从东宫出了门，要去宣王府接太子妃。蓦地马车转了一个弯，被迫停在半路上。他听见外面熟悉的声音，掀起帘子，黯然喊了声：“舅舅！”眼前人是太子亲母元后的亲哥哥孙庆。从前在朝中任督指挥使，出了孙宇福的事后，太康帝想将太子与孙家撇清，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急了他的职。太子想到如今他与舅舅家的关系，太子嗓间沁出一丝苦涩。父皇已不让我与你们来往，舅舅，殿下，舅舅孙家吧，舅舅宇生，孙庆，他不是放职出去了吗？出什么事了？太子克制道。孙宇生是孙宇福的同胞哥哥，太子的表哥，之前一直待在上京，跟孙庆同属一个官署，期间也是受了被孙宇福暗害太子的牵连，后来没有完全免职，但被太康帝外放了出去。这种结果，一辈子没有重回上京仕途的机会。此处不是说话的地，孙家愧对太子是罪人，殿下可否跟我一步，免得连累殿下？孙庆生若手弯，一直将脸紧贴马车一侧，显得卑微不已。太子小的时候，常常可以见到舅舅亲自送表哥表妹来跟他玩，至少在他长大后，都很少见舅舅这么形容狼狈，身形佝偻。一时硬不下狠心肠，让孙庆上了马车。不久后，马车转进了一个深巷子里。若不是这孽女真是孙家的祸害，我也就不来了。不曾想她落得这个下场，都要再害一害自家人。雨生性情刚直，当初把雨芙嫁出去时，他也曾跟我赌过气。谁知中间这个孽女使了什么手段，被流放的路上都能做出祸害人的事。他如今死了，一了百了，害得他哥哥也要有性命之忧。我走了，从前的许多关系才把事压下。现在雨生被拘在陈州大牢，陈州总督段年说雨生手中沾了官府人命，若不能给段年一个交代，怕是申雨生的折子随时都能送到皇上手中。万一皇上知道，那此事便没有余地了。这是被人设局了，什么交代？他是想让我给他一个攀附的机会吗？太子紧了紧拳头，难以控制。他大致了解了孙雨生到底犯了什么事。孙宇福被发配后一直往南走，正好路过孙雨生任职的陈州。每到一个地界衙差，都要跟地方的人交接信息，孙宇福等囚犯就要在陈州逗留。孙雨生念着兄妹之情，特意使了点银钱人脉，让孙宇福逗留陈州几日，想让妹妹好好歇歇。谁知这一歇歇出了事。本来孙宇福一路安安静静的，见到孙雨生后，倒哭求自己苦，还企图蛊惑孙雨生天高皇帝远，让他可怜可怜，自己弄一个死囚替代他流放，把他救出来。孙雨生有没有如孙宇福哭求的那般做先不论，后来的下文就是孙雨生被夺刀擒拿在天牢中，死在他跟前的狱卒有13人。孙宇福逃乱中撞上了一个狱卒的长刀上，穿腹而亡。孙宇福在陈州除了孙雨生无亲无故，这一出愚蠢的劫狱，苏雨生为救妹知法犯法，沾有官命。孙宇福死无对证，
便能随有心之人随意捏造。而仅凭如今的孙家，哪里能压得过一个总督手中的案子？偏段年还要跟孙家要交代，孙家最后能指望的人不就是他了吗？段年是有意的让孙家找他。殿下，您发发慈悲吧，我可就羽生这一个儿子。孙晴掩面气馁。若孙家无事，他必然以太子优先的，但孙家落魄如此，儿子更不能出事了。等我派人去陈州暗查一番，段年那舅舅别担心，他肯遮掩一时，就不会让表哥的事暴露的。太子说出拒绝不了的话，他终归不想看孙家走到断根的地步。多谢殿下，多谢殿下。孙晴心中微微松了口气。等孙晴走后，太子发现时辰不早了，叹了口气，让人尽快赶去宣王府。不久，平王府的下人准备了马车，带着平王往皇宫去了。见着母妃云贵妃在悠闲的喝茶，他啧啧道奇：“母妃您料事如神，孙晴果然去找太子了。可孙宇福怎么肯轻易赔上一条命的？您又怎么使动段年这个总督的呀？”第135章是教训还不够，这有何难？人罪欲壑难填。孙宇福从将军夫人沦落成一个流放的阶下囚，他本就牺牲了一切去报复太子，早没了活着的念头。我能给他一个有价值的死法，他去得安心极了。段年是总督不假，但他的总督又不能直接硬币给儿子。我未来却能大方送他一个公主做儿媳，或是送他一个亲王做女婿，他有什么不满的？云贵妃眼中划过一丝精明的算计，后宫那些供着的皇子皇女可不捏在了他的手里，待到议亲议嫁的时候，他稍微出言粉饰一番段年的儿女也就成了，让他沾一个皇亲国戚的美名，可不亏。平王有些担心生变故，只是太子就真会包庇孙家吗？若他大义灭亲，段年不会反水供出我们吧？母妃您是还有后招？你当段年是傻的？我许他一分力，可帮他享了2成好处。云贵妃放下杯子，让儿子坐到自己旁边给他解释。太子包庇了孙家，是不是段年就有了太子的把柄？不说皇上哪天不在了，皇上在一天，太子不能一人独大，他敢对段年怎么样？就算太子不包庇孙家，舍得大义灭亲，孙宇福死了，狱卒也死了那么多，段年又没直接说他拿孙宇生威胁太子，全凭太子对孙家的在乎，主动找他。他顶多担些晚报的干系，又不是知情不报。这样太子的好处他没得到，却又在我这得了皇子皇女的好处，富贵险中求他能不懂？你太小看这些人了，他们的胆子大着呢。母妃谋算高啊！平王听得竖起拇指。云贵妃玩玩手边的广袖，尽量让自己的手不受广袖妨碍的全伸出来，眸色深沉，要做就要做绝，像当初废后还给孙宇福留条命，简直愚蠢。太子肯对孙家一再心软，他就更蠢。且等他揽下孙家这个烂摊子吧，揽了之后他再也扔不掉。太子妃被太子接回东宫后，午饭丈夫匆匆吃了2口出去后，她就没见丈夫的面，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又见丈夫忧心忡忡。连这几日刚洗至胎孕后，丈夫对她喋喋不休的关怀都没听到一句，端着参汤进了书房。父皇最近给你的压力很多，屋中烛火点得很少，看得出来丈夫无心看书。太子妃便自在着说话的声音：“还成，天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太子斜靠在椅子上出神，见着妻子过来，他担心她的身子，起身扶着人坐在了自己刚才的位置上。他圈着妻子头埋在了他的怀里，像将全身的疲惫显露在这一刻。午后他就让人去陈州了，即使段年让他的人去见孙宇生，也只能听到孙宇生单方面的口供，或许就是孙宇生做了劫狱杀狱卒的事，也可能是孙宇生让段年设计了，那么段年必要借孙宇生从他这里搭上艘船，全部取决于他到底救不救孙宇生。你还没回房，我一个人哪里睡得着？父皇病了后交给你太多的事了，我担心你吃不消。今天遇到什么难事了吗？太子妃轻轻抚着丈夫的头，他们从前很少有将自己脆弱展现给对方的时候。或许丈夫遇见的事很头疼，可他更愿意去倾听。父皇一直疼爱我，他没交给我什么难事，别担心。太子深吸口气，从妻子的怀中起来，就着妻子柔软的身躯，将人抱到了怀中。天晚了，咱们休息去吧。他绕过桌子往寝殿走，再如何不能累到如今怀了身子的妻子。翌日晌午没过，太子从朝殿中出来，就接到了陈州的消息。他派去的人用他的名义见到了孙宇生，盘问了孙宇生牢狱中的事。孙宇生为官多年，岂不知这中间偷天换日需要承担的风险，对妹妹再多的亲情都是从前了。孙宇生不可能不顾自己的妻儿，不顾上京的孙家去帮孙宇福，当时就拒绝了孙宇福的哭求，并且孙宇生之后都是叫仆人给孙宇福送的吃食用品，只有在孙宇福最后要离开陈州的时候，他去天牢露了一个面。孙宇生说，那天牢中昏暗，火盆燃得很少，黑暗中孙宇福扑到了他的身上，拉着他往牢外跑，没准备中手里被孙宇福塞了把刀，之后他便被地上的东西给绊摔住了，等惊动人点火的时候，才发现是一地的尸体，他浑身早污血不堪。孙宇福更是当着他的面冲上了一柄长刀上自尽，跟着他被段年亲自捉拿在了牢狱中，说什么他为救孙宇福换死囚劫狱等荒唐话，根本就没有的事。所以像太子所料，孙宇生被人设局了，
所有的痕迹都被抹除了。现今唯一的法子就是他出面向段年保了孙雨生。孙庆在家心急火燎地等待消息，终于几日后收到了孙雨生报平安的家书，心中实在开心。东宫现在不是他这个被皇家排外的国戚能去的，知道太子最近会陪太子妃去宣王府，偷偷遣人守了太子的行踪。孙庆趁太子马车拐弯时又出来拦了马车，多谢殿下搭救雨生。太子无声向车夫使了一个眼神，孙庆就被马车夫扶了上来。儿子的命被保后，孙庆不仅心中落了块石头，就连孙雨芙那个孽女对太子做的恶事，心中都减少了许多担忧。因为太子还愿意对他孙家搭把手，并没有因为孙雨芙跟着皇家一起弃了他。孙庆想到太子最近经常来往宣王府，不免又有股身为太子国舅的担心。殿下，您怎么和宣王走得近了？六弟很好，太子不想听别人妄议他跟江训的关系。孙庆，我听说宣王侧妃怀了一个祥瑞，您不可不防啊。太子的马车远了，江训从院中走出来，江河禀报：王爷，方才在前面巷子外是太子的舅舅在门前拦住了太子。太子和孙庆跟陈州孙雨生来信很频繁，属下打探到孙雨生在陈州有半月没有行踪，不知出了什么事。而且孙雨芙死在了陈州，说是染了寒症去的。孙家做了太多耍小聪明的事，太子不听父皇的劝，还去掺和，是教训还不够。江训第136章比书中的小冰坨子更快乐了。双仪阁，太子妃勾着手中的丝线，眸中笑意不减。苏七七好奇这对破镜重圆的夫妻，玩笑道：想太子了。他刚走，哪这么快？太子妃害羞，抬眼见苏七七打量着瞧他，继而点头。昨晚他跟我商量给孩子起名，我儿名字是父皇起的。苏七七了然，到底是太康帝嫡孙，忍不住自己把起名的活包揽了。对于同样投胎的太子和太子妃是荣誉，也可能是个遗憾。太子妃这么开心，指定俩人起的名字有什么情深意切的含义，这不禁让他想到了江训给宁儿起的名字，宁万籁俱静。也不知这胎会不会潦草。孕土了，吃点果脯吧。一回神，苏七七见太子妃呕了起来，他端着叠果脯上去。太子妃捏了几颗，吃了依旧止不住。太子妃跟前的宫女们瞧着不是事，端杯温水送到跟前。太子妃，您再喝点水吧。太子妃就着杯沿慢饮了一口，连水都喝不下，摆了摆手，对苏七七无奈道：我还当我指定比你好呢，谁知才说没觉得怀了，这孩子就给我闹动静了。苏七七摸着自己的肚子，很是认同。一样，没发现的时候没什么反应，发现了就跟藏不住了一样，时不时难受一下。他也没什么好法子，更说不出来江训那种找大夫治一下的话，就让太子妃先靠软枕上歇一歇。等太子妃稍微好点后，宫女们急忙将太子妃给劝回了东宫。苏七七看着太子妃那个不亚于她孕吐的模样，之后太子妃肯定不能常常来了。婉儿跟着太子妃一起回家了后，宁儿没了玩伴，就回到了娘亲跟前玩。苏七七绣雪竹，宁儿扯线团，扯了一堆缠到手里。宁儿手绑住了，挣不开，母妃可不给你解，母妃腾不出手。绣到雪竹叶子，苏七七想一鼓作气把叶子整片绣出来，连抬头的功夫都没有，光听到宁儿在她的针篓子里笨笨的拽线团了。母妃，我也在做礼物。宁儿挑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丝线颜色，之后一根根的合在一起，卖力的在手中搓搓搓，就是搓不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宁儿想做什么礼物，送给谁啊？苏七七手中的东西再重要，也不如儿子的小脑袋刮出来的小主意。小小的人儿居然会给人亲手准备礼物了，给母妃的吗？老母亲还是满心想收到儿子送出的第一件手工礼物。宁儿嘟着小嘴，眉头都在用力，两边脸颊上的肉完全成了肉丸子，跟苏七七摇摇头。不是，但我的东西都是母妃的。苏七七，那就送你父王的。不是，母妃准备了，父王才看不上我的。宁儿又摇摇头。苏七七疑惑，那谁的？送皇祖父的。宁儿把几股彩色丝线搓成了一股粗粗的疙瘩长条，她自己就看出了不对劲，跟她想要的形状一点都不一样。文儿哥哥说皇祖父要过生辰了，60岁够好多好多宁儿这样岁数的孩子。文儿哥哥说岁数越大能过的生辰越少。皇祖父生病了，宁儿想赶在皇祖父病好后给皇祖父一个生辰礼物，让他开开心心的。宁儿能长这么大，可不是一个连病都不会生的小仙童，她病了会没力气，头疼，浑身发热难受的，只想抹眼泪，什么也吃不下，什么也不想做，只有等到她病好，父王和母妃送她的东西，她才有力气玩。那时她会有一种被庆祝的快乐感，她想给皇祖父庆祝庆祝，手中搓的是玉佩上坠的穗子。每次进宫，皇祖父都会拿他腰前的玉佩逗他玩，他都从皇祖父那得了好几块了。宁儿想搓一个穗子，再让他会做好看玉石的漆书，给自己刻一个长胡子的老爷爷，挂起来送皇祖父，他一定喜欢。宁儿还真细心，苏七七有些暖暖的。他突然想到前阵子自己爹娘过生日，他们俩的生日离得近前后脚。苏七七当时准备的都是金银补品，父母也喜欢，
但宁儿当时也送东西了。宁儿给了外祖母一柄小镜子，比一般的黄铜镜清晰，一般都是宫中所用的，她会经常在宫中各个娘娘的宫里见到。给外祖父送了一只小玉壶，苏父出府后太爱喝酒了，用存的私房钱都要买酒。那小玉壶是宁儿用积木跟平王柿子换的，3寸大小，打起酒来也盛不了多少。就因为是玉壶，周氏往个周边酒房拉着丈夫吆喝一圈，说是自家小外孙给的，留自家老头子买酒喝。这话说出来，谁想不到是什么缘故？苏家有个小外孙是王府的小主子，王府又跟苏家十分亲，女儿还常常带着儿子回家看看，有时王爷还一块陪着。3寸小酒壶就是告诉大家，卖酒可以，可别卖多了。所以之后苏家一圈的酒房都不敢为了多赚点钱，就把自家酒当水似的往苏父肚里卖，连留他在酒房里喝都不成。谁家喝坏的找谁家去，毕竟人家的小孙子送的酒壶明明白白的用意在那里呢。苏父后来很苦恼，小外孙笑啊，笑大发了，酒坛子都见不到了。猪出名靠壮，他出名靠小玉壶，人名都没报，先知道他是谁外祖父了，等他痴呆都不带出门家回不了的。当然宁儿小，他只觉得自己送了一个小玉壶，外祖父就会照着玉壶的量打酒喝，不会超了，根本没想到还需要这么复杂。只是苏七七更没想到的是，宁儿居然切实的用心想了每个人该送什么礼物。刚开始他会觉得生错了，实在是宁儿单纯乐观开朗，跟书上一点都不像，怕是一些重要的优点都不剩了。其实是他想错了，宁儿聪明得很，他有自己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能在大家生活需要中寻找适合的东西，只是比书中的小冰坨子更快乐了。这么搓不出来的，母妃教你。苏七七一圈圈的解开宁儿搓出来的乱结，挑了几股色彩相宜的绳子，让宁儿弯起手指勾住。他一股股的将丝线编出简单的麦穗花样，剩的等凌霜来。他拜托凌霜让七郡王刻一个宁儿要的长胡子老爷爷。宁儿非常珍惜苏七七给他做的半成品，双手捧着找了一个木盒放进去。第137章生出来还能喊别人爹不成？11月初时，自古人比较重视整岁生辰，中间的只见年岁突突往上涨，其实并不爱过，尤其是太康帝这种刚病一场的皇宫，并未过分操办，同往年一般，简单的叫上了宫外的儿子女儿，一起吃顿宴席。苏七七对去皇宫参宴已经驾轻就熟了，她爱好看，换好了衣服是站在落地镜前，挺着肚子看了又看，缺点找了又找。江训和宁儿两人不需要很繁琐的装扮，各自换了身吉服，守在苏七七跟前等着。父王，母妃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给别人看吗？宁儿不懂苏七七是为了美，只知道母妃没怀孩子前很爱出门，怀了后出门少了不说，但凡出门一定穿得宽宽大大的衣服将肚子遮住。现在母妃肚子又大了，今天出门更慢了。母妃把你生出来后也没不舍得把你给别人看啊，母妃是想美美的出门罢了。苏七七又加了条披帛在身上，两头在手臂上一拢，正好挡住一个浑圆的孕肚。王爷，这样是不是跟没怀一样？她站得端端正正，除了衣服宽大，但凡手里的人都不会乱往别人的肚子上盯。江训却不是那个手里的人，确切的话，他不是对苏七七手里的人，知道苏七七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见证了孩子一日日在他肚子里成长，水滴石穿般构建他为父的期待。若出门，他是很开心，让别人知道他怀了他的孩子，不需要他为了美遮遮掩掩。本身苏七七辛苦的10月中，这是最不可拿出来苛刻的事，他更不觉得他丑过。苏七七问了半天，江训一直不说话，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肚子，像要将他的披帛给盯穿。他是让他往肚子上盯的吗？他是让江训看整体，提着长长的100冲到跟前，才要抬手挡住他的眼睛，打算让他闭眼。江训眼疾手快地握住了苏七七的手，反手摸了摸他的孕肚，别有意味道：怀没怀最不该问我。苏七七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是不该问他？下一刻江训又道：生出来还能喊别人爹不成？苏七七，天寒了，地冻了，江训的脸皮厚实了。宁儿，那能不能呢？7叔8叔还有9叔可想让我当他们儿子了。他问得很真诚，因为这些叔叔们确实在摸着他头的时候，眼中泛着光，嘴中缠着水，真的很想有他这个儿子。江训轻飘飘睨了宁儿一眼，语气如6月暖阳，敢叫打断你的腿。宁儿，父爱如火，火气的火，我爹他能11月初下阳，宝宝再也不怕天黑了。冬日里的第一场雪已经下在了昨夜，冷风呼呼的打着廊檐下的灯笼。江训把苏七七抱在怀中出了屋门，他对着苏七七的疑惑解释：地上还有些积水，怕你摔倒，抱你出去。咱妮儿呢？江训体贴苏七七没意见，他确实不能摔倒，就是可怜了腿下的小人儿。江河在府外备着马车，俨然绿萝抱宁儿的话，还不如宁儿自己走得安全。当然倒也不是真就会摔，只要宁儿不专门挑水坑硬走。江训不怕，宁儿穿得厚，底盘低摔了也没事。宁儿真的，要不腿打断吧。太康帝的生辰宴比较松快，
先是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给他磕头说吉祥话，再是将礼物一一的呈到太康帝的面前。太康帝活了大半辈子，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就是儿女们的今天都是他给的，送的不过都是金银之物，再不济了出点万变不离其宗的小花样。例如太子送的舐犊情深图，平王送的众仙鹤生辰图，姜逊送的民生图，苏七七都没见太康帝多喜欢。太子和姜逊脸上没有多失望，规规矩矩的说了贺词退下，平王幽怨的眼神就灵性了，好像很期待太康帝看上他的话。但太康帝甚至颔首赞了太子的图，越过平王略微细看了姜逊的图，对他一堆的神仙没个表示。苏七七就清楚到，可能今年是平王第一次送画，学的还是太子和姜逊，东西都一样，可没拍到太康帝的龙锭上。儿女多贺礼多，看多了眼就花了，越到后面太康帝越懒得一一细看，直接让德海公公快点唱词。这对于太康帝没什么，可对于身后殷殷切切偷看太康帝神色的儿子们失了大望，他们的礼还没入眼呢，就注定落灰了。大人们再想把气氛搞得热闹起来，不能罔顾君臣父子伦常都带着些忌讳小心，不如真正的孩童纯真。太康帝看见从文儿开始，一群孩子跟他至声至气地说着皇祖父生辰快乐，学着家里父母教的词，有些还记得错错乱乱，不由得被逗得捋着胡子哈哈大笑。这时太康帝才露出了今晚最开心的笑声。皇祖父这是欲如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文儿希望皇祖父哪里都顺意。文儿捧着一柄玉如意白的不染杂志，像眼前小孙子的眼睛。太康帝摸摸文儿的脑袋夸赞，经你这么一说，皇祖父顺意得很。平王世子不到12岁，长得胖乎乎，敦实性很足，抱着一个碧玉老翁，手中有一个送桃的姿势，很像刚才平王画上的其中一个。皇祖父长青不老。太康帝，什么时候大家才知道生辰并非要一直提老不老，岁不岁数的事，开心了不就行了？他点头，不老不老。贺王世子和张王世子的礼物像提前抄了平王世子和他爹的答案，一幅仙鹤衔灵芝，一块南山石。俩人各给太康帝磕了一个响头，说了些福寿安康的话，东西俨然是大人帮孩子准备的，年龄这么大了次兴许是自己想的。太康帝念在俩人口齿伶俐，颔首表示不错。宁儿见前面几个哥哥都祝完了，他捧着手中的盒子准备上前，正要打开盒子时，右胳膊被人撞了一下，盒子落地时响起了另一个孩童的声音：皇外祖父生辰极乐。顺阳，宁儿刚要上前递东西，你怎么就没看住柿子？宁儿的东西摔坏了，还怎么给皇上庆贺？触了眉头怎么办？淑妃头一次在别人还都没发话时，破天荒初次维护了自己的孙儿。淑妃娘娘恕罪，我远嫁日久，跟父皇2年未见，月儿更没怎么见过外祖父，祝贺心急了些。被叫顺阳的年轻妇人施施然走出来，语气恭谨中透着3分敷衍。第138章姜逊护子。顺阳是太康帝的庶长女，尽管有这么多孩子的太康帝，对于第一个长女还是不可忽略，有着重视和偏爱。一个外嫁出去的公主，上京无法久住，皇宫便出钱在她外嫁的夫家地界建了一个公主府，准她与驸马和自己的孩子居住。年初，顺阳公主在灵州的丈夫去世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公主哪里愿意待在灵州守寡，递了书信到皇宫，让太康帝和彼时还在的废后接她和孩子回京。顺阳公主的诉求便是回到上京，腾出一座府邸作为公主府，供她跟儿子居住，不必再跟灵州赵家的公婆遵守儿媳责任，恢复独有的顺阳公主封号，类似于姑姑凤阳长公主一般，带着儿子寡居。若她只为自己求的话，废后都不会在这点小事上苛待公主，做一做贤后的名声，将公主接回来就罢了。可顺阳公主既想要自己公主的优待，又要把儿子一块带走，再占着赵国公府世子的名头，赵国公夫妇哪里会同意？孙儿不在跟前，和断根无异。况且他们儿子去世前，不止公主一人所出的子嗣，赵国公夫妇还有其他房中的子嗣，老两口给话，若顺阳公主想回京，他们不敢留，但要将孩子留下。若不将孩子留下也成，赵国公世子再跟顺阳公主的儿子无关。话虽很绝了，言外之意却在那里，就是顺阳公主不能既要自己公主的体面，又想让儿子占据了赵国公府的好处。谁知道顺阳公主这辈子会不会再改嫁，自己的孙子会不会入了别人的家里，若连自家的爵位一起带去了怎么行？这样一来便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了。废后当时的意思就是可以让顺阳公主回来，儿子要给赵国公夫妇留呢。若舍不得儿子，便搬去灵州的公主府，日后公主府的嚼用皇宫会送去，非带走孩子还要回来是不成的。若给她一人开先河，丈夫丧期没过，就要带着儿子离开夫家，又带走了夫家的爵位，那给后面的公主开了一个什么头？日后谁还愿意娶皇家公主？就是用圣旨强嫁，怕都没有人家真心实意的带皇家公主。废后拒绝了这个要求，太康帝同样觉得女儿的要求过分，就回绝了顺阳公主。后来顺阳公主几次上书参赵国公府其他几方的错处，力求保住儿子未来的爵位，自己再脱离夫家回京。到了云贵妃和淑妃合管6宫后，云贵妃暗中通信顺阳公主，先向她表达心疼之情，言语渴望帮忙。
等框的顺阳公主信以为真后，云贵妃便把这事推给了淑妃。当初连废后都不赞成顺阳公主的做法，她哪里会主动更改？以为这件事很简单。顺阳公主的要求推了就是，不想就被顺阳公主记恨上了，以为是她要当贤妃蛊惑太康帝，不因此事。回来后，顺阳公主进宫都言语找她几遍茬了，现在淑妃是有口难辩，心中可不是恼云贵妃，还有这个糊涂虫顺阳公主。父皇，您不会怪我没管好玉儿吧？这孩子7、8岁了，没怎么见过，您是心急了些，六弟姐姐对不住了。顺阳公主又转过头来，对太康帝和江训2人各赔了歉。顺阳，你这说的什么话？本宫最是知道宣王豁达，淑妃和善，小孩子冲冲撞撞的，总有意外。你不远千里回来，又辛苦独自带着孩子，你父皇疼惜你还来不及呢，哪会觉得你没管好玉儿？若说其中苦涩，本宫相信凤阳长公主最是懂你。顺阳公主是云贵妃早先给淑妃下的棋，妻子回来了，她这个下棋的人恨不得顺阳公主把淑妃给从棋盘上吃掉。顺阳公主生母早丧，从小在云贵妃膝下养过些时日，那时母女情并不深。她想回京做一个逍遥的公主，像姑姑凤阳长公主一般，云贵妃愿意帮她，感动的对云贵妃泛起了泪光。在对上和她差不多境遇的凤阳长公主时，顺阳公主刚张了嘴，想喊姑姑。凤阳长公主抱着太后的胳膊，轻蔑地扫过云贵妃和顺阳公主，话来话外也是股委屈。母后，我那时没了丈夫，心痛欲死，没那么让您头疼吧？顺阳怎敢跟她比，还拿她的待遇为自己争，她就嫁在了上京，搬回公主府怎么了？更没小家子气，同时惦记夫家的爵位。徐家该是丈夫2个孩子的，就是他们的。她也没冷心肠，到丈夫前脚走，后脚就恨不得跟夫家反目成仇。效仿她，传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太后比起喜欢孙女，更喜欢自己的女儿，况且如今后宫还有很多乖巧的孙女。母后当时也心疼你，心疼敏言俩孩子，你哪会让母后头疼？凤阳长公主面上瞬间附上了正经，冷瞧这个侄女。顺阳姑姑还是比你省心。她将目光移到宁儿身上，见宁儿搂着怀中的木盒，怜惜道：我瞧宁儿好端端被没说过话的哥哥欺负，也不敢欺负回来，我心疼得很。我家孙女若是被谁这么欺负，我跟她没完。淑妃娘娘，你说是吧？今晚竟是挑火的人，凤阳长公主不介意，自己也跟着挑火。淑妃不为宁儿，都要为自己出口气。她象征性的劝解江训：宁儿比不得长公主孙女，跟顺阳家的小世子也比不得，训儿你就别跟顺阳计较了。儿臣知道。江训对淑妃拱了拱手，再跟让人接连讽了的顺阳赔礼。顺阳姐姐还带着夫家的笑就回来了，想来真是惦记父皇，说不定留不住几日，臣弟不会计较。父皇也没见几次玉儿，心中只有喜爱，更不会生气的。宁儿还小尊敬兄长是应该的。江训本不该在这种日子上说扫兴的话，实在是对方将他的儿子欺负了，挑衅的话扔到了他的脸上，过分的让步就成了笑话。他眼下只是就着顺阳诉出来的苦实话实说，是谁不懂规矩带笑冲撞谁心里懂。太康帝再爱女儿，不会是非不分，更不会被女儿屡屡不改的贪婪念头动摇。父皇我没晦气，我就没给他守丧期。顺阳公主觉得一个公主给不给夫家守丧期没什么，慌解释，生怕让太康帝觉得她晦气。够了！太康帝低怒一声。第139章宣王小世子。出嫁前长女还乖巧恭谨，有些公主脾气但不会出格，回来后就成了一个自大妇人。记起刚开始太康帝收到女儿递回来的信，以为她在灵州过得不好，才闹着回来。他让人去暗查了一番，结果竟然是因为女儿是公主，被灵州外有官员内有官妇的捧出了这般样子。若想留在上京，便把玉儿送回赵国公府，你自己在上京风风光光的做你的公主，舍不得儿子就回灵州公主府做你的公主。过了今日，朕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若3天后考虑不好，朕就当你想通了。朕吩咐人亲自送玉儿回赵国公府，回头再替你在上京腾一处府邸。太康帝这话已经是维护女儿了，他出的主意还只是将玉儿送回去。若要直说送她和玉儿一起回去，那丢的就不只是顺阳公主在上京的脸，而是让顺阳公主灰头土脸的带着儿子回到灵州丢脸。如今她还有选择。顺阳公主身子一软，被身后的丫鬟扶在了怀里。太康帝睨了她一眼，伸手问玉儿要贺礼，把你的贺礼给皇外祖父看看。玉儿方才敢撞宁儿，又大着胆子亲近不常见的太康帝，是顺阳公主来京前经常在儿子跟前显摆父皇对她好的话。她8岁了，母亲跟祖父祖母闹了很久的事，就是想将她带回京，让她好好在皇外祖父跟前尽孝，说日后得到的好处比灵州大，让她趁着皇外祖父生辰，尽量取得皇外祖父的喜欢。但好像皇外祖父并不好哄。玉儿小心翼翼地把手中的贺礼呈了上去，是一颗很大的人参。太康帝刚病好，这就送来了一颗人参，不用想就知道是女儿特意准备的。盖上盒子表示喜欢，不错，皇外祖父正需要补补。而后再吩咐，朕瞧着公主身体不好，将公主扶回去，小世子陪着公主。一通打发行云流水，
宴席还没有开始，就将他们母子二人提前打发了。顺阳公主委屈地盯着太康帝，太康帝没再给她眼神。她去看云贵妃，云贵妃没料到顺阳公主这么不堪一击，丝毫不将眼神放她身上。最终，顺阳公主满含泪水地拉着儿子出了大殿。顺阳公主走了，接下来没有人敢随意乱动。太康帝对一直抱着盒子的宁儿招招手，温和笑了笑：“来，皇祖父这……刚才皇祖父很像发火了，好多礼物皇祖父都没太喜欢。宁儿不知道自己的贺礼好不好，有些犹豫。”太康帝笑笑：“皇祖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最捧皇祖父场的，怎么长大了扭扭捏捏了，怕朕？”他抬头看了江训，又看了看苏七七，眼神里质问的话如同在说：“我孙子胆咋没了？”苏七七活泛，用手安抚了宁儿的头顶：“快，皇祖父要看看你的贺礼，东西准备了，不送没礼貌的。”宁儿受到了鼓励，准备的东西就是送给皇祖父的，就算皇祖父不喜欢他也该送。端正了手中的小木盒，向太康帝走去，当着他的面拉开木盒的抽屉，现出一块银白的长胡子老头，老头穿着跟他一模一样。太康帝不好敷衍，说不定那老头是他。这是谁啊？皇祖父怎么看着这么眼熟，长得真精神。他拎出来食指勾住彩色的丝线，落在众人眼中的就是一个仙风道骨的小玉人形象，玉人脚下还踩着丝线编成的麦穗，颇有圣人之感。宁儿就怕太康帝不明白他送的礼物是什么意思，早就在心中组好了话。被问后，他指着玉佩一一介绍：“中间的是皇祖父，我拜托七叔刻的。”七郡王会点小手艺，太康帝知道，又见宁儿说这是自己，他当众给了七郡王一个笑脸。老七的手艺不错，镇库里有些好玉石，回头得海挑2块送七郡王府去。谢父皇！七郡王激动的双手差点捂起来。他自己刚才送的礼物都没让太康帝正眼瞧，自打出府后都是皇宫暗里给他们这些外面的皇子送节礼，他许久没得到太康帝特地给的赏赐了。今天能第一个在兄弟们中反过来收礼，脸面不要太好看。虽然他已经对玉石没那么爱中了，上面的彩线和下面的穗子都是我勾着，母妃帮忙编的，都是粮食。皇祖父天天太累了，这小玉人就是皇祖父，要是皇祖父不舍得休息，就摸摸小玉人，看见了自己就记得笑笑。父王说，这个世上只有皇祖父才能让别人吃饱饭，皇祖父看见了底下的麦穗，也要记得吃饭啊。宁儿把送贺礼的心意说完，抱着盒子盯着太康帝看，意思大概是我贺礼送完了，等到你点评了，喜不喜欢你直说吧，不喜欢我也丧着脸转回去，等下一个哥哥弟弟给你送。太康帝哽了哽嗓子，眼圈微红，送的是他自己没法子挑不好，但还能将今晚送的东西说到他心坎中的，真就要数宁儿了。皇祖父太喜欢了，以后挂在身上天天的看，记得休息，记得吃饭。当即他将小玉人挂在了自己的腰间，拉着宁儿的手拍了拍，塞进了一块刚从自己身上替换下来的黄玉。朕喜欢宁儿，想来日后宣王府也出不了比宁儿还合朕心意的孩子了，别人家的世子都是出生便有了，宣儿家的实在等得朕心急。父皇恕罪。江训意识到太康帝要决定什么，苏七七挑眉，原文好像宁儿在江训当王爷时同样没确定身份吧。淑妃握紧了手中的椅把，认为宁儿这就有造化了吗？云贵妃轻轻冷笑，宣王府大概进不了什么高门贵女了。凤阳长公主欣慰地看向苏七七，果然是越来越不凡了。太后对这事不掺和意见。太康帝见众人凭着气，他抱宁儿到自己的腿上宠溺道：“以后宁儿就是宣王府的小柿子了，谁再欺负宁儿说她没出息，朕的皇祖父威风可不应。”宁儿在家的时候整天被喊小主子，出了门才知道其他的哥哥弟弟被喊小柿子，没觉得他就跟别人差哪里，就是统一了称呼，莫名想到了他母妃和别人不一样的称呼，不知道是不是要变一变。第140章，希望是个祥瑞，别让你吃太多苦头。庆完了太康帝的生辰，江训带着苏七七和宁儿出宫。苏七七一直不理解太康帝之前说的话。宁儿问太康帝世子的母亲不是王妃也成吗？太康帝玩笑的逗宁儿，不是王妃哪里来的世子，好像把他的身份给先定了一般。王爷，皇上今晚怎么突然给宁儿世子了？是被顺阳公主给激到了吗？江训回头看看睡着的宁儿，再落到苏七七身上，眸光柔和。顺阳公主今天会找事，我不曾料到，不过看母妃那个生气的模样，想来是顺阳公主故意借着宁儿报复母妃的。顺阳公主丧了夫不久就要回京，还要让儿子带走赵国公府的爵位，几次因为赵国公府阻拦，所求又与理不合，不能得偿所愿。趁着父皇生病，借着生辰回来后四处散播，想效仿凤阳长公主寡居上京公主府，行事狂悖贪婪。父皇哪里能不知道些风声？今日孩子们祝贺时，顺阳公主越过文儿、平王世子、贺王世子还有张王世子，偏偏让他儿子等到我们宁儿送贺时找事，确实有欺负之嫌。不然淑妃也不会多嘴一句宁儿比不得顺阳公主的儿子。宁儿没有世子的名头，但跟着参加多少次宫宴了，太康帝不是耳聋目瞎的人，能知道别人对宁儿的议论。且上次他已经跟江训透露了允苏七七当正妃的话，
不过就是因为江训当初为了摆脱指婚，弄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让他不好立刻给苏七七求一个正妃，不然应该会是苏七七先当正妃，宁儿顺理成章成为世子。今晚太康帝肯给宁儿世子没什么突然，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江训摸了摸苏七七的肚子，寄托希望。还好当初只是把路延长了，有了这孩子不算将路堵死。等你生了这个祥瑞，我再让钦天监做一场祥瑞化解的兆头，让父皇下旨封你王妃。他已经考虑好了，有了现在这个即将出生的小祥瑞，父皇那给了接纳苏七七的暗示，什么灾都可以冲掉了。苏七七听江训后续事安排的细致，猛受一击腹中孩子的踢闹，闷哼了一声。江训手贴在苏七七腹上，同时受到了微顶的一丝踢动，仿佛他们俩刚才说的话孩子都听懂了一般。早晨就有点不对劲，4个月了，这孩子要闹腾起来了。苏七七摸了摸被踢到的位置，安抚的拍了拍，也就没有动静了。希望是个祥瑞，别让你吃太多苦头。江训跟着一起拍了拍方才苏七七被孩子顶动的地方，可别让他一直不安了。顺阳公主回来后住在宫内，被太康帝提前从宴席上赶回来，她不甘心，刻意又让宫女去打听了宴席上的热闹。再一得知她前脚刚走，父皇就对江旭儿子送的礼物大夸特夸，还给了一个小世子的头衔，就如同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火辣辣一样的疼。当然他以为是自己父皇被他气到了才临时起的意。顺阳公主将孩子哄睡着了，自己回房，心里火急火燎的着急。怎么办？父皇都不愿意我带着孩子留下，偏偏这时候又来了一个捣乱的，早知不信那人的嘴，把这个小麻烦解决就成了。他拽着父前的衣服贴得紧了，从宽大的衣物中露出一点浑圆。伺候的宫女喜翠见公主神经紧张，抬手小心翼翼地将顺阳扣紧在腹部的手从衣物上拉开。公主上次差点把命折进去了，可不敢这么伤着自己，伤着腹中的孩子。你懂什么？我若带着玉儿一起回去，继续做那赵家儿媳，我腹中的孩子不就瞒不住了？到时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这公主做的淫荡，丈夫死了不久，我就跟她的贴身侍卫厮混在了一起，还怀了孩子，我还有什么脸面？若我抛弃了玉儿自己留在上京，我跟赵家是没关系，便是之后生下这个孩子，父皇也总是向着我的，我堂堂正正的让这个孩子在我身边长大，那玉儿又怎么办？我丢了她，她一辈子会恨死我的。顺阳公主一想到这些后果，脸都吓得惨白。都怪林树那个欺主的刁仆。怪谁呀？喜翠。喜翠的话音刚落，从屋外进来一个端着参汤的男人，悠悠地盯着喜翠笑问。喜翠忙拧眉让开。男人走到顺阳公主跟前，丝毫没有主仆男女避讳之意，放下参汤，将侧坐在床边的顺阳拥在了怀中。喜翠忙气羞着脸低头退了出去。怎么了公主？不就是提前离席了吗？你不是说你父皇在所有公主中最宠你，兴许皇上说的是气话，明儿你再去好好轰轰皇上，说不定便让你和玉儿留下了。顺阳公主冷哼，你还是不了解我父皇，不可能的，在那么多人面前赶他，怎么可能再出尔反尔？都怪你，要是你规矩，我指定不会这么狼狈。其实顺阳公主若堂堂正正的脱离赵家儿媳的身份，真不再嫁了养几个面首太康帝，只会睁只眼闭只眼。但偏赶在了身份还尴尬的时候，顺阳公主和丈夫的感情一般般。不过丈夫活着的时候本也没旁得出个心思，毕竟人活着到底是夫妻，过着夫妻的日子，吃着夫妻的饭。等丈夫一死，本来就一般的感情更少了。顺阳公主过不下在夫家顶着寡妇名头守寡的日子，就打算搬出赵国公府了。某一天夜晚，一直跟在丈夫身边的侍从林树摸到了她的屋里，当时她吓得六神无主，以为是盗窃的贼人，不想是盗东西的贼不假，却是盗她的。林树浑身滚烫，将她压在身下，一句句的对她诉说爱慕之情，让她尝了许多的甜言蜜语。丈夫去世那段时间，林树作为她与丈夫院中的人，里里外外的忙活她记在心里。天黑夜静，不知怎么就受了她的骗，随了她的意。后来屡屡被林树摸到房中，她便更不想留在赵国公府，更不想让赵国公府的儿媳名头拘着她，想回上京。第141章顺阳诡计。不想赵国公夫妇平日里对她尊尊敬敬，一个爵位守的是这么紧，怕她将玉儿带走，不再认赵家，就撂下话，儿子和上京让她选一个，断断续续磨到了今天，不想腹中居然就有了。若不是这个孩子，我也不会这么急的上火，忘记场合向荀淑妃晦气，都怪你。顺阳公主推开林树，林树只当撕不下的牛皮，又重新拥上顺阳，盯着他。父，怪我，但你狠心的打了一次不是吗？孩子就想认你当娘，舍不得离开，那次多伤身，差点把你一起害了，孩子都不走，这就是缘分。顺阳公主发觉怀了后，就让林树准备药，俩人一起偷偷跑到林州公主府，准备用药打掉。林树哪里肯放掉这个攀附公主的机会，就算当不成顺阳明面上的驸马，他也要顺阳生他的孩子，为了顺阳抛弃不了他。于是他偷偷在落胎药中做了手脚，让那药不仅打不掉顺阳腹中的孩子，还只能精心养着孩子生下，才能不伤到自己。顺阳要面子，偷偷跟他做下那事，只有自己能相信，他自是不敢闹得人尽皆知，
所以这孩子已经快2个月了。若皇上的意思不能改，既想要公主面子，那就让玉儿回去你留上京吧。等我们的孩儿生了，有我有孩子陪你，不也不孤单。你的孩子怎么可跟玉儿相比？玉儿有爵位，你有什么？你顶多在后院当我面首。顺阳公主是公主不假，可若想做凤阳长公主那样恩宠不绝的公主，必要有一个同胞兄长当皇帝，太子跟她又不亲，未来就是当公主也顶多是空壳子，宣赫不了。哪怕肚中的孩子有她一半血也是不够的。有爵位的玉儿就不一样了，她是国公之后，有这个靠山就远超一半的人，再好好的混出出息，她日后的风光足矣。可她就是不想再在灵州待着了。公主，如果天界出现了什么大事，那能盖过赵国公府的丧期吗？你也就无法立刻回灵州了。林树阴恻道。顺阳公主不解，什么大事？翌日，不管顺阳公主是不是3天后带着儿子回去，或是自己留在上京，她被赶出宴席的事都不好看。为了跟太康帝表示自己知错了，一早带着儿子去云贵妃的宫中，准备让她组局为自己昨天的失礼给淑妃还有宣王道歉。路上，玉儿不安，母亲，你会把我自己送回灵州吗？母亲向往回到上京，回到上京后，哪天母亲都是开开心心的。昨天被皇外祖父骂，很怕母亲会让她自己回去，那她以后还能见到母亲吗？顺阳若没有昨晚林树出主意，他可能今天还气着根本不可能出门。有了林树的主意，他有法子让云贵妃主动帮他留在上京。母亲会一直将你带在身边的，谁都分不开我们母子，他自信道。云贵妃在宫中听到了顺阳来求见他，实际上他是不太想见的，利用顺阳容易，但没利用出来价值，还让他反应过来就脸面不好看了。但人来了不能赶，云贵妃索性厚着脸皮见，不过是个待不住几天就要走的人罢了。顺阳来了，本宫听你说要跟淑妃和宣王夫妇俩赔礼道歉，按本宫的意思，淑妃嫌得你，直接去淑妃宫中也成。顺阳笑得虚伪，话却赤裸裸的直白。贵妃娘娘一向体谅顺阳，听说顺阳不想待在灵州，贵妃娘娘千里送信安慰顺阳，顺阳可记得。淑妃娘娘就不曾多管顺阳的心情，不是贵妃娘娘跟顺阳母女情深，顺阳怎么就两相对比，把淑妃记恨上了？都出去！云贵妃被顺阳说的话惊颤，凉了脸色，让宫人出了殿。顺阳瞥见人都走了，更加大胆不讳，我想留在上京，贵妃娘娘要帮忙，你威胁本宫，留不留不是本宫一人可以做到的，顺阳太瞧得起本宫了。云贵妃有些书信的把柄在顺阳手中，她想拿那些书信威胁，可书信上没说太过绝对的话，她将那些书信跟皇上哭诉成是对顺阳的心疼，未尝不可。最多被皇上指责糊涂，比顺阳敢跟他蹬鼻子上脸强。我不会拿那些书信威胁贵妃娘娘，我想帮贵妃娘娘独掌6宫，不如我们联手把淑妃娘娘赶下去，把宣王赶下去如何？太子在东宫不假，可我觉得宣王更是平王哥哥的威胁呢。林树勾搭顺阳公主最大的目的便是想成人上人。顺阳公主来京1月多，他就暗自调查了上京中的暗涌，毕竟是从前在国公世子跟前做侍从的，搜罗消息的本事不错，知道云贵妃在利用顺阳，不如他哄着顺阳，将云贵妃的这份利用变为合作。一个公主的去留，可比一个宫妃和王爷轻多了。怎么个法子？云贵妃见顺阳是认真的，他要敢谋划云贵妃倒不太怕，因为这意味着大家在一条船上。顺阳俯过身去，对着云贵妃耳语，短短片刻，云贵妃脸色几变，她不可置信地重新打量顺阳。你如今可真敢，太后也敢动。太后不是顺阳一人的祖母，若贵妃娘娘愿意，顺阳愿意当贵妃娘娘一人的女儿。顺阳，林树说的不错，比起靠玉儿宣赫一个帮新帝上位的公主也不错。昨日太后分毫未帮她说话，她有何情面可念？我来安排。云贵妃暗暗收敛讶异顺阳冷血的面色，笑道。苏七七和江训收到顺阳的请帖是当天下午，苏七七本没将顺阳的事放在心上，不明白被太康帝下了3天旨意的顺阳有什么好赔礼道的。但顺阳找云贵妃牵线就很奇怪，若真有诚心，先跟淑妃道歉不应该吗？非要找跟淑妃不对付的云贵妃。江河，查查顺阳从昨天到今天的动向，派什么人出宫了，购置了什么回来，要一清二楚。江训吩咐。总归顺阳只有3天的时间，不管他做何选择，都要替自己带着儿子回城，或是替儿子回城做购置。若什么都不急着操办，还悠闲的组局，那就有问题。第142章是不太行了。傍晚前江河回来了，打探了一圈，消息他面容肃正，对江训和苏七七拱手。王爷，侧妃，顺阳公主的人很奇怪，有线索。苏七七发现了起点。江河点头，属下今日查了顺阳公主手下人的行程，确实有出宫过，但是出宫的既不是顺阳公主的贴身侍女，也不是顺阳公主身边的宦官，而是她从赵国公府带出来的侍从。既然与赵国公府如此想一干二净，便是带了人出来，应该也不会大用。那侍从是何来头，做了什么？江训，江河，那侍从名唤林树，之前是顺阳公主王夫跟前的人。林树此人警觉，我跟着他险些被发现。
还好侧妃的弟弟在上京有众多铺面生意，我就找了苏小掌柜，让他叮嘱手下掌柜注意，查到林树今日一直在购置东西，不过购置的全是药材，而那些药材也奇怪万分，除了有2味混合就能变为剧毒的药，其他的药材全是治疗普通小病的。不过属下让人查了，每样药草中都逃离不过几味里调女子胎孕的药，将这众多的药合成一副就是安胎药了。他把林树抓取的药方如数放在苏七七和江迅面前，里面用朱笔圈上的药材正好合成一副安胎药。苏七七喝了许久的安胎药，很容易认识几味眼熟的毒药、安胎药。苏七七纳闷的喃喃着，猛地一惊，护着肚子，不会给我喝吧？江迅拍拍他，让苏七七不要这么紧张，不会的，顺阳不会这么蠢，况且我们的孩子对他根本没有威胁。但是事情也不简单，2味混合的毒药是什么？江迅更觉得顺阳准备毒药的动作古怪。宫中那么多人，他想把毒药给谁吃？江河把2味毒药又盛了出来，一味是用来入口的六叶星，一味是用来吸入的半息香。光闻半息香只会起到安神入眠的作用，若喝了六叶星的人再闻上半息香，等毒性一发，中毒的人会立刻陷入昏迷，半息就没，连救治的机会都没有，可谓是毒侵入骨。不过药物相生相克，六叶星和半息香混合在一起是致命毒药，但只要被下毒的人提前在中这2样任意一种毒前服下六叶星的花瓣，就可以安然无事。江河正好也带回了六叶星花瓣磨成粉的解药。休息时，江迅握着手中的解药，暗自思索顺阳的阴谋。安胎药肯定不是给苏七七喝的，顺阳又有什么理由替别人操心肚子？除非喝安胎药的这个人不敢显露自己怀孕了，更有可能这个人就是顺阳。他掀起被子，赤脚走到书案旁。苏七七刚要闭眼，见江迅这么不顾形象地冲出床榻，跟着起身就看他拿出了一张信纸，极快地写了许多字，不免疑惑：这么晚了还给谁送信？或许我猜到顺阳让人买的安胎药给谁喝了，我现在让人证实一番。写好后，江迅把信封蜡打开窗子，递给外面的江河，传进宫中。天亮后，本王要知道答案。江河领了东西后，闪过一个黑影，便消失在了窗前。苏七七早知道江迅在宫中安插了一个神秘的自己人，消息也要等到明早才会有。他困得太厉害，扶着肚子迷迷糊糊地往床的方向走。江迅关好窗子，一回头就见苏七七歪歪扭扭的背影，走得不安全，上前将人稳稳地抱起来。苏七七对江迅这么突然而来的横抱平常了，并没有受到惊吓，毕竟也不是从她怀孕后就开始的。她轻松着睡眼，熟练地抬起双手圈到江迅的脖子上，本想说快走，光脚在地上凉，一瞬间唇上贴了一个软凉的吻。苏七七懒懒睁了一个眼缝，在莹莹的夜明珠下，她只发现江迅皮肤细腻光滑，长长的眼睫在她不停品味从她这得到的吻时，轻轻地扫着她脸颊的肌肤，挠得她心痒难耐。她轻哼一下，抓住江迅的前领，不满地嘟囔：王爷，你这期间做这事，害的可不只是你。苏七七可被江迅品出了一点火苗子，手指拽住了他的衣领，手都送到了江迅的胸膛上。夜中无人做什么一点禁忌的东西都想让人无限放大，尤其是苏七七贴在他胸前的那刻，连江迅蓬勃的心跳声都像震鼓一样反复击打他冷却的血脉复苏。江迅也不知怎么了，明明就是准备将苏七七抱起来去睡觉，突然就忍不住想亲下去。亲下去了又想多做点别的，本来并不觉得重的人立刻有了千钧重。他冒失地挑了苏七七的火，抿着唇忽略胸膛上游走的手，真是活该让自己吃这苦头。对不起。江迅恢复点清醒，将苏七七往身上抽了抽，快速地放到了床上，伸手扯过一床被子盖住她。苏七七，就这。黑暗中，即便刚才的事过去，还是让俩人留有余味。整个空间中没了粗重的喘息后，苏七七摸着江迅刚才对他情不自禁的吻，忍笑道：王爷，是不是现在的定力越来越不行了？江迅无声。苏七七挪着身子朝江迅跟前凑了凑，江迅还是无声。他继续又往江迅旁边凑了凑，江迅受不住他这般贴着，低声实话道：是不太行了，多年养成的定力一朝瓦解，就是想重新找回之前的感觉都有些困难，不能心无杂念了。苏七七有点忍俊不禁，什么时候听到过江迅这么丧的话了？感受到苏七七呜呜的颤笑，江迅面上发热，很清楚他就是在幸灾乐祸。利落的一番身侧对苏七七，盯着暗色中他不甚清晰的面容，像自我澄清一般。也就是定力不行了，但你喜欢的那种我一直没插过。而后他不以为意的笑笑，其实没什么损失的，反正七七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可以生儿育女，一起白头偕老，有的是时间。若还能对七七有定力，夫妻做的也没意思，怕是七七也要失望了。苏七七，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吗？好像他挺高要求的。第143章，江迅梦见苏七七满身的血。江迅从和苏七七的枕边夜话睡去，不知不觉竟然陷入了一个梦境。还是在双衣阁内，屋内有股心慌的气味一直弥漫，不知道他为何动不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直到有知觉的弯动了一下拇指，蓦然触到手心湿腻腻的。王爷，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王爷，江迅浑浑噩噩地抬起头，骤然发现苏七七躺在自己面前。他在看清苏七七的那一刻，脑中如同被雷电轰过，苏七七竟然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上，空气中弥漫的味道是他身上的血腥味。他孕肚隆得很高，和生宁儿时差不多般临产的状态，只是人无声无息，面容苍白，落在面上的头发湿漉漉的，往日脸上的鲜亮也不复存在。江迅听到滴答的声音，顺着这点小看过去，是从苏七七身下流出来的，人都没有气息了，血还是止不住的往外流。透过层层叠叠的衣服，阴茎一层层的褥子，渗出厚实的木板床，流逝那似乎仅存不多的血液蔓延到他的脚边。王爷节哀。江迅胸腔中早积满了抒发不出的力气，苏七七是他的人，他还没有说苏七七死了，凭什么别人告诉他节哀？方要看清这声声说着话的人是谁，一阵身体下沉，天旋地转，江迅陷入了一片黑暗中。等睁开眼，他满头大汗，就见苏七七半撑着身子在盯着他。江迅回忆起什么，紧忙掀起苏七七的被子。七七，哪流血了？苏七七是被江迅隐忍的痛声吵醒的，醒来发现他眼着了，不仅蜷缩着身体，捂着心口，还一直喊着他的名字。他从来没见江迅这么失态过，吓得他就要喊江河来看了。王爷，什么流血啊？江迅的目光望向苏七七的双腿，看到什么事都没有松了口气。苏七七抬手给他擦了擦汗，是不是这段时间太紧张做噩梦了？我没事啊。没事就好，就是梦中太真实了。江迅没发觉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王爷，宫中传来消息了。这时江河在外面喊道。江迅迅速收拾好情绪，对苏七七着急的模样回了安慰。别担心，就一个梦而已，我没事了。江河来了，我去看看。苏七七莫名其妙，明明是他先一大早心痛的做噩梦，怎么还反过来自己被安慰了？江河站在门口掏出一把药渣，还有一封密信，线人说顺阳公主和林殊的关系不一般。江迅没太大反应，之后江信拿到屋中细看，果然不出他所料，顺阳真是自寻死路。江迅并不避着苏七七，那密信苏七七看了一眼，惊骇，顺阳怀了。他王府死多久了？现在有孕，因为怀了孕，所以不想留在赵家，就更有了原因。那么所谓的赔礼道歉就更有鬼。江迅，他这辈子除了幼时生病后连着1个月总是做噩梦，许久不会在心境上有什么困惑了。方才他居然梦见了苏七七那般模样，实在不能让他轻视顺阳的举动。二人起身后，苏七七和江迅去宫中会了和顺阳的约，一众人坐在淑妃宫中。顺阳举着茶杯，带着一脸歉意向淑妃，苏七七还有江迅赔罪。我是那晚见到亲人触景伤情，想起从前和娘娘、父皇还有兄弟姐妹们一起待在宫中的日子了，想起自己嫁出去那么多年，一个人孤零零的嗓子里一泛酸就没了脑子。淑妃娘娘、六弟和六弟妹可别恼我才好。顺阳道完歉还赐众人，今日云贵妃也在场，淑妃对顺阳这点服软可不放在眼里，不过不好不给面子，失了自己的名声。顺阳客气了，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他关爱的笑笑。江迅随着客气，陈弟已经忘了之前发生的事了。苏七七的表演也不差，举着茶杯，我跟王爷一样，说着便要喝茶，当做恩怨全消。江迅笑挡着苏七七的手，贴心提醒，大夫说了，你怀着孕不能喝茶，会伤胎儿。江迅刻意跟顺阳抱歉，自己举杯带苏七七喝了。顺阳姐姐见谅，七七怀了孩子，忌讳比较多，弟弟代劳。一杯茶喝完，他倒扣了手中的杯子，眼神示意顺阳。顺阳微僵了僵嘴角，一圈里陪下来，他还未喝茶，念着腹中的孩子，本想忽略过去的，此刻只能硬着头皮淡笑。孩子是大，姐姐明白。说着，他心不安，一口饮下了手中的浓茶。不管大家心底怎么想的，云贵妃见着明面上大家和好的很顺利，拍着手欣慰。顺阳知道错的时候跑我那哭着求我帮忙跟你们道歉，说他没几天就要走了，若不抓紧道个歉，他回去都要哭。我一听孩子这么有心，就不忍拒绝。见你们没了隔阂，我算了心事了。一说到回灵州，顺阳公主跟被戳到了伤心事一般，沾着红红的眼圈。这多亏了贵妃娘娘帮忙，我见跟淑妃娘娘和六弟六弟妹的误会解开了，我也开心。可能我这人嘴实在笨，那天晚上凤阳姑姑好像也被我惹恼了，我还愁着怎么跟凤阳姑姑道歉呢，不然就要走了。凤阳姑姑的歉1日不到，我都不敢去皇祖母宫中辞别。凤阳长公主的孙女可以抱出来见人了，太后身体不好，一个人深宫无聊，凤阳长公主就经常带自己的孙女去太后那玩。今日怕是也在。顺阳公主这么一说，大家都体会到了什么意思。连今天来淑妃宫中道歉都是请了云贵妃帮忙，她不敢自己去跟凤阳长公主道歉，那这一屋子的人既然刚有了明面上的和好，不陪着一块多讽刺。淑妃妹妹不如陪着我一起帮顺阳这丫头了这个愿。云贵妃试问，话直接扔来，淑妃哪里有拒绝的道理？她同意了，就算江迅和苏七七同意。走前江迅建议道，母妃，
这么去皇祖母宫中太过贸然，不如让显嬷嬷先去通禀一声。也好，淑妃。江训起身想到一件事，拿了从府中带来的东西交给显嬷嬷。皇祖母爱佛香，前阵子刚得了一盒青云寺开过光的香，最能安神，不如显嬷嬷一块带去。显嬷嬷眼神询问淑妃，淑妃点了头，她接过。老奴定会带到。路上，慢于众人身后的江训跟苏七七耳语，方才走出来时，顺阳是不是虚拉了你一把？苏七七抬起衣袖，低声：这里。第144章青云寺高僧。江训宽袖下握着一只瓷瓶，单手打开后倒出一把淡黄的粉末，悄悄钻进苏七七的衣袖中。没几下，淡黄的粉末变得乌黑，江训一扬随风散去。这是用6叶星的花瓣粉去了顺阳蹭到苏七七衣物上的毒药。苏七七身上沾这么一点不足以害到人，但被害了的人要出事，说不定他这袖口的一点点东西就成了罪证。若苏七七出事，今天江训、淑妃都逃避不了干系。思及这么一个一网打尽的毒计，他们真是想不到是怎么得罪顺阳了。一路上，苏七七对顺阳眼刀子乱飞，就差准备2柄大弓箭左右开了。已经有了显嬷嬷提前通报，凤阳长公主和太后早有顺阳要来的风声。这一遭是顺阳打着给凤阳长公主道歉的名义，凤阳长公主不曾挂心顺阳对她的一点冒犯，毕竟当时宴席上她就讨了回来。人来了，倒也没有主动热络，她先冲着云贵妃和淑妃问好，再对江训方才送的佛香夸赞。方才显嬷嬷来时，你祖母刚要去给佛祖上炷香，正好用了你带来的佛香。你祖母说那佛香味儿十分不错，想来开了光的受到佛祖庇佑了。江训、皇祖母用得开心就成。有凤阳长公主的关系，再加上江训稳重，太后喜欢江训，对他一片孝心感动。开心，青云寺虽不是皇家寺庙，但人都说是上京最灵验的寺庙。听说从青云寺建庙起，就是庙中高僧四处化缘，筹千万家上户的银子为青云寺添砖加瓦。后来又有许多的高僧出去四处还恩传经助人，一生奉献于外面的得道高僧不可计数。挨家听人说，那些高僧圆寂在外面，遗骸都变成了舍利子。青云寺的人派弟子寻了多年，才寻得9颗，若凑得整10颗，不知道需要多久年限。那么多高僧的舍利子，若是有缘人得到，不知是何等的福报。要能轻易得到太后，就不会说的这么遗憾了。他从数10年前就派人去青云寺求舍利子，那时4中才5颗。本想跟青云寺求了来，谁知青云寺以圆满为由拒绝，说不找寻满10颗概不外送。不是有缘人，那5颗人家也不给。要舍利子本就想求善愿，他即使是太后也不能逼着人家，说不定回头还要遭报。等了这些年，始终没等青云寺把舍利子找全，就差那么1颗，不知道他这把老骨头能不能等到了。苏七七好邪乎，他还真想看看舍利子长什么样。毕竟普通人一把小火剩渣，一把大火成灰。太后接着道：所以啊，用了你送的那佛香，哀家头一个给你夫妻俩许了愿，不管曾孙女还是曾孙子，都要像宁儿一样聪明可人。江训、苏七七一起道了谢。母后光像宁儿吗？女儿的如儿孙女不可爱。凤阳长公主抱着粉嘟嘟的孙女，因来了许多人没怎么见过，正咕噜咕噜圆溜溜水光的大眼睛在众人身上瞧看。苏七七对她笑了一下，如儿跟着害羞咯咯的咧嘴，藏在了凤阳长公主的怀里，突然可爱的模样，谁看了都心软。太后哪里吝啬，好看，如儿从小就是一个美人坯子。一众人聊聊闹闹逗了会孩子，顺阳公主见着人多不好得手，有意在大家笑得正欢时低气了声，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众人纷纷侧目过去，顺阳扬收起泪。我这不争气的，这么个开心场合怎么就会扫兴？不然上次也不会说话气到姑姑，还让六弟这个当弟弟的，看我这个当姐姐的矫情。凤阳长公主怀中的如儿一直乱动，时不时踩着凤阳长公主的腿想站起去薅她的金簪，咿咿呀呀的不曾闲着。凤阳长公主被缠得有些累，不时叹气。弟弟怎敢笑话顺阳姐姐？江训听出顺阳的话外阴嫌是想支走他，给了苏七七一个叮嘱：浓茶不能喝，浓香也不能闻。苏七七笑嗔：知道了。江训见苏七七懂了，含笑站起，绕到凤阳长公主的跟前，找了一个出去的理由。姑姑，如儿想来是做急了，把她给我抱抱，我带她出去逛逛。也好。凤阳长公主相信江训的妥帖。江训走后，凤阳长公主挑挑眉，笑得大气：你姑姑我呀，天天带着孙女，陪着你皇祖母，日子开心得很，哪里这么多气要生？顺阳把姑姑想得太狭隘了。顺阳破涕为笑：侄女真是小心眼了。云贵妃又出来打哈哈：哎，长公主你也别怪她这个样子，到底她真心实意将你当姑姑，不然不会念叨着走前一定给你道一个歉，不然她还怕不跟你道歉，都不好意思来太后这跟她老人家辞别了，就怕见到你羞愧。太后，您孙女顺阳要跟您辞别呢。太后年老了，很多年轻人说的话她都跟不上节奏，若不是特意跟她招呼，她也就随着这些说话的声音从耳边过去。云贵妃有意跟太后说话，
竟然是从中得知顺阳改了心意，想要回灵州了。因着顺阳想一还要二的好处，简直是把儿子心寒的难受。他能在这几天想通，太后心里开心，愿意回去就成。你公主身份在这里，赵家不敢缺待你，你也要体谅体谅你父皇，哪有公主回家还要把夫家的爵位给带着的？对你其他的姐妹都不好，等你走时跟皇祖母说一声，皇祖母再看看玉儿。哎，顺阳受听的应声，没了如儿给大家闹乐子，就只有苏七七这个孕妇在这里了。凤阳长公主关心她的肚子，不免要和淑妃多说几句。淑妃对苏七七孕期有盯着呢，全是一些叮嘱她怎么照顾孕妇的话，愿不愿意听都要对凤阳长公主表示感谢。云贵妃只管在里面打岔，委屈的一脸无奈。你们都比我好福气，不是添了孙女，就是还有小的快来了。我许久没见儿子给我报喜了，可馋死我了。你孙儿那么大了，我还羡慕呢。想我家如儿一下长那么大，我望着就远。凤阳长公主嘴里嫌弃孙女小，面上笑就没少过。为了照顾云贵妃的心情，淑妃和凤阳长公主也就不提孩子了。太后坐得久了直犯困，顺阳公主趁机向苏七七道：太后困了，六弟妹陪我送太后回床上休息吧。第145章顺阳秘密败露。之前太后拜了佛，怕如儿年纪小闻多了受不了，和凤阳长公主一起待的寝屋外间。淑妃、凤阳长公主二人被云贵妃不知说了什么话题，三人围成了一圈，笑在了一起。宫女们更不知什么时候织出去的一干二净，就苏七七和顺阳还有太后干坐着了。眼下江训被顺阳早早支开，云贵妃有意的引开了不设防的淑妃和凤阳长公主的视线，顺阳就开始行动了。虽不知云贵妃和顺阳谁是主谋，但俩人同流合污是没跑了。想到自己袖口上被顺阳按下的那点不足以伤到自己的药，怕不是顺阳想害了太后再来陷害他。好啊，苏七七灿然笑笑，趁顺阳扶起晕乎乎的太后，他缠起太后的另一边胳膊。太后心松着眼笑呵呵，平常也没这么困，今天不知怎么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苏七七，可能都是顺阳姐姐的功劳吧。太后身上是被他早早的下了安息香，顺阳心虚，但他想苏七七不可能知道他今天想干什么，故问六弟妹什么意思。若不是顺阳姐姐的功劳把太后哄得这么高兴，怎么可能睁不开眼？太后这不是困的是心里甜笑的。苏七七缺得虚晃一枪，顺阳听着油嘴滑舌，砰砰跳的心脏想换成响亮的巴掌扇到苏七七脸上。太后的小佛堂跟寝屋相近，一股浓烈的佛香窜进苏七七和顺阳的鼻尖。顺阳不在意，只想将太后送到床上，再喂她吃一颗六叶星。等太后毒发，他就闹出动静。苏七七衣袖有毒，父皇孝顺，届时没有理由都放不过淑妃一家。苏七七谨记江训的话，哪怕知道他送的佛香没问题，也暗暗凭着吸越过最浓的这一段路。得伤了腹中的孩子。太后被扶到床上躺下后，苏七七挺着肚子，到底不如顺阳动作灵敏，就将盖被子的活留给了顺阳。顺阳坐在太后床头，神态端的讥诮起来，当着苏七七的面捏了颗红色药丸塞进太后嘴中。六弟妹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公主不讲卫生，随随便便给太后吃东西，怕不是毒药吧？苏七七，她直白的话给了顺阳一惊。不过东西喂都喂了，顺阳自认大事已成，边说着话边扯乱了自己发间的珠钗。哼，死到临头倒是有些脑子。你腹中怀的不是祥瑞，而是灾星，你被灾星影响谋害太后，凭这些罪，你跟江训和淑妃罪不可逃。真好的理由。苏七七鼓掌喝彩，身子不断往外间退出。顺阳需要这个时候比苏七七先跑出去，见状他猛起身，不料全身瘫软下去，腹间有隐隐阵痛，还有股微小的热流弥漫出来，足以让顺阳蓝色的华服染红。苏七七装作大惊失色，哭泣出声：太后，您看顺阳姐姐流血了。母妃、姑姑、贵妃娘娘，顺阳姐姐出事了。顺阳疼的脸色骤白，他明明算计的是苏七七怎么会是自己这么狼狈，还有苏七七为何要喊太后。不等他想通，太后掀背而起，怒目圆瞪：孽障，你居然想要哀家的命！动静有一会了，等太后怒气发出，淑妃和凤阳长公主还有云贵妃以及抱着如儿回来的江训齐齐看见了顺阳的惨状。太后早有经验，看出顺阳是怎么了，急吩咐：还愣着干什么？这孽障一看就是肚中有了，快去喊太医哀家，倒要看看他丧夫已久，这孩子是谁的。凤阳去喊你皇兄。是。一时乱作一团，不管清不清楚今天谋划的云贵妃，还是一无所知的凤阳长公主和淑妃，见顺阳这般都慌神了。很快太医来了，听到惊骇消息的太康帝随之匆匆赶来。在太后偏殿内，宫女第二次出来后，太医也随之大汗淋漓地走了出来。万幸，顺阳公主的孩子无虞。太康帝脸色一青，有孩子才是大不幸。他醒了吗？太医已经醒了。闭好你的嘴。太康帝警告完，让淑妃还有云贵妃将刚救治的顺阳带去太后主殿。太后和皇上居于上座，太后跟前也有一个太医正给她把脉，把完太医松口气。太后有被下毒的迹象，不过又极快的解了。她狐疑地闻着屋中的气味，
发现特殊双瞳大亮，是屋中的香。太后中了2味药混合的毒，一味是六叶星，一味是半息香。可这淡香中偏偏就有六叶星的花瓣，它正好解了太后的毒。皇上，我之前困得昏昏欲睡，可等到我困倦中闻到薰儿今天给我送的佛香后，脑中慢慢清明了。一清明，我就听到顺阳大逆不道的话，这孽障竟是想毒死我，陷害淑妃和薰儿夫妻。幸好薰儿的佛香另有佛祖保佑啊！太后双手合十，对刚遭遇的一切伤痛不止。这把年纪居然还碍了别人的眼。太后被顺阳喂六叶星，在闻将军送来的佛香之后，那时她的半息香已经再解了，故而吃下了六叶星也没什么。将军向太康帝解释，佛香是从青云寺中请回来的，青云寺主持开过光，听说只有20份。佛香是从青云寺拿回来的不假，不过青云寺香更是从梁郎铺子中进的，梁郎祖上曾捐过钱帮青云寺建庙。将军让梁郎说那批佛香有六叶星的花瓣，他就是有。至于顺阳会动胎气见红，全在舒和宫的那杯茶中，算是为了苏七七和自己的孩子积德，他只放了微毫动胎气的药不治，让顺阳真没了孩子。谁都想不到会去舒和宫彻查，孩子是谁的？为何要害你皇祖母？太康帝转头向一旁的顺阳追问。顺阳刚经过救治，身体虚弱，靠躺在一张一般的小榻上，秘密被发现，他惶恐吞吐。太康帝眯了眯眼，语气沉沉：“你不说，朕就不知道了吗？不知你一直带在身边的婢女，朕把你身边的人全抓了，一会儿就能审问出来。”顺阳就说：“怎么睁眼没有看见喜翠？事情败露，林树肯定也难逃。可今天这一场不全是他一人做的。”目光渐渐移到了云贵妃身上，他激动高指：“贵妃娘娘！”第146章顺阳招供。哎，顺阳，我到底养过你几年，一直把你当做亲女儿，你就听你父皇的话，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吧。谋害太后这么大的事，你肯定不是有心的。皇上说的对，你身边的人要仔细查查，一个都不能放过。可怜月儿一个孩子孤零零的等你了，你说清楚苦衷，说不定皇上就原谅你了呀。别叫月儿一个人见不到母亲害怕。云贵妃瞬间看出顺阳想供出他怎么能轻易沾一身腥？捏着手绢，是泪情不自禁上前几步，句句看似劝慰的话，让顺阳听到月儿后眸子一僵。他听出云贵妃是在拿月儿威胁他。皇上，顺阳公主身边的喜翠招供了，说孩子。德海声音渐低，瞄了顺阳公主一眼，顶着太康帝黑了的脸道：“说公主的孩子是从前赵国公世子跟前侍从林树的。喜翠还特地说是林树先勾引的顺阳公主，而且还是趁公主夫婿死后不久。那侍从此次跟顺阳公主一起进的京，已被刚才捉拿顺阳公主仆从时一块捉了。可笑，太康帝听到是从前女婿的侍从，愣是气得扔出去一只杯子。太后觉得造孽，好好的一个公主，怎么这般作践自己？双手合十念经，阿弥陀佛。顺阳真是会给妹妹们做好榜样，什么时都不挑。凤阳公主阴阳怪气地盯着她肚子嘲讽。她今日最气的是顺阳敢害她母亲性命，而不是一个丧夫的公主有了孩子，只当她丧夫寂寞，便看上了灵州的某个贵公子，因为顶着赵国公府儿媳才不敢宣扬。不想竟然看上了一个低贱的奴仆，还怀了孕。淑妃和云贵妃各自都觉得顺阳头脑不好，秘密被旁人得知，再如何解释这个孩子的来源，都是自取其辱。顺阳公主崩溃捂脸大哭。太康帝被女儿这哭泣不止的模样气得浑身发抖，他朝德海质问：“那人呢？将人带上来。”德海不敢耽搁，一会儿林树就被人拖了上来。原是太康帝让人将顺阳公主身边的人都绑起来后用了刑。林树此刻背上全是棍痕，湿漉漉的衣服粘在肉中，他趴在地上，见到满屋子的人，更见太康帝在怒目着他。他立马寻觅顺阳公主的身影，呻吟着爬到顺阳公主跟前喊救命：“公主，救救我！为了我们的孩子！”顺阳公主便是对林树有情，也没到生死与共的程度。何况刚才她被凤阳长公主他们鄙夷的眼神扎得心疼，一直不敢正眼瞧林树，还偷偷的往一侧避，十分不想让林树接触她。孩子怎么了？你这贱奴辱没公主，孩子就能保你的命吗？太康帝！林树换了半天，求不来顺阳公主一个眼神。他攀的就是顺阳公主的事，拢的就是顺阳公主的心。顺阳公主不保他，还有何活命机会？慌张的语无伦次。可我是孩子的生父，皇上舍得让孩子没有父亲吗？皇兄母后，这人真是自大的愚蠢。凤阳长公主尊贵多年，见惯了多少阿谀奉承，谁敢在她跟前论尊？一个小小的家奴，敢以公主孩子的生父自称，仿佛没了他这生父孩子不能见人一般。太康帝已经不知道能用多少愤怒面对今天的奇耻大辱了，他连多看林树一眼都不想。毕竟除了一个父亲，他还是一个君王。凤阳长公主说的对，这事不该发生身为他女儿的公主身上。再次睁开眼后，用了寻常的语气处置了林树。公主的孩子需要父亲，却不需要一个奴隶做公主孩子的父亲。德海，将这人畜宫刑送他上路。公主，公主救！林树听到自己的下场，疯了的想往顺阳公主跟前爬。
德海的准备很快，几乎太康帝发出命令，人就被堵上嘴拖走了，一句完整的救命都没喊出来。屋中烧着暖炉，在热气的加温下，方才林树留下的血气弥漫到人的鼻尖，不时泛着作呕的腥气。苏七七闻得难受，不时捂着胸口蹙眉。江训担心的帮他抚背。顺阳刚差点小产，身子更虚，已经大口呕的不行了。太后年纪大，礼佛一辈子，同样受不得血腥气的冲撞。凤阳长公主起身扶了太后要避避，顺带让自己的贴身丫鬟扶着苏七七跟她走。旭儿，顺阳差点诬赖了七七，这地方不适宜七七这个孕妇带，将她交给我照顾，陪我跟太后去暖阁缓缓。你跟你父皇淑妃云贵妃在这听，听听咱们这些人是怎么对不起顺阳了，让他有这歹意。苏七七饭约久了必然要呕，江训正有让苏七七离开去休息的准备，凤阳长公主体贴他道谢，七七就拜托姑姑照顾了。一家人不必客气。凤阳长公主，苏七七跟着凤阳长公主走后，这处因是太后的居所，跟着就有人拿着水桶抹布进来擦洗血迹。屋中寂静的只有凝水的哗啦啦声，暖炉中又有人刚才多添了几块炭。顺阳公主呕完了秽物，倒也呕不出来什么了。惦记着云贵妃用玉儿威胁她要供出了云贵妃，父皇一定要追查一个水落石出，到时少不得要用雷霆手段。云贵妃要倒了，不说她会不会狗急跳墙先报复玉儿，就剩一个淑妃的话，玉儿是他儿子，他少不得也要吹风报复玉儿。届时让赵国公府都知晓他做的事，定会连累玉儿袭爵，自己承担父皇没处发作，还有可能看在皇家面子上，不让赵国公府知道自己的勾当，玉儿会平平安安回赵家。顺阳公主计较好得失后，双目红肿的先落到云贵妃身上，因为我恨她。顺阳，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恨我也没让你害太后啊！云贵妃一凛，难道顺阳封的都不要玉儿好了吗？顺阳公主大笑一声，继续控诉。她口口声声说养了我几年，将我当亲生女儿，每次我私下跟云贵妃说想带着儿子回京，她只会敷衍我，最后让我等待的消息石沉大海。云贵妃稍稍松了口气，又装委屈，你可冤枉我了，若你不惦记着赵国公府的爵位，我能不求着皇上接你回来吗？第147章，只有我是七七的例外。顺阳公主不理会她的惺惺作态，又横声指向淑妃，还有她这个名头比人品好听的淑妃。淑妃受了一惊，娇躯一抖，贵妃都做不了主的，我有什么法子？你这便想诬陷七七报复我了？她不甘示弱的扫了一眼云贵妃。顺阳公主，当然了，我也曾给你递过信，你不仅没答应，还扔来一次皇家规程，这次回来还因为你儿子儿媳在父皇的生辰宴上出丑，父皇更是勒令我3天就选择留在上京，还是带玉儿回灵州。我没法子，我哪里舍得撇去玉儿？他满含热泪的盯着太康帝，逐渐语气坚定，微微回头报复似的道：就刚才父皇打死的那个林树给我出了主意，他说太后死国大丧，我作为父皇您的长公主还是有权留下的吧，我可以带着玉儿替皇祖母守3年丧，赵国公府在守着他家的爵位，不可能在太后丧期的时候要玉儿走吧。有了留下的机会，我那公爹赵老国公也老了，说不定3年里就死了，玉儿正好可以回去承接爵位。玉儿有了国公爵位，3年里又有了上京的基石，赵国公府谁还敢对我们母子的去留指指点点？玉儿肯定跟我分不开。我又想着皇祖母死了这么大个责任，不能没有人担啊。他环似江训和淑妃这对母子，我一回来他们就找我晦气，我也不想让他们好过，这才想诬赖苏七七，让淑妃母子都遭殃。原来你害你亲皇祖母就是为了一场天下大丧。太康帝被顺阳的冷心肠寒到了，他整个人如同蒙上了深深的阴霾，语气不是问询，更像肯定。那你皇祖母的大丧过去了呢？赵老国公没死，你是不是还想要你父皇的大丧？顺阳公主心中还是怕的，说完了，心机打算直接被太康帝这话给吓到了。她摇头否认，哭得可怜，不，女儿怎么会害您？不会的，父皇，父皇我知道错了，我差点害了皇祖母，您生我的气就成了，别迁怒玉儿好吗？她是真心把您当皇外祖父对待的，今日的事您在赵国公府那里别声张好不好？不然玉儿会一辈子艰难的。哼，这时候才想起你儿子。太康帝已经不想信顺阳什么话了，有一点说得对，今日的事要是有一点泄露出去，皇家的颜面不存，玉儿在赵国公府也不会好过。大人的错确实不能施加到孩子身上，女儿这般送回赵国公府也是赌心，并且她谋害自己的亲母，不可能不惩罚。最终太康帝决定道：你当母如此不配抚养玉儿长大，朕会将她送回赵国公府的，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她。你不是想留在上京吗？朕也会成全你，与你跟赵国公府解除婚约，你日后就顶着顺阳公主的名头，永远住在深宫，日后宫门不得出，公主身份不可用，外人不可接触。你腹中的孩子生下后也不能在身边抚养，朕会送他去寺庙，让这孩子从小青灯古佛相伴。德海送顺阳到皇宫中最深少无人的宫殿，封院锁屋，不许外出，把他之前的那些贴身宫人送去照顾他。顺阳的心愿在太康帝一句句的处罚中，好像完成了，又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报复，着急起来，头脑一昏晕了过去，
但人还是被宫人连着他一起搬走了。处理完后，太康帝督告：今日之事不许外露。云贵妃淑妃是。江训是。今天得知此事的宫人自有德海那样的人叮嘱，若谁还敢外露，真是不要命了。云贵妃和淑妃更要让全宫人闭嘴，若从他们手中泄露了，那就是他们掌管六宫不利，太康帝肯定不会罢休。江训就只要闭紧自己的嘴就成了。苏七七在和江训离宫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宫门太远，天色已暗，太后哪怕给了辇轿让苏七七可以乘坐出去，江训也怕路上出事。他照看苏七七坐辇轿走出了太后宫周围的地界后，见苏七七还是有些难受，就偷偷在一节青石小道的分岔口让宫人停了车辇。到这就成了，你们都回去吧。宫人听令吩咐，至于为什么不让他们将苏七七抬到宫外，并没有人问。苏七七晕乎乎的，坐车辇不是完全的舒服，可没了车辇，他肯定更不舒服。怎么让他们走了？我走不动。江训将身上佩戴的玉珏、装饰并不起到作用的玉带通通的摘了下来，丢到绿萝手中，弯腰横抱起了苏七七。苏七七顷刻震惊：王爷，这是皇宫，不是北院到东院，很累的。就算是北院到东院，那都是很远的距离了，这里别说是远了，皇宫人多眼杂，让宫人们看去了，他们俩就成宫里各处的聊天热闹了。江训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身形稳当。宫中我住的久，从哪里出宫门快，哪的路平整我都知道。让他们抬着轿辇是好，不过总不如你在我怀里的安心，让人看去吧。我俩又不是做见不得人的事。还有，若困了直接睡就成，到了家中我叫你。短短几句话，江训已经穿过了几条小道，连身后的绿萝都不由得小跑起来。苏七七能感受到江训是用了速度，想带他尽快回家。孩子，瞧你爹一点也不偏心，你哥哥在娘亲肚子里的时候，爹爹就抱过他，你还没出生，爹爹也抱你，要乖乖的呀。苏七七窝在江训怀中抚着肚子，一路经过红砖绿瓦林幽小道，外面流畅的空气吹得他所有的不舒服都没了。不过因为是冷天，他穿的厚实，江训也穿的厚实，抱着他走。这么远的路再稳固，都累出了一层密汗。苏七七抬袖给他反复擦着，喃喃念道：可别着凉了。江训见他连帕子都不用，就为自己是汗，不免想到苏七七教育宁儿的时候，每次宁儿一用袖子擦汗，他总是让你唠叨，现在不怕脏了自己的袖子。苏七七，宁儿是还小，需要告诉他正确的习惯，我给你擦汗，那说明也不用时时讲究。江训听出不同，所以只有我是七七的例外。第148章中看不中用的莽夫。顺阳的事关乎皇家体面，不宜大掀波澜。3日后，太康帝命令太子亲自安排送玉儿回灵州的事宜。至于玉儿走前也没有再见到顺阳，出发前玉儿呜咽在太康帝跟前，不许哭。太康帝俯视这个萧似顺阳的外孙，带着点命令的意味出声。玉儿如今身边除了一个自小照顾她的奶娘，再没有了旁人，面对着威严的太康帝还是怕的，可更想知道母亲是不是真的不要她了。母亲说她要一直陪着我，不会将玉儿一个人送回灵州的。皇外祖父玉儿能见见母亲，问她为什么突然反悔吗？小孩子哪怕带着怯弱，眼中殷切的渴求不少。太子觉得父皇对玉儿实在是太严厉，太狠心了。父皇多嘴多舌的话不要说，太康帝早有感太子会说什么，阻止完并不去看他，他弯身拍了拍玉儿的肩头，语重心长说了几句话：你母亲想留在上京是她自己的选择，皇外祖父不能不成全她。她是你母亲，但你也是赵国公府的世子，未来你的路要在赵国公府走，你母亲不能陪你一辈子。玉儿是朕的外孙，赵国公府不敢短缺你什么，回去好好陪着你祖父祖母长大成人，撑起赵家。你母亲不必你记挂，她已经提前去了一份圣旨到赵国公府，不仅让顺阳以和离的方式与赵家一刀两断，还让赵国公府悉数将自己膝下的儿子分出府去。日后他们只有玉儿，爵位也只能是玉儿的，玉儿的成长如何与他们赵国公府未来前途息息相关。若想因着顺阳之前与他们的举语轻视玉儿，偏待玉儿，赵国公府算走到头了。离开皇宫前，玉儿没有求到皇外祖父的恩旨，只知道母亲不要他了，连见他一面都不愿意。虽然很愤怒，可更感到伤心。难道上京就是这么好的地方吗？母亲为了上京不要他，他偏不觉得上京好，他这辈子都不来上京了，让母亲后悔都见不到他。太子把人送到了城门口，这里有他亲自安排的东宫护卫送他，不怕路上出问题。就是听到玉儿一路哭到这里心酸，难道就因为顺阳对带着儿子留住京中的态度很坚决，父皇不喜欢才这样？毕竟太子不知道顺阳谋害太后一事，心道到底是从前最喜欢的女儿啊，如今幽在深宫中，父皇一如既往的总是对待情感苛刻的很。太子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的舅父家，上次舅父孙庆跟他说了江训的坏话，他斥责了舅父，就没再理他。现在想想，或许舅父只是站在他这方面的立场，为他说的话罢了，他没必要这么认真。马车掉头后，太子吩咐去孙家。太康24年年末，
远在边境的剑南王又传来了好消息，西戎冬日粮草短缺，人畜不仅吃不饱，还因跟大晋打了几个月的仗，西戎百姓赋税上涨，家中存的银钱都交到了西戎国库中，造成百姓没有冬衣御寒，时常有冻死的风险。这对他们给西戎最后几场重重的打击深有好处。只要挫败了西戎最后一个主兵营，剑南王就可以带着大晋将士年初回京了。云贵妃那边也收到了自己亲信从边境那边传来的书信，信中除了也细禀了战况的现状，还细述了穆国公如今在军营中的情况。起初穆国公不仅上战英勇，还在战场上对命悬一线的将士施以援手，赢得了一众人的赞扬，很快就将风评逆转了过来。不过战场上多了精力不济，总有负伤的风险，之后穆国公多多少少的会受些轻重不一的伤，既争不了过多的风头，又拢聚不了人心。作战不如苏怀和徐敏文这两个年轻人，谋划调兵遣将，就连鲁将军都赶不上。云贵妃攥着信慌了，感情亲家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莽夫，兵法他比不上别人，蛮力用完了，直接成边缘人物了。平王和平王妃就听着前朝传来了边境的好消息，想到母妃云贵妃这里会有父亲的确切消息，双双赶着来听。岳父从前就是太要面子了，虽说大晋从前没有外账了，这山匪海盗的什么年年不少，要是他能请命去剿几个，不至于要垫底。不说剑南王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了，苏怀那样的年轻人也不说，最后也不至于比不过鲁将军。走的时候是不亚于剑南王风头的老国公，这回来后就成了垫底了。平王一次次被穆国公的表现感到十分失望，初时有多信赖，现在就觉得岳父立军功无望了。平王妃听着丈夫对父亲的贬低，心中难受，却也知道丈夫说的是实情。父亲年轻的时候，山匪海盗肆虐闹得不大但猖獗，狡猾分散，朝廷向各地派了好多将军去剿，不局限已经爵位世袭的勋门贵府，不过这一类勋贵很少揽这事。一是觉得门庭贵重剿个匪去了门风，二是一些勋贵都世袭了几代，早忘记了祖先的志向，只想抱着名头悠闲度日，认为那种小事不必插手。平王妃父亲就是第一种，不将内匪放在眼中，一心想学祖先对抗外患，以致这次父亲明明可以派家中兄常去的，他反而义气揽任出征，没想到一直以来蹉跎了经验积累，年纪大了也赶不上新秀。父亲到底是老了，精力不如从前，他轻声找不好了，你岳父到底去的是那么凶险的战场，态度已然让众人钦佩，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还没到最后不可落自己义气。儿子作为穆国公的女婿还是不够格说这话的，云贵妃也不能在儿媳跟前认同儿子的话，寒了别人的心。平王意识到话说的不对，好生哄了哄妻子，刚才本王说话不过脑子，岳父能不顾危险去为国效力，还是很值得敬佩的。不是快到硬仗了吗？说不定岳父能后来居上，在最后立了大功呢。平王妃心中略舒服些，跟着点点头。儿子用话把儿媳哄好了，云贵妃心中因着儿子的话有了计较，属实要想一个后来居上的法子。第149章苏家三子的婚事。六嫂，根据目前战况，我爹和苏二哥很快就回来了，说不定那时你连孩子都没生呢。玲珑一个人待在京城，剑南王心中不可能不挂怀，寻常传回去的消息都是军务，很难让女儿知道自己好不好，但只要不耽误军务，他是会让人递信给女儿的，知道女儿好奇战场上的事都会在信中提及，顺便带两句苏怀和徐敏文这俩年轻人的事，因为有苏七七的二哥，玲珑会经常拿着信来跟苏七七分享。为信中他们的表现鼓掌叫好，渐渐的玲珑就从苏怀跟着苏七七喊成了苏二哥，每次雀跃的话中还带着隐隐的敬慕。苏七七腹中孩子已经5个多月了，真要如玲珑说的一样，那他二哥不到5个月就可以回来了，到时正值春天，等到了来年二哥大胜而归，这样家中就可以放心了。那说明孩子知道挑时间，专门等二舅回来，能尽快回来就好了。苏七七话没说完，苏桑拎着满满的礼物来了，身后跟着两人的母亲周氏。他发牢骚，回来了二哥名头也响亮了，倒是说亲肯定不愁姑娘嫁，我就不用顶着爹和娘要抱孙子的压力了。阿姐，我明明还小才18，爹娘大哥不急，二哥不急偏偏急我，我认识几个姑娘上拿娶媳妇。苏桑撅着嘴走过来，一脸在家快将自己委屈惨了的模样。周氏跟在后面，听儿子一来女儿，这就数落他，一个巴掌上了背。你大哥二哥我一样操心，那不就是你大哥不能打扰到吗？你二哥不在身边，我跟你爹只能先紧着你。你阿姐才比你大2岁，快2的孩子喊你兄弟3人舅舅了，就你们没姑娘要羞不羞？还好意思跟你阿姐哭惨，想等宁儿笑话你。他黑着脸教训完儿子，同样的一肚子苦水。七七别听阿桑跟你唱嘴皮子，我让他成亲又没说让他赶紧给我一个儿媳，就想让他尝尝那根弦。今年想通了，明年办喜事也来得及。说着说着，周氏抹起了眼泪，苏七七心疼，赶紧安慰：怎么了娘？好端端的哭什么？阿桑气你，你只管骂他就成，别骂完了还为难自己啊。苏桑习以为常，
摊手，姐你不懂，咱娘3个儿子呢，娘光我身上出气也出不匀，娘想咋吃亏，越亏越哭。周氏最亏要了你们3兄弟，一个比一个晦气人，要我只有你阿姐，我啥心不操，跟你爹现在就可以关起门养老了，不用满巷子的打听谁家有姑娘。娘，我大哥二哥阿桑不至于连个媳妇都找不到吧？苏七七觉得哥哥弟弟们首先长得都不差，大哥会文，二哥会武，3弟做个小生意，怎么都算安家立业的本事了，不至于这么万人嫌吧？玲珑第一次见周母，知道他口中的3个儿子里有一个是苏桑，有这段时间的敬佩在，不太相信是一个连姑娘都娶不到的人。没错，苏二哥战场杀敌表现得那么好，怎么可能愁婚事？等他这次回来，皇上肯定会大封他，说不定千金小姐都能娶上。苏怀这么年轻，立了功又没成婚，回来后不亚于绑下捉婿的状元郎。这位是周氏不认识眼前脸生又灵气十足，一看身上绫罗绸缎不菲的贵女，刚才只顾得跟女儿抱怨了，眼下拘谨起来，本来坐得实实的凳子他都有些坐不住。苏七七握住母亲的手，让她安心坐着。娘，玲珑郡主是剑南王的女儿，但她跟我是自己人，您别紧张。剑南王，周氏耳熟，猛地反应过来，那不就是带着怀根的将军吗？阿桑，赶紧给郡主磕个头，要不是郡主爹爹有本事，你二哥还不能这么有出息呢。苏桑，所以为什么不是二哥回来给郡主磕头？男儿膝下有黄金，何况他现在银子很多，这一跪他二哥回来怎么也要还他黄金才成，好像跪一跪不亏。别，我跟六嫂是好朋友，你是他弟弟就是我弟弟，别跟我见外。苏桑方要给玲珑行个大礼，玲珑连连摆手，既然跟苏七七当了好朋友，怎么能随便受他家人的大礼？伯母您别跟我客气，我爹手中带的将士多呢，那是苏二哥自己争气，不是光我爹厉害，自己爹爹的风评也要搞好。周氏谦虚，千不千金的可不敢想，怀哥儿能找个互相对眼的就成了。这不是他对一个儿子的要求，是希望所有儿子都这样过日子，不就要相互看着不讨厌，那日子才能和和乐乐。苏桑呀，亏了，二哥的钱讨不到了。几句话聊下来，周氏喜欢玲珑平易近人，渐渐的放开了。周氏对苏七七没法子的叹气道：哎，就怕一个个的跟我装糊涂，等你肚子里的会说话了，我还看不见他们的影呢。你说他们都各有各的大前途要奔，他瞄了小儿子一眼，我和你们爹可不就找一个好张罗的吗？苏桑，他闻到了自己不值钱的气味，还是不够富，回去要泡铜钱玉。周氏和丈夫带着孩子们在外面扎下根后，下一步可不就想着延续香火的事。大儿子要科举，这是个正经大事，他们知道，这短短4年不到，每次科考愣是没丢过好成绩，眼看着要考举人了，有了举人就是直接找个差都成。他们见过一边读书一边娶了媳妇的。大儿子非觉得容易扰乱心境，心思分不出来会委屈了人家，她跟丈夫一提，大儿子就用大道理堵着他们，说什么都要先立业后成家，傲几天大儿子还为了避着说亲的事，愣是连月的住书院不回家。再想想二儿子更倒好，在镖局那几年，本想等他混上一个镖头后给儿子说亲的。普通百姓比起读书识字，他们更喜欢有力气的人，以为是最不用操心的，谁知一咕噜跑战场去了。就像郡主人说的，回来就是个官僚，还不知朝廷怎么安排差事呢，可千万别耽搁娶妻。最后是苏桑，周氏看着一边的绿萝，可喜欢这姑娘了。他拍着儿子，绿萝，阿桑怎么样？绿萝第150章凤阳长公主的提点。绿萝脸皮薄，被周氏一打去，找着借口跑开了。苏桑尽管年纪小，却知道不能这么大庭广众之下打听姑娘家的心意，不满道：娘，亏得绿萝心的好，不然还以为您觉得自己儿子讨不到媳妇，强婚论嫁呢。我哪是那个意思，当初我跟你爹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周氏就是随口问了几句，要真是绿萝能看上他儿子，他没有不给的意思，生怕绿萝那丫头想多了。周氏跟苏七七拜托：七七，你知道娘不是喜欢说玩笑话戏弄人的，回头你可要给娘好好跟绿萝解释，就说周大娘是真心实意的问问，看得上咱办喜事，看不上给大娘当闺女也成，可别吓到了。苏桑，娘这么草率的吗？对绿萝是草率了些，该让她了解了解你的缺点，咋的你还看不上人绿萝？周氏认真想想不太好。苏桑，他哥仨没影的婚事已经上升到自己有捡来的风险了。绿萝姐姐很好，但我喜欢赚钱，确实真没急着成亲，所以没有看不看得上的问题。周氏丢给他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眼神。苏七七，娘，绿萝指定不会多想的，我会好好跟他说的。平常时候哥哥弟弟们对爹娘多孝顺，这一会儿的就互对这么多次了，他想要劝劝。阿桑，娘操心你是为你好，别总不着调的伤娘的心。娘你也是，哥哥弟弟们现在确实有正事忙，您急他们也不会听，只会往您跟爹心里添气，就是缘分没到，要到了说不定他们前后脚都了您的心愿。对，苏二哥的姻缘我保了，
回头苏二哥回来，他看上谁我去谁家帮他问，用我的面子。玲珑不是第一次听这么琐碎的家长里短了，打他及笄后，家中的一些远亲近邻常常打听他，连他娘本来都跟爹爹商量好多留他几年，至少20岁后才嫁人，后来都被那些人带的天天念叨。这次来金爹爹又突然去打仗，本该他提前回家，他都没急着要走，就怕又被问婚事，想自己一个人在上京躲清闲。不过操心别人的终身大事好像不错。玲珑这么爽快的拍胸脯保证，直接震惊了苏七七、周氏、苏桑。苏怀是他们家人吧？怎么感觉自己跟苏怀不熟呢？周氏、苏怀、玲珑都走后，绿萝又冒出来了，扶着苏七七往双仪阁走，他神情不属。怎么了？苏七七问。绿萝、侧妃，三公子很好，不过我不想嫁，我就是一个小奴婢，还是您怀了身子，我才有机会被买进王府，有了现在的安稳日子。这辈子我打算好了，谁的家都不去，就跟着您，我还要继续照顾您未出世的小主子呢。您跟老夫人说说，不是我看不上三公子。他没进王府的时候，在大街上跪了半个月，他爹的尸体都发臭了，连几个卖身葬父的大字还是请路边写信先生赊来的。从小就跟家里人生活的孤苦，娘死的时候还有爹爹给他撑着，爹死了他只有卖了自己才能凑到下葬钱。所以那时他被王嬷嬷见到了，因苏七七当时怀了孕，府中又刚刚开府不久，人手短缺，账房就只给了王嬷嬷10两银子，让他出去买个上等的丫鬟回来照顾苏七七。当时苏七七就住在北院，买了丫鬟回来，同样跟苏七七住在北院。王嬷嬷哪里舍得买一个那么好的丫鬟回来，直接就花了3两多点的银子将绿萝买了回来，找给了她1身半就得体的衣服，教了点规矩。等将人的精气神打扮出来，就算一个上等丫鬟的模样了。反正又没人去北院看绿萝怎么用上等丫鬟的水准去照顾苏七七。什么公子的奴婢的，我们家不兴这个。苏七七心想，他们家才托奴几年，还不至于转过头来剥削别人。你不愿意就不愿意，我娘哪里就会因为这计较。你的卖身契我给你几次你不要，我又不是不会再给你了，什么时候想要你都可以开口，更不要说愿不愿意嫁人还要我指派，挑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给你，反倒坏了我们的情谊。宁儿跟我肚子里的这个都会长大，连我和王爷都陪不了他们一辈子，哪需要你把一辈子贡献给他们。侧妃您真好。绿萝泪眼朦胧的给苏七七跪下磕了一个头。苏七七好笑，又偏偏弯不了身子。你谢我呢还是考验我呢？绿萝忘记了苏七七现在挺着肚子行动不便，立马起身扶着她。江训和宁儿白日里去凤阳长公主府了，也是徐敏文在战场上表现得好，凤阳长公主由担心变成了欣慰，念着儿子和苏怀从小一起学到大，战场上两人合作默契，心中已有了苏怀不凡的将来预感。晚膳后，宁儿去陪蓉儿玩，凤阳长公主和江训聊了会天。七七自从去了你府中，一家所谓是否极泰来，上次我随便逛了逛京中的首饰铺子，竟然发现就是苏桑名下的。这铺中的人被教得很好，知道我的身份，不仅不收钱，还亲自把我选的东西送到了府中，吉祥话是一句句的往外蹦，颇有苏桑鬼灵精的劲。论起战场上，苏怀也是比敏文还出，听说已经贴身跟剑南王左右了。苏怀走了2、3年的镖，各种经验积累比较好，战场不只看重身手，还考验反应和调动能力。敏文不差，姑姑过谦了。江训可别夸敏文了，就是我管不住他，要是能管得住我，宁愿他只在京中。苏怀是我府中出去的，他出去我开心。凤阳长公主嘴中嫌弃儿子，事实上那点嫌弃挡不住开心。她提点树大招风，我知道训儿你是个低调的性子，从前或许不会有人将七七一家放在眼里，现在他们每得一份皇上的重视，少不得就被有心人嫉妒。苏桑生意再大，毕竟年纪轻，可别让人钻了空子被人拿捏。哎，不知怎么回事，太子竟然又跟他那舅父走到了一起，连你父皇的话都不听。他是太子，我这个当姑姑的没法议论他母家那边的事，就望他不要那么糊涂了，千万别做了伤害自家兄弟的事。第151章落尸谷。江训抱着睡着的宁儿出了凤阳长公主府后，想到太子的不省心，他吩咐把孙家守紧了。江河是。战事即将结束，以穆国公在战场的战绩，顶多受到些金银的赏赐，他穆国公缺的哪里又是金银，而是女婿平王在皇上心中的地位。云贵妃的密信很快送到了穆国公营帐中的谋士手中，谋士姓张，虽没有掺和剑南王的布军安排，但有穆国公每回跟他透露，剑南王准备3天后带着苏怀，再派鲁将军和徐敏文、穆国公3面夹击西戎的主兵营，擒了西戎的主帅，结束这场战役。由于穆国公经验最少，他负责守在落石谷外面，堵截可能会逃到落石谷的西戎残军。落石谷是他们和西戎战役最不想碰头的存在，若是让西戎主帅逃进落石谷，哪怕将西戎打得支离破碎，没擒到王，总会节外生枝。张谋士捧着落石谷的地形图献宝，国公，您的机会来了。穆国公，后方有什么机会？
凭剑南王的本事，你当西戎主帅真能逃到落尸谷？反正他不信，顶多劫一点小喽啰打打牙祭罢了。抓西戎主帅那么露脸的事，怎么可能轮到他？张谋士哀了一声：“国公不可妄自菲薄，咱们跟西戎打了大半年了，西戎也不是无名之辈。剑南王既然有此意，让您埋伏在落尸谷前，那就是说明他也怕万一。您好好对敌，到时咱们随机应变。这次不必直接上战场两军对打，他届时也会跟去，总会找到立功的机会。”剑南王军帐中，军医替他绑好肩上的绷带后，他拢起单衣，惯性的动了动手臂。军医连忙阻止：“剑南王，您3日后还要攻西戎主兵营，目前就切勿多活动了，省得刚有一点好转，又让你折腾回去了。”剑南王笑笑，嫌本王老了不是？当初本王年轻的时候，就是带着伤我也能打一天。军医似乎已经是剑南王的老朋友了，不仅没顺着他的话剑，他还十分要强。笑讽：“都说是年轻的时候了，那你现在老了还不服老？”苏怀先连走进来，带着刚打好的伙食过来，对剑南王的伤势甚是关心：“王爷，您伤怎么样了？若还不太好，3日后您别逞强，我护着您在跟前。”“什么话？那我不如不去，让你护着，不是给你拖累吗？没大事，就是把仗打完我落个毛病罢了。有你们年轻人，我日后可以放心养老了，不怕战场上无人。”剑南王，他的伤是半月前落下的，当时打到西戎的最后一个小兵营，他们采取弓箭攻击，满天的箭雨下来，就算是防备了，还有风雪扰乱视线，就不小心中招了。不过他们属于强弩之末，一阵箭雨还不到他平常洗脸的功夫就没了，最后被大晋将士一举攻下，这伤不算亏了。此次或许就是最后的一场大战了，他可以缺其中任何一场战役，可绝不能在这场战役少了他这个主将给大家壮军心，也要让西戎瞧瞧他们大晋的雄狮士气。剑南王走到沙盘前，指到西戎的主兵营，沉着且有股势在必得的气势。这次取西戎主兵营，秦西戎主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苏怀拱手：“是。”3日后，天未明，天上的星子暗淡无光，寒风不停的呼啸。不过这阻止不了大晋将士此刻热血的沸腾，遮盖不了手中铁刀浑厚的民意。待杀至西戎主兵营帐前，剑南王举刀一喝：“将士们，打完这一仗，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西戎要试试臣服我们大晋，冲啊！”命令发号完，大晋将士厮杀的更加勇猛。剑南王命令苏怀：“鲁将军那边正对抗西戎喽啰，你跟我进驻营帐。”是。苏怀上心剑南王的肩伤，一路尽量为他先把路开。他们这次是深夜突袭，西戎前面的防守并不是多么森严，连准备都没有。不过进了营中后，被警觉的西戎兵就凶猛了起来。苏怀和剑南王即使知道这一战会必胜，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需要活捉主帅，作为大晋胜利的战绩，向西戎王要去他们俯首称臣的彩头。王爷，营中无西戎主帅。苏怀破开最后一道西戎兵护起营帐的肉盾，砍破帐门，竟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剑南王也一惊骇，他们都打到西戎兵家门口了，明明又是猝不及防的深夜一袭，怎么就没见到人？报，王爷苏副将有队1000人马往落尸谷去了。打仗中也会有将士时刻监察敌情，就在前一刻，有大约1000人的人马往落弹谷过去。该死！剑南王望着四处的火光，立马改变策略。这里交给鲁将军。苏怀，你跟我去落弹谷会合穆国公，不能让西戎主帅进到落尸谷里。穆国公那处已经在4处设置好了人马，连山上都提前设置了机关，本以为没有大用，哒哒哒的他听到了奔腾的马蹄声，数量不少，让他严阵以待起来。怪了，怎么这么多人？张谋士，这不就是穆国公您的运气来了吗？穆国公想着立功，没有细想，刚要喝声让大家截杀，张谋士拦住了他。国公别急，让他们进去了也没什么。什么话？落尸谷说是个谷，可里面障碍众多，他们西戎说不定对谷中了解，等他们找到了出口，我还有什么好运气立功？穆国公不想犯这个险，放人进去对他哪里有好处？张谋士奸诈的摇摇头：“您误解我的意思了，放西戎主帅进去，他必死，今晚地宫也必是您的。”趁着这点废话的功夫，穆国公亲眼见着西戎那个瞎眼的主帅呼延灼骑马进了落弹谷，再去拦已经来不及了。张谋士替他呐喊了一声，只堪堪拦住呼延灼后面带的人。直到剑南王追来，只见到数多以西戎士兵为主的尸体，他四处找寻问道：“穆国公在哪？呼延灼呢？拦住了没？”重复喊了多遍，穆国公都没有动静，只堪堪跑出来一个小头领，支支吾吾道：“呼延灼没阻拦住，穆国公进落尸谷了。剑南王，他不要命了，自己手中才带多少人？既然是后方手中才带了2000人，外面这么多人正处理尸体，那说明穆国公带进去的更少。”剑南王怕久了会出事，带着苏怀进了落尸谷。落尸谷内，穆国公心忐忑望着周围警惕备战的将士，不忍道：“他们都是我的同袍啊。”第152章，不管他们谁死了，
或是都死。他们除了是国公的同袍，还是大晋的将士，保家卫国本就是他们的责任，国公不必不忍。张谋士甩起手中的马鞭，一边抽到穆国公的马屁股上，军马受命令往前驱驰。他向后和100多的将士大呼：“保护国公，诛杀西戎军！”之后，他跟着穆国公带着仅剩不多的几人，一起往洛旦谷出口冲去。呼延灼看不懂这些大晋将士了，他前半夜收到莫名的消息，说大晋要深夜攻营，本来不太相信，但也不敢掉以轻心，加强了营地中的护卫。不想下半夜果真营地被攻，他提前收拾好手中军机，带着仅剩能调动的亲信弃营逃亡。刚进洛旦谷，身后就追来了100多的大晋将士，他手中有1000人，再是落荒而逃，还是能将他们杀了的。可他还没开始让人迎战，当初跟他在大境内比武的一个国公，竟然弃了他的将士逃命了。反正他已经穷途末路，临走前再杀一波大晋将士报他瞎眼之仇，定然畅快。杀灭了这帮大晋将士，呼延灼眸光凌厉起来，率先冲了出去。后面的刀刃响起，穆国公气羞得涨红了脸，很弯张谋士：“你这是陷我不义，这难道就是云贵妃让你来帮我的初衷吗？”在山谷外面时，他带着将士杀了一部分呼延灼的尾部，张谋士就劝他赶紧进谷追击呼延灼，取他项上人头立功。梅祖节助呼延灼是大麻烦，他没多想就带着人进来了，不久就发现了呼延灼的踪影。可对方实在是太多人了，自己的人手根本不够，张谋士就劝他弃了将士们先出谷。作为将军，哪有不管将士死活苟且偷生的？亏得刚才那些人还那么信任他。当然，云贵妃可不就指望着您建功立业呢？张谋士回答的理直气壮，转而又问：“你们几个是不是看见了穆国公尽力了？就是对方人实在太多，国公爷不是对手。那些将士舍生才护着国公爷逃出来的，国公爷有何错？”“国公爷没错，国公爷已经尽力了，不该怪国公爷。”剩下跟着逃出来的口风一劲的替穆国公开罪，说的他更无地自容，但这反而让他发现身边的几人都让张谋士给收买了。已经差不多安全了，穆国公拉紧缰绳，举着还染血的斧头质问：“他们是你的人？你什么时候在军队中能安排自己的人？小的哪里有能力往营中安人？是国公名声不错，他们自愿跟从。张谋士干的就是嘴皮子功夫，拉拢几个人还不在话下。反正来前云贵妃说了，不计一切手段要让穆国公风光而归，他只是牺牲几个将士的性命而已，又不是让穆国公通敌叛国。就是给呼延灼的信都没有署名，不过让他机警些罢了。他很符合自己预期的发展，真从剑南王的手中逃出来了。剑南王一定会带人马追来，届时定能看见洛旦谷外面被他们截杀的部分西戎兵。穆国公又带着不多的人进来了，以身入局，剑南王一定会跟着进来的。洛石谷早让他秘密打点好了，呼延灼活着出不去，剑南王也争不得穆国公的那份功。他趁穆国公恍惚，抽出一把利剑往自己的身上割了数刀，又在穆国公的身上划了几刀轻伤，分寸拿捏得当，很容易就让穆国公理解了出来。苦肉计，穆国公捂着伤口，看着其他人同样学着给了自己几刀。张谋士咬牙颔首：“死了那么多人，我们逃出来总要付出点牺牲，才能不惹怀疑。一会儿肯定会遇见剑南王，呼延灼他逃不出去，只管让剑南王跟呼延灼打就成。不管他们谁死了，或是都死，那功劳都是您的了。”穆国公害得手脚冰凉，什么叫不管他们谁死了？难不成要剑南王也死？张谋士见穆国公还犹犹豫豫，又将事情往严重了说，逼他看清事实。小的是半哄半骗您将事情做成的，但小的是谁的人您不会不知道。不说云贵妃等着您立功了，您若大义凛然的去跟剑南王告发小的，国公您要想想后果。首先云贵妃和平王就逃不掉，您真以为您没同流合污，您和平王妃就不会受牵连了吗？您穆国公全族就会感谢您了吗？清白早毁了，您只有这条路走。穆国公闻言，这么歹毒的计策，与这承担不了的后果，斧头直高高举在对方头顶，可是怎么就落不下去？直到听到了不少的人马动静，张谋士提醒：“大约剑南王来了，国公您自己拿主意。”穆国公现今被坑到如此地步，他还有什么主意可拿？只能怒骂一句：“庶子！”为了不成为罪人，他只能选着遮掩罪责的法子。到了剑南王跟前，不知是带着愧疚，还是想将戏做全。他捂着伤口，翻身下马跪下：“王爷，是我失责，既没有挡住呼延灼，还葬送了110个将士，您责罚我吧。”现在责罚你有什么用？呼延灼呢？剑南王见着穆国公狼狈十足，只堪跑回来不足10人，面对着洛旦谷情况不知，估摸着从昨夜到现在已经快晌午了，将士再是铁打的都要乏累，一定要在今天尽快解决了呼延灼。呼延灼在洛石谷前方20里，穆国公须指着。剑南王扫过穆国公：“你出谷，苏怀跟我去追。王爷让我跟您去吧，我将功折罪也成。”穆国公气泪恳求。
那些将士也是我的同袍，我带他们进来没本事，带他们出去，至少要为他们报仇啊！剑南王默声后丢下话：“你受了伤，一会儿打起来顾不得你。”呼延灼带着残军杀完大晋将士后，本想带着人继续往落石谷另一头逃的，但是见着前方山谷上尽是巨石，生怕是埋伏所致，万一过去出了意外，必然是被巨石砸死的下场。狼狈回西戎已经是笑料了，刚才又经过一场血杀，他便消了要继续逃的心思，打算跟大晋来最后一场对决。剑南王又见面了，苏怀，我这只眼睛你该还了。第153章，他颤着手去探脉搏。呼延灼见到都是老熟人追来了，一只独眼中跳动着异样的亮光，笑容逐渐放肆。他脚下是叠加的大晋将士尸体，一刀一刀的戳在已经没有了温度的血肉上，再拔出刀刃便会喷出大量鲜血，仿佛那些将士的血液还热乎，涓涓的顺流而下，不仅阴进了泥土中，还形成了一个个漩涡式的血坑。剑南王见惯了手段，对这种场面尚能沉得住气，苏怀却是见不惯，忽略所见到的场面，放下狠话：“别急，送你走后，你可以跟阎王爷重新讨条命。”呼延灼败在了苏怀手中很多次，压根不想多费口舌。这个山谷上方不稳当，若是下面的动静大了，随时会有石块落下的风险。起初他还恐惧，现在不怕了，他就要苏怀和剑南王给他陪葬。一句外邦语的命令发号下去，西戎剩下的士兵举刀向大晋袭来，大晋将士也没有害怕，同样迎击而上。剑南王和苏怀二人合力去攻杀呼延灼，与他身边的一个小副将，几人混战，难舍难分。我去，穆国公看得眼热，一时忘记了先前的计划，立马就被张谋士给拉了回来。国公，您跟我到那边打，免得被巨石伤了。经他提醒，穆国公呼忆起他们之前做的简单陷阱，谷上石头很多，并不需要费力搬找，他就听从张谋士的话，让一些将士守在了上面。你疯了，巨石一落，我们也逃不掉。穆国公害怕，又觉得做的错事更大了。谷中又来那么多将士，巨石下来了，死的会更多。张谋士，人心不狠怎么成事？此刻人多眼杂，您跟我躲去一边，发现不了。他早在谷中弄了一片安全区域，待巨石将下面的人重伤的差不多了，请等着出来割了呼延灼的脑袋。穆国公被张谋士硬拖着半推半就的跟着他躲了起来。苏怀正专心对战，忽听见一阵不寻常的声音，左右一看，发现山谷上有碎石往下掉落。他连忙到剑南王身边：“王爷，上面恐会掉石头。”剑南王旧伤复发，挥起武器来有些费力，他喘着粗气：“没办法了，呼延灼知道此处危险，还跟我们缠斗，他定是不打算要命了。全军听令，谷上有巨石坠落的危险，大家要小心。”呼延灼见对方慌乱了，他的笑容更加肆虐，横刀飞劈上去：“既然今天都是死，那你们死我手中吧！”苏怀奋力一挡，阻拦呼延灼狠厉的招式，与他进行缠斗。差不多5招后，山谷上此起彼伏的往下落了许多石头，大家来不及挡的，直接被巨石砸压而死；有能躲过的，却又躲不过对方的攻击。周而复始的过程，很快谷中双方死伤大半。剑南王也在抵挡巨石，他的身形比一般将士矫健，可到底抵不过连环的落石，力气耗去大半，最终被石头击中后背。幸亏击中他的石头只有树桩子大，倒不会致命。苏怀和呼延灼的打斗，因为巨石已经不那么激烈了。他见着剑南王被石头砸到，果断停了和呼延灼的对战，去搀扶剑南王。呼延灼拼斗起来不要命，为了让苏怀多添几道伤，不顾巨石砸身的危险，很快连遭几下重创。还好剑南王有不少忠心的手下，一面挡着呼延灼，一面挡着巨石袭身，辛苦万分才让苏怀找到了一个能躲藏巨石的地方。剑南王吐了口血，脑袋晕眩，这巨石不该这么落，上面是不是有人？苏怀定睛细看，上方尘土弥漫，看不清晰。剑南王猛捶地：“穆国公他人呢？”到处巨石掉落，灰尘扬起，双方人交织在一起。苏怀摇头。另一边，穆国公缩在盾甲中，仿佛缩在龟壳中，听到一阵阵的惨叫，他咬牙问道：“还有多久？”“快了，快了，我瞧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上面的人发现下面动静小了，他们自然会停。”张谋士细听了动静，惊惧惨叫声，差不多已经没什么了。果不其然，谷中没什么大动静后，上面的巨石滚落的数量渐少，逐渐消弭。下面尘烟四起，大家还有命的都倒在一起，喘着粗重的呼吸，有些人七窍流血，更有些人还依旧执拗地握刀起来对打。呼延灼就是其中一个，他将身上的几具砸成肉酱的尸体拨开，跌跌撞撞地拿起刀直逼前方，背身对着他的剑南王。剑南王不想自己拖累整个军队，巨石停下后，他就让苏怀和身边的将士帮受重伤的同袍继续厮杀剩下的西戎兵，所以身边没人。就在要落下武器时，一道小心的声音从后传来，剑南王被惊动回头，在呼延灼的长刀向他落下时，一道斧头从呼延灼的侧脖梗挥砍而过，
下一刻一个人头飞去数丈远。在穆国公大喜自己杀了呼延灼时，张谋士搬起地上一块石头猛砸向剑南王。你为什么杀他？穆国公低喝。您在主帅被呼延灼杀死后，又杀了呼延灼，用他的命报了主帅的仇，鼓舞了大家的士气，有什么错？咱们牺牲了这么多人，一个剑南王算什么？您要知道，这功劳全是您的了。此处被人方向，张谋士砸的是剑南王，即便穆国公再去救，似乎已经解释不清什么了。他谅穆国公不敢戳破什么，紧忙跑去捡起呼延灼的头颅，高呼：西戎大将死了，穆国公威武！残存的将士伤亡惨重，骤然听到胜利，力竭的模样有了放松，纷纷呼着穆国公威武。就在外面高呼穆国公威武的时候，他看到剑南王双目圆睁地盯着他倒地，讽刺极了。西戎人听到自己的将军死了，他们受了重伤，更没法活命，有的不想受罪自己了结，有的扔兵弃甲，想要苟延残喘。苏怀见西戎残兵不成气候，收回武器去找剑南王，却看见穆国公失魂落魄的从他安置剑南王的地方走出来，仿佛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他预感不好，国公爷、王爷呢？穆国公被苏怀的声音吓了一跳，手中的斧头都拿不动了，砰的落地。见着苏怀一步步的向他走来，天然的避害意识让他学着张谋士的话说：剑南王被呼延灼偷袭了。苏怀始料未及，他刚才就没找到呼延灼，要知道这样他不该离开的。等他冲到前面的时候，只看到了一个缺了脑袋的尸体，看衣服就是呼延灼，地上满脸血迹的人就是剑南王了。他颤着手去探脉搏。第154章，一个是木一个是章。落尸谷后，西戎彻底无力反击，奉出降书归顺，跟着从战场送出一份剑南王垂危的书信。玲珑郡主也收到一份，他虽然在上京受众人喜爱，但太后年纪大了，父亲的事又是战场上刀光血影的血腥之事，不好去宫中麻烦。想了一圈，才不得已来到宣王府。我爹爹到底是死是活？他从来就没输过，怎么能被人偷袭了呢？六嫂，这不是真的对不对？前几日还带着盎然笑意的姑娘，一天内像受了寒霜摧残的落花，可怜又脆弱。别想太多，剑南王一定会平安回京的。消息里只是昏迷不醒，说不定等剑南王回京前，他就能醒了呢。你不是说通知你娘和哥哥们了吗？他们肯定要比剑南王先来京，你收到的消息要比他们多多了。你撑住了他们，才不会太担心。苏七七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手脚冰凉，不过记忆里却是大将丧亡的悲痛哭声。玲珑拿来的信里说，剑南王背上受到重击，脑部淤血堵塞，造成人昏迷不醒，怕是昏迷久了人也不会太好。艰险定然在一路回京的路上，着实让人心焦。等王爷回来，我问问他确切的情况。你爹爹是英雄，不会这么轻易出事的。玲珑低头落泪，哽咽不止。我是要坚强，要好好的见娘亲见哥哥，然后和他们一起等爹爹回家。他要少胡思乱想，不能自己吓自己。西戎投降后有太多事要处理，江训被安排和吏部设置西戎都护府，一直忙到天黑才回家。苏七七惦记着玲珑郡主，撑着没睡等江训回来了解，见他一身疲惫，就知道今天忙得不轻。王爷，今天累。他撑起身子从床上坐起来，江训生怕惊到苏七七进来后走得小心翼翼，见到人没睡一阵不省心。早让你最近少操点心多休息，是为了玲珑的事吧？苏七七如今月份大了，江训答应他要等他生产的时候守他身旁，哪怕不在家，他都要让江河跟他随时禀报苏七七的情况。今日玲珑来府中的事，他自然是知道。我精气神还行。苏七七低头摸摸腹部，忧心忡忡。剑南王出了那么大的事，玲珑一个小姑娘待在京中可不要急疯了。王爷，一如今剑南王的伤情，他能平安回来吗？父皇已经派太医往剑南王那里赶了，具体的只能先等人回来。江训他在折子里闻听落弹鼓，凶险万分。剑南王带去的2000人大半数因为巨石滚落，造成伤亡惨重，反倒一直军功不太冒尖的穆国公成了斩杀西戎主将的威武将军。朝堂的风向转变很快，开始还为剑南王生命垂危担心，紧接着大军要回京了，满朝的人似乎又忘记了剑南王对穆国公大肆夸赞，属实难料到。他敬佩剑南王，内心深处希望他能平安无事回来。大进将士回京的野外，剑南王一直昏迷不醒，苏怀不敢多离开半步，更不敢让剑南王单独一人在营帐。他当时发现剑南王满脸鲜血，探了他的脉搏，发现还有微弱的搏动，准备将人背去救治时，猛然发现剑南王的手掌下覆盖着2个字，一个是木，一个是章，还有一个 X， 不知是符号还是什么没写完的字。按理依穆国公的话，剑南王是被呼延灼给袭击的，那么都到了要命危机的时刻，或是剑南王已经遭了呼延灼的毒手，只有残喘的机会。他又怎么会写穆国公和他身边的人，还紧紧藏在手下？穆国公同样很奇怪，大家在落尸谷没几个人能幸免被石头击中，浑身灰土狼狈。
而他的铠甲上不仅没有任何撞击的瑕疵，就连他那个姓张的手下，肚中文墨比手腕力气多的人也能毫发无损，就很可疑。在一个疑点，被砍了手的呼延硕手中握有刀刃，他检查了剑南王浑身的大伤小伤，要命的就数额上的重伤。莫道里呼延硕手中握着刀刃，他还要拿石头砸剑南王。如果穆国公跟他说剑南王是不小心被落石砸中，他都要信得多。最后，苏怀偷偷去落石谷上面看了看，在被人刻意打扫了痕迹的地面上，他零星找到几个不完全的脚印。苏怀有问穆国公有没有在落石谷上设伏，穆国公一口说没有。呼延硕那时在军营逃得可疑，不知是不是他事先找的人设伏，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到底在谷中，呼延硕整个人像不要命了一样。陆军医，王爷脑中的淤血到底有多严重？您没有把握散瘀吗？如今剑南王昏迷不醒，陆军医需要每日给他换药，时时观察剑南王的状态。陆军医起先已经为剑南王开了散瘀的药方，不过已经喝了6、7天了，始终不见好转。怎么样了？剑南王今天好些了吗？陆军医正要开口，穆国公一脸忧心的先脸走了进来。苏怀有意将剑南王往身后护着，穆国公没有在意，他没想到剑南王挨了一石头，竟然还活着。哪怕知道目前剑南王脑中淤血，一时半刻醒不了，这也成了悬在他头上随时会落下的巨石。几天来将他吓得魂不守舍，剑南王可是看见他的人对他行凶了，自己还见死不救。陆军医脸色凝重，我只是一个军医，擅长的只是刀剑外伤，让我缝合伤口，我当然不让。只是这细致到内里的问题，我略懂皮毛，束手无策啊。忽而他期盼道，不过听说皇上已经派了太医赶过来跟我们会合了，宫中的太医就比较擅长内里。剑南王脑中淤血或许一时治不了，不过得当照顾控制可以延缓病情，就期望太医们能治了。穆国公嘴中表现的哀痛，都怪那呼延硕，不然剑南王不会受此危难。剑南王大人大义，他一定会没事的。苏怀，你守了王爷几天了，赶快去休息休息吧，这里由我来看。他寻了一个靠椅，然后大刀阔斧地坐下。因穆国公亲手砍杀了呼延硕，剑南王又昏迷不醒，他如今在军营中说话的地位很高，几句关心的话似真体贴下属，又似命令。第155章苏姑娘，她就是没了。苏怀暗攥了攥拳，哪怕穆国公再小心仔细，这几日穆国公来看见南王的那种表情他忘不了。哪个人见到自己的统帅嘴中挂着担忧，眼中还掺着害怕的？他会害怕剑南王行吗？国公爷客气了，苏怀自打进入军营就有剑南王一直教诲，王爷现在离不得人，我更不敢随意离去。苏怀松下眉头，拱手在穆国公前。穆国公侧目，你受王爷的好想，在他身边还恩，我也受王爷的好还恩。你一连照顾几天了，我可阻止过你的感恩之心，不是不让你看着，但你总会累，看久了神思恍惚，万一剑南王出了事怎么办？我以将军的名号命令你赶紧回去休息，不然不遵号令别怪我军法处置。走走走。他甩着手，软硬兼施，想尽快将苏怀打发出去。穆国公在恐慌剑南王的生死，这几日作为杀了呼延硕成了人人称颂的威武将军，走到哪里都是将士笑脸的拱手问候，腰不用弯一下有人给他递吃食，手不用抬一下别人给他拧帕子。走在他人身后，不用担心再因上次的失误被人戳着脊梁骨暗骂，反而是无穷无尽的赞美。尽管这些小事和恭维在家中他被仆人伺候的以习为常，放在要以能力定功的军营，他油然有股飘飘然的感觉。怪不得人人都争着要建功立业。苏怀毅然不动。穆国公想要发火，他现在万众归心，生出了让人抬都要将苏怀抬出去的心思。连陆军医都看出穆国公脸色不好，他偷偷给苏怀使眼色。就在穆国公起身去掀帘子喊人的时候，徐敏文走了进来。一见穆国公脸色黑得不像话，他拉着人往里走，又将人按到了之前的靠椅上。国公爷是怎么了？您杀了呼延硕，赢得将士们的喝彩，回去皇上必然也要厚厚的奖赏您，底下都赶着贺喜您呢，您怎么这个脸色？还不是苏怀这小子，我看他这几天不眠不休地守着剑南王，心疼他累，我让他去休息，他还跟我犯起了脾气，真是不知谁对他好。徐敏文是凤阳长公主的儿子，出身高门贵府，在穆国公眼中，他和苏怀是不一样的，愿意给他好脸色，是吗？徐敏文偷瞄了苏怀一眼，很快离开。他倒了杯茶给穆国公，帮着说了几句苏怀愣头青的话，哄得穆国公高兴。穆国公谦虚摆手，不想嘴角还没落下。徐敏文话锋一转，剑南王昏迷不醒，我也是担心的食不下咽。苏怀一个人不休息，哪里能好好照顾剑南王？我也年轻啊，我跟苏怀换班，他白天我黑夜轮番照顾。你也知道，剑南王现在管不了军中事，鲁将军一个人实在分身乏术，他又没您的人心，就凭您杀了呼延硕，随便说一句什么，将士都爱听。您要保证我们大军无风无浪的回京才是重中之重，队伍越快回京，皇舅舅越安心，剑南王得到更好救治的可能越大。看护的事您就别插手了。几句话说着，徐敏文已
将穆国公忽悠到了帐门口。他手一推，穆国公就被赶了出去。直到穆国公看见一面长帘，他才如梦初醒。他被徐敏文这小子灌了迷魂汤了，还刻意拿皇上压他。他要是带不好大军回京路上生了意外，他杀呼延灼地宫还算功吗？想到种种后果，穆国公愤然想撩起帘子的手重重放了下去，转头回了自己的军帐。徐敏文见着帐帘上没了人影，他收起吊儿郎当的模样，拉苏怀到一边小声追问：“你不会随便得罪人？穆国公对剑南王做了什么吗？你怎么盯他像盯贼一样？”我瞧穆国公也古怪，好几次徘徊在剑南王的营帐外，要进不进。起初那么多破绽，苏怀不确定，所以连军医都不敢草率透露。现在他完全认为穆国公有秘密，他将徐敏文当挚友，也需要徐敏文一路帮他。我说剑南王昏迷不醒，不是呼延灼做的，你信吗？他神情认真，将自己近日发觉的大秘密透露给徐敏文。我信。徐敏文脱口而出，还不能让穆国公与他相关的人接近，或是单独接近剑南王。苏怀继续道。徐敏文保证，穆国公那里我找鲁将军帮忙牵制，我跟你寸步不离的守着剑南王直到归京。100%的信任让苏怀不用多费口舌解释，俩人已经达到一致的目的。穆国公营帐内，他急得坐卧不安，甚至将之前的怜悯心忘记，怨怪张谋士，当时你应该用刀，用了刀，剑南王说不定就活不成了。你出的主意是一环一环，怎么就坏在了剑南王没死上面？现在苏怀看得紧，徐敏文也去插了一杠子，太医也要过来，他要醒了我就完了。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张谋士对剑南王的身手有畏惧，且当时剑南王做了防备，他哪里敢近身刺他？只有用石头出其不意砸死他。要是知道剑南王命硬，他该多补几下的。张谋士拱手，且等机会，总有办法让剑南王醒不过来。腹疼，已经是8个月的身孕了，起初都好好的，吃食和调理遵循太医医嘱，没什么异常的。到了这时候频频腹痛，苏七七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江训得知后又匆匆赶了回来。苏七七疼得出了一身冷汗，恍惚的点点头。问题严重，生怕孩子保不住太医几次来看诊。奇怪的是，每次将人看了后，发现并没有早产和滑胎的迹象，无从下手。最近淑妃从小儿子和楚灵英那里得了一个孙儿，正高兴得紧，念着凑个双喜的目的，对苏七七的肚子上心得很。派来了显嬷嬷，显嬷嬷拿来了许多福包，挂在床头，边挂边道：“这都是娘娘听太后说青云寺灵验，让人去青云寺求的。时郡王妃生产时就用了这些灵验的很，奴婢绑了这些，一定能保佑苏侧妃的。”江训不信这东西，眼见苏七七难受的依偎在他怀中，他敷衍：“嬷嬷替本王谢谢母妃。”到了夜中，江训陪着苏七七提早歇在床上，一丈被夜明珠淡淡照耀的福包现着朦胧轮廓，散发着清极的佛香味，有种让人放松的效果。江训又入了一场梦境，梦见他竟然拿着匕首放自己的血，血挨个落到石刻舍利子上。江河跪在他身后不忍，还换了让他震惊的称号：“皇上，您身子现今破败如残烛，实不能损害精血了，快10年了，您就放弃吧。人死如灯灭，哪有这么多怪力乱神的事？苏姑娘她就是没了。”第156章梦中的自己向他走来。苏姑娘是个好人，她一定会往生极乐，您别折磨您自己了。想想太子，他是苏姑娘的孩子，还没大婚，您出事了，他一个人怎么撑起这天下？江训不知自己在这个梦境中身处何处，不过他却能清晰看到梦中的二人。梦中的江河已经不再年轻了，褪了身上的清质，眉间有股刚毅的中年之态。他长眉紧蹙，正为自己的做法深深担忧。而自己虽以龙袍加身，却不似江河那种人道而立之状，更加的单薄弱智，枯朽如死木，青丝中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灰白，目光不再澄澈，身形因为疲惫久病再挺拔不起来。他和梦中的自己竟然有心灵相通之感，能感受到梦中的他即将死去，时不时还会轻咳2声，淡淡的血腥味涌到唇间。梦中的江训熟练地拿出绢帕擦了擦，是一块浑浊的黑色血迹。江河因看到江训刻写了面上，更加的恐慌，勉力地隐忍着自己要流出来的泪水。江训不以为意，依旧放着自己的血，目光静如死水，声音虚弱的像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和孩子去的那样孤惨，都说横死无轮回，我总是怕他成了孤魂野鬼，受恶鬼欺负。他性子弱，定然是吃亏的那个。活着的时候我失信于他，没将他护好，我该为他死后做些什么？要不然我还活着做什么？当真以为这天下至尊的位置我是夺来满足野心的，怕是早在登基的半年后，我就随了母妃的愿，也好过行尸走肉一般活着。如今一切不过为妻妻苟且偷生罢了。江训缓缓而言，明明每一个字都稀疏平常，组在一块，很是让人肝肠寸断。这不禁让入梦的江训想起他当初积攒权势的初衷，哪有什么大仁大义，觉得自己才是让江山海晏和亲的人，都是为了活命，为了一点不多的在乎罢了。他恍惚过去后，见梦中自己已经放好了血，本来这些舍利子就和寻常的不同，内里泛红，
现在琉璃圆盘莲花座内的10颗舍利子，在受了血液的浇灌，成了一颗颗鲜红圆润的模样。江迅猜到，兴许舍利子变成这般模样，都是用鲜血长期浇灌的结果。不久后，他换人，把这些舍利子照旧拿去让青云寺的无方大师开光，这玉瓶也拿去超度吧。这时，江迅才看见自己从袖中掏出一只青色活口的玉瓶，瓶中装的什么不得而知。工人将东西拿走后，听见他自己继续道：“太子不小了，我为他安排了一切，他什么都不缺。敏言这辈子也会拿命护他，出不了大事。反之亲情多了也是累赘。他进东宫后，我再没单独见过他。君父而已，本就与寻常人家父子不同，我死也对他侵扰不到分毫。”梦境很短，梦中的人都不再言语。江迅又跟坠了深渊一样，这次是很久的黑暗，他找不到任何一点光源。黑暗中太冷太孤寂了，他不知道要继续待多久。2次的梦古怪非常，不由得让他恐慌，是不是出不去了？江迅四处奔走，四处寻出路。梦中的自己怎么会说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呢？他有苏七七，有宁儿，为何梦中的自己这么无用？不仅让苏七七死于非命，还要疏离自己和他唯一的血脉，觉得自己很没用。无边的黑暗中响起一声虚空的轻嗤，江迅循声找去，又见到了那个要死的自己。只是此刻他面容即便憔悴枯槁，身形已经端得无比挺拔，除了老点和正常人一般无二。我为什么总是梦见失去苏七七的自己？他不怕因为见到梦中的自己向他走来害怕，他只想知道原因。哪怕只有2次，无一例外，梦中都是失去苏七七的自己。因为你曾失去他，当然会一次次的梦见。年老的江迅向他一步步走来，语气羡慕又落寞。你比之前幸运太多，这次是他给了你机会，拯救你破败的人生，虚假的7情6欲。琼州吴家族人信佛，别忘了让人去吴家祠堂一趟。什么意思？别走！江迅还有很多问题没问完。对方说完便化作了一道光点，照得江迅瞬间被白光灼到。王爷，王爷，是又做噩梦了吗？刚睡熟，苏七七就被江迅一句句的喊声给唤醒了。他以为江迅喊他有事，睁眼才知道江迅是做噩梦了。江迅紧紧抱住苏七七，肚子还疼吗？疼倒是不疼了，王爷是担心我疼才做噩梦的吧？我想好了，既然太医说腹疼没大事，那疼就疼点吧，等生完了应该就没大事了。这是苏七七围巾想到安慰自己最好的法子，可能他出现了什么隐藏的孕期反应，没什么大事，疼点怎么能没事？我想到法子了，明日我们出城一趟。既然梦里他一直用血在灌溉舍利子，那必然要到青云寺走一趟。还有从来没听说的琼州吴家祠堂，兴许是很重要的事。什么不得轮回恶鬼七魂，他不管梦中的事有没有真实发生过，苏七七还活着在他身边，他就不能让苏七七出任何事。翌日，苏七七8个月的身孕，出门一趟不太容易。江迅让人将马车逼围了一圈棉花，车内垫了层层软垫，最后兵分2路，让江河赶去琼州。上次太后说青云寺的舍利子缺了1颗，青云寺一直不肯外送。江迅经过一夜猜想，最后1颗应该就是在琼州吴家。不论舍利子有用没用，他都要为苏七七求来。王爷，昨儿你不是还不信淑妃的那些福包吗？怎么今天就急急忙忙的要去青云寺了？上次从太后那里回来，苏七七满脑子就在想舍利子有没有那么神奇，毕竟他能穿书就邪乎。之前旁敲侧击跟江迅谈信奉，他只会正着脸色说神佛乃是无稽之谈，要信自己本心，不要自己吓自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论真假，为你好的事我都想试试。做不了胸有成竹，江迅就做事事周全。他要看看到底谁在跟他争苏七七的命。第157章帝王而已。到了青云寺，江迅找小沙弥安排了小院子，替苏七七叫了些素斋。东西虽然都素了些，不过青云寺用的山泉水干净甘甜，做出来的素饭别有一番滋味，你吃尝尝。苏七七夹了块江迅递来的豆腐，豆腐事先在锅上烤成了淡淡的焦黄色，凑近鼻尖有股香味。寺中的香料更简，哪怕只有青菜豆腐的原本味道，却总能尝出欲罢不能的感觉。他想是自己在王府吃的精致饭食太多了，就算厨娘们做饭为了口感，他们都会放点勾味的肉腥，偶尔吃寺庙的纯素食很不错。到底是大老远过来的，苏七七可不会单纯觉得吃点寺庙的素就可以让他不再腹痛。操心道：我们住多久？吃完了做什么？我怕万一哪天生了怎么办？江迅，先等江河从琼州回来，你吃完在屋中休息就成。我找了寺中的无方大师说话，一会儿过去。什么都不要担心，有我呢，我不会离开你半步。他不敢跟苏七七说他做的2次梦中之事，怕吓了他。若青云寺的舍利子真让他那般不惜性命去以血灌之，他势必做这个有缘人。午后，江迅坐在无方大师的禅房内，畅言迷茫之事。青云寺香火鼎盛，无方大师又是寺中高僧，定为芸芸众生解过许多祸。不知大师对于人能做未卜先知的灾祸之梦有何见解？无方大寺50多岁的模样，胡须灰白，双目无尘，脸上淡然脱俗，唯有一只腿少了半截，闻言轻笑徐徐。未卜先知从来是对将发生之事有所预感，
再由这些预感反映出事情的后果。宣王的梦可有预感？恐慌，突然而来的久不安心，这是预感吗？若要追根究底的话，他是先突然对苏七七的孕肚起了恐慌，才做了怪梦。吴方大师低头深思，恐慌，继而做了灾祸梦。梦中的灾祸可发生？没有，但一定不能发生。姜训态度肯定。吴方大师闻言，姜训说的这么笃定，好似已经不需要他解惑了。不过来了青云寺，那就说明需要用到这里。他直言，宣王的办法是需贫僧还是青云寺？姜训不拐弯抹角，听说吴方大师自小在青云寺出家，少时外出寻过舍利子，如今整个寺中已寻回9颗，香客们知道的无不可求。您是为了太后？吴方大寺有些印象，昔年太后曾派人给庙中佛像塑金身，就为了要寺中的9颗舍利子。若为太后本王，不必私下来找吴方大师。太后以养深宫多年信佛之心深入骨髓，舍利子本已经无需强求。本王是位有孕的妻子，她分娩之期快到，不想本王频频做她血崩之梦。本王与发妻情深意长，不愿她受任何意外。这舍利子传说是行善积德的高僧遗骨所化，生前他们聚齐了无量的功德。本王想，舍利子应该对本王的异梦之兆有所帮助。姜训态度温和，诚心诚意。当然，贵寺一直说等舍利子的有缘人，那么定是有独特的法子测定他人和舍利子的机缘。本王不才，恰闻听第10颗舍利子的所在，现今已派人去寻找。不知若是找到了，吴方大师可否算本王与舍利子有机缘，将他们转送于我？您当真？闻言舍利子的消息，吴方大师险些失礼，忙收了震惊之色，哀叹一声。9颗舍利子就经过了4、5代寺中僧众的寻找，因这些舍利子是高僧们的遗骸所化，承载万千功德。寺中人无不将舍利子当成毕生的功课，时时想迎圆寂在外的高僧回寺，以求功德圆满。不想就因为极其难找，寺中人佛心不稳，以至于生了偏执。许多寺中人不是遇险横死在外，就是被外面的红尘迷了眼再回不来，又或者空手而归，错乱了心智。青云寺一度面临无僧之危，后来某一代方丈规定20而出30而归，若到了年限，不论找不找得回，都要回寺，因才减少了流失的僧人。吴方大师年轻时更是立志在30岁前将舍利子找齐，可惜一无所获不说，还伤了腿。经过了这么多代僧人外寻，世人都明知青云寺在找舍利子，但这么多年没一个人送还。宣王知道是为何吗？香客渴求，青云寺外找，无疑将舍利子烘托到了一个极致的神圣之中。姜训猜道：贪小善积累大善修行，高僧们都是至纯至净之人，他们所画的舍利子必然承载了功德不假。不说宣王是如何得知第10颗舍利子的所在处，可宣王有没有想过那些舍利子流失在外多年，躯壳早已经蒙尘纳垢，蒙受了多少贪欲之心，已然不算至纯之物，带回去也无用，免不得还要徒增麻烦。阿弥陀佛。舍利子不仅讲究有缘人，还讲究因果。姜训见吴方大师这意思就是不想给，反倒还下他舍利子不是随便据为己有的好物。那他梦中得到的又是什么？既是寺中圣物，难道这些蒙尘的舍利子就没有进会一说？姜训发现吴方大师明显一犹豫，就知道还有办法。吴方大师是出家人，不能当场撒谎。他坦言，有是有，世间再没有比帝王之血至刚至阳的聚会之物了。但这损益自身，当今皇上怕是不能行此事。宣王您虽是龙子凤孙，终究不是帝王，没成龙气您的血对舍利子无用。他这话并非婉转拒绝，因这就是舍利子和对方的机缘，以帝王之血灌溉，才会将污垢洗清。若真有帝王愿意，他们寺中是不会吝啬的，这也能为那些高僧尽以亡魂。梦中姜训除了没了苏七七，可不天下都在手了，帝王而已。吴方大师先不要拒绝本王，有缘无缘，先等最后一颗回来，届时望大师大方允许一见。吴方大师合掌，阿弥陀佛。若宣王真能寻回舍利子，青云寺上下对宣王无不感谢。只是也请宣王保证，您可以见舍利子，但千万不要产生强夺之心。第158章，未来他一定会兑现。星号星号星号。姜训催得急，江河日夜兼程，用了3天时间才将舍利子从吴家祠堂带回来。一颗和梦中只有大小相同，表面乌黑的石头，姜训捏着研究了一番，怀疑舍利子传言不凡，你照我说的向吴家祠堂讨了吗？江河，属下151时跟吴家祠堂说了，舍利子传说不凡，不过不还是需要为他们换得利益吗？不然和普通石头无异，能用舍利子为他们吴家后代换一个子孙的前途，没什么不愿意给的。姜训派江河到琼州前，先让人查了吴家来历。吴家祖上出过上京官员，朝廷党争厉害，祖先被连累罢官，子孙后代亦不能科考走仕途，后来弃官从商。他便是承诺吴家将来帮他们平反，让吴家子孙后代能有机会重新走仕途，那就做不得假。姜训相信这是吴家的那颗舍利子，他们不敢哄骗自己，惹上再连累后代的事。苏七七还在午睡，姜训没进屋内打扰他，收起手中的舍利子，又去吴方大师的禅房找他。
舍利子对于本王万分重要，既是诚心绝不强要。前几日本王说有了第10颗舍利子的消息，现已将舍利子寻回来了，请无方大师见一见真伪。江训把手边的盒子推到无方大师的面前，无方大师整个人微颤不止，寻觅了这么久的舍利子，终于有可能在他这一代圆满了。他双手合十念了句阿弥陀佛，继而十分虔诚地打开，里面赫然放着的就是一颗舍利子。无方大师颔首，对，这就是。江训欣慰地笑笑，那就不负本王的辛苦，无方大师是不是也要允诺？无方大师倒没有不答应，侧头让身后的小徒弟去换人，将方丈师兄喊来。在等青云寺方丈时，无方大师跟江训闲聊，宣王稍等，方丈闭关已久，也是前阵子贫僧将您的来意跟师兄禀明了，他才答应出关的。等方丈师兄过来，他一定会将舍利子为宣王拿来的。自然，江训。青云寺的方丈法号名换了尘，比无方大师还要大上许多的模样，面上深深勾勒着蜿蜒岁月的纹路，一双眉目祥和安泰。来时亲自端着一只盒子过来，他当着江训的面将一只盛有9颗舍利子的檀木盒子打开，每一颗都和江训找寻回来的相差不大。了尘合掌，阿弥陀佛，想来无方师弟都跟宣王道明了舍利子的来历，也说明了舍利子并非何人都可带回去的。宣王若想看，青云寺为感谢宣王舍利子，自是不吝拿出来，可若想带回去安置家宅，实不能行。江训早料到了尘的说辞会和无方大师一般无二，他不甚在意。无方大师为本王解惑的明明白白，了尘方丈不必担忧，这些舍利子与本王是不是有缘，且看看缘分。他抬手向江河要了把匕首，自顾自地将左手掌心向上翻起，利落一划，顷刻血液从皮肉中涌出来，嫣红手面。在2位大师面前犯戒实属无奈，这些舍利子在外遭了浊气，大师说需要帝王鲜血灌溉，本王却觉得这些舍利子都是寺中得道高僧的遗骸所化，功德便于世，早超脱一切教条法理，兴许不止帝王血才有用，本王为了发妻就当自满一次，用本王虔诚之心试一试。太后皇祖母对舍利子的渴求，江训上次见在眼中，他不能大张旗鼓地拿回去。既然梦中他锲而不舍地浇灌舍利子，且当时那颜色和今日的大为不同，不管他承不承认，这些舍利子确实曾和他在某个时间上有过交集。若一定要帝王血，这些舍利子才能发生变化，那他保证只要让苏七七平安无事，未来他一定会兑现。江训把积蓄了满满一手的鲜血倒付到舍利子上，蓦然他感觉到一股微微的灼热，时而像被微风拂过，时而浸泡到暖泉之中，每颗舍利子都像在给他回应。无方大师率先一惊，血融进去了。了尘方丈目不转睛，不可思议，舍利子都透彻了许多。舍利子需要帝王鲜血灌溉，这个说法到底笼统，真正要的是明君鲜血。若真有哪个昏君滴上去了，怕是不能够，昏君不会承认自己是昏君，明君又有谁能做到一生不犯错误？就算是帝王血也苛刻至极。言过必生祸，他们不理凡尘世俗，也不过都是血肉之躯，所以为了少惹事端，并不敢公言以昏君和明君分支。乐尘方丈从没想舍利子能轻易遇见有缘人，尽管江训说的谦虚，这难能一见的变化已然让了陈和吴方有了心中之数。宣王既是有缘人，贫僧当允诺。2位大师一起合掌开口。乐尘大师又道：舍利子污浊已久，竟一夕变化如此之深，兴许和宣王缘分匪浅，就将舍利子埋于侧妃院子外围的周角，围合成一圈，再给舍利子上方种植菩提树，每日50正刻用准备好的晨露浇灌，之后劳宣王绕侧妃的院子行走1圈即可。江训细细记下了陈大师说的细节，眉间生出一丝不解，埋于地下又用晨露，如何再以鲜血灌溉？梦中以他和江河的对话，还有那些舍利子的颜色，应该被他灌了很多年了。无方大师仅是给妻子安胎以血灌溉反倒不好，血灌只在任缘，除非违背阴阳，才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紧接着他心照不宣的笑笑，舍利子和宣王有缘，血亦是气，成凝之气和成凝之血亦相同。江训放下心，原来如此。苏七七在江训走后不久就醒了，青云寺佛香缭绕，景色自然，醒来四处走走，很是解疲。绿萝担心地望着前方的大片竹林，侧妃，竹林太大了，我们就别往里走了，万一路上磕到碰到怎么办？回去吧，说不定王爷回来了。苏七七略皮也不想多走了，刚转头听见了林间传来的骚动，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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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撇毛，你给我回来，臭狐狸别跑！第159章狐狸。和尚，印堂发黑。苏七七定睛一看，是只通体雪白的白狐从林中跑出来，后面撵来的是个穿着僧衣的精瘦老和尚。人离近了，他又觉得不像个和尚，谁家和尚追着狐狸骂骂咧咧一路的，只是套个和尚服。臭狐狸，贪狐狸，欺负我2只腿，你4只是吧？看我抓到你，不把你卸成2条腿！小狐狸十分有灵性，见到苏七七腹部圆圆没有威胁，猛地窜到他的身后，
歪着脑袋，伸着舌头，气喘吁吁地盯着老和尚。苏七七猜想，这狐狸应该认识老和尚，若只是被他抓住的，怎么都会往隐秘处跑，不会在他身后躲着的。当然，也可能是这和尚豢养的狐狸，狐狸自小受了他的驯养，老和尚经常对他不好。苏七七撑着衣摆，做出一副保护的样子，将狐狸遮住，询问：“师傅，这狐狸做了什么错事，让你在寺中对他打骂？不知这犯了戒？”狐狸伸着舌头喘，老和尚扶着老腰喘，气骂：“我犯什么戒？去了佛祖跟前，佛祖都要跟我念好，这死狐狸该骂！”赶紧过来！他向苏七七身后的狐狸招手。狐狸本来还没什么动作，有了人挡前面，一看老和尚过不来，耷拉着耳朵，呜呜地蹭苏七七衣服，声音挨转起伏。一双狐狸眼勾勾地盯着老和尚，要是能听懂他说的话，或许都在跟苏七七告状他被老和尚怎么虐待呢。你这么粗鲁，吓到他了。小狐狸一声声呜呜嘤嘤的叫声，叫得苏七七心软，有点不敢将他交出去。这时，从苏七七之前进的后门处过来一个小沙弥往这奔，嘴中还喊着无法师叔。老和尚被小狐狸的狡猾气晕了，哪听到有人来了，往后一仰翻了过去，躺在地上直打摆。小沙弥见人倒了，大惊失色的加快速度往这跑。苏七七望着自己面前打摆子的老和尚，他忙上去查看，发现老和尚的嘴都黑了，明显是中毒。小狐狸也不再怕的跑到老和尚跟前，着急的转圈舔舐。苏七七这才从小狐狸舔的地方看见老和尚手腕虎口上有块红肿发紫的伤口，他催道：“绿萝，你身上有解毒丸，快拿一颗塞他嘴中。”对于苏七七经常和皇宫走动，经历了几次下药害人的事，他都会让绿萝随身带着解毒丸，就怕遇上方恨没有。不成想真有一天用上了。哎，绿萝手忙脚乱的掏药瓶，捏了一颗往老和尚的嘴里喂，又给他顺了好多的气。小沙弥终于抱着东西过来，大哭捶地：“师叔呀，你别吓我，我经不起吓啊！你要的药材怎么配的呀？我塞你嘴中成吗？”11、12岁的小沙弥明显被眼前老和尚气息奄奄的模样吓到了，一大包药材被他拆得七零八落，捡起哪一个都不认识。4、5息后，老和尚嘴上的淡黑色才褪去，小狐狸率先见老和尚不喘了，翻起的白眼也回来了，高兴的转圈嘤嘤。这时，老和尚抬起虚弱的手，拍了小沙弥光秃秃的脑袋：“哭丧呢？”他恢复过来后，大口喘着气，嘴角的白沫被他胡乱的擦了擦，惊险道：“阿弥陀佛，差点真见佛祖去了。女施主，您给我解毒了呀！”他没意识前见苏七七走了过来，苏七七呐喊：“你手上的伤我看有好多天了，既然知道中毒了，怎么还不赶紧找大夫解毒？方才你情绪激动，差点毒发攻心。再解呀！”老和尚清醒后盘腿坐起来，他拉开自己的衣袖，指着自己的脖子，乔扎的银针印子就是没钱少喝了2副药排的慢血。他恨恨指着兮兮的小狐狸：“刚给你治好，你就翻虎脸不认人是吗？女施主，狐狸狡诈，可别信他啊！这小狐狸大约是野外逃野兽，逃到我门前，肋骨摔断了，差点都瘫了，治了大半年才治好，害怕我给他扎针，天天叫的跟我顿顿吃荤似的。无法师叔您确实没少吃荤，竹林里尽是您丢的骨头了，我天天捡的害怕。师傅安排的功课够多了，我还要天天给他们超度。”小沙弥补道怨念念，老和尚就是小沙弥嘴中的无法师叔，被小辈这么打脸，他又给了小沙弥一个暴力：“我是给他们回归家园，你瞎捡什么？”小沙弥吃痛捂头，撅着嘴指着地上的药材：“诺，无法师叔您要的药师傅给您找来了，让您收了药赶紧解毒，以后答应他不随便在青云寺内偷吃荤偷扔骨头了，影响不好。晚了，女施主一颗药将我昨晚吃坏的肚子都治好了，以后我继续往林子里丢骨头。”无法和尚嘴上这么说，手也不浪费的收着药材。刘小沙弥又吃惊又愤愤，不敢从无法和尚的手中抢过来，他攥着拳头起身就跑：“我告诉师傅去。”无法不当回事，训过了小沙弥，又跟苏七七讲回小狐狸：“这不最近叫我治的差不多了吗？我寻思放他出来走走，没拿针前好好的，一见我拿针出来后，撂蹄子嚎着就跑。”小狐狸本来嬉戏的开心，无法和尚不停的指着他骂，他这耳朵前爪轻轻扣的趴在苏七七旁边，低声嘤嘤，不时仰头瞅一眼苏七七。无法和尚没眼看他，心中对苏七七十分感谢，瞧他脸色不是很好，不知从哪掏出几根针想给他扎一扎。女施主怀着身孕，精神这么差，定出在孕肚上。老和尚我会点针灸之术，让我给你扎扎。哎，别什么东西都给我们侧妃使，我们侧妃经不得。绿萝看到几根白晃晃的针，一把张开双臂挡苏七七跟前。奇怪的老和尚，奇怪的法号，居然还在寺内偷吃肉，一看就不简单，没准是个神人。苏七七，我腹痛，太医都束手无策，您光看我面色，连脉都不把，真可以治吗？无法和尚，所以你家相公带你来求神拜佛，管用吗？求神拜佛不好吗？这么说不怕坏了青云寺的声誉？师傅您是青云寺的和尚吗？苏七七心道，别是别家派来的混子。无法和尚讲起大道理，地方不错我一个拜不了，地方错了
不用我拜，女施主印堂发黑，确实该多拜拜佛，多谢女施主相救。我印。苏七七话没说完，身后传来了刚才小沙弥的声响：吴方师傅，无法师叔就在哪。无法和尚一听见吴方，吓得拎起小狐狸夹在胳膊肘里，拔腿就跑，嘴中大喊：再会再会。七七。苏七七听见有人唤他，回头看发现江迅也跟过来了。第160章强盗村庄。怎么来这了？江迅见到苏七七在这也很意外。苏七七，醒来见你不在屋里又待不住，就想出来走走。他跟江迅来到寺里后，还没见过寺中的大师，见他身旁少了截小腿，坐在轮椅上的大师问道：这位是无方大师吧？正是贫僧，侧妃有礼了。无方大师合掌问好。之前跑出去的小沙弥现在推着无方大师的轮椅，他立马介绍：师傅，无法师叔的毒就是这位女施主治好的。是吗？贫僧代师弟多谢侧妃。无方大师又合掌道谢。方才那个和尚真是青云寺的僧人。苏七七这句话说的有些不可置信，本来刚才的老和尚就跟青云寺格格不入，眼前的无方大师更有一股宁静致远、缥缈仙姿之感。两人不仅一寺，竟然还是师兄弟，让侧妃见笑了。无方大师语气无奈。几人一路沿竹间幽静小道向深走去，无方大师便一路介绍他这个迥异的师弟。无法师弟已经不是纯粹的佛家弟子了，多年都没有再去过青云寺前殿，佛前的功课也不修了，佛心生了迷障，佛祖拉不回，贫僧也拿他没办法。无方大师跟江迅说过，青云寺外出寻舍利子的小和尚们，有些被红尘迷了眼，有些因为舍利子执念成了痴，还有些对自己所尊崇的信仰生了迷茫。无法和尚就是佛心不纯粹了，佛修不好，凡尘又不能完全进得去，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无方大师坐在轮椅上，弯腰摸了摸空了半截的裤腿，记忆依稀回到他寻找舍利子的时候。无法师弟当初是被我带出寺门的，舍利子难寻，但因我俩结伴，倒不孤单。凡尘多苦难，弟子们入凡世又不能只为了找舍利子，佛祖还能割肉喂鹰，我们见到了苦难之事，怎么能袖手旁观？无方大师当年带着师弟无法路过一人烟稀少的小村庄，村庄之人没有年轻人，只有老幼不说，还要时时面对强盗上门抢劫，村子里的人苦不堪言，当地又无管事的县官等官府之人，就算逃村民年老力弱，根本逃不出去，若是被强盗知道了，说不定就是灭村之祸。无方大师那时就经常性的带着师弟无法去到极远的繁华县城化缘，用辛苦换来的银两给那些强盗换取村民们的性命。不过这种做法终究杯水车薪，强盗的胃口很贪，若是下一次无方大师化的缘要比上一次少了，他们就会当即杀一人，造成无方大师无法舍弃这些村民，只能走更加远的路去化缘，幸而强盗们轻吃无方大师这种多管闲事的善举。只要无方大师每次能从外面带回钱财，他们就不会多管无方大师出去干了什么。期间无方大师用这些时间积极找寻能愿意管这小村庄王法的官吏，终于在半年后来了官府，将一直打劫村民的强盗一举歼灭干净。本以为自此这里的老幼村民就能安生活命了，不想无方大师的腿就断在了这群老弱妇孺手中。他苍凉笑笑：我某一天醒来就被那群村民关进了猪圈中，醒来腿虽然还在，可他们却纷纷拿了刀刃削我肉剔我骨，已然白骨嶙峋。什么？他们的性命不受威胁了不好吗？怎么您帮了他们，反倒受他们那样对待？苏七七震惊又心痛。这件事到底是官司，中间的惨案足以记录在府衙案宗里。江迅后来有所听闻，因为那群老弱村民是强盗们的父母儿女。七七，你想，一个村里没有年轻人，有些老人不奇怪，但有那么多的孩子，那些孩子的父母去了哪？村子里有强盗，他们难道不担心？苏七七，所以无方大师是被村民们骗了，他们在跟自己的强盗孩子们演戏，为的是骗无方大师给他们源源不断的送钱财。无方大师摇摇头，贫僧当初见那些强盗们抢村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互相认识了。那些强盗有所目的的往各家户走，他那时只当是村里的村民们为孩子所迫，心中赌他们并不认同自己的孩子当强盗，不敢跟他们相认，是不想惹祸上身。后来他想法子帮他们报官，也是为了帮他们摆脱这些不孝子，至少没了强盗不孝子的侵扰，说不定他们带着幼孙们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无方大师当时还是低估了人心，哪里知道他们的良知不比自己的强盗孩子们多多少。无方大师知道那些恶狼是谁哺育的，他企图斩断那些哺育恶狼的线，不想线和恶狼好斩，不可斩的是那些亲自为恶狼穿针引线的人。苏七七要遇见这样的事，崩溃都轻的。无方大师还能这么风轻云淡的说出来，真乃神人了。刚才那个无法和尚就可能不一样，所以无法师傅当时受不了是这种结果，他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无方大师继续道：差不多吧，幸好那时官府剿清强盗后，需要一个会识字的人去跟他们做证人记录案宗，我便将师弟无法给派去和官吏走了一趟。那些村民们还要活，没了强盗们打劫拐骗换取钱财，他们很是狂躁。我此生也就是在那次撒了人生第一个谎，
因为吴方大师一来就愿意帮他们化缘，用换来的银子帮他们保住性命，村民们对吴方大师的慈悲深信不疑，当他是一个烂好心的傻和尚。听吴方大师说他能跟官府沟通，帮他们要取官府的福利，保证日后的生活，村民们就心动的相信了。之后给吴方大师找了纸笔，将他写的书信往官府递，村民们都不识字，信一递可不露馅了。接着就是大批的衙役带着刀围了村庄，无法和尚跟着衙役才找到猪圈中少了半截腿的吴方，腿伤太重，险要了吴方大师的命。无法和尚是吴方大师带出来的，遭到一群被他们想要度化的人恶意，师兄更险些丧命。这让当时奉佛虔诚的无法和尚日夜为吴方大师念经拜佛，可吴方大师的腿废便是废了。佛祖没有听见他的祈求，并没有因为他日夜拜佛就让吴方大师重新长出血肉。第161章必要时，剑南王说不定还会归属他。更让人心寒的是，那些被抓住的村民，即便是坐在牢中，还要大骂吴方大师是个假和尚，居然撒谎骗他们，说既然是佛祖派来拯救他们的，为什么不能继续给他们钱，让他们大富大贵？后来吴方大师再也没法继续游走世间，提前回了青云寺，无法和尚继续在外。等他到年龄不用再出去时，人是回来了，但沾了一身的凡世气息，不仅喝酒吃肉，还一句佛不念，念出来也没有成心人，还变得放浪形骸。后来无法和尚自己在青云寺竹林深处修了一座竹屋，想出去了，走青云寺后门，再没有去过前殿。既然连佛祖都不信了，又破了戒，青云寺还挺大度，居然没将人赶出去。前方竹屋已现，吴方大师的故事也说得差不多了。苏七七挺佩服，偷偷跟江训呐喊：江训是惊世骇俗，所以这个无法和尚我们更要见见。为什么？苏七七这才想起来，江训是有目的往这边来的。刚才那和尚要给他扎针，又说他印堂发黑。他测，王爷，您也觉得他能帮我治腹疼？江训莫名，他能治腹痛？谁说的？俩人话没有在一条线上。江训先跟苏七七透露了他来找无法和尚的事，派去救治剑南王的太医有信了。剑南王脑中淤血堵塞的太过复杂，他们不敢随意施针。回到京中，父皇必寻世间名医替剑南王治疗。剑南王是忠臣，又是骁勇的武将，他不该有这样的结局。吴方大师说无法和尚针灸术不错，我想请他试试。江训嘴上说剑南王会没事的，内心其实想帮一帮，算是还当初孝武场的授课之恩，必要时剑南王说不定还会归属他。光是吴方大师推荐的，他并不会想到无法和尚的医术就比宫中太医好。可是吴方大师断了一截的腿，这些年竟然神奇的并未如何萎缩，江训就想碰碰运气。万一无法和尚是隐藏的神医圣手呢？又万一是宫中太医本可以治疗剑南王的脑中淤血，实在是风险太大，他们懂得趋利避害，不敢尝试呢。反正来找无法和尚一趟不吃亏。无法师叔，师傅来找你了。无法师叔。众人来到竹屋前，小沙弥跑到竹八院门前敲门喊人。动静一出，满院响起了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麻雀、松鼠、兔子、野鸡、小狗，都关在竹笼中。苏七七还看见了之前那只小白狐，不知是不是已经被无法和尚扎了针灸，此刻正垂着耳朵舔舐身体。没到我看诊的时候呢，别来烦我。不见人影，只从竹屋内传来一道无法和尚送客的声音。吴方大师亲自喊人：师弟是我，今日我带了人来给你见见，还告诉你一件事，10颗舍利子找齐了，连有缘人都找到了，舍利子不日就要送出4门，你确定不出来看看？竹屋中酒静，没一会儿门还是打开了。无法和尚捏着一只鸡腿边吃边走出来。咋的？佛祖显灵了？曰：小沙弥打记事起就在青云寺，有半路出家的师兄们曾偷肉吃，让他撞见了。师兄们想贿赂他，当场塞给他一块煮熟的肉，他都没闻一股肉腥味冲上脑门，当场差点让他吐得起不来。从那以后，把荤食当洪水猛兽，不沾绝对不沾，越没尝过对荤的反应越大。啧，瞧你没出息的样，一闻肉就吐，让你多吃多练长个好身体，你偏不敢。就你这瘦猪肝样，我瞧不进补的话，这辈子也就3尺高了。无法和尚手中鸡腿吃得啧有味，还毫不畏惧地往吴方大师的鼻尖送。瞧你师傅就不吐，说不定你师傅就背着你偷吃了许多次呢。小沙弥身高本就矮于相应年龄，4中不止自己对荤肉反应大，其他和他记事起就在4中长大的小沙弥一样对荤肉反应大。闻言他不禁怀疑的偷偷瞄吴方大师。吴方大师无奈一笑：若你少在吃荤的时候来我身边转悠，怕是刚才我也跟碧云一样了。宣王，侧妃让你们见笑了。从前我这师弟的法号还是无远，后来他自己改成了无法。无法，无俗法教条，这是无法和尚给自己的自在。女施主是贵人啊，我这破地方你来不是委屈了吗？无法和尚小命刚被苏七七救了，因此语气不错。苏七七越来越觉得这老和尚好玩了，他指着自己额头：你刚才说我印堂发黑，我哪安心，当然来找你解解。无法和尚刚才是随口瞎说的，他确实看出苏七七脸色不佳，想给他针灸，他身边的丫鬟不放心，他哪里会多招事端。
直接用印堂发黑敷衍了，让他求神拜佛去。现在被人堵家门口了，再骗就不是好人了。无方大师还是头一次见师弟吃瘪不出声，他让小沙弥推自己进院。师弟，你的命是侧妃救的，还是请人进来坐坐吧？无法和尚，要不是他操了一院子小动物的心，哪里会去采药？不小心被毒虫咬了，无方还拿条件威胁他才给草药。多亏了苏七七让他一下解毒，敞开了大门，让苏七七夫妻俩进来。话题又说回了舍利子，不容易啊，这么多年终于找回10颗，不是说有缘人难遇吗？怎么舍利子找到了，有缘人也随随便便就有了？无法和尚说话间，将一只鸡腿啃的只剩下一只骨头。小沙弥碧云见了，赶紧跑去骨头跟前拜了拜，再念几声阿弥陀佛，之后瞪了无法和尚一眼，捡起鸡腿都进衣兜，拿着锄头跑出院外。苏七七顺碧云的动作看去，正发现在他刨坑的地方堆了1、2、3、4数不清的小坟包。无法和尚嫌弃道：“要买你也将他身子找全了，不然死无全尸，夜晚还要找你给他们缝身体，瞎忙活。”碧云师弟向来爱戏弄小辈，望宣王和侧妃别见怪。无方大师人还挺逗。苏七七摆手，不怪不怪。将军，大致我已经猜到无法师傅如此与青云寺格格不入，还仍旧在寺中的原因了。第162章大军回京。这些舍利子其中有无法师傅找回来的吧？他将无方大师交给他的舍利子拿出来，之前黑漆不已的舍利子已然都变了样。无法和尚惊诧万分。苏七七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舍利子，只觉得每颗都好看得很。这就是舍利子啊？是舍利子，没想到有生之年能见到10颗都回来了。无法和尚盯着舍利子入了迷，不觉手已经探到了跟前，忽逆见手指间的油渍，他默默收回，长叹了一声，回答将训的问题：“没错，第9颗舍利子是我找回来的。他当年出寺的时候还是个普通小和尚，佛基不稳于寺中，又无建设功德，做了背叛佛祖之事，哪里回来了还能留下的？就因为他找到了第9颗舍利子，妥善的交回了寺中，寺中的方丈师兄弟们不忍他因生迷障遭到佛祖病弃，轮流的对他进行佛业重传。可他没有那个心境，就是没了。多年在外，他不用佛家那套，依旧可以渡人。见到了让自己心中不平之事，想破口大骂就破口大骂，想动手就动手，人轻松了。对于他还想回青云寺，不忘找舍利子，那是因为青云寺是他的家，舍利子是他的一个坎，青云寺的坎，他想过这个坎。好啊，至少青云寺历经了200年，终于完成了一件大功德。师兄，你以后也踏实了。感慨过后，无法和尚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掏了掏自己腰前的包袱，继续啃肉。无方大师当没看见，为将训说话：“师弟，宣王想求你进城救一救人，你针灸不错，需要救命的又是保家卫国的大将军，不知能不能辛苦这一趟。复诊金就成，我诊金很贵的，来求我治病50两，让我去100两。”无法和尚竖着手跟众人算账：“将训，只要无法师傅肯走一趟，本王带无法师傅回城，再加100两。”好。无法和尚瞄瞄院内伤伤残残的大小动物，他赚了钱，终于可以少外出一阵挖药了。碧云小沙弥跑进来舀水洗手，无法和尚跟他嘱咐：“你师叔我要进城一趟，不在家的这段时日，记得照顾好他们，别饿死了一只。吃菜的弄素，吃荤的找肉，记得要有能走的别强留，养不起。”碧云不满告状：“师傅，师叔他又欺负我，回头我让山下送菜的菜贩带食喂他们。”无方大师可不敢让碧云听无法的话，万一也生出魔障就不好了。星号星号星号。回府的路上，苏七七精神好多了。无法和尚看似不靠谱，一手的针灸术还真不错，至少他现在头不晕沉沉的了，连之前的腹痛都好了。他觉得其实自己只是病了，其他的太医没查出来罢了，根本不像中邪。苏七七发问：“回去还要按无方大师的话将这些舍利子埋上吗？会不会根本没大用？有没有用都取一个踏实。无法师傅是为你针了灸，可是又何尝不是我们把舍利子带了回去，当多一层保障吧。”将训住在青云寺的几日，再没有做过噩梦，亦没有在梦见那个年老的自己。他的要求不多，就是别让他再生出苏七七有事的预兆了。刚回到上京城外，苏七七和将训便见到尘烟四起，将士凯旋的景象。上京知府率众亲迎，男女老少的百姓纷纷手持鲜花蔬果，立于道路两旁相迎，嘴中热烈的话冲进苏七七和将训的耳里，大家都在喊穆国公威武，恭迎穆国公之类的话。就连苏七七他们马车旁边站的人都在议论纷纷。怎么没见到剑南王啊？我听说这次战场上出现了2个少年英雄，怎么看了半天就只有穆国公啊？回来的将士多，能进城的都要进城回官署报道，穆国公才是最后斩杀了西戎主将的英雄。官府这样安排的，不就为了给穆国公独一无二的面子吗？后辈历练的时间多呢，且熬着吧。等他们有一天立了穆国公这样地功，上京知府也单独开主城门，亲自迎他们。至于剑南王嘛，听说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就是回来了，你能让他在这种场合躺着给大家看？听说凶多吉少，可惜了，
剑南王打了一辈子的仗，明明最后一次最不该出事的，怎么就着了西戎的道了？英雄落幕啊！剑南王出事后，出事的原因自然要呈报，也就是按照穆国公的说法，是被呼延灼偷袭了，因此大家都知道了。有人对剑南王嗤之以鼻，我看就是剑南王太轻敌了，以为自己百战百胜，这下好了人躺下了。穆国公才是宝刀不老，乔多大岁数了，儿孙绕膝第一次上战场如此能打，穆国公一门不可小觑。想来以后武将世家辉煌的就是穆国公一族了，剑南王府不成喽。江河驾车，苏七七听得越来越恼，摔下帘子吩咐。方才那几个议论的人聊得太过入迷，周围人又多，不知不觉靠到了马车上。等马车一走动，几个人一块摔个屁股蹲。摔疼的人还用目光追着驶走的马车埋怨：坐马车了不起啊！今天什么好日子这么猖狂？有本事跟穆国公学上战场。苏七七是没听到后面这些话，因为前面的话已经将他气得不轻。都没有记得吗？穆国公之前失误，害了多少将士性命，飘了多久的纸钱，怎么剑南王叔一次风评就成了这样？江训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他将眼神从窗外上京知府和穆国公那你来我往的客气中收回来，理性道：因为大家比起自己体验不到的过程，更爱看重结果而已，于是延伸到结果的方方面面。今日穆国公得胜而归，看似他是第一次上战场，却破天荒立了一个这么大地功。不管他日后再去不去，这次大胜已经为他一族奠基了风光无限的荣耀，未来只要再有战事，他穆国公一族子孙是最先为大家记起来的。这就是穆国公一族未来在上京的底气。第163章，剑南王不是被呼延灼偷袭的。此次战役是剑南王最后一次领军出征，回回的胜利让大家麻痹，认为剑南王战无不胜，惯来的旧例被打破了，剑南王还差点丢了性命。不论是剑南王本人还是他的家族，大家都只会记得剑南王是在最后一次战事上出事了。再若是剑南王没了，他的家族无人再立一个让大家另眼相看的大功，自然而然大家更记不得他们。江训拉着苏七七的手安慰着：别着急，不管今天的风光是谁的，剑南王能活就成。主城门被上京知府清了场，除了穆国公带着将士进城，寻常的百姓今日既不能从那里出，也不能从那里进。江训的身份倒可以让他拿着腰牌，免了这一限制。不过今日那边的热闹苏七七不喜欢，江训也不喜欢，他们便换了南门进。剑南王重伤昏迷，再是风头被人抢了，也不敢有人怠慢。正好南门人少，适宜苏怀和徐敏文护送剑南王从南门进。苏七七和江训到的时候，正看见剑南王的家眷在城门处接应，玲珑郡主也在，此刻仰着头，不知在跟苏怀说什么。苏怀得胜而归，江训扶着苏七七下马车，向着二人走过去。二哥，玲珑。大半年，苏七七终于见到二哥平平安安回来了，整个人还比走前壮，轮廓刚毅，一身威风凛凛的铠甲衬的人身姿挺拔，杀伐果断的气势扑面而来，他差点没敢认。不过终究是苏七七的二哥，苏怀对谁冷冰冰都不会对苏七七冷冰冰。能在城门口遇见妹妹很意外，看见妹妹又有了身孕，他人都不会说话了，盯着苏七七的肚子紧张。几个月了，怎还出来？人多磕着碰着怎么办？他不敢用这些话指责江训，就是一说出来没那意思，都莫名有了几分。江训自觉认领这话，怕七七生产不踏实，带他去青云寺拜了拜佛。二哥放心，我这怀的又不只是自己的，王爷用心着呢。苏七七俏皮的回看了江训一眼。玲珑，咱们回家了。远处一个妇人红着双眼吆喝了一声，玲珑应着。他抽抽鼻尖，跟苏七七等人告别。六哥六嫂，苏二哥你们先聊，我娘喊我了。走前，玲珑跟苏怀道谢，苏二哥不管怎么说都谢谢你。苏怀忏愧，不敢当。他叮嘱，对了，王爷的伤情复杂，请郡主及其家人一定要慎重给王爷请大夫，不熟悉的大夫一定不要让他接触王爷，免得王爷伤重。玲珑安慰的颔首。人走后，苏怀凝重地望向剑南王一府人离开的身影。方才玲珑将他喊到一旁，除了了解剑南王的伤情，还问了战场上的事。对于从小就是爹爹为大英雄的玲珑郡主，他根本不敢相信爹爹就轻易受了袭击。苏怀觉得剑南王的是姿势体大，穆国公如今又那么风光，他没有确凿证据，不敢食言。怀哥儿，正待苏七七想请苏怀到府中吃饭，一会儿再把全家接来庆贺，苏老头和周氏带着苏柏和苏桑跑来了。苏桑在后面发牢骚：二哥，你胜仗回来是大好事，其他3个城门热闹翻了，你怎么独独选这个没什么人的？知道今天大军回城，苏家人却不知道儿子走哪个城门进，寻思先去最热闹的城门口等，没想到偏来了一个最冷清的地方。苏家人更没想到苏七七和江训也在这，以为是专门来等苏怀的，看见很感动。周氏忍泪又抱着苏怀的脸来回摸，还好，脸俊着呢。身上伤的多不多？回家把衣服脱了给你爹看，知道吗？娘给你配方子，能消疤就消，不然娶了媳妇多吓人家啊。苏怀，
周氏在4个城门眼花的寻找儿子，儿子没找到，看见那么多伤残的，吓得一路又哭又怕，得亏没缺胳膊少腿，脸也没大事。苏家人本来是打算将儿子接回家，弄桌好菜，一家人给儿子接个风，等明日让苏怀去王府看女儿报信。苏七七和江训就在这，他们就没什么好安排的了，反正听苏七七的。穆国公一路受着百姓的赞扬到了皇宫，直到了御前还红光满面。为了压着自己春风得意的情绪，他伤感臣在战场上做的一切都是身为臣子将军的职责，不敢居功自傲，可恨没有做好同袍的职责，让剑南王遭此一劫。云贵妃和穆国公有姻亲，所以他便被太康帝召来一起迎穆国公。闻听跟着惋惜道：穆国公同袍之情令本宫动容，皇上已准备为剑南王寻天下名医，相信剑南王一定会有吉人之福。太康帝方才已经派德海出宫去看了，多年的忠臣良将，他希望对方无事，是要找名医医治。没跟穆国公说几句话，德海已经回来了。太康帝关心剑南王的身体，先将穆国公和云贵妃遣了出去。殿外，云贵妃瞅了一眼急匆匆进殿的德海，笑道：皇上还是把剑南王看得很重，国公爷要上心。殿内云贵妃那番话已经是提点穆国公了，皇上会请民间名医，那手段就该用在名医里，以绝后患。穆国公体验了今日上京百姓对他的赞扬，受到了同僚的恭维，太康帝对他格外的夸赞，更加担心剑南王会醒了。他拱手：老臣会让贵妃娘娘无忧的。到了宣王府，一众人吃完饭后，苏怀就说到了战场上的事。苏家老两口不爱听，觉得血乎乎的。苏柏和苏桑就先带着父母回家。苏怀犹豫了半晌，饮完一杯茶，撩起衣摆，对江训跪下，求王爷救救剑南王，为他伸冤。苏七七茫然又觉得事情不简单。二哥，这里面是有什么事吗？江训从椅子上起身扶起苏怀，有话起来说。一路苏怀有徐敏文帮助，应对穆国公还算省心，麻烦的是回来后，若求到凤阳长公主府，长公主不是轻易揽浑水的人，何况穆国公目前风光身边关系又复杂，唯有江训是他能尝试的希望了。王爷，剑南王不是被呼延灼偷袭的，穆国公也不如现在传的般是他救了剑南王，反倒是他最可能害剑南王。第164章，宁儿怎么吃肉才不吐啊？于是苏怀将落尸骨上可疑的脚印、剑南王掌心下的秘密，以及穆国公一路的奇怪，向江训吐露得干干净净。江训思绪沉沉，穆国公若是真有坑害同僚的举动，幕后必有云贵妃和平王的指示，猜他们的目的大约就是穆国公如今在上京的风光无限，而他们要的结果绝不是剑南王昏迷不醒。依苏怀所言，要是没有他一路精心看护，剑南王必然回不到京中。接下来他们动手的最好时机方式，便是给剑南王医治的名医了。这件事不能轻易透露风声，穆国公现今不只是朝廷的功臣，还得了民心，硬碰硬没有胜算。事过必留痕，穆国公若是能布一盘局，棋子必不可少。他第一次出征并没有军中心腹，大约是用好处给收买了。本王会派人暗查一番穆国公与军中何人有来往。至于剑南王的伤情，江训松口气，望向苏七七。本王和七七去青云寺遇见了一个针灸术高超的大师，他能使瘫痪的狐狸重新走路，或许会对剑南王的脑中淤血有解救之法。是吗？可否请他现在就去给剑南王医治？军医说剑南王的伤情不宜久拖。苏怀着急：二哥你别急，本来无法师傅是跟我们一路来的，可是苏七七无奈耸肩，路上无法师傅真是比我一个孕妇还难照顾，觉得马车颠簸头晕，愣是慢了我们一路。我跟王爷猜，大约明儿一早他才能来宣王府，等来了我们立马把人送去。既是大师的意思，那二哥等等，世外高人总有些自己的脾性。苏怀深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他时刻放心不下，不知玲珑郡主会不会将他的话记在心中。说完了剑南王的事，他匆匆的要离开。苏七七目送着二哥的背影，无奈叹口气：二哥是真的担心剑南王，我也为玲珑担心。你好好安心养胎就成，别累了自己。剑南王重要，苏七七对江训更重要。剑南王府，玲珑陪着母亲哥哥将父亲接回来后，剑南王妃先让他从建安带来的大夫替剑南王医治。大夫是金针医馆的传人，专门对症学脉医术。待他把过了脉象后，神情紧绷。剑南王妃担忧问道：如何？还有救吗？大夫不好保证，王爷是先受了重伤，再伤了最后一击脑间重创，身上的外伤是小，关乎脑内可小觑不了。小人家中虽祖传金针术，却绝技单调，治倒是能治，但极有可能出现失明之状。人都这样了，命保住就成了，瞎了我还能嫌弃他不成？能治便治了。玲珑、林峰，你们说是吗？剑南王妃询问儿女的意见。不，大夫紧忙补话，或许失明是最轻的，还可能有其他后患，小人一时不敢失真，需多研究研究。你白白说出来看我笑话是吗？本以为是个莫大的希望，剑南王妃看不得丈夫一辈子如此，想死马当做活马医，不曾想要一个失明的丈夫都是渴求。玲珑上前安慰：娘，上京多的是大夫，
一个不成换两个，皇上派德海公公来说话了，他会张榜公告，很快会有更多大夫来的。爹没回来前，您日夜睡不着的久等，可算回来了，您要好好休息去，等明日还会有大夫过来呢。送爹回来的苏将军说了，爹的伤势非同小可，您可要好好的把关，千万别让什么庸医随便治去了。一路回来他就在担心这个问题，爹的伤势太过复杂，难免皇榜上许了奖励，不怕遇不见真神医，就怕遇见了见钱眼开的骗子。真出了大事，他爹的命可不是一命抵一命能够偿还的。剑南王妃深觉女儿的话有理，一瞬间不敢过度伤心了，抹了眼泪去吩咐府中各个管事。林峰被妹妹的冷静折服，从前可没有这么缜密，他心酸地朝着父亲喊话：爹看见了吧，你说你在一日，玲珑就是家中的小姑奶奶，让我们谁都不能欺负她。你一出事，玲珑都急得帮娘想事情了，妹妹真是长大了，可妹妹不该用这种方式长大，赶紧醒醒吧。玲珑哭声哽咽，不吱声地跑了出去。翌日，无法和尚叼着一只鸡腿立在宣王府门前，一只小白狐跑跑跳跳的围着朱红色的漆柱前围转。江河紧忙将人迎进屋，无法师傅，王爷已经等候您多时了，别瞎套近乎，他要等我就该跟我一块，今儿早到，一路马车颠得我骨架子疼，也不说给我弄得四周都是棉花的车厢。无法和尚骂骂咧咧的声大如钟，府中做活的人纷纷侧目偷看。宁儿划着小木车路过，见到一个光头和尚，一只可爱的小白狐，和尚还吃肉，想不通的噔噔凑到了跟前，扬起脑袋好奇：爷爷，和尚是不能吃肉的吧？无法和尚：爷爷这种和尚不吃肉会秃啊，皇祖父的道士们都不吃肉啊，他们的头发好多的。无法和尚：他们现在不秃，年纪大也会秃，要吃肉。哦，这样。宁儿摸摸自己的头发很骄傲，宁儿现在都扎小揪揪了，皇祖父可以吃好多肉，怪不得那么大年纪也没秃，宁儿会好好吃肉。无法和尚：这孩子没心眼，吃多了肉也会秃。他手附到自己光秃秃的头上，来回摩擦了几下，弯腰笑露出一嘴不太全的牙，捉弄道：爷爷跟你这么大一头小揪揪扎满头，就是肉吃多了才掉的，我瞧你头上才2个揪，你完了，回头肯定掉的还没有胡子多。无法和尚没有头发有胡子啊，胡子虽然没有太康帝的丝滑整齐，可长长的一把灰白小翘胡格外显眼。宁儿瞅了几眼无法和尚油滋滋的小灰胡，瘪着嘴划着小木马跑了。呜，吃肉也秃，不吃肉也秃，宁儿怎么吃肉才不秃啊？无法和尚：这孩子小小年纪还挺爱美。江河：可不，他家小主子的志愿可想长皇上那把长胡子了，哪里知道还会秃的。第165章剑南王府抓毒医。剑南王府门前，皇上发了皇榜，还有剑南王府自发寻觅名医，所有些名气或是单于赏银的大夫都集聚在剑南王府门前。一旁的管事登记名姓，一部分随着仆人进内。江训带着无法和尚径直进到府内。路上，无法和尚看着府里府外的人咂嘴：大夫可真多啊，不差我一个。先说好轮不到我搭手，我也是跟你出来了，你不能少我钱。江训：自然，不过无法师傅将我儿子惹哭了，孩子哭哭没什么大不了，我自然不会心疼。但是出门前还委屈的让他娘头疼，七七快生了，经不得孩子3天2头的问问题，您可要给他哄好了，至少告诉他好好吃饭，不影响掉头发。宁儿现在和敏言读了书习了礼，懂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有损伤，除非真去做和尚，不然这时代又没有动不动就绞发的。怕急了他成了光头，跑回去就让苏七七和绿萝拆了他头上的2个小揪揪，说要扎一个满天星，让整个脑袋上全长满小揪揪。无法和尚红了个大脸，才觉得江训还挺敞亮，没跟他计较，没想到在这憋着呢，欺负不起。行行行，孩子我给你哄了。说的是他哄孩子，一点没承认是自己把孩子欺负哭的。剑南王府门口，有时从屋内出来几个唉声叹气、摇头晃脑的大夫，有时是被人拖出来的。拖出来时，大夫还口口声声说他能治，让他试试，一见全是歪门邪道的假药，甚至还有烧符水的。剑南王妃想都没想将人赶了出去。轮到下一位大夫进屋时，那大夫身材中等，年纪成熟，身挎药箱，见到门开，紧忙走上去。剑南王妃今天见了好几个庸医和骗子了，见又是个平平无奇的，疲累问道：淤血能治吗？每个进去的大夫顶多能碰到剑南王的脉搏，随意施针是不能允许的，除非要跟之前的太医脉案诊断相似，不然便可以直接排除。有和太医一样见解的，同样对施针没有把握，他们珍惜医德，肯知难而退。有些想大胆去试，太医就会出题测试，往往结果不尽人意。他见眼前大夫年老朱拙，很难撑得起辛苦的施针散瘀。老大夫垂手目低，话语铿锵，千言万语。王妃不如让小人见一见剑南王。远处的无法和尚瞄过那大夫的全貌，短暂地盯着他拱起的双手，侧身对江训低声：那老头是个大夫不假，我看像练毒的。江训：何以见得？无法和尚当然有充足的见识，
治病救人的大夫经常和草药打交道，手上都会沾上各种草药，遇见相克的顶多蜕皮起红疹。他的指尖发黑，印堂阴沉，就算不炼毒，也不是个医德高尚的大夫。我见的人多话给你，爱信不信，兴许他只用见见那什么剑南王，简单碰碰人就没了。剑南王非一话便要请他进去，方转身，江训出声上前去，闻剑南王伤情十分让人担心，本王恰巧寻一个名医高僧，特带来给剑南王治病，望王妃娘娘允准。江训在剑南王心中就不错，剑南王妃有所耳闻，闻言江训还亲自找了大夫，好心推荐到他跟前，肯定比今日来他府中所有会诊的都要有3分本事，立刻舍弃刚才的大夫下梯相迎。宣王好意剑南王府，真是不胜荣幸。剑南王妃打量江训身边的和尚，无法和尚不说话时有3分得道高僧的模样，一时能唬的剑南王妃对他期盼不已。他含切问道：大师可会针灸之术？无法和尚从自己怀里捞出小白狐，用事实胜于雄辩的语气：这小狐啊，当初遇见我是个快瘫的，现在蹦蹦跳跳，不当误吃不当误喝，过2年胆子长大了，还能去偷人家2只鸡呢。大师言语真风趣，剑南王妃差点没兜住既要笑又要哭的表情，突然觉得他是不是期待早了，又反复多瞧了2眼江训，还是硬着头皮信了他。走到方才那个大夫跟前时，那大夫见剑南王妃俨然忘记了他，他上前提醒：王妃，此次轮到小人了。剑南王的命1000两，收了别人的200两定金，他必须做成事才能得到剩下的800两，怎么能让一个和尚搅和了？小白狐方才被无法和尚折腾醒了，天生敏感的动物嗅觉一下就让他感觉眼前的人不是个好人，一直在无法和尚的包袱里盯着那大夫哼唧低吼。大夫谨慎地拳了拳小拇指，江训细察到他那一动作，故意：大夫手中有东西吗？这白狐平日里很是乖巧，偏巧今天有些躁动。大夫暗闪过心虚，忙笑道：这位贵人说笑了，我身上除了这个药箱空无一物，就连药箱中的东西都经过剑南王府清查的，手上能藏什么东西？无法和尚拍拍小白狐，小白狐听懂指令一般，忽地往大夫头顶窜去，大夫手足无措，胡乱抬手去扒。江训迅速钳住他举起的双手，压住后示意无法和尚拿东西接。无法和尚往自己布兜里掏了半天，只掏到之前包肉的油脂。剑南王妃眼睁睁地见着从那大夫的指甲缝中漏了什么出来，混在肉渣子上，肉渣子很快变黑了。剑南王妃捂嘴大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大夫医术不怎么样，竟然是个用毒高手！来人，将人抓住！他大喊。玲珑和哥哥林峰听见外面母亲的声，匆匆跑出去看，那大夫正被人五花大绑。娘，六哥怎么回事？玲珑最先发问。剑南王妃，有人黑心肠，不想让你爹活呀。江训，先将人压下去，让无法师傅看看剑南王之中的内因，我会一一跟你们解释清楚。林峰处理那个邪毒的大夫，剑南王妃心有余悸的请无法和尚赶紧进屋，同时让管事遣退今儿所有来看病的大夫。剑南王病床前，无法和尚伸手和目探在剑南王的脉搏上，嘴中喃喃，脉搏微弱，鼻息也微弱。他睁眼掰开剑南王的眼底，里面有红丝不散，脑中的淤血确实棘手。第166章剑南王妃立誓。没错，请了许多大夫都是这般说的，大师可有法子？剑南王妃紧张地攥紧了手中的帕子。玲珑信赖江训，认为能让他找来的和尚一定是个高僧，他红着眼睛向无法和尚保证：大师，拜托您尽力，若您能救了我爹，您告诉我您的庙宇在哪里，我月月的带香油钱去供奉佛祖，以后天天吃斋念佛。香油钱，无法和尚双目骤亮，点头咂嘴，要是未来多个送钱的施主多好，不能往青云寺里送，要送到他手中，那以后就小动物就不用他费劲巴拉下山化缘了，吃斋念佛就不用了，别忘了以后去青云寻指明，把香油钱捐给无法师傅，我替你亲自供奉佛祖。玲珑咧嘴点头。无法和尚伸着手要东西，拿一套银针过来。剑南王府如今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医术高超的大夫。无法和尚很快得到一套银针，他一根根的抽出布袋里的银针，行云流水的往剑南王的头上扎去，动作之快，模样之轻松，让人既放心又揪心。待一套银针用去大半，无法和尚也累出了一层薄汗，接着慎重的再抽出一根银针进到剑南王的脑后封腹。无法和尚轻出一口气，好了，一炷香后可以取针。剑南王妃细细探究了丈夫的面色，并没有反应。她问道：那一炷香之后就会醒吗？能差点要了命的脑中淤血不是那么好散的，一路又颠簸许久，到现在没有误了时辰，就算命大了。若是再晚个1月半月，我就是肯来，顶多只能给你救一个会喘气不会说话睁眼的全乎人了。无法和尚说的话吓人，将剑南王妃与儿女吓得脸色发白，嘴唇翕动不止。他转言：要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剑南王承受不来，也就3个多月的事，我保证他醒了不留一点问题。娘，爹能有这个造化很难得了，我们等等。比起对父亲的病情束手无策，
这个结果玲珑能接受。娘晓得剑南王妃倒不是那么不讲常理的人，不过想到方才外面的那个不轨的大夫，她沉着脸问儿子：“刚才那个大夫关哪了？将人提来。”林峰厉声拱手：“是。”在将人带来的空隙，剑南王妃记起方才江训和她说的话，向江训跟前走了几步，凝了几眼昏迷的丈夫，似乎意料到些什么。他打了一辈子的仗了，我总让他小心点，别急着往前冲。他说他是主帅，自己不冲不带头，让别人笑话他吗？年轻的时候我一点也劝不动，后来受的最重的伤，差点肠子出来。后面仗少了，年纪上来了，懂得培养后辈，把机会给年轻人留一留，也就没受过什么要命的伤了。明明中间一个一个好消息的往上经传，什么危险的地方他没去过，这次他更应该出不了大事才对。怎么还能在落石谷弄成这样？刚才那个大夫携了毒药，宣王，您说会有解释，那到底是什么呀？母亲的话听得玲珑心疼的泪流不止，死死咬住嘴唇，倔强地盯着江训，想从他嘴中得到答案。江训，进来时本王让人喊了苏怀和闵文过来，一会儿他们差不多就到了。在此前，本王确定告诉剑南王妃，剑南王不是呼延寿偷袭的，而是伤在了自己人手中。落石谷的蛛丝马迹不易保留，证据几乎算没有，新的还在想办法追查。苏怀和闵文是其中2个知情者，没有他们，剑南王怕是连上京都回不了。玲珑气恼了火，紧紧攥拳，是谁这么胆大包天？剑南王妃殷切望着江训，立下重誓，向来知道宣王做事谨慎，今儿能来一遭，是放不下王爷，还请实言相告。就算剑南王府得知此人没有完全的证据，剑南王府不会冲动去找皇上申冤，更不会连累宣王。若为此事，叫我家王爷永远醒不过来。有青云寺无法和尚作证。无法和尚受惊拒绝。别，我只管医人，不管往佛祖那送。是穆国公、苏怀和徐敏文，还有押着毒医大夫的林峰一起到了。苏怀替江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落石谷，我赶到剑南王身旁时，他手中就压着2个字，穆还有一个章。徐敏文补充，苏怀提醒我，穆国公可能会对剑南王不利后，我跟他轮流守着剑南王。穆国公多次找借口想和剑南王单独相处，我们2人跟他周旋了一路。这个糟老头子，玲珑忍不住破口大骂。当初在校武场比试，他就觉得穆国公一点不顾全大局，没想到敢暗害到他爹头上。剑南王妃倒能想通，穆国公昨日那阵仗，他不仅有所耳闻，还看见了，可不风光。娘，既然如此，这人不就是穆国公派出来的吗？我们绑了他去皇上跟前，让皇上扒了穆国公那一身铠甲。玲珑愤愤。林峰，不行，妹妹，这人我方才问了，他什么都不知道，更不清楚是谁指使的，只知道他收了一个人的金子，目的就是杀了父亲。方才的毒医遭了一点小刑，挨了一顿恐吓，整个人忐忑不安。是，小人真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人来找我的时候是深夜，就从我家窗户外扔了一包金子，让我今天来毒杀剑南王，说办成了他会再给我800两。我一听是个好买卖，就没忍住。这样，你们觉得是谁？说是谁，我就指认谁，成不成？放我一命！啪！玲珑一鞭子抽到了毒医的脸上，咒骂：见钱眼开的畜生！是畜生！您饶我一条畜生命吧！毒医疼得躺在地上打滚，俨然一副不经打的模样，不用屈打成招，让他说什么他都会干。这种2面3刀的软骨头拿捏不住，最是做不得正，不然他会十分见风使舵，反倒会害了自己。这么无用，不如杀了，风儿拉下去。剑南王妃怒不可遏。等等，江训制止。第167章云贵妃的一箭双雕。玲珑，六哥，难道你还要给这畜生保条命吗？我爹差点让他害死。你想的太简单了。江训怎么会在意一个陌生人的生死？剑南王妃刚才承诺，他没有证据，绝不会去告御状。难道剑南王府就能吃下这个亏？不会想着法子自己去找证据？最直接的便是苏怀和徐敏文2人，总要将他们俩给牵扯进去。徐敏文有长公主护着，苏怀是剑南王位恩师，定然不会置之不理。只凭一腔热血，没有周到的计划，云贵妃和穆国公能看着刚得的风光被人扑散吗？手段肯定会往苏怀身上施加，他们更不会愿意见到剑南王醒来。江训俯下身子，已然看破了他们这种拿横财的路数。能有让人出1000两的本事，不会没本事对对方一无所知。无非你是怕知道的越多，我们越放不过你。我不问你到底知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有什么特征，我放你回去，看你有没有命拿到剩下的800两。不过若你之后拿不出点诚意，我是不会救你性命的，明白吗？您懂得我们这一行的规矩，研制毒的毒医可不是用毒药治病救人的，而是专门攻毒给那些想要神不知鬼不觉除掉自己心头恨的人。因为会染上官司，其中风险极高，他们不仅要防着买主灭他们的口，又要防止官司找到头上。他以前都在黑市做生意，钱货两讫不会沾染上那么麻烦的事，突然就是被人找到了家门口，那么多钱，他觉得肯定不会留他活口，
想着是办完拿了钱跑路，可是现在他是没办成，对方不给他钱不说，更会要了他命。眼前人真能救他命，他没有那么需要闭口不言。毒医连连点头，成，我听您的，您也一定要保我安全。放走了人，江训又安排了别的事。无法师傅能治剑南王的伤，就不要再寻大夫入府了，人多眼杂，更容易生出其他是非。剑南王刚回来了，定然会有同僚来送礼探视，人就不要让他们来见，言语透露他们剑南王要康健的消息就成。听的人多了，穆国公那边才会更着急，马脚也会更多。剑南王府并不在上京，多年来没有深厚的根基，顶多是官员同僚间的客气往来。要让他们细细谋划找证据，很容易像无头苍蝇。再则今天要没有江训，说不定就被穆国公派的人得手了。他们还不知道父亲是为何中毒。林峰作为剑南王的长子，他对江训感激涕零。王爷对剑南王府的大恩，剑南王府一定不忘。穆国公府，张谋士回来后，受云贵妃的旨意，仍旧继续跟着穆国公，替他出谋划策，解决剑南王这个隐患。安排的毒医进去了，没得手，十分让他们恼火。那个毒医解决了吗？别又留下一个坑。穆国公捏着手中的桃枝，不停地摩擦着外皮。经过几日被人高高捧起的生活，面上时刻保持着一缕得意。不过今天刚赴了一场席宴，席间有人奉承他的时候，还提到了剑南王，言语差不多，说他曾去探视过，听剑南王府说人已经在康健了。当时他酒就下不了肚了，为了不显示出异常，他硬是灌了进去，出门就呕吐了出来。心中藏的事烧得他又生又死，焦虑不停。毒医的没得手，属下都不会留着他，他家都是毒，死在自己制的毒上也不亏。属下亲眼看着他七窍流血过去的。张谋士冷笑连连，语气讥讽，那毒医也有意思，都那么大年纪了，还不懂灭口的道理。中间想耍手段，跟我要钱成，我拿身上的玉佩当信物哄他，他专心盯着玉佩食毒，就让我下他杯子里了。玉佩我也拿回来了，他到死都不知道在替谁办事。穆国公愁眉不展，不起眼的毒医好办，但你知道剑南王的大夫是谁请的吗？宣王。苏怀和徐敏文这俩路上就防着我，我当时没敢想他们知道什么，现在看来宣王怕是也知道了什么。若他要管剑南王的事，必有空子让他钻。那些你在战场上笼络的50个将士，他们毕竟只惦记我许给他们的利益，也是心腹大患，死了才够踏实啊。张谋士惊诧穆国公回来之后的变化，动不动就要让人死，果然是风光迷人眼。幸亏他是云贵妃的人，不然他会是第一个让穆国公开刀的。您的意思，属下都会一一做成。军政交托繁杂，您手中的军权还没有全收回去。若想除去那50人，随便找一个剿匪的由头，您带出去，他们也就回不来了。至于宣王，云贵妃还有一步一箭双雕的大棋没走，等他动棋子就成。除了宣王，苏怀不足惧，凤阳长公主想识物，好好当一个太平贵人，他就不会让儿子管闲事。等到石云贵妃将2只雕全除了，剑南王醒了也晚了。只有我们平王最大，他就算为了他剑南王府，也只能装聋作哑，吞这个亏。但愿如此。穆国公大拇指一使劲，手中的桃枝就断了。云贵妃知晓江训在多管闲事，他召来儿子，想给江训找麻烦。线人说，太子舅父孙请十分关注宣王府苏侧妃弟弟的生意，这么久，想必有了成效，找法子让他折腾出来。本宫倒要看看太子和宣王谁更胜一筹。平王想到孙请折腾出来的1村人命，兴许就要扣在宣王头上了，扯了扯嘴角。母后，您等着看吧。星号。临产前夕，不知是因为江训根据吴方大师的意思，在双仪阁4周埋下了舍利子，还是无法和尚给他斟了酒，很快腹痛的症状便消失了。江训也不再做古怪的梦。苏氏铺子早前又扩展经营了一间成衣房，绣娘好找，上等的丝线源头难寻。苏桑派人在各地找了许久，才寻觅到一处不错的货源。绣娘用那地的丝线和布料做的衣服，小范围受到贵人的喜欢。到了苏家所属铺前，孙请带着坐在马车里的太子一路看过去，言语离间：太子，宣王的铺面不少啊。第168章低价软烟罗。胡说什么？上面挂着苏氏，不过是他侧妃兄弟家的产业罢了，关他何事？就算是他的又如何？6弟一个正正经经的亲王，难道还不能有点自己的产业？入朝为官的谁私下手中没有自己的产业？光当官可换不来一副呼奴唤婢的富贵。仅仅在上京，就是随便踏进一间铺子，他其中的关系都是错综复杂，无大事就成了。孙请叹息：太子您是君子之心，或许不愿意把宣王想得那么坏，可宣王真就是只拿铺产敛财吗？我查了苏氏铺子的产业，他不仅有酒楼、茶馆、杂货铺、胭脂水粉，最近又开启了绸缎庄，赚钱的东西无非那些，这有何稀奇？太子已经懊恼，今天出来见舅父了，他不耐叨。太子俨然不当回事。孙请拍手着急不已：我的太子，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苏家那些产业不是上京勋贵的心头爱，就是家中不可缺的东西。
若宣王指使苏氏用那些关系跟个勋贵笼络，何愁人心不惧？这对您有莫大的威胁啊！六弟磊落，绝不会有如此行径。太子依旧不信，见舅父执迷不悟，还想张嘴。他忽而道：威胁？照舅父这个李六弟有苏氏就是姑的威胁，那现在穆国公军功卓著，深受朝廷百姓爱戴，身为他女婿的平王不更是姑的威胁？舅父可将平王与穆国公私下的蝇营狗苟之事查清了。这孙晴语塞，他孙家一族已然败落，族中之人不是担着无关紧要的小官，就是抛却功名，准备寻别的出路了。近些日子穆国公府和平王的风光没少听，听着听着，竟然还有人拿他孙家跟穆国公府相比，说太子时运不济，要是有穆国公那种娘家就不会出之前的丑事。总之将他孙家贬低的一文不值，他老脸都丢尽了。孙景就是耿耿于怀，他也有心无力对付穆国公府，还不是寄希望于太子未来登基，重新给他孙家一展门楣的机会。他认真分析，穆国公和平王的风头摆在明面上，再风光也有皇上拉着线，只要皇上始终站您身后，他们又如何翻出大浪？您还是要提防宣王，以防他暗中对您出手。若他真借苏家笼络了朝臣的心，必是大患。舅父想多了。太子越听越烦，自顾自掀开了车帘，点了下巴示意：不早了，姑还要回东宫，您回吧，最近无事，舅父就不要来找姑了。之后孙请就被赶下了马车，他站在人烟稀少的街尾，凝视着前方苏家又新开的一间绸缎铺子，暗暗腹诽，定是有阴谋，不然谁家的生意像苏家一般爬了登天梯，短短不到5年就有了如今光景。他孙家一定要为太子立功，这样之后等太子登基了，太子才会念着他孙家的好。呸了口唾沫，转头不去看苏家门前的热闹。苏家的绸缎庄是新开的，一切都在起步摸索状态，也多亏了苏桑当初在长公主府，长公主对吃穿有经要求，长公主府的管事愿意倾囊教他，因此他对布料懂些好坏和价格。开业后就给苏七七送去了几批上等的浮光锦、软烟罗、装花缎，还跟苏七七说了每匹料子能赚的差价。苏七七一听，除去加工，一匹布至少能赚2两多，深觉异常。阿桑，市面上软烟罗布匪一匹至少3两多，进价却在半两，哪地方的纺纱娘愿意干这种赔钱的买卖？苏桑，阿姐，起初我找的这个布方半两银子，确实拿不来一匹软烟罗，一直照1两多的银子拿的。正好绸缎庄开业前几天，那织布房的东家亲自让人递了信来，说可以半两银子一匹卖给我。我后怕别是他家的布出了差错，又亲自去了他的织布房检查，一见那些布匹匹精美，我就问那东家为何将软烟罗这样贱卖。他说是跟家中宗族闹了矛盾，要跟族里分出单干，急着先兑换一批现钱，才忍痛贱卖。过了这阵子，他们手头紧张，绝不可能把价钱放得这么低，这才进了500匹回来。苏七七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软烟罗又不是一般的布，就算急需回笼，资金用得上动用软烟罗吗？我就觉得，阿姐你都快生了，就别操心了。当时不正赶上我快开业吗？要开张的绸缎庄没有不怎么能成，就一时也找不到别家了。放心，就这一次，等我将绸缎庄开得越来越好，就能多合作几个织布房。该规规矩矩走行情，我绝不贪这点小便宜，一定让您放心。苏桑来送布是想让苏七七开开心心的，也让苏七七知道他越来越能干了，可不敢让他这种时候还操着自己的心。他跟对方东家契书签的有凭有据，出了什么事他都有证据证明自己本分进货。你想得透彻就好，梁郎算是你的前辈，阿姐给他那么多赚钱的点子，够他生意开遍一个城。你无事多跟他学学，别掉坑里就成了。苏桑正想说梁郎，没想到苏七七就提了，他微微遗憾。说到梁东家，我每次开铺子前都会请他去我铺子里观礼，这次我也请他了，他都说来了。谁知我昨天铺子开了，他人居然不在，这还是他第一次缺席。我想他生意比我做得大，不知又上哪摊生意了。之后就给他留了几匹布，等他回来我多多跟他求教织布房的事。两姐弟说完话，苏桑陪着宁儿玩了会就出府了。傍晚，双一阁的花草树木旁又挂起了小竹筒，这些都是用来浇灌院外菩提树的。江训回来后想先绕院子走一圈再进屋，竟然在走一半的时候遇见了苏七七。他忙上去，天暗了，院子里走走就成了，这边走会摔的。苏七七熟忍地搭上江训送来的手，老夫老妻的继续往前。我乔王爷每天走的都挺有意思的，想走着玩玩，这边灯火一点不比院里暗，怎么看不清路？这里的菩提树都王爷为我栽的，舍利子也是王爷为我求的，在这里走走就摔了，他们是不是太不给王爷面子了？第169章，他若保本王，本王无事，他便也会无事。为了表示诚心，江训确实在种菩提树的时候没有假手于人，每一颗舍利子也是他亲自埋进去的，浇了第1桶露水。只希望自己多用点心，苏七七会更平安些。俩人走回了双仪阁，江训见到几匹新布放在跟前，似乎听说了今日苏桑开业的事。阿桑送来的。他每次开业不都会拿点好东西给我吗？
苏七七宽了外衣，就准备上床休息了。这次他开业的绸缎庄可捡了一个大便宜，半两银子就能进一匹软烟罗。他借劲价低，再把不优惠卖出，我想他这铺子很快会红火起来的。江迅随意的翻看了一番，都是上好的段子。上次梁朗也跟他提了一嘴，说苏桑用了很低的价格进了上好的软烟罗回来。当时他本想劝苏桑莫贪小利，遭了人的道，可惜那时苏桑已经跟人签好了契书，契书上倒是规规矩矩，没有丝毫错漏可抓。就是这么便宜的软烟罗，透着丝毫的古怪。他现在已经让梁郎去查苏桑采买布匹的织布房了，希望发生不了什么大事。几日后，刚退早朝，出了大殿，江迅喊住太子：“殿下留步。”6点，太子停下步子，等了江迅一会儿，清静道：“你不必跟其他人一样，喊我五哥就成。”江迅推辞：“礼不可废，殿下是储君，臣不敢僭越。6弟找我何事？”太子清楚江迅的性子，若从他嘴中坚持一件事，再劝也是徒劳，索性不提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江迅向太子示意一块走，前方是长长的大道，众多官员都要从那出宫门，太子却不需要同道，他长话短说，就是突生一点小小的疑惑罢了。臣想问太子，若自己的亲人被歹人害了，殿下该当如何？自然是想尽办法相救。太子脱口而出。江迅赫然停步，认真观摩了太子面上的表情，诚意之真不像作假，不过这诚意或许在心中本就有秤。他豁然，殿下说的对，必然是要相救的，臣没有疑惑了。江迅和太子分开后，他上了马车，将上朝前看的密信递给江河，等时机到了，将这些东西给太子。江河不解：“王爷，孙晴敢谋划害您，为何还要把这些东西给太子？若让太子得知他，岂不是要保孙晴？那之后您如何脱身？”本王那太子五哥说会保亲人，本王且看他会保谁。他若保本王，本王无事，他便也会无事。若他并不将本王看作亲人，觉得亲疏有分，他护不了孙晴，也保不了自己。江迅把江河没接的密信塞到江河手中，声音骤冷：“照做就是。”苏桑每次开业前都会摆出10分优惠的价格，何况这次段子进的便宜，中间又加了别的优惠招揽顾客，很快铺子人满为患。顾客拥拥挤挤，声音嘈杂，铺中人早经过了这种大场面，所以并不会被吓到。一边有嘴皮子灵活的伙计接待顾客，一边又有控场的伙计指挥着秩序。然而这些有条不紊的秩序中，还是突然生了意外。不知从哪窜出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拎了一桶恶臭的粪水，猛泼到一排挂着最上等的软烟罗段子上。立时吓得铺中人呆滞了住，待有人陆续反应过来，全部惊慌往外逃。顷刻间，满人的铺子中只剩下了闹事之人与铺中伙计。你们是什么人？天子脚下还敢闹场子不成？喜听兰是被苏桑从另一个铺子里拨过来帮忙的，事发他第一个走出来质问。闹事之人身后还跟了许多年纪不一的姑娘大婶，一个个纷纷喊着还他们公道，给他们结钱，说的喜听兰一头雾水。膀大腰圆的汉子往前走了3步，他四顾铺子：“你们这个宣王的小舅子呢？他仗势欺人，强买纺织女辛苦织的缎子，让这些织女辛辛苦苦大半年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受他们的雇佣帮他们来问话呢。”喜听兰想到了苏桑进的那批便宜的软烟罗，契书明明白白写的是半两一匹，又有程家织布坊的东家亲自盖章，走的清白路子，任谁说都做不得假，双方有的是凭据。可今儿带了王爷的名讳，这么多织女喊冤找来，再清白都争不过对方说苏桑仗势欺人，似乎想将王爷牵扯进来一般。上京不是小地方，苏桑开的铺子更不是在什么不景气的小街坊，很快门外聚集了不少看客。不久惊动了上京知府亲自上门，原来在方才不只是布坊的织女们来闹事，更有程家布坊的东家报官报到了官府，一下就将江迅和苏桑2个人都告了。上京知府提审苏桑还成，若让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去问审亲王，届时他真不知是该站着审还是跪着审。而且这件事比他想象的闹得更大，一路走来他就听了不少耳风，说是满城风雨都差不多。上京知府不敢怠速，他管不得江迅，就先将苏桑给带到了府衙。至于江迅，他分2拨人，一拨人跑了一趟宣王府，另一拨人赶去了大理寺。大理寺卿见着原告送来的诉状，口口声声把江迅骂得肉糜至极，霸道不已。他也不敢随随便便接下这个案子，就直接拿着诉状呈报到了太康帝的跟前。彼时太康帝正让太子陪着他看奏折，他觉得近日太子很有长进。不过在看到告江迅的诉状后，整个人变了脸色，放肆！宣王的秉性朕还不知，这是哪个有心之人捏造的？大理寺卿闻言，皇上还挺偏信宣王，他小心回答：“臣也觉得宣王不是这样的人，只是事情是从苏氏铺子惹出来的。外面那些人为了告御状，已经有几人领了廷杖。若非是极大的苦楚，他们怎么会随便来受皮肉之苦？会不会是苏氏铺子的掌柜做了什么假借宣王名义的事？宣王一无所知。”太康帝思量后，将手中的诉状拍在桌子上，他命令德海把宣王喊进宫来。
第170章，这就帝王家的无情。德海公公到宣王府时，江训刚送走大理寺的人，外面的闹乱他大致了解。对于德海公公的到来，江训并无什么意外。公公稍等，方才大理寺来人已经跟本王细说了缘由，事情从苏氏铺子引起，容本王先跟家中之人交代一番，一会儿便陪公公去面见父皇。宣王府中能够让宣王走前还要交代一番的，可不就是苏七七了？苏七七又和苏氏铺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苏七七即将有临盆之兆，这点功夫，德海公公容江训去没什么，毕竟还没有结论，江训一定犯了事。而苏七七若担心弟弟又担心丈夫，急得身子出了事就不好了。宣王您自便。德海公公带着人退出双仪阁，江训同时也走进了屋内。苏七七手中正有一份诉状，这是大理寺人来时带来的，都是告苏桑的人准备的，说是洒满了苏氏铺子一条街也不为过。而且眼下的情况，不是苏桑有没有那合法合理的契书问题了，只要他们咬准了是江训借了自己的名声给苏桑让他狐假虎威，契书立刻就能变成被苏桑胁迫所立的。王爷，方才你让我不要急，这幕后之人你知道是谁？这一进宫有法子能快点洗脱冤情吗？苏氏铺子一出事后，苏桑不久被抓到了衙门，苏七七的父母急得上火不已，幸好有显听兰能够安抚。他也明白是父母惦记他有孕，怕来到他跟前忍不住着急，连累他动了胎气。要是苏桑只是受点小苦头就算了，好让他之后办事更加谨慎，可他却舍不得父母还有江训都跟着焦头烂额。放心好了，事情虽然是从苏氏铺子生出来的，矛头却在我身上。我现在要进宫接受的就是父皇的问询，这时间大理寺也不会对苏桑动刑，最多明日清晨苏桑就能出来。江训说话间，将苏七七手中染血的诉状抽出来，随手攥成一团丢进香炉中，而后重新蹲伏在苏七七面前，声音轻快：不吉利的东西就别留身边，你和孩子好好的就成。那你呢？你什么时候回来？苏七七不舍追问。江训满足的扯起嘴角，朝他额上印一个吻，保证道：绝不会比苏桑晚回来的。江训到了皇宫御书房，殿内气氛并没有很凝重。太康帝该看桌子上没批阅的折子，仍旧坐得端端正正的看着折子。太子本也在看折子，见到江训来，给他投去了一抹担忧。儿臣拜见父皇。江训拱手，免礼吧。太康帝听见问安，放下手中的朱笔，食指落在玉案上，不住地敲出咚咚咚的声音。刚从宫外来，外面的事都听说了吧？朕寻思你是朕最放心的儿子，怎么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苏氏是个聪明的女子，将朕的孙儿也养得很好，娘家都是争气的。听见这事，朕将苏氏铺子的产业简单的一查，嚯，还真不少。这才知道前几年朕一上朝，那满殿混杂，熏得朕以为朕的臣子统统爱上了什么癖好的香味，都是先从苏氏铺子里出来的。老六你不讲究，当时居然不给朕过瘾，不知道在群臣眼中是不是他们都香喷喷的，就朕一个没洗澡，连衣服都没洗。太康帝并没有让江训接话的意思，继而他满心疑惑：不过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朕查了苏氏铺子的经营，你没插手人，也没给你分钱，突然就闹出了这事，不仅是难看话还难听，你怎么想？江训诚恳无二，此事必有陷害，儿臣冤枉。正如父皇所说，苏氏铺子跟儿臣并无银钱来往，儿臣无需费心苏氏铺子的布料采购，又怎么会纵容苏桑让他假借儿臣的名头去仗势欺人，伤人害命？那可否是苏桑背着你做的？太康帝当着江训的面再次拿起方才的诉状，每望去一个字，他眉头都皱得老高。郁疾多年，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需要直接递到他面前，如此需要以血气类的状纸了。若这是假的，难不成是那群纺织娘活腻歪了，敢告嫁妆？这上面不似作伪，你是朕的儿子，朕信你绝不会做此事。不过这件事总有原因，怎么个想法？是朕找人帮你查，还是你自己去？这一遭与太康帝对话至此，出乎了江训的意料，但冷静想想，又在意料之中。父皇能对他不动不怒，口口声声来源于自己竟是他最放心的儿子，何其讽刺！这最多不过因为他从小就不属于父皇最需要重视的儿子，同时也不是他最需要头疼和防备的儿子。父皇因着前面对他20多年的了解，自然觉得他不会惹出这么没脑子的乱子。只是事情总要有人担，这话如同在问他知道是谁在寻他麻烦吗？找得出证据，他允许自己自证清白，证明苏氏铺子和苏桑的清白。找不到的话，自己作为他的亲儿子，他总不会不顾的。若连他也查不出来，便让苏桑顶了。这就帝王家的无情。或许今天过后，他的父皇再也不能用放心2字看他了。当然，他也选不出来再比自己能够入他眼的儿子了。江训继续不卑不亢，连眼睫都未颤动半分。父皇恩典，儿臣跟苏桑总归有姻亲，亲自去查，就算有了结果，不会有人去信。那就是让朕去查了。怀。江训当场打断太康帝的话，继续道：儿臣不敢劳烦父皇，太子是儿臣的兄长，又是未来储君，他出面查出的结果，比儿臣更能让天下人信服。儿臣想劳兄长辛苦一趟，不知父皇和太子意下如何？
这个要求出乎太康帝和太子的意料。太康帝刚才的弦外意很直白，他不信江训听不懂，只当这是江训为了苏轼舍不得牺牲他弟弟，让太子去必然是奔着真相的，以为江训在给苏桑求转机。太子这么些年并未查过什么大案，又是民间案情不牵扯朝中暗斗，倒是一个很好的历练机会。太康帝侧头看向太子，朕觉得这件事你可以帮帮你六弟。第171章，宣王可清白。儿臣愿意。太子从侧座上起身到太康帝跟前拱手，旋即向江训保证：六弟放心，五哥一定会帮你查清缘由的。诉状一递到父皇面前时，他就替江训担忧，后来发现父皇也就当是气了那一会儿。原来是父皇本意就相信六弟不似诉状所说的那般，那他也会竭尽全力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江训心中不起波澜，嘴上感激：臣多谢太子肺腑帮助。眼前兄友弟恭的场景落在太康帝眼中，他甚是欣慰地捋了捋胡子。太子走后，太康帝重新看回折子，又让德海给江训搬个椅子。不知太子什么时候回来？你先坐那等等。德海公公将圈椅放在江训旁边的那一侧时，江训并未转身落座，而是赫然撩起衣摆，跪倒在太康帝面前。父皇，儿臣向您请罪。太康帝正蘸了墨水准备批阅，忽的闻言这话，他右手一顿，一滴红色的墨水很快落到奏折上，马上隐染开。他抬起漆黑的眸子，探究地盯着眼前的儿子，缓缓开口：何罪？云贵妃处。宫外的动静已经悉数不漏地传到云贵妃耳中，他知道幕后黑手是孙庆。为了清楚得知太康帝的心思，他动用了当初很辛苦安插在御书房的工人。刚刚得知江训主动请太子帮他查苏轼铺子的冤情，等太子走后，江训竟然跟太康帝请罪。至于请的是什么罪，他安插的工人并没有打听出来。这一瞬间让云贵妃想不通江训使的是什么手段。他和如妃讨论，本宫想让宣王和太子二选其一，宣王大理寺不找，刑部不去，竟然让太子去查苏轼铺子一案。太子不说知不知道孙请做的事，就算知道，怎么可能去揭发自己的舅父？如妃，这样一来，损的不就是宣王吗？或许是宣王病中乱投医，觉得只有太子能救他。不，云贵妃打消如妃这个猜想，她在殿中不停地踱步摇头。宣王自开府以来，行事稳当，从没有出错过，怎么可能被人状告一番，就什么事都乱了章法？恰恰他找太子给他查案，这不正奇怪？除非云贵妃一息间如梦初醒，识海顿清，除非宣王已经知道是孙请做的手脚，他再让太子跟他和孙请之间选择一个。太子会选谁？如妃小声疑问。云贵妃冷笑：还能去选谁？孙请不仅暗中串通织布坊的东家降价陷害宣王，还害了织娘们家人的性命，孙请能活？看似今天出事的是宣王，本宫可不信是闹出来又是太子亲自查的，孙请会坐得住？孙请万一想牺牲自己保护太子，皇上又对太子心软了，更烂的依旧会是已经掉进泥潭的孙家。本宫要覆灭一个孙家做什么？来人去平王府一趟。云贵妃急急忙忙地寻来纸笔要写信。当初陈州孙宇福的事可还没过去，孙请的儿子孙宇生可是太子亲手捞出来的，其间又牵扯多少事？织布坊的事对孙请是致命一击，段年就是太子的死穴，他要在苏轼铺子一事结束前，让段年赶紧来上京告太子。苏轼铺子生了事后，一整条街萧条不已，孙请为防事情出现变故，一直在衙门混在人群中。堂中人证物证全在，却迟迟不见有人对苏桑动刑。刚艰难拨开人群走出去，一个仆人向他小声私语禀报：老爷，宣王进宫到现在一直没有出宫，反倒太子出宫了，小人深觉不对，赶紧就来找您。可是小人发现太子也是往大理寺府衙来的。什么？孙请左眼眼皮突然不停地乱跳，猜出事情出了差错，他急步匆匆往外走，被车拦住。太子出了宫后，就在思索案子从何查起，从宫中想了一路，他认为还是先摒弃诉状，亲自听一听原告的话，再派人到织布坊去查询一番。路上快到衙门时，他的马车又被拦住了。许是这种情况多了，马夫见到是孙请并未斥责，甚至没有阻拦，看着他上了马车。太子见到是舅父，莫名：舅父您怎么总是出现的猝不及防？今日我有大事耽搁不起，什么话改日再说。孙请急得一身汗，他磕磕巴巴：太子您是不是要去查苏轼铺子的案子？太子颔首：舅父也听说了，六弟应该是被有心人诬赖了，我现下正要去府衙走一趟，人家都告到了跟前，肯定和宣王脱不了干系，您没事揽这是干什么？孙请急得双手抓着膝盖，他伸着手拉太子的手劝告：您别妇人之仁，府衙上那些原告诉状口供都真的，您取了证据就跟皇上结案吧。舅父，您是不是知道什么？太子隐隐发觉不对。太子，一个孩童扔来一叠东西，指明让您细看，外面马夫掀开脚帘子，递进来一叠书信样的东西。太子伸手去拿，边问：孩子呢？马车夫给了东西，留了话就跑了。孙请急得挠头抓耳，没注意太子手中的东西。太子自顾自地拆开厚厚的一叠书信，
细看里面的内容，越看呼吸越深，越看脸色越沉。当孙庆还要张嘴劝太子时，太子怒盯着他站了起来，第一次直呼眼前长辈的名姓。孙庆，你是想孙家荡然无存吗？他气得胸膛起伏，手中青筋暴起。孙庆顺太子爆发的源头望去，粗略看出几个字有之不防，还有他的名字。大祸临头之感袭来，孙庆吓得跪在太子跟前，苦苦哀求：“太子，舅父知错了，舅父都是为了你好啊，舅父再也不敢了。舅父，你以为这样我还能就得了你？”太子怒气不争气。孙家败落到今天，有一大部分都是孙庆是酒囊饭袋之徒，他就不该再淌孙家这趟死水，弄到如今不可挽回的地步。这信既然有人指名给我，那就说有人知道你所做的一切，舅父您可真是为了我好啊！他冷冷讽刺。太子，孙庆是想说他是为了太子好，话被讽过来，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呆问道：“你要告发我保宣王吗？”太子，这给宣王只是一个大惩罚，皇上不可能虎毒食子，肯定将重罪摘给苏氏铺子。若换成了我孙氏一族不可轻饶啊！太子傍晚才回到皇宫，比时御书房灯火通明。太康帝坐在主座上，仿佛从未离开。姜逊坐在下手的侧座。太康帝见太子回来了，他舒展了肩头，倚靠在圈椅上仰目问道：“如何了？宣王可清白？”第172章，你以为害的只是宣王吗？太子收到了密信后，舅父自知无法隐瞒，坦白了一切罪行。他气得怒火中烧，无计可施。诚如舅父所说，他做的这事搅得满城风雨。那群知娘受蒙骗告御状的状书也是他设计的，一旦揭发出来，孙家必遭灭族之祸。他母后早逝，父皇告诉他，当太子一定不能有软肋，只是无人的深夜，他也会想念自己的母亲。他不敢到父皇跟前寻求母后的记忆，生怕父皇被他勾起了伤心事，又怕父皇觉得自己懦弱。在这个事上，孙家或许不是他的倚仗，却是他幼时无母时可贵能够放心寻找母后印记的港湾。匿名给他密信的人，太子还不知是谁。他想，无非是想用那东西谋取好处，眼下解了孙家之危再说。太子惭愧地望了姜逊一眼，往他走前言之凿凿，要替姜逊找回清白，现在却要成为污蔑他的恶人中的一员，同样向他泼去脏水。他拱手垂头。儿臣去了府衙，见了申冤的织女们，令城是织布坊的东家，细听他们冤情，发现无假可做。什么叫做无假可做？太康帝静静等候着太子给他答案。听到这么个结果，他眼皮不可控制地抽了抽，收起方才假寐的模样，坐直身体。太康帝再次详问，意思是宣王不冤是吗？太子，宣王可是你弟弟，定要证据确凿，莫出差错。儿臣无能。太子屈膝跪下，满头大汗的拱手。儿臣或许能力不济，所查着实找不出状纸上的不同。兴许六弟也确实不知，当真是苏氏铺子的人背着。够了！太康帝眸中有掩饰不住的失望，出声打断太的话。他右衣袖下的手止不住的颤抖，脸上的肌肉跟着不住站立了好一会儿。太康帝死死压住逐渐想要两眼一昏的自己，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御前无人敢喧哗，更何况太康帝早平退了4周的工人，此刻只有他们父子3人。他除了是个君王，也同样是个父亲，偶尔的失态他可以允许自己犯，所以现在他不控制自己的身体，由着粗重喘息缓解自己的不适。父皇，您怎么了？方才太子一直低着头，并没有将太康帝对他失望的神色看在眼里，现在他才感觉到不对，茫然着。太康帝没有理他，甚至已经埋头在御案上，身体不断起伏，似哭似怒。姜逊觉得现在天色不早了，他该说的该坦白的都已经说完了，定论不在他身上，相信父皇也不想看到他在这里。再晚宫门就要全关完了，他答应了苏七七要早回去。从圈椅上起身请退，父皇时辰不早了，儿臣该出宫了。太子不解地从姜逊身上掠过，今日之事谁都可以独善其身，姜逊怎么就率先说走？他张了张唇，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因为下一道更厉的声音从上座发出：滚！太康帝将今晚的第一怒发给了姜逊，姜逊恍若未闻，毕竟这是可以料到的，尽管是出在孙请身上，他让太子亲自去查，何尝不是在给太子挖坑？不过这不代表他就做错了，没人会安心效忠一个外戚比天大的储君。太子的外戚差点害了他，他做这一切只为自保，无可指责，父皇顶多对他一时不满。而后姜逊面上丝毫不挂色，从容的行礼退去。大殿的门开启又紧闭，太子僵僵的跪在原地，猛然听到太康帝唤了他过来。太子听话起身上前，在隔着一张宽宽的御案前，太康帝突然俯身向前，狠扇了太子一巴掌，双眼布满血丝，脑意滔天的瞪着他怒骂：蠢货！太子毫无准备，早被太康帝用全身力气扇他时候仰倒的过去，他捂着脸彷徨。太康帝怒不可消的将压在奏折下，一包信封样式的东西扔到太子身上，旋即跟着走出来，继续骂道：你不仅愚蠢，还屡教不改，竟然还敢跟孙家来往！你身为太子律法不正，身为兄长
毫无骨血之情，德不配位。朕该不该再废了你？太康帝扔出来的东西倾洒一地，太子哪能不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不正是白日里一个孩童交给他的东西吗？竟然在这里还出现了一份，原来这是一个给他的选择。江训他早知道舅父对他做的事，他给了自己一个选择，让自己选择救他还是保舅父。选舅父的结果就是父皇早早的知道事情真相，而后对他满心失望。朕再给你机会，宣王再给你机会，你若选宣王，朕还能高看你一眼。孙秦所做之事，朕也不会怪到你头上。可你在做什么？你又暗中跟孙家来往，还要帮孙家做伪证，这是在帮他们害谁？你以为害的只是宣王吗？他孙家就是在害你，他孙请做的比比勾当都要算在你身上，让你这个太子满身污垢。太康帝一口气说了太多话，说完便捂着心口，比起让他大动干戈，他更是满心满眼的失望。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非不分，黑白不辨，全凭着一腔妇人之仁的纵容。事已至此，太子再多的解释和狡辩已经无济于事。他拨开一张张写满舅父罪行的密信，悲凉道：我对不起六弟，明明说好替他洗清冤情的，可是舅父犯的罪实在太大了，除了我没人能保他。我知道他罪不可恕，可孙家再进不得大节了。父皇，对不起，我也辜负了您的信任。你何止是辜负了朕的信任，你是错大难改。太康帝脸色难看，太子卑微的跪服，起身向前，企图伸手拉住太康帝，恳求母后跟您是结发夫妻，孙家没有任何功劳苦劳，只是母后的母家，难道父皇就不能网开一面？太康帝一把甩开他，默然走回御座上，静默了许久后回忆：你母后可不糊涂。他重新看回那张诉状，细数罪行，里面虽然是状告江训的字眼，不过事实上都是孙请犯的。诉状上31条人命，知娘被孙请和程氏支部房一共诈骗520两纹银，程氏东家作伪证。朕看除了那些知娘，其他人都该死。第173章再废太子。苏七七临产，你去抄了孙家，了结案情。他将作假的状纸撕掉，意思是让太子拿地上的那些罪证去抓人。太子久久不敢应声，无力瘫倒。父皇，若您让儿臣去亲手抄了孙家，不如您废了臣吧。怎么，朕叫不动你了？太子当的厌烦了，想保孙家，是不是该先让朕退位？太康帝气得连连咳嗽，他一再给太子台阶，他都不下。屋内的种种动静不小，外面的人听得战战兢兢。忽而想起德海公公站在殿外紧张禀报的声音：皇上，皇上，总督段年让人快马送来一封紧急要信。宫门都关了，他是出什么大事了？现在送信？不看。太康帝不愿拒绝，可是想了想，还是让德海进来。拿来。德海腰弯的低低的进来后，小心将信蜡拆开妥帖递到太康帝手中。太康帝低头细看，让刚冷静下来的面色又冷了3分。朕竟然不知道朕的太子这么出息，为自己的亲娘舅家不止做过一件阳奉阴违的事。孙雨生连沙尘周瑜狱卒，你居然好手段的将人悄无声息捞了出来。知道段年是在信中怎么说你的吗？他说你以太子身份压迫他，不敢不从，还说他已经在赶来跟朕告罪的路上了。这下你怎么收场？最后太康帝报复性道：孙家害你至此，朕要诛孙氏全族。太子骤然惊骇，他想不到段年如此会找时机，连连磕头求情。父皇，当初陈周玉一事着实有疑，非孙雨生杀害了狱卒，只是儿臣苦求证据无果，段年并不无辜，您就饶了孙家上下一命吧。若需儿臣太子之位赔付，儿臣亦无怨言。段年无不无辜，他隐瞒不报，朕都饶不了他。太康帝根本不在乎一个段年，但他竟然听到了自己的儿子，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为了孙家竟然将太子之位说得毫不在乎，他还有什么好舍不得？最后他冷笑连连：放心，孙家朕会诛，你朕也会废。翌日，皇宫的宫门刚大开，太康帝身边的怀兵带着御林军抄了孙家。大理寺府衙一早又聚集了许多的百姓看热闹，他们昨天亲眼看见太子殿下来了，来后对着布防东家知娘们细细询问，是牵扯到皇家王爷，总是惹人感兴趣。反正事不关己，有事没事往大理寺府衙一站，当看一个不花钱的大戏，回头跟人唠嗑都够许久的谈资。不想今天刚站着不久，一串宫中御林军就齐刷刷的跑来了，为首的怀兵拎着孙请的衣领，将人往堂上一抛。孙请整个人脸色惨白，衣衫不整，像是被人从床上才拉出来的。见到明镜高悬的府衙，案前的大人，桌子上的金堂木，还有众多原告被告，嘴不知早被谁捋直了，一个劲的往外吐话，不关宣王的事，不关苏氏铺子的事，更不管太子的事，都是我孙请一人所为。我想让太子当的无后顾之忧，一切都是我跟程氏支部房的东家合谋干的。我许程氏东家好处，他帮我用高价哄骗知娘们织布。你，孙老爷，您在说什么？程氏支部房的东家正贵堂中，一日一夜没有说散堂，他就这么挺了一夜。现下两眼冒金星，双腿都疼麻在了地上，
见着孙庆莫名其妙招供了深知大事不好，知娘们听得面面相觑，竟然想不到他们是被自己的东家欺骗的。有知娘苦诉，既然是欺骗，骗些钱就算了，为什么还要伤我们亲人性命？我可怜的儿子才3岁啊！我刚跟丈夫成亲，我爹娘今年才考我，仿佛日子过得宽裕些。句句都是知娘们的血泪，句句都有亲人遭受灭顶之灾。孙庆惶恐继续，要让知娘们信以为真，这次接的苏氏铺子是个大主顾，他们会拿到非常丰厚的报酬。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然后等知娘们久久拿不到钱，程东家再到他们跟前诉苦，这样苏氏铺子和宣王的关系就可以随他编排。当然，宣王是皇子，仅仅靠这加重知娘们的怨恨心理还不够，他们最多怕惹上大事，绝对会息事宁人。沾染上亲人的性命就不一样了，皮肤还能撼大树，他们定然咽不下这口冤屈，积得久了，爆发的就越厉害。就像昨天这群知娘们可以找人去苏氏铺子大闹一样，我招供我全招，可别牵连太子啊！孙庆浑浑噩噩的将恶事说完，随后他跪在原地旋转着身子，不管面向哪个方向，他都将头磕得砰砰响。剩下的就是衙门外百姓的唏嘘，还有知娘们痛于亲人们无妄之灾的痛哭。程东家吓得昏倒在地。苏桑虽然洗白了冤情，也没有太过高兴。他昨日听了知娘们无数遍对自己的咒骂，同时和他们自身家人的遭遇，弄清是这个原因，他很为他们难过。孙庆既然已经招供，皇上有旨收押孙庆，待将孙宇生从陈州抓回，父子斩立决。程氏之不妨收没归知娘们所有，程氏东家和孙氏一起斩立决。苏桑无罪释放，怀彬将太康帝的旨意发下，知娘们的冤情平反了，但似乎并未让百姓信服。有人发问，孙庆是太子的亲娘舅，他口口声声说是为孩子做的这一切，害宣王的事他可知？要是知道，还能继续当太子吗？未来能当好皇帝吗？此事皇上自有交代，怀彬的来意只是让孙庆的阴谋昭告天下，其他的末等旨意下来，他不能妄下结论。不过这事也没有耽搁太久，今日刚上朝，太康帝当朝下了一道旨意，再次废去姜衡的太子之位，而且这次不再是幽禁，反倒要将人贬成郡王，把全家赶出京城。撤郡王姜衡辜负朕心，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但念及并不知孙庆阴谋，朕念骨肉亲情，小惩大戒，逐姜衡出京，子孙永世不得入。钦此。德海话音落后久久，太康帝都不曾睁眼看下方的儿子，满朝哪怕有向着太子的，但知道外面发生那样的事，都不敢替太子多说一句话。姜衡失魂落魄的将圣旨听完，他泪眼横流，他宁愿父皇再给他幽禁起来，也不愿父皇将他贬得远远的。这是比直接杀了他还要重的惩罚，说明父皇这辈子不愿意再见他了，也不会原谅他。德海在太康帝跟前发觉他脸色不好，赶紧催促撤郡王还不接着谢恩。姜衡僵硬抬手，儿臣谢父皇。太康帝听儿子应了旨，仍旧没去看他，自顾自的从龙座起身离开大殿。等走远了，太康帝才身形不稳的倒下。德海即叫太医。苏桑回来后，苏家人在外面就接到了他，之后一家人都准备到宣王府谢恩。苏七七知道弟弟平安了，一起伸动了胎气，肚子疼得厉害。他伸手扯姜训，王爷，我好像要生了。第174章，因为我要作为母妃第一个流泪的男人。姜训早让府中准备好了苏七七生产的事宜，见苏七七跟他这么说，一边紧忙将人往床上抱，一边让绿萝赶快去喊接生嬷嬷过来。屋内一会儿麻利的过来了4、5个人，一个大夫在外间守着应付突发状况，2个嬷嬷在跟前助产接生，还有2个嬷嬷来回接送热水。苏七七刚有反应，疼的还没有那么厉害，他催着姜训赶快出去。爹娘他们差不多要到了，王爷先出去帮我迎迎他们，告诉他们今天就能看见小外孙了。他马上就要生了，肯定没工夫招待家人。爹娘刚差点经历一次弟弟的牢狱之灾，他们来了，他更要表现得坚强一点，才能不让爹娘担心。你操心的我都会帮你做好，七七我会一直在外面守着你的，不会多走一步。若你发现我赶走了，等你生完随你跟我讨账。姜训记得苏七七第一次生产的时候跟他闹了好半天，生怕自己狼心狗肺，趁他生的时候自己无事走开了。这会儿他总要将自己的决心表明了，他依旧不会离开的。苏七七被姜训的时序逗笑了，听出姜训话里的意思，此刻自己又难受又开心，就是比上次还放心王爷一定不会走，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你会离开，因为我知道苏七七声音刻意轻下去，让姜训不得不附耳到他唇前，王爷舍不得。短短几个字胜过一切恋人亲昵，柔柔的像远山的清风，一路畅通无阻的灌进姜训心间。就是舍不得3字，让苏七七不必强调，姜训也无法离开。苏家父母带着3个儿子来，没成想就赶上苏七七生产了。这会儿功夫，不仅屋内的产婆不停的用话语引导苏七七生产，苏七七自己都因为生产的疼痛叫了几嗓子。周氏生了4个孩子，最懂得这种辛苦，急得坐卧不安。
苏父是头一次等除了妻子以外的人，这个人还是他女儿。比之光作为丈夫对妻子的心疼，父亲对女儿的担忧着急更体现在一次次听见女儿的疼叫，却看不到房门紧闭内的女儿。苏柏、苏怀、苏桑虽还未成家，可因为苏七七是家中唯一的女儿，是他们的妹妹和姐姐，从小在规矩成章的府里长大，一起扶持，一起上进，带着天生最无法分割的骨肉之情。因没法在这种事上帮上一把，一个个的垂头陌生，苏桑更是将头埋在腿窝里，手中握了一大包的酸枣。这是刚才他来时在路上买的，他们同胞几个只有苏桑和苏七七喜欢吃零嘴，苏桑也最大方，分给苏七七。这次他闯了一个大祸，买了零嘴是想来跟姐姐认错的。宁儿刚用完早膳回来，绿萝姑姑就跟他说母妃要生娃娃了，让他不要吵不要闹，还想让人领他去别的地方玩，可家里是很大，但又有哪里是比母妃即将给他添一个玩伴好玩。宁儿不想去，闹着脾气才让江训留他在跟前，听久了屋内的动静，仿佛母妃很辛苦很辛苦，哪怕没吵没闹，眼泪花都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宁儿小手紧紧地牵着父王的手，和他站在门前，身后的外祖父外祖母和舅舅们急得总是揣手望天，好像只有父王一个人最镇定，但也只有他知道他的小手很不舒服，全是父王给他攥出来的，因为自己紧张的时候就会像这样流汗。生出来了，生出来了。正当大家以为会耗很长功夫的时候，屋内的嬷嬷欢欢喜喜地叫开了来，紧跟着不久门就开了，里面不需要的人鱼贯而出，江训随后跟着进去。打远就瞅见耳房里两个嬷嬷在一旁收拾孩子身上的污秽，孩子的哭声一阵阵的起伏清亮。他牵着宁儿到苏七七跟前，还好他状态还成。嬷嬷是将苏七七收拾好才开的门，简单的擦拭了一番，抹了方才生产时浑身的黏腻汗渍。但到底刚才是在生孩子，气血耗损了许多，细腻的皮肤白白的，人喘着慢气，眼底的疲惫更显。江训帮他拂开乱发，小声道：“累坏了。”宁儿撇着嘴趴在床头，抹着亮晶晶的泪眸：“母妃，宁儿都哭了。”苏七七被一大一小父子俩围着，都不知道先搭理哪个。累是累，可好像这次从怀孕到生产就养得很好的关系，她生产时觉得比生宁儿时好些，时间上接生嬷嬷说也没那么长，就是累得想躺着。苏七七对江训点点脑袋，他又好奇问宁儿：“哭什么？被母妃吓到了？”因为我要作为母妃第一个流泪的男人，外祖父父王舅舅们担心的好奇怪，他们都不用哭的，我就只想哭，一定是我最心疼母妃。宁儿年纪小，不懂得大人掩饰情绪的样子，哭才是她最本能的一个，可因为被交代了不能吵闹到苏七七，宁儿哭得无声。她不知道这已经是她掩饰情绪的一个小印记了。苏七七噗呲笑了，这会儿笑很受罪，某处地方疼得慌，还是忍不住瞪了眼江训，夸夸儿子：“宁儿可心疼母妃了，母妃最知道，你父王肯定没你有心。”宁儿的心里是母妃，宁儿的肺里也是母妃，宁儿的肝里都是母妃，眼里还是母。什么呀？苏七七又累又想吐血，抬手就捂着儿子的嘴。他寻思他对江训说这些话的时候没让宁儿听见，他不挡着点全说完了。江训斜眼瞅了很显眼包的儿子，故意看着苏七七越发红肿的脸色打趣：“怎么七七就听不懂自己以前说的话了？想赖嘴？难不成是七七从前跟我说的一孕傻3年又复发了？”苏七七，老夫老妻莫提当年事。当初江训不是挺吃他那套的，让他跟着他学那些话说给他听，江训拗不动他哪次少说过。苏七七竟生不理他，表现的一副矜持婉约，又傻了怎么样？可不是刚刚生过，儿子面前面子不能丢。床上人儿不吱声了，半张脸附到颈背里，低敛着长睫不停扑闪扑闪。江训倒没有那么铁石心肠，他捂住宁儿的耳朵，半俯身凑近苏七七道：“我心里念你，肺里记你，肝里惦你，眼里看你，时时刻刻都想逆着你。”苏七七，没错，这就是他当初想要的效果。第175章二胎启明。凤阳太后商量储位，那边小婴儿早被接生嬷嬷收拾好了。绿萝刚才见着江训在和苏七七说话，便先引着接生嬷嬷将孩子抱给了苏家人看。这会儿他瞧着俩人话说的差不多了，轻咳了咳嗓子：“王爷，小主子是姑娘，抱来给本王。”江训眉目瞬间温柔，双手摊开接过孩子，不知是不是小年纪刚轮流接待了一番外祖家，小娃娃睡得沉乎乎的。孩子出生后，接生嬷嬷就抱给苏七七看了，当时血淋淋的他没瞧大仔细，不过接生嬷嬷告诉了他是女儿。苏七七从江训耳热的话中醒神过来，挪了点空出来，让他将孩子往自己跟前放，他也要看。我看看我闺女，我也要看看我妹妹。宁儿不干个子小，把背挺得直直的，脖子伸得高高长长的，直往襁褓里盯。江训将孩子妥善放到苏七七的跟前，一家3口才能全一眼不落的看清这个新到来的小姑娘。红色团花纹襁褓中躺着一个小小圆圆的人儿，
皮肤皱皱的，嘴唇红红薄薄的，眉目分明，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好看的娃娃。江迅本能夸道：“咱们女儿像你。”苏七七也觉得像她，但又不全像她，细细研究了宁儿和江迅的相似处，再研究女儿和江迅还有宁儿的相似处。好家伙，这次她参与了，但光送了一个模具来，除了脸型是她的，大概率睁开眼又是个小冰坨子长相。但是有好处，女儿冷冷肯定飒爽。王爷起名字了吗？要好听的，像送礼物一样。苏七七之前和江迅商量过孩子的名字，男孩女孩的名字都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没生出来前觉得都不好，想着古代又不用急着上户口，等生了再说，说不定孩子到跟前的灵感最不错。苏七七累得不想动脑子，只要不是跟宁儿那种朴实无华的含义，他都可以接受。江迅可以在孩子来前为孩子设想任何他脑海中的印象，但怎么都不抵亲眼见到再涌入到脑海瞬间的喜悦期待。起了名字就代表这个孩子未来要和他们组成一家人，他的名字是他和苏七七最直接和他的接触。江瑶，我们的阿瑶是块美玉，她无需我们期盼成任何模样，只要她好好长大，像你一样开朗无忧，就是她为自己这块美玉雕刻的最好礼物。瑶是个好听的字，又是像她一样，苏七七觉得终于比上次江迅跟他解释的您靠谱了，没什么意见。太子刚被废，太康帝还又突然病倒了，什么风头上的事都不好大肆宣扬。苏七七产女后，只低调的将是个女孩的消息传到宫中，这节骨眼谁都要小心翼翼，悲不能高声哭，喜不能大声笑。可淑妃偏偏不在乎，当初太子被废，那东宫还被太子儿子占着，现在被贬，全家都要赶出京城。皇上那么喜欢太子，最终都下了这个狠手，再回来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太后年纪大了，喜欢乖乖巧巧的小姑娘，何况她为楚灵英准备的祥瑞都跑到了苏七七身上，她的小孙女也不比凤阳长公主的孙女差，她哪里能白费？至少不能让太子没了后，云贵妃的儿子占尽便宜，挑了几盒珠宝玛瑙，丝绸锦缎便送到了个宫。美其名曰苏七七生产前，她梦中梦见洛儿牵了一个雪团似的女娃娃向她走来，洛儿带着小娃娃蹦蹦跳跳的喊她叔祖母。且不讲这淑妃梦做的神奇，生产前很久的事了，直到苏七七生了女儿才说梦见了孙女。而且这淑妃口中的洛儿还是江辉和楚灵英的儿子，再怎么苏七七和江迅的女儿拉的也该是宁儿，怎么就会隔着亲哥哥跑到淑妃的梦中拉堂哥？大家不信归不信，但到底是淑妃的喜事，大都给了3分面子，夸她好福气。太后信佛信的深，又有前面喜鹊的意向，她认定是好事，特地从她宫中选几件好东西，没等满月礼就送了出去。只是在凤阳长公主面前，她闷闷不乐。太子何止是皇上寄予厚望，满心满眼看着长大的，我也是满怀期待重视他，他怎么就会如此犯傻？现在好了一辈子，再也回不来了。凤阳长公主轻抚太后的心口，劝慰母后，太子犯成这种大错是他咎由自取，比起其他兄弟，他得了皇兄多少疼爱，竟为了孙请那种区区草包舅父一二维护，咱们只能庆幸发现的早。若等他来日登基，还不知被孙家蛊惑成什么样。皇兄有那么多儿子，怎么就不能选出一个更好的？日后的储君可不是要重新择选，立嫡立长。说起来，最近因为穆国公的军功，云贵妃母子风头最好。太后反问：平王吗？凤阳长公主从前没那份心，东宫换谁她都没有意见，顶多表达一份好意，送上贺礼。毕竟她是长公主，2个儿子都有出息，照样可以凭着优势富贵权势不断。哪知坏就坏在了，儿子自打从军营回来，总是魂不守舍。之后因为穆国公风头正盛，京中多的是人宴请他。他想着儿子跟穆国公去的是同一个战场，期间军功没少立，他不让儿子们攀岩附势，可该有的客套恭维多多少少要有。就让儿子去请穆国公到家中做客，好之后让朝中人记得他凤阳长公主的儿子徐敏文同样优秀。不想儿子不说去请了，还反倒对穆国公嗤之以鼻。他深觉不对，追问之下才听儿子道出实情，竟是洛师谷那场战役有问题，剑南王昏迷一事隐约跟穆国公脱不了手脚不说，按儿子从苏怀那听到的消息，穆国公还不希望剑南王醒来。当时他儿子还让自己想法子救救剑南王，揭露穆国公的勾当，他无凭无据如何去揭露？若那么容易的话，剑南王还用躺在床上？剑南王府的人会看穆国公整天风光无限吗？他出力可会有用？当然绝不能让平王上位，万一日后剑南王一直醒不过来，他们为了免除穆国公名声的后患，他儿子是半个知情人，这必然会是他府中的灾难。平王的话，怕云贵妃这个心要操劳到死，女儿不感兴趣这些国家大事。我就是奇怪，明明是孙晴想害炫儿，炫儿还刻意给了太子机会。这次炫儿刚得了一个女儿，宫中淑妃都吆喝遍了。皇兄之前也说了，不论皇孙还是皇孙女，他都期待得很。到目前就皇兄没表态，是不是对炫儿有疙瘩？第176章，怨他糊涂是怨的。就算在母后跟前，凤阳长公主再得宠，再可以肆无忌惮，该说不该说的事，他懂得分寸。毕竟皇兄当初一登位的时候就不用大臣辅政，
母后直接退居寿安宫养老，哪怕俩人现在商量，一个人选出来，不一定就能估测出皇兄的心思。对于母后问他的平王，他完全说好不成，贬得一文不值也不行。除了当初的元后，云贵妃资历最高，凭当初6宫之权空置无人时，偏偏云贵妃就能收拢后宫妃嫔们的心，就能看出来。若说他不是平王背后的军师，实在是小看他了。越是这样，就说明平王比起自己能独当一面，更需要依赖云贵妃。若一个皇帝日后要事事请示太后，那就完了。凤阳长公主猜他母后不喜欢这样的，所有皇子中，凤阳长公主也就喜欢江训了。到底自小在他府中生活过，见难忘的是他同样牵扯其中。若凤阳长公主忌惮平王得势，伤害他的儿子，江训又怎会不知平王对他的威胁？可惜皇兄似乎因为废太子的事有些埋怨江训，如果没有由头提起就罢了，但江训刚得的女儿，让他这个当姑姑的倒能说上2句。母后，训儿那孩子本就内敛话少，比不得旁人会哄皇兄开心。这件事女儿真不觉得是训儿的错，废太子让皇兄失望，如何也不能是训儿的错啊。太后缓点着头，这是我晓得，你皇兄不会记恨训儿的。你知道他从前将所有心血都放到废太子身上了，他也是人，是父亲，短暂的伤心难过是难免不了的，过去就行了。太康帝的年岁不小了，上次突然昏倒吓坏了太后，这次太康帝又昏了一次。太后是怕这样折腾下去儿子身子就废了，她就是跟女儿瞎聊天，怕自己老了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如今这些皇孙们的品行，问问女儿的意见。女儿没说平王一句不好，提起云贵妃倒让她警醒了，云贵妃不是甩手的主，她帮平王越事无巨细筹谋的越多，说不定又要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孙庆，尤其在穆国公风头正盛的时候。话了，太后拍拍凤阳长公主的手背，表示会提点提点。我回头跟你皇兄说说，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冷落了其他的事不好。东宫，自打废太子的诏书公布后，东宫的太监跟宫女很快便陆续遣调了出去。从前偌大一个锦绣的东宫，不仅变得冷冷清清，人还没走就满庭枯叶落枝。太子妃叶婉清如今已经变成了彻郡王妃，腹中的孩子已到了会踢踹的时候。母家知道他们被赶出京城的消息时，哭断了肠。父亲还准备为他特地向太康帝求情，让他不要跟太子一块离京。只是时至今日，他心中明白，这一回太子是彻底没了转圜的希望。若他不跟去，这辈子俩人都没机会相守了。怨他糊涂是怨的，同时他更轻松了。或许丈夫真不适合当储君。郡王，快10日了，父皇他不愿见你，再不走，说不定我们就要被赶出去了，届时多难看。父皇这次将你打发得远，怕是月余才能到封地。您不为了自己考虑，但是考虑考虑我们的孩子吧。万一路上颠簸，或是耽误了行程，出现意外生在了路上怎行？当日早朝上江衡被废后，便有人一一吞下了他满身的太子福制。他从小就沐浴着储君的光环长大，一应器物全是赐予皇帝的配置，没了太子之位，一夕之间就什么都收了回去。身上仅穿的衣物还是叶婉清托人重新置办的，比较单薄。叶婉清取了一件大氅给他披上。婉清，对不起，我总是让你跟着我受苦，可是我真的想再见父皇最后一面。江衡内疚不已，甚至不敢正眼去看妻子的孕肚。东宫的正门已经封上了，他萧条地坐在后门的石阶上，望着孤凉的狭窄宫廷甬道。江衡没被废前，他从来不曾见过这般人走茶凉的场景，不过这都是他自找的结果。那日他被人吞服的时候，听见德海公公喊太医的声音了。江衡担忧太康帝的身体，知道这一走他再回不来了，所以无比想见太康帝最后一面。因为太康帝始终不见他，这才迟迟等了这么多天。父皇对你失望，才不愿见你，便是见到了郡王，又能跟父皇说什么？我想道歉的话，是父皇万万不想听的。若是想道歉的话，不如去宣王府一趟吧。我跟七七是挚友，他刚生了女儿，我理应给他贺喜一番，也不知道他还愿不愿见我。叶婉清自嘲地叹口气，他原先还想让他腹中的孩子跟苏七七的孩子继续做朋友呢，也是没机会了。江衡满脸羞愧，于情于理他都不能怪江训分毫，不是他企图想害他，自己完全可以避过去今天这下场。难堪的发现，他竟然在走前谁也对不起。若现在出宫去宣王府一趟，我们还来得及出城，再晚云贵妃和淑妃真要赶我们了。叶婉清提醒，她愿意陪着丈夫，可不想临走前受一次恶言讥讽出宫，话出口觉得催得太紧了，缓和。等等我们的孩子出生吧，孩子出生见不到，总要让人报喜回来，说不定那时父皇怨气就少了。江衡明白其中道理，东宫一时进不了新人，他一个被废的太子更不配带，攥了攥拳同意。好，我们现在就走。苏七七听到叶婉清要见他时，他正跟江训哄着阿瑶，小姑娘的脾气一点不比当初宁儿小，哭了不哄她能一直嚎。由此他和江训一致认为，他们女儿未来一定鬼精灵，这么小小的年纪就知道用哭威胁大人了。苏七七是想见叶婉清的，他们之前也合得来，一走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想见就见吧，对于即将要走的人，
江训不用防着任何机会。江衡也要见他，他同意了，这只能表明他足够坦荡。苏七七和叶晚清在双仪阁见了面，俩人先是无言地看着窗外，宁儿和文儿在葡萄架下互换礼物，依依惜别的场景。第177章太后维护江训说教太康帝。宁儿堂弟这个香囊给你，日后就不能陪你过节了，让他陪你过吧。文儿所有的东西大都是宫廷按例分发下来的，虽不至于像太子那样不合理制，可都觉得不适合送。手中的香囊是他母妃做的，跟当时他第一次跟宁儿交换的香囊一样。他提前送了宁儿弟弟，等过节的时候就不会怪他没给了。我过节那天拿出来看，文儿堂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宁儿准备的不只是香囊，还有一盒一家4口的积木。他有了妹妹，就去问小舅要了一家4口的积木，等妹妹长大了拼给他看。文儿堂哥也要有一个新玩伴了，希望等文儿以后拼给他的弟弟或者妹妹看。俩人互换了礼物都很开心，不过当一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哇的一声，两个孩子抱在一块齐齐痛声哭了起来。宁儿堂弟，我舍不得你。文儿堂哥不走好不好？苏七七和叶晚清见了纷纷红了眼睛。苏七七握住叶晚清的手安慰，可别哭，哭一次就忍不住下一次，腹中孩子会感觉到的，肯定要闹你。你一路要走那么远的路辛苦着呢，要开开心心的当游山玩水了。叶晚清反过来劝，我想哭泪还没流出来呢，你都挂珠子了，也别哭，坐月子最忌讳眼泪了。他拿着手绢轻轻的给苏七七擦了擦，一番话很是由衷。走之前你还能见我，我们能跟以前一样，我很满足了。七七，今天我们开开心心的道别就好。叶晚清不想跟外面的俩孩子一样跟苏七七抱头痛哭，他们俩人现在谁都不适合大哭。擦干了苏七七的眼泪，他逗了逗刚睡醒的阿瑶，给了他一个金锁，当提前祝贺他满月。江训和江衡在府中的前院闲走，江衡率先开口，六弟对不起，明明知道是舅父的错，为了保全孙家，还是想将案子栽赃到江训身上，就因认为江训得到的惩罚不会大过孙家。事情败露后，才清明的想清一切是多么的可笑，如同父皇最后给他的封号，他昏到极致，居然给了一个撤，何其反讽。江训没有回答什么，他既不能说没关系，也不能说他会记一辈子，总归自食恶果的人才知道恶果不能下咽。淡淡道，一路平安。江衡离开上京前，除了去过一趟宣王府，谁都没有送他，走得算悄无声息，但更给了一些人心思浮动的机会。云贵妃让人准备了5万两银票出来，交给平王，让他小心送出去。段年罚是被罚得重了些，命还在不是，如今有你岳父的威名撑着，你再将本宫安抚他的钱送去，告诉他前程是耐心等来的，只要他踏踏实实的，未来有他被提拔回来乃至更登一层楼的机会。段年先前递了指认江衡捞孙雨生的信，后来紧赶慢赶到了上京。太康帝听他151讲了当初的事，尽管中间有段年和云贵妃的设计，但在他的地盘，他能将证据清理得一干二净。目前唯一拥有证据的也就他本人了，那些证据该用来干什么他很清楚，他不怕太康帝怎么给他重罚。多年来他自己不是没有人脉，只要平王上了位，他有的是机会回来。云贵妃都不敢卸磨杀驴，最终挨了100大板，连贬5级革职察看。云贵妃还没有大权在握，此时不是斩草除根的时候，他还有时间看段年的忠心，能用的狗就留着，不能用的拖到有能力随意处置了，也不怕他狗急跳墙。平王将厚厚的银票收进衣服内衬之中，他慎重对待，母妃放心，儿子会好好跟段年交代的。平王方要走，猛然想起一件事，说笑给云贵妃，母妃，儿臣听说最近淑妃在宫中天天神神叨叨的，什么梦见小堂哥拉着喜鹊妹妹，他到底是想让父皇高看江训，还是另眼相看江辉？父皇从前经常会因为太行宫的事召见江训，现在太行宫快竣工了，按理说父皇更关心才对。可我听说父皇自打太子被废，再没见过江训，就连早朝都没主动跟江训说一句话。云贵妃不屑一笑，你管他干什么，哗众取宠罢了。皇上不喜欢江训，对我们便是大利。剑南王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趁着皇上身体也不好，要通知你岳父赶着最近的风头，煽动朝堂把重立太子的事商议起来。你有了东宫之位，一切才是值得的。平王，儿臣谨记。太康帝这次病得实在太重，早朝照常上，但一回来就要在床上躺着，奏折都堆到了床边。太后来见太康帝，见他刚捂了颗药，进嘴送水下肚，他一脸愁绪上来关心又吃的丹药。太康帝低低笑道，太医开的药见效太慢，儿臣近日夜夜多梦，实在难安，没多吃母后别担心，这种药多不多吃我都不放心。太后就着人搬来的圈椅坐下，他也是从儿子这个年纪过来的，知道已经是力不从心的时候了。恒儿走前你既不再看他最后一眼，又不让他来跟你辞别，人走就走了，别为难自己。你想想，废了储君，他还有一个郡王傍身，比寻常人家父子断绝关系的好太多了。过几年若想他了，便召他回来见见，怎么不能过下去？想要一个好储君，你又不是没别的儿子。太后，母后说的是，
儿子受教，太康帝温驯听从。太后话锋一转，你若已经这么想了，那我就可要说说你的不是。萱儿女儿生下来10多日了，淑妃开心的不行，还说做了好梦，满宫的报喜。你这个父皇和皇祖父怎么做的？我瞧你跟不知道一样。太康帝心虚的笑笑，哪能不知道？淑妃不敢常常来我这叨扰，但她炫耀的满宫都是。您也就听听笑话得了。我那小孙女拉也该拉你儿手，平白无故2个娘胎里的拉什么落儿的手？无非是淑妃偏疼花儿看不见炫儿。啧，太后挑眉，那你偏疼恒儿的时候看见炫儿了吗？越说我越觉得炫儿可怜了，爹不疼娘不爱她，更没做错事。恒儿走前还主动去宣王府了，他俩都能在面对面，不分青红皂白，你就把炫儿给恼上了。你还笑话淑妃偏心，我看你也够呛。太康帝不认同，母后，我那跟淑妃一样吗？我是想让恒儿当一个合格的储君，淑妃她是什么？皇上，钦天监来人了。宣太康帝。钦天监的人紧跟着德海进来，刚到跟前来人拱手下跪。皇上，宣王大喜。第178章，宣王妃苏七七。太康帝来了兴致，盘腿笑道：朕就几天没理他，可没一天耳边消停过他的消息。怎么宣王又有什么大喜事了？竟然惊动了你钦天监？钦天监的大人一脸神圣敬畏，拱手回答：当年从钦天监推测出宣王未来10年不宜大婚，否则于妻而不祥。皇上那时忧患宣王终生大事，一直让臣上心寻破解之法。臣无能几年，未能想到周全之法。不想臣近日夜观星象，发现一道流星划过宣王的命星，骤然带亮了旁边的小星闪耀。这颗小星对应的就是当初宣王微弱坎坷的婚事。如今这颗小星受流星牵引点亮，宣王婚事无碍了。怎么就来的流星？偏偏就是他划过来，宣王的命格改变了。流星是什么意思？太后最信天象佛说，觉得钦天监将士说的奇乎，她只感兴趣。银汉迢迢，雀鸟报喜，一切可能早有预兆。钦天监的人得了将训的授意，只要解释好他的命格与娶妻无碍就成。所谓的缘由不必太过认真，只要认真的不是他们，别人便会当真。闻言雀鸟报喜，太后想到当初那成堆的喜鹊，再一联想到还没见到的曾孙女江瑶，只合掌念阿弥陀佛，认为贤喜而来的孩子总是最吉祥的。太康帝这会儿隐隐约约想到前些年的事，有了宁儿这个孙子后，为着赶紧给那时的江训娶一个正妻，是让淑妃寻看了好多家姑娘，最终定了工部尚书府的，不曾想命格出差错了，姑娘落了水伤了身子，江训从太行宫的屋顶上摔下来伤了腿。那时他曾有些内疚，便让钦天监一定要研究出解决的法子出来，后来一直没有消息，连他都忘记了这茬事。太康帝心中并不会对钦天监的话起疑，作为帝王，他从前也需要些上天的介入帮忙，钦天监存在至今并非浪得虚名。况且他不会想到敢有儿子收买很少才能用得上，用一次还只用在自己婚事上的钦天监。但凡今天钦天监说的是江训和东宫云云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将钦天监和江训大吃一通，疏离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才是拿他当傻子。太后哎呦一声感叹，苏氏自己就是个伶俐的，生的俩孩子也讨人喜欢，和旭儿俩人这么些年了，我也没听旭儿有其他事情，说不定俩人关起门来过得好着呢。既然旭儿婚事无碍了，不如你再问问旭儿的意思，要是他对苏氏当他的正妻没意见，便给俩人下旨吧，当补偿他们近日遭受的流言蜚语。太康帝颔首，成，儿子午后就让宣王过来。在太康帝喊江训进宫前，他已经收到钦天监给他的回信了，说事情办得很顺利。苏七七生了江瑶没几日，凤阳长公主记着苏七七当初为何担心的好，提前过来瞧了瞧他和孩子。那时太康帝已经为太子的事无端牵了江训的火，他担忧苏七七别刚生了孩子，因为这事急到了，同时也想跟江训暗自交个底。他儿子和苏怀都是知道剑南王被穆国公暗害的知情人，既然阴差阳错掺和了进去，穆国公和平王云贵妃之流，他已经不放心看着他们前程似锦风光无限了。凤阳长公主不介意将训寄于那个位置，太后那里的话就是他给江训尽快消除和太康帝隔阂的引子，让太康帝自己想通对江训的不公平对待，或许达不到他心中作为父亲的愧疚感，但太康帝孝顺，现在唯一能跟他大小尊卑不论的也就只有太后。凭太后多年的人情世故，总会对太康帝不曾察觉的内心一击即中，所以太后去主动帮江训说话，是绝对没有吃闭门羹的可能。江训便能安心的在此刻让钦天监去通知太康帝他的命格无碍，最后娶苏七七为正妃的事就可以十拿九稳。御书房内，太康帝用了午膳后起床走了会，江训将竣工的太行宫图纸交上去，太康帝简略的看了一番，推到一旁，说起他的婚事，孩子都已经有2个了，再没有正妻就不像话了。江训，儿臣不敢，宁儿和阿瑶都是儿臣的亲骨血，儿臣不敢让他们出事，更不想连累旁人。他表现的还不知道钦天监的话，婉言拒绝。
太康帝，钦天监已经来跟朕回禀了，你府中妃据一只小喜鹊，命格之事已经无碍了。朕正想问你心意变没变，是让苏氏直接做你的正妃，还是让朕给你聘一个高门贵女？若你有了选择，不管哪一个，朕都如你的愿。江训念情道：苏氏陪了儿臣多年情谊不可计量，如今又为儿臣生了一子一女，若儿臣真有幸能不受命格所辖，愿意娶苏氏为正妃。成，既然认定了苏氏，朕立刻为你们下旨。太康帝让德海公公拿了一卷新的明黄圣旨，当即书写起来。封妃的圣旨由德海跟着江训一道回府宣读。苏七七当时正抱着女儿，月子没出就被免了贵礼。只听到宣王妃和苏七七三个字联系到一起时，他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开始犯傻了。江训的克妻人设呢？王爷，宣王妃要领圣旨，苏七七怀中的孩子早让绿萝爆开了。直到德海公公走后，他一遍遍地指着圣旨，再指着自己确认。江训从他的手中将圣旨摊开，拉着苏七七的手摩擦过宣王妃，再摩擦过苏七七。圣旨上的字并不如刻字有凸起之感，但俩人指尖划过的地方，没有人能忽略掉。江训拥着苏七七的指尖停顿住，呢喃问道：宣王妃可还喜欢？喜欢的。苏七七真情实感的回答，这可不就是当初他目标的正轨？江训，命格我已经找到机会翻过去了，所以你堂堂正正的可以做宣王府的女主人，我的妻子。七七，我们还会有更好的未来，带着我们的宁儿和阿瑶一起。苏七七第一次听江训跟他许未来，未来他当然知道了，可是他有点担心那时的江训了。第179章，你父皇他身体不好了。星号。土桥村，徐敏文和苏怀办做一般卖货郎的模样，从村口扛着准备的小吃物件走村吆喝。徐敏文嘴里一口卖货郎的味，眼中却观察着四周。发现不对后，他跟苏怀低语：瞧见没，这村子莫不是发了？半个村子到处是扒墙头盖新房的。那就没错，苏怀对怪异之处有了数。之前苏怀和徐敏文一直暗查穆国公在军营中拉拢的将士，猜想他们有什么见面的法子。可俩人暗自监视了穆国公府许久，都没有发现一点线索。后来还是经过江训提醒，想到穆国公肯定会对被他拉拢过来的将士进行奖励。不出所料，期间穆国公府多次有人带着大量银子暗兑铜钱。要知道银子昂贵，民间最大流通的便是铜钱。穆国公定然是怕直接给银子，更会暴露他曾跟有些人合谋的不轨事，铜钱就没那么惹眼。可惜穆国公不知道江训的手段，梁郎是个生意人，钱庄同样不少。这么一来，很清楚穆国公兑了大约1万两的铜钱。跟着这些铜钱的去处，苏怀和徐敏文找到了土桥村一类的村庄，发现穆国公的铜钱都悄无声息流进了村子人的手里。他们在按照军名册上的户籍姓名查找，很快便锁定了被穆国公收买的军户。卖货郎给我称6斤炒栗子。苏怀挑的扁担上卖的是吃食，闻见有人吆喝他，做的一副生意上门的殷勤样。他将担子挑到跟前，一手忙称栗子，一边闲问：大哥，我瞧这处正气墙的房子是您家的吧？房子正盖着，还往家中买这么多栗子，您真大气。那是，如今腰包鼓了，不吃点喝点，怎么对得起自己？一高高壮壮，唇下胡须不多，长着吊梢眼的男人，捏爆一个栗子扒开就往嘴里塞。从他身旁路过的人都客客气气的，不忘喊他一声豹哥。后面的徐敏文庄遇到大方客人了，见他家门前搭有妇人的衣裙，他凑上去摆弄货箱。大哥买只簪子给媳妇吧，真是好本事啊。豹哥被奉承的叔父从口袋里掏钱，神情倨傲。现在的卖货郎越来越识趣了，赏你嘴皮子的。一把铜钱像撒豆子一样撒到了徐敏文的货箱里，徐敏文高兴的捡着钱嘴里卖惨，故意套话：现在生意难做，嘴不甜赚不上钱啊，不像这位大哥，您又是盖新房，又是有余钱吃喝的。大哥您是做什么的呀？男人随口道：军户。徐敏文那边继续夸有本事，苏怀这边接话问道：是这批打西戎的回来的吧？早听了大军神勇咱们皇上开心，肯定赏钱多。何止？徐敏文又接着与有容颜的炫耀：我听说这次军中穆国公最本事，剑南王差点回不来，还是穆国公救的呢。大哥您要是跟的穆国公的队伍，那保准是最厉害的。我上次可衰了，挤到城门都没机会看上穆国公的面，这要见上一面，说不定1年都有好运。战场上的事跟生活在安定环境的百姓到底离得远，已经出现了好多穆国公各种优于剑南王的版本故事。你小子有眼色，我还就是穆国公队伍里的，别说穆国公想见就见，他还知道我全名王风暴，咋样老子混得还成吧？王风暴被越捧越高，对2个卖货郎并不设防，大致都在吹嘘他在穆国公跟前是多么的青睐。若在身的王风暴也有着心眼，愣是不多说一句，让苏怀和徐敏文最多打听到此人跟穆国公有些勾当没跑了。豹哥，张先生来了，都到村口了。王风暴好不容易带到2个新人，还想吹嘘点别的，
一听张先生，立马换了欣喜模样，催着来喊他的人带他去迎。苏怀和徐敏文一听张先生，俩人齐齐往村口看，远远的苏怀就认出了那张先生是何人，正是穆国公身边的张谋士。俩人曾跟张谋士打过照面，不能轻易让他认出，紧忙的收拾货箱，挑着躲开了张谋士。王风暴将人请到家门口，想说给张先生扒2个栗子吃，一见俩卖货郎全走了，脏话都骂出了口。俩卖货郎也值得你上肝火，这房子盖得惹眼啊，回头扒了他。张谋士摇着手中的羽扇，眯着眼打量这刚新砌的房子。土桥村顾名思义，桥都是土搭的，敢盖这么打眼的青砖房还不止一家，就算地方偏僻也不安全。王风暴不舍，这都快盖完了，咱兄弟们跟着穆国公部就是想有2间青砖房，您当初也这样答应的，扒了钱全打水漂了。可穆国公少给你们一个童子了吗？不是不让你们花，要花的低调，谁战场上回来就盖房子的，你当你横着回来的？张谋士轻轻抬眼皮，话语一软，我这次来可是给你们安排正军功的好差事来了，这次办得好了，不只得钱，还能得官。前提是你们谁想去，就必须把房子扒了换回原来的。什么差事啊，还能得官？王风暴眼热，忽觉几块村里的破砖房没什么了，招着手不仅让人将自己的房子扒了，还让其他人的也赶紧扒掉。张谋士在一声声倒塌的房屋下，轻轻吐出俩字：剿匪。苏怀和徐敏文回来后，便在剑南王府将土桥村的见闻说给大家听了，确定他们就是穆国公收买的同党。林峰若一一抓住，各种刑罚一上，必然有紧不住嘴的。江训不认同，刑罚用重了，只会让他们有理由说是屈打成招。而且今日早朝穆国公跟父皇主动请命去剿匪，父皇让他随意调动之前用得惯的将士，他都已经如此风光了，何必出去剿匪？更何况剑南王慢慢好转的情形一直有消息外流，若因为他一时对付不了我们层层保护的剑南王，我猜他也不会坐以待毙。苏怀，你去查查穆国公这次剿匪带出去的人是不是就有他之前的同党？苏怀，是。徐敏文，六表哥，你是怀疑穆国公要斩草除根？江训，万事不能掉以轻心。云贵妃宫中，母妃，剑南王府放出来的消息邪乎，眼看着剑南王说不定哪天就醒了，岳父就算杀了那些将士也不成啊。父皇信任剑南王，万一剑南王说了什么，父皇说不定就信了。平王心里恐慌，如今的发展和他母妃当初给他设想的不一样，若除去太子江训遭父皇厌弃就罢了，哪知没多久父皇不仅跟江训表现的啥事没有，还帮江训立了宣王妃，这不是更让江训往他头上动土？你父皇他身体不好了。云贵妃沉沉来句。第180章苏七七。剑南王妃阳下平王妃。云贵妃走到软榻前倒了杯茶，眼神虚望着空寂寂的店门，轻抿一口。吃了上次太康帝昏倒，内宫无一人知道是为何的亏，云贵妃心中辗转反侧。她和太康帝年纪相当，这些年有元后、继后、淑妃乃至更多的艳艳莺莺，你方唱罢我登场，云贵妃内心清楚，哪里有精力跟这么多人斗。因此在继后没倒台前，她过得深居简出，与人为善，终于挨到了自己的出头之日，身子保养的还成。太康帝就不一样了，他有日日处理不完的朝政，后宫尔虞我诈，而女仗那么多劳心劳神的杂事堆积起来，铁打的人也吃不消。云贵妃就从六宫的采购和动向出手，果然发现了不寻常。太康帝竟然在吃丹药，若连太医也不信了，一个帝王偷偷摸摸的吃起丹药，身子定然亏损严重。太子、顺王等等这些他儿子过眼云烟的竞争对手，虽并不能因为战胜了他们直接让儿子入主东宫，可他们的不争气伤了太康帝的身子。云贵妃和太康帝夫妻几十载，并不是不心疼他的身子，但若因为这个男人没有把最好的东西考虑给他的儿子，他只有不择手段的去为儿子争，中间出了差错又怎样？总归他的时限不多了。云贵妃沉着的抬手缚住儿子的双肩，笃定不已：不用怕，你父皇活不长了，你岳父即将领兵出城，一切都会尘埃落定的。平王听出什么不得了的意味，不住的颤着唇接受可怕的计划。东宫未缺后，有不少人上折子让太康帝立太子，其中大皇子平王的呼声最高。穆国公又在此时主动领兵去夔山剿匪，云贵妃掌管半个后宫，无疑平王的风评与势力都是最好的。可是太康帝的父皇江家皇室祖辈从没有这样选拔储君的标准，反而这更让他忌惮。一个这么受君臣信赖的儿子突然异军突起，对太康帝来说并不算喜事，倒也不难办。平王党要的是平王受他看重，他便上朝时在朝堂上提他一两句，下了朝留他说说话。别说是迷惑一些平王党，就是平王也被迷惑的以为自己对他看重有加。从前彻郡王若有你3分勤勉，也省得朕费心了。平王一听是和江衡这个从前太子比，受宠若惊。儿臣的这点勤勉都是父皇教诲所得，不值什么。太康帝听到儿子的奉承，只摇头笑笑。他刘平王在御书房看会了折子，
允他可以拿纸笔就着折子上的问题批注。平王对折子的问题倒也言之有物，不过一切太过浅显，例如一地官员为非作歹，甚至官官相护。他给出应亲自前往调查，一经查到证据，便将人直接革职关押，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懂得为官清廉，恶官必诛的道理是应该的，可他给的前提是这个恶官手中有更多的恶官同党。他抓到的恶官只是恶官中的最底层，且需要利用此人由浅到深，将壮大的枝藤全部绞杀才成。他竟然只为在当时赢得一方百姓的赞扬，不顾其间的盘根错节，轻易惹起风吹草动，让往后的证据再难收集。太康帝忽然觉得他母后曾跟他说的话不错，平王要有储君之能，云贵妃占一半大功。让平王离开时，太康帝既没有违心的去蒙骗夸耀，也没有过分责骂，终归没有对他期望太高。穆国公即将再次出征，刚得胜回来的大将军亲自请任剿匪，放在哪里都会被夸忠臣悍将。为了不薄待这个悍将，太康帝特地举办了宫宴为穆国公送行。苏七七和江训是受邀行列，而且苏七七的月子已经坐满了，他不用怕见风受凉。知道今天的重要人物是穆国公，苏七七压根不跟平王妃有牵扯，平王妃却刻意在宴席没开，命妇们都在偏殿待着的时候上来跟他攀谈。宣王妃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瞧着气色不错。这还是苏七七成了正妃后第一次被人这么公开场合的喊王妃。他回笑，平王妃谦虚了，今日是父皇特地为穆国公办的送行宴，论喜事我可比不上您。六弟妹也会跟我说面子话了，我父亲为大晋出征是好事，可我这个做女儿的到底满心舍不得。刀光剑影的那么危险，勇武如剑南王他至今还昏迷不醒，我心里担心的紧。剑南王好多了，您没听说吗？苏七七恍若听不懂平王妃的弦外之意，故意好心道。平王妃脸色一僵，瞬间又恢复如常，显得一脸惊讶似不信。这么大个好消息，怎么都没通知宫中啊？若剑南王醒了，今日父皇该为剑南王庆贺才是。他往四周找寻，我怎么都没有看见剑南王妃还有玲珑郡主的身影。平王妃嫂嫂找我跟母妃核实，玲珑从平王妃的身后扶着剑南王妃过来，俩人立在平王妃跟前，将她吓得不行。玲珑见她心虚的模样，笑道：怎么了，平王妃嫂嫂？我跟母妃是鬼不成，让你吓得都花容失色了。剑南王妃轻嗔女儿，多大的姑娘了，说话还没大没小。她回过头来跟平王妃和颜悦色，平王妃别见怪，这丫头没大没小惯了，方才听你问起我家王爷，难得你年纪轻心思这么灵巧。我家王爷快大好了，想当初我家王爷那条残命还是穆国公救的，等他能够走动，我一定让他去穆国公府道谢。剑南王现在已经有了苏醒的意识，只是昏迷的时间太长，醒来后人还未完全清醒，什么话暂时还问不出，但为了让云贵妃这群人着急每日都有口风出去，平王妃方才就是想套苏七七的话。现在碰上了剑南王自家人，剑南王妃说的还甚是可信，吓得平王妃心头狂跳，勉强维持面上的镇定。爹爹常教导我出手不求回报，剑南王妃客气了，不多打扰。剑南王妃、宣王妃，你们聊。苏七七送别了平王妃摇摇欲坠的背影，回头比赞：王妃厉害，您亲手种的种子比外面的风声埋的还扎实。第181张旋儿，可要朕给你一个机会。平王妃可以理解成是剑南王妃和苏七七合谋在诈他，反过来他们的话也是最可信的。不管平王妃往好了想或是往坏处想，都让他寝食难安。从偏殿走开，平王妃就去找云贵妃了。他还将刚才的话一五一十说给了云贵妃听。云贵妃让他沉住气，怕什么？若剑南王真好亲了，今日来的就不是剑南王妃母女了。席上王妃的气度给我端好了，别问题没出，自己先露出马脚，等你父亲妥善出了金本宫的计划，就成了一大半。未来皇后的位置有你坐上的一天。平王妃清楚如今没有回头路，压下恐慌，点点头。宴席上，太康帝自己敬了穆国公一杯酒，又让平王敬了穆国公一杯酒，话里话外让平王和穆国公学习。今日宴请的除了皇室自家人，还有朝中大臣。本以为太康帝将平王夸成这样，最后怎么都要来句寄予厚望，不想太康帝直接戳破了平王的幻想，感慨起来，说来夔山也巧，南面正好接壤凉州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等穆国公将夔山的山匪给剿了，朕瞧平王日后的封地就定在那处吧，继续继承穆国公的本事，保卫一方安定。这阵子平王经常受到太康帝的召见，朝臣认为是太康帝听进去了他们的意见，想要选近日风评最好的平王立储。有些摇摆不定，想则有前途依靠的，都在这段时间暗暗跟平王走了关系，就等着跟平王一飞冲天。今天更是个好日子，平王的岳父即将外出剿匪，太康帝说不定就会提前宣布了平王的储位。但结果竟是平王不仅没进太康帝的眼，封地还让太康帝想好了，那之前的一切算什么？苏七七惊呆了，太康帝说的话说是不给平王面子吧？别的王爷郡王封地还没影的事，提前给他安排上了。说给面子吧，那完全又是告诉他，儿啊，储位别争父皇不想给你。
不惦记就算了，惦记的说给谁听谁不报。平王没让苏七七失望，他斟酒的手怔怔的停在半空，酒一出杯子哗哗的往桌子下流。穆国公使劲朝女儿使眼色，才让平王妃暗拉了拉平王的衣袖，没让他失礼太严重。云贵妃脸色不太好看，她已经不希冀从太康帝的嘴里听到他有打算一平王为楚的话，至少不能让平王在群臣面前失了颜面。这么一番话说出来算什么事？不是明白的告诉众人，他儿子和楚魏无缘，在敲打支持他儿子的人吗？一殿寂静，半数人脸色菜青，太康帝当作没察觉，主动活跃气氛，继续敲打。怎么了？有谁不满朕先给平王封地吗？若你们哪个能和平王和穆国公一样，朕也给你们提前选封地。穆国公劳苦功高，本来这一仗打完该好好休息的，让鲁将军去剿匪也成，毕竟他对山匪有丰厚的经验。再不济苏怀和徐敏文这样的年轻人也成，总要给他们历练的机会。但朕实在没受住穆国公报国之心，撑不住他的哀哀恳求，所以朕后代平王和穆国公又怎样？云贵妃你可有意见？太康帝每句话都包含深意，且无一例外是针对平王的。他拿穆国公和鲁将军对比，又有苏怀和徐敏文这样可用的年轻人，无非是说，即便穆国公不主动请命去剿匪，他同样朝中有人可用。他喜欢能臣、忠臣，可以为这些臣子的丰功伟绩夸赞封赏，但绝不喜欢杨凤因为用点成绩就威逼他做决定的臣子。云贵妃哪敢这时候忤逆太康帝，只能硬着头皮说不敢。穆国公和平王要想好好的，也只能装糊涂，齐齐拱手附和。送行宴结束，穆国公双腿发虚，平王失魂落魄的往云贵妃宫里去。苏七七和江训被太康帝叫去了他的寝宫，今儿宁儿和阿瑶俩孩子都带在身边。太康帝抱着粉嫩嫩的江瑶，自行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小倩儿，跟你哥哥一样喜欢玩朕的胡子。阿瑶哪里听得懂太康帝跟他念叨叨的一大堆话，拽了几下觉得没意思，打了一个哈欠，闭上了眼睛。太康帝将阿瑶还给苏七七，对着阿瑶点评道：像杏儿，这么小点的孩子居然一点不闹腾，沉稳得很，不就跟江训一样吗？如果苏七七知道太康帝说的像江训是指性格方面，那他承认阿瑶是没宁儿自来熟。不过阿瑶可不会对熟人客气，那是没闹腾起来，闹腾起来还要说像江训，才说明太康帝这个父亲算称职，至少还知道江训在襁褓中的模样。今天听懂朕跟平王说的意思了吧？太康帝不避讳苏七七，当面问江训。江训自始至终就没想过平王会入太康帝的眼，他记得平王未开府前祭后忌惮平王庶长子的身份，想丫丫还只是大皇子石平王的风头，给了他一个差事，让他领着他们这些皇帝皇妹们一起准备个节目为父皇庆生。可惜时间短任务重，节目是排出来了，中间难度太大，一些皇妹体力不支，直接倒在了台上，年纪更小的皇帝当场席地而坐哭了起来。一个兄弟姐妹的指责是小事，一群人的指责就成了平王的错。当时不知季后许了什么好处，让平王如此急功近利，江训都受了点轻伤。好好一场寿宴尽是哭声，平王还在台上呼斥，惹得父皇当时分外不耐。见微知著，他就暗暗打量出平王这个兄长心思浅薄，有亲母妃在跟前，居然还能被季后骗到。江训实话实说，朝臣明面上劝父皇早立太子，暗地里以穆国公为首已经不算劝了，是暗暗逼迫父皇并不主意平王为太子。您再给穆国公和平王停手的机会。平王是朕的儿子，朕给过他机会，他确实不适合，又不想给他空欢喜，且看他知不知道回头。太康帝乏力地扶着身后的圈椅而坐，再抬头，目光所思地决在江训身上，寻常问道：训儿，可要朕给你一个机会？第182章，阿瑶竟然看他一眼就害怕。太康帝的经历大不如从前，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来的。这时的地心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想趁有限的时间选一个合适的人出来，不至于日后出现乱子。不过不到最后一刻，人选如何还是未知数。江训迎着太康帝审视的目光，面容上丝毫没有躲闪。他拱手多谢父皇。太康帝会心笑笑，而后摆手说要歇息。江训便带着苏七七和孩子们出宫。殿内德海公公端着碟子给太康帝奉上一碗参汤，他又令从旁捏起一颗金丹。太康帝推开送来的药丸，不看一眼，日后不吃了，别往跟前送了。他是时候心态平和地接受一切。听到这话，德海公公明显松了口气。穆国公那边就要出征了，苏怀和徐敏文查清穆国公要将那50个将士都带出去，这一去便是凶多吉少。俩人商量好要一起秘密跟着。今日来是跟江训和苏七七辞行的，你们可有人手帮助？苏七七算这一行的危险，穆国公带来5万的人马，去的魁山又尽是盗匪。苏怀和徐敏文的目的是带回几个能够揭发穆国公恶行的将士，这50个将士很容易被穆国公暗中杀害，或是送进魁山盗匪贼窝。江训，我让江河给你们安排些暗卫。徐敏文，暗卫我有，我娘给我300人手，我和苏怀多用点脑子，就回几个活口不在话下。双拳难敌4手，
玲珑跑来，从袖子里掏出来一块黑色令牌，他捏着令牌仔细介绍：“这是我剑南王府的令牌，哥哥已经往建安通知爹在家中的副将了，只要拿着这块令牌，随时可以调遣他们。”徐敏文上过战场，但没有独自带军一呼百应的机会，伸手便想接来。玲珑往怀中一收，剑没让徐敏文抢去，才重新送到苏怀手中。苏二哥谨慎，你拿着。徐敏文，怪他方才不矜持。苏怀接住沉甸甸的令牌，满口答应。郡主放心吧，苏怀不负重任。重任是重任，令牌是我亲手交给你的，你记得亲手还我，缺了一角一料，你都完了。玲珑不掩担心，以前他知道爹爹很厉害，每次都能大胜而归，所以连送爹爹出征都是他最开心的事。现在有了阴影，这才体会到别人说的生死难料，没忍住眼泪，玲珑又不想在众人面前失态，他扭头跑开了。苏怀心头像轻轻落了片什么，贴上去怎么都接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怪异的感觉是什么，下意识的反应就怕玲珑真哭坏了，脚步还徘徊的不知道该不该追去，一回神就看见苏七七给他使眼色，一点眼神像给了苏怀理由，二话没说追了上去。徐敏文摸不清状况，只记得玲珑小时候很凶悍，要是他哭被人撞见又被笑话了，他要先把笑话他的人打哭，陪着他一起。为苏怀瑟瑟发抖，玲珑哭他都敢追去看，不怕挨揍。苏七七要是以前他在二公子院里做活，肯定没后面剧情的事。拉着江训往店里走，很有良心的跟江训道了一个歉：“王爷，对不起。”事实证明，温度高了，冰坨子总能化，可不能强求朽木发芽。江训顿住步子，深深端详起苏七七，之后风轻云淡：“原谅你了。”苏七七不满，过分的体贴是敷衍，你都没问我干什么，跟你道歉。江训有理有据的辩驳，七七道歉的态度很诚恳，刚才道歉的情绪也并不深沉，应该是我能接受范围内的错误，但凡能原谅的，再去计较争吵，很浪费时间，所以我的原谅并不敷衍。苏七七，江训这该死的情绪稳定，还挺有安全感。进屋后，江训反手关门，反思的仿佛特地在为苏七七排忧解难。七七嫌弃过分的体贴是敷衍，那必然是受了极大的委屈。今晚咱们早点睡，天明应该会很长。苏七七，天明。太康帝现在的心态已经摆烂了，不会忌讳儿子儿媳们开始到宫中给他试吉。每次说是试吉，不如说是他在每个儿子中考察合适的人，因此除了江训、贺王、张王，还有其他的郡王都有被太康帝召到跟前，当然不包括早让太康帝纳入弃选行列的平王。正巧赶上连淑妃的10郡王都比平王在太康帝面前受宠。平王满心委屈无处宣泄，跑到云贵妃宫中就猛发了顿牢骚：“母妃，我就不明白父皇是怎么回事，明明之前待我亲近的不行，突然就在岳父的送行宴阴阳怪气的发作起来，现在对我日日疏离不说，您知道吗？就因为父皇随口提的凉州，想让那里做我的封地，不知哪个走漏了消息，竟然就有凉州的大小官员合计来巴结我了。未来我难不成还真去那个凉州窝着不成？母妃您帮帮我。”眼看着剑南王快好了，就算大错在岳父身上，他愿意顶全部的罪责，他总是我岳父，父皇知道了不会不多心的。平王跪在云贵妃的面前，情绪激动，面色怒红，长子战不了敌，外戚没有功，若是当初因为这些他没有优势便罢了，现在他方方面面比别人好，还偏坐冷板凳，俨然被太康帝忽略的沉不住了气。云贵妃让他稍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父皇愿意见你那些兄弟，便让他见，他见得多不是更说明哪个都没相中吗？等什么时候见不动了，这个后宫母妃还做不了主。平王蜷起按在地上的双手，赤红着眼：“母妃，你有计划了？你当你岳父只是出城剿匪吗？”云贵妃弯身将儿子拉起来，多年伪装的和善一夕破碎，他手中的将士才是咱们母子必赢的宝。这阵子太康帝照常让儿子以市集名义到宫中，不想太后身子更加孱弱，让夜晚的冷风一吹人就起不来床了。后宫后妃人士很多，若分好了顺序，一人一天去太后宫中市集10天半月都不带重样的，云贵妃却主动提出让外面的亲王妃还有郡王妃陆续进宫，说宫中的妃嫔都年纪大了，去了太后宫中暮气沉沉的也不得喜，没有年轻人精气神足还能捡宫外的新鲜事说说。淑妃哪里能反驳这个心思，心想太后年纪委实不轻了，再凑到跟前累到自己也得不到好。后来又考虑现在宫中实在丧气得很，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她生怕自己染了晦气，就把苏七七叫来前，让她将阿瑶带进了宫。当初喜鹊的事是她做的手脚，可她没想让喜鹊往苏七七身上飞。她想喜鹊报喜不是空穴来风，抱抱阿瑶总挡些灾。云贵妃彼时正在淑妃宫中商议6宫的琐碎事，苏七七抱着阿瑶进来，云贵妃难得见淑妃对江辉以外的孩子这么喜欢，她跟上去想逗逗孩子，瞧瞧这孩子喜在哪里，我看看阿瑶。不想阿瑶看她一眼后猛地大哭起来，苏七七吓到了，
阿瑶再不待见生人，只要不强行抱她，她是不会甩脸子的。淑妃阿瑶见多次了没问题，云贵妃不过走来，阿瑶竟然看她一眼就害怕。第183章，阿瑶很会捉弄人。阿瑶哭后一直哄不好，云贵妃被臊得没有面子，匆匆离开了淑和殿。淑妃又经不住阿瑶的闹腾，便让苏七七把孩子带了回去。回府后，阿瑶突然发了高热，这是苏七七从没经历过孩子这么小就生病的一次。她递了消息给府衙中的江训，江训很快赶了回来，见到无法和尚正在给阿瑶看病，指尖被银针戳了一滴血珠出来，阿瑶疼得嚎啕在苏七七的怀里，挣扎下连苏七七发髻上的珠钗都被扯了下来。江训赶忙上去接过阿瑶，抱着她颠哄了一会儿，直到阿瑶手间的痛感轻了，他才哭睡过去。他担心道：七七，阿瑶怎么了？你不是派人跟我说阿瑶只是发高热了吗？怎么还要取指尖血？阿瑶浑身发烫，圆圆的小脸通红不已，泪珠还挂着没干。睡过去后，江训才放心将阿瑶放下。绿萝又赶紧给阿瑶拧了几块湿帕子敷上。今日不是听传召进宫吗？阿瑶就看了一眼云贵妃就哭了起来，回来就发高热了，让无法师傅看了看，说阿瑶受了惊吓才病的，可是这么小的孩子又没有突然吓他一跳，怎么就会惊住了？苏七七腾出了抱着阿瑶的胳膊，这才查看手背被抓出来的2-3道血印子。江训翻了伤药出来给他上药，无法和尚将血取出来涂到一只平安符上，丢到苏七七和江训的面前。这怎么用？戴在阿瑶身上。江训将苏七七的伤口涂好后，拿起眼前寻常样式的平安符，正反面研究一番。无法和尚摆摆手，交代正确用法。小孩子都有那么些灵性和纯性，前世冤前世债，因为刚刚投胎成人，还有些忘不掉，再长大就好了。还有，阿瑶要是被你们宫中这位云贵妃吓到了，千万要避开点。这符拿去烧成灰分10份，埋于院外的菩提树下。这几天小心照顾阿瑶，很快就能好。无法和尚把话交代好，端了盘桂花酥走了出去。临走前呼记起道：哦对了，剑南王的意识有好转了，出不了10天半个月，应该就可以彻底清醒。绿萝给阿瑶擦拭了几番手背，江训把平安符交给他，按照无法师傅的话将平安符用上。待将人都打发出去后，江训见苏七七还回不来神，他轻轻动手给他拆他乱的发髻，期间不小心发现好几根被扯断的断发，知道他爱惜自己的头发，偷偷的团起来塞进了衣袖中，揉了揉苏七七的脑袋，让他不要多想。若阿瑶怕云贵妃以后，便不要带阿瑶进宫了，别瞎想。阿瑶小小年纪怎么会跟云贵妃有冤有债的？苏七七想到今天的情形，心有余悸。你不知道今天阿瑶的模样真的是怕极了，死死的扯着我的衣服不松外，云贵妃向前一步，她就硬往我怀里躲，好像她真懂什么是危险一样。宁儿也是她一手从未远离带大的，从没见她那么怕任何生人过，偏偏阿瑶能吓成这样。问题是她不是个胆小的性格，反倒还沉稳得很。原文中没有阿瑶，苏七七根本不知道云贵妃做了什么会威胁到他们。他转身抱住江训，转眸凝望着熟睡的阿瑶，释放此刻作为母亲的担心：王爷千万别叫阿瑶出事。江训拥住苏七七，向他保证：放心，不会有事的。夫妻俩互相守着阿瑶一整天，到了傍晚，阿瑶身上的高热终于退了。只是一醒来，阿瑶很怕见烛火，但凡见到火光，就还是硬往苏七七怀中藏。为了让她不恐慌，苏七七和江训躲到床帐里，想法子让她安静吃奶。床帐里没有烛火，就算有，都是远处微弱的夜明珠的荧光。阿瑶难得平静下来吃奶，而且竟然没有一点病钟，胃口不好，咕咚咚喝的和平常差不多时间。喝完后，苏七七戳了戳阿瑶的嘴，说她小吃货。小娃娃还没心没肺的盯着娘亲，哈哈大笑。磨牙的娃娃，一张嘴只能看见一圈粉嫩嫩的牙花子。江训跟在旁边默默松了口气，不担心手中的帕子要在阿瑶中途吐奶的时候用上。他也牵牵女儿的小手，阿瑶感觉到有人摸她，小手反握摸她的人将人牢牢地抓进手心里，抓得越紧，阿瑶笑得越开心，就连指尖那刚被戳过的伤口都是不到疼。江训觉得好玩，难得取笑，病一场，咱们阿瑶反而还依赖人起来了。哈！阿瑶跟听懂了自己被爹爹说了坏话一样，一甩手嘴，一张就把方才握紧紧的手给甩了出去，连个侧脸都不想留给江训看，重新转回苏七七的怀里，扒拉她的衣服，好像说刚才吃的不饱，她要继续一般。高热刚退，胃口好也不能这么吃，苏七七哪里还敢随着她？不过因为阿瑶吃完后奶水总是滴滴答答的，还有要先回奶才能穿上小衣。阿瑶这一下猝不及防的转头过来，正把苏七七之前辛辛苦苦单手系上的小衣带子扯掉了，还被偷喝了一口。苏七七，这干饭的本事跟谁学的？阿瑶被阻止干饭，只沾了点奶渍在嘴边，没有再要，反倒装作什么事没有，不紧不慢盯着帐顶吧唧嘴起来，十分有一种细细品味的闲适感。江训忍笑将阿瑶从苏七七那接过来，不敢故意逗她大笑，这种样子会容易让她想起宁儿往她嘴中吐奶的时刻。
简单的扛在背上，给他拍了拍奶，还连带拍出几声饱嗝。我发现阿瑶很会捉弄人。苏七七还要重新给自己穿小衣。闻言江迅的话，他撇关系，那绝对不随我。我娘夸我从小就乖巧体贴。江迅一般不跟苏七七反驳这种孩子随谁的话题，反正他们的孩子随不到别人身上，愿意让苏七七占点嘴边小便宜。苏七七衣服穿上一会儿，她就有股湿腻的感觉，很快阴出一片水渍不能穿了，一把扯下来要重新下床找一件。江迅拉住她，正好看见一滴乳白凝出，随着她那起伏顺势流动而下，阴出一条长长如同攀爬才能越领的痕迹。面对苏七七侧身都不可忽视赤裸裸晃了她一晚的东西，她低哑着声音：“晚上不穿也成。”第184章见南王苏醒。星号星号星号。穆国公带着5万将士往夔山剿匪，到了地方就驻扎在了离夔山最近的公州府衙中。夔山的山匪因为知道会有朝廷军队来剿灭他们，纷纷在山上做起了路障机关。但穆国公带的人多，夔山山匪仅有8000人，就算他们一里设一丈，都阻碍不了大军将他们踏破。公州府衙当初忌惮夔山的山匪，就是知府手中没有那么多人，现在来了穆国公，十分期盼他能还公州一个安宁。穆国公，这夔山山匪嚣张久矣，若不是下官将朝廷派来剿匪的消息瞒到至今，怕是他们前阵子就能大开杀戒。如今皇恩浩荡，皇上派您老来剿匪，还请穆国公赶紧帮公州地界恢复太平，让百姓安居乐业。公州知府实际30岁上下，但已经两鬓斑白，看得出来是受山匪折磨了许久，对于剿匪的诉求不免很是恳切。这我知道，既然我来了，肯定是要处理好夔山的事。你莫急，穆国公暂且用话安抚。他老神在在的虚捋了把花白的胡子，将地图当着公州知府一折，讲究起自己的考虑。光看地图始终算是纸上谈兵，这夔山被山匪盘踞壮大多年，肯定变化很大，未必就能从地图上看出究竟。我带来的人虽多，可你不能让我指挥将士们像无头苍蝇一般横冲直撞，帐前无准备是兵家大忌。此次我带来了50位身手不错的将士，你再派出数十个你手中的人，先让他们去探一探前路，有了把握才会有赢的底气。穆国公所言极是下官冲动了。公州知府听穆国公说的很是在理，心中更加踏实。等公州知府下去后，穆国公引下脸上的威严，转头问道：“王风暴等人可安排妥当了？”张谋士早让属下哄成了，一说给他们一个领头立功的机会，还会暗中安排人手保护他们，一个个的便全信了。送走了王风暴等人，又有几个公州知府的衙役陪葬，没人会怀疑什么。最多必要时刻，这公州我们也拿下来就是，那时更没人会记得几个无名小卒的生死，他们又曾掌握什么秘密？穆国公出来时，张谋士已经转达了云贵妃的密信，怕是要逼宫。是夜，王风暴跟着公州衙役盘踞在夔山下，抱着穆国公格外给他们几人特地立功的机会，探山的劲头很足。倒是公州衙役深知夔山的凶险，步子十分迈不开。王风暴仗着张谋士哄他后面有将士支援，嗤笑衙役们：虽然你们没上过战场，可身上都有点功夫才是，一个个怎么吓得跟鹌鹑似的。本来了剿匪的穆国公是好事，但偏偏有那么多人还用他们这些衙役卖力，被选上今晚探山的几个人中，就有不服又胆怯的。被王风暴如此小觑，他冷哼：双拳难敌四手，山上匪贼成千，若真碰上了，别说我们没命回。山匪狠起来敢烹人，我瞧几十位同僚同样连骨头渣都不剩。冠会长他人志气，还是让你们看看我们的本事吧。王风暴并不将以为的身后有援兵告诉他们，率先领着手中的兄弟们上山，而等他们继续往前后，后面确实有人。苏怀和徐敏文带着暗卫出现。徐敏文，前头没有山匪的地方，将我们的人换去了。王风暴等人预见的会是我们的人，然后我们会阻截他们被穆国公骗杀。为了给穆国公些动静，我们的人也会象征性跟山匪打斗一场，迷惑穆国公。王风暴等人真被山匪给杀了。苏怀，然后他们的尸首落入山崖，尸骨无存都成，再不济给他们几个面目全非的尸体。徐敏文不解，上哪找尸体？苏怀听见了前方开始的响动，笑道：难不成我们暂时为了保那几个心术不正的，还真要赔上那几个衙役的性命？穆国公要伏法认罪，宣王给了我一块皇上曾赐他的令牌，今晚就不让公州知府睡了，跟他借几个死囚尸首合谋。天明，3-2个公州衙役衣衫褴褛，伤痕斑斑的拄着大刀，一路跑回府衙，当即哭跪在公州知府和穆国公跟前，禀报昨晚的惨剧。昨晚我们探山不小心让山匪发现了，穆国公派去的人全葬送在山上了，下场一个个那叫惨。我们哥几个得亏离得远，不然这点路也跑不回来了。穆国公忍着高兴，悲痛问道：那他们的尸体呢？可否还捡得回来？公州知府昨夜被人拜访了，今儿还顶着黑眼圈，
听了昨晚那人的话，他已经不能没有心眼的对待穆国公，跟着哎呀道：“还有什么尸体可谈？山上的山匪养狼的，能看见也就剩骨头了。”张谋士趁机作戏：“穆国公，这群山匪欺人太甚，敢如此对待我们将士，您定要发军踏平夔山，为将士报仇。”穆国公向征信抹抹眼泪，悲痛缅怀：“来时我还说他们这回跟我一起灭了夔山，我回头一定向皇上跟他们请功，没有想到一夜就没了。”而后双目充满怒意，蓄势待发道：“我这边立刻召人剿了他们。”夔山山匪尽管占了地势，终究不抵朝廷5万将士，才撑了半个月，就因山上负伤人多，不能得到及时治疗。穆国公有的是人力物力清出的攻山，最终将山匪全部拿下，将夔山变成了一座随意可上的无险之处。这一胜利报道上京，太康帝当朝夸赞了穆国公，而后下旨让穆国公尽快回朝交还军服。剑南王府，无法和尚给剑南王取下今日施完的银针，他引导剑南王说话：“王爷，张嘴说话试试，瞧今天是不是能说得更利索了。”剑南王意识清醒2、3天了，短短10日，他记起了当时落石谷发生的事，他是被穆国公身边那人给砸伤的。昏倒前，穆国公光害怕地看着他，一点没打算施救。后来听家人说他出事后，穆国公风光回京，以及苏怀、徐敏文一路保护他的事，这才想明白穆国公当时肯定早有预谋。他攥起拳头，意志坚定：“我要面见皇上，参穆国公。”第185章，原来是他的儿子不如人。剑南王刚醒，消息就已经递到了皇宫中。太康帝得知剑南王苏醒，还要准备立刻见他，就打算让德海送话召剑南王进宫。云贵妃中间端着参汤，先去御书房拜见了他。太康帝考虑穆国公又立了一个大功，没有驳了云贵妃的面子，先让他进来说话。爱妃费心了，一碗参汤送到面前，太康帝拿起勺子喝了2口，有意夸起穆国公。穆国公年纪不小了，精神头让朕佩服，刚下了战场又去了夔山剿匪，回来朕一定会好好的奖赏他。云贵妃低头浅笑：“皇上何须此言？穆国公是臣，您是君，臣为君劳是应该的，何谈赏赐？臣妾倒是听说剑南王已经醒了，剑南王一辈子劳苦功高，他才该好好深受皇恩。”你说的有理。太康帝颔首，他考虑很久剑南王的事，之前没能想到剑南王会出这么大的事。穆国公一个初上战场还犯了十分严重错误的将军，竟然最后能杀了敌方大将。太康帝不反对朝臣对穆国公的恭维，百姓对穆国公的赞扬，而是为剑南王这样一辈子战功赫赫，临至世了因一场战绩被他人轻飘飘用落幕2字羞辱，想等剑南王醒来，给他进行天子给予的荣耀。皇上，臣妾有不明白之处，不知能不能请教皇上。云贵妃坐立于太康帝下手神色端的平和，广袖下的双手紧紧绞着手中的袖帕，除了他自己外，没人知道他现在多么求之若渴。太康帝没发觉云贵妃的异样，随口说吧。云贵妃暗暗深吸一口气，凉州真的就是平王日后的封地了吗？皇上那么多儿子，为何独独为平王做这么早的打算？穆国公能安享上京几十载，一朝为皇上平定外乱，平王还未曾帮皇上分过任何忧，为何他的封地皇上都想好了？这对于至今的平王来说不算恩宠吧？尽管私下的打算他做了许多，但终究是想问一问是为什么。毕竟淑妃、庆妃、如妃，谁敢说他们没想让自己的儿子觊觎过皇位？他们的儿子又真比他儿子心思干干净净吗？太康帝喝汤的兴致索然，拿起帕子试了试嘴角，也没敷衍。他不适合。穆国公现在名声是大，可对于平王不是好事，很容易走进邪路。他是朕的儿子，只要没做什么不能挽回的事，朕对每一个儿子都宽容。凉州是个好去处，平王去那不会吃亏的。虽说没有后妃跟着一块去的道理，但你跟朕多年了，在深宫内一直本分。若舍不得儿子，朕可以与你跟平王一块去凉州。皇上这是给臣妾和平王的恩典，没问前一直岌岌可求，知道了答案竟是这么稀疏平常的答案。原来是他的儿子不如人，还给了他格外的恩典，让他跟儿子去凉州，为何他就一直要施舍来的东西？云贵妃内心波动起伏，死死抓破了手背的薄皮，才稳住声音，起身对太康帝俯身告退。皇上解惑臣妾不胜感激，臣妾告退。他掠过太康帝的人，将目光投到还剩半碗的参汤上。皇上，参汤臣妾炖的辛苦，您记得多喝点。太康帝无声点了点头。云贵妃走后，太康帝又把德海给叫进来了，想说宣剑南王进宫。他疲惫地打了一个哈欠，最终话也没有说出口。算了，他刚好多休息休息，朕改日宣他。德海看太康帝精力十分不济，折子已经没有再披了，他弓腰上前：“皇上，若累了，奴服您到床上睡，别在这屈就身子。”太康帝随着德海的搀扶，起身往里间踏上去，越发的疲惫不堪。那朕就去睡会。哦，对了，等朕醒了，你让怀彬来一趟。德海是。云贵妃从御书房回宫后，一道密信就送到了他的宫内。他嘱咐
让穆国公放心，不要理会皇上催他交兵权的圣旨，大胆的回京就成。娘娘，您今日做的事已经回不了头了，接下来您的计划更要周密。云贵妃身边的小宦官从没有人见过，但每次一说话的声音都让人无比熟悉。待一抬头，竟然是早早让太康帝贬为庶人的顺王江淮。你母亲是蠢的，本宫可不蠢。本宫费尽心思让你脱离饥寒交迫，又让你重回皇宫，你就要记得报答本宫。带来日本宫的儿子登得大位，为你和你母亲平反也未尝不可。江淮和从前相比，身形消瘦了不少，面骨突出，任谁都看不出他是从前继后的儿子顺王。他万分荣幸的拜谢，奴谢娘娘再造之恩，奴能有一日再登皇家玉蝶，已是大幸，不敢肖想别的。本宫喜欢识趣的人，天黑前你就赶紧出宫，记得把交代你的事情做好了。云贵妃。江淮应声下去后，又来了位嬷嬷，她跟着禀报，太后宫中达成娘娘所愿了，太后病得更重了，急需宫外的王妃郡王妃们衣不解带的事急。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去传唤。云贵妃看着这一件件按她所想的事情陆续发生，十分期待最后的成果。苏七七和江训知道太后病重，急需事急的是在翌日。苏七七放不下阿瑶，因为太后生病后，很多王妃和郡王妃有的一连在宫中住上3天，有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出过宫。若是他撇下阿瑶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宫呢？要不我装病得了，我觉得太后也并非就缺我一个。装病还需卖案，既要卖案，还需要宫中太医周折一番，耽误一会儿就误了时辰。我让江河去一趟凤阳长公主府就成。江训，云贵妃这种事急法子，凤阳长公主不喜欢。今天你去她走，她来我去，真把太后当成了命不久矣的人了。偏云贵妃把话说得好听，让她反驳不去。江训跟凤阳长公主知会一声苏七七要带阿瑶，她定然没有大意见。江训又道，有一事奇怪，剑南王昨日都说去面见父皇了，到今天还没听见任何动静，今天又正好休沐不上朝。按理说剑南王大伤初愈，父皇不该如此轻待，难不成祖母的病让父皇分身乏术？第186章，他跟阿瑶竟然会葬身火海。星号星号星号。太后宫中，云贵妃、淑妃还有凤阳长公主坐在殿内，太医在一旁仔细解释太后的病症。太后年纪大了，重要万万下不得，只有好好的将养着，若能在5天内醒来，万事无忧。若什么？凤阳长公主紧眉道。太医为难的拱手，长公主，您恕臣无能。凤阳长公主见这么个结果，闷气无处挥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想起今日不是上朝的日子，她疑惑，母后身子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多人都来守着了，皇兄呢？这话当然是问身旁的云贵妃和淑妃。淑妃懒着插手太后生病的事，伺候不周到了事多麻烦多，这些天就管宫人的事。太康帝都这把年纪了，后宫那种争宠的热情早没了，而且穆国公的送行宴上，太康帝当着众人的面都把平王的未来安排了。淑妃更觉云贵妃威胁不到她，就很久没去见太康帝了。凤阳长公主问道，她忙转头跟显嬷嬷吩咐，皇上可能政务繁忙还不知道，你赶紧去看看皇上在干什么，若皇上得闲就把皇上请来。不用了。云贵妃端起一杯水，慢悠悠地放在嘴边，随口回答，今早我让人去御书房看皇上了，皇上身边的人说皇上本来身体也就不好，一有闲空就补眠去了。长公主，您要体谅体谅皇上，他天天日理万机，一个时辰都不敢浪费，上次经过太子的事，身子一下垮掉一半，这阵子我也就捡太后好的消息往皇上耳朵里送，若皇上真能过来，我不会说什么，问题是皇上自己也不好，见到太后不更难受？凤阳长公主被云贵妃这么周全的说法堵得找不到错，真叫真起来她说不道理。她斜眼瞄了淑妃一眼，怎么差距这么大？淑妃感受到凤阳长公主投来一言难尽的目光，她抽抽嘴角，以前也没见云贵妃这么事无巨细巴结过皇上，难不成要哄着皇上收回平王去凉州的打算？不成，她回头也要去吹吹风。凤阳长公主早收回了眼神，有些话还是不吐不快。云贵妃让这么多王妃郡王妃过来是好意，但我瞧人多了污浊，于太后病情不好，何况他们自己家中还有孩子，像七七那种刚生的更难离开孩子，我就允她不要过来了。我瞧这里的人也别留太多，我留下照顾，把人遣回去一些吧。凤阳长公主和太后是亲母女，不说太后再能给她撑腰，天然的母女亲情，她也不忍云贵妃为了自己的贤德，竟摆出这些面子活。云贵妃好。淑妃比起太后更在意太康帝那边，趁着云贵妃忙太后的事，她跟着坐了一会儿，便找借口离开。太后这就劳烦长公主和贵妃姐姐了，这么大个宫不能没人镇着，不然那些宫女太监能反了天了。我回宫看看。淑妃提前走了，凤阳长公主本想再把云贵妃打发走，云贵妃递过去一杯茶。长公主，剑南王现在醒了，心中就没点感想，或是徐二公子未曾跟长公主讲讲剑南王在战场上的奇怪之事。凤阳长公主抬起的手一顿，暗觉不好。她冷笑，所以剑南王出事真跟穆国公脱不了关系。
云贵妃大方承认，剑南王不出事，穆国公怎么能脱颖而出，风光回京？你，云贵妃，你好大的胆子，做了如此坑害忠臣的事，竟然还敢在我跟前炫耀！我要立刻告诉皇兄，让他废了你，擒拿穆国公。凤阳长公主怒然起身往外走，云贵妃丝毫不心慌，因为还没等凤阳长公主踏出殿门，她脖子上就受到重重一击，昏死过去。云贵妃冷然笑笑，长公主不过如此，多天真啊，还以为敌人会无缘无故就暴露秘密呢。淑妃回宫后，让人端了她早上炖的燕窝，带着显嬷嬷去了御书房。路上，淑妃将云贵妃暗骂了好多遍，最后认定目标道：既然皇上让他儿子去凉州，就绝不能跟我儿子争。显嬷嬷陪着淑妃刚到御书房的殿外，发现今日守门的侍卫竟然没有怀兵，门外看守的人也全变成了脸生的小太监。隐隐觉得不对，娘娘，今日这御书房情形不大对，德海公公平常这时候早听到消息来迎您了，怎么您都走到这了还没人？方才淑妃想着云贵妃的事，想得头脑发热，被显嬷嬷一提醒，突然止步。淑妃虽不是御书房的每个人都认识，可打理后宫很长时间了，几个脸熟需要隔三差五给点好处的都有印象。今儿这一遭，着实遇不见一个。她犹豫，但更不想半途而废。皇宫中能出什么事？多日没见皇上了，见人要紧。淑妃不信这青天白日的还能闹鬼不成？她迈着步子走到门前，显嬷嬷会意跟守门的小太监说话：德海公公呢？我们娘娘送了燕窝给皇上，不知这回皇上得不得空，好让我们娘娘进去。门外的小太监没说话，倒是从里面传来德海公公的声音，但只闻声不见人。娘娘，您要是给皇上送参汤，就自行进来吧，老奴正给皇上研磨呢。皇上堆了好多折子。小太监听见里面的人声，自动将殿门打开。淑妃没大在意，带着显嬷嬷往里面进。人越走越深，就在殿门府一关门时，显嬷嬷手中掉落的汤碗夹杂着淑妃的尖叫，同时响起。知道剑南王并未及时被太康帝召见后，江训进宫面圣的折子也石沉大海。剑南王后来又写了多番折子送到御前，至傍晚都没有消息。江训隐隐觉得事情不对，他让江河往宫中传消息，小心送到舒和宫，问问发生什么事了。江河拿到密信，快速离开王府办事。等江训再一回屋，又听见了阿瑶的哭声，这次连宁儿都在哄妹妹：哥哥挡住！阿瑶不怕不怕。宁儿小小的身躯呈大字展开，正严严实实的遮住一盏烛火。绿萝早应了苏七七的话，为了让阿瑶不再哭闹，再快速的一盏盏灭灯。江训在阿瑶嚎啕的啼哭中，竟然也听到了苏七七的低泣。他慌神上去：怎么了七七？阿瑶哭得心疼你了？也不是，王爷我做了一个噩梦，苏七七就是不久前哄阿瑶睡觉，她也跟着睡了，不知道怎么会梦见那么骇人的一幕。梦中他跟阿瑶竟然会葬身火海。第187章一道圣旨，怎么也该成全我。火海中高楼巍峨，苏七七只觉得全身火辣辣的疼，好像有无尽的烈火和浓烟侵蚀他。阿瑶当时并不在他怀中，但阿瑶的啼哭声却能从四面八方的涌进他的脑海中。他说不了话，动不了身体，只深深的知道阿瑶一定很害怕，很害怕。他也害怕，就惊醒了。什么火海？定然是七七你这段时间带阿瑶太累了，别多想。江训给苏七七擦拭完面上惊出来的薄汗，屋中灯盏已经被绿萝灭得七七八八。他发现苏七七的手还在抖，喊了几个嬷嬷进来，吩咐将王府大大小小的烛火灯笼都重新防固一番，周边多放水，不要抱阿瑶往火烛的地方凑。是，两个嬷嬷领了命，立刻出去安排。好了，我们不怕。江训转回头，继续多拍了拍苏七七的后背，久久后才将她从梦魇中彻底唤醒过来。屋中没了暖黄的烛火，斜窗一轮明月投到床前的地上，如水的凉意对于苏七七来说并不冷寂，因为她身边有江训。宁儿也趴在她跟前，方才还哇哇大哭的阿瑶将她吓哭了，自己反倒睡得又香又稳。她嘟囔着哭腔：王爷，你前阵子说阿瑶会捉弄人，我这是不是和阿瑶母女连心，然后她在捉弄我？醒来后有这么多人陪着她，苏七七觉得很温暖，梦中的那些可怕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无缘无故做梦总有个由头，那一定是她跟阿瑶母女连心，这个梦真是吓坏她这个老母亲了。江训能听苏七七说笑，就放心没啥大事了，叹口气：阿瑶不舍得。苏七七同意这个说法，我也觉得阿瑶才不会捉弄我。宁儿捧着脸也叹了口气，看看爹娘看看妹妹，因为今天被吓到的还有她，居然没一个问她有没有事，有没有被妹妹捉弄到。用她半吊子的文化来说，光顾着我亲亲，亲亲我。她脑袋一歪，倒在阿瑶旁边，戳戳自己的卧蚕。妹妹捉不捉弄人我不知道，可宁儿的黑眼圈都出来了，母妃和父王今天要让我睡大床才能赔偿，不然宁儿要跟父王和母妃连心，宁儿梦中要做虎怪的梦。苏七七，我这孝顺娃娃。成，你今天就睡母妃旁边，再有1年就要进宫读书了。徐世子给你安排的功课你拖得够久了，明儿我把你送去凤阳长公主府去，功课做好了，倒是跟母妃我好好连心。我梦里
瞧瞧你功课到底学得如何。苏七七边唠叨儿子，边将宁儿的小窝给腾出来了。他和江勋的床很大，睡2个大人俩孩子绰绰有余，一人隔一个，也不怕谁夜里发癔症揣了谁。宁儿自己搬起的石头砸得脚好疼。父王，你最近忙得都不在家，我在家照顾妹妹，等几日再去。宁儿自认为体贴的很有好儿子好兄长的样子，把自己卷成毛毛虫的样子后，勾着头期待江勋的回答。江勋当爹的还能不知道儿子的小心思？他现在就一个人在徐敏言那儿读书，既没有旁的书伴，也没有旁的先生。徐敏言只盯着他一个人。起初宁儿对能识字能听故事出乎意外的感兴趣，但终究是小孩子，过了新奇境难免会疲倦。他不指望宁儿跟神童一般，厌学却不能纵着他，不然会养出惰性的。他扔过去一只枕头，父亲的威严满满。枕头拿好了，明日我回来检查你的功课，要没做完，父王陪你挑灯夜读，亲自教你。最后一句话将宁儿吓得不轻，他可是见过年节时旁的王叔们在皇祖父的殿外给堂哥们突击巩固诗歌。常常王叔们会将堂哥们先悄悄地抱到远处亭子、高大的梁柱，还有路旁能挡人的小树旁。不一会儿，那些地方就会响起堂哥们朗朗的诵书声。能背完的堂哥们走出来威风八面，可是卡壳的堂哥们出来眼角红红。王叔们的脸色难看得又黑又沉。宁儿才刚刚学4句长诗，他要学而必亲父，可不敢让父王给他藏大柱子后面，闷头倒在枕头上，已经复盘明天学什么了。深夜，御书房，如妃正坐在床前给太康帝喂汤药。床面一侧不仅有被五花大绑堵嘴的德海，还有淑妃和显嬷嬷，地上全是各种剑南王参谋国公的折子，其中还夹杂着些江训的请见折子。云贵妃踩着这些折子悠然的漫步，手中握着一卷还未曾书写任何字迹的圣旨。她压着不快的笑意，皇上英明一事落到这般田地都不肯低头的吗？写让我儿登基，你为太上皇的圣旨就这么难吗？什么时候谋划这一切的？太康帝拒绝不了如妃一口口送来的汤药，喝了一次知道这并非是什么取人性命的毒药，只会让他没有一点气力，做不了一点事。他冷视着一直不敢抬眼看他，只会给他灌药的如妃质问云贵妃：“云贵妃，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很认真地想了想太康帝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开始不开始的时候。入了宫，大家不都盯着那个最高的位置吗？给自己盯皇后，帮儿子盯太子。若是说他怎么敢胆大包天做控制后宫的事，那就有印象了。也多亏当初顺阳毒害太后，给了我启发。她身为皇女，都敢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事，我又为何不能利用你们？穆国公手中有军权，皇宫中我筹划已久，控制了太后。您软禁了王妃、郡王妃们，还有宫中有所出的嫔妃。您的皇孙、皇孙女们，只要一上学堂，同样在我手中。我打赌事情败露，那些王爷、郡王爷也不敢轻举妄动。哦，对了，皇上的好妹妹凤阳长公主也在我手中。穆国公手中有5万兵权，他是您遣调出去的将士们可以随意用。京中道没有能够轻而易举调这么多兵权的人了。淮滨我也派人去追杀了，他去不了任何能调军的地方。没有您的手谕，谁又敢随意动兵？太后之所以病重，那是我让人给她夜夜吹风的缘故。皇上若不想看着太后性命垂危，一道圣旨怎么也该成全我。反正我握住了所有人的命脉，您其他的儿子应该不会反对咱们平王登基的。第188章，王府要来不速之客。哼，若你敢让朕的太后这时候死觉得就能威胁朕，不如杀了朕去威胁太后。太康帝不受云贵妃这个要挟所迫，他冷看云贵妃的愚蠢。朕与太后你不论先杀谁，最后朕都告诉你，你只会得到一个双死的结局。平王若想当新帝，应该承担不了皇帝和太后双死吧？你只是把朕的儿子们都控制住了，大臣的眼睛蒙住了，还没有完全让他们对平王心悦诚服。你也做不了永远囚困他们。敢断了朕与太后任何一条性命，平王怕是做不了多久的皇位。所以你想让朕亲手拟一道圣旨出来，心中承认平王妄想。朕要看看你能用这破绽百出的蠢事做到什么地步。大晋先祖早有言明，立储的圣旨必须皇帝亲手所书，帝在自然圣旨无疑，帝不在的话，要经过翰林院学士层层检查圣旨。云贵妃等不起，而且朕也不信朕的儿子全都这么无用，没一个能对付你这毒妇的。朕等着看你和平王的下场。你云贵妃脸色骤然不好，但一转脸，她看见了瑟瑟发抖的淑妃，想明白什么，又换了脸色。她凝着淑妃被他一眼吓到后贤淑得体不在的模样，觉得甚是有趣。你说的儿子不会是宣王吧？皇上这么一提醒，我倒是忘记了，宣王的妻儿都不在我手中，倒是漏了条大鱼。不过没关系，我知道王很快就能撒过去。圣旨不写的话，我就把你的儿子一个个在你面前杀完，先对谁动刀好呢？要不将辉吧。淑妃吓得瞳孔放大，嘴里被填满了布帛，又被系上一层，让她说不出话来，只是模糊不清的挣扎着。不要怕，他吓你的。云贵妃不敢当着天下杀那么多亲王。太康帝见淑妃吓掉了魂，
转眸提醒。淑妃惊颤的身子慢慢停下，云贵妃的恶作剧被识破，她觉得没意思，拂袖而走。走前她还是留下了一句话：我没了生路，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天未明江河就回来了，他没有联系到宫中的探子。他如今位置在舒和宫不算低，前几次传送消息也没有受阻。母妃并不是个心思敏捷的，想到这么多不该，江训再次印证大事不好，必是舒和宫出了事。江河，你在家保护七七和孩子，我去皇宫看看。能让舒和宫出事的，怕是只有他母妃一人。这阵子平王被父皇严明给了封地，若母妃一时沉不住气，想为江辉谋划什么，云贵妃这时的气量绝不容他。他和母妃血脉相连，若因此受到波及，他必要去宫中看看形势。苏七七听见江训进屋的动静，看了看外面的天还没有亮，他纳闷，这个时辰上朝是不是有点早？我进宫一趟，你和孩子们好好睡，回来带你爱吃的蜜饯。江训匆忙收拾了行头，忽而脚步一顿。父皇虽曾口头说给他机会，却没说他可以容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母妃要是昏头做了什么，父皇定会对自己细细盘问。考虑到若真出事，他一时回不来，总要给七七和孩子们周全。天亮就带宁儿去凤阳长公主府读书吧。你和徐世子夫人许久未见了，上次阿瑶她见到很是喜欢，把阿瑶带去玩玩。等我回来的时候接你。只要七七去了凤阳长公主府，凤阳长公主府不会不管的。好，苏七七现在和敏言没有蒙不朦胧不聋的关系，她不怕见到徐敏言。江训出府后，坐在马车里，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天色渐渐明了，马车刚走半路，就遇见众多亲王马车在街道急窜，像出了大事。六哥，你赶快啊！父皇今日大不好，宫中说父皇有话说，你快跟上。从江训右侧宽街道上转出一辆马车，江训定睛发现是江辉。父皇大不好，他为何没有收到消息？苏七七醒来后，早早的带着宁儿用饭，又给阿瑶喂了奶，要走时发现江河来了。怎么今天不是你给王爷驾马车啊？江河，王爷说王妃您带着俩孩子辛苦，绿萝也是姑娘，伺候您又伺候孩子，分身乏术，让属下打打粗活的下手。江训走前交代了，不让苏七七恐慌，所以江河只有编一个借口。虽说只有绿萝一直贴身伺候他，但苏七七望望身后跟着的三个嬷嬷眼神古怪的盯着江河，好像在极尽的显示自己也是个人。江河当没看见，迎着苏七七和宁儿往双仪阁外走。只一瞬，江河听见了什么动静，他做虚的手势，而后迅速抽出身上的佩刀，闪到墙根底下。正在此时，一个黑衣人跃到墙上，鲜血顺着黑衣人的动作淋漓而下。江河趁对方全无防备时，一柄冷刃横在来人的脖子上，来人忍着伤痛拽下面罩。是我。苏七七远远看到来人，急步走上去。怀彬，你怎么伤成这样？怀彬是当初可以和鲁将军等人上擂台的，若是江河跟他1对1，都不是他的对手。尤其他还是太康帝的贴身侍卫。苏七七立马反应到父皇出事了。怀彬颔首，皇上被云贵妃挟持了，臣无能，没有做好皇上交代的事，还一路被云贵妃的人劫杀。辗转逃了几个街道，发现路上竟是往宫中去的王爷郡王。听说是宫中有皇上的传诏，但依现在宫中的情况，皇上是无法传诏人的。太康帝那时喝了云贵妃的参汤，晕晕乎乎，浑身乏力，连一点思考的力气都没有，硬撑着才召来了怀彬，根本来不及细细交代什么。怀彬看出太康帝的不对，还想召人护驾，立时就被闯进来宦官模样的贼人给围住了。太康帝塞给了他一个令牌，御书房内又有密道，这才侥幸脱险出宫。出来后，他往哪处军机重地跑，都会有人埋伏，猜出云贵妃布置的计划周密，他一个深宫妇人定缺不了帮忙的。除了皇上的皇子怀彬没法信任别人，其中皇子论江训最有武将经验，他只能来找江训。而在来的路上，他还看见了奇怪的一拨人往宣王府来，差不多快到了。现在明显宣王不在家。王妃，您赶紧带着世子和郡主藏起来，王府要来不速之客。王妃，大事不好了！怀彬话音刚落，宣王府管家就急急跑来了。第189章，该不会江训就是您看中的儿子吧？王妃，宫里来人说淑妃大不好，让您带着孩子赶紧进宫探视。宣王妃娘娘，管家的话音刚落，10多个宦官服侍的人随后而到，领头的宦官随意扫视了苏七七和孩子。因方才怀彬极快地躲了起来，并没有人发现他。领头宦官话音徐徐：皇上今晨突然大不好，淑妃娘娘在意皇上深切，哭喊着要跟皇上去了。不妨宫人没盯住淑妃娘娘，一头撞在了柱子上。咱家奉云贵妃的命，请您带着孩子赶紧进宫，是劝慰也好，陪着也罢，可别让淑妃娘娘想不开。苏七七一听这话就是假的，淑妃哪像是会殉情的人，江辉这个儿子不要了。郡主最近风寒反复，若母妃人没事，还请云贵妃多照顾啊。对了，我家王爷已经进宫去了，等王爷给我信再去不迟。王妃娘娘，百善孝为先，淑妃娘娘如今都是这个样子了，您还是进宫去看看吧。
云贵妃统领6宫，她分不开身。您也都说宣王已经进宫了，若您跟宣王一起劝淑妃娘娘，她一定会很快想通的。领头宦官半邪半劝，隐隐有一定逼着苏七七进宫的架势，一双贼溜溜的眼神往宁儿和阿瑶身上扫过，笑出一副关怀备至的模样。王妃娘娘是怕进宫后照顾不来2位小主子吗？奴给您抱着小郡主。你们领头宦官回身跟身后人示意，让他们往宁儿跟前去。他也不耽搁的伸手向苏七七招去，意图将阿瑶抢到自己怀中。苏七七自是不肯，脚步往后退了2步，江河更没让人碰宁儿一片衣角，直接横刀威吓众人：放肆！2道声音同时响起，是震怒的苏七七和刚从外面回来的江训。看见江训领头宦官，瞬间短了气势，他谄媚的笑道：王爷，您怎么回府了？宫里传来的消息您都没听说？自是听说。江训踏着从容的步伐走进来，待扫到哪个宦官身上时，哪个宦官惶恐后退，为江训让开了路。他走到苏七七的跟前，将人护在身后，一侧手轻推回了江河拔出的刀刃。就是听说宫中出了大事，其他王妃郡王妃都已经进宫了，本王怎么好一府特殊，正是回来接他们的。刚才进府中就听说母妃不好，多谢几位公公特地前来递消息，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走。苏七七着急：王爷，他们骗！江训打断：七七，咱们不能耽搁时间了。他让之前的领头宦官引路，带路吧。领头宦官不知道江训怎么能到现在还没进宫，可见江训识趣就没多想，挥手让人在前带路。就在他们出了双仪阁的门，江训和江河也出了双仪阁的门时，江训趁机让苏七七带着孩子止步，又快速将院门关上。江河早陪江训多年，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眨眼间，江河抽刀便往宦官们身上横砍。宦官们不是一般的宦官，受到危险全撕下伪装的低眉垂眼迎接打斗。江训身上携带软剑，跟着毫不留情地挥杀这群来路不明又胆大包天、敢闯府对他欺而无礼的宦官。宦官们身手一般，因此战斗并不是很长。待最后一个人倒下后，江训用剑划开一具尸体的裤子。江河看后大惊，不是宦官。江训没多说话，打开双仪阁再进了去。他让傻站着的管家去外面处理，别脏了王妃的门口，让人打扫干净。管家匆忙去喊人忙活。是。外面的打斗刚才全部传进了苏七七的耳里。他先上下看了江训的周身，发现他没受伤，才松口气。他赶紧通知道：王爷，怀彬统领说宫中被云贵妃把持了，皇上也被云贵妃控制了。怀彬跟着跌跌撞撞走出来，奉出手中能调军的令牌：王爷，请王爷护驾。本王大致知道了。江训在街上，他看见亲王们蜂拥的往皇宫去，就觉得不对。父皇若真不好，怎么也要有信赖的大臣先前往在身旁。尤其是碰见江辉，发现他一脸未经大事的模样，更猜到母妃的音讯全无不是他自己做了触怒父皇的事。他这才偷偷的前出马车，送了一个空壳往皇宫赶。回到王府，听见的消息更离奇，母妃竟然敢殉葬。他可是和云贵妃2分6宫的人，云贵妃的儿子争储无望，母妃该更惜命才对。以为云贵妃能派出大量的人筹划这一切，除了穆国公府的人、云贵妃的娘家、平王府这3处帮助，必然还有旁人。但江训了解到怀彬所掌握的消息后，推测云贵妃的手只伸在了后宫中，携了些至关重要的人。是以云贵妃忘记了他将其走得太险，朝臣有些近于穆国公的军功，到底时日太浅，人心不稳。若朝臣一旦得知云贵妃狼子野心，是使用任何手段都不能只手遮天的。你就留在府中养伤。江训接过怀彬的令牌，再逐个安排。江河带人去敲京城所有5品以上大臣的门，告诉他们皇上受制云贵妃，进宫救军。七七，我让府中所有的护卫都聚在双仪阁外，躲好不要出来。外面形势险峻，苏七七懂得他乱跑没什么用，自己的孩子他更要顾。我带着宁儿和阿瑶等你回来。皇宫中，云贵妃将诓骗进来的亲王皇子们都绑到了太康帝跟前，但独独少了江训，让他十分生气。宣王的马车到皇宫门口就是一个空车，奴无计可施啊！云贵妃的贴身总管太监为难。宣王府怎么样了？都这时辰了，把人骗没骗来，都该回个信了。云贵妃按住脾气。总管太监没有，偏偏少了6弟一家，母妃会不会出意外？让满朝大人知道，咱们母子就完了。平王见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很害怕。太康帝躺在床上轻笑，看来计划出错了。尽管让德海用朕的名义遣退了今日上朝的大臣又如何？贵妃还是有漏网之鱼。皇上很得意，该不会江训就是您看中的儿子吧？云贵妃咬牙恨齿。第190章，宣王府该燃起大火了吧？云贵妃又回头讥讽淑妃：淑妃，你倒是运气好。淑妃被绑了1天1夜，身子早妈的倒在了墙根旁，她侧着脸簌簌流泪，眼睛死死盯着同样被绑瑟瑟发抖的江辉，猛被云贵妃喊道：她打了一个激灵。云贵妃将方才的情景看在眼里，只惋惜，所以本宫都让人说的你快死了，宣王府一个在意你的人也没有，至今没有消息。
是你眼光不好，宣王也没将你放在心上。云贵妃的挖苦，不知道是让淑妃更害怕了，还是让她起了什么触动。淑妃呜呜的哭着。淑妃这种一到关键时刻便软如烂泥的模样，让云贵妃每想到折磨她的手段都没有心情再继续。她更没有时间从旁处抽出一把刀刃，比着太康帝的每一个儿子。皇上，你也知道时间不等人，宣王府我掳不掳的来人未可知，但只要您写上一份退位诏书，您眼前这些儿子就不会受皮肉之苦。太康帝睁开眸子，已经看见云贵妃的刀刃对上了自己一个还未弱冠的幼子顶着喉咙的色意。他拒绝，不可能。啊呀，好痛，父皇好痛。太康帝的话音刚落，那10几岁的孩子一下被云贵妃挑断一根手指，倒在地上痛苦呻吟。因身上绑着麻绳，他连蜷缩的机会都没有，跟着连呻吟的机会都不给他，直接被人在嘴里塞了块布堵住声音，他疼得直拿头撞地。云贵妃残忍叹息，小二是打小就没了母妃，本宫也算照拂他长大，最爱画画了，看来以后不能了。云贵妃穿梭在众多皇子中，站到哪个皇子跟前，哪个皇子瑟瑟发抖。她继续问：退位诏书。太康帝依旧不发话。云贵妃又削掉了一个皇子的耳朵，又是连声音都没发出来就被人堵上了嘴。云贵妃，皇上是要自己的皇子都变残废吗？见太康帝依旧闭着眼，云贵妃又在寻觅皇子，这下落到了张王脖子上。母妃，母妃救我！如妃大骇冲上去拉着云贵妃，好言好语：姐姐，姐姐，臣妾错了，臣妾不是故意的，是一时受不住皇上恐吓，才想着昏头的事。您放了张王，他不敢挡平王的路。昨晚太康帝和云贵妃那一席话，让如妃知道云贵妃不是100%有把握帮儿子登位，她想为自己家族和儿子找后路，想拿自己救驾地宫，让太康帝对她从轻发落，不想没救成，太康帝还让云贵妃发现了，她受了一顿打，虽没跟淑妃一样被绑着，情形好不了多少。皇上可心疼这对母子？云贵妃问。太康帝依旧不吱声，他一脚踹倒了张王，没出息。跟着绕到10郡王姜辉身上，命令人把淑妃嘴中的布拿掉。既然如妃您不心疼，那淑妃和10郡王呢？退位诏书。淑妃看见云贵妃的刀刃对准了10郡王的小腿，她尖叫哭求：皇上，您救救辉儿，救救辉儿，不能让云贵妃伤了她啊！父皇，父皇！姜辉知道自己身后有刀刃悬着，他不敢回头，只有僵硬重复的喊着。太康帝终于睁开了眼睛，看着母子俩哆哆嗦嗦的模样，退位诏书他不能写，一旦写了云贵妃就会即刻让他驾崩。他这些儿子和后妃软肋被云贵妃拿捏得死死的，定不会有人敢向天下吐出实情。他艰难道：辉儿，战场上的战士从不以战伤为耻，你和朕其他的儿子都一样，就算受了伤，那也是将是皇族子孙。云贵妃越听越怒，一刀下去穿通了姜辉的小腿，姜辉受疼大叫，昏死过去。淑妃吓得也昏死过去。云贵妃气急，残了也不怕是吗？那便全去死！一刀刚要对准10郡王旁边的9郡王，忽的外面传来不好的消息：贵妃娘娘，贵妃娘娘不好了！宣王带着文武百官闯宫。什么？母妃您做的是什么事啊？怎么会让姜逊轻易闯进来了呢？平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人继续禀，虎贲营的军队在前开路，我们不敌啊！怀兵去找了姜逊。云贵妃恍然大悟：母后怎么办？平王心惊胆战。太康帝趁机游说：平王，朕看出你是被你母妃逼着走这条路的，她想让你出息，但是她用错了办法。你现在出去跟宣王会合，让他带着大臣过来，父皇会对你从轻发落。父皇，平王呢喃犹豫，就是平王这个动摇的模样就已经扎了云贵妃的心，他一巴掌扇到平王脸上。你信他？废后、顺王、废太子有几个好下场？顶多了他打发你去远地，母妃才是全心全意对你好的人。你赶紧出宫去找你岳父，你岳父手中有5万将士，宫州在他手中如同囊中之物，去了那你跟着你岳父东山再起无不可。母妃，您讲笑话呢？您听见外面的动静了吗？姜逊带着人马上就进来了，我往哪逃？平王急得跺脚，他指着后宫的方向。王妃和孩子还在后宫，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您怎么办？岳父知道我把他女儿穆国公府都赔进去了，他能帮我？他不帮你还有别的法子吗？别忘了剑南王之前昏迷都是他干的好事，尽管期间有云贵妃的手笔，受到最多好处的全是穆国公，他有什么理由委屈气愤？他没有回头路。砰！御书房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还没等里面的人有所反应，门就被人从外面踹开了。姜逊一眼看见御书房内从外至里的狼藉，有他的兄弟们母妃，还有床上虚弱无力的父皇。云贵妃，平王你们的阴谋败露了。跟在姜逊身后的大臣们看到此等景象，胸腔骤然起火。妖妃，你大逆不道！云贵妃，你作恶多端，早朝上还假传圣谕，你赶紧束手就擒！妄想云贵妃手中还有武器，她转头想冲到太康帝跟前抓人做要挟，一直没人过问的德海不知什么时候解开了绳子。
老奴保护皇上！他猛冲上去撞开了云贵妃。江训趁此指挥人将云贵妃和平王拿下。云贵妃被紧紧按住，看了看御书房内的漏斗，发现午时已经过去很久了。他狰狞大笑：“江训，你别高兴得太早，宣王府该燃起大火了吧？是不是该从双仪阁起啊？”第191章苏七七抱鞭江淮。星号，你个王八蛋，过不过分啊？打人不打脸，夺财不杀人，烧火不烧家，你不专业，还一点不讲究。我那么大一个房子，愣是让你的火箭射的全是洞，关键这房子还是府中的顶配，换个普通的物件都不打，修房子你出钱啊？该死不死，居然点着了我放东西最多的一间库房，幸亏里面只是银子，你个王八蛋！双仪阁内，苏七七手握一根训狗的长鞭，猛对被降住的江淮狠抽，一边一个嗷嗷大叫，江淮全身被绑，反抗不得，双脚直蹬着地，暗圈借镜躲闪，双眼充满了对苏七七的恐惧。一旁的上京知府可是见证方才府中惊险全过程的，要不是宣王妃英勇豪迈，以身诱敌，一时半会他都抓不到人。要是因为他都被叫来了，还眼睁睁地看着宣王府烧成灰烬，他上京知府的乌纱帽就别想要了。眼前场景他没得想阻止的意思。毕竟地上的人虽然被贬为了庶人，也不是他无缘无故可以私行动用的。宣王妃比他有资格先出气。不过上京知府此时看的解气是一回事，心中佩服苏七七更是一回事。前脚刚经过性命攸关的大祸，连缓缓都没时间，这也太能打了，比他牢狱中的衙役打犯人还有劲还凶狠。王八蛋，王八蛋！正当苏七七对江淮狂风乱雨的大骂和无止境的鞭打解恨时，江训终于带着部分虎贲营的人回来营救。刚迈进院子，看见情形还不算差，心中骤然轻了一片。七七，苏七七已经打得沸腾了起来，听到江训的声音并没有立刻停下，还是江训走近多唤了几声才喊回来的。王爷！苏七七转头扔了手中的鞭子，一把扑到江训怀中，跟着圈着江训的身子大哭：“王爷，吓死我了！你怎么才回来？差点咱们的家都烧起来了！你再看看那个凶手是谁，他是不是存心回来报复我的？”江训顺着苏七七指的方向，将地上的人认真辨别了几下，人皮包鼓了些，鞭伤多了些，大致轮廓还能看出是江淮。江训管不得江淮，他把苏七七拉出怀抱，仔仔细细检查了一番，除了身上有些烟灰，连衣角都没有烧破。受伤没？孩子都没事吧？苏七七捂着心脏，伤倒是没受，受惊把我心吓得乱跳不止。一旁的上京知府默默看着像突然换了一个人的苏七七，乱跳不止的难道不是刚才抽人的鞭子？苏七七坚强的仰头指着西斜的太阳，眨眨眼，十分可怜。有人端我们窝不对，烧我们房子，午饭被耽搁了，宁儿和阿瑶我都让绿萝抱去主院吃饭了。阿瑶打一出生就折腾苏七七，折腾的不行，平时不止他喂，身边跟的有奶娘伺候。苏七七继续捂着脑袋，依偎在江训怀中诉苦：“王爷，我还没吃，一顿不吃，差点饿死了，我头晕。”上京知府忍不住凑上前关心：“王妃相信我，绝对不可能是饿的，我家狱卒给人打猛了，头也晕。”苏七七反问：“我是你家狱卒？”上京知府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赶紧摆手：“不，那哪能？请不来，根本请不来。”江训拉起自己的袖子，细致地擦着苏七七脸上的烟灰，明明知道此时不能笑，还是忍不住。一路上他因为云贵妃的话，之前阿瑶的反应和苏七七的梦，恐慌回来后会见到怎样让他接受不来的场景，或者孩子出了什么事，苏七七会怎样伤心难过的痛哭在他面前，一点不敢因为自己不在苏七七的身旁，肖想他会一点意外没有，如同给自己上了一道不能原谅自己的枷锁。幸好即使他不在，苏七七也会没事。听到府中可能出事了，我立马就赶着回来了，让你受惊了，一会儿陪你吃饭。最后江训腻了血赤呼啦，呜呜气气的江淮不信道：“王妃向来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怎么会打人呢？”上京知府开眼了。之后江训了解了他走之后的事，宣王府中所有的护卫都调到双仪阁护着，苏七七也总是内心不安，觉得一点行动不做的话，若真有人来攻府，那些护卫就好比只是给自己上了一层防护外壳，万一这些人前的外壳不顶用怎么办？于是苏七七让江河拿着江训的令牌去了府衙，让他告诉上京知府宣王府可能会有贼人闹事，提前让他安排人手在宣王府的外围四周再埋伏上一层，又将上京知府亲自请来双仪阁坐镇。知府都来了，办的差还是王府的，尽不尽力上京知府都该懂的。后来果然来人了，一群贼人胆大包天的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府，并且还有人暗中射火箭。幸好之前苏七七做了噩梦，江训让人在双仪阁内外到处准备了众多水缸，哪处着火水往哪处泼，又没有人事先被桐油烧起来的概率降低了很少。关键是苏七七气啊，谁家的房子戳成了窟窿，谁不心疼？而且那些人见屋子点不着，就下来抢人，这么一来就凶险了。苏七七怕有漏网之鱼进来伤到孩子，以身犯险当目标出来引诱敌人。幸亏江河有两把刷子，趁着机会抓住了领头的，
后来一看人才知道是江淮。王爷真的不急啊，不是说宫中云贵妃母子抓住了吗？皇上不等着你带江淮回去。苏七七现在终于吃上饭了，倒是事情一大堆没有处理，江训也不急他，默默急上了。你放心吃，别急，免得噎着。江训气定神闲成了碗汤递过去。宫中被云贵妃折腾得乌烟瘴气，有几个皇帝伤到了，一群宫妃、王妃、郡王妃，他们的孩子还有凤阳长公主被拘禁了，包括父皇、皇祖母都病得不轻，他们总要时间缓缓精力。怀彬不是在我们府中疗伤吗？刚才他走数，让他把江淮带进宫了。明日我们再进宫。云贵妃把一干人等握得紧紧实实，倒是他逃了一劫。苏七七，那云贵妃是见我一个人没进宫，落单了，她费劲让江淮来抓我的，缺我一个有那么大影响，图什么呢？第192章剑南王盗墓国公大罪，江训揭露宫州实情。自是云贵妃不想让事情出意外，江训。云贵妃早先让太后生病，就是打算扣住宫外的王妃和郡王妃们，让他们的丈夫投鼠忌器。但苏七七提前因为阿瑶推了进宫的事，云贵妃少了一个把柄，要知其差一错，满盘皆输。江训早知剑南王昏迷和穆国公有关，必然对他有所芥蒂，无法胜券在握的拿淑妃或是江辉任何一人在江训面前威胁。他只有试试苏七七跟孩子，但凡抓住就会令江训投鼠忌器，哪怕失败了，云贵妃也不怕。他可以用苏七七和江训换平王去找穆国公的生路。不想苏七七早有准备，这让已经关在宫中的云贵妃迟迟没有等到江淮的消息，顿感害怕。云贵妃一家人被软禁在宫中，平王越来越害怕。母妃，您说江淮是自己跑了还是被抓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消息？他上次犯事都被贬成了庶人，我会是什么结局啊？母妃您糊涂啊，他从前对我们是个什么态度？您怎么把宝压到他身上？母后糊涂，母后就是知道他没有退路，又不甘心才给了他机会。他不带你怎么敢独自逃出去？你岳父会信任他吗？必是他也失手了。云贵妃除了这个理由想不到别的，他又气又恼。我筹划这么久，居然败在了江训手中，他何其可恶！母妃，那我们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难道他就要去庞寺之中吗？平王妃紧紧搂着儿子和女儿，想到之前江淮被废后，顺王妃大伤了身体活不久，他们的儿子就是被入到了后嗣艰难的皇亲家中，这怎么可以？这怎么能行？他的孩子是龙子凤孙，怎么能降身份？云贵妃颤巍巍伸手摸向两个孙儿，因他之前被秦时挣扎过甚，摩擦了不少伤在身上，面上厚厚的脂粉糊了一脸，又没有水清洗，红红黑黑的，像个唱大戏的。俩孩子怕得瑟瑟缩缩。平王夫妇一直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乖乖听云贵祖母的话，过阵子就能搬进宫中住了。可是这样的云贵祖母好可怕，俩孩子纷纷窝进母亲的怀中，嚎啕大哭，齐声喊道：“我们不要住宫里了，不要跟祖母住，母妃，我们要出宫。”平王世子年纪比妹妹大，大致知道父母做了什么事才有这个下场。他记得母妃曾给他们炫耀的话，苦苦哀求：“母妃，您夸外祖父厉害，外祖父手中有好多兵，您让外祖父派兵回来救我们出去啊！”平王世子这一无心的话，立刻让云贵妃眼神大亮，让她觉得自己还没输。宫中的祸乱平定，各受到连累的一干人等都已经摆脱了危机。翌日一早，江训接到一封宫州来信，他带着苏七七以探视的名义进宫，其实也是为了知道太康帝怎么处置云贵妃和平王。俩人去御书房时，除了太康帝凤阳长公主，竟然还看见了剑南王。此刻剑南王正跟太康帝细道当时落尸谷所有他知道的细节，说到最后，他眼中流露失望。我那时伤到了背部，等山上的落石萧庭察觉身后有敌人想对我出手，幸而穆国公出手杀了呼延灼。我正想对他感激，谁知他的谋士就用石头对我狠手相向，我便就此倒了下去。不过我确定穆国公没想救我。剑南王说完，迅速从怀中再掏出一封未打开过、用蜜蜡封住的信。这是苏怀和徐敏文在宫州跟随穆国公身后搜查到的证据，人证一时还未带回来，但信确真无疑。爱卿受苦了。太康帝哽咽地扶起剑南王，指着之前被云贵妃扔撒一地，后来又让他喊人整理好的折子道：“折子送来的时候，云贵妃就拿到朕跟前念听了。朕信穆国公他大逆不道，不忠不义，胆敢在战场上坑害同僚兼自己的主帅，谋夺军功，还敢违抗君命，和云贵妃合谋夺位，朕不会轻饶他。多谢皇上。”剑南王再次身行一个大礼。皇兄，穆国公敢做这事死罪也不可惜，但云贵妃更可恨，母后让他害的，现在还醒不来。太医说十分危险，您也要好好处置了云贵妃。凤阳长公主被云贵妃的人打晕后，一直被绑在太后宫中的后殿内。期间，云贵妃安排在太后宫中的宫女太监照顾太后，照顾得十分粗糙。凤阳长公主后来去看的时候，发现母亲连个盖被子的人都没有。太医说怕是顶不过这一遭了。太康帝也亲自去看过，太后浑身还烫着，他当时便愧疚地跪到了床前，就是凤阳长公主不提醒他都放不过云贵妃。
这是自然。他向德海吩咐，将云贵妃等人带来。是，德海。不一会儿，德海就领着怀兵将云贵妃、平王等人押了来。云贵妃跪在最前方，一点也没有害怕求饶之态。她挺起脊背。穆国公携大军在外，皇上若不想使宫州叛乱生灵涂炭，应该平平安安的把我们送出。父皇，您给我和母妃一个机会吧，让我们去岳父那。您让我一辈子带宫州带凉州都成，我不闹了。平王砰砰的磕着头。呵呵，在平王一声声的磕头声中，最后面倒着的江淮呵呵的笑了起来。他用腕肘撑起身子。傻子，我都能被父皇废成庶人，你磕几个头他就能原谅你吗？太康帝眯眼看清了最后的江淮，他失望至极。你终究不让朕省心。皇上，穆国公还不至于有如此本事，请给臣一个机会，带兵去擒穆国公，让他回来一同认罪伏法。剑南王现在很想和穆国公交手，一雪曾经的耻辱。将军，剑南王穆国公的事倒不是很棘手，或许他已经比云贵妃和平王伏法更久。云贵妃也不想想有多久没接到穆国公的消息了，又有多久他身边那个谋士也没有给您传信了。云贵妃自信的模样一击即溃，不可置信地望着将军。你胡说什么？他带着大军在外，怎可这么轻而易举落入你手？第193章太后病逝，太康帝处置云贵妃母子。皇上，太后不大好。未等将训继续，御书房外来人急急禀报，是迁太后的大事，让太康帝和凤阳长公主直接疼得起身。底下的众人纷纷面露忧色。太康帝立即携凤阳长公主去了太后宫中，来到时，太医已然跪在了太后榻前。他对太康帝作揖，悲痛道：“皇上，太后方才忽起一阵惊厥抽搐，臣施救不回，太后老人家去了。”母后凤阳长公主扑冲到床前，拽开碍事的太医，大痛不已。床上的人毫无生气，凤阳长公主几次才抬起沉重的手握住母亲的手。她抽泣：“皇兄，母后的手好凉，如今是剩下啊。”太康帝站立着嘴角，甚至还停留在门边，做了无数次准备，才慢慢迈进去，看着母亲苍老又安详的面容。他道：“母后走得可痛苦？”太医：“太后年岁已大，自打病后醒着少昏着多，倒没有什么痛苦。”太康帝伸手抚了抚妹妹抖颤不已的肩头，让她好好守着母亲。你在这陪着母后，皇兄一会儿就回来。凤阳长公主闷着脸点了点头。再回御书房，太康帝微红的双眼已经宣示了什么，谁都不敢多问一句。宣王，你继续说，宫州现在如何了？将训忽视云贵妃气急败坏的模样，他继续：苏怀和徐敏文为了寻剑南王落尸谷出事的证据，之前一路跟着穆国公去了宫州，而二人也在发现穆国公有想叛逆的苗头时，将穆国公早早的遏制在了手中。之所以至今儿臣才知道，是因为此事实属先斩后奏。苏怀和徐敏文暗中调换了50个落尸谷知情将士后，发觉穆国公并没有剿灭夔山，就立刻将战绩呈报给朝廷，反倒用5万将士在宫州各个出入口设守卫，又在要塞一宫的地方做陷阱，甚至用上了夔山各处。起初，苏怀和徐敏文以为穆国公可能还有太康帝的密旨，俩人为了踏实，就去找宫州知府打听穆国公的目的。宫州知府很是为难地对他们摇头，说自打穆国公来了宫州后，宫州的大小事宜他已经做不得主，连宫州的机密穆国公都要从他那里要一份。穆国公是国公，他只是小知府，哪里有本事有能力管国公有什么主意？能将一个本地知府架空苏怀和徐敏文，就深觉此事不简单。后来他们暗中观察穆国公一段时间，更发现他跟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往，曾经的陈州总督段年。段年给穆国公送去了很多的银钱和武器，一直拖延到穆国公把夔山剿灭的消息报到朝廷后，朝廷颁布圣旨，让穆国公携大军返京，穆国公依旧不为所动。苏怀和徐敏文就觉得此事不能等了，若真像他们猜的一般，等穆国公将什么事都准备好，他们再出手就来不及了。穆国公是奉君命出征，苏怀和徐敏文不可能用3言2语的猜测让5万将士就听他们的，再往回传消息，等朝廷的命令又来不及。幸好走前，将训给过苏怀一块太康帝曾赐他的令牌，借着令牌的名义，先是骗穆国公卸下防备，再是直接绑了他。苏怀又有玲珑郡主之前交给他的剑南王的军队，再让剑南王的人抓了秘密来到宫州的段年。最后他们一直隐忍不发，选择秘密写信给将训，等将训给他们消息，该做何办？事情办得虽然大胆了些，但他们确定穆国公没有安好心，这一做法倒间接少了一个心头大患，还让云贵妃的白日梦骤然梦醒。云贵妃又哭又笑地趴在地上，嘴中不断骂着穆国公愚蠢。平王在一旁请罪，将额头磕得血流如注。太康帝心中的伤痛实难抚平，听完一桩桩一件件的谋划，太康帝不管这对母子再有任何举动，都激不起他内心分毫波澜。他道：穆国公府，云贵妃母家云氏，段年一族，云贵妃赐毒酒，平王府收回赐平王夫妇白灵。至于平王的2个孩子，念其年幼除4境，南宫永不得出。
平王满脸的鲜血已经把整张脸糊住了，他双手双脚并用往前爬，可是还没爬几下就被侍卫给按住了。平王嚎啕：“父皇，父皇，您贬我一个郡王也成，我是您亲儿子啊，您怎么要杀我呢？”云贵妃也傻眼了，刚才的气势不复存在，她张嘴就想为儿子求情，一急痰盂不止的漫出喉咙，让他说不出来话，吭吭哧了几嗓子，倒将自己憋晕了过去。平王妃得知她的孩子还不如那些争位失败的，竟然这么小就要见不到天日的被拘禁起来，吓得呆呆傻傻直傻笑。太康帝摆手让人将他们带下去，剩下的便是从前的顺王江淮，还有云贵妃的从犯如妃跟他的儿子张王。江淮一再犯错，罪不可饶，既然不想过禁足的日子，就发配岭南。江淮这次心如死灰，什么处置对他来说都一样。如妃，太康帝刚喊上如妃，张王抽抽搭搭的跪上前抱住太康帝的腿，他喊冤：“父皇，母妃做的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啊！我之前跟兄弟们跪在一起，差点也让云贵妃砍了。我承认，我是有心觊觎东宫，但真的啥也没做呀！您明鉴，儿臣冤枉。儿臣发誓，这下连觊觎的心也不敢了。您别处死儿子，也别流放我呀，我受不了。”如妃跪伏着身体，切切流泪：“皇上，您怪臣妾就好，臣妾之前攀附云贵妃才昏了头，张王一点不知啊！您要臣妾怎么死都行，放过张王吧。”太康帝，如妃夺去封号，打入冷宫，终生不得出。张王念其无辜被迁，但其母实在糊涂，降为郡王，即刻出发凉州。凉州是太康帝当初要给平王的，是为了暗示平王要归行举步，如今是他没有福气，给了张王，也算他真没有糊涂，敢参与谋划这一场。如妃太康帝是不想见了。张王和如妃一块松口气，磕头谢恩：“多谢皇上、父皇。”一切处置完，太康帝又去了太后宫中，不久宫中的丧钟就响了。第194章将训苏七七观赏破败小家。舒和宫探视，一声声沉闷的丧钟声像无形的带着极有目的波涛浪滚，穿透层层红砖绿瓦的宫墙，蔓延整个皇宫角落。所有听见钟声的宫人纷纷落跪在宫道两旁，跟着响起短暂的低泣。不久，太后的棺椁需要下葬，太康帝领着众多儿女宫妃与臣子为太后送葬。苏七七和江训身着丧服站在其中，为这个80多岁的老人家送上最后一程。星号星号星号。宣王府，云贵妃谋乱的事情了结后，太后的丧礼也跟着过去了。下半年皇宫取消了所有的节日庆典，因此王妃郡王妃们往宫中去的也不敢频繁了。且他们被云贵妃拘禁的那些时日根本不好受，差点没命出宫，已经对皇宫有了暂时的阴影。大的聚会需要忌讳，但妯娌间的感谢与来往倒不受限。林霜、颜露这次逢凶化吉后，不仅自己来了苏七七的双仪阁，还带了他们的丈夫一起来。不过中间独独缺了九郡王和九郡王妃。苏七七关心林霜、段雪和九郡王怎么没来，他们最近很忙。林霜唉声叹气，九弟病了才好，但是九弟现在离不得人，段雪他守着呢。啊，九郡王也让云贵妃砍了吗？缺哪了？苏七七担心。他已经听说那日御书房内云贵妃尸的暴行了，云贵妃想让太康帝不忍让他赶紧写诏书，就跟砍西瓜一样往太康帝儿子身上乱削，有掉手指的，耳朵的，还有捅腿的。捅腿的这个就是他家江训那倒霉实弟。不，九弟没缺，是差点直接没命。七郡王迅速摇头，讲起那天的惊心动魄。那天云贵妃真是疯起来要人命，我连哭都不敢哭，连遗书都来不及给双儿写，还以为就要死了呢。真就往里面挑白菜，挑到谁，咔，云贵妃就给谁一刀，正好九弟他跪实弟旁边。云贵妃当时越削越气急败坏，八郡王也忍不住道，跟着七郡王和八郡王俩人就给苏七七、林霜还有颜露绘声绘色演绎了那天的事，一连削几个，把实弟捅了，父皇都不肯写圣旨。云贵妃可不恼了极了，说残了也不怕，那就都去死吧，挥起刀就要砍了九弟的脑袋。说到情绪激动时，七郡王擦了擦眼角的辛酸泪，而后一展笑颜，可是九弟命大啊，正好那时六哥来了，一脚踢开殿门，害得云贵妃刀拿不稳了。九弟既没有缺胳膊断腿，也没有被落一刀。八郡王，可惜那时九弟下的也不轻，直接歪我身上了，我那时魂都没回来呢，搞得九弟满脸的汗泪，我以为是血呢。当时被云贵妃拘禁，谁不怕？就算七郡王和八郡王把那日心中的害怕说得明明白白，林霜和颜露都不愿意说他俩一句没出息。两人纷纷拿起手绢拭泪。颜露说，到底这件事最该谢谢六哥，也最庆幸七七你没去，就是可怜断雪了。我听说这让吓到的人，轻则疯疯癫癫，重则性情大变，要是九弟意志不好，还变得磨磨怔怔的，要断雪怎么过呀？苏七七没想到这么严重，他跟着发愁。对了，我之前认识一个大师，针灸什么的，有一手剑南王就是他治的，就是最近回去了。林霜欣喜，能治剑南王，说不定就成呢，这再好不过了，找得回来吗？苏七七，
那我回头写封信让无法师傅来一趟，给九弟看一看。几人商量好给九郡王看病的事后，江训回府了。要在以前，大家该继续聊就继续聊天，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林霜和颜露也不想在太后丧妻还没过不久就走府拒食，让自己和宣王府给别人留下画饼。苏七七现在的双仪阁又破落又精致，屋顶的洞还没有修完，窗户坏的还垂在窗沿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倒是补全了。夫妻俩抱着胳膊站在院子中，欣赏着说不上来的屋景。东西我正在让梁郎准备，保证全一模一样的，再等等，不然咱们住正院也成。苏七七，王爷，你为什么找梁郎买？他肯定讹你，找苏桑吧。苏桑是他弟弟，初时苏氏铺子起家，他出了不少点子，铺子里还有他的股份呢，给不给优惠价还不是他的一句话。苏桑是你弟弟，他指定不会收我钱，我找他买不就成讹他占他便宜了？放心吧，梁郎不敢讹我。江训，王爷挺正直，一点都不走裙带关系啊，你好歹是我男人他姐夫。苏七七挑眉。江训低头望了眼苏七七的衣裙，素色的衣服攀着一圈圈紫色的鸢尾花，正是他之前画的一幅图样，让他想起了某些时刻，鸢尾花堆叠乍然成花海的好看。平生第一次有人让我走裙带关系，并且体会到如此安心跟踏实，七七的男人我当得很开心。在七七跟前强调正直倒是对七七的亵渎了，我愿意赖着七七得到七七的偏爱，但对于你家人来说，我的作为是交付他们把女儿放在我身边的诚意。苏七七一下有点听不懂这话了，不过谁让江训说话好听呢？他礼尚往来笑道，那还不是王爷经常跟我说放心二字，放心放心，就真的可以试试放心了。再一次打量完精致又破落的双仪阁，俩人拉着手进屋。江训道，我们明日进宫吧，实弟伤了后一直养在舒和宫，母妃听说吓得也不轻，照理我们该去看看。好啊，苏七七。太康帝这次对于遭受无妄之灾的儿子都非常宽爱，除了另外2个儿子也是找了名医医治。淑妃舍不得儿子回郡王府养伤，太康帝便同意江辉留在舒和宫，让淑妃每日都可以亲自照顾江辉。到宫门口，苏七七看见了楚灵英，楚灵英同时也看见了他，先上前打招呼，六哥六嫂。江训颔首不言。苏七七纳闷，实弟都住在宫中养伤了，你怎么还要往宫里跑？楚灵英不好意思低头，母妃说怕我照顾不好郡王的伤腿会害他留下病根，让我在家照顾洛，但我又不能真一点不来。苏七七大致明白了，要楚灵英真的撂挑子淑妃，说不定还有其他意见。最终3人一路去了舒和宫，江辉住在舒和宫偏殿，此刻正被淑妃劝着喝药。辉儿，乖把药喝了，喝了你腿就会好的。母妃，要真是补了，让我死了算了，为何我就那么倒霉？江辉一连在床上趴了10多日，每想到那日他被云贵妃扎了一刀，就心中害怕，噩梦连连。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他的腿伤是见好一点就化脓，迟迟不结疤。母子俩打了一个岔，听到有人禀报江训夫妻俩还有楚灵英来了。江辉听见，不知是对谁把脸朝床里冷哼一声。第195章，江辉埋怨江训。一行人进来后，对着淑妃行了礼，淑妃随意摆摆手，让他们起身。楚灵英眼神机警，看出淑妃在为丈夫吃药，她紧上前要接过。母妃，让我来为郡王。淑妃把脸撇回去，望了儿子一眼，见儿子还在闷着头不吭声，她将手一躲，绕过楚灵英，看到江训身上，把药对江训跟前伸送。训儿是来看你弟弟的吗？他不喝，喂你弟弟喝药吧。江辉听到母妃的话，立马松动地动了动脖子。他虽跟江训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平日里相处却和其他兄弟没什么两样。确切地说，还没有他跟有些兄弟相处的自在，心中存着3分不知哪里来的害怕。而且那天他跟江训明明在大街上碰见了，江训既然猜到了宫中的不对，竟然没有阻止他进宫，白白害他成这样。他带着埋怨低声，母妃，我不要6个喂，我能喝。说着便要撑起身子坐起来，主动端过药碗。淑妃依旧把手一躲，让他躺好，不是说腿疼的浑身难受吗？现在连床都下不得，撑什么墙？训儿是你6个，上次若不是他及时赶到，怕是你血就流干了，咱们母子就要死那了。你腿伤的那么重，让你6个给你喂个药怎么了？若是你有你6个一半心眼，我就是自己在宫中被云贵妃砍死了，我知道你还好好的，我就知足了，哪能出这事？母妃，把药给我吧。这些天江训虽没来舒和宫一次，但多次派人去请安慰问，母妃一次话都没有给他，摆明对他冷着脸。无非是他当时没阻止江辉入宫，又没来得及在云贵妃对江辉动手前救他，让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江训不欲听母妃口中的这么多道理，明着说教江辉，内里却是对他无尽的讥讽。他搅着汤药，舀了一勺送到江辉嘴边，实弟，前几日6哥问了为你治腿的太医，他说你的腿医治的及时，主要靠多休养，心中别想那么实，好好吃药会恢复如初的。好了，太医也说到了阴雨天气会犯疼，这病根算留下了。江辉瞄着淑妃抱怨，见淑妃没多话，江训的勺子在自己嘴边杵久了，他心烦，低头不重不轻地饮了一口。
循环多次，江迅一连喂了10多口，终于将要喂完了。江迅递了一个帕子给江辉，江辉被江迅喂了这么多下，渐渐感觉到一股胜利的开心。哪怕这一次他们所有人都丢脸了，只有江迅识破了云贵妃的计谋，救了父皇。可是在他母妃这里，他才是最重要的。江辉没接帕子，仰着下巴。苏七七看炸了。楚灵英同样看不下去了。六哥，我给郡王擦吧。灵英你干嘛？这是我六哥。江辉说的理直气壮。无事。江迅折了折帕子，捏着一端往江辉嘴边沾过。他看出江辉在故意使唤自己，无非是仗着母妃对他偏爱。若换成从前，他确实会很难受。从小到大，江辉不是不懂母妃对他的偏爱，而且他很会用这股偏爱来充当自己的优越感。只要他喜欢吃什么，说一句喜欢的东西会很快送到他面前，而他喜欢一样东西，但凡江辉说一句讨厌，日后他绝见不到第二面。从前他不懂江辉能用这种无聊的手段能为自己获得什么，毕竟他都那么受宠了，如今懂了。被偏爱久了的孩子也容不得忽视，他总需要用什么法子来证明自己被偏爱，恰好自己这种连爱都得不到的，所给江辉带来的优越感最为充沛。但现在对于他来说，这种不过尔尔的亲情可有可无，维系的只不过是纲常伦理下的规则罢了。一旦他能掌握这种规则，大家不过都是陌路人。好了，江迅收过帕子，多谢六哥。江辉先喜滋滋的谢过，而后抬头，他对淑妃恳求：母妃，我感觉只要六哥来了，我腿疼都要好受些，说不定今晚就不会做噩梦踏实睡下了。不如你让六哥经常来陪我吧。苏七七，陪？伺候你吧。江迅又不是周公，还能给你塞美梦啊？你觉得你六哥来了能让你好好养伤，母妃当然不会反对，迅儿也不会有意见吧？不如你从明。母妃，江迅打断淑妃的话，缓缓道：云贵妃一党的事虽然解决了，可因皇祖母薨逝，父皇觉得让他们在皇祖母丧妻死，实在是对皇祖母不敬。人都还没有处置，父皇便将这些人交给了我。儿子之后会很长时间沾上血腥气，对实地如今会非常不好，请母妃见谅。最后他拱手。云贵妃一党的事属江迅最知道内情，也绝对错冤不了他们。尤其穆国公之前军功来的不正，太康帝将这事交给了江迅处理，更是向天下人表示，朝廷对于玩弄手段欺骗臣民的人绝不姑息。那千万就别来了。淑妃想起云贵妃一党的人大大小小重罪轻罪，说不定能绕皇城一圈，若让江迅沾了什么晦气带进来，可真是大不好。现在你弟弟喝完药差不多要休息了，我也乏了，你们赶紧出宫吧，有事本宫再叫你们。淑妃单独对江迅和苏七七道。江迅拱手苏七七扶礼，俩人一块拜别淑妃，准备离开舒和宫。才刚走出殿门，殿内就响起了江辉不情不愿的声音：母妃，杀个人又不用六哥亲自杀，怎么就不能来了？他指定没把我当弟弟，要不然那天怎么就不知道叫住我，非要显得他不同，让父皇对他另眼相看是吗？我可听说了，当时我晕了下一个云贵妃要砍的就是九哥，偏偏他那时候就来了，他能及时救九哥，他都不救我。楚灵英听着很不像话，郡王，事发不可预料，六哥能来已是万幸。灵英，你怎么总是帮六哥说话？江辉现在听不得江迅的好。灵英还气他是不是？淑妃斥了楚灵英，又怕江辉使脾气腿又不好了，顺着他。咱不怕1万就怕万一，云贵妃那种恶人，万一见着你体弱，真顺着你六哥缠上你怎么办？那您不怕他们缠六哥？江辉，淑妃，你六哥有本事，他们下去了也要怕。殿外，苏七七听得很不是滋味，他握紧江迅的手，王爷。第196章，苏七七整蛊石郡王。贺王争心不散，江迅不当回事，拉着苏七七继续往舒和宫外走。没关系，不放在心上，他们说的什么话都和我无关。他考虑到，不过过几日我确实要盯着行刑，难免沾上血腥气。七七若是怕的话，我那阵子便不回家了。那怎么能行？你放心，我才不是江辉呢，我不怕。再说了，你杀的都是死有余辜的坏人，他们的鬼魂见到你确实都应该怕，怎么还能被他们缠上？要这么论的话，刽子手总不能是刺抛的。何太医，你干嘛呢？怎么不进去吧？走到舒和宫门口，苏七七一眼瞧见了太医院的何太医。何太医先是给苏七七和江迅行了礼，再是一脸苦涩的拍拍医药箱，望着舒和宫内发愁。不瞒宣王宣王妃，这石郡王天天喊腿疼，臣已经想着法子给他止痛了，再加上石郡王夜中睡不好觉，这腿是反反复复一点没有见好的样子。淑妃娘娘爱子心切，臣没有怨言，但臣……最后他实在不敢多加解释，就是淑妃娘娘因为江辉的腿总是不好，所以就牵连到他身上了。许久了，淑妃的脾气是越来越差，导致每回进舒和宫她都要犹豫许久，回到太医院竟也比不上另2个断指少耳的皇子轻松。母妃关心则乱想来，不是有心的。何太医还请担待，江迅作为淑妃的儿子，言语为母妃找补。何太医哪敢蹬鼻子上脸，臣不敢。苏七七看看这何太医还挺不开心，
又想到江辉那个欠揍的模样，他悄悄拉着何太医到一旁。何太医，实弟那腿对穿着实吓人的很。所谓未经他人苦莫劝对方善，实弟若是叫疼，那肯定是真疼。何太医紧张，臣当然不敢质疑郡王的伤情，我不是那个意思。何太医，您继续听我说。苏七七继续出他的鬼点子。男子汉大丈夫痛就痛点，毕竟那么大个伤在腿上，要是真没知觉，可不废了。但实弟晚上睡不好可是大了，这怎么续神养伤？您说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安神药？您家一味，兴许实弟用了，他就趁着能睡下养好了呢。当然了，若本就不能加，何太医您千万别使，不妨碍您就用。母妃那求的就是实弟一个素吼，实弟一日不好，别说您头疼，我跟王爷都胆战心惊，哪能真看他成脖子不成？臣懂了。何太医茅塞顿开。苏七七，我到底不是个大夫，拿这主意有点。何太医顺着苏七七接话，王妃只问了陈十郡王的伤腿状况，十郡王腿迟迟不好，必须要加味安神药了，这和宣王妃无关。苏七七走回江训身旁，俩人往前走，何太医也继续进了舒和宫，这下脸也不苦了，腰杆子直的也不似霜打的了。江训注视着苏七七坏笑的模样，认真道：你让何太医加药，在江辉药中的事我都听见了。苏七七就是要江辉少找江训麻烦，最好睡死如猪。一味安神药，有私心也坏不了江辉什么。王爷竟要因为兄弟情深告发我，他蹙着眉楚楚可怜，如同刚做了出气的好事不被人接受一般。江训捏着苏七七手心，不舍得，本王偏心。庆妃宫中，御书房那日贺王倒没受什么伤害，但后宫嫔妃也被拘禁过。庆妃当时见云贵妃那情形，还曾想巴结云贵妃狼狈为奸，等她是成分一杯羹。如妃却怕庆妃上了云贵妃的船，回来成为她的障碍，就蛊惑云贵妃不让她拉拢庆妃。谁曾想庆妃就这样走了大运，不然她如今的下场惨不过云贵妃，也要跟如妃一样被打入冷宫。这么一下病了，贺王妃跟着进宫给庆妃侍疾。庆妃躺在床头，每想到云贵妃将他们威吓拘禁起来的日子，她都直做噩梦。儿啊，幸亏母妃没跟如妃一样糊涂了去，不然你不是跟张王一样了吗？庆妃刻意隐去她巴结不成的事，拭泪庆幸。贺王劫后余生，乖巧点头。母妃，这说明我们母子都命大呀，你赶紧好起来吧。淑妃现在一个人，江辉又伤了，还养在宫中，没人帮她忙不来的，说不定您的机会就来了。啊，你还惦记那位置，这一个个的没一个好下场，干脆咱认命得了。虽说现在有亲王位的只有你和江训了，可他救驾有功。儿啊，咱安安生生的不争了成吗？庆妃看怕了，怕不劝儿子，自己没有好下场。贺王妃常和平顺张三个王妃玩，现在他们被丈夫坑害的坑害，死的死的，贬的贬。从前有心气跟他们争高低，现在人一走荒凉了，她甚至觉得当初有他们还挺热闹。眼瞧着丈夫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少，贺王妃对那个地方突然不热衷了。王爷，母妃说的对，从前勾心斗角那是大家谁也不愿意让谁，现在他们的下场如何，咱们看在眼里。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就不错了，父皇愿意把那个位置给谁就给谁吧，咱不争了。贺王，母妃是病了说胡话，你怎么也说胡话？你自己都说了以前，现在就剩我跟江训两个亲王等级的了，他就算救驾了，又如何父皇立马立他为太子了吗？我想好了，他们失败实在是小动作太多了，我就不信江训他自己不出错，他身边的人不出错，只要我能抓到江训的错处，他必然就不是父皇最好的选择。太康帝自打废太子后，身体断断续续不好，后又经过云贵妃之事太后的丧仪，造成急火攻心郁结不散，身体更加不济。近日频频有呕血之状，请来太医把脉，太医久久不敢起身。实话实说，朕还能因为这点事处置你不成？太医不忍道：皇上，您身子损伤严重，五脏六腑处处有症结，臣无能。太康帝似早有准备，他平静问道：直说朕还有多少时日？太医战战兢兢，若之后注意保养，勉强6个月。第197章柳英梅辞行，苏博书院遭疾恨。皇上，太医说了，让您妥善保养，您可切勿忧心，万一在之后身子养好了，也未可知。德海打进宫就伺候在太康帝跟前，多年的主仆情谊让他既惧怕自己的主子，又心疼自己的主子，暗自吞下心中酸苦，小心奉了杯茶到太康帝跟前。太康帝无心饮茶，让德海端开，嘴中却笑话他伺候了自己一辈子，居然敢拿这话哄他舒心。你倒是敢花言巧语，养好了未可知，朕这把岁数就是养好了又能活几年。虽整天有你们称朕万岁，但母后丧事刚过，朕发现生死就是那么回事，不过眼睛一闭长眠而已。朕烦心的是，这大京未来交托何人？德海，朕已经有4个儿子让朕放弃了，你说剩下的哪个才是朕该放心的？宣王上次护驾有功，德海是道。宣王，太康帝凝视远方咀嚼这2个字。星号。宣王府。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京了。表哥他人很好，以为我受孕艰难陪着我医治，比起外面的风言风语，他更信我。我想跟他成亲，不会错的。柳英梅自打昔年在皇宫做戏落水后，又不愿草草继续随着父母之命嫁人，就将自己受孕艰难的谣言散播了出去。京中只有低价才有人愿意接受她，她父母好歹在京中有头有脸，自是不愿意受这侮辱，便一直留她在家中。后来她母亲实在看不下去，让她孤独终老，便将舅父家的表哥叫来了。她跟表哥从小玩在一起，后来各自父亲的前途不同才分开了。不想这么多年不见表哥，竟还对她念之不忘。她又曾大梦前世，竟是表哥给她扶灵回家的，便因此动容了。所以这2日便要走了。苏七七这几年一直来往宫廷和各王府间，和柳英梅相交，但没有机会常常来往。许久没有过问过双方的事情了，今儿竟然听到了她要辞行的消息。柳英梅颔首，嫁给表哥总要随他过日子，他家在渝州，便随他去渝州，就明日的行程。那我明日送你。苏七七明白，这种女子一旦远嫁，不仅是自家的父母，就是家中所有的亲朋，都再少有机会见面，她总要送。不用。柳英梅婉拒苏七七的这份好意，毕竟对她来说，远离这里的是是非非不是什么坏事。我今日来不是为了让你特地明日送我，就是有件事想让你注意一番。苏七七见着柳英梅的表情不像开玩笑，她慎重起来。当初曾琦那件事，我很感谢苏柏，后来还曾在宣王府见过他一面，一直听闻你兄长在衡阳书院各科优异，广受夫子赞誉，须知盛极必防阴私。你想，尽管衡阳书院是授学之地，不还是出现了曾琦那种败类？你兄长的才学远胜于那些败类时，他们是不会服气的。柳英梅那时刚被曾琦欺骗，遭了巨大的羞辱和伤心，见到苏柏那种姿态有度的读书人，难免瞧见他的模样，忆起了当初初见曾琦时。大梦初醒才知道，原来演出来的学富五车，在真正如苏柏那种君子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或许是上天在给自己赎罪的机会。回到家后，他突然想起前世他也曾听说过苏柏的名号，曾是凤阳长公主府的家奴，后一家脱籍出府，第一次上场考试便得了童生。之后一直在衡阳书院读书，学识方面跟如今一样，广受衡阳书院夫子们赞扬，本是最有望登金銮殿的人，最终却因和一家人的妾室纠缠不休，私德败坏，被恩师所弃，连科考上场的机会都不得有。柳英梅觉得这太荒诞了，苏柏又不是曾琦之流，怎么会跟别人的小妾有牵扯？他总是放不下这事，又不敢过早来跟苏七七言明，眼看着明年乡试即将到来，苏柏定然会去考的。若他真遭遇此事，被诬私德，恩师所弃，一辈子的前途便完了。柳英梅走后，苏七七深入想了他的话，从来大哥回家都听他如何赞夫子好，同窗待他如何友善，一点小的口角都不曾多有。若以前想的是大哥与人为善，怎么就不是他报喜不报忧？衡阳书院是京中饱受好名的学府，每年都会从各地入学很多非富即贵的学子，而衡阳书院又不论贫贱，只要学识好，尽管学子家资微薄，他们也会酌情照收不误，难说没有仗势欺人的。苏七七坐不住了，算算日子，他大哥明日应该会休旬假，他准备回家一趟。衡阳书院，苏大哥，还你上次送我伤药的钱，这是秋梨膏，你每日背书费嗓子，给你泡水喝。午时过，苏百芳要还了饭碗离开，一个17、18岁蓝布裙厨娘模样的姑娘跑来叫住苏柏：“玉秀姑娘，你爹还在打你。”苏柏刚想推拒，低头一看，便看见了他腕上的伤痕。玉秀悲窘着脸往下拉了拉已经不适合他穿的衣袖，掩饰摇头：“没。”苏柏暗叹口气，推拒：“举手之劳不用还，不能欠的。苏大哥，我可能不能在。”玉秀，你不好好在家待嫁，怎么还来当厨娘？在我眼里可算私会外男。玉秀正在说的话被打断，转头惊恐又羞愤地看着身后来人。苏柏朝那人看去，是他的同窗，3年前从随州来的学子。他拱手：“厉兄。”眼前的厉姓男子，其身份乃是随州厉侯家的世子厉征，以随州案首入衡阳书院，自打来书院便争强好胜，常常和人斗诗论文，曾挑衅过苏柏，却落了下风，至此就把苏柏恨上了。明年乡试在即，参加乡试的人需名望者保举，书院的山长和其他几位教授苏柏的夫子都愿意保举他，因而挑了厉征的火。俩人已久的恩怨都在书院学子中传开了。玉秀，你未来夫君在这呢，跟外男私相授受什么东西？厉征冷哼一声，继续为难着玉秀。正巧我今日温习书温的甚是肩头乏累，你跟我回房替我捏捏，厨房还有活没忙完。苏大哥，我先回去了。玉秀被厉征说的越发窘迫，垂着头绕开门边的厉征跑回了后厨。苏柏抬步也要走，厉征笑道：“玉秀嫁给我，多亏苏兄给我牵了线。”闻之，苏柏脚步一顿。第198章，苏柏歉疚，欲帮玉秀还债。苏七七质问苏柏：“星号。”厨娘们将厨房内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早早离开了。玉秀准备做最后的收尾。
厨房的木门响起了咚咚声，平时后厨除了他跟一些厨娘没人进。玉秀正奇怪门既没有关也没有锁，厨房的大娘要忘拿东西直接进就成，怎么敲门了？转身看过去，见苏柏站在门前，似有些猝不及防。玉秀一股脑涌出白日里力争在苏柏面前说的话，她手足无措呆怔着。玉秀姑娘，我有些事想问问你，现在可有时间？苏柏清润的嗓音清清如流水，外面斜落的夕阳洒下一层流金，不仅将门镀的柔和，还笼罩住面前如松的男人。学院中学子虽多，大都懂得尊礼重礼，可他们跟恩师尊礼和他这种不起眼的小厨娘尊礼还是不同的。他大约知道苏柏会问什么，到底白天那种情况想起来他自己都会犯恶心。跟苏柏这种对他和对恩师没有区别的人来说，若他拒绝的话，他不会勉强的。他支支吾吾的拒绝，我娘病了，我要赶紧收拾完回家。苏柏颔首表示理解，既这样，那等明日我再来。玉秀发现是这种结果，他为难的喊住他，为彼此找借口。苏大哥，你是不是要钱？我还你别来了。不是要钱，问今日力争的事。苏柏否认，转而直接问道，并不顺他找的借口。玉秀更加羞窘，垂着头紧攥身前的围裙，几番纠结苏柏看在眼中。若今日实在不便，明日但说无妨。苏大哥，你等等！玉秀一急喊住了他，跟读书人比时间，他的时间最不值钱，怎么好折腾？他次次的来，他再次次的拒。俩人一块来到长廊下，苏柏本就带着话来，他先道：力争是因为我迁怒的你，他要那你并不是喜欢，反倒认为我俩有什么。听说他给你爹还债，你爹娘才答应将你嫁他，不然你跟他是不会有这桩事的。这事虽不是我有意为之，到底是连累了你。力争不肯实言相告，他帮你爹还了多少债钱？你告诉我，我想法子帮你把钱给他，解了你俩的婚约。今日力争下流的言语还回荡在苏柏耳中，力争无耻的跟他谈笑。本来我没打算再没拿玉秀钱告诉你的，毕竟纳妾而已，又准备不上排场，哪里能请得来苏兄？但谁让咱们苏兄是衡阳书院的翘楚，明年那时玉秀已经成了我的人了，说不定还腹中有物。想来玉秀跟苏兄如此相熟，你定然会在自己开心之余替我俩开心。苏柏实在不知道他这痛道理的来源，但他和力争同窗已久，知他已经是个有妻儿的人。究其本心对力争的了解，他为人狭隘，睚眦必报，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明白他想要什么，苏柏向他请教。玉秀姑娘和力兄家世天差地别，如何力兄就要非纳她不可？他家人也全同意吗？我替他爹还了债啊，怎么就不能纳玉秀？她长得清秀端丽，就是除了对苏兄以外的男子，全都避之不及的很，我很难受。当然要纳了他，回来调教他。力争狞笑着。苏柏见他要走，脱口问道：你帮玉秀还了多少钱？力争偏卖关子，他进了我家就是我的人，什么钱不钱？苏柏良心难安，他深知玉秀家中困窘，甚至还有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可能长这么大遇见困苦不知反己，但因他而沾上毁了一辈子的祸事，他却无能为力，他会歉疚一辈子的。听到苏柏问他爹的欠债，玉秀再也忍不住蹲伏下来，抱着双腿哭泣。我爹他好赌，每一个月都要欠10两之多，我和母亲拼死累活也还不起，从小家中就在典当东西过活。后来东西点的没了，我爹依旧不改嗜赌，有次欠的债没及时还上，他被人打断了条腿才了事。玉秀的爹伤了腿，害怕了也戒不掉，他不去赌就去喝。玉秀跟他娘没办法，只能安慰自己喝比赌安全。不想他爹并未全然不进赌坊，2个月前竟然带回家500两的赌债，就是把他们家掀一个底朝天，能找到50两，都算他爹给他和他娘积德了。没法子，他娘就病下了，正好他替他娘跟山长告假的时候，力争听到了。某天力争带钱到了他家，他爹一听把自己给了力争赌债就清了，二话没说同意了这桩婚事。苏大哥，你别管这事了，我不怪你，就算今天没有力争，明天我爹依旧会欠赌债，他为了赌债依旧会把我卖出去，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他也只能卖我一次。我想这次我算解脱了，就是可怜我娘，还要继续给他收拾烂摊子。苏柏察觉此事不对，玉秀，你爹是赌这么多年，甚至赔上一条腿，怎么说他都在京中赌坊出名了。换而言之，玉秀爹怀中有几两钱，那些赌坊人难道看不出来？就算设陷阱，又能在玉秀爹的手中榨出多少钱？赌坊怎么会容着玉秀爹欠这么多债？而此时力争的还债纳玉秀，更让苏柏奇怪。你爹或许被人坑了，我先回去筹钱，若力争愿意了结我，帮你把钱还了，若不能我帮你告状。苏七七翌日回家，在家中做了半炷香，苏柏就从书院回来了。从前苏七七也会挑在苏柏从书院回家的日子一家团聚，因此苏柏并不奇怪，反倒苏柏露出的眉间愁绪让苏七七感到稀奇。大哥，你怎么了？书院遇到什么事了吗？苏柏意外，七七，你怎么知道？娘常说我们是他肚子里出来的，想什么他一看就知道。你是我大哥，我是你亲妹妹，怎么就看不出来你今天有事？苏七七有理有据道。苏柏倒不是觉得事情隐瞒为好，但是牵一个姑娘的声誉，
他斟酌道：“好像因为我连累了一个姑娘，我想帮她。有姑娘被大哥连累，大哥你做什么了？平白无故你怎么会连累她？你啥时候跟一个姑娘这么熟，喜欢她？”苏七七主要觉得大哥在书院怎么会遇见姑娘呢？因此一连几问。苏柏被连连质问问得懵神不已，稍缓思绪，他道：“玉秀姑娘经常受家中父亲打骂，她常带一身伤，便多惦记了些。”苏七七，惦记是什么？大哥没事惦记一个姑娘不奇怪吗？到底喜欢不喜欢？第199章，他大哥不会是这个倒霉秀才吧？苏柏被问得有些哑然，倒不是有心要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认真的想了想。他初进衡阳书院的时候就认识了玉秀姑娘，那时他籍籍无名，只一心求学。尽管知道书院中的一些学子家中非富即贵，可因他从前跟世子身后读书的缘故，常得见的是世子的友人。那些人富有诗书高风亮节，对世子只有知己相惜之情。苏柏便以为衡阳书院聚天下贤者，他未来也能有那么多知己高谈论阔。后来事实却和他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出狱2、3同窗后，他们便打听自己的家世来历。待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刚赎身的家奴时，仿佛与他攀谈的那几句都成了他们的耻辱。玉秀是个怯弱又心善的姑娘，很像从前在凤阳长公主府中的七七。她见所有人都不愿意跟自己同桌儿时，甚至有人想逐她出饭堂。玉秀冒着义乌的人将她带到一扇小间，让她安心用饭，并且开解她：“这里是我和厨房大娘们吃饭的地方，反正现在用不到，你先在这里吃吧。你千万别气馁，外面那些人不是光针对你，就是他们都不愿意跟家世一般的人来往罢了。若你……”玉秀看着眼前斯文雅静的学子，突然讲不出接下来的话了。苏柏好奇：“若我如何？”要交代的话虽是善意，可终究对这样的人来说太过侮辱。可玉秀感觉眼前的人和之前那些家世平凡的学子不同，好几日了，他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带着他与他同时的人，定然不知道从前和他一样普通家世学子们的生存之法，不然他也不会忍不住今天跑出来拉他进这里，顶着苏柏诚恳的发问。玉秀心虚硬着头皮道：“若你想和他们一起同时不受排挤，你就选一个看起来最多人奉承的人去和他交好。”交好已经是玉秀最婉转的说法了，其实就是找一个家世看起来能压很多人的人去殷勤讨好他。只要那人能够接纳苏柏，其他人对苏柏的轻视之意就会淡很多。这样不管是到饭堂吃饭，亦或是他处，慢慢就会和他人无异。但让一个读书人来到书院，还要跟同窗丢下廉耻，低三下四，即便未来真能出人头地，应该都会矮上3分。这里的人极少能因排挤坚持得住。和同窗主动交好自然要的，可是苏柏曾做过家奴，又怎能不理解玉秀的话？但他既然已经选择来读书了，又怎么能做和心中知志相悖悖的事？他微微含笑，可是同窗需要互敬友爱，这个底线不该在书院中被人打破。玉秀被苏柏说得一脸通红，他从小跟母亲身后找活，是看母亲跟人家赔笑脸找差事看到大的。虽然心疼母亲，但这种方法却是最能讨到活。他若走投无路，是不会讲究别的。头一次觉得苏柏这样的学子是他平生所未见，还是他多嘴了，慌忙要跑进后厨忙活。您慢慢吃，我忙去了。苏柏转头喊住他，方才之话并无任何意思。苏柏多谢玉秀姑娘指教。玉秀微惊对方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转念一想，后厨他娘跟其他大娘一会儿可以喊他百遍，立马就没有疑虑了。他颔首继续走。后来苏柏没有听玉秀的，那些人继续排挤着苏柏。苏柏在玉秀给他找的小间中一直独自用饭，直到苏柏考上了童生，可能在衡阳书院内不算什么，但对那时境况的苏柏已经算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之后慢慢的越来越好，衡阳书院的夫子山长也对他另眼相看，他也从后厨小间被人邀着同桌而食。曾经那些细如春雨，每步每个脚印的时刻，似乎都有玉秀的身影。仔细算来，他跟玉秀已经认识快5年了。他就是在那些时日中对玉秀渐深了解，所以知道他常遭生父醉酒打骂，见他常带一身伤，为他不忍送上伤药，甚至想说服玉秀娘为了女儿跟丈夫和离。可惜玉秀娘顾虑重重，怕跟丈夫和离被人指指点点。一直到至今，他心疼玉秀所遭受的一切，若平心而论，他惦记的太多，早已经过界了。七七，我喜欢他，如今他家中父亲欠了赌债，将他抵给了我一个同窗，快要进府当妾了。苏七七稍放口气，心道他娘天天的念叨媳妇，这不就来了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既然那姑娘的爹欠了赌债，被别人捷足先登还了，那咱们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那人，不就成了？没这么简单。苏柏愁叹起来，我这个同窗，他帮玉秀父亲还钱，继而要那玉秀为妾，都是因为他对我心怀不满。此刻我着急筹钱，不过就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高抬贵手。但是玉秀爹一个普通是赌的赌徒，又无稳定营生，赌场不可能会耗费时间让一个还不起钱的人欠这么多赌债。我怕这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力争身后是厉家侯府，可能他不会轻易收手。苏七七托腮深思，大哥的意思是，
这个姑娘家被人下套了，那他为妾的目的是想针对你。厉侯还挺熟悉的称呼，好像他有点记忆。苏白点头，若非他确实对玉秀不同，又怎会让丽征将人盯上？丽征要玉秀年前过门，不管怎样，我先找阿桑借500两，再去找丽征。若他不同意的话，我只能替玉秀写状纸，将他爹进的赌坊告上府衙。一时无法找到丽征和玉秀爹欠债的蛛丝马迹，苏柏只有从赌坊出手。苏七七未听进去苏柏的话，但慢慢的把厉侯这个人想起来了。原文上说他支持贺王，因为贺王帮他儿子在殿前科举上作弊。贺王为了帮厉侯儿子中举，提前跟厉侯泄露了答案。后来厉家胆大挪用了厉侯儿子同窗的卷子，而那个厉侯儿子的同窗甚至只是个秀才。这秀才敢给厉侯儿子作弊，是因为秀才喜欢的姑娘死在了厉家。因为是厉家小妾的缘故，厉家不放人。秀才之前还被厉家使坏，葬送了前途，他自己永远无法可考。为了让心爱的姑娘浑安，只能交换砝码，为厉侯儿子作弊，取回姑娘尸身。天啊，这秀才跟姑娘和他大哥还挺符合，他大哥不会是这个倒霉秀才吧？第200章，王爷，你胜券在握的样子好俊美。苏七七，大哥，这件事一看就不是普通府衙能够受理的，赌方敢做，肯定是受了指使。你忘了权比理重要，力争难道不知你我关系？玉秀姑娘的事，咱们从长计议。苏七七这趟娘家没白回，了解到大哥真有困难，不管原文中秀才和姑娘的事是不是就是他大哥，一定不能让大哥出事才成。回到宣王府，府中一天收到不少请帖礼物，绿萝将这些东西全都给苏七七送了来，而苏七七需要将这些东西归纳。寝屋中，苏七七盘坐在榻上，手中翻看着请帖和礼单，他拿不定主意。王爷，这明年各家的请帖都送来了，到底怎么个取法？京中交际多将军又是亲王身份，时不时就会有心人借点小名目送点礼，或是家中有事提前送份请帖祈求赏光。今年太后薨逝，没人敢大操大办府中事宜，因此苏七七收到的请帖都是明年的事了。将军不忍让苏七七头疼，随他看眼缘，送礼过得来，不该收的再让人退回去，需要还礼的，你让下面的人照着他们的诚意再丰厚一层。至于过不过府赴宴，你喜欢的便去，不喜欢的依旧备份礼，出不了大错。哎，苏七七感叹，你倒是随便，万一我给你失礼了哪家，他们丈夫在朝上不帮你，你可别怪我。将军哼笑，你丈夫能用的人自己就出手迎来了，哪需你去跟他们夫人喝茶？说的太绝对。补充，当然多喝茶也是有好处的，毕竟咱们儿女长大嫁娶，定然需要人脉了解，这些夫人就是上人选。若你觉得他们跟我一样幸运，茶喝不喝更没必要，至少现在必要不大，他们还小。果然这世上没一件东西是白拿的。苏七七想到孩子们的未来，谨慎起来，那不能行，是要学经验。他认真翻着册子，目的想看看哪家的孩子跟他家孩子年纪相仿，又有哪家即将办亲宴，竟然就在这些东西里看见了厉侯府的请帖和礼物。是厉侯府侯夫人亲自相邀，明年他家有个姑娘要出阁邀他参加。苏七七正愁找不到路子，探探厉侯府的态度，请帖这就送到了他们府中。他点着手中厉侯府这一封，急急道：这个我准备今年就会会。将军往上瞅一眼，微微蹙眉，提醒厉侯厉志文，他算在广撒网，京中所有希望的皇子他都在密交。听说是有个儿子在衡阳书院快要考殿试了，大约是为让儿子当未来新帝的肱骨之臣在做准备。苏七七追问，那就是说现在厉家和贺王还不熟？将军察觉到不对，为何七七会特指贺王？苏柏的事瞒着将军没必要，他不能说出厉志文和贺王有何关系，便细细讲了苏柏和厉征的两人恩怨。我大哥喜欢的姑娘被厉征500两买了回家，快过门了，大哥正在筹钱，但以两人的恩怨，我想大哥筹到钱，厉征也不会还人。现在不就你跟贺王两个亲王了吗？厉侯府能想到巴结你，总不会不开眼把贺王忘了。因此你是想从厉侯夫人着手？将训。苏七七重重点头。我大哥做事从来没有放弃二字，又何况这个姑娘受他的带累，凭我大哥一个人，他是宁不过侯府这个腿的。我不帮他，他会出事的。将训，没让你不帮，也不必顾忌我。不说厉侯府，我没打算和他们来往。你都说了，厉征此人能如此狭隘，想来走到金銮殿上也是庸才。这样的人能成肱骨之臣，简直是在做梦。王爷，你胜券在握的样子好俊美。苏七七激动地搂住将训脖子，在他唇上小啄一口。没把这事讲开前，他还担心将训需要笼络厉侯府，不曾想将训压根没把厉侯府放心上。要是他真将大哥和玉秀姑娘的事解决了，厉家就不能威胁大哥写电视的文章答案了。至于贺王跟厉侯府还没有引的勾结，他差不多也已经有法子了。厉侯府，厉征的巡假到日子了，准备收拾了行李去书院。他很期待苏柏是不是为了他即将那玉秀级的失魂落魄，要是因此耽误了学问，他500两银子也算没少花。厉征妻子
厉家大奶奶将装银两的荷包递给丈夫，厉征掂了掂不满：“怎么就装这些？银子给不够，你让我喝西北风。”厉大奶奶更不满：“你大手笔，一个妾500两银子买的，我不给，你抢了我的钱匣子，我还亏得心疼呢。府中银钱月例都是有数的，你要奔前程1个月80两，但孩子最近病了，我的月例15两，顾孩子顾不到我，顾不到下面人的打赏，你总要给我留点，就50两，你少请客吃喝吹嘘总能够花，容我存钱，有了余头就给你补回来。若连这点情都不容，我带着孩子回渝州守祖祠去。”厉大奶奶和厉征成婚多年，又是家中的长媳，早算半个侯府的当家人，未来厉侯夫人是要将府邸交给她打理的。厉征再是魂不吝，只要家中长辈看中媳妇1日，他就不能随意欺负，握着手中的银两嘟囔：“拿便拿，说那牢骚干什么？”跟着他自己动起手收拾自己的包袱，正要走出房门时，厉征的母亲厉侯夫人叫唤着天大的喜事找来了。惠贤大喜事，宣王府派人来找我们过去做客。一闯进门，看见儿子洗俩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像是闹口角了。他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细问：“怎么了呀？这侄儿上书院许久不在家，怎么也能闹上？惠贤是不是还为侄儿无粮买的妾难受呢？计较这做什么？不值钱的小玩意罢了。”厉大奶奶可想说什么不值钱，指老鼻子钱了，但厉征不敢让父母知道他拿500两纳妾。厉大奶奶本着夫妇一体，她帮着隐瞒：“不是，是我心疼他刚回来又出去了。”“娘，您说什么大喜事呢？”他转移话题。厉侯夫人想起来，一赶紧道：“咱往外送礼有回音了，宣王妃请我们过府一叙呢，赶紧收拾过去。”第201章苏七七戏哄厉家婆媳。星号。厉征早早的去了衡阳书院，他身边有几个跟他身后常年混玩的同窗，知道厉征和苏柏的恩怨。见到厉征来了，同窗戳火：“厉兄，你可来了！我今日见那苏柏来后，就去了后厨，怕是见玉秀去了。您为那玉秀还了500两的债，苏柏还敢偷偷去见人，我看他俩肯定不清白，您莫要受骗。”厉征根本不在乎苏柏和玉秀敢闹出什么，但是用玉秀能给苏柏找不痛快，他就精神百倍，准备去看苏柏能为玉秀做出什么事。竟有这等事，去看看。衡阳书院后厨，苏柏将刚刚和玉秀问好的生辰八字交给江河后，他让江河和苏七七捎句话：“江侍卫，您帮我跟七七说句谢谢，大哥铭记于心。江河，您和王妃是亲兄妹，我们王妃乐意帮您的忙，而且中间更掺和厉侯府对皇子们的笼络。王妃和王爷的意思，这厉侯府是块腐肉，他们虽然看不上这块腐肉，但自己能弯去，就不让别人拿这块肉恶心他们。帮您也就是帮他们自己。受教了，苏柏拱手。”江河离开后，苏柏才从角落中走出来。现在并不是忙的时候，玉秀坐在厨房走廊下，听到响起的脚步声，他转头打招呼：“苏大哥，好了吗？”刚才苏柏问他要生辰八字，说是想到法子帮他摆脱厉征的纳妾。他虽然之前不抱希望，已经死心认命了，偏偏机会送到了面前，他又在乎的不行。苏柏颔首：“放心等着吧。苏大哥，谢谢你，要是厉征放过我了，我一定当牛做马，为奴为婢报答你。”玉秀诚恳道。他说的不是敷衍的话，他娘自打被他爹气病后，整日没有魂似的躺在床上，任他怎么安慰他娘都无动于衷。他爹依旧出去喝酒，玉秀不想由着他爹卖他一次，再卖他第二次，他会照顾他娘病好，然后跟他爹断绝来往的。苏柏笑道：“我不要你为奴为婢。苏兄，怎么这个时辰到后厨来了？开饭不是早着呢？”这时厉征高声走来，吓得玉秀忙低头要走回厨房内，厉征断然挡住他的去路，言语戏弄：“怎么一见我就走？我可是花了500两买的你，一点没良心。”玉秀垂着头，面色气红到极点。苏柏挺身走过去，将玉秀护在自己身后：“厉兄，现在这个时辰是没到用饭的时辰，不若你跟我出去一趟。”厉征瞧苏柏一脸认真，他倒想看苏柏到底要跟他说什么，同意跟他离开后厨，到了一处人少的凉亭下。苏柏拿出一叠银票，500两，厉兄可能放过玉秀？厉征挑眉瞥了苏柏手中厚厚一沓银票，装没听懂，什么叫放不放过？我那玉秀是接他进府吃香的喝辣的，苏兄未免将我想得不堪，500两我更不是没有，倒是苏兄这500两哪来的呀？哦对了，听说苏兄的妹妹是宣王妃，怎么我要是不同意，你可会拿宣王压我？这要用宣王逼我，说不定我要告御状。厉征并不知家中在皇子们中间正徘徊，即使他知道，也不想选宣王，因为看不得和苏柏共事。苏柏收起银票证实，这厉征与他的私人恩怨更大，淡淡讽刺：“厉兄过虑了，宣王为人正直，怎会用权压人，用钱欺人？”说完，他转头便离开了。厉征并未见到苏柏如他所想般气急怒急，反倒还神色自若地将他讽刺一番。他摆起脸色嗤笑道：“既然我都将玉秀给纳了，宜早不宜晚，下个旬假回家，我就带他回府。”苏柏脚步不停，好像对他毫无影响一般。厉征气得踢住。江河把苏七七叮嘱他找苏柏要的东西取回来了，
还说了苏柏的话。苏七七念怪大哥瞎客气，撑开玉秀的生辰八字，重新誊写一份，又在旁多添了几个字。不久，绿萝来报说是厉侯夫人带着儿媳来了。苏七七让绿萝赶紧将人请进来，他抓紧多往脸上上点粉，又有从前糊弄江逊的经验，此刻鬓白鬓白的，很能骗人。绿萝将厉侯夫人和他儿媳请到前厅，苏七七姗姗来迟。厉侯夫人、厉大奶奶，你们来了。厉侯夫人作为长辈，先比儿媳回话：王妃娘娘盛请，哪里能耽搁？今儿得见王妃娘娘，真是倍感亲切，果然如今中贵人口中盛传的一般，雍容华贵，让人见之欢喜。苏七七捏起袖帕，捂嘴微笑，心下可将厉侯夫人佩服了一场，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比他差。他才交际几个人，谁没事瞎吹嘘他，真是夸起人张嘴就来。厉家大奶奶跟着婆母附和，再捡点有趣的事讲给苏七七听。来时婆母跟他交代了，婆母年纪大了，宣王妃年纪轻，再怎么哄得她开心，交心窝子的话总不会说给她听。厉家大奶奶虽比宣王妃年长，可已经算年轻辈里的人了，能和宣王妃处成闺阁里的朋友，把宣王府当依靠的事就稳了。苏七七就时而轻笑，时而掺和两句的搭理着，毕竟他眼前属于被别人巴结，完全没有倒赶着的必要。见着差不多时，他微微扶额，厉大奶奶伶俐发现端倪，停下嘴中逗笑的话，关心道：我一早便瞧王妃脸色不好，怕是身子不好，王妃可请大夫看了。若我们婆媳耽搁了王妃休息，可是大罪孽。厉侯夫人心中一咯噔，赶忙随着儿媳的话去看苏七七的面色。他们离苏七七有5、6步的距离，远远细看看不出是苏七七脸上的脂粉作怪，而且能在此刻关心到所要巴结之人的身子，正大大的便利他们，两人根本毫无怀疑。厉侯夫人将关心夸大，真可别是我们两个没眼色的婆媳坏了王妃娘娘休息的时辰，不然今儿这一遭好意也变成了坏事。苏七七摆摆手，做的一副西子捧心的柔弱样。有人陪我聊天，我开心还来不及，哪能怪你们？怪就怪我福气不够，从前那出身还能平白，有了现在的身份，但压不住啊，累得我日日病灾不断，怕是命不久矣。王妃不要妄自菲薄。厉侯夫人隐约猜到什么眼神示意儿媳，让她多加暖言探清情况。第202章，听说本王的王妃要死了，本王不知道。厉大奶奶上道的为苏七七排忧解难，自古以来天大的运气也只能惠及1、2幸运之人，既得了好运，哪有什么福气压不住的道理？就算有，也该自有解法。王妃何须闷闷不乐？厉家婆媳既然想巴结皇子，自是将所想巴结之人的来历查得一清二楚。苏七七的来历没有秘密，以前不过是凤阳长公主府的小丫鬟，得凤阳长公主青睐才进了宣王府，后来又被宣王爱戴，这才一路坐上了宣王妃。说起从前身份确实不起眼，要是厉家婆媳那时遇见苏七七，保管没有今日的热情。谁又让世事难料，他们尽管清楚苏七七这个宣王妃不是高门大户出来的，为了自个家中仍旧要讨好。厉侯夫人亲自问道，听王妃这般说，那如今的身子就不只是生病那么简单，可是犯了什么脏东西，都说青云寺灵验，不如改天让慧贤陪王妃去庙中拜拜。侯夫人，您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苏七七像得到知己一样激动不已，随后又捂脸大哭，抽抽泣泣的没个停，愣是将厉侯夫人和她儿媳晾得不知是着急还是大胆上去劝慰。绿萝站在苏七七跟前替她拭泪，待见厉侯夫人忍不住开口时，她哀声叹息道：我们王妃何曾没去看过，寺中无方大师甚至给过王妃解厄之法，可是明明很轻易的办法，到我们王妃这千难万难，就是没头绪。久而久之，王妃不仅没转好，本来就弱的身子更加重了一层，天可怜见，怎么就是找不到无方大师口中能挡灾的人？绿萝把关键话说完，又蹲在苏七七跟前替她拭泪。趁此刻，厉家婆媳深深分析绿萝口中的话，似乎找到了缘由。厉大奶奶跟婆母互换了一个眼神，她出言询问：王妃，我跟婆母初次来见您就觉得您分外可亲，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您要是信得过，我们不妨将事情说给我们听听，万一让我们留心到了，说不定能为王妃分忧。当真？苏七七气馁地探起头来，仿佛将厉家婆媳的话听进了心中。她卷着帕子道：我呀，从前在凤阳长公主府不过是个普通小丫鬟，哪里敢想今日的荣华。早前父亲病了一场，为了让父亲赶紧好起来，日日的拜佛拜观音，早将自己许到观音下伺候了，怪我忘本。后来王府中事一多，我就把拜观音仪式给忘了。某天夜里，观音托梦给我说我没有诚心，诚心一散，从前积的福就要散了。厉大奶奶听得邪乎，梦中之事怎能当真？我还天天做梦捡钱了呢，钱也从来没捡一文。苏七七委婉笑道：我也不信啊，我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指望菩萨的？后来就没当回事，谁想自那之后我天天倒霉，不是府中出个乱子，就是出门没看黄历进跌跤，我都不敢出门了。更邪乎的身体还莫名每况愈下，大夫还查不出究竟。至于青云寺倒是去了，无方师傅说我对菩萨失了言，忘了本心，再如何求都得不到菩萨的原谅，除非找一个和我八字相合的姑娘来挡。
不然我是过不去这节了。我就是看厉侯夫人给秦铁的诚意实在感动，生怕明年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厉侯夫人姑娘的出阁喜宴了，这才想提前将你们叫来解释。听了这么多，厉侯夫人不解细问：王妃，若是找一个八字相合的，您府中这么多人，怎么就找不到？莫非还需要很多苛刻条件？若您相信我，不妨将缘由说与我们婆媳听，能为宣王妃尽力，就当是我俩的运到了。厉大奶奶跟着蹙弯了眉，望着苏七七，一副定为她分忧的模样。苏七七姑娘这是上钩了，她把之前准备的生辰八字拿出来，让绿萝递给俩人。往生辰八字上湖州，我五行缺水，挡灾的姑娘不仅要如纸上生辰八字一般，还要五行喜水补我短缺，最好贫苦出身，让菩萨以为见了当初的我，人还一定要善良孝顺父母，且最近刚为自己的父母任何一方挡了灾。你们说这旁的好找，可是刚为父母挡灾的怎么找？愁死我了！厉家婆媳得了生辰八字，以为只要他们出大价钱，总能按着生辰八字找到人，条件慢慢筛选。可是为父母挡灾的，这是个什么意思？什么程度才算挡了灾？俩人一时没有头绪犯愁的出了宣王府。回到家中后，厉家又得了一份请帖。厉大奶奶一看是贺王府的，她呈给婆母看：娘，这贺王府也来信了，不如我们将宣王妃的事放，明儿再去贺王府一趟。不行，厉侯夫人一口拒绝，并且将儿媳递来的请帖搁置到了一旁。她眼珠子咕噜咕噜转了一圈，分析宣王府和贺王府的区别。若说亲王的本事还是宣王大，宣王妃现在又遇见了这么个难题，不正是我们好笼络王妃的时机吗？先帮着找人，找到了要真能挡灾，那就是义工，要宣王妃。他想到今日苏七七那一副活不起的模样，咧嘴笑开。你没听宣王妃请的大夫说，宣王妃的怪病不好治，恐有生病危险，那我们更要和她走动，毕竟我还有个连亲事都没定的闺女。宣王妃没了，说不定能让你妹妹顶上继王妃的位置，未来跟宣王成为一家人也可能。他指向高高的屋顶，低声：宣王再进一步，咱家就顶天了。杨浩谋算，厉大奶奶佩服婆母想得长远。她看回宣王妃给的生辰八字，隐约觉得熟悉，像是在哪见过。娘，我将这生辰八字带回去看看，好像我院中真有个这样的八字来着。等我找到人，不成我都把它变成了。厉侯夫人哪有不同意的？好，尽量做得尽善尽美。苏七七将厉家婆媳哄走，敷了3层后的脸早闷的难受，让绿萝打盆净水来到耳房方要洗脸。江迅从外面回来，径直进屋，像知道什么一样，捏住苏七七的下巴，细究她厚重脂粉的妆容，喃喃发问：听说本王的王妃要死了，本王还不知道。他碾开一层厚粉，想起从前苏七七从北院来找他，总要倔强上层脂粉的事情。七七当初跟我说的运容不堪，我怎么觉得今儿这招不是第一次？第203章瞧，根本死不了，欺负你不在话下。江迅越想越觉得苏七七很熟练，分明熟练的像演了无数回。怀宁儿时他听到的抱怨可比苏七七怀阿瑶时多多了。怀阿瑶的整个孕期，他也没觉得苏七七因为怀了孕就孕容不堪，反而有时竟有说不出的艳丽。大夫跟他说怀男怀女孕妇的反应不一样，可今天这一出倒像苏七七的看家本领。苏七七此刻脸上的3层白腻子应该很难压住他扯出的苦笑，大概是江迅回来的时候撞见他给厉家婆媳安排的大夫了。他听见那大夫跟厉家婆媳夸大的几句话，肯定让江闷头往双仪隔回，然后连洗把脸的机会都不给他，竟然还翻出了陈年旧账。他笑嘻嘻腾出胳膊圈在江迅的腰间，用夜晚吓哭小娃娃的妆容撒娇：我死了，一想到把你便宜给别人，说不定也要气活，死来活去的多麻烦。他用圈在江迅后腰的拇指摩挲着他的脊背，心虚解释自己惨白的模样。天天打扮，哪里还化不成一个病弱妆了？你那时都不搭理我，咱们基础感情都没有，我不可怜点，你懂得上心吗？指不定以为我活得多滋润呢。后来我是不是给你证明我快被人欺负惨了？王爷你要懂，这不是欺骗，是我为了我们感情打地基。你不主动，那只能换我来。你想想，难不成那时你觉得我俩光有一个孩子就是一家人了吗？还不是靠我勤勤恳恳。你要是想找茬，随你吧。苏七七本身是想证明自己的不得已，可讲着讲着竟然发现自己太心酸了。江迅这个不懂情爱的大傻子。江迅望着一会儿功夫，眼睛红了一圈，将头垂在他面前的人儿，心下微微苦涩，突然冒出自己千不对万错的念头过来。我并不是找茬。他自嘲的轻笑起来，带着微微羞红的面色，继而难为情道：当时我的想法居然是觉得你怀了孕，为了来见我还要费力装扮，回想当时真是自作多情的丢人。苏七七意外的抬起头，几乎同时在他耳边响起了哗啦啦的流水声，侧目一瞧，是江迅单手拧出了一个帕子。他将帕子落到自己面上，轻柔的一点点抹去厚重的脂粉。苏七七感觉自己面颊陡然一轻，舒服起来了。他也就仰着脸随江迅照顾他，来回重复几下。江迅很快就将苏七七擦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笑什么？江迅忙完就听到一声噗呲笑声，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苏七七真是忍不住了，
越往江迅说的方向想，越忍不住想笑，被江迅直接戳破后，更是捂着肚子花枝乱颤起来。他实在想不到那时江迅自信满满，以为自己为他装扮的模样内心是什么样的，但就是越想不到越想笑，笑得快没力气蹲到了地上。江迅怕他一屁股坐下去，直接拉起他的胳膊，将他抱到了怀中，放到桌子上，什么也不说，光等着他笑完。直到苏七七真有些累笑出眼泪后，他才喘着气平复自己。王爷，我还当你真的清心寡欲，什么都打动不了你呢，原来我就多敷后层粉，你就把持不住多想了。看来你从前就是冷脸多了，才让人觉得难以接近，实际上啊，不禁撩拨得很。他眯笑着脸戳了戳江迅的胸口，跟着又发牢骚，得亏我抢先一步，要换了旁人，说不定你也被旁人哄去了。不过还好，王爷的心没有很大，装了我一个正好就满了。江迅一直在听苏七七说话，好像在夸他，就是越听越不对劲，最后终于是听明白了，原来是将他当成雀儿了，谁给他扔粮他就跟着谁飞。可是他想不到，除了苏七七，换个别人哄他，他就真心甘情愿的被哄了吗？私心更认为的一点，幸亏碰见的就是苏七七了，换旁人我会如何我不知道，我也料想不到，但如你所说，你一个人就撑满我的心了。苏七七拍了拍嘴角，打了一个哈欠。江迅见他困了，弯身再将苏七七从桌子上抱起来。苏七七惯性圈住江迅的脖子，方想如平常一般歪进他的颈间睡去，谁知下一刻传来了密密麻麻的亲吻，落到他的额上、脸上、嘴角。苏七七嘟囔着：“刚洗好的。”江迅叹气道：“你不能因为我可能遇见的不是你，就猜我会对旁的如你一般主动的女子心动，这不公平。若是凤阳长公主不将你送我府中，而是送去了别处，或是她宁不过敏言，直接成全了她，代价是要敏言先娶一个正妻回来，她应付的也不会只有一个人。你难道不会去哄别人？”苏七七从没想这个问题，隐隐很有道理的样子。接着他听江迅继续，所以只能说明我们才是最适合彼此的，没有那么多可能亦或者如果。苏七七再认真想想这话更有道理了，他精神大振地圈着江迅的脖子，双眸湛亮。我们天生一对是不是王爷？他吧唧一口亲吻上去，想要离开的时候，江迅追着他的唇一路肆意而来。苏七七被吻得喘不上气，又在顷刻江迅抱他找到了床712上，他望着青天白日的窗外，头疼道：“王爷，你还是不太清心寡欲，以前只是没有机会让你发挥，你常常都不管什么时辰。”江迅不理他的揶揄，拨开苏七七佯装护着胸口的双手，寻觅他熟悉的领域，一副怨不得他，没法子，本王的王妃今天都敢对外人下重病的口风，哪天本王成了一个官夫都措手不及。可是回来了，王妃还能跟我闹脾气？我想王妃一定是遇见了庸医，我亲自给王妃看看。苏七七，信你个鬼！他在心中腹诽江迅，如今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蓦地在抬起眼面前，早让江迅的身影笼住。苏七七猛抬头咬住他的右肩，嘴中含糊不清：“瞧，根本死不了，欺负你不在话下。”还想虎虎生威的继续折磨江迅，哪知江迅的动作率先袭来，苏七七闷哼一声，脑袋落到了身下厚厚的颈背中。他承认江迅在这种欺负人中，他甘拜下风。第204章厉侯府密谋接玉秀进门。翠华，这全是我们院中年轻丫鬟的八字了吗？还有没有别的？厉大奶奶从宣王府回来，就让身边大丫鬟准备了自己院中小丫鬟的生辰八字，隔天就开始查看。看完一圈，竟然无一能对上的。问题是他就是曾在不久前见过，凭借看了多年账簿的本事，他都不带是花眼的缘故。翠华，大奶奶，我们院中小丫鬟的八字都在这里了，他们既是卖身进了府中为奴，奴婢想没人敢弄虚作假，兴许在其他院中也不一定。虽说整个府中都需厉大奶奶帮着婆母操持，但他就是依稀记得苏七七给他的生辰八字出在他院中。他放下手中这些不是的，重新握着从苏七七那拿来的八字，在屋中踱步细想，反复呢喃，反复想。忽的他记起什么，催着翠华往他的梳妆台前去：“快把我一只红色梨花的盒子找出来。”翠华不明所以的听话过去。厉大奶奶急得不行，除了院中小丫鬟们的，她可不是曾单独收过一张生辰八字。翠华见着自个主子急，找到东西后连忙走来打开，看着物件熟悉，她讶异：“大奶奶，这不就是家中大爷要纳的那女子的生辰八字吗？”厉大奶奶来不及说废话，她将手中的生辰八字和盒子中的仔细一对，乙酉年辛卯月甲子日戊戌时，无一不是对应的。怎么就是席玉秀这丫头？厉大奶奶生了顿闷气。翠华是厉大奶奶陪嫁的贴身丫鬟，在厉家凡是厉大奶奶受了什么委屈，没人抒发的时候都会说给翠华听。翠华哪能不知席玉秀是让厉征500两银子买回来的，她本就帮着厉大奶奶生着气。得知席玉秀竟然是宣王妃苦求不得的人，她小声安慰：“大奶奶您别烦啊，这兴许是好事，说明老天爷都不让大爷的500两白花，人这不就可以用在宣王府那边了。”厉大奶奶哼声：“
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他脾气，随便把他要的人送走，他回来不要闹翻天了。哪能？翠华觉得和天大的前程比起来，送个人是什么大事？大奶奶，大爷这事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您和老夫人都在为大爷前程忙活，就算知道也应该对您千恩万谢。何况一个穷丫头花那么多钱，进府也定然不是个省心的。要是您怪大爷怨您，您大可到侯爷和夫人跟前说，大爷在脾气大不可能和父母闹不开心吧？而且您还捏着大爷500两银子的把柄呢，他又敢怎么样？大不了回头您再买个干净家底的姑娘，总不可能还需要花500两。厉大奶奶内心清楚，一个妾要比前程重要的多，只是人还没有来府中，她不知道如何做主。听完翠华的话，她越想越觉得应该，可不是讨好了宣王妃，这是一副有脸面的事，丈夫也要沾光。方才的忧愁一抛散，她欢欢喜喜的捏着2张生辰八字往公婆那去。厉侯夫妻也在跟着忙活，找生辰八字上的人，急得都快准备去外面照着买几个进来了。厉大奶奶抱着喜症赶了过来，爹娘大喜，人找到了，不仅八字符合，其他也方方面面的不出错。厉侯夫人不想这么快有了结果，她急急探头往屋外看，问道：人呢？带来了吗？厉大奶奶殷勤扶着厉侯夫人坐下，再给二老倒杯茶，顶着俩人着急的眼神，才缓缓道：人找到了，但现在不在府中。厉侯着急：那还不去请回来，免得被……爹，放心，人不在，但他的卖身契在我手中捏着呢。厉大奶奶忙打断厉侯的话，她给了翠华一个眼神，让她将梨花盒子送到二老跟前。而后他跟着介绍：爹，这个姑娘不仅和宣王妃给的生辰八字一模一样，她还孝顺，正巧最近刚帮家中父亲解了一个厄运。随之厉大奶奶就将玉秀卖身进府的缘由说了出来，俩人才知道这姑娘是儿子买回来要当姨娘的，完全得来不费功夫。既是已经要入府的人，那来去由不得他，尽快将人送到宣王府吧。厉侯发话。厉大奶奶欲言又止的看了眼婆母。厉侯夫人明白意思，她保证：一个丫头而已，这儿那我来应付。厉侯也撑腰道：对，没错，他还敢随便为了5两的姑娘为难你不成？得到俩人支持，厉大奶奶饮下500两的秘密，欢喜的点着头。厉侯府的人找到玉秀的时候，玉秀已经从衡阳书院下宫回家了。几个嬷嬷找到了他家，见到玉秀爹，就把卖身契拿了出来。我们府要玉秀姑娘现在进府，让玉秀姑娘收拾收拾，别耽搁了。玉秀爹喜老头是个魂不吝，将女儿抵了欠债。见到几个锦衣头又梳的端正的嬷嬷来，他不敢说什么，扯着笑脸喊屋内的玉秀。玉秀正在给他娘喂药，喜老头一句句欢天喜地的呼喊，直往母女俩耳中冲：快收拾收拾，进府享福去，别忘了多惦记惦记家里给爹捎几两零花钱。喜母气得连连捶床，玉秀着急为母亲抚背：娘，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再计较无用，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等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我会回来看你的。玉秀有苏柏叮嘱过他的话，让他不用因为厉侯府让他提前进门害怕，去了反而自由的机会就来了。他愿意相信苏柏，唯一就是怕他娘为他着急。喜母哪里好意思还让女儿走得不安心，要不是他没用，女儿怎么会被送去抵债？他呜呜的埋头大哭。玉秀不敢看母亲这样，他依依不舍地起身叮嘱：娘，养病为重，等我回来。走到门边，媳妇还出奇的呐喊：就这样去啊，不带点东西？玉秀，家里的东西不都让爹当完了吗？媳妇脸红，又觉得在一众嬷嬷跟前没面子，甩着手催：走走走，走了清静。玉秀不再留恋，跟着厉侯府嬷嬷们走出家门。翌日，厉征想到饭堂找玉秀说话寻苏柏的晦气，人没见到，反被饭堂大娘告知：我住玉秀林边，昨儿他不是让厉学子您家中人接走了吗？厉征大为意外，他跟家中人说，那一个书院的伙房姑娘全都斥他不务正业，除了他谁有闲心先接玉秀进门，深感不对，厉征夺门而出。第205章，几分情意早藏在了心中。星号星号星号，厉家婆媳等不了巴结宣王府的机会，将玉秀接到府中，耳提面命警告他，不能让他入府当姨娘，倒是可以送他去另一个福窝中。好话哄尽，等玉秀点了头，心甘情愿，他们隔日就将人带去了宣王府。苏七七坐在主位上，面上妆容依旧是淡淡的惨白，她略显3分兴趣地听着下手厉家婆媳的介绍。厉家大奶奶将之前苏七七交给她的生辰八字，还有玉秀本人的生辰八字奉到苏七七跟前。王妃，不负所托，这人终究是让妾找到了，玉秀正是可以给王妃您避灾之人。苏七七当着3人面比对着2份生辰八字，再打量打量站在面前的玉秀，做的一副满意之态，最后无声将生辰八字揣回自己的袖中。他问：除了生辰八字，我可还有别的要求，都符合吗？厉侯夫人雀跃道：符合符合，这姑娘出了名的孝，可不前段时间为父还债，才卖身到老身府中，不想竟能跟王妃得这个机缘。玉秀，赶紧把你的卖身契拿出来给王妃看看。他故意隐去是被自家儿子纳妾的事，当初卖身契上力争，怕500两被家里人骂，
故意写了一个5两。如今这厉家将玉秀的卖身契换成了奴隶契书，但又不敢故意将身价写得太高。一个啥都不会的小姑娘，要是身价太高，没有冤大头愿意吃亏买回来，反会暴露。仍旧用了从前的5两银子，放在普通人家5两银子不是小数。苏七七拿过玉秀递来的卖身契，细看正称她心意，果真是个孝顺的姑娘。若她来了我身边，我也好放心，就看往后能不能指望上她了。苏七七将卖身契随手给身旁的绿萝，她跟着表示：厉侯夫人和厉大奶奶辛苦了，我也不好让你们吃亏去。这丫鬟既然是你们5两买的，我便还你们10两如何？把这事办下来，重新再写张宣王府的卖身契，算作给这丫鬟易主了。厉侯婆媳就是攀个关系，过分的一味讨好，说不定换不来苏七七的欣赏。他们在来的路上已经合计好了，若是苏七七想向他们表示什么照收不误，能换得未来经常和苏七七来往就成。反正他们今天的付出，就是为了明日讨来更多的回报。10两银子，厉侯夫人不放在眼里，反而还觉得花5两买的人赚了。厉大奶奶心疼极了，好好500两的妾，一下贬5两，一下卖10两，就祈求着千万别亏本了。苏七七将玉秀这件事办妥，她端了杯茶慢慢饮着，闲聊般道：贺王那边的孩子要过生辰了，他们即使不打算办宴席，总不会亏待孩子。小孩子喜欢来得快去得也快，我都不知道要送什么好。厉侯夫人一听苏七七又有烦心事了，她贴心细想，小孩子既然一天一个样，那就送大人看得上的东西，大人记心里了，比讨一个孩子的喜欢重要。要是王妃不嫌弃，老身名下有几间玩艺铺子，有对掐丝镶玉的项圈，是铺中的极品，改日让人送给王妃看看。苏七七大喜，那太好了，你们帮我这么多，哪里还要再辛苦？你们送一套，一会儿你们留个凭证，我让府中人陪你们的人去铺里取。你们知道的，这送东西不能光我选好了就成，还要拿回来给我家王爷看看他入不入眼，但记得要给我便宜点。当然，就要这样才成。厉侯夫人暗暗发现，讨好苏七七实在是太容易了，短短几日帮了2个忙。她对自家东西有信心的很，那可是她不轻易卖的镇店之宝，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苏七七内心愉悦，继续品了口茶。之前厉家在皇子门里暗暗广撒网，他猜到贺王府也会有一份厉家的请柬。为了大哥的事，他请厉家婆媳请的也早，这么几天了，贺王要是想给厉家回音早给了。而且原文上他们2家确实有勾结，现在厉家婆媳不仅帮他办了玉秀的事，还满心热情的帮他办贺王世子生辰礼物的事，说明他们厉侯府做了对比，选了他们宣王府，只等生辰礼一送，贺王府就会知道东西是从厉侯府出谋划策出来的。即使后面厉侯府知道自己骗了他们，那也晚了，贺王府不会要一个从前轻视他们的人帮忙。厉家婆媳走后，苏柏带着玉秀走了出来。苏柏默默听完了这一场交易，他放下心来。七七，玉秀这件事多谢你了。苏七七翻了苏柏一个白眼，哼声，又说谢，我又不是白帮的，咱家总该有大嫂了吧。一旁的玉秀还抱着感激之情望着苏七七，就等说话的机会，他也道谢了。莫对听到这羞死人的话，应该也不是对别人了，他难为情。王妃您误会了。苏七七盈盈笑着，才发现玉秀竟然不知道他大哥的心思。再看去，苏柏发现他脸没比玉秀好多少。逗弄兴起，苏七七掐腰调笑，怎么了大哥，喜欢人姑娘连开口都不敢吗？我记得大哥去衡阳书院也不短了，寒来暑往头疼脑热，哪天缺课了？巡甲可才刚过去，今儿就缺课了，这不是为了玉秀姑娘，是为了什么？玉秀不敢想苏柏会对他有那种心思，他哪里配，随即为俩人辩解。王妃，苏大哥是心地好才帮我的，您别误会，您放心，您跟苏大哥都是我的恩人，既然成了王府的奴婢，我一定会好好伺候王妃的。苏七七反问苏柏，大哥，我误会了吗？苏柏无奈望了苏七七一眼，他看回窘迫低着脑袋的玉秀，直白表明自己的心思。玉秀，七七没想让你做奴婢，卖身契你可以拿回去，你依旧是自由身。我帮你也不全是因为心地好，而是几分情谊早藏在了心中，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如今晴天霹雳，玉秀震惊抬头，仅看了苏柏一眼，对视上那双他从不敢细盯的温润眸子，整个人更红了一层，手足无措，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最后捂着脸跑了出去。苏柏措手不及。苏七七心想，怎么大哥跟二哥似的，嫌弃的催他，快去追呀！玉秀害羞了，追上了肯定成。苏柏怔愣一瞬，而后快速追了去。第206章，厉侯府算盘打翻。衡阳书院的假不好请，需要提前知会夫子，不然贸然缺课，就会在自己的评优上多出一笔缺漏。力争等了1天，才在第2日把假给请上。这头回了家后，父母妻子居然都不在家，四处找了玉秀也找不见人，闷头坐在前厅喝茶。终于快到晌午时，听见院内有了动静，他好奇走出前厅去看，竟看见母亲和妻子说说笑笑的回来了。他探头找人，厉家婆媳惊讶他这时回来。厉大奶奶刚想发问，丈夫不是刚回书院，怎么又回来了？
转而想到送走的玉秀，她握着婆母的手心死死攥着。厉侯夫人明白后，她跟儿子周旋，找什么呢？怎么这时候回来了？丽珍，玉秀呢？听说咱府中提前将她接回来了，我怎么不见人？厉侯夫人轻笑，拍着儿子的肩头，忍不住分享：你找的丫头好啊，她有福气被宣王妃看上了，我送她进宣王府了。咱搭上宣王府这艘大船，未来京城必有我们一席之地。京城那么多皇子，谁让你们巴结宣王府的？力争气急败坏。我书院的苏柏就是宣王妃的哥哥，您把玉秀送去宣王府了，这不就是受了苏柏的欺骗？什么欺骗不欺骗的？你既然跟宣王妃的哥哥在书院认识，又为何不早跟家里人说？若我们知道的话，何必起初费力的去巴结宣王妃？你早该跟苏柏处好关系。厉侯拎着鸟笼从后面走来，他对着无缘无故发怒的儿子生斥一顿，待走到跟前，他也反应回来什么。你是说你跟宣王妃的哥哥不对付？那肯定是你先目中无人的。你个蠢的，居然赶谁的晦气都找。幸亏你母亲跟妻子和宣王妃处的不错，为了那么一个无两的丫鬟，至于吗？赶紧回书院里读好了书，也好让宣王看重，不枉我们全家为了你搬来京中。你们力争想说什么无两？那是他为了寻苏柏晦气买的500两的丫鬟，但还是顾及要说出来的代价。他转头盯向妻子，抬手将人给拉回自己的院子。厉大奶奶倒不是怕，若丈夫敢打她骂她，她就将500两银子的事说出来，何况这换得前程的事有什么不好？我有没有提我跟书院的一个同窗不对付？怎么就好端端的要将玉秀送过去，还偏偏往宣王府送？是不是花了500两你心中不舒服，故意使的绊子？你知道耽误我多大的事吗？力争进来前让人锁了院子，又在进屋时让下人锁了门，就是怕争吵的事被父母听见。这对于厉大奶奶来说更不怕了，她一把甩开被丈夫握得生疼的胳膊，对上：你也知道500两银子多，那用500两银子买的姨娘给你挣个前程怎么了？衡阳书院中学子那么多，你之前又没有报名字，我哪里知道你对头是苏柏？你再胡搅蛮缠，便去跟爹娘说清楚，说玉秀是你500两买回来的，让爹娘拉着老脸再去宣王府要人。力争知道妻子从来不是个好性子的，招惹他能跟自己硬杠上，为了一个穷丫头，他当然不敢去惹父母的火。就是事情越想越不对，凭什么他刚跟苏柏炫耀过，宣王妃就跟他家要人，还让全家心甘情愿奉上？他静下心来，好言好语：是我冲动了，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若宣王府好趴，我也不是不会去跟苏柏画地为友。厉大奶奶也不瞒着，就把丈夫想知道的一切给说出来了，跟着就知道他去书院读书，家中为他筹谋的一切。但是更加证实了宣王妃要玉秀这件事有疑，就是他在寻假前没沉住气，寻假后宣王妃就来信到府，这个不是宣王妃故意设的局是什么？一想到妻子说卖身契给了宣王妃，还收了10两银钱，清清白白的交易，他再想去闹都没有理，满腹怒火升腾，脑袋一晕，他直直的仰面而倒。厉大奶奶吓得惊呼。厉争被气得病了半月之久，好了后家里人都让他去宣王府，借着宣王妃跟苏柏道歉。厉争哪里愿意，可家中赔了500两，若不去交好钱，全打水漂。而且若是他真继续找茬，又害怕宣王直接对他家出手。厉侯夫人和厉大奶奶以为自己之前跟苏七七走得近，这点交情不至于就没了，几次递了信过去，全是石沉大海。甚至婆媳俩人直接找上门，他们都再没能进去，直接吃了一个闭门羹。后知后觉，他们家和宣王府的梁子大了，这反倒称了厉争的意。他让爹娘转头风向宣王，如今名声好，贺王也不差，还是长兄。皇上一日没有确定太子人选，咱们何必不跟贺王谋求一场大事？厉争不知他们家曾给贺王递过请柬，可惜当时一门心思扑到了宣王妃身上，就将贺王府的回音搁置了。要早知道今天，他们就会做两手准备。但是厉侯夫人在苏七七那里得知贺王世子要过生辰，想试一试机会，送见礼，重新打通关系，便在贺王世子生辰前一天送去了2柄玉如意，私下再塞2万银票。不想东西刚递进府中，厉侯府的人还没牵马离开，贺王府就将东西扔了出来。赶巧贺王下朝回家，看见厉侯府的下人在自家门前说话，他轻斥：什么别人不要的东西也敢往本王府中送，赶紧滚，不然让你一府添上贿赂亲王之罪。当时贺王府不是没给厉侯府上门帖，可厉侯府敢不当回事。后来贺王妃一打听，厉侯婆媳3天2头的上门宣王府，苏七七还将从厉侯夫人铺子中买来的项圈送到了贺王府，言语夸厉侯夫人好眼光。贺王可不更恨厉侯府一层。现在他又来，根本不管厉侯府如今和宣王府如何，只当给厉侯府脸示他不要，现在舔上来他也不收。厉侯府下人灰溜溜跑回家后，把贺王的话全部不漏的回禀一番，一家人听到耳里全又气病了一场。厉侯还哀呼他们厉家在上京前途渺茫。第207章苏七七处置媳妇。星号。将玉秀的事解决后，苏七七没急着让他回家，毕竟他家中还有那么一个爱赌的父亲，送回去如同羊入狼口。而且苏柏和玉秀已经说开了，
俩人是两情相悦，就算为了自家，也不能有玉秀爹这个麻烦。苏七七试探，律法也没有明文规定赌徒怎样。若是你爹知道你不在立侯府了，还嫁给了我大哥，定然要纠缠到底。我不是不将你爹当家人，只是他这种品行的人能卖亲生女，到哪里都是一个祸害。若你信得过我，你爹的事交给我安排。玉秀早想和他爹一刀两断，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但是他可怜的娘不该受到他爹的波及。王妃，我爹那种人本没什么可原谅的，就算他哪天再因为赌被人砍手砍脚，都是他自作自受，我哪里还好意思让他借着我找您和苏大哥的晦气？可我娘无辜。苏白解释，席大娘为人亲善，常受丈夫欺负，这次生病都是因为丈夫将玉秀抵债出去。玉秀在家还能照顾他娘，这些日子一走，不知是个什么情况。苏七七托腮思考，那就把这坏老头解决了，他娘不就没这个糟心丈夫了？苏柏劝告七七，万事不能无故闹出人命，媳妇犯的都不是律法之内的错事，你若随意动用权势，我怕连累你。大哥当我想怎样？公然杀人还是买凶杀人？苏七七好笑，新到大哥还没考上功名当官呢，就开始一套套的，等当了官，怕不是成了老学究。他甩甩手，小事一桩，我不杀他，我吓死他。媳妇并不知道玉秀进了立侯府，还没歇下脚就被转送到了宣王府。这阵子他逢人就自封自己是立侯世子的老丈人。邻里一些人在玉秀被接走当天，是亲眼见到来的几位嬷嬷是何等富贵，他们又跟真正的权贵住得遥远非常，哪里去证实是真是假？依那天的情况，大差不差了。为了巴结着媳妇一点，有人不仅是送酒送菜，还有的送了钱，就想给自己谋个靠山。媳妇几日没回家了，一回来便看媳母能下床，还能去厨房烧茶，他乐得上前。我姨不在家你就好了，作怪。随后他发现不对，察觉到屋内有人，又想到了路。上柳树下停的华丽马车，想到刚去过福日子的女儿，搓着手往屋内进，是不是玉秀回家看爹了？玉秀都带什么回来了？一进门没发现玉秀，反倒又看见几个脸生的嬷嬷，一个嬷嬷闻声而起，上下打量了一番酒气熏天的媳妇。他板着脸扬声问道：“你就是席玉秀的父亲？”媳妇直觉不对，回答的磕磕绊绊的：“是啊，怎么了吗？是就好。”嬷嬷冷笑一声，拍了拍手，立马从屋外闯进两个府邸仆从式样的高壮男人，他们二话不说下手擒住媳妇。嬷嬷继续道：“席玉秀伺候我们王妃不周，竟然打碎了我们王妃最爱的花瓶，你们是席玉秀的父母？方才我问了你夫人，她家中的钱全给了你，她还不了，那么你作为席玉秀的亲生父亲，理应为女偿债。带走！”嬷嬷将手一挥，媳妇就被人拖着拽出了家门。宣王府内，苏七七已经准备得当的坐在椅子上，脚跟前放了堆碎瓷渣子。玉秀趴在下手一张长凳上，两边站着拿棍棒的男人，他们未动什么手，玉秀的背上已经鲜血淋漓，只是不见任何痛苦。一直等到双仪格外有了吵闹声，玉秀抓紧掏出袖中的湿帕子，往脸上做了几滴湿泪，一声声的喊痛哭着。媳妇被按进来，跪到院中。苏七七低头瞄了一眼，冷淡问道：“这就是席玉秀的父亲？”玉秀气泪回应：“是王妃，他是奴婢父亲。”你别瞎认，你签了立侯府的卖身契，他们再将你转送王妃，成了王府的人，哪里还是我的女儿？你做了什么都不关我的事。王妃，你要打腰砂纸管朝那丫头身上使，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说是不知道，媳妇为了知道这一场是凶是吉，在来的路上已经低三下四的打听完了。苏七七为了将戏做真让去的人说的都是媳妇怕的。媳妇已经知道立侯府没有那女儿为妾，反倒转手送了王府，然后在伺候王妃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只500两的花瓶，现在让她还，她哪有钱还？要不然至于把闺女卖了，真是风水轮流转。爹，救救我，好疼啊！玉秀趴在朱漆的长凳，虚弱呼救，背上的鲜血哒哒的砸向地面。苏七七暗叹，绿萝是不是把猪血放得太夸张了些，露馅了怎么办？他捏起手绢，嫌弃的喊人，血淋淋的，一看就倒胃口，赶紧找扇屏风让我清静清静。他话一失下，立刻有人从屋内搬来扇屏风挡住，而玉秀的喊声却不可阻挡的往媳妇耳中进。媳妇根本不敢往玉秀那瞅，发抖的颤着身子，如何都不能让他平白无故的变出500两。苏七七警告道：“他毁的是官家之物，500两已经是我网开一面，若是你替你闺女还不了，他不仅生死要握在我手中，我还要报官抓你。仔细想想，是要女儿的命还是自己的钱？”砰砰砰！一听这话，媳妇不由得连连磕头：“王妃，您要是要这丫头的命就拿去吧，千万别报官啊！我实在没钱，还不起。”啪！苏七七不悦地拍响桌子，冷哼：“那就是想让我吃哑巴亏了，玉秀的命也就不要留了。来人，将知府大人请来，让他给我判判这无赖的罪名。”知府大人上次算跟苏七七有点交情，这次他受到指点，很快就来了，依苏七七之前给他定的要求来。他判定席玉秀毁坏王妃珍藏，因家奴缘故随王妃处置。
媳妇拒为女还债，当以窃人财物处置。本官判你发配采石场，终生采石。一听不做劳命没丢，却摊上份这么累的活，好吃懒做了半辈子的媳妇吓得嚎啕大哭。知府大人当作没听见，吩咐着人将媳妇拖走，扔去采石场。不喜欢赌吗？下半辈子跟石头赌去。第208章江训为淑妃谋求皇贵妃。困死我了！临近新年，石郡王的伤腿终于好得差不多了。江训带着苏七七进宫探视，跟着就留在舒和宫吃饭。石郡王没吃两口，哈欠连连。淑妃看的是心疼又宠溺，再怎么困也要将饭吃完再睡，不然身子的元气怎么补得回来？刚开始，淑妃天天头疼，孩子叫苦喊疼。后来忘记哪一次开始，儿子突然省心了，上药不怎么喊疼了，喝完药就休息。夜里一睡到天亮，腿恢复的情况十分不错。唯一的奇怪之处就是儿子天天睡不醒，偶尔起床走走回来都要补一个多时辰的觉。他想是养病耗费精力，但现在腿伤都好了，嗜睡懒散还是老样子，真是愁死他了。苏七七略侧身瞅瞅石郡王的小腹，明显的突出一个弧度，还有他那双层的下巴。这种情况还要补元气，其他人就不要活了。他也不是今天才发现石郡王胖成了一个球，人还一天到晚的懒洋洋，以为是和太医没分寸，还在不停的给石郡王下安神药。他想去提点提点，和太医别过火了。江训知道他的心思，告诉他，他早让和太医收手了。石郡王还那么嗜睡，纯粹是养病期间把自己的懒散劲养出来了。若他自己不争气，重新振作，胖的日子在后面呢。郡王，您少吃点肉，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楚灵英没有淑妃那层慈母滤镜，他看不下去提醒。石郡王夹起肉的手顿了顿，低头瞅瞅自己的肚子，犹豫。淑妃鼓动，吃，伤没全好，前多吃点怎么了？等利落了再减不迟。石郡王得到支持，立马夹了一块肥瘦相间的东坡肉吃了下去，嚼得软糯可口。淑妃看着小儿子吃得美味，她跟江训闲聊起宫中之事。云贵妃现今没了，整个宫中还有庆妃跟我不相上下，我手中又比她多了份6宫之权，我拿不准皇上是安心将整个后宫都交给我，还是要分给庆妃一份。我瞧庆妃有此意想，分一杯羹，隔三差五的就来我跟前巴结，想想她从前在云贵妃跟前的狗腿子样，我就来气。我不想让她占上便宜，训儿可有好法子。经过多次江训为淑妃的出谋划策，现在他已经把江训当成了自己的主心骨。虽说这个主心骨不是他最爱的，那也不能否认他们是母子的事实。他在皇宫中好，江训才会好。依贺王之前给厉侯府的回帖，到贺王母子和云贵妃在时的不同，江训很明显知道母子俩不安于现状，他们也想谋一谋前朝那个位置。庆妃要能拿到半个6宫之权，着实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杜绝此事也很简单。江训，这件事不难，母妃主动去请示父皇说6宫事务太杂，您力不从心，让庆妃帮您。淑妃你没，这是什么道理？我让你出主意，别让庆妃有机会争我一份权，你反倒劝我帮她求，当真以为母妃顶着淑妃的名头，处处就要贤淑是吗？母妃，王爷的意思大概是以退为进。苏七七忙补话。江训轻抚了抚苏七七的手，让她不要为自己担心，又在慢慢跟淑妃解释。母妃，父皇能容忍一个云贵妃，却绝不会容忍第二个想变成云贵妃的人。问题在父皇的心中，谁是第二个云贵妃？您有6宫之权不假，可您想没想过，这也承担了全部的风险。您去给庆妃求一份协理之权，父皇会不会从而顾及到若给了庆妃权，庆妃母子之后的心思？父皇会着重顾及他们，所以根本不可能让庆妃分到。淑妃静心听下后，倒觉得是有那么3分道理，方要张嘴，小儿子插起话来：那父皇就谁都不给，光让母妃打理后宫嘛，连贺王哥哥都没有机会了，父皇是不是就中意6个您了？师弟，勿要妄言，此话一出，牵连的不止我，还有母妃和你。江训沉声呵斥。淑妃听之后怕，拍打了石郡王，催促他：不是困吗？吃完了就去睡吧，再过几日该出宫了。石郡王被母妃当着江训的面斥了，还是跟着江训斥他，心中不舒服，啪的拍下筷子，问也没问楚灵英，还将他也拉走了。儿子刚才语气严厉了，江训随之认错。淑妃瞧着石郡王这气性也没生气，让显嬷嬷再准备点饭菜给俩人送去。你弟弟他脾气就这样，出了外面是绝对不敢这么说话的。江训颔首表示知道，他继续说淑妃感兴趣的话题。庆妃既然分不到6宫之权，相应的，您跟父皇在御书房那次算共患过难，您的为人如何，父皇心中自有计较。大概率父皇会为了您更能服众的管理后宫，给您皇贵妃位分。训儿你说什么？淑妃怕自己听错了，抓住江训的手追问。江训重复：皇贵妃，太后没了后宫，其他妃嫔也没有高位的了。父皇若想安定后宫人心，不会舍不得一个皇贵妃的位置。届时等母妃登上了皇贵妃之位，能够在后宫一呼百应，何须一个庆妃帮忙？您可以放手给其他低阶嫔妃，责任分散，他们不能一人独大，绝不敢在您手底兴风作浪。其实江训没说出来的话，
淑妃可能没理解，苏七七大致听懂了。什么跟太康帝有共患难的情，也就是太康帝在那一场云贵妃的阴谋中，看出淑妃顶多想点美事，真做像云贵妃那样大逆不道的事，他不敢。一个皇贵妃给出去，可以让淑妃将后宫打理得妥妥当当，何乐不为？至于不能让庆妃掺和，那就要看她聪不聪明了。淑妃相信儿子不敢跟她夸海口，准备用江训教给她的法子去试试。她心里欢喜，亲自夹了块肉放进江训碗里，上心嘱咐：“我瞧你最近瘦了，多吃点。”江训垂眸看着碗中全肥的红肉，他神色淡淡。淑妃欢喜完就不跟着继续吃了，说要去看看江辉脾气下去肯吃饭了吗？苏七七盯了江训碗中肥腻的肉块一眼，一把夹扔回了盘子里。他不知道你不吃这么油腻的吗？给江辉好歹还知道肥瘦相间呢。江训低声，他从不在乎。第209章七七无期。淑妃按照江训的要求到太康帝跟前诉苦，想将6宫之权分一部分到庆妃手中，说的是字字诚恳，句句有理。太康帝听完静默许久，淑妃心中打鼓，不免多卖惨几句。太后她老人家去了后，臣妾一人掌管着后宫，没个主心骨，十分惶恐。辉儿腿还没好，后宫又那么多事，臣妾年纪大了，实在力不从心。庆妃她和臣妾同即是宫中的老人了，若是让她跟臣妾一同管理后宫，不仅是臣妾的福气，说不定后宫也会更加安宁。请皇上体谅臣妾。你现在倒是会偷懒。太康帝听了一遍遍的诉苦之话，叹笑道：“都说庆妃和你一样是宫中的老人了，朕瞧她年纪也不小了，操起心来怕是也力所不及。淑妃你就别替庆妃找麻烦了，宫中是没什么人了，好歹你掌管着后宫，位分不能太低了。朕下旨封你为淑皇贵妃，日后后宫由你全权统管。像锦荣、静妃这些，朕瞧着他们闲在宫中半辈子了，精力定然有。以后你忙不过来的事情，分给他们3人即可。”太康帝的心意果然和江训说的一般无二，淑妃饮下心中窃喜，俯身拜谢圣恩。既如此，臣妾多谢皇上体谅。下去吧。太康帝没什么话需要和淑妃私下说，示意他下去。淑妃又叮嘱了太康帝保重身子之后才离开。太康帝这边让德海给他研墨，挥挥洒洒地写上了立淑妃为皇贵妃的圣旨。他写完丢开手中狼毫，考虑：你说朕都立淑妃为皇贵妃了，是不是要再多加一份圣旨？德海眉心一跳，揣测出多加一份圣旨的话中意思，他不敢智慧，但凭皇上心意。太康帝紧眉沉思许久，几度想再拿起边上的狼毫挥写，每次手到跟前便停了下来。他作罢，算了，人就那个人了，但旁人怕是不得消停，先看看在朕最后闭眼前还有谁能折腾出花来吧。太子他不是没有早立过，中间依旧出现种种问题，要浮动的人心他控制不住，反倒先招风险。德海见太康帝要起身，他连忙拉开椅子，本想跟着伺候在太康帝身后。太康帝让他去后宫宣读圣旨，淑妃等着呢，把圣旨读一读，他就踏实了。是，德海。淑妃封为皇贵妃的事在后宫炸开了锅，本以为没了皇后当初的云贵妃就是顶天的了，不曾想最后淑妃成了赢家。庆妃在自个殿内如热锅上的蚂蚁，她现在是不想争也不敢争，但是儿子却一门心思钻了进去。他握住从小陪自己长大的嬷嬷，分析形势。延平，你说我前阵子还不够巴结淑妃的吗？他倒也给我口风说期望我帮他分担，怎么到有口信的时候，光知道她成皇贵妃了？他不是故意给我绊子吧？圣旨上竟然还说让锦荣、静3人帮他，我好歹比那3人资历深，白白将我当成空气了。燕平哪里说得出所以然？他家娘娘从前在各个妃嫔间完全是左右逢源，若不是如妃想独吞云贵妃的好处，使了手脚让自家娘娘不被云贵妃信任，说不定自家娘娘今天都不能在宫中好好坐着。他劝道：娘娘，怕是淑妃成了皇贵妃，她的儿子必是让皇上看中了，咱们劝劝贺王，别让他胡闹了。你想从前的继后到如今胆大如云贵妃，哪个成功了？日后贺王好好的得一个封地，他一个亲王在封地，怎么不能跟当一个皇上似的舒坦啊？庆妃感觉这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忙点头：你说的对，不能让他胡闹了。淑妃成了皇贵妃，连带着宣王府都水涨船高，朝堂一致认为太康帝能给淑妃这么高的位分，就是相中了他的儿子。而石郡王和宣王一对比，自然入皇上眼的肯定是宣王。于是王府络绎不绝的有人送礼，苏七七爱将训给他银奖赏银子，但对这种讨好贿赂之物一概不收，毕竟无功不受禄，容易留下画饼。一箱箱的东西搬进来，一箱箱的东西又原封不动的搬出去，一整天苏七七指挥的口干舌燥。他抽空喝口茶的功夫，江训从书房出来，远远的站在廊街上笑看着他。苏七七对视上江训的目光，他掐腰走上去，哼声：王爷，我觉得你不风光不好，太风光了也不好，这些送礼的恨不得跪着求你把东西收下。江训歪头瞅了瞅被苏七七退出门外的东西，他呼喊江河，将大门关上，什么时候消停，什么时候才将门打开。一般大门都有人看，
白日里为了方便，大门都是打开的，到了时辰才关。苏七七想不通这门关到什么时候，他上前关上多不方便啊！江训指指周围翻新的地方，布置的红灯笼，快新年了，还出去做什么？今年宫中应该不会如往常一般热闹，除了30那天咱们进宫，其他时候留在王府不好吗？今年有太后的丧期，非必要走门串府，能免则免。江训偶然发现他跟苏七七生活5年了，好像还没有过一个安静的年节。他刚才站在台阶上看着苏七七匆忙的身影，就感到内心很宁静。江训想着他该跟苏七七怎么过完今年的最后几天，最后想到了。他拉着苏七七往双仪阁旁边阁楼的2层走去。傍晚的阁楼上不是很暖和，苏七七上去却发现早燃了暖炉，整个阁内暖乎乎的，地上还摆了很多折起来的孔明灯，撑起来点燃就可以放天上。他没玩过这东西，好奇地撑起一只，看见上面有字7757，新年快乐，旁的还有字，再撑起一只只看去，7757，平安顺遂，7757，长命百岁，7757，吴月汝朝朝暮暮，7757，容颜永驻，7757。苏七七一连撑开了好几只，全是7757开头，不是祝他平安，就是祝他快乐，或是跟他告白，要么什么祝福语都没有，只是7757。甚至连他有时累得疲了，苏七七卖惨说极丑了这种小事他也记得，还傻傻的在孔明灯上提了。上面的神仙是多无聊，一晚上要答应江训大事小事这么多条件啊，业绩怕是做到明年都做不完。第210章鹤王算计。江训趁苏七七撑看孔明灯时，他则从一旁拿了支烛火过来，叫苏七七点燃了一支，送到半空中。晚风不是很大，天还有些光亮，一盏写着对苏七七祝愿的孔明灯带着暖黄的烛光越飘越高，渐渐形成一个光点，和那些刚刚出来的星子融为一体。江训在他身旁轻扯嘴角，一同注视着仿佛进了仙界的孔明灯，是盏写着7757的那个。他满怀认真道：今年是我能毫不顾忌这般称呼你的一年，我总思考今年要送你什么礼物。后来我想，我不就是想有机会这般称呼你吗？我想将从前欠你的都还回来。从你成为我王妃那日，我偷偷做了1000盏孔明灯，每盏上都是我想对你说的话，亦或者你对我曾说的话。7757，无心悦之。江训不知何时，他对苏七七一定要做他正妻的执念深入骨髓，可能是对他有了感情后，或许是日久的陪伴，也许是他连连的噩梦，不可控制的想将苏七七是他妻子的事刻进自己的骨血之中，直到真成了，他都觉得不够。他想让这些孔明灯将他的寄语交托天地，这样不管千年万年，这些孔明灯坠落的地方将会把他的执念播撒。明明没下雨也没下雪，苏七七却觉得眼睛有点睁不开，他努力咽下眼泪。王爷，有笔吗？有，我去拿。江训走进暖阁中，给苏七七拿了笔墨过来。苏七七接过沾了沾墨，在一盏江训写过的旁边写上江训无夫，妻苏七七独有之。写完，苏七七满意的赏了赏，再吹吹墨，将它风干，举着问江训：我把你站着，没什么意见吧？江训好笑，不是一直就让你站着吗？苏七七想想也是，跟着他催江训把孔明灯点燃，指着渐晚的天空：天黑透了，听说天月黑神仙看到的更容易，放出的孔明灯越灵验，快把这个放了。江训没敢耽搁，用之前的蜡烛引燃孔明灯中的油星，和苏七七一起将俩人合写的孔明灯送上了半空。刚飘起不久，阁楼下响起了宁儿的声音：妹妹快看，孔明灯。阿瑶现在哪里知道孔明灯是什么，只知道哥哥指哪他看啊。看见一个从没见过飘高高亮堂堂的东西，他开心的扑闪扑闪，圆圆的眼睛呜呜嗷嗷的甩着手叫。苏七七低头想喊宁儿阿瑶上来放时，被江训一把搂进了怀中。知道你心思，但你确定真的要让宁儿上来吗？他回头示意孔明灯上的字，意思不言而喻，宁儿会识字了。若是宁儿上来的话，保准不只是放灯，他还会拎着上面的字跟苏七七和江训问东问西，直到知道上面的所有意思。苏七七想想刷的脸羞红，似乎不是那么能清白解释的，有些他只有跟江训闷在被子里才能说。苏七七拒绝的摇着头，活像一个拨浪鼓，不要。江训放心的笑笑，拉着他去另一头，那陪我继续放。本想再放几盏，俩人就下阁楼回房，不想放着放着，江训把苏七七放到了阁楼的榻上。但是苏七七明明正和江训忙着，他还是能在窗子外看见飘得满天的孔明灯。苏七七莫名，怎么还飞着？可能是江河再放给宁儿和阿瑶看吧。你不是不知道宁儿喜欢新奇的东西？江训也不知是不是这样，大概和他猜的相差无几，不过他现在不想追究真相。呼吸有一瞬没一瞬的加重，窗外的孔明灯也影响不到两人。梦中，江训站在高耸的城楼上，远眺着万家灯火黎明，欢乐高呼万岁。他想他从没跟苏七七单独过过任何节日，落寞道：当真不能给他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吗？无方大师坐在一旁的轮椅上，
和掌望着满天孔明灯，声音缓缓：“不入六道不进轮回，既然想求机缘，便不可多扰。若将人硬拉进所属的命格轨道，定下结局，恐会缠于其中。不如留下空白，兴许可以博得一线转机。”江迅无声顿了顿，任命道：“成吧。”他也不想在苏七七微少的生平中记录他如此凄惨的死因。城楼上的风不小，江迅本来身子就不好，眼底有股淡淡消不去的乌青，没站多久咳嗽连连。这时江河快跑过来，他搀扶江迅下楼，途中他低声道：“皇上，徐尚书本借醉酒留宿东宫，现在突然酒醒，冲着皇后的凤仪宫去了。暗卫来报徐尚书身上似携带了毒药，要不要？去便去吧。”未等江河说完，江迅轻飘飘接过，他走着走着蓦地停下来，吩咐让人将通往凤仪宫的工人全撤下去，不用拦着敏言。凤仪宫有任何动静也不用理会。他目光冷然，毫无波澜。皇后若出事，不过是他久病不愈发丧便是。遣他棺椁返家，除他皇后尊荣，柳家就让他今年消失在上京吧。江河是。新年刚过，贺王府内出了今天的喜事。贺王听着眼前人一声声的磕头说万岁，他心中大悦，真这么神奇吗？他不是在哄我吧？魏魏看清了吗？喊谁万岁呢？王爷，这人中了我的迷蛊，迷蛊侵蚀了他的脑海，若没有解药，已经是我想让他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绝不是哄您的。一异族打扮的男人为了显示本事，在话说完后，他给那个神智不能自主的人一把匕首，对他发号了一句自杀的命令。那人毫不犹豫地将匕首抹进自己的脖子中，人陡然死在自己的面前。贺王吓了一跳，但是让说啥说啥的本领着实惊艳了他。他幻想父皇现在储君位里，这法子要是用在父皇身上，我让他当朝立我为太子不就成了？怎么用的？可麻烦？贺王追问。易夫人暗笑，拿出一物，不麻烦，只要让想听话者连闻一阅此物，以我鼓掌声唤之，届时王爷想让那人说什么，那人就能吐露什么。行，给我一份，待事成之后，我让你当国师。贺王承诺。易夫人多谢王爷。人走后，贺王妃走出来，他害怕。你疯了？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第211章玲珑跟苏怀辞别。昔年大晋派兵剿了一处叫长生寨的恶寨，只因这寨中人不务正道，常常用药蛊邪法戕害人命，骗人钱财。朝廷当时虽大获全胜，可始终有漏网之鱼。不想贺王不知从哪遇见了一个，竟偷偷带回府中，让那人研究邪药。贺王妃心里害怕，若真用在太康帝身上，怕是要步云贵妃母子的后尘。不说谁还记得长生寨？成大事者总要有冒险，你别畏畏缩缩。我不方便进宫，还指望你将他那东西带进宫中，然后让母妃想法子送给父皇闻呢。贺王妃拒绝，我不去，赶明就让母妃为你请封地，咱们去了封地清闲。贺王瞪了妻子一眼，你敢？要是你坏了我的事，我来日登上大宝，你别怪我抛弃糟糠之妻。真让你把我事搅和了，我给父皇打发去了封地，我上不了那个位置，你儿子也别想继续当世子。你，贺王妃气得呕血，丈夫竟然敢拿他儿子的前途开玩笑，不给他的儿子世子位给谁？给他旁的儿子吗？也不是不可能，若是到了封地他没人管了，随他宠爱哪个儿子他都可以抬举他。而他呢，最大概率日后的帝后要出在宣王府，他和苏七七的关系又不好，江迅更不可能会管他这等小事，谁会为他的儿子评理帮世子之位要回来？贺王妃气的脑子直发懵，他要给儿子和自己留后路。苏二哥，我真的要回家了。新年过去，见南王一家跟太康帝辞行要回自己封地了，玲珑也就没有理由待这里了。而且太后老人家已经仙逝，他爹的身子经过这一次大不好，回去后就要安养天年。再是要来给太康帝贺寿，就只能是玲珑的哥哥，说不定他也就没有来上京的机会了。玲珑在上京认识了很多人，临走前想每一个人要告别一番，想来想去，他最舍不得的还是苏怀。苏怀明白玲珑话中的意思，上次他本想去安慰玲珑的，不想他哭着哭着扑进了自己怀中。他知道与理不合，依旧没有推开他。此后俩人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情感认知。苏怀本想等事件平息去跟见南王提亲，眼下碰见了太后的丧事，玲珑又是太后生前宠爱的姑娘，贸然在这时定亲恐惹非议。而他现在也身任五品宁远将军一职，不能随意离京。苏怀安慰，我不能自私，让你家人都回去的时候，独有你在我身边陪着，对你影响不好。而且你是小郡主，嫁人怎么能草率敷衍？等我再攒攒俸禄，明年我亲自去你家提亲，提完亲我再亲自引你回来，让一路的人为我们祝福，都知道是我等了你许久才得偿所愿，明媒正娶回来的。我会月月给你写信，若有空闲我便去找你。那你不会变心吧？玲珑不是不知道，有些已经定亲的未婚夫妻都可能闹掰，何况他们什么约定都没有的。苏怀忍不住笑道，变心总需要有人吧，我是个武将，天天不是笑武场
就是领兵出去剿灭一些宵小，到哪变心？你爹身边那么多青年才俊，文武双全的不少，我不信没一个没眼光看不见你好的。倒是你千万不要变心了，或是谁夸你武功好，你就当他是真欣赏你。你取笑我，玲珑还记得被苏怀抢走鞭子的事，白皙的小脸倔强一扬，都说了那天是状态不好，我本事大着呢。是，我当时把鞭子抢来用了我10成力，挥我鞭子的人不仅武功高强，内力肯定更高，鞭子抢来后我的心也跟着跑了。苏怀捂着胸口，神情上很受伤的模样。玲珑看他那拙劣的表演还挺满意，最后大发慈悲道：放心，以后再甩你鞭子我只用半成力。苏怀见他不纠结了，掏出一只小小的风铃给玲珑。从前走镖的时候，我喜欢带一只风铃，被不同的风力吹响，就像在和我介绍每一处不同的风貌。这只给你，路上就当是我在陪你。玲珑收下小小的一只风铃，每只小小的银质铁片上都刻有玲珑2字。玲珑懊恼怎么就没给苏怀准备一件礼物，他低头看了自己全身，最终只能摸出一个鞭子。诺，他大方递上去，这鞭子是我10岁我爹就送我的，从没给别人碰过，你当帮我保存着。一只巧夺天工精美的牛皮鞭，鞭把上被缠上各色夺目的丝线，怎么都能看出玲珑对这把鞭子爱护极了。苏怀放进怀中保证，我会放好的。俩人之后再依稀别了一会儿，玲珑也不能耽搁时间，最终在苏怀的催促下，玲珑跟着家人出了城门。贺王妃精神不好，去宫中找庆妃。庆妃看出她的憔悴，上心道：怎么了？跟真儿闹嘴了？贺王妃心里委屈，闹嘴还有说得过去的时候，王爷现在是8匹马拉不回来的倔驴，不惹一场大祸事，他怕是不能消停。庆妃苦恼，自打淑妃成了皇贵妃，这宫中下至太监宫女，上至嫔妃，全巴结书和宫去了。而且不知是不是淑皇贵妃见她以前巴结云贵妃，有意针对她，3不5时的她宫中少这短那，让她宫中人去各管事那问问，每宫人回来不是带着一脸泪，就是带着一脸气，搞得现在她都不敢出门了。如今半夜惊醒，她都恨不得扎个淑皇贵妃的小人，踩死她戳死她，真是心眼比蜂窝还小。也就是她命好，儿子有本事，不然云贵妃还在的时候哪没有机会弄死她。你告诉真儿万事能不争就不争，现在淑皇贵妃刚升位分，我这个庆妃在宫中也不好过，外面更只有她跟宣王2个还在亲王位的皇子，有谁不将眼睛放在她和宣王身上，自己没事找事，是自取灭亡的源头。母妃您还说呢，她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了桩祸事。贺王妃一时没忍住，干脆就将贺王做的勾当在今天庆妃这吐露出来。到底儿子的前途不比丈夫的前途轻。庆妃听完贺王妃的话，再看见贺王妃拿出一包香丸时，椅子差点没坐住。第212章淑皇贵妃故意折腾庆妃，庆妃欲报复，真有这么灵？庆妃闻了闻看不出奇妙之处的香丸，有些不大相信。贺王妃轻抿了抿唇，想到那人给出匕首，让吸了这香的人说自杀就自杀的干脆，认真点头。贺王年前就跟长生寨那人勾搭了，中间鼓捣了许久，却有奇效。母妃，您意下如何？是帮王爷，还是让此事石沉大海？贺王妃仔细想想，要是庆妃帮忙的话，就是说明她还是想和自己儿子拼一把；不帮的话，贺王找的是庆妃与他无关，总有一层风险，他私心不想让庆妃帮忙。庆妃此刻有点烫手山芋，扔不得放不得。他合上盖子，且等我想一想，跟真儿说，让他稍安勿躁。贺王妃弄不清楚庆妃意思，但为了儿子不得不多提醒一句，于是微红着的眼道：母妃，儿媳真是被之前那些下场吓坏了。儿媳不要紧，可您孙子无辜啊，他还小计没有成亲，也没有吩咐单住，可不是需要在父母羽翼下护着，王爷真不能糊涂一点。行了，我知道淑皇贵妃现在气焰高招呢，你待久了别以为我在跟你诉苦，赶紧出宫吧。庆妃倒底胆不大，贺王妃一提起之前那些人，她心中没来由发毛。贺王妃走后，淑皇贵妃那边就有信了，她现在统管整个后宫，所谓的景荣晋3妃给她打下手，也就是她愿意给他们什么事打理，他们才能打理到什么。不想让他们插手的，淑皇贵妃不给他们也不敢要。她歪在榻上染着指甲，突然想庆妃会染指甲，兴起道：这论染指甲还是庆妃有心得，显嬷嬷你把庆妃请来。娘娘，一会儿宣王妃和石郡王妃就过来了，现在请庆妃过来是不是不好？显嬷嬷陪在淑皇贵妃身边多年，闻言要请庆妃，已然知道自家娘娘想干嘛了。到底是一宫主位，真羞辱在人前，难免引人怨恨。显嬷嬷，你看看现在宫中还有什么人？皇上前朝忙身子也不好，差不多都将后宫忘记了。一个庆妃而已，我就是让她今天哭着出书和宫，她又敢说什么？淑皇贵妃没了掣肘她的人，自夸自己一句如日中天也不为过，根本低调不起来。显嬷嬷暗暗摇头，而后听从淑皇贵妃的意思去请庆妃。
苏七七和楚灵英到书和宫时，庆妃已经来了，三人相对尽是尴尬。一进门，庆妃跪卧在淑皇贵妃跟前，手中正忙上着凤仙花枝，淑皇贵妃眯睡在榻上。庆妃脸色霎时僵了僵，她来前就知道淑皇贵妃找她不是好事，原来是知道她从前为了讨好云贵妃学过染甲，现在风头起来了，她就想用这法子羞辱她。她心道给谁染不是染，巴结云贵妃时她也做过，乃知淑皇贵妃竟然还邀了自己两个儿媳来看，庆妃心思一乱，凤仙枝都染偏了。苏七七和楚灵英请安的声音惊动了淑皇贵妃，她缓缓睁开眼睛，哎呀一声：“庆妃妹妹，怎么染出去了？从前我看云贵妃的指甲可是个个均匀美的不行，莫非庆妃妹妹有心事？”庆妃陪笑：“是老了，眼神不行了，臣妾给您擦擦。”她拿起干净的帕子，将淑皇贵妃的手指擦了干净，想重新染时，淑皇贵妃收了手。她欣赏道：“年纪大了，染出来也不是那么好看，平白浪费。七七和灵英都是正当年华的女子，我瞧她们每次来指甲都素淡的不行，我不爱看。庆妃妹妹染的指甲怕是记不清有多少了，眼神不好也没事，他俩眼神好，他们帮你盯着，你帮他俩改改。”庆妃牙咬的酸疼，她即便不是苏七七和楚灵英的亲婆母，都是他们长辈，让她去给他俩染，这和给他一巴掌有什么区别？皇贵妃娘娘，臣妾宫中还有事，要不下次吧。庆妃寻找借口想回去，淑皇贵妃依依不饶，打量一眼外面天色，什么事要这么快回去？不是刚来吗？要宫中真有事你要跟我说啊，我好歹统管6宫，哪能少照顾了庆妃妹妹？庆妃哪能？皇贵妃您德干无双。淑皇贵妃继续追问：“那就是宫中太监宫女不好，让你不省心，我帮你换了。”不是，庆妃急拦，她宫中的人再不好，也是在自己宫中待久的老人，若让淑皇贵妃换了，怕是哪天死的都不知道。她最终服软：“您说的对，宣王妃和石郡王妃都是年轻女子，我给她们装扮漂亮了，我也开心。”庆妃收拾着东西要往苏七七和楚灵英跟前去，苏七七受不得这种火药星子逼来的伺候，推句：“阿瑶还小，我要经常抱她，她有时一不小心就把我手塞嘴中了，染指甲是不行的。”淑皇贵妃：“那灵英染，洛儿比阿瑶大，是该当娘的美美了。”在她心中，苏七七是听话的，可惜在听话中有自己的小心思，常常会被她带偏。江训又将人看得重，他有时要顾及江训的心意，他的辉儿就全心全意听他的了，因此楚灵英更不会违逆他任何命令。果然楚灵英违逆不了淑皇贵妃的意思，犹犹豫豫，十分不适的将手送给了庆妃。庆妃越是做的一副和蔼可亲，楚灵英越是心里不安。苏七七在旁看的也不舒服，她是不是要回去和江训提？淑皇贵妃实在膨胀的不像话。半个时辰后，楚灵英的指甲染好了，庆妃也终于可以走了。走前，她主动跟淑皇贵妃殷勤说笑：“来了皇贵妃宫中这么久，臣妾闻着皇贵妃宫中还是从前的浓梅香，梅香孤冷，哪适合您现在的气质？我有款香丸，不仅气味宜人，还能有调理人疲乏之效，最适合皇贵妃您用了。若皇贵妃赏脸，臣妾明日带来跟皇贵妃一块品香。”当然可以。淑皇贵妃很意外，但转瞬想到庆妃不就是靠巴结云贵妃混到妃位的吗？便不再想多。翌日，庆妃带上了贺王妃给她的香丸，在书和殿点了一颗，淑皇贵妃恰好觉得不错，没见过倒是不错。庆妃已经很期待要笑了，皇贵妃喜欢便好。第213章将训示记迁至母妃。星号。淑皇贵妃现在很享受自己一呼百应的权利，时不时就会喊苏七七和楚灵英这俩儿媳进宫说话，讲的尽是一些云里雾里的大道理，有种硬凹自己胜利者身份的意思。苏七七懒得去，随便找了借口应付。眼看着淑皇贵妃日益这么高调，她不踏实，去书房找到江训，绘声绘色把淑皇贵妃之前做的好事说给他听。江训顿时蹙起眉头，母妃当真在后宫如此对庆妃？可不是。苏七七摊手，那天不仅你母妃使唤庆妃给她染指甲，她还让庆妃给十弟妹的指甲都染了。一路出宫，十弟妹愣是将指甲藏进了手心中，要不是我有阿瑶当挡箭牌，怕是我这10根手指也受罪了。庆妃好歹是宫中老人，淑皇贵妃敢对庆妃如此羞辱，其他的人心里怎么想？会不会觉得淑皇贵妃跋扈，跟着牵连你？这可堪比自己作孽。苏七七说完，爱叹口气。走时庆妃是何模样？江训。苏七七歪头回忆，觉得庆妃还挺不一般，不愧是宫中老人了，愣是一点脸子都没甩出来，还隔日约淑皇贵妃品香。江训在宫中长大，自小对几个位分高的娘娘有所基本了解，其他人性格鲜明，对待争宠和儿子都比较有自己的主动性。庆妃不同，她惯来争宠比不过从前的如妃，家世比不过自己的母妃，但却爱紧紧抱住云贵妃的大腿。上次之事竟没有她跟云贵妃掺和，
还挺令江训意外。可母妃那人心高气傲，带着些清高不屑，又无缜密心思，他定然看不下去以前巴结云贵妃的人再去巴结他。庆妃跟他母妃在一个宫中打交道那么久，他不会不了解，况且他的儿子是如今除他之外的另一个亲王，随便跟贺王透点口风，贺王联合一些朝中同僚，完全可以发起弹劾。庆妃没有那么做，却跟母妃约着一块品香，此事古怪得很。看来是我当初想差了，有人压在母妃头上的时候，我担心她不安分，恐做出昏头的事，不曾想母妃一朝大权在握，竟耽于眼前，片面行事，敢欺负宫妃。庆妃就算这次没有发作，母妃怕还能气焰然的更盛，事态闹大，很难有挽回余地。我想该给母妃点警告了。苏七七犯难，现在宫中还能找到比淑皇贵妃还厉害的人吗？江训提醒，皇家不缺的就是人，最不缺的就是德高望重之人。趁着事态没有闹出，江训修了封书信到连皇贵太妃的手中。这位连皇贵太妃是太康帝父皇那辈的老人，一辈子无儿无女，从前膝下过继去了一个皇子，受连皇贵太妃的恩宠，封为誉王。先帝驾崩后，带着连皇贵太妃分封出了上京，可惜誉王命薄，到了封地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连皇贵太妃和誉王的妻儿总产生口角，导致晚年不太顺遂。连皇贵太妃就想回京安享晚年，幸而她跟太后年龄相差10多岁，一起在宫中时没有产生什么不愉快。太后知道连皇贵太妃的委屈，就派人将她接回了上京，而且连皇贵太妃也有分寸。太后在世时，她不好意思以一个太妃的身份回来，就去皇家寺庙出家做了尼姑。不过太妃终究是太妃，这点是不容更改的。连皇贵太妃都是先帝时的老人了，年纪就算比太后轻，她也不算年轻了，吃斋念佛多清净，怎么可能还会出来管闲事？苏七七想，她要是连皇贵太妃，才不出来找麻烦事呢。自然是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了。江训把苏七七抱到自己怀中，戳了戳她的肋骨。苏七七怕痒一躲，江训还将她抱得越来越紧了。她有些喘不来气，又好奇，拍着江训让他快说。什么软肋？快说。江训也不卖关子，如实解答。连皇贵太妃虽没有亲生子，可她待誉王这个儿子是真心的。誉王死得早不代表他只有一个儿子，当时誉王还有一个遗腹子，这个遗腹子未出生就不被誉王妻子接受。连皇贵太妃因这事跟誉王妃生许多口舌，她想多为儿子留条血脉，不想孩子还未生那怀疑父子的妾室，就受了诸多暗算，直至难产而死。连皇贵太妃为救孙儿隐瞒了她的性别，一直到回京依旧男扮女装放在身边。连皇贵太妃很想给自己这个在身边的孙子证明，不过太康帝之前考虑誉王世子的嫡子身份，并未同意。现在时过境迁，当初的誉王世子承袭了爵位，长大了并没有被教成一个好藩王。太康帝早想罢了他的爵位，又怕人言说他不善待兄弟子嗣，想等小誉王这一代过去，他就削了这个侄儿家的爵位。江训要制衡淑皇贵妃，就势必要帮太康帝想起什么。有连皇贵太妃藏着的孙子，不管什么罪名，这小誉王都要完。即使没有爵位，连皇贵太妃总会希望自己在身边一手养大的孙儿，未来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好日子。如江训所料不差，连皇贵太妃被他的信中话所打动，在寺庙中亲自送了封信递到皇宫。太康帝偶然想起，连皇贵太妃身边还有一个藏了数年的侄儿，有了名头，对小誉王出手就不算什么，毕竟他早亡的弟弟还有另一个儿子，且有当初的连皇贵太妃作证。太康帝也不用再给这藏起来多年的侄儿翻位，又以连皇贵太妃年岁较大为名，不能长途跋涉去封地接近宫中养老。这小侄儿常常去照看，时日一长，也就没有人惦记誉王爵位有没有的事了。淑皇贵妃风光没多久，以为在后宫中独大，不想太康帝半路接回来个长辈，还告诉他要像服侍太后一般将人照顾好。都用了服侍2字了，明明就是接一个人进宫压他头上，淑皇贵妃哪里还逞得起威风？整个后宫喘了口气，都想看看淑皇贵妃这个6宫之主怎么照顾太康帝给他半路找回来的婆母。第214章淑皇贵妃吃瘪。香丸药效发作，连皇贵太妃得了江训的好处，也没有忘记他的嘱托。回宫没几天就召了宫妃，还有一些亲王郡王妃的进宫聚聚，算是跟大家打一个照面。连皇贵太妃入庙当尼姑多年，受佛香经书熏陶，换回了宫庄也是简朴和蔼的老人。淑皇贵妃不想被压制，有意试试连皇贵太妃的性子。皇贵太妃娘娘阔别皇宫多年，怕是不习惯，日后您有需要可要多多的跟臣妾说，臣妾定然尽心尽力，绝不让太妃您操劳。连皇贵太妃得了别人的帮助，本着诚心回报，她在宫中看过多少，怎么能不知道淑皇贵妃的话中意思？说她都是从宫中离开的人了，能养在宫里就好好的养老，不让她管东管西。连皇贵太妃笑道：淑皇贵妃这么好心的人，本宫以前竟没有见过一面。哎，
话一入淑皇贵妃耳里，她脸一瞬间僵了还黑了。以前连皇贵太妃那是住在宫中的，淑皇贵妃可没有苏七七这么好的运气，经常越级跑宫里逛，想给连皇贵太妃见都没机会。众人当初不比淑皇贵妃有什么特殊，可能有些人都还没进府，不过见到淑皇贵妃吃瘪了，都下意识捂了捂嘴。连皇贵太妃不管心思各异的妃嫔们，她继续。虽说佛庙清净到底避世之地，本宫已经许久没有见过这么烟火气的时候了。淑皇贵妃热情，日后肯定要跟你多走走。还有孙媳妇们，看着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我就跟回春了一样。大家日后在我跟前可千万别拘谨，本宫当了半辈子的出家人，可消受不来。你们谁要是跟我论高低，非捧着我，我可摔脸子出宫。是，大家聆听了一场教诲，大致心中懂了什么意思，不禁默默觉得淑皇贵妃这名头怕是要白当了。连皇贵太妃即便不是太康帝的亲生母亲，总归是先帝时期的长辈，于孝于礼都不能怠慢了。要真是将人气跑了，谁管六宫的谁倒霉？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谁没事将连皇贵太妃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搅和出来的？是看我风光没几天眼馋吗？淑皇贵妃回到舒和宫就维持不住心态了，砸了许多的杯子才消停下来。她出完气，一把拉住苏七七，握住她的双手，给她的双腕上各推上一只金镯子。七七，你跟薰儿说说，一个先帝时的太妃放在宫中当祖宗是怎么回事？我完全做不了主了。用心，想想法子将她赶出去。江训为了少自己的麻烦，不让淑皇贵妃察觉闹事，就把连皇贵太妃的事交给别人办。淑皇贵妃想出气，想针对人都找不到。苏七七就是为了治你请回来的，庙里请的佛可没那么容易送回去。他一脸为难，母妃怕是艰难啊。你想父皇刚削了誉王后嗣的藩，这太妃就是从前先誉王的养母，他跟先誉王发妻不和多少人皆知，誉王妃不争气养出小誉王那个废物儿子，但是哪个人家没有点没出息的子孙？这放到哪里，或许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了。谁让小誉王一个人败家的程度顶上3代，父皇眼里容不下沙子，这才用雷霆手段将人废了。连皇贵太妃能在这时候进宫住，那就是跟天下人跟朝臣表明小誉王那番该削，他支持。要贸然想法子将人赶出宫，可能就像连皇贵太妃说的那般，谁气他，他就摔脸子走了。那人走了怎么办？到时候被非议的不就是父皇吗？会不会得一个卸磨杀驴的名声？父皇有了坏名声，他难道不会迁怒掌管六宫的您？所以不仅不能赶，一定要哄好了，消消气母妃。苏七七看到淑皇贵妃委屈的脸都长了，她眨着眼睛给她顺背，继续不断亮她心，忍忍就过去了。太妃年纪大了，日子还不是过一日少一日，母妃您多忍忍。淑皇贵妃气得冷笑，她日子过一日少一日，我还过一日少一日呢。从苏七七这没讨到好主意，去了方才她托给苏七七的金镯子，这俩镯子可是外面新供她今天刚戴上的。眨了几下眼，摸着自己光秃秃的手腕，示意苏七七。镯子刚捂热，也不是她扒下来戴的，当没看懂，捞起淑皇贵妃的双手，语重心长的拍拍。母妃，忍忍。淑皇贵妃，母妃，您屋子里最近点的什么香，我都没闻过。苏七七嗅嗅鼻子转移话题，这香真挺奇怪的，说不上来是什么花的味道。淑皇贵妃咽咽，庆妃送的，说有安神作用，倒是安神，但每天早晨醒来，我总是脑海空白一片，记些账目都记得颠三倒四，可就是身上轻松了，我倒是忘记问他这香丸叫什么了，闻着不错就用着，给儿媳2颗呗，我研究研究。苏七七还从没听过这种安神效用的，对于宰淑皇贵妃的东西，从来不带有愧疚感，而且她真挺好奇的，回头查查原料是什么，好研发新品售卖。淑皇贵妃，显嬷嬷拿2颗给宣王妃，再给石郡王妃2颗。苏七七回府后，夜晚想试试从宫中拿来的新香，等江训洗漱好从耳房出来，他让江训丢颗进香炉中。王爷，这香丸怎么样？江训平躺在床上静心细闻，没什么特别的，又特别在我闻不出来什么味道。苏七七竖起拇指，果然，我以为我孤陋寡闻呢，明儿让大夫看看，瞧这香怎么回事，有没有售卖价值。江训笑了，感情你是拿我是手？作为报答，大不了我也让你试试手。苏七七说话间跌到了江训身上。大半个月后，淑皇贵妃午睡醒来，收拾了一番，想看宫中账目，看了一圈，竟然想不起来之前看到哪了。显嬷嬷拿着一堆女官送来的账目发愁，娘娘，您最近账目对错了好多。淑皇贵妃神情恍惚，看到向她走来的显嬷嬷，迷茫道：谁是娘娘啊？第215章香丸漏端倪，庆妃追悔莫及。淑皇贵妃突然变得谁也不识，脑袋空白的模样，显嬷嬷一下急坏了，当场催着舒和宫的人去找太医的找太医，叫来太康帝的叫太康帝。费了一番周折，人都聚在宫内了，淑皇贵妃忽然又好了，看着一群人，连久不进后宫的太康帝都来了。她莫名：皇上，您怎么带着太医来了？显嬷嬷在一旁急得先开口：娘娘，您又没事了吗？
淑皇贵妃觉得这话奇怪，我能有什么事？太康帝一直不说话，静静地看着淑皇贵妃，看不出缘故，才道：显嬷嬷说你突然谁都不认识了，还问自己是谁。找到朕呐，朕不放心来看看你。淑皇贵妃听得太荒谬了，她又不是脑子出问题了，怎么会连自己都不认识？身子是自己的，要出现毛病她最先知道才对。显嬷嬷，我好端端的哪里出事了？你不会年纪大了昏头了吧？显嬷嬷说不上来，她反正很心急。奴婢真发觉您不对劲，太医既然都来了，又到请平安脉的日子了，您还是让太医看看吧。让太医看看。太康帝也发话。淑皇贵妃无话可说，伸手让太医给自己诊脉。太医细把了许久，神色不仅不轻松，还凝重了起来。娘娘最近可有感觉身上有奇怪的地方？如果没有多了个太妃进宫，淑皇贵妃说不定心情会更好。她掩饰没有。太医呐喊：娘娘脉搏虚浮，似有被抽了精力之状，最近是不是经常忘事或弄错什么事？显嬷嬷，娘娘近日。显嬷嬷，淑皇贵妃最近弄错了什么她清楚，太康帝在这她心虚，怕会影响她六宫之权，紧忙拦住。太康帝睨了一眼心虚的淑皇贵妃，发话：你照实说。显嬷嬷硬着头皮：娘娘早晨比往常要晚起半个时辰，宫中账目也多有错误，可是发现后我都改了皇上，影响不到什么。淑皇贵妃忙找补。太康帝不置一词，转而问太医：可能治？太医拱手：臣去开点补神益身的方子给娘娘，先把精力调养一番，看看情况。那别耽搁。太康帝嘱咐。临走前，太康帝怕连皇贵太妃的事会影响到淑皇贵妃，他道：太妃只是回宫安享晚年，越不是朕的亲母接回来了，就越要认真照顾，你莫要掉以轻心。你若在六宫做得上下公正，那必和宫安宁。人走后，淑皇贵妃呆呆地坐在床上回味太康帝的话，想过来神越想越气，难道是以为他对太妃有意见，故意找事吗？显嬷嬷，把庆妃那香丸再燃一颗，反正本宫病了，再多睡一会儿。他闷头倒在床上。显嬷嬷一边去准备，一边提醒娘娘：庆妃送来的香丸不多了，说来这香真挺神奇的，奴婢就偶尔跟您身后闻些夜里都安稳了。您若是喜欢奴婢，再去跟庆妃要点。燃完再说。淑皇贵妃闷声。太医在外间开方子，等交方子的时候，香丸的味道袭进鼻尖，他蹙眉，低声问：嬷嬷，这香丸能否分我半颗回去查查药性？显嬷嬷手一顿，对视上太医极为慎重的模样，担心：太医，您是看出什么了吗？太医只觉这香味道有些邪乎，又闻听是庆妃送的，哪里就敢随意在毫无证据时指认这香丸有什么不好之处？他只能稍微含糊：娘娘这精神头出问题，或许是香用的不对，臣拿回去查验药性，再根据娘娘御体改良一二。显嬷嬷是宫中老人了，能听不出太医话中藏着的意思吗？一想到香丸是庆妃送来的，他留了个心眼，从整颗上面才去半颗给太医包上。太医，您尽快。是。太医将半颗药丸妥善收起作衣，便离开了。显嬷嬷看着走了的太医，她心头慌了起来，偷偷勾头看了眼帘子后面已经熟睡的淑皇贵妃，她拿了旁的安神香替换。显嬷嬷哥哥过继给他的儿子，如今大了，能找时间看他。他左思右想了番，将另外半颗香丸包了起来送出去。不管如何，东西是庆妃亲手送来的，若是真有问题，庆妃绝逃不了。母妃，您把香丸献给父皇了吗？我怎么瞧父皇上朝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那一族男人跟贺王说，中了此香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慢慢的注意力不集中，等能够让人察觉时，已经处于中度，有了控制的把握。但他没见父皇有什么异常，好不容易有机会来宫中，哪里能不问一问？太康帝没反应，自然是庆妃没将香丸用太康帝身上，而是一气之下用到了淑皇贵妃那里，想看他变成痴痴傻傻的呆子。后来没几天就后悔了，是他亲手送去的，出事了他绝对跑不掉，早知道他就投毒了。兴许就是那香丸根本没有效用。你被人骗了，庆妃找借口。不可能，母妃，你不会是没给父皇吧？贺王明明见到异族人驯服后听话的傀儡。他追问：东西呢？母妃若你不敢，就把东西还我，私藏在宫中不安全。东西？庆妃被问得心颤支支吾吾，她哪里还能拿出东西？心中怕极，急道：真儿，若是单单闻那些香丸，不会出事吧？贺王听出什么大为吃惊，您还是用了，但没用在父皇身上。庆妃急得直哭，给淑皇贵妃了。贺王听得两眼发黑，气恼：您浪费在他身上干嘛？用在父皇身上，您才能日后比他风光。不会直接以您名义送的吧？事发怎么收场？若是直接下给父皇，他可以控制父皇万臣归心，一个皇贵妃他控制有什么用？怎么控制？庆妃全身发冷，我事后就后悔了，但想着你媳妇说需要有人去操控，兴许不严重，可你今天一说，我就怕了。怎么办？这要下都下了来不及了，要是淑皇贵妃发现了，岂不是我们大祸临头了？真儿母妃害了你啊！
他还想让儿子消停，没想到他更糊涂。来得及，贺王冷静下来道：“第216章，贺王欲行刺。”庆妃不解，怎么做？贺王双眸微沉，淑皇贵妃行刺父皇，父皇若死了，他的儿子怎么逃得过母亲犯的罪孽？朝臣定然会揪着不放。父皇没死，想要查清淑皇贵妃为什么行刺，总需要时间。那时父皇重伤，整个后宫也就只有母妃您可以近距离照顾了。庆妃害得身子往后一塌，靠到软枕上。苏七七之前把药送到了外面的药铺大夫手中，大夫让他回去等信，不想没多久人就将香丸送回来了。不过大夫的脸色极不好。苏七七捏着香丸不可置信，闻久了还会变呆傻。王爷王妃，这可不止。大夫面色凝重介绍，这香丸不是普通药材或者花卉配制成的，而是用了各种能够麻痹人的毒物毒草炼化而成，其过程十分复杂，炼成后若非经验丰富的大夫很难一眼察觉。若仅仅是毒药就罢了，偏偏它的毒性又经人提取大半成了普通的香丸，若一直然用便会对人脑进行侵害，轻则健忘痴呆，重则致死。可有解药？将军，大夫神色松弛下来，这香丸危害大，讲究的却是个长此以往，致死需3-5年。当然还是不可避免对心神有损伤，如果没有完全痴呆，只要多加静养就行。他说完，不免抚须叹息，说来这邪香配方太过邪毒，不似一般大夫能够研制的，倒像曾经长生寨的手法。长生寨是什么？苏七七望向江训。江训，长生寨擅长蛊惑人心，曾对大晋子民进行坑害，父皇早就派人剿了他们。过多的细节大夫也所知甚少。大夫走后，苏七七捏着剩余的半颗，喃喃：庆妃太大胆了。江河这时候进来禀报，王爷，显听兰过来了。江训一听是显听兰，看了看苏七七手中的半颗药，立马走了出去。显听兰交给江训的仍旧是香丸，他低声道：奴婢找善毒的大夫查了这香丸，说这香丸不是出自咱们中原大夫之手，中间配方毒素极杂，有蛊惑人心之效，若被人催动，更能将中毒之人当成自己的傀儡，无所不从。苏七七请的只是一般大夫，而显嬷嬷是嘱托了多遍让儿子送出来查验的，弟弟交到显听兰手里，他不敢不谨慎，找的便是黑市善毒的大夫。江训暗暗合计这2个大夫的话，结合庆妃、贺王，大致知道他们出手了。江河，去盯紧贺王府，有风吹草动，立刻来报。江河转头离去。是。傍晚江河未回来前，苏七七满腹心思，王爷，也不知江河回来能不能有收获。庆妃给淑皇贵妃下毒，我们又何时揭发啊？等他们忍不住，就不需要我们去揭发了。江训让他不要担心。不久江河就回来了，他汇报，王爷，今儿我去贺王府盯着，发现贺王府后储买了许多的瘦肉，不似一般商贩豢养的。贺王府有间屋子也特别奇怪，里面人只进不出，还不时送出来一些古怪的药材。临近天黑，一个不似中原打扮的男人走了出来，直奔去贺王书房。他说完，江训就让江河下去了。依苏七七和江训现在俩人掌握的信息，香丸可以操控人的神智，庆妃母子俩可能会操控淑皇贵妃。操控他的好处无非是做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星号星号星号。淑皇贵妃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异状，显嬷嬷把香丸停了后，诓淑皇贵妃说东西受潮了。淑皇贵妃就没顾着要用，依旧用回了之前用惯的。偶尔显嬷嬷发现淑皇贵妃会神志呆滞，幸而得知只要静养就没关系。庆妃那边为了促成淑皇贵妃刺杀一事，还没等她想出借口，礼部就将祭祀的日程提了上来。太行宫已经建好，此次便是把江氏祖先请进太行宫内。太康帝十分重视此次行程，母妃、父皇要领着文武百官进殿中祭祀，到了太行宫，淑皇贵妃也没有机会跟着父皇进殿，这很难起到刺杀。所以咱们要等父皇出了宫门，届时文武百官夹道等候，淑皇贵妃当众刺杀父皇，最后他必无从抵赖。贺王扶着庆妃出殿门，庆妃听着儿子的布置，一想到之后发生的大事，浑身疲软。万无一失吗？庆妃紧紧握着儿子的手问道。贺王，操控淑皇贵妃的人会跟在我身后，我跟在您身后，他得手的机会会更高，绝对万无一失。庆妃听着这么周全的准备，她左右看人，发现找不到儿媳。你媳妇呢？这么重要的日子，她怎么没来？贺王嗤笑，她害怕，就称病了，不来便不来，等我将皇位夺来，她也就没意见了。江训曾修建太行宫，所以这次去太行宫一路的安排都由他准备，并未和其他皇子一样早进宫。他便安排了一些琐事之后，才带着苏七七往宫内赶。苏七七清楚这次祭祀是江训暗中让礼部提的，至于为何会准备这事，那是贺王妃秘密的去找过苏七七。贺王妃从前和平顺章3个王妃一块玩的时候，一点也看不起苏七七，哪怕后来其他几个王妃都倒了，也没有说来和苏七七交好。猛然偷偷来找他，猝不及防还给他下跪，让他求宣王饶他跟贺王一次，苏七七就深知不简单。之后贺王妃吐露了，
庆妃和贺王再找一个当众让淑皇贵妃刺杀太康帝的机会，连淑皇贵妃之前吸纳的香丸功效都讲得一清二楚。苏七七不可能不怀疑，这里面或许有半真半假的话，但若不先入局，怎么找出贺王的破绽？因此，姜逊替贺王找了一个当众的机会，太行宫祭祀。淑皇贵妃身后率领着后妃还有公主们，苏七七跟在淑皇贵妃身后。他暗自找了找贺王妃，没有在庆妃身后发现人，倒有个矮贺王半头的男人跟着贺王，没了从前经常跟着贺王的小厮。七七，你看什么呢？庆妃做贼心虚，看到苏七七的目光，不由心紧了紧。贺王跟着心虚咳嗽一声，清扫了眼姜逊，发现姜逊并未留意他。苏七七挑眉摇头，没什么，发现娘娘又年轻了。话刚落，太康帝最后从正宫门姗姗来迟，所有人心神紧绷。贺王回头去了眼一族男人。第217章发落贺王。就在淑皇贵妃带着宫妃皇子公主们要给太康帝行礼时，人群混杂中响起一阵轻盈的鼓声。异族人喃喃念道：杀杀杀！一连念了多遍都无用。贺王脸色不太好暗，回头用眼神询问。异族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在要收手时，姜逊立马锁定那异族人，一脚将他踢了出来。顷刻间，怀彬带御前侍卫将人擒拿在手。因为就在宫妃们面前，现场惊呼一片。姜逊走出来，拱手在太康帝面前请示：父皇，儿臣请求暂停前往太行宫审讯此长生寨余孽。太康帝闻听长生寨，眼神微眯沉沉，又瞟到方才动乱时惊呼声最大的庆妃，已经摊到儿子贺王身上了。他甩袖道：摆驾回宫。贺王当然想偷偷离开，可是姜逊给了怀彬眼神，怀彬毅然将人拦住。贺王殿下，庆妃娘娘似乎受惊不少，皇上摆驾回宫必然担忧，还是带着庆妃娘娘给皇上看看吧。一切为水落石出前，没有人会贸然定罪，但是等贺王和庆妃回宫后，他们明白再多的解释都成了空谈。御书房，上次给淑皇贵妃把脉的太医也来了，拿着上次要去的半颗香丸，说的话跟苏七七找的大夫不相上下。淑皇贵妃半点不落的听完，吓得虚软下来，狠狠瞪着庆妃，咬牙切齿，好毒的心思。他跟太康帝悲屈：皇上，您要给臣妾做主啊！贺王和庆妃这时早吓得跪地发颤，还有一旁长生寨的一族被捆绑在眼前。太康帝还记得当初出剿长生寨时逃掉许多余孽，那些余孽逃窜各处，因心中有被朝廷灭寨的怨气。曾有余孽放言长生寨活一人就要取他性命，他不可能觉得贺王和庆妃害的就是淑皇贵妃。太康帝轻咳了2声，怒声质问道：贺王，今儿带这个人到身边究竟想干什么？操控淑皇贵妃，操控他想如何？异族人身份藏不住，贺王就隐约预料到自己之后下场，面对一直威严的父皇，他竟一时说不出来话。庆妃慌张跪爬出来揽责：皇上，皇上，都是臣妾的错，是臣妾一直记恨淑皇贵妃，记恨他凭什么越走越高，凭什么他要羞辱臣妾，臣妾一时糊涂才想害他的，跟贺王无关，贺王孝顺一切都是我逼他的。庆妃不知是知道自己大难临头还是怎么，她突然鼓起从来没有的勇气，直指着淑皇贵妃叫嚣：你我品级不同，可同样是宫中老人，侍奉皇上多年，你对我呼来喝去就算了，凭什么像时郡王妃那样的小辈都要我去伺候？我看着你日益风光，我寝食难安，你该死！你胡说，是你居心不良。淑皇贵妃顿感心虚，她敢在后宫对庆妃使唤，大半原因知道庆妃会默默咽下，不想她敢这么报复她。到了太康帝面前，她刚才虽然受了委屈，但也受不住这么追究缘由。支吾了半天，淑皇贵妃指着异族人转移话题：明明是你跟贺王勾结余孽，别妄想泼脏水，是你为了报复我，还是贺王有他心？你们明白？不然你一个深宫妇人，怎么能跟异族勾连？你如今处境，庆妃才是罪大恶极的那个。庆妃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太康帝不想看他俩唇枪舌战，他继续问贺王，直白残忍：想杀的其实是朕对吗？你母妃是受了你的怂恿。终于贺王有了点反应，他刚要张嘴，太康帝警告：说真话。贺王被吓得肩膀一颤，闷声说是没错，淑皇贵妃出手父皇驾鹤西去，他跟他的儿子们绝不会有好下场。淑皇贵妃失手了，父皇就算没有重伤或致死，以父皇现在的身体也会被惊吓住，儿臣就有机会了。机会就那么想要父皇的位置。太康帝一脸失望的不停拍打自己身下的龙座，几个儿子里贺王倒还算实诚。是，贺王一点不避讳的说出来，可能顶着一切完了的心里，他一句句的控诉：既然前太子无用，为何我不能争一争？既然身处皇家其他人也心思各异，做出胆大包天之事，为何我就不能争一争？他嗤笑着指向姜逊：你以为他不觊觎您的皇位吗？不然他已经知道我用香丸害淑皇贵妃，他为何不直接戳破？不还是想让我彻底落下罪名，毫无争夺之力？奈何姜逊实在沉得住气，我便比他失了先机。再换而言之，
父皇，您难道封淑妃为皇贵妃，不是心中已然偏向了江训是什么？我或许不是您心中的人选，没达到您满意的标准，猜不透您的心思要怎么去迎合。知道您放弃了我，可您废过太子后迟迟不兴立储君，难道不是还有分在观望的心？我再为自己去争一争，有什么错吗？您怎么知道我未来就会差？哼！太康帝将儿子全部的话听到心中，最后冷冷一笑。所以你最后争取的谋略，就是准备拿朕的命赌，还赌输了，弹劾你以后就会好。既然你都承认的这么明白，那朕给你任何惩罚，你也都能认吧？贺王蓦然失神，想了想，再看了眼母妃，最终服软，气馁。父皇，都是我的错，是我贪心不足，才能想起弑父的手段。转看被捆绑监视的异族人解释，这人是我在黑市碰到的，见他用独立害身份，又有那么点可疑。我猜出身份后，他怕我将他捉拿上报朝廷，就蛊惑我可以帮我解决一切挡路之人，我鬼迷心窍才收留了他。父皇，您放过母妃吧，她一辈子活在讨好他人的日子里，相玩一事是我怂恿的，您从轻发落。还有王妃，她不赞成我的野心，很久不带孩子搭理我了，今儿也没有到这，您放过他们母子吧。真儿，庆妃靠在儿子身上低气，那怎么能行？庆妃差点。淑皇贵妃不同意贺王这想的美的事，想再去告状，无意间撞上太康帝冷然的目光。他再回头看江训，发现江训自始至终没想插一句话，只能偃旗息鼓。太康帝得到安静后，感叹道：还算你有点良心，还能配得上江氏子孙的名头，但大逆不道的错误，你不能不承担。他率先指到那个异族人，言语毫不留情。第218章东宫太子。这个异族人蛊惑皇子，其心恶毒，不用等秋后了。怀彬立刻将人押出宫外斩首。是。怀彬领命后，将地上的人拉了出去。太康帝再对庆妃发落，庆妃废去封号，至皇家寺庙出家。贺王妃及世子便降为无封无号的皇族，一世不得离京出城。至于你，太康帝又要处置一个儿子，他的心不是不痛，可没有办法。念你还有担当，夺去全部封号任职，保留江氏子孙身份，去皇陵守灵吧。庆妃大大喘口气，儿子至少是比之前夺位的人下场好多了。贺王正愣在太康帝面前，他连死这种最简单一了百了的准备都做好了，没想到他只是被贬去了皇陵，连江氏名姓都在。他不禁怀疑，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会不会这么铤而走险？他想应该还会做的，不然他明知道前几个兄弟的下场，他为何还要胆大妄为？不过是认为自己是特别的那个罢了，即使后面是绝路，他都该为自己谋求的一切去算计，落幕后他也不后悔。多谢父皇。贺王最后一次磕头拜谢。贺王被废后，贺王府的牌匾很快就被摘了下来，贺王妃带着儿子身居到了普通街坊之中。现在的他和儿子不过是占着最尊贵皇家姓氏中普通人，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上京中本来一共有5座风光气派的亲王府，现下有4座被太康帝亲自下令封锁，辉煌落去。就连东宫除了日常洒扫的宫人，都已经许久没有了热闹的人烟，哪怕门还开着，也显得无比凄凉萧索。太康帝连连在自己的寝殿咳嗽，处置完贺王后，他又上不了朝了，因此罢朝几日。每次的正式商议，都是让几个他常召的大臣过来。于是今儿萧首府还有几个尚书，以及曾教过众多皇子的太傅过来了。朕找你们来，想必爱卿都知道原因。朕久病于国，不利于朝政不利。想问问你们，觉得朕诸子之中，谁比较堪登大任？太康帝慢嚼着手中汤药，饭苦的药味随着热烟飘飘转转的升腾而上。他心中自然是有了主意人选，不过朝臣心中的意见也极为重要。萧首府是朝中领袖，他沉思后拱手，若皇上想考虑臣心所向的话，眼下情况一切证明宣王最为合适。其他爱卿呢？太康帝在太平明君的统治下，能走到首辅位置的人，定是靠真才实学，一言一行更是朝中典范。萧首辅都这么说了，其他人跟着颔首。6位尚书齐声，臣等认为宣王合适。李太傅作为曾教导很多皇子的恩师，他对于江训也持支持意见。臣自打宣王启蒙就教授他学问，宣王沉稳做事认真。说句偏心不敬的话，虽然宣王从前从不爱冒头争锋，臣也一直认为宣王比当初几位王爷，甚至废太子都要有储君之资。李太傅年纪大了，已经致仕回家养老，可能让帝王选中作为皇子之师的，学问独领风骚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品德和自我素养。太康帝十分礼待李太傅，闻听臣子们没有意见，儿子的恩师还无比夸赞，他很满意。喝了几口汤药，最后决定，既然众爱卿都觉得宣王能堪此大任，那朕便立他为太子。德海，给朕准备笔墨。德海闻听这么大的事就决定了，赶紧去准备东西，扶着太康帝走到了书案前。一份立储的圣旨就在几位亲信大臣面前落定，并且按上了玺印。宣王府接到这个圣旨的时候，江训正跟苏七七折纸鹤，因为阿瑶现在可以爬可以玩一些小玩意了，就想给他做一间婴儿房。
屋里挂上五颜六色的彩鹤会有童趣。彩鹤的一头也好，不想才折了数十只，外面难得亲自出宫宣旨的德海公公就来了。太康25年，岁在甲辰3月某朔日，皇帝曰：宣王将训德行贵重，臣闻有方，天资聪颖，天意所属，特立为皇太子，敬告天地、万民、宗庙，授而宝册入主东宫。朕疾病缠绵，恐耽误万民计，令着太子将训摄国政大事，望尔勤免尽责，钦此。此次圣旨不仅是册立将训为东宫太子的诏书，诏书中还直接所言将监国大事交由将训处理，这是历代太子很少一开始就有的待遇。苏七七一方面觉得恩典滔天，一方面又觉得这会是太康帝给将训接受臣民检验的试用期。既然受封了太子，宣王府就不能再居住了。德海跟苏七七和将训说，皇上想让他们尽快搬进东宫。府中东西众多，苏七七粗略思索人随时想去就去，东西带点日常不可或缺的，其他的零零总总怎么也都要3-4天才能搬运完。还有他3间大库房，东西那么多，可都是凭他平而平负得的赏赐，一个都不能丢。幸好他的东西都有来头，外面赚的钱都变成了银票妥当放着，一点也没有收过贿，不然那么大张旗鼓的往东宫运，他都心虚。绿萝，等我们的东西进东宫时，你让后面的人搬东西时吆喝着点，说好东西的出处，免得有心人利用。奴婢会的。绿萝点头。等苏七七把一些简单的事再安排，他心里空空的，蹭冲到继续叠千纸鹤的将训怀中坐着，捧着他的脸，不许叠纸鹤，看我。将训一话放下手中的东西，怀中抱着苏七七，眼中盯着他，发现他长睫扑闪，一副不开心的模样。大概猜到什么，舍不得这里。苏七七忙点头，双衣阁多好的地方，我都住惯了又才修好，想想以后这就不是我家了，心里难过。东宫在别人的眼里再好，苏七七现在也跟他没有感情，哪里抵得过这里一花一木的情感。院外菩提树还是你给我亲手栽的呢。将训认同的点点头，底下的东西可不是普通菩提树可弥补的，哪里敢随意扔了。明儿我亲手给你挖出来，带到东宫，我再亲手给你种下去。苏七七往身后指，床，你亲自找人给我打的，阿瑶就是在那上面怀的。将训故意逗弄，那咱们赶紧再去怀一个。苏七七，他表达的是赶紧怀个孩子的事吗？他是舍不得熟悉的环境，打理好的家园。苏七七窝在将训怀中要求，答应我件事。第219章淑皇贵妃的心思。夜深一会儿也就要入睡了，将训习惯地捞过苏七七的一缕长发，贴心地帮她拆着发间，编扎复杂的样式。他自小虽是个金窝中长大的皇子，住所却可以用颠沛流离形容。凤阳长公主的儿子需要他分服，他需要去凤阳长公主府住。快3岁回宫后，没跟自己的母妃多处出什么母子情谊，母妃突然对他冷漠不关心。有了实弟后，母妃直接有借口说没有精力照顾不了2个孩子，他早早的又被送到了皇子所，连此刻的宣王府都不过只住短短几年，所以养成他从不会对一处留恋，仅仅只是怀念这里是一处他和苏七七曾有无数记忆的地方而已。他知苏七七跟他不一样，是对宣王府充满感情才会难受，不仅仅是这里曾和他一起住过。什么？将训静静听着。苏七七没啥大要求，就是不想让之后住进来的人将这里糟蹋了。你可要好好把关，要是不爱惜房子的，千万别让父皇把这里赏给他了。他做不了人走了，还将这里独占，作为自己私有的地方。唯一的期盼就是不知这里以后要改成什么府的地方，一定要遇见个好主人。见将训久久不说话，苏七七心情不晴朗，仰头道：不会吧，你做不了主？你觉得呢？将训叹笑，又无奈又宠溺地点了点苏七七的脑袋瓜子，让他仔细想想，这府邸自来就是将氏皇族子孙所有，哪怕有功劳卓著的臣子，能得一座皇族破格给的，都不可能动了宣王府这处。我也是当初用军功换的，一般的皇子根本没有机会分到，京城他触空的皇家府邸还多着呢，未来能有本事住这的微乎其微。所以依我的估量，这数十年往后，应该没有人有资格住进来。兴许你住宫内腻了，还能回来小住。苏七七忘了在京城，将氏皇族是地产大户了，他多余担心了。这就好，星号。舒和宫，淑皇贵妃也没曾想到那么多亲王跟唱戏一般，你走他上，你谋他夺，最终竟然落到什么都没跟他商量的将训身上。唉，淑皇贵妃叹息在殿内，自打她闻多了那香丸，精神总会偶尔不集中。太医还说多养养就成，她越来越觉得是太医在诓她。娘娘，宣王现在是太子，您现在在后宫前朝都是赢家，还愁什么？显嬷嬷端杯养生茶过来。是旭儿当了皇太子，又不是辉儿，等皇上到那时，辉儿也不能在京中待着，你说我愁什么？啥赢家啊？什么赢家啊？未来要跟自己的儿子母子分离，你难道觉得旭儿会为了我将他亲弟弟留在身边？淑皇贵妃猜也能猜到，将训未来继位，所有皇子都会赶去封地，包括他的辉儿，这是祖宗定的，
殿下他哪里能做主，贸然为了十郡王破例，殿下未来不是要受群臣诟病吗？显嬷嬷之前以为自家娘娘愿意跟江训商量事情，还指望着江训得到了皇贵妃今天的尊荣，心中应该是将人接纳了，不曾想做到这般地步，自家娘娘还只记得十郡王。淑皇贵妃不满，哪个皇帝登位后没做过1-2件朝臣不悦的事，留下辉儿他日后再多做点好事弥补不就成了？可你觉得他有这个心吗？哎，也怪本宫跟他母子关系一般，辉儿也不是个喜欢亲近他这个亲哥哥的。他满腹牢骚的放下杯子，蓦然向着显嬷嬷发问道：你感觉苏七七跟我关系怎么样？我觉得他说话信儿都听。显嬷嬷犹豫，话未张口，淑皇贵妃就先自己否定了。难，这丫头嘴里一套心里一套，哪里会向着我？娘娘，刘公正说您对六宫上月处置犯错宫女太监有3处纰漏，已经拿着修订好的来了，正问您现在有没有时间。淑和宫守门小宫女进来禀报。淑皇贵妃一听是刘公正，立刻将眉头皱成了一团。刘公正，刘公正，每月他不给本宫找点事做，他就没闲事是吧？若不是他从前在太后跟前有威望，一些宫人也敬重他，我早将他撤了，竟然还敢时不时让本宫抄宫规。你跟他说上月本宫病了，3处让他睁只眼闭只眼过去。小宫女不敢耽搁跑去传话，没一会儿又跑回来苦着脸。刘公正说就是知道娘娘您身子不好，这才在今日您身子好了来的。娘娘，刘公正此人固执不会转弯，他敢闹到皇上跟前，您去见见吧。显嬷嬷建议。淑皇贵妃心中不想，可也怕闹到太康帝跟前，到底庆妃的事他理亏，心中骂了100-10遍刘公正。想宣人时，他想到了个主意。显嬷嬷，我想到让辉儿留下的办法了。显嬷嬷狐疑，淑皇贵妃让他附耳过来。苏七七不是当了太子妃吗？宫中的规矩和王府规矩差别大了，刘公正这人就是个老古板，我合理派他去协助苏七七学规矩，这样一来不仅我轻松了，苏七七要是犯什么错，刘公正必会记录。要苏七七错的多了，太子妃可是干系未来国母，兴许有人便盯上了她的位置。等苏七七因错被废，我再在盯上她位置的那些人里寻一个听我话的，几年下来成了炫儿的枕边人，怎么能不给炫儿吹吹风？刘花一直在京。显嬷嬷听着很不靠谱的样子，娘娘您慎重。淑皇贵妃不听，别劝了，此事就这样定了。旋即他让方才小宫女宣了刘公正进殿。东宫有了新人，宫内一切都要重新安置大大小小的官吏，内外宫人。有淑皇贵妃安排衣食住行，吏部组建东宫上至1品太师下至9品主簿等人员，相当于一个小朝廷。这些人中有早闻名的臣子抽调，也有吏部评估后各方面不错的进士或刚丁忧回京重新任职的，且有太康帝重视，人员身份十分干净。江训在自己的小朝廷中忙着熟络官员，培养默契，收拢人心。第220章太子妃苏七七出立规矩。苏七七身为太子妃也不清闲，本身一个王妃只要管理一个王府就成了，管理的怎么样凭她心意，就算是偶尔酌情处理，迎来的也是大家的感谢衷心。现在成了太子妃，身边被安排了不少女官，尤其淑皇贵妃将调教宫妃宫女规矩一丝不苟的刘公正拨来给苏七七了，折磨得她苦不堪言。不是纠正她的行坐起卧，就是记录她每日的一言一行，好像在给她本人记录起居住，留着给后人写传记一样。刘公正本人刚正不阿，不苟言笑，行事一板一眼不说。在协助他处理东宫事宜时，只要他稍微情绪处理，不仅要自己抄宫规，做错了事还要连累绿罗矮手心板子。他现在又是刚有太子妃的头衔，和一个刚出嫁需要熟悉另一家规矩的新媳妇没什么两样。他深深觉得是淑皇贵妃在故意坑他。午后，太子妃这俩宫女交错了怕水的君子兰，必须小成才能让他们长记性，该拎着水桶绕东宫走一圈，让他们常常记性。看还敢在下次浇水时不查植物特性随意糊弄吗？您绝不可在这种事上纵容他们。2个15岁不到的小宫女跪在台阶下瑟瑟发抖。苏七七翻看过宫女们各方面的职责，能让他俩伺候花草都是从花草房中拨来的，他也没说不惩罚他们。就念在他们是第一次交错君子兰，也没将东西养死，就罚他们回花草房重新将职务认清。刘公正上来就让他们提水桶绕东宫内外，东宫真的不小，绕起来不走到明天上午根本走不完。现在3月大晚上凉，不累死也会走一身汗冷死的。苏七七为俩人说好话，企图让刘公正心软。有多少宫女自进宫就在学规矩，有些规矩都没学完就死了。他们今天能站在您面前是幸运，竟然还能犯这种小错，本就是他们没用心。错他们犯了，罚就要受着，就算冻死累死，也会有人将他们的尸身处置了。太子妃不必为这等莫微小事操心。刘公正人端的严肃吓人，话也不带有丝毫温度。苏七七倒还没有怎么样，2个鹌鹑样的小宫女直接被吓得哭出来了。刘公正峨眉蹙紧，用余光给自己身后正女使传达了意思。正女使人没刘公正看着严厉苛刻，但是也没有温柔多少，
走到2个小宫女面前，便给了俩人分别一巴掌。巴掌声不大，可是小宫女们的脸立刻肿胀了起来。苏七七被震得不可自抑，怒道：“他们就是哭哭，怎么就要挨巴掌了？”郑女史恭敬回答：“太子妃人善，或许觉得这俩小宫女哭声扰人，可是旁的主子不一定听着开心，因此奴婢这是打也是教。若是太子妃觉得奴婢做的不对，奴婢自罚。”啪！一巴掌生下来，郑女史脸上也红肿起一个印子。而之前的俩人挨过巴掌后，确实一声不也吭了。苏七七虽被气得无法反驳，但或许就是他的错，连累他们，包括郑女史挨了一巴掌。刘公正的处置他不能说全错，兴许他也是从这种时候过来的，经过不少人规矩命令的驯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们在这种环境下，首先丧失了对于自己性命的掌握，那何谈其他的尊严和人道？他们只有不断的学习规矩，做到完美无缺的木偶程度，能坚持下来的变成了刘公正，不能的便如他嘴中尸体那般。苏七七想，刘公正对俩人的处置大约不会容情，而他也意识到说情不是办法，便命令道：“罚便罚吧，但本宫要这俩人活，晚饭夜宵不可缺。”刘公正错愕抬眼看了苏七七一眼，犹豫再三，心道：挨罚的人怎么能吃饭？苏七七继续：“罚是他们该受的没错，这是本宫对刘公正的尊重。可他们罪不至死，本宫留着他们的命也是对他们，对你的命令，刘公正觉得难办。”奴婢不敢。刘公正让出步子，他转身跟郑女史道：“听太子妃的话，莫让他们伤了性命。”郑女史是。他领完命，带着小宫女们下去。苏七七也不再阻拦。刘公正在一边又叫来了另外的宫女，对着一排君子兰进行挽救打理。苏七七无声踱步在院子里，细细观察一众人有条不紊地处理手中的事。期间大家没有再出错，也没有让刘公正在严厉督促，反而再有人问刘公正自己手边摆置的君子兰位置正不正时，他竟然也会简单的笑答，说明这个人不是已经规训的毫无人情，只是规矩守得跟天大。那么在这个宫中，只要比他身份高的都是他的天，不能直接逆着挑战他这个公正。苏七七想，他想到其他办法了。刘公正，本宫想了想，以后宫人犯错，只要能原谅需受点刑罚的，您随意，无需过问本宫。但如果说宫规中没有说取其性命，希望刘公正酌情执行。且下次本宫要知道，他们已经将之前犯错的地方纠正了，不能耽搁了本宫的查验。你可能做到，可处罚不到位，不符合宫规，刘公正为难。苏七七反问：宫中的规矩难道不是宫中人定的，历代人完善的，我定不得还是完善不得？刘公正当初跟着老公正跟前开始处置宫人时，他也曾不忍，不是说他们不该罚，而是有些刑罚严重到可能在中间就死了。老公正看出他的于心不忍，斥责他说他没将规矩立起来，害得不只是自己，因为这会让宫里的主子觉得自己没用，让其他人懒散敷衍。宫中的人命是最不值钱的，谁挺不过是谁的命数。他们存在的意义一定要伺候好主子，从来没有一个主子跟他发话说宫人可以随意处罚，但是要牢记罪不至死的人一定要保其性命。眼前这个太子妃若不犯大错，就是未来的皇后，她今儿的这个命令很大可能会改变未来的宫规，她当然能制定宫规。刘公正俯身：奴婢明白了。苏七七暗出口气，准备回屋休息。刘公正喊住他：太子妃，您之前学的规矩出了错，罚您抄宫规礼一篇50遍，您犯了错，绿萝要挨手板心，您替他揽下责罚附加50遍，一共100遍。希望5日后太子妃能如数交给奴婢查验。苏七七，第221章有意思，他还要帮江训挑女人，一定要照着我的笔记来，不然刘公正发现了，他肯定不会罢休，会罚抄的更多。苏七七从午后一直抄宫规抄到晚上，越抄越暴躁，真是不敢置信一个皇宫光礼一篇的宫规就要赶上一方的小宪法规了，抄得他手酸眼疼。刘公正也不给他通融，绿萝仿不来他的字，没法子就只能辛苦江训来帮他继续抄了。他歇歇，江训抄起东西来比苏七七认真多了，字写的也比他板正，加上他多种书法都涉及一些，仿起苏七七的字很容易上手。一遍完整的礼仪宫规有100条，100多条中又细分小点，刘公正只要苏七七抄笼统的大点就成。江训从小抄书习字长大的，2个时辰就帮苏七七完成了快20遍。他捏捏手腕，巨眼满脸墨汁，可怜兮兮趴在他面前的苏七七笑道：刘公正此人最重宫规，有一年他因为之前的废后处罚错了几个宫人，当即在废后跟前背诵出宫规，一度让废后下不来台。后来被废后以冲撞之罪打了10板子，废后还曾想将刘公正贬去行宫，是太后保了刘公正。自此刘公正的名声在后宫传得更广，后宫之人一度不敢生事挑衅，因为他们都知道刘公正敢提出一句异议，那必是不符合宫规的。所以即使到现在，我母妃都不敢随意得罪他。我听说今天他罚了2个宫女，因为你刘公正竟然让俩人能在被罚期间用饭。七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苏七七，将军，越是刘公正这种刚正无私的人，越是容易招惹祸端。你当他因从前有太后撑腰，后宫之人都不敢招惹他，但新人总会将旧人替换下来，刘公正在后宫也会换新人服侍。若是他遇见的不是你，而是个讨厌刘公正事宫规比他大的人，刘公正未来难逃下场凄凉。他在宫中这么多年，难道会不懂？因为刘公正他只是重宫规，不是冷血无情。有人能在不违反宫规的时候保住其他人的性命，说明他从内心赞同。七七，你要是不喜欢刘公正督促你太过举行规步，那就用你的法子让刘公正接受你的规矩，服从你的命令。你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苏七七听完又懂了点什么。刘公正从前赖以学习视为生存法则的宫规是前人定的，他们享受着那宫规上一条条驯服而来之人的服侍，他也是享受者之一。那为何他的享受不能以自己的要求而定？只要合理正常，刘公正没有理由反对。将训的意思和苏七七白天想的差不多，想明白后他更舒心了，就是重新正视眼前宫规的时候他心累。苏七七认命的重新拿起笔，蘸墨奋笔疾书，抬眼观察一晚上都不疾不徐不抱怨的将训。他抬起笔头跟将训手中的笔头碰了碰，俩人笔头结义。就算要收服刘公正，这些东西肯定还是要给他先看的。你答应我，最近晚上要一直陪我抄，不然我写不完。将训写好又一份的最后一遍，终于放下笔，放置在了一旁，显然是不打算写了。苏七七以为将训拒绝帮他，伤心难过的咬牙，哼，果然是大难临头夫妻各自飞。跟着一手移进桌子旁的蜡烛，一边握紧自己的笔杆子，做的一副比书院学子还勤奋的模样，就是时不时掀起眼皮偷瞧将训的模样，让将训尽收眼底。苏七七只看得见将训不为所动，继续收着他桌边摆出来的杂物，俨然不准备再陪他挑灯夜战。训哥哥，俩人是坐在榻上，中间横了一张小桌子，他没骨气的伸出笔杆子戳戳对面将训的手背。将训终于顿住动作，抬头顺着笔杆子，一道花猫似的苏七七脸上暖润的烛火下人朦朦胧胧的，急得四促四屈，一下感觉他好像犯了大错特错。将训就知道苏七七要是想对付他，随意他一个情绪他都要缴械投降，不敢轻易忽视了，唯恐他下次再有什么事会将脾气藏在心中。他夺下苏七七刚写了3个字的笔，将自己理好的20份宫规推到他跟前，一脸无奈。给你写了一晚上，你却觉得我气你先飞了？难不成这些是旁人给你写的？既给你当了1日帮凶，当然会帮你补完剩下的。刘公正给你规定了5日时间，今天我一人就写了20份，你写5份，几天均摊下来，哪里需要你委屈巴巴的哭给我看？现在时辰不早了，照你的速度，写也写不出来多少，还会耽搁了明日，咱们早些休息吧。苏七七低头数了数自己手边的，他居然才写了5份。将训看出他的关注点歪了，敲着苏七七面前的桌子，才发现。苏七七不好意思的笑道：对啊，怎么才5份？咱们歇息吧，睡晚了容易影响明日的精力。他扶着桌子蹦下榻，准备洗个手抹把脸。25份呢，今天都超额完成了。他学渣也不怕，反正有将训这个学霸给他把关，肯定能把宫规如约交给刘公正。翌日午后，2个小宫女的刑罚已经受完了，刘公正过来跟苏七七回禀，按照宫规，受罚的宫人分伤情轻重可以免去几日劳作，得太子妃眷顾那2个小宫女并不严重，休完今日一晚，明日便可重新去侍弄花草了。因这俩小宫女侍弄花草出了错，太子妃是想依旧让他们继续侍弄花草，还是打发去别处？宫中最忌讳的便是贬职，一旦罚降，不仅很难再有机会升任，还要因为错处被人讥笑欺负。浇错个水完全不至于，苏七七打算原谅他们一次，就让他们继续侍弄花草吧，再有出错严正处置。太子妃恩典。刘公正板正的语气说出恭维的话，让苏七七很不习惯。他见刘公正还像有话说，自己率先问道：还有事？刘公正陡然悦色，让郑女使将他捧的箱子奉到苏七七跟前。绿萝将箱子打开，是一卷卷的画像。刘公正适时提醒太子妃，东宫冷清了些。待苏七七将那画像看清，苏七七不禁感叹：呵，有意思，他还要帮将训挑女人。第222章，太子也要给我抄夫德。刘公正恭敬回答：奴婢知道太子妃跟太子伉俪情深，但暗例太子须有侧妃、嫔、良娣、良苑、成徽等人。这些是淑皇贵妃命奴婢送来的，请太子妃慎重为太子挑选。若太子满意奴婢，便将画中美人呈报淑皇贵妃。淑皇贵妃会要诸位小姐的生辰八字，之后下聘请进东宫。将训是宣王时，淑皇贵妃并不太对将训的后宅上心，一来没意义，二来她全身心在江辉身上。现在依旧在江辉身上，为了江辉就想到了东宫制度，该有那么些莺莺燕燕的装满东宫。所挑的女子都是将训现在东宫幕僚的女儿、孙女，她们大部分官职不高，资历尚浅，跟着将训这个储君伯的，就是未来帝王的亲信之臣。若是再加上点姻亲，会更有利。
于是淑皇贵妃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帮他们送上女儿。若是有被挑中的，他这个未来的太后定然是对方的靠山，他给他们当靠山，他们就要为江辉争取留在上京。太康帝不是很管这旁枝末节的小事，亲王们他顶多管的就是儿子的王妃该是何人。但太子不一样，太子是储君未来的帝王，子嗣重担远超于一般儿子，不仅太康帝重视，连朝臣都息息关注。江训是宣王，他不在意子嗣数量，但是成了太子，他不能掉以轻心。是以淑皇贵妃跟他提的时候，他并未有什么反对。眼下苏七七也不能明面上反对，不然善妒的名声是小，沾上子嗣不兴的名声是大。他敷衍的看了几卷，打了一个哈欠，都不错，看得眼花一时，不知哪个最好了。本宫先看看，有结果了您再通知母妃。刘公正没觉得苏七七说的话不对，但笑，淑皇贵妃说了，若是您看画像看不出什么名堂，他会下几份请帖到诸位小姐的家中，邀他们到您跟前见见。奴婢便回娘娘说，您会仔细看的。苏七七颔首，成。刘公正人走后，绿萝愤怒地将一卷卷绘有各类美人的图卷收进箱子中，为苏七七抱屈。奴婢就不明白了，您跟殿下在王府时哪天过的不是舒心日子，怎么到了东宫，刘公正不是这事就是那事，还非要亲自让您为殿下选妃，殿下肯定不会同意的。苏七七无奈地耸耸肩，指着头上的冠子，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入夜，江训再继续给苏七七抄着宫规，苏七七一个人窝在榻上的另一头，另置了一个小桌子，既不搭理他，也没有在抄宫规，反倒拿着纸笔，用比抄宫规还快的速度，不知在挥挥洒洒写些什么。他悄无声息放下毛笔，绕到苏七七后面探头，照念道：“夫德。”苏七七猛然被江训声音吓了一跳，方想捂着自己刚才写的东西，但江训都已经看见了，也就不藏了，大大方方地丢到江训怀里，掐腰道：“好好抄一遍学下来。”江训这才继续落目到纸上的夫德上，喃喃细念：“夫德一，苏七七不会错，错的只有江训不信苏七七。夫德二，江训要爱苏七七，疼苏七七，宠苏七七。夫德三，江训给苏七七的东西都是苏七七的，要不回。夫德四，江训不能欺负苏七七，欺负了苏七七，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他。夫德五，除了苏七七，江训不能有别人，不能纳妃，若违反参照第4条。夫德细节99加。旁的苏七七暂时没想到代天江训不可有异议。苏七七吸取了宫规细节的智慧，想着还有很多他可能都没想到，只着重归纳几条，反正都要服从他。江训看了许久都没说话，苏七七心里打鼓，苛刻。江训摇头，怎么突然想起写这？虽然他只听过3从4德，但这些夫德的话很好理解。听说今天母妃让刘公正给你送了一箱东西来，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大约是那些东西气到了苏七七。诺。苏七七敷衍扭头向外间的桌子下，那红漆箱子里全是你的美人。江训转了转心思，忽地想起今日有个詹事正事议完后，有意拉着他殷勤，提到几句自己的妹妹。他当时隐晦拒绝过去，或许跟那箱子中的东西脱不开关系。所以你罚我抄夫德。苏七七气鼓鼓，我抄宫规，太子也要给我抄夫德，怎么了？爱抄不抄，洗脸去了。今天他也没心情继续抄宫规了，反正将原因说出来了，起身往耳房走。等苏七七洗完手上跟脸上的墨，要出去时，跟进来的江训单手箍住他的腰，拦住他的去路。苏七七被迫仰面看他，继而严肃脸：“你不觉得我们因为一件事情没商量好，不能这么亲密吗？”江训仿若未闻相，没有式样，另一只手不停地点着苏七七脸上，再好心地告诉他哪里有脏东西。瞧这里全是墨，这墨比一般的墨耐消，现在不洗净，明天洗不掉，连粉都遮不住。等江训手指点过，本来苏七七白皙的小脸又花了。苏七七不信，怎么会又没洗掉？我刚才撩了几把水在脸上，搓的脸都疼，怎么会没洗掉？我照照镜子去。通通一阵响动，果然苏七七没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摇头，果然没洗掉。奔去铜盆跟前时，进来的江训已经换了寝衣，从屏风后走出来，从苏七七身后拥住他：“七七，我给你洗。”顷刻，苏七七脸上被江训擦上洁面的细粉，水哗哗声在静谧的耳房中轻轻缓缓地响起。苏七七再睁开眼时，脸洗净了，有些东西也让江训从身上撕掉了。屋内没人，之前守夜的人让苏七七为防止江训帮他代写的事被刘公正知道，都找借口遣退了。除了他俩交织的动静，就是他被江训欺负哭的声音。苏七七伏在江训肩头上，倏然咬了他一口。江训的身材紧实有力，他不能一下咬住，小小的背齿就轻轻重重的在江训肩上啃咬，落下一层淡淡的牙印。他闷着声音嘟囔：“下次刘公正要敢拿床围这事跟我论宫规，我就说是他们的太子爱给我事情，看你丢不丢。”第223章，我也会主动为你付出。宫里规矩就是多，以前苏七七以为那种皇帝翻牌子记当都只是出现在皇上和嫔妃这种等级里，哪里知道东宫也有，哪怕就他跟江训2个人，都要有人跟着后面拿册子记当，
搞得苏七七很是尴尬。江迅闷声凑到苏七七跟前耳语，俨然没有被苏七七凶巴巴的威胁吓到。夫妻间这种事不存在丢脸，意思是他不怕。苏七七听明白，便要伸手捶他。布防结束后，江迅把他抱了起来送回榻上。苏七七赶忙拉一件薄毯覆到身上，顶着不那么严实的身体又没有力气。再看江迅衣衫整整齐齐，只散开几只扣子，端端正正的模样。他恼道：“你舒服了，还让我睡这不成？抱我回床上。”江迅环视四周，重新找回苏七七那张肤德，又寻了张新纸蘸墨抄写，眸色认真。不急，等我将七七给我定的肤德抄完，我再抱你回去。你不是不抄吗？苏七七有些意外。我说过不抄吗？江迅挑眉笑问。苏七七理亏，好像江迅没有说过。接着江迅低头开始抄写，跟帮苏七七抄公规不一样，他偶尔会满意的颔首，偶尔会逗弄苏七七说哪条规矩定得不严苛，或是多此一举，但也会遇见让江迅紧紧皱眉的地方。对于让他有这种反应之处，江迅郁闷难受。让我一辈子见不到你，七七想用什么法子让我一辈子见不到你？合理吗？咱们可不是寻常人家夫妻，走不了合离的路子。谁说一定要合离才能见不到面？我不爱见你了，难道你还要霸道的强迫跟我见面不成？苏七七，强迫了呢？江迅顿笔，目光灼灼地盯着苏七七追问，说的一点也不像开玩笑，有种为防真做错事提前预防盘。苏七七没想到温柔如江迅会说这话，拢拢身上的毯子，设想都不愿意见你了，你还来，那我会更讨厌你。江迅晃了晃，重新低头继续抄写，许久都不再说话。苏七七有些愧疚，虽然只是个设想，但是不是说的太严重了。江迅本来啥也没有做，他歪头观察江迅的神色，惯来知道他极会隐藏情绪。苏七七自认已经很会拿捏江迅心情的规律，现下竟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了。小声解释道：“我也是设想最严重的可能吗？这个讨厌不是针对现在，我现在一点也不讨厌你。”江迅点点头，也就知道七七现在不讨厌我。语气平静的没有丝毫波澜，就像在简单的陈述理解。这种很敷衍的模样，苏七七平生第一次见。他再道：“不止不讨厌，我现在还喜欢你。从前跟江迅说过不少喜欢，都是带着半哄半认真的，这个喜欢掺杂着点方才说狠话的愧疚。”江迅手中的东西已经抄完了，这才抬起头，别有意味的叹味。只要七七你也明白，仅多跟我说说喜欢爱我的字眼，什么道歉的话我都不需要。他拿起字迹半干的肤德，吹了吹上面湿润的字迹，招手让苏七七坐过来。苏七七裹着毯子行动不便，只能慢慢挪过去。江迅不知从哪摸出一块刻着他名字的玺印，捉着苏七七的手，就着上面的印泥重重地按在了誊抄的肤德上面。江迅，选妃的事我来处理，那些刘公正送来的图明日，我让江河还回个家。七七，你想让我给你写什么承诺什么，我都会写都会做到，但这不是说明我只配被你要求，我也会主动为你付出。我不想将来真发生到你不愿意见我的地步，但若你真不愿意见我，我不会强迫你，那咱们就隔着一张门板，偶尔让我听听你的声音，旺旺的你身影也好，别生气了好吗？苏七七眼眶有点酸，唉声叹气的靠在江迅怀中。她本来是气淑皇贵妃没事找事让刘公正拿图来选妃的，有点情绪迁怒江迅也不多，毕竟让他毫无波澜的没一点喜怒不可能，这到头来却是自己生了场闷气。不生气了，对不起。苏七七抿抿唇，抬头微微扬起小脸吻上江迅的下巴，月光的清辉映在江迅的侧脸上，明明那么清寒的人，却让苏七七觉得这只是包裹了所有的柔情外壳，外壳内的东西只为他一人发热。他伸出双手，主动攀在江迅的脖子，身上的薄毯悄然滑落。江迅心有灵犀般将人妥帖抱起，往床边走去。从淑皇贵妃将择选的贵女图递给苏七七3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传来，淑皇贵妃就将刘公正给喊到了舒和宫。太子妃那里看得怎么样了？若他再看不出名堂，我已经让显嬷嬷出宫请了几家贵女，直接让人到他跟前去看。刘公正为这事之前已经催过了，苏七七既没有说看好了，也没有说不好，就让他等等。因此到现在他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口信。俯身道：“奴婢再去催太子妃。”淑皇贵妃拧起了眉头，冷笑：“再催过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他最近3天2头频频听说太康帝召太医，便是之前太康帝最严重的时候都没有过。而且听辉儿说，现在朝中几乎所有的政事都让迅儿管了，根本不用再让太康帝过目，这就算是太子摄政也少有的事。难保不是太康帝的身体更不行了。淑皇贵妃命令：“别去催了，一会儿显嬷嬷就从宫外回来了，本宫约了几个贵女进东宫，你只要嘱咐好太子妃人到后要好好招待，莫要露小家子气，觉得不错的便透露1、2口风，让他们好好准备进东宫伺候太子。”娘娘，这要不要跟太子妃商议？刘公正觉得这法子不妥，必然被淑皇贵妃挑去的都是他主意的，将人请去后太子妃能有不收的道理吗？
他也看出淑皇贵妃对太子妃不亲近，免不得被选去的贵女未来会跟太子妃争宠，一旦那些人野心生长出来，脏事就多了。当然，刘公正现在是站在太子妃角度去想的。娘娘，不好了！刘公正犹豫间，显嬷嬷回了来。淑皇贵妃不明，不是请人去了吗？出个宫怎么还不好了？第224章淑皇贵妃弃病。江训面前卖惨，显嬷嬷脚步匆匆地走到淑皇贵妃跟前，而后从袖口中掏出一把厚厚的喜帖。淑皇贵妃莫名地接到手中翻看，一看钱家姑娘、王家姑娘、余家姑娘，一些全是她看好的人都有了婚约。她目光质问显嬷嬷：怎么回事？东宫不进许这么快的婚事做什么？谁家的婚事比东宫还要好吗？娘娘，东宫好是好，但这些姑娘也大都许了年轻有为的后生为妻。显嬷嬷只能苦着脸，将她今天在各府听到的消息说得一清二楚。袁氏殿试在即，大晋各处的学子都蜂拥而来上京复考，有道是寒窗苦读10年，10年间并不是所有学子都有能力和机会走上殿试，可能到上京脚下的，他们的学问已经是上品，自古就有大把的人爱绑下捉婿，以望这个殿试中冒尖的人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东宫虽好，但太康帝身子垂败，朝堂上下有目共睹。也许这一届殿试考出来的状元、榜眼以及探花，再不计那些进士，就是新帝手中第一批新秀之臣，得到的重用程度可想而知。与其争一个东宫妾室，不如让女儿们去搏一个重臣之妻。也有许多只重眼前利益，仍旧想将女儿送进东宫图个前程的。可淑皇贵妃不知道，她选的那些贵女画册的家中，便是首先让江训拒绝了的。以他们现在的势力，根本不足以强迫江训非纳他们女儿不可。因此，能发挥出如此大的风波，乃是江训在其中助澜。显嬷嬷，娘娘，现在都是百家女找殿侍郎，这种事要成乃是千古佳话。咱们殿下虽贵为太子，在这节骨眼可不好选妃。您想，若是哪家姑娘心中有人了，就等着自个的情郎中考归来娶她。突然被您以咱太子的名义选进了东宫，这要处理不好，闹出来是污了名声的大事。一旦被谏官弹劾，首先便是您这个亲生母亲的责任，继而牵连太子、10郡王。若再出现费力之事，还不知便宜了谁。显嬷嬷附到淑皇贵妃耳边，说出她的在意。那人就能留下10郡王吗？会尊待您吗？淑皇贵妃本来还打算这几个不行，她找别的。听完显嬷嬷给她分析的过后，连连后怕，但一想到江辉留下的艰难，脑袋骤起疼痛，晕了过去。淑皇贵妃病了，一时半会需要用汤药养着，后宫的大小事务没有精力处理。苏七七这个太子妃是东宫太子发妻，未来的后宫之主，其实比淑皇贵妃还要尊荣。太康帝便让苏七七暂时接手处理后宫事务，仅容静妃3人协助。苏七七没有淑皇贵妃使半子神清气爽，但作为儿媳，她跟江训还是抽空去看了看。去时，江辉和楚灵英正在伺候淑皇贵妃喝药，见到苏七七和江训一起问好：“六哥，六嫂。”淑皇贵妃看到明媚精神的苏七七，心中火辣辣的烧。她才掌管后宫多久，就又被人给暂顶了。可惜现在不是之前了，面上还要装。旭儿和七七来了，快到母妃跟前坐坐。江训拉着苏七七到淑皇贵妃床榻前，坐到之前江辉和楚灵英的位置。淑皇贵妃看完了苏七七，再看到江训脸上突然泪目：“训儿，你现在是太子了，怎么还来看母妃了？而臣在是太子，母妃也是儿臣的母亲，自然和该来看看。”江训。淑皇贵妃扭头擦了擦泪，在极尽的哽咽完平复下来后，露出慈母初见离家多年孩子般的母爱。她欣慰解释：“母妃不是这个意思，母妃的意思想说，你父皇身子不好，你该帮他忙着正事才行。那是个费心力的，你寻点清闲时间就该多休息休息，才能保重身体，不然哪吃得消。”淑皇贵妃说到这有意停停，见江训光受教的听着她说话不吱声，暗眼尴尬，继续：“母妃确实年纪大了，什么心思都不如孩子在身边的好。你忙着的时候，我也怕烦着你。得亏你忙着没来的时候，还有辉儿陪我。我就想啊，要是辉儿能留……母妃，太医说您是急火攻心，可好些了。母妃一定是后宫太操劳了，不然怎么就急火攻心了？肯定是被下面的宫人气到了吧？”苏七七听淑皇贵妃提到江辉，就必定有什么要求，紧忙关怀。淑皇贵妃被苏七七打断了话，还追问她如何病的，不好再继续跟江训提江辉的事，顺着苏七七的话道：“就是后宫的杂事多，母妃年纪大了，可不精力不济。现在有你了，你年轻，母妃放心多了。母妃您可别这么说，我没您有本事，都是学着您之前的法子打理罢了。您不知道刘公正为人板正，我小错误免不得就犯，一到这时候，他可将您的话当成圭臬说给我听。”苏七七谦虚。淑皇贵妃即使在病中，还不至于耳背，听着苏七七这明面上是恭维，暗地里带着讽刺的话，不由得抽了抽嘴角。刘公正会夸他吗？一场话没聊到点子上，竟让苏七七打岔过去了。淑皇贵妃现在没有多少气力跟他争辩，不多时就打发俩人回去了。
人走出宫外，江辉才重新坐下。他知道母妃舍不得他，在筹谋父皇去世后留他在上京的机会。他出生在上京，长在上京，内心根本不想远离这里，倒期望母妃能说动六哥。就是一起苏七七刚才的反应，江辉怀疑母妃六嫂是不是不想我留下啊？我瞧六哥都不怎么说话，他是不是也不想？楚灵英哀叹口气，郡王，这是祖宗规矩。江辉不搭理妻子，扶到淑皇贵妃的腿前，继续抱怨的跟刚受了欺负一样。母妃，儿子舍不得你啊，他们怎么能这样绝情呢？根本不把我当一家人，我不要一个人去封地过。淑皇贵妃也不像刚才头都抬不起来，伸手抚了抚儿子的后脑。他们不拿你当家人，母妃拿你当儿子怕什么？母妃再想想法子，总能留下你的。江辉惊喜抬头问道：母妃，你有什么法子？淑皇贵妃让江辉稍安勿躁，目光悠远，别急，这下要好好想想。第225章淑皇贵妃救梦。郡王，日后别总是在母妃那说六哥六嫂的闲话了成吗？从淑皇贵妃那里离开，楚灵英憋了一路中事，忍不住开口。见江辉看过来，她拉起丈夫的手，努力畅想俩人的未来。郡王，您是六哥的亲弟弟，母妃对你更是疼爱有加。若未来咱们离京，六哥不会将您的封地安排太差的。到了封地，虽然山高水也远，但您是皇亲，谁敢为难您？带着我们的孩子，肯定生活的不比上京差。何必一定要执着上京，做出让六哥为难之事？万一伤了母妃跟六哥的母子情怎么办？母妃本来就不疼六哥。江辉脱口而出。瞅见楚灵英蹙眉的神情，他收敛刚才的放肆自顾自言。若是六哥不当太子就算了，日后我也求不得他什么事。可他现在就是太子啊！母妃今天就是想提将我留下的事。哪知六嫂添乱，六哥这么聪明的人，他能猜不到吗？他竟然装作不知道，一点没将我这个亲弟弟放心里的意思。讲着讲着，江辉的语气起伏激昂，越想胸中的闷气囤积的越多。他们是亲兄弟啊，打发别的兄弟走，连他也不放过。难不成江训觉得赶走了自己，他就能独享母妃的母爱吗？江训心思那么深沉，他更不能走。万一他走远了，母妃许久不见他，俩人母子亲情淡了怎么办？江辉愤然将手从楚灵英的手中抽回来，对着他固执自己的想法。母妃疼爱我，她会为我想好留在上京的办法。你别整天劝我这劝我那，我留下来了对你也有好处。难不成你想这辈子都回不了娘家吗？楚灵英无话可讲，她自然不想一辈子见不到父母，可是这和死皮赖脸的留在上京不同。天知道她那个爱子如命的婆母淑皇贵妃会想出什么能违背江氏皇族规矩的办法。若比起长久留在上京，待在淑皇贵妃跟前，她其实更想出去。江辉看着低头闷闷不出声的楚灵英，还以为他想通了，又主动抬起手将妻子的手握回来，笑呵：灵英，咱们本来就在上京脚下的，走什么走？继而嘟囔：我可不想我不在了，母妃就把对我的爱转移到江训身上。楚灵英唉了声。深夜，漆黑静谧的宫殿内，淑皇贵妃睡到半夜，突然梦魇不止，嘴中一直喃喃重复着：我是你母妃，我是你母妃，萱儿你为何说不要母妃？声音凄凉，哭声不止。这一下惊动了在外间守夜的显嬷嬷，显嬷嬷赶紧端了一盏烛火进到里间去看。娘娘，娘娘，您怎么了？别吓奴婢啊！娘娘，您醒醒！显嬷嬷呼唤了好几次，淑皇贵妃才抽泣着睁开眼睛，醒来就摸着床边要穿鞋。萱儿一个孩子那么小，刚回舒和宫夜里肯定要怕的，我去看看。显嬷嬷害得出一身冷汗，自家娘娘多久没有对太子这么上心了？这是梦到那么久远的事了吗？她抖着手按住人，即将人唤醒。娘娘，您是不是还演着呢？太子他在东宫，不是刚从凤阳长公主府回来，婉华殿的事也早过了。您要想太子，奴婢明日叫殿下来。淑皇贵妃还在显嬷嬷手里挣扎，蓦然听到太子和东宫神思瞬间回笼，记起了方才是在做梦中昔年的事情，让他捂着头呜咽。作孽，这庆妃给我下的药后劲这么强，这么久了竟生癫狂事。一堆没用的太医，治不好就说治不好，说什么简单细补，到现在我还时不时头脑晕眩。娘娘，太医主要嘱咐您要好好休息，勿要多思多虑，您就是为石郡王考虑的太多了。显嬷嬷去续了支安神香，养神倾斜的香味婉转燃开，淑皇贵妃的哭泣声都小了不少。她镇定下来，抹干了眼泪，反问显嬷嬷：你说怎么办？辉儿从小到大都没离开我，我怎么放心他去那么远的封地？可您还有太子啊，他未来会永远陪在您身边的。显嬷嬷声若蚊蚁：您刚才在梦中不是还在喊着太子？他和辉儿不一样，他从小就不跟我亲，他宁愿去找那个疯子，他都不跟我多说说话，辉儿便不会这样。一切不过是我脑子混乱罢了，连从前的糟乱事都记起来了。淑皇贵妃十分果决地将显嬷嬷的话否决掉，跟着重新躺在床上，一双红肿的双目瞪着头顶的帐顶，启唇喃喃：他喜欢那个疯子比喜欢我多，小时候冰那么一场人就冷了，我只有花儿。显嬷嬷，那哪可能？
那个人就是个疯子，殿下怕他还来不及病，就是让他吓的。他竟然还想带着殿下一起烧死，怎么可能将他看得比您重？他还想多说几句，让淑皇贵妃打消这么荒唐的念头。一低头，淑皇贵妃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张了张嘴，最终无声走了出去。皇宫多处宫殿不住人，即便有人打理，还是难免会有坏损的地方。苏七七接手淑皇贵妃的6宫之权后，正好赶上这一批宫殿修建。苏七七需要自己或是派人检查，卷画出坏损十分严重的地方，再让工部派人到宫中检修。等工部将预算估计出来，最后拨给工部银子，等他们派人修补。宫中太大，苏七七不可能走访全部，就有刘公正从旁派人协助，将检查的坏损处记录清楚，标记到一张图纸上。苏七七本人也亲自检验不少，有人居住的通常只是漆柱屋顶之类的需要补修，没人常住但意义非常的宫殿需大修。而有一处虽然没人住，却隶属后宫嫔妃宫殿，苏七七听说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本该修的却从未在册子上见到人修过。他道：婉华殿为何一直放置着不曾找人修，是出过什么事吗？刘公正闻言欲言又止，只道：婉华殿不是什么重要地方，从前住的也就是个贵人，死了后再没有进人，太子妃可以忽略这处。第226章将训往事。苏七七不大同意，婉华殿看似不是个大地方，更不可能会是宠妃住的地方，但它却是居于宫妃们的地盘。他上次去看的时候发现，就只有一个守门的小太监，殿内的环境一塌糊涂，若不好好打理，或是真觉得不需要，就该推了重建别的，不然留着那废墟的宫殿，回头滋生鼠害蛇虫，亦或哪天塌房导致危害很大。既然刘公正都不愿意说的地方，那必然有什么禁忌。苏七七在宫中可不止刘公正，转头找来了锦荣、静三妃，因为他们才是宫中的吃瓜老手。太子妃一定要问婉华殿的事吗？锦妃左右看看自己的2个姐妹，隐晦的再问问苏七七。当然了，那处很需要整改，只是刘公正遮遮掩掩，我不好贸然，总要了解缘由。苏七七，容妃，刘公正到底只是个宫婢，还是个规矩课脑门上的，不说想得通。苏七七迷茫，那到底是能说还是不能说？他苦着脸跟一旁的静妃诉委屈：静妃娘娘，我这才接管6宫，就怕哪里不周到，您说说婉华殿都破成什么样了？万一里面藏了什么毒虫毒蛇，经过的人遭殃了，不是我的错吗？能动不能动啊？静妃的九郡王在云贵妃逼军的时候，被云贵妃拿着刀架脖子上吓惨了，多亏了苏七七又找来了无法和尚去给九郡王看病。人好了之后，静妃就差没将苏七七当亲女儿，眼瞅着苏七七有事问她，她忍不住不说。2位姐姐，其实这是忌讳，都是当时人心恐慌，这么久了说说也无妨。景妃和容妃对视一眼，同一般的互点了点头。静妃松口气，转头便要跟苏七七说这陈年旧事。静妃事先嘱咐，那太子妃别吓到。苏七七又不是没听过吓人的事，她还能怕荒了不知多少年的旧殿吗？忙点头，我胆子大。静妃便开始回忆，婉华殿从前住的一个宫妃，是跟我和静姐姐、容姐姐一同进宫的女子，后来还跟太子殿下有些干系。听到将训，苏七七一晃而过的有些意外，她养过殿下。容妃，那乃能，她不过就是一个贵人，况且殿下当时吩咐凤阳长公主的世子，让世子弱病大愈。淑皇贵妃当时又久别儿子，殿下当然是回书和供养着。静妃等容妃说完，她再继续，那女子选秀被选上后就封了玉贵人，刚开始得了一段时间的龙宠，不知什么时候皇上就不去了。不去了，玉贵人也不是个爱出宫的，连请安当时废后竟都给他免了。那时百花斗艳，其他人赶着争宠，更是忘记去理他了。不想再次得知这贵人消息的时候，竟然是这个贵人放火烧宫，还想一起害死殿下的惊天大事。祸事一出，皇上立刻封了婉华殿，贬了那处的宫人去行宫，连那玉贵人的家人皇上都赐了流放。景妃总结，所以内情我们不大清楚，咱们就想是因为这个贵人不止烧宫，还敢害皇嗣，皇上下了狠手处罚，宫中无人不害怕，婉华殿又多年不被启用，这才成了禁忌。太子妃要是为宫人着想去整修婉华殿，我们想该是没有问题，再不放心，您具体问问殿下缘由吧。锦荣、静三妃所知就这么多，苏七七从他们的话中只知道是个得宠又失宠的贵人，将训还差点被烧死。苏七七静不下来心，将训午后正准备净手吃饭，苏七七趁机拿出宫中图纸推到将训跟前，指着婉华殿道：我最近在整修宫内损坏的房屋，这个婉华殿卡在各宫妃殿的里面，很是妨碍美观和安全。可是听刘公正的意思，这处是宫中禁忌。锦荣、静三妃更是跟我说了一个可怕的事，你幼时差点被婉华殿的贵人害死，若是让整个皇宫都当忌讳的话，你当时是不是受了很大的伤害？将训目光定在婉华殿上，忽而轻笑一声：皇宫当忌讳不是因为我差点被烧死了，而是对于父皇来说十分丢一个君王的脸面。
他放下筷子，拉着苏七七走到里间，推开窗户，看着天上游走的白云，自嘲地笑了笑。当时我刚从凤阳长公主府回宫，在母妃心中，我不仅是她的儿子，更是当时她顾宠的工具。她整日让我有意无意提凤阳长公主对我多好，因凤阳长公主是父皇的亲妹妹，被凤阳长公主喜欢父皇就喜欢我，又要说在凤阳长公主府多想父皇，让我跟父皇热络，我都一一照做了。刚回来，父皇对我是特殊关心了一段时间，可也就一段时间。宫中那么多人，父皇怎么可能将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到他身上？后来父皇不经常去舒和宫了，母妃怀着的身子更重了，没有心力管他。他想不通一夕之间，怎么父皇不看他母妃也冷淡了。刚被从凤阳长公主府中送回来，他以为自己不被喜欢后还要被继续送别处。舒和宫内的人都紧着母妃的肚子，他就一个小太监在身边跟着。某次在宫中漫无目的走着，就走到了婉华殿后门。他那个父皇的妃子玉贵人正蹲在后门内看他，给他糕点吃，陪他玩。江训那时候小，刚从凤阳长公主府中回来，不知宫中深浅，稚嫩的童心当然就被俘获了。父皇不来舒和宫找母妃，母妃心中就不开心，然后整个宫中就要担心母妃的肚子，母妃不管他别人也就会忽略他。他一觉得被冷落了，就去找玉贵人，来来回回3、4次，终于一回玉贵人诓着他将自己的小太监赶走。玉贵人将自己拉进了宫中，江训跟着玉贵人进到婉华殿后，殿内没有几个伺候的人，他就被玉贵人带进了屋中。正吃着糕点时，玉贵人眼神突然变了，直勾勾地盯着他喊儿子，一定要逼自己叫他母妃。他发现不对，拒绝喊他，玉贵人立刻癫狂地抱着他，嘴中念念有词：你是我儿子，我有儿子，皇上就来找我了，你叫母妃啊？那之后你不叫他，他就要放火烧你吗？苏七七，不是，火是我放的。江训解释。第227章播种。他深呼口气，久久才释放出来。我当时不过3岁多，玉贵人那么疯癫，我也怕啊。我以为只要我不理他，心中想着父皇，想着母妃，他们一定能感应到会来救我。可我足足被玉贵人藏了2个时辰，一直没等来任何人。江训当时一直不应玉贵人的话，坚决不喊他母妃，甚至挣扎要逃，直面告诉他他不是自己母妃。就那样激怒了玉贵人，玉贵人更加疯癫，找了绳子捆住江训，用布堵上江训的嘴巴，再将他藏到柜子里，一直逼着他喊母妃。他仍旧不喊玉贵人就扇他，让他认错。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昏了过去，可是房间都暗了，还没有人找他。江训趁着玉贵人过来继续逼他，他骗他说自己渴，只要喝了水他就乖乖喊玉贵人母妃。玉贵人疯疯癫癫的也就信。于是在喝水的空档，他趁机推倒了几盏烛火。玉贵人小产过，又跟江训僵持许久，身子亏虚，来不及施救，最终将动静闹大。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人就到了舒和宫，身边既没有母妃也没有父皇，养病期间只偶尔见到母妃几次。母妃首先对他不是安慰，不是心疼，反怪他乱去别人宫中做什么客，为何要支开照顾他的人，害得他被父皇祖母责骂了一顿。要不是他腹中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兴许还免不得一顿处罚。他也太绝情了吧。苏七七沉默良久，想不通江训长这么大，淑皇贵妃真就一点母爱都舍不得给他吗？所以因为玉贵人绑了你，婉华殿才这么多年无人问津，成了宫中禁忌。江训轻笑，云贵妃、如妃、庆妃这3人做的事情，哪个不比玉贵人胆大包天？你可曾听说父皇下什么命令，封禁他们的宫殿，不许任何人提起？玉贵人想害我，不过是个处置他的完美借口，其实是因为玉贵人在进宫前就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疯子罢了。江训后来听说，也就在他被救之后，玉贵人就被处死了。玉贵人的具体缘由，当时没人跟，还是一个孩子。他说是多年之后，江训每每看到婉华殿那样一座外面金玉、屋内狼藉的地方，久久想不明白，玉贵人好端端一个人怎么疯成那样。左右拼凑，宫闱心密，渐渐得知的真相。玉贵人的疯症问题不明显，甚至他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宫中遴选时也根本没有人发现，但等父皇发现的时候，已经成了他的贵人。那时父皇刚登基几年，哪里受得了自己妃子是脑子不好的，说出去都令人耻笑，何况那样脑子有问题的还怀了皇子在腹中。太医跟父皇说玉贵人是半疯的，难保生出来的孩子会健康。皇家可以有短命夭折或者平庸无为的孩子，但绝不允许有心智残缺的傻子。父皇就令太医开药，让玉贵人的孩子胎死腹中，之后便绝了他的宠幸，暗告婉华殿的人不允许他出门。本身他父皇为了一个孩子不欲为难玉贵人，倒想给他留个体面，等过2年找个借口送出宫修行。婉华殿的人伺候久了，自然也能发现玉贵人的不寻常，便不将玉贵人当回事，带着偷懒，才让他被玉贵人有机会哄了进去。事情一闹出，很难眼下玉贵人疯病的事，而谋害皇子便是最好的借口。没人会想去沾这样的一个人，自然除了宫内极少的人知道外，玉贵人的疯病瞒得严严实实。婉华殿出过纰漏，后面进宫的嫔妃哪个没有钱财？
不想沾染了晦气，便打点了宫中的人，避开了那处住所。因此，久而久之，婉华殿才被传成了禁忌。婉华殿这么多年无人动，其实是大家趋利避害形成的自我保护认知。这么多年，父皇或许都忘记了，那处荒废多年再整修已经没有意义了。七七若是想着手重建也好，婉华殿不急。这么久远的事，你记到现在是不是很痛苦？下了那么一场做了许久的噩梦吧。江训说完，苏七七靠过去，哪怕现在天气暖和，还是想给江训点温暖。还好年纪小，怕了一段时间，后来淡忘了恐惧，也就不怕了。江训没跟苏七七说忘记的原因，因为那时江辉出生了，母妃的心思更分不到他身上，还跟父皇提议让他赶紧读书。后来一读书就没时间想其他的了。走，吃饭，一会儿我帮你看看图纸。江训不想浪费时间忆苦，拉着苏七七到饭桌上。饭菜被重新热了一遍，吃起来味道并没有影响。江训忽而跟苏七七提起件事，现在是春季播种的时节，司农会举行播种仪式。因着近1年多朝堂上没有什么大喜事，反倒几个亲王接连谋反，很是影响民心。萧首府建议举行一次播种仪式，让我跟你在皇宫的晨晖楼上和父皇一起参加，为百姓祈求五谷丰登。苏七七脑子里蓦然想到村里酬神、办观音这样的古老活动，咱们光站在晨晖楼上嘛，不要亲自下地锄2下。他给江训学着挥锄头种地的模样，认为江训肯定没见过。江训，春日播种，父皇最爱还没开府的皇子到田间，帮着农户种上3日，体验种植粮食的艰辛。我已经不需要了，打发其他的人去就成了。而且我现在帮父皇处理朝政，离不得宫。也是，苏七七自己就很忙，这修补宫殿的事还没办完，播种的事就来了。何况江训还有一堆政务，他隐隐有些不安。这么累的日子，不会是将他累垮的吧？可江训明明健康的不行。苏七七突然很失落地垂着头，长睫下掩藏一片眼底愁绪。江训以为是苏七七不能为亲自去田间感到遗憾，他道：总会有机会的，等宁儿再长大点，能挥动锄头了，我带你跟孩子们亲自见见田间风光。苏七七勉强一笑，风不风光的都没事，但等宁儿能挥动锄头还要好多年呢，你别食言。朝政那么多，你可别等宁儿长大了，你累得走不动了。第228章七七，这天下你可喜欢？怎么会？江训摸不到头脑的笑道。若是苏七七对田野这么感兴趣，江训至少能把宁儿锻炼的7岁就能挥起锄头，不到3年便可以带着苏七七亲自去。他自认为自己的身体极好，苏七七该当最清楚，他绝不会食言。星号星号星号。晨晖楼祈福的当天，太康帝先召江训夫妻、淑皇贵妃还有江辉夫妻俩吃了顿饭。太康帝看着孙儿们长得越来越好，眼中不掩欣慰。淑皇贵妃瞧见太康帝不错的神情，他趁机夸赞宁儿和洛儿不愧是堂兄弟，洛儿简直长得和宁儿小时候一模一样。雪儿花，别看你俩现在差别大，其实小时候你俩也像得不得了。苏七七随意看了看儿子在乔梁眼楚灵英怀中的洛儿，以他这个亲娘眼光来看，像只像在了轮廓上，五官大大的不一样。江训随太康帝五官立体美处都恰到好处的相合，宁儿自然是随了俩人这方面。江辉像淑皇贵妃，整个人的相貌秀俊，就是少了点挺拔之气，偏稚嫩。楚灵英娴静淑丽，洛儿的长相目前可以用乖巧形容。淑皇贵妃这边还在继续，皇上，臣妾想将洛儿接进宫，跟宁儿一块学习。怎么突然有这想法？太康帝转头问。皇上，明年宁儿可以去宫中学堂上太傅的课了，洛儿到时候说话走路大约也不成问题。淑皇贵妃看着苏七七和江训夫妻俩，含笑，宁儿打小就机灵，臣妾现在多亏了七七帮我打理后宫，闲暇无事就想含饴弄孙，故想将洛儿接进宫到身旁抚养，让这俩兄弟多走动走动，培养感情，洛儿也好跟宁儿学学。淑皇贵妃投给儿子一个眼神，江辉挺起背帮腔道：父皇，6个从小就聪明，我太贪玩了，到现在都没个建树，真不想让洛儿跟我一样，跟在宁儿身边，让洛儿有堂哥带着，肯定会出息。淑皇贵妃考虑到，若不能把江辉留在这，就将洛儿留在宁儿身边，久而久之，洛儿长大了，和宁儿的感情定然深厚，洛儿日后跟宁儿提点要求，兴许不是问题。淑皇贵妃笑看宁儿，慈爱地摸摸着她的后脑勺，哄问。宁儿每次见到洛儿都喜欢的不行，想不想让堂弟住进宫，天天跟宁儿玩啊？宁儿顺着叔祖母的话盯着洛儿看了一会儿，再模样很认真地想着，向太康帝发问：皇祖父，要是洛儿陪着我，我没意见。淑皇贵妃嘴角咧开了花，但宁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徐徐继续。现在洛儿堂弟太小了，我可以经常去叔祖母宫中看他，等洛儿能玩再说吧，不如先将我儿堂哥接回来陪着我。这怎么能行？淑皇贵妃破口而出，意识到过于激动，她跟宁儿含笑解释：你我儿堂哥去了封地，封地去了就不能随便回来。宁儿反问：那我儿堂哥去封地，洛儿堂弟不用去吗？为什么弟弟不用去，哥哥要去？他扯着淑皇贵妃的衣袖，摇着请求：
叔祖母难道是因为你可以亲自养着洛儿吗？你都可以做主让洛儿留下，就把文儿堂哥接回来，你养着吧，好不好？好不好吗？淑皇贵妃被宁儿摇得头晕，她哑口无言。她凭什么帮别人养孙子？好了，宁儿，泰康帝眨着眼，指着自己脑袋调侃：“你叔祖母头脑不好，再摇就将你叔祖母给摇惨嫁了。”宁儿说的不错，洛儿年纪小，又是离不开母亲的年纪，你自己病着，哪里能照顾一个孩子？没有规矩可以接洛儿进宫教养，此事不可在意。皇孙除了太子的儿子，确实没有其他人有资格留在宫中。淑皇贵妃也就是仗着现今6宫之权不在了，精神头不太好，找个由头让洛儿陪着。皇上这么半天不开口，淑皇贵妃以为皇上在考虑，不想让宁儿这孩子给捣鼓成这样，还被暗骂他脑子不好，可真是苏七七的亲儿子。他憋憋屈屈的应声：“是，臣妾想蠢了。”叔祖母，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咒自己蠢？脑子生病了，好好治不行吗？宁儿还挺奇怪的，他知道叔祖母生病了，脑子不好，但是生病了变蠢了，脑子就回不来了吗？话一出，满座人刷刷惊讶地看向宁儿。泰康帝解围：“宁儿，你倒是童言无忌。”淑皇贵妃扶着额抬不起头，苏七七憋得嘴角乱颤，紧握着江训的手，才将忍住不笑出来。承辉楼下，长街两旁红色灯笼如海，挂在商户门前的谷穗硕大丰满，百姓端着簸箕围站楼下，目光期待地等着赐粮的一刻，以准备接未来1年的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终于等礼部人将祭祀文辞说完，泰康帝抓了一把良种，蹒跚着脚步走到城楼前，向前挥洒今晚第一把五谷，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噔噔噔，细小颗粒的粮食从高空落下，底下的人蜂拥举着自己手中的簸箕，以望自己能接到第一份祝福，跟着喊声震天：“皇上万岁，皇上万岁！”这种祈福仪式讲究的能得到东西最多的人就是最幸运的。泰康帝撒完一把后，精力不济，便让德海扶着下去了。江训和苏七七从后面补上，俩人居高于城楼之上，一把把不断的向下扔撒更多。唱词的太监大喊：“太子，太子妃赐谷！”底下的百姓继续喊着：“太子，太子妃千岁！”跟着是更多的官员接着撒粮。苏七七低头探到城楼下面，看着百姓高举的簸箕，发现已经有好多人积得满满当当。撒完之后，有人还不知麻烦的捡起掉在地上的。苏七七好奇，他们带回去是自己吃吗？江训，他们将粮食接回家，会将这些供上3天，再做成熟食分给无饭可吃的乞丐。传说只要将粮食分得越多，丰收得到的粮食就越多，因此多年来不管是荒年还是盛世，尽管立威，总有人会不泯心中善意。真好，苏七七。捡完粮食后，百姓们还没有立刻归家，各自拉着大大小小的孩子游街玩乐，欢声笑语十分温馨。盛世太平的傍晚下，城中人流穿梭，尘埃袅袅。江训拉起苏七七的手，一向淡漠的眸子里尽是数不完的深情缱绻。七七，这天下你可喜欢？第229章泰康帝病逝。苏七七嘴角的笑容还未隐去，陡然听到江训拿天下这个词跟他讨论欢喜，想起之前的贼心，不知是不是敏感的缘故，吓得屏住呼吸。江训怎么知道他惦记着这江山？江训明明正儿八经的夺嫡文男主啊！尽管俩人感情深厚非比寻常，总有底线，怎么还会拿江山这么大的东西走言情路子来许人？喜欢。苏七七鼓着勇气开口，紧紧抿唇等待江训的反应。作何这个表情，江训头一次发现苏七七笑比哭还难看的表情。城楼上的风大了，他拉着苏七七往回走。喜欢便好，未来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出现的，他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会陪着你。苏七七默默无声。江训在位期间，即便有什么天灾人祸，确实很快就被他的雷霆手段荡清。未来留给宁儿的江山更加富庶，臣民更加和乐，但唯独他不在。苏七七暗掰了掰手指，算算时间，今年不到夏日便是江训登基的日子了。泰康帝的病情更加严重，4月中旬出现了连续几日的昏迷，苏七七和江训开始事急在跟前。宫外的郡王们也由江训做主，3不5时的进宫，但极少人见泰康帝醒来。寝殿内，太医照旧给泰康帝把脉。苏七七看着泰康帝从之前的硬朗变得越发骨瘦如柴，神色枯槁，很明显在一点点的丧失自己的生命力，突然感受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刻。江训看出苏七七心情不好，他小心将苏七七拉出里间，抚了抚他苍白的面色，带着早做好的准备，冷静开解。父皇不是一下就病成了这样，太医院早在年前就为父皇做了许多保命的手段。太医还说能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苏七七疲软的点点头，我知道。怎么了？七七，你是不是这段时间太累病了？江训不放心的摸了摸苏七七的额头，还是正常温度。没有，苏七七是看见泰康帝这个样子难受，他怕未来要亲自看到江训这样。正当江训想让苏七七先回去时，太医赶忙过来报喜：太子，太子妃，
皇上醒了。俩人听到这话，双双支撑起精神，刚要迈脚进屋，远远之外，淑皇贵妃拉着江辉跑来了。淑皇贵妃跑得气喘汗流，她正巧听到太康帝醒了，横冲直撞，拉着江辉哭喊进去：“皇上，您让臣妾担心死了。”太康帝现在已经不能好好的撑坐起来了，德海公公就给太康帝多垫了几个枕头。听见这么大的噪声，他眉间皱了皱，还没死呢，哭什么丧？都已经成了皇贵妃了，竟是越来不稳重。淑皇贵妃被斥责，委屈的伏在床边低泣：“皇上您昏迷这么久了，臣妾守来守去都守不醒您，可不是担心的心都乱了。辉儿除了经常来市集，更是去了青云寺为您亲自抄写经书。您看。”他将自己宽大的广袖一挽，从袖中掏出厚厚一层经文，都开了光的，写的辉儿眼睛都伤了，很多天不能正常视物，只期望辉儿尽了这么大的孝心，皇上您要赶紧好起来啊！江辉不知何时哭得眼通红，眼袋微微肿包，睁不太开的模样，着实很像伤了眼疾。不过现在太康帝没有心力去管儿子妃子，这一时是真心还是假意，他摆摆手道：“辉儿有心了。”江辉抽泣摇头：“儿臣指望父皇要快点好起来，您要是好了，先跟你母妃下去吧。”江辉还要倾诉衷肠，未想到话没说出口，太康帝就先下了逐客令，让淑皇贵妃和江辉傻傻的互看了一眼，不知所措。下去吧。淑皇贵妃要开口，太康帝语气更重一分。身边很多人，淑皇贵妃没法子厚着脸皮留下，瘪了瘪嘴起身，拉着江辉不情愿的退了出去。没了俩人在殿内很安静。江训上前探问：“父皇感觉如何了？”太康帝双目浑浊无光，带着淡淡的血丝，唇色发青。刚才斥责淑皇贵妃用了全力，闻声费力的眨了眨眼睛，他起合着嘴唇：“老样子罢了。父皇，如今朝臣齐心，百姓安泰，您放心吧。”江训说不出什么安慰之话，因为再多的话都在眼下显得苍白无用。比起一点安慰之词，他相信父皇更在意大境。太康帝确实露了点笑颜出来，他喃喃笑着说好，喘了好几口气后，再次睁开眼望向江训，言语中寄托信任：“父皇信你，你不会让朕失望的。”太康帝大约知道自己的极限到了，临终之时倒也没有什么可要交代的大事。看着江训这个他一直忽略的儿子，倒还牵挂一事，望着明皇的帐顶，他感怀道：“你母妃是个糊涂的，也或许是我亏欠了你们的母子情。”江训和江辉这两个儿子，他很清楚在淑皇贵妃跟前是什么比重。他想，要不是将江训送去凤阳长公主府，母子俩不会这么不亲不近。现在讲什么都晚了。太康帝叹息一声：“他对你实地太过溺爱，江辉也容易被带得拎不清。我走之后，绝不能让江辉留下，不然这会给你带来争议。按照规矩，帮江辉选出好地方待着吧。要是你母妃纠缠不休，或是做出什么，你可随意处置，我会给你留下圣旨。他死后，所有的儿子都要按规矩去到各自的封地，哪能因为某个郡王和皇帝是一母同胞，就将他单独留下？旁人会觉得不公平。”江训勉强撑着笑：“多谢父皇为儿臣考虑。”太康帝倒没有什么话要和苏七七嘱咐的，醒了半个时辰不到，太康帝喝了点药，进了点粥，便让俩人退下了。夜半宫中忽起闹腾，太康帝病中起了惊厥，寝宫内太医10数人轮番施救出主意。江训一侧无声等待，直到天明，太康帝始终醒不过来，停下最后一丝微弱的呼吸。太医报丧，帝崩。顷刻间，满宫纷纷跪下，掩面痛哭。太康帝的贴身宦官德海公公哭晕床头数次。不久，有先皇遗旨令江训登基。第230章太后好大的封禁。满宫速稿：太康帝的棺椁停灵3日后，江训亲自带朝臣护送先帝去往山林入葬。丧仪式必正式登基，江训便下旨尊淑皇贵妃为皇太后，苏七七为皇后。由于太康帝还在时，就已经由江训代管朝政，一直以来井井有条。太康帝走后，并不需要费心捡起朝政熟悉，因此很快便要处理宫中太妃们的去留，还有皇子们封地之事。如今成为太后的淑皇贵妃，并未有何喜悦，而是即在宫中来回徘徊。怎么办？后宫那些老人都开始收拾行李了，怕是不久前皇子们出京的圣旨就要发了。您现在已经贵为太后，怎么过日子不是朝舒心地方去的？相信10郡王自有自己的富贵，您别太操心了。太后现在的精神头容易紧张，神经兮兮，总觉得有人要将10郡王从她身边抢走，连着几日发气到宫人身上了。显嬷嬷现在一刻不敢离开太后，面对太后急得如热炕蚂蚁的模样，她匆匆去寻根安神香燃着，俨然并没有什么用。不等香燃起，太后挺起背道：“显嬷嬷把手持的香炉燃上，你再将苏七七叫来。”显嬷嬷一听燃香炉，还能不清楚太后想干什么？她跪下劝道：“太后，皇后如今身份不一般，皇上待她厚重，您万不可触皇上逆鳞。”她特地提起10郡王，若伤到了皇后，皇上定然不会善待10郡王的。太后不当回事，哼笑：“哀家现在是太后，
皇上再重视苏七七，也要遵孝道。他能一登基便要对我这个母后开刀吗？显嬷嬷磨磨蹭蹭，他不满拧眉：你现在怎么老是絮絮叨叨？我做点什么，你都要推来推去。显嬷嬷，你可是我身边的老人了，我都不怕牵连花，让你去你尽管去不就成了？再说了，现在什么时辰？皇上根本不在后宫。苏七七要是有脑子，他这次便不能再敷衍我，将我的事办了，我不为难。要是他还耍小聪明，皇上来了也不能带走，不然我闹到朝殿上。显嬷嬷劝不下来，长叹口气，准备去喊苏七七。他到时，苏七七再和景荣敬3位太妃商量先帝有子与无子的后妃事宜。蓦然听闻太后找他，苏七七看到显嬷嬷脸色十分不好，放下朱笔问：母后现在找我？显嬷嬷纳点头：是，太后有请。那您等等我，我先将3位太妃送走。苏七七。显嬷嬷越发不安，想到刚出门已经派人往前殿去了，多拖一会儿时间，太后闹的乱子可能会越小。她点头先出门去等。景太妃怀疑，这显太后不会是要回6宫之权吧？荣太妃，她都成太后了，先帝时的明争暗斗也成过去式了，有的是清闲日子享，怎么会想不开继续操劳？石郡王要走，可要了他的命。静太妃嘱咐苏七七：皇后，您可要小心点，别是他让你跟皇上说些什么。景荣敬3位太妃其实对于离开皇宫挺乐意的，到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地盘，儿子又在自己身边，可比见着皇宫中没完没了的糟心事好多了。唯一的遗憾就是跟自己的老姐妹们没什么机会再见了。静太妃的提醒不无道理，显太后忙来忙去还是为了石郡王，至于6宫之权，苏七七一点也不怕他能收回。跟着显嬷嬷去见显太后时，显太后正俯身在一侧小桌旁，一炉安神香燃的满殿四溢，让人头脑昏昏。显嬷嬷被这冲鼻的味道熏到了，她伸着手忙上去夺：娘娘，您是不是自己又添了剂量，多了不成？奴婢给你拨出来些。显太后越过显嬷嬷，盯着苏七七：皇后来吧。苏七七盯着那金丝镂空香炉，想到昔年楚灵英捧着的模样，没想到这么多年她只会用一招。顺着显太后的话，苏七七走上去坐到她对面，拿了一根金勺，打开盖子取了一半出来。期间显太后看着苏七七，眸中情绪万千，最终轻叹：这么多年我没见有哪个女子跟你一样幸运，有婿儿独宠儿女双全，简直是人生毫无波折。不像我，一个儿子不跟我亲，一个儿子又要即将远赴封地。七七，显太后伸手将苏七七的手握拢，带着示好：母后就求你一件事，你跟婿儿说说，让他把他弟弟留在京中吧，他听你的，只要你能让婿儿把花儿留下，你在后宫做什么母后都不会过问，你就是上京最尊贵的皇后。苏七七抽开手腕：这不是儿媳能做主的，再说了，儿媳能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要藏着掖着了？您若是想干涉，儿媳却之不恭。若留江辉，首先江训就要为了江辉说服朝臣，安抚已经在外的诸王，有许多麻烦的后续，他能同意显太后的话，帮着劝江训把江辉留下吗？而且他不明白，出去了自己便可以独管一处，有什么不好的？就算留下来了，以显太后的爱子之心，他又能看见江辉碌碌无为吗？免不得要向江训提要求，给江辉什么好差事？要他没能力，不就是江训的失策？最后闹出事，只能江训兜底。你的意思就是不帮了？显太后直起了脊背，双目怒瞪。不是不帮，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苏七七不让道：好好好，好啊！显太后仰起头连连大笑，眼睛冲得血红，指着苏七七骂：别以为旭儿就你一个，你当了皇后就了不起了！我要向朝臣揭发你不孝，让他们逼旭儿废了你，让你刚登上后位你就去冷宫，这个后宫还要归我管，你不让辉儿好过，你以为我会善待你的儿女？我今天非要给你立立规矩。显嬷嬷见着显太后这个癫样，她催门外的宫女快叫太医。这时显太后当着苏七七的面捧起香炉，显嬷嬷冲上前拦着：太后，您清醒清醒！皇后娘娘，太后神志又出了问题，要不您快先走。苏七七早听说显太后落下了后遗症，随时情绪上来了就糊涂，这还是她第一次见，立即抄起一杯水自显太后正面泼下，香炉也被苏七七抢走高扔到一旁，烟飞尘漫。显太后被泼得一激灵：苏七七，你大胆！我是太后！太后好大的风劲！第231章，苏七七痛骂显太后：您想让石郡王留下，大可去朝臣面前哭，去太行宫江氏列祖列宗的牌位面前求，瞧瞧他们显不显灵。可若您没有今天，您不是太后，您以为那2处地方您能去吗？若今天您不是太后，不仗着是皇上的亲母，您今天的疯病还敢发出来吗？您要纵管后宫控诉我们不孝，您为劳可善。苏七七厉声反驳：好好好，你敢讥讽嘲骂我是不是？显太后显然还不知收敛，左右乱看一圈，逆着外面站了一群人命令，还愣着干什么？皇后对我不敬，还不将她直接拿下？闹起来我给你们顶着！太后宫中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整个殿内的人怎么可能还能安安生生地守在自己的活计上？
全战战兢兢地围在了殿外弯腰候着，哪怕显太后发了命令，一众人只会哆哆嗦嗦，根本不敢上前。因为谁都知道，尽管太后再大，有实权的只有皇后。看着外面自己殿中的人都不听自己的了，显太后气得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要将他们全斩了。太后，瞧见了吗？苏七七耐不住他这样叫嚷，让他看清现实。不说我如今才是皇上的结发妻子，正经的皇后，就是6宫之权也是先帝在时移交给我的。先帝当时的圣命，您早该谢着了。若在无理取闹，我是没法管石郡王何时去留，但我能让石郡王在京1日，他便1日不能进宫看您，直至离京。苏七七严肃的模样，害得显太后一颤一颤，将方才癫狂的样子激得半点不剩，甚至人都冷静了不少。他没有见过苏七七敢这样对他发火，其他人胆小如鼠，不敢对苏七七出手。显太后躲在了显嬷嬷身后，用眼神怨憎憎地偷去苏七七。半盏茶过去，殿内都静静无声，直到外面有人高喝皇上驾到。显太后亮起眸子冲到门口，萱儿，你媳妇疯了，她敢动手伤我。身上还有被苏七七泼的茶水，几片茶叶耷拉在发冠上，人面目扭曲。江训蹙了蹙眉，回头给了同来的太医一个眼神，太医立马上前支开太后。太后，微臣给您看看伤。显太后一听是看伤，她跟苏七七亮着得意的眼神，想着一会儿她可以拿着伤情让江训教训她。江训走到苏七七跟前，拉起她的双手拨开仔细看了看，没伤着吧？我没事，但太后好像这里不正常。苏七七眼神看着显太后，再敲敲江训的脑袋示意。显太后嘴里絮絮叨叨，直催着太医赶紧给她诊断，认为苏七七伤她伤得极重。太医应付不来，从药箱中掏出一只小药盒，对着显太后鼻尖放。太后，您闻闻，这会检查得更快。显太后没有怀疑，垂眸深吸了一口，药味一进入身体，显太后昏昏倒在了榻上。太医收起药盒，向江训和苏七七回禀。太后忧思过度，又吸入大量的安神香。所谓是药3分毒，即便是安神香过量，都是极不好的，以至于造成情绪紊乱，差点生了癫狂之症。这种情况能否医治？江训问的能否除病根，而不是还有机会让显太后随时随地的发疯。太医当然理解这话，他为难的拱手。太后之前中了香丸蛊毒后就一直未养好，加之犯了此病的大忌，心思越积越重。若不能开怀的话，恐久而久之还会伤及肺腑，危及性命。知道了，目前先按病情开药吧。江训摆摆手，让太医下去。苏七七，太后闹的这一出，就是想让石郡王留下，要到真将石郡王打发走的日子，指不定还要怎样呢。他算是知道显太后为何能靠儿子成为后宫赢家，却当了短短几月的太后就没了，感情是自己给自己折腾死的。显太后的病一时无法病愈，但是经过太医干涉后，醒来倒是恢复些许正常。他将和苏七七的争吵忘记了大半，只记得向苏七七求了劝江训不要让江辉离京，苏七七竟然不答应。我记得皇上之前也来了，他来了后说什么了？可怪苏七七对我动手了。苏七七泼的茶是凉的，显太后根本连一个红印子都没伤出来。况且当时显太后那模样，不动用强硬手段，她会闹得更厉害。这是怪苏七七本就无道理，江训不会这么是非不分。显嬷嬷无声，显太后浑身无力的唉了声。果然我这个亲母在她心中没有半点位置。显嬷嬷劝过多次无解，此刻她也不敢多说别的添烦。星号星号星号。显太后病了1个多月，她猛然出去透透气，发现宫中人走了七七八八，瞬间冷清了不少。听说景荣靖3位太妃半月前就走了，皇上给他们每个人的儿子进了亲王，封地也都是顶好的福地。咱们皇上还是人善的，他们都满意。走前这3位太妃还带着孩子亲自去谢了皇上。您真不必担心石郡王。显嬷嬷扶着太后散步，趁机引导太后开看。石郡王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安排，就是因显太后还在病中，想等显太后病好再做安排。眼下能出宫走走了，预示着江辉要走的日子将近了。显太后听着显嬷嬷对江训的夸赞，撇嘴，故作姿态，对别人这么好一点，也不善待自己的亲弟弟。显嬷嬷又闭嘴了。显太后现在的脾气越来越怪，提起皇上就没好脸。皇上来看太后，太后愣是将人关在门外。他想，大约是太后想着不见皇上，就能拖着将石郡王留下。那是不是宁儿？显太后走累了，停在路边，听到另一边叽叽喳喳的望去，越看越眼熟。显嬷嬷，是小太子，怎么这么多孩子在皇宫闹腾？真是没有以前的规矩。苏七七就是这样管理后宫的。显太后冷嘲。显嬷嬷闻言讪笑，皇后其实用心良苦，小太子是储君未来责任重大，明年要正式进学堂了，少不得要挑些伴读在身边。伴读嘛，大都要自己爱学习，也要督促小太子学习。听说皇后怕小伴读们都是书呆子，少了孩子气恐太子失了童年乐趣，特意想多选2个活泼的。但这类孩子要心性好，不能玩物丧志。皇后特地允许几个孩子到后宫玩，
一天下来，不让他们自家父母在跟前帮着作秀，玩开了好坏也就看出来了。第232章皇太帝。苏七七倒是会帮他儿子想当初先帝的废太子可是让先帝带在身边的，后来不是也只能没出息的去封地。宁儿有些机灵是不假，可离长大远着呢，指不定中间。显太后话声一顿，搭着显嬷嬷的手不由得紧了紧，慢慢感慨：从前倒没有太在意，乃朝皇帝只有一后一子一女的，不论皇上出问题还是太子出问题，都是不小的大事。出了事有人补还成，无人的话可是罪过。太后娘娘，您什么意思？显嬷嬷越听越不对劲，心里打鼓。能有什么意思？不就是替萱儿担心她后继子嗣的问题吗？显太后轻飘飘的远眺一群孩童，对着宁儿发笑：宁儿小好啊，小就可以不用操心太多事。江训对江辉的安排还是出来了，封他为安王，封地安州。这处百姓良善，治安太平，所在官吏也清廉正直，十分适宜江辉去当一个闲散的藩王。未下圣旨前，江训将江辉找到跟前，亲自询问了他的意见。本该让你半月前就走的，无奈母后病了，若不让你在西前尽孝，反是我的狭隘。现在太医说母后的身子已经无大碍了，只要能够心舒畅就能调养过来。母后自来宠爱你，皇兄希望你走前好好跟母后拜别，别让她担心。母后既然身子需要调养，皇兄就不能让我留在京中陪着母后调养，非赶我走不成吗？江辉小声嘟囔，自古总有那么些难派出去的藩王，又有多少带着怨气而走的？但像江训、江辉这样的亲兄弟难见，像显太后不顾全大局，还帮着小儿子为难长子的更难见。江辉执拗的要求：我能去见见母后吗？他一抬头就看见江训似笑非笑的凝着自己，他心头猛然一慌，明白这只是兄长以一种明面上好言，内里已经打定主意给他安排好的前程了。他的反对不重要，不满不重要，只要他说好。江训，实弟走前自该见母后一面，皇兄陪你。江训到底已经是皇帝了，江辉若再想用以前的争宠戏码到显太后跟前煽风点火，已经不成了。他还要考虑，这冒犯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没有母爱的兄长，而是一个万人之上的皇帝。见了显太后，就是说明今日这一件便是辞行。江辉红了眼睛，不得不点头。显太后不知是怎么想通了，江训和江辉一块到他宫中，并且说明了江辉要走前定的封号。他竟欣然夸赞江训，安州一听就是个好地方，辉儿到了，那我在宫中也好放心。显太后没有一点不舍难过的样子，江辉心中像酿了醋，认为真是让江训得逞了。他走了，母后日后就是他一个人的了，可以占据母后所有的母爱。母后，儿臣会记挂您的，您别忘记我了。江辉不舍嘱咐。显太后轻轻颔首，辉儿你说的哪里话？你是母后的儿子，你走到哪母后也忘不了你，只是决定而已，不到最后一刻他的辉儿走不了，走了他也能使办法喊回来，他自然不伤心。江辉当着显太后的面对着江训十分诚恳：皇兄，愿皇兄体谅母在子不远游，望皇兄日后允许臣弟多回来几趟给母后祝寿。江训笑应：人之常情，实弟的要求皇兄又怎能拒绝？面前一派兄友弟恭，母慈子孝，天伦图都不过如此，只是个中心思无人知。江训坐了一会儿，显太后万分体贴道：训儿，你现在是皇帝了，每天事务肯定繁忙，反正你弟弟就要走了，让他多陪我坐一会儿。说完了话，母后心愿就了。江训看不透显太后今儿异常的表现是为何，但安置好了江辉的事，日后他想闹人也远了。他对自己没有母子之情随他，他想颐养天年，江训不会亏待。那儿臣告退。显嬷嬷主动带着江训出去，奴婢送您。江训走后，江辉再忍不住扑到显太后怀中，抽泣声不止。母后，您真不要儿臣了吗？面对儿子的不舍之情，显太后再做不到云淡风轻，她一把搂住儿子：怎么会？你要走就跟生生剜了母后的命一般，你走了母后就活不成了，哪里舍得？江辉略感安慰：我就知道，所以我们都是被皇兄逼的，是不是？您放心，在儿子去封地后，一定每年都回来看您一趟。是皇兄恶毒，他不被母后爱着，就要赶走自己，江辉就要年年回来碍他的眼。显太后连连摇头：那哪成？母后说了，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他捧起儿子的脸，眸中迸发着丝丝歹意：辉儿，可想坐上你皇兄那个位置，这样你就不用走了。江辉气声一滞，仿佛听到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母后，您说什么呀？显太后，你皇兄就宁儿一个儿子，宁儿还小，万一你皇兄出了事，能指望的不就是你了吗？比起幼子，你才适合临危受命为皇太帝啊！怎么样，辉儿愿不愿意？他受不了亲子远离的苦了，江训都跟他分离一次，竟然不懂得这种苦，还要赶走他的辉儿，那么不体谅他，他只有自己想法子留。江辉紧张地吞了吞口水，喃喃着皇太帝几个字，从小母后就能给他讨来自己喜欢的，皇太帝一定也可以。从太后宫中回来，
江训就宣了太医，他此刻盯着一颗褐色药丸，语气极轻，分不出来是漠然的多还是失望的多。此毒可有解药？太医面色严峻，果断摇头。此毒名为不过春药性极毒，服下药熬不过来年春日。就算提前服下解药，顶多做缓命之用，此后毒药会慢慢侵蚀五脏六腑，具体能活多久，无人可知。知道了。江训挥挥手，吩咐此事保密，尽快将解药研制出来。太医是。顿了许久，江训捏着那制毒之药扔进了鱼缸中。他转而跟屏风后的人道：“先回去吧，不用惊动太后，待他请我过去用饭，我会过去的。”屏风后的人听后只服了个礼，旋即离开了御书房。第233章红豆粥。父，阿瑶快1周岁了，日常身边有很多人跟他说话逗他玩，已经会简单的喊江训。他窝在江训的怀中，对着江训手中的玉佩十分感兴趣，一如当初在太康帝怀中的宁儿。苏七七看着父女俩玩得不亦乐乎，他事先叮嘱，逗阿瑶玩就成，你要放他手里，他准给你扔了。难得阿瑶从小就跟我亲，扔了我也愿意给他捡回来。江训宠溺地掰开阿瑶的小手，将手中的玉佩塞给他。阿瑶握住后，欢喜的双手抱了起来，一点也没有要扔的意思，似乎是见惯了苏七七清晨更衣打扮的样子，愣是将玉佩往自己腰间塞，边鼓捣边喊母亲，好像在说帮阿瑶带。苏七七大为讶异，戳戳阿瑶的小脸，感情知道东西好坏啊。江训逗趣，应当是随娘了。苏七七挑眉，那也要有个天天大方的爹啊，不然哪里开发我们阿瑶的潜质，对不对？阿瑶嘿嘿笑。俩人带着孩子玩了一会儿，江训就喊来奶娘将阿瑶抱了下去，拉过苏七七拥在了怀中。久久后来了句谢谢。七七，谢谢你。苏七七莫名突然这么客气干什么？难道是谢谢咱们阿瑶随我？江训，谢谢你跟孩子一直陪着我，让我觉得人生还有很多意义。幸好还有人陪他继续走往后的路，不然余生该是多么煎熬痛苦。这么点小事还要说谢，苏七七听得有些滑稽。只要陪着喜欢的人过着喜欢的日子，做什么不都是有意义的事吗？他猛然想到答应宁儿的事，严厉批评江训，还记得你答应我跟宁儿还有阿瑶陪我们放风筝的事吗？天天就看见你忙，燕子都快飞走过冬去了，明年你到底有没有时间陪我们啊？江训道歉，快了，明年开春我就陪你放风筝，到时我给七七亲自做一只。苏七七反问，就只有明年开春吗？我要每年都有一个。江训答应，好啊，每年一个。他往后畅想，等我们老了放不动了，我也做不动了，就让宁儿跟阿瑶一起放给我们看，让他们将风筝的线全剪了，若是有下一辈子，不论我俩谁看见我们曾一起放的风筝，哪怕记不起前尘记不住往事，也一定要再放一只。说不定我就看见七七你放给我的风筝了，我想我一定会去找你。苏七七心满意足，她依偎在江训怀中，同样紧紧抱住他，这还差不多。晚膳时，江训被显太后喊到他宫中用饭，一张圆桌上美味佳肴摆得满满当当。江训模样上略显意外，若母后早跟臣说今晚布置了这么丰盛的佳肴，而臣就提前宣实地进宫了。这顿饭就是母后特地给你准备的，你都给辉儿准备了这么好的前程，母后对她的未来放心了。咱们母子才是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瞧这是不是都是你爱吃的扬州菜？一桌子确实都是扬州菜，这口味是江训在凤阳长公主府跟徐敏年一块生活时养成的。他身体不好，吃不了那么辛辣刺激的，以至于江训也养成了清淡的口味。江辉身子从小壮实，什么口味都不忌，而且还偏爱辣。回宫后母后饭桌上的菜还是他能接受的口味。江辉能吃饭后，江训也搬去一个人住了，偶尔回舒和宫辛辣的菜肴总吃得胃灼痛不止。原来母后竟然也清楚他口味的偏好。他夹起一块蟹粉狮子头，味道正宗的不得了。母后宫里的厨子还有如此手艺。显太后有自己的御厨，多年做那么几样口味的菜，能吃到这么正宗的味道，江训还是颇为意外。显太后没体会江训话的意思，自夸道：“可不是，这是我今日盯了一天的，愣是一道程序都没让他们出错。若是训儿喜欢吃的话，以后日日都来找母后。”江训暗暗嗤笑，转眼便见显太后端了碗甜粥过来，他放到江训跟前：“这个粥你尝尝。”一碗红豆粥浓稠香甜，红豆煮的发面，若是喝一口，定然是极可口的。江训接过来搅拌了几下，一勺一勺的红豆粥自勺子舀起，又自勺子落下，始终不见江训动口。显太后到现在才有点紧张，她笑道：“粥先前就晾了一遍，不烫的，凉了就不好喝了。训儿还是先尝一口试试吧。”母后真想让我喝。江训突然来一句。显太后还不知悔改，她做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连药都没有经过太医院的手，而是当初云贵妃伏法后，她去云贵妃的宫中搜罗出来的，当时并未记录在册。显太后微笑劝说：“特地为你做的，自然不要浪费了母后的一片心意。”江训慢慢停下动作，在抬眸时神色依旧平淡，却将显太后问的心中肋骨不断。
可是母后明知碗中有毒，还让陈赫，真想要了儿子的命换实地不出京吗？旭儿，你胡说什么？我是你母后，我如何舍得毒害你？你实地出京的事，我是赞成的。显太后脾气一使，伸手便要夺来江训手上的红豆粥，不喝便罢了，就当我瞎费心了。江训一挡，并未让显太后夺去，淡笑，随便说说罢了。从前您跟实地在饭桌上说笑的东西可多了，儿臣也想逗逗母后，母后怎么经不得开玩笑？显太后有点分不清江训说的真假，她只哼声：“你那玩笑是玩笑吗？差点给母后安上一个什么罪名？要喝就喝，不喝回去吧，日后也别来我这用膳了。”他按去那碗红豆粥，生怕江训撂在了这里。江训一直没有将红豆粥放下，也没有想喝的意思，闻了一口感叹：“母后亲自煮的，儿臣怎敢浪费？可是实地都来这么久了，门外冷风吹的，怕是人都僵了。一碗暖胃的红豆粥，儿臣还是让给实地吧。”扑通一声，江辉被江河从门外扔进来，江辉闷头倒在显太后脚跟前。第234章恶毒又虚伪。显太后望着儿子捆手堵嘴的模样，瞬间吓得六神无主，盯着江训和红豆粥，再盯回江辉，他心疼的一把扑在儿子身上，解开他手腕上的绳子，扯开他嘴中的抹布。辉儿，你没事吧？江辉早在江河将他绑到江训跟前时，他就吓傻了。眼下瞅见亲娘，他哆嗦着嘴唇，转头看着凳子上的兄长，畏畏缩缩道：“母后，皇兄知道了，他知道您要害他。”显太后全身力气被抽干，带着恐惧般的目光盯着平静出奇的儿子：“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来？不对，你是怎么知道的？还专门知道红豆粥里有毒？你是安了人进来吗？”显嬷嬷伴着显太后的怀疑，弯腰从他身后走出来，说出的话让显太后又惊又怒：“太后，是奴婢。”你！显太后高声惊颤一声。显嬷嬷可是她的陪嫁丫鬟，是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就是当初在宫中经历再多明争暗斗，显嬷嬷都是从没有可能背叛她的人，怎么可能就让江训给收买了？他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如此吃里扒外？显嬷嬷红着眼眶，到底对显太后保留主仆之情，扑通跪到地上。太后还记得奴婢的侄女显听兰吗？这丫头可能没福气伺候皇上，但是皇上皇后待她极好，帮她嫁的人也是她喜欢的。显听兰有一个弟弟，他父母早将他弟弟过继到了奴婢的膝下，皇上还替这孩子安排了前程。奴婢拒绝不了，奴婢也不想看着太后您一错再错，皇上可是您的亲生儿子啊！你这个叛徒！显太后不仅咬牙恨骂，还扇了一巴掌到显嬷嬷脸上。清亮的一声巴掌不仅把显嬷嬷打得嘴角流血，显太后还扇得手掌生疼，头晕目眩。江训挥挥手：“你先下去。”显嬷嬷捂着脸，怀着愧疚，匆匆走了出去。江辉还伏在显太后怀中瑟瑟发抖，显太后来不及倒下，他努力跟江训讲情：“旭儿，是母后错了，这事跟你弟弟没有任何关系，母后不留你弟弟了，安安生生的让他去封地吧。母后也不碍你的眼，明天一早我就去寺庙修行，再也不回宫，就当今晚的事没发生，好不好？”江训，母后是手段未得逞，才想让一切都没发生过，还是后悔了才想让一切都没发生过？若是我今天喝下这碗粥，母后还会舍得实地去封地？您还去修行吗？江辉吓得满脸泪痕，头次对江训投去恳求的目光。皇兄，其实我没那么想害您的，就是您总要赶我走，我再也不回来了，您放过我一次。实地为什么说的这般凄惨？皇兄什么时候说要你的命了？江训笑叹口气，只是他这般样子，谁能相信他会一点也不计较？下一瞬，显太后和江辉母子二人就看见江训拿了只瓷瓶出来，顺手往红豆粥中倒下了白色粉末，他继续将这些粉末搅匀，轻推到江辉跟前。母后的红豆粥，皇兄还是无福消受，不如实地喝了吧。粥中皇兄为你放了解药，但太医说此药十分毒，便是有解药也不能确保不伤肺腑。当然要看实地的造化，若是运气好，还能苟延残喘几年；若是运气不好，怕是顶不过某次长疼胃痛就没了。母后，皇兄要杀我！江辉冷汗连连的往后退，不时张着嘴干哕。显太后亲自选的毒，没有人比他还清楚药效，他就是怕江训，怕一切暴露，才出这么狠的手。到这一刻，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狠了，为了一个儿子要杀死另一个儿子。可他的辉儿从小就没有离开自己，他忍受不了再一次的母子分离。江训根本不懂他的痛心，要是他能想法子让江辉留下，他至于做这事吗？显太后哭看着江训：“旭儿，你也离开过母后啊，母后当时也心痛极了。你被玉贵人那个疯子下的重病，母后也曾守着你一晚一晚，可你总是说不要母妃，不要母妃，我的心当时有多痛。放过你弟弟吧，他从小被我宠坏了，今天这事也是我教唆的。你要是让人抵命，我来喝。守过我吗？”江训艰难的开口，他噙着苦笑：“要是守着我，即便我说再多的诛心之话，
一个母亲难道分辨不出孩子是有意还是无意说的？分辨不出孩子之前受过怎样的威胁，还会在孩子醒来责怪连连，母后的不舍带着刀子啊！江迅再次将目光投到角落里的江辉身上。怎么样，师弟，母后都要带你喝了这碗毒药，是孝顺的自己过来饮了，还是看着母后喂你喝下去？江辉不敢上前，连连摇头。显太后被江迅方才说的话戳进了内心深处，她当时为什么会听到江迅说自己不是她母妃，她就草木皆兵的害怕。玉贵人的事先帝都曾给她讲得清清楚楚，是她失了孩子又疯癫才骗了江迅，可她还是那么在意江迅病中说的话，其实并不是江迅不认她，是她在逃避江迅是她孩子的事实。江迅去凤阳长公主府时，偶尔得见可以异常他的思子之情，孩子回来了，他手足无措，不会和他相处，且满脑子都是圣宠，直到辉儿降世，他更灌输自己这个一手养大的孩子才值得自己所有的爱。其实他是在逃避对江迅的不负责任，他既恶毒又虚伪。显太后实在不想看着兄弟俩闹得你死我活，冲上去便想夺过那碗红豆粥。江迅抬手扶开，霎时让那碗浓稠的红豆粥摔成了一滩碎泥。看来母后对实弟真是疼爱入骨。太后宫中的动静不算小，苏七七听到消息的时候，是江河扶着江迅回他宫中，刚推开门就看见江迅满手是血的站在外面，面容憔悴。苏七七心疼又害怕的扑上去扶着江迅，发现他浑身冰凉。怎么了呀？怎么就听说你伤着从太后宫中出来啊？江迅哑着声在苏七七耳边轻笑安慰：七七别怕。第235章结局。朝朝暮暮云卷云舒。江河把江迅送回来的时候，已经跟苏七七细说了今晚的事情。显太后竟然要为了江辉毒死自己另一个儿子，联想到书中江迅衰败的身子，她似乎找到原因了。可是连她都不知道的事情，江迅如何清楚显太后今晚的所作所为？若早知道原文中，应该也会知道才对。只是幸好还是跟书中不一样的，江迅并没有中毒。江迅躺卧在床头，苏七七找来了药香纱布，心疼的替他清理伤口上药。待伤口打理干净，苏七七看出这个伤口像钗环之类的刃器，他道：“这是太后伤的吗？”江迅侧面恍惚半晌后，缓缓将脸转过来，对上手中斜开的伤痕，情绪低落道：“倒不是他想杀我，而是他想自杀，抬手夺了一下画出来的罢了。”显太后没夺来那碗毒粥，以为江迅肯定不会放过江辉，愣是拔了头上的金钗想自杀。江迅对显太后有怨有恨，但见他真想死的时候，反倒觉得不至于。为何让他死？他死了，他的不负责任并不能因此在自己身上弥补回来，反倒成全了他的悔过。他越是想悔，就越不能死，带着忏悔的活才是最可怕的。那你准备怎么处理今晚的事情？苏七七心中有江迅对江辉的处置结果，若是江迅想要贬了江辉，再将他往偏远小地打发的话，他一定不会求情的，顶多为楚灵英母子求情。江迅，我不会处置他们，但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见他们。翌日，遣10郡王江辉去封地安州的圣旨发放出来，依旧敬他为安王，即日离京。走时，皇宫中秘密派出一辆马车，这辆马车正是要接显太后的。经过昨晚的刺激，显太后今早在醒来时，已经痴痴傻傻的，谁都认不出来了。荒唐的是，她竟然见到谁都要喊着江迅的名字。我要给迅儿缝点小衣服，送凤阳长公主府。有了我绣的小衣服，迅儿穿着的时候就会想我了。听太后今天派到凤阳长公主府的工人提到迅儿，说迅儿跟敏文玩得特别好，特别爱说话。迅儿要来宫里看我，我要好好跟凤阳长公主打听一番迅儿喜爱的吃食。显太后坐在走廊的杆子上，望着湛蓝的天空，语气稚气的跟个孩子一样，口口声声无一不把江迅挂在嘴边。可是他仍旧也认不出谁是江迅。江辉来接太后时，他极羞愧地站在江迅跟前，连一点眼神都不敢跟江迅交汇。江迅并不将显太后疯呆后的话放在心上，并且严正命令道：“不要再回来了，朕成全你们的母子之情。记住了，你走时并没有带走太后，所以你怎么给她一个身份，太后只会在明年因病去世。朕也不需要你回来奔丧，朕永远不想再看见你们。”江辉听完痛哭不止，自打他来到这里，母后从没有正眼看他一次。就算他走到母后跟前，母后看着他喊的也是江迅的名字，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母后忘记他抛弃他了。他想要的结果从来不是这样的，他只想母亲属于自己，最后母后只能喊出兄长的名字，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一般。江辉伤心欲绝地跪伏下去谢恩：“臣弟遵旨，臣弟谢皇兄。”而后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走到显太后跟前，扶他离开。显太后笑嘻嘻地看着江辉，嘴中不断地喊着迅儿，夸他长高了。江辉不知道母后现在这样子会不会突然失常发疯，他无奈只能充当江迅应和：“母后，我带你出去玩。”显太后连连点头：“好啊，跟迅儿玩，母妃从来就没有陪迅儿玩过，我们一起玩。”在江辉拉着显太后路过江迅时，
显太后蓦然停住脚步，歪头好奇地看着不苟言笑的江训。她蹙起了眉头，不悦地直喃喃自语：这孩子长得这么像旭儿，怎么就不爱笑呢？可怜了。她扯着江辉的手，摇头晃脑地叹息：哎，旭儿可别学他，孩子快快乐乐地长大，父母才高兴呢。江辉忍着哽咽，拉显太后快速走出了店内。显太后突然回头高声：要快快乐乐的父母才高兴呢。渐渐的，二人就消失在了眼前。江训依旧无悲无喜，他走出这座宫殿，望着寿宁宫的牌匾道：太后疾病难好，养病期间六宫闲杂人等不得打扰，违者杖刑。是。江河回道。江训没有动，他依旧注视着上面的牌匾。他想母后爱过他，他从凤阳长公主府回宫的时候扑进母后怀中，母后也曾笑着抱住他。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得到过纯粹的母爱。母后将一切曾经的缺憾用在了江辉身上，江辉越是依赖他，母后的缺憾就越能得到弥补。至于自己，便是母后选择忘记的缺憾。如今这般结局，算是大家都解脱了，他也能和他爱的人好好过接下来的日子。训哥哥，苏七七的声音这时响起，江训笑应着回头。很少听你青天白日的这样喊我，七七也知道我今天很开心。江训这话听得苏七七总觉别有意味，好像他总在不正经的时候喊他一样，嗔瞪他一眼：对对对，就知道你心情不错，我特意这么喊你的，喊完了是不是觉得心情更不错了？江训贪得无厌的摇头，七七滑头的很，偏偏要在我心情好的时候喊，又偏偏我心情最好的时候也就晚上那几个时辰，为了听那几声好听的，哪晚不是拼命的为了七七累着？七七竟然还取笑我，倒不如等到那时喊算了。苏七七目瞪口呆，一段百步没走出的路，愣是将他听得面红耳赤。他做事捏着江训那只伤手，气哼哼，嫌弃我整天让你拼命，你倒是惜命的远离我呀！咱们以后也别见了，就跟之前说的一样，隔个门板生活。江训不满意的再次摇摇头：那不行，谁家好男人媳妇不要，天天去见门板的。苏七七，完了，江训的嘴变成这样，责任他肯定逃不了，未来几十年要精彩了。走了不知多远，江训莫名来句：七七，我梦里见过你好多次，好像早在梦中我们反反复复在一起好多次，但从来没有这次生活的长，有望的见的未来。所以我才不要跟你隔一个门板，永远都不见面。我们要朝朝暮暮，云卷云舒。苏七七终于听见一句正经话了，他颔首：好啊，一块朝朝暮暮，云卷云舒。完。第236章番外前世江训。星号星号星号，母后真想让我喝。江训搅拌着眼前的红豆粥，神色冷然，情绪无波。江训的这话已经一连问2遍了，显太后有些害怕，带着温柔慈笑想坚持一把。当然了，这红豆粥就是我特意为你熬的，不尝尝不是浪费了母后的一番好意。江训低声笑笑，没有再多说什么话，毅然端起那碗粥，一勺一勺地舀出来，送进嘴中。果然是十分香甜的红豆粥，入口后红豆味蔓延整个味蕾，一点也不怕有毒药的苦涩。想到苏七七吃桂花糕的时候，那滋味也是香甜的，他吞下去的时候应该也不会被苦到。喝了2口后，江训便放下了勺子，拿帕子擦了擦嘴。显太后心中打鼓，看着还剩的半碗红豆粥，她忐忑地扯着笑容：是不好喝吗？怎地还剩这么大半碗？江训闻言抬眸若无其事道：既然是毒药，一口和一碗有什么区别？母后别担心了，您让臣喝，儿臣已经喝了，等毒发这条命就是还母后的那天了。显太后吓得疼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江训，又看着自己在红豆粥中做的好事。她想不到江训竟然知道，吞吞吐吐的结巴着：你知道你还喝？显太后一瞬间觉得江训很可怕，哪怕亲眼看着他已经喝下了毒药。江训整个人仍旧毫无波澜，但气都积囤在了下一刻。江河把江辉扔进来，眨眼间门外吱呀一声，江辉被推到显太后脚跟前。显太后大惊失色，连忙为儿子解着绳子：辉儿，你没事吧？江辉哭着道：母后，皇兄都知道了。显嬷嬷适时走出来，向江训拜了拜，最终深深愧疚地看了显太后一眼，无声走出了店内。江训这边已经往红豆粥中倒了新的粉末，他搅拌均匀，送到江河手中。母后自来偏爱实地，这么香甜的红豆粥不该我独享了，将这剩下的红豆粥给江辉灌下去。江河接过江训递来的红豆粥，毫不犹豫地捏住江辉的下巴，将整碗粥对着江辉的嘴灌了进去。任期间江辉如何挣扎，显太后怎么样捶打江河都无用。粥灌完后，江辉不停地抠着自己的嗓子，就想逼着自己赶紧将红豆粥吐出来，可是费了半天的劲也没有吐出来多少，人倒是累得瘫了过去。显太后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停地骂着江训狠毒。江训仿若未闻，只无情地下旨道：贬10郡王江辉至卢县，终生不得回京。太后久病不愈，
尽受宁宫内养病不得出。一切说完，江迅丝毫不理会下软在地的江辉，哭得歇斯底里的显太后。但刚等江迅走出寿宁宫，他便扶着胸口喷出一口黑血。江河紧忙扶住他：“皇上，属下扶您回宫叫太医。”江迅，太医不是说过此毒服过解药也解不了吗？已经事先服过解药了，这不过是毒素作祟罢了。江河当然知道太医说这毒没得解，他不明白为何皇上有显嬷嬷这个探子，知道显太后不怀好意，还是要喝。累得现在毒药缠身，这般时不时的复发，不仅性命长不了，还要受毒性折磨，到底图什么？可是，走吧。江迅打断他：“行好，行好，行好。”御书房的寝殿内，江迅面色苍白，气虚无力，不时咳嗽着2声。尽管虚力成这样，却阻碍不了他喃喃自语，实在像极了和故人说话。但只要有人冒着不敬进去，就能发现屋内除了江迅什么人也没有。他对着言语的东西，不过就是腕上一串不知何东西制成的白色珠串。继后和顺王对玲珑郡主做的算计，我刚进玉山行宫不久就知道了。但是我除了规避顺王妃对宣王府的陷害，并未插手继后和顺王母子的算计，直至玲珑郡主被他们算计上钩，顺王妃被顺王害得命不久矣。我以顺王阴谋的证据作饵，帮剑南王救玲珑郡主，让他为我所用。剑南王死于平王岳父穆国公之手，我暗中联系剑南王的儿子，给他剑南王丧命的真相，逼得平王和穆国公的勾当人尽皆知。之后的等等，一路走来，我用了无数不可告人的手段，终于身边再无险阻，也再无你。江迅说了很多，停下一会儿就止不住的咳嗽，但他始终都没将眼睛从腕上的珠串错开，眸中不仅充满不舍，还有些隐隐的暖笑。七七，你说你当初被四方院子困得无力反抗，我也被一切阴谋诡计束缚到如今，所以母后那碗毒药是我心甘情愿想喝的，因为连他都要害我，这样的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本来不该跟你说这么多的烦心事，你想要的不过就是寻常生活，你爱看些烟火画本子，这么些年收罗来后，我跟你讲了不少，可是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以后再也讲不动了。我被这毒素煎熬10年，连江辉都被折磨得上吊死，我不敢，每每痛入骨髓，我都不免要想起你和孩子。你毒发的时候会和孩子有多痛？眼看着就快解脱了，身边更没有什么牵挂，唯独只怕10年时间还不够替你超度，还你下一世平安无忧。他对苏七七分享了一生的阴谋诡计，诉了一辈子的辛酸苦往。江迅不觉得苦，不觉得累。终究要悔的是，为何他无缘无故会梦到苏七七各种横死的场面？若他没将那些梦放在心上，不去青云寺寻护佑的舍利子，怎么会给柳英梅母女钻了空子？江迅以为的护他，竟然也是害了他。江河将太子叫来，江迅预感他今日便要挺不过去了，他需要走前再见一面太子。江宁已经15岁了，虽然模样稚嫩，但酷似江迅，连性格都无出其右。父子俩常年私下里不见面，连市集都不曾叫江宁到跟前，以至于江宁猜到江迅叫他来的原因，怕就是父皇时日无多。他跪伏在江迅床榻前，神色端正而沉静听。江迅，没什么重要的朝政要交代你，你已经长大了，身后还有敏言帮忙，父皇放心。只有一丝事，父皇要劳你。父皇不去皇陵长眠，放一衣冠冢便成，把父皇与这珠子一起焚了，于城楼上倾洒便成，焚尸便如同挫骨扬飞。这话让江宁大惊，面对传言中父皇久不离身的珠子，他终是问出口：“那是母亲吗？”第237章番外江宁。巍峨的城楼之上，墨色无边，一道明黄的身影静静伫立着。他腰缠笑步，嘴角平直，神色淡漠。唯一让人觉得他有温度的，便是怀中始终紧抱着一只檀木龙纹的盒子。待下一刻，天边乌云散开，月亮重新亮出清辉光芒后，江宁低头无声打开了盒子，盒子中袒露出层层不知名的白粉。夜风习习从旁而过，连连卷起盒中白粉飘向天际，很快一波接一波的湮灭在夜色中。城楼之上无人敢说话，跟在江宁身后的年轻小宦官也不知皇上操劳了若干天的先帝丧仪，好不容易结束了，不在自个宫中歇着来城楼吹什么冷风。正当他暗自腹诽时，面上突然糊上一层细粉，正是从江宁捧着的盒子中飞散出来的。小宦官难掩心中好奇，抬手捻了一层下来，待放在眼前暗自分辨时，将他吓得直陡然一惊，再不敢在心中游离神思。江宁继续抛洒着盒中之物，期望将这些粉末能够一丝不落地散出宫墙之外，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别物，而是他的父母。江迅临终前跟他说，母亲生来就在一方小院中，长大了不过小院换大院，府换府，一辈子没怎么看过外面。母亲最喜欢双一阁的后墙根，那是离外面最近的地方，待在那里静坐，可以听见外面扛货箱叫卖的商贩，可以听见追着商贩买吃食的孩子，听他们说哪样糕点糖果比较好吃。喜欢偷偷借父皇的书读，蹲在沙土上练字，热爱各地风土人情的画本子。母亲的心中有一片属于自己人生的净土，却永远到不了那。
父皇说他能站在上京的最高处，能走出母亲不曾走出的家宅，大方品读典籍，欣赏各地风貌，却永远无法摆脱明争暗斗，更在失去母亲后永远囿于原地。他和母亲是对同样没有自由的可怜人，死后归于风，归于天，归于地，或许才能得到平静自由。江宁记忆中很少有和母亲单独相处的场景，甚至母亲在时，他不能直接喊母亲，他要跟着嫡母柳氏生活在正院，一个明明是父皇正妻，却活得像府外人的女人。他自打有记忆起，很清楚的便能感觉到父皇心中没有柳氏，柳氏心中也没有父王。与其说他们是夫妻，不如更可以说他们一个在努力做宣王府的王爷，一个在做宣王府的王妃。若不是一些宫廷场合，江宁在家中根本见不到俩人见面的时候。柳氏并不会刻意对他和自己亲生母亲的往来有任何阻止，相反十分宽容。或许是母子间的天然血缘在，即便柳氏待他再亲切，他也知道苏氏才是他母亲。可惜母亲是个安静内敛的女子，柳氏有时还能跟他开开玩笑，唠唠闲话。母亲却将所有的话放进了他的吃食衣物之中，弄得他也十分烦恼，母亲是不是不喜欢他？但肯定不是的，不然母亲为何要辛苦为他准备吃食用物？他更不会因为这就不喜欢自己的母亲。若是母亲喜欢乖巧一点的孩子，他也能学得安静听话。可是跟自己想偷偷多在母亲身边赖着的心思相比，父皇的心思更是昭然若揭。父皇会教母亲写字，江宁记得母亲出时的字体跟太傅徐敏文的字体很像，可能比例字魂不如，却是同一种字体。有段时间父皇突然不让徐太傅教他了，母亲闲来练完字的纸张都莫名其妙的没了。父皇天天手把手教母亲重新写字，不许让他再用之前的字体，可是一种新的字体母亲常常改不过来。父皇一教就是教了3个月，3个月中母亲常挂着泪珠，很奇怪的泪珠，并不是母亲被父皇打了骂了，那种挂着泪珠的眼神带着埋怨气恼。江宁惊讶发现母亲竟然还敢对父皇这个态度，毕竟父皇在江宁心中是很威严的。父皇压根不生气，反而有一种欺负了人的得意，而他却因为父皇要教母亲写字的那3个月中，一次都不能有机会在双仪阁留住。明明俩人大多时间都是沉默的，只是比起柳氏，父皇跟母亲更像一对夫妻，却没有像的如胶似漆，浓情蜜意。因为那一次他又糊涂，母亲和父皇到底感情是深是浅了。江宁不敢问，父皇毕竟是王爷，若他想，他会和自己的其他堂叔一样，即便和嫡母没孩子，他还会和旁人有孩子。若日后王府中不止他一个孩子了，他也只能看开。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父王的宣王府迟迟5年后确实要有孩子了，但仍旧是母亲和父皇的。江宁嘴中不说，但是在正院数着日子去双仪阁见母亲，数着日子迎接母亲腹中这个不知是弟弟还是妹妹的孩子。母亲曾偷偷告诉他，只要父皇从外面回来，他腹中的孩子就出生了。江宁于是更加抱着期待去等。某天父皇是等回来了，母亲却挺着肚子躺在血泊中。母亲答应他的弟弟妹妹没有来，连母亲也不能睁眼说话了。父皇回来时守了母亲5天5夜，这些天中谁都不知道父皇在母亲房中干什么。在等父皇出屋门时，他让人准备母亲的丧礼，期间父皇喊自己去他跟前，告诉自己一句很莫名的话，让他在徐敏言来吊丧的时候偷偷跟徐敏言说自己看见嫡母柳氏给母亲吃东西了，母亲吃了东西就没了。明明父皇已经让徐敏言很久不教他了，还让他跑去说那话，徐敏言能来吗？不想真来了。徐敏言听了父皇跟自己交代的话，当时的模样竟然比在母亲房中待了5天的父皇还要可怕。再后来他成了太子入住东宫，徐敏言继续教自己，一次他喝醉留住在了自己的东宫，那天夜里成了皇后的柳氏就病逝了。他其实知道徐敏言没醉，走出东宫的时候他还派了人跟着。柳氏究竟怎么死的，相信除了父皇、徐敏言还有自己知道。那天夜里他们3人一起谋杀了柳氏，为母亲报了仇。江宁不伤心，柳氏待他是很好，可母亲也很无辜。第238章番外前世江训2。星号星号星号。谋夺东宫，男主江训即将离世。男主人生期间重来修正99加次，当前一次过程仍旧出现偏差。偏差为江训心中所属不是正妃柳英梅，妨碍后期后死地悲情深不受成就，未能帝后同葬。排查 bug 原因，江训99加次爱上苏七七，在柳英梅之前设定苏七七一角不合理，亦形成白月光女主应当删除苏七七一角。下次修正时间，男主死后，一声机械音落下，濒死的江训再次响起动静。七七阿瑶，七七阿瑶。江训跟江宁交代好自己和苏七七身后事后，生命的最后一刻，久久静止在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死离别之中。他猛然瞪大眼睛，反复咀嚼着一个从未出现在生命中的名字——阿瑶，是个女儿。梦中出现的那个婴儿是他和苏七七的女儿，可他却眼睁睁地看见他们母女受云贵妃的迫害，一起葬入了火海。
苏七七在他梦中死了一次又一次，中毒、病重、自缢、火海。他的人生一次又一次被不由意愿的启动，每节点都是苏七七死去，再被黑暗吞噬，反复进行着一个目的，竟然就是落尾处明君结局二字。江迅躺在床上凄凉扯着嘴角，从前只觉得苏七七爱看画本子，他这辈子活的也不过就是个画本子的结局罢了。什么政绩卓然明君盛世，又哪里来的明君贤后伉俪情深，通通都是被命运粉饰的假象。从前他步步谨慎，苦心孤诣的积蓄势力，除了怕他的好母妃为了自己心爱的小儿子用尽手段还输得惨不忍睹，会连累自己，还有他想不明白，都是从母妃腹中生出来的，为何母妃就能独爱实地，想有一天站在那个最高的位置向母妃证明，他哪怕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不依赖母妃时时为他筹谋，他都胜过所有人的走到那个位置。期盼得到母妃一个认同的目光，那颗痴心随时间人心的浮动时深时浅。是苏七七的出现给了他全心全意的爱，这才让他知道母妃的爱有多么薄淡。而这薄淡的母爱，是那道声音给他总结的童年不幸，为的是显示他在谋敌路上的坚韧。江迅不是不愿意给苏七七名分，而是想给他最好的，不然他也不会设计柳氏嫁进王府那夜，让他的情郎曾琦厚颜无耻的找来。赐婚之事牵扯甚广，哪怕柳英梅和曾琦私会的事情再隐秘，他有心查一查柳英梅的底细，十分容易得手。江迅的兄弟们都期盼戚家富贵权势，江迅的母亲并不想他娶一个家世太盛的王妃，他也不想去利用一个女子的家世，可是终究越不过要娶一个正妃回府，那谁都不如柳英梅合适。他没将柳英梅和曾琦的事揭穿，而是收了赐婚之后，让人引导曾琦在他和柳英梅的新婚夜找来，当着柳英梅的面见证他们的奸情。此计虽说损了些，但柳英梅那个情郎乃是赌徒，若没有赐婚之事，柳英梅早晚也会被曾琦欺骗，下场凄惨。他要的是柳英梅安分守己的便利，也给了他揭穿曾琦伪君子的面目，且将人秘密解决的回报。江迅跟柳英梅虽无夫妻之实，夫妻之爱却容他有宣王妃之权，望的就是他在府期间能好好善待苏七七母子。府中5年，柳英梅将府中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宁儿有嫡母慈爱，对苏七七有主母气度，他很满足。江迅也不欲耽搁一个女子的年华，曾跟柳英梅私下说过，等他登基后，他就会给柳英梅一个新身份，保她一世富贵荣华，随他婚嫁。之后再将苏七七过到凤阳长公主的膝下，以养女身份册她为后。柳家那对父母为了女儿后位稳固，想当然的惦记苏七七的孩子，趁他不在府中带毒药毒害他的妻女。江迅痛心疾首，他5天5夜守在苏七七身边不发作，除了沉湎于悲伤。他不信苏七七是难产而死，而是让江河秘密查了他不在府的事实真相。江迅怎么也没有想到，到了最后，这一世自以为是下的柳英梅这步棋子，也就是伤害苏七七母女的利刃。更想不到，他和苏七七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生离死别，苏七七曾以各种死法失去生命，现在他也就要死了，那个达成他明君结局的生意，还要等他死后一遍又一遍操纵他重新开启人生。为了让他爱柳英梅，还要删除关于苏七七的一切。江迅不甘心啊，凭什么他说自己该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凭什么他就要跟柳英梅相爱生子？他和苏七七才是最先遇见的，若是让他按照修正的命运去走，他宁愿永远沉睡在黑暗中。可嗨，这一刻江迅赤红的双目瞪得极大，额头、脖颈、手背等等青筋暴突，似在拿自己最后的生命力和命运做斗争。若是他能强撑一口气，他就会多记苏七七一刻；若他能靠着这口气魂魄不散，他就永不超生。江迅倒要看看所谓的命运摆布到底长什么模样。可能老天也看不下去将死之人逆天而行的作为，江迅撑久了，便从耳、眼、鼻子、嘴角等等之地流下了鲜血。因中毒之久，这些血都是黑的。一口气撑得太久，江迅中释泄出所有气力，身子一软，让之前所有的努力为之一空。他模糊了双眼，血色之外，仿佛看见了苏七七在回头看他。江迅最后痴痴喊道：“七七别走！”与此同时，在另一处，无方大师面前的10颗舍利子发着耀眼的金光。他惊讶之余，紧跟着听见宫中丧钟缓缓传开。无方大师合掌念道：“阿弥陀佛。”在江迅余温退尽的尸身周边，一段段声音又重新机械响起。男主江迅99加次死亡，重启人生开始。修正手段：删除苏七七。删除开始。警告：因文中有人力不可抗拒设定，加之男主江迅怨气极深，且跟人力不可抗拒设定结下深厚渊源，无法再介入重新修订原文。警告：删除苏七七操作故障，苏七七设定出现偏差，苏七七人设或不可控，全文剧情不可控。第239章前世苏七七1。姑娘，别再往东院送燕窝了，王爷不定会喝。您怀着孕呢，该自个补点好的。您这为了给王爷送汤，又要为了给王嬷嬷打赏，没日没夜的给书4抄书，眼睛都要熬坏了。绿萝数着燕窝数量，
发现顶多再送3次，3次完了后再买燕窝，又是笔不小的花费。超叔这活他帮不来，没法帮着分担，真是急死人。要说可恶的王嬷嬷真是胆大，竟敢为了多要姑娘的钱，给自家姑娘偷偷找这类经历的活。苏七七喜欢写字，倒不觉累，她也有分寸歇着，就是超叔也实在赚不到多少钱。怪他算计不好，以为多给点打赏，王嬷嬷总会照拂他1、2，不想要照拂这钱就留不住。二则他实在没有讨王爷欢心的法子，除了偶尔送点燕窝汤蹭点机会，王爷那么冷的人，他不敢胆大干些别的。可笑他还觉得只要来了宣王府，好好的照顾王爷，就能为家人讨来卖身契，也是遥遥无期了。死丫头，死丫头，从我手中讨清闲好差的时候，一口一个好嬷嬷，说我就是你亲娘，现在你亲娘我，让你给点孝敬，怎么那么难？凭什么？那是我洒扫的好东院总管赏我的钱，中间您有没有帮忙？之前您给我闲活，我难道没给您钱？今儿我的钱就是送回家了，就是没有您打吧，有本事打死我！苏七七和绿萝听到外面的嘈杂声，俩人静声听了几句，发现又是王春喜王嬷嬷在仗着自己北院总管的职权做贱人了。这月已经是第3次了，打倒是没有打死人，但前2个被王嬷嬷关进了柴房，属于生死不知。这个丫头嘴那么硬，怕是就觉得王嬷嬷再心狠，也不敢明面上打死人。苏七七听着外面王嬷嬷又破嘴大骂了几句，渐渐没声了，她叹口气：王嬷嬷真歹毒，哪个给人为奴为婢的，不是想存点钱给自家爹娘过点人日子，到她那就要被刮一层皮。最近没完没了了，姑娘我真担心，您若是没钱给她了，她会不会也对您黑脸？王爷也不知怎么回事，怎么就不知多让您去她跟前见见，绿萝愁得头疼。翌日，天气不是很好，最近下了好几场大雨，宣王府是新组建的王府，很多院子因为年久失修有各自的毛病，北院就容易积水不退。不过还好有苏七七的打赏供着王嬷嬷，一早他就遣人来给苏七七的院落排水。王嬷嬷数着越发少的打赏，有意道：姑娘，书是抄不来了吗？这阵子我瞧您让我跟仁书寺老板约书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苏七七不好意思的垂头望了望肚子，她摸着隆起的小腹，月份越发大了，坐久一点便难受，嬷嬷您担待。王嬷嬷轻扯嘴皮笑笑：这是应该的，您怀着小主子呢，奴婢失言了。说话间，外院地面上水声哗哗，苏七七打眼望去，竟是有2个丫鬟被人拖在地上。她吓得小脸煞白，踉跄了几步。嬷嬷怎么好端端的将人拖水里？什么好端端的，死了怎么轻松扔出去就怎么办呗？王嬷嬷轻快的仿佛谈及的不是人命。她见苏七七吓到了，连忙圆话：2个不听话的丫鬟，府规没受住就去了，姑娘您千万别记心上，他们不配。奴婢期待您生个健健康康的小主子，那样王爷届时定然忘不了您。外面排起水时间长着呢，您还是先进屋歇着吧。苏七七吓得还没回神，绿萝怕出事，托扶着苏七七就将她往里扯。进到屋里，绿萝赶紧帮苏七七暖着下凉的双手：姑娘别怕，奴婢在呢。苏七七回想到方才水窝中的一个面孔，她记得见过，就是这月被显嬷嬷教训后扔进柴房里的一个。当时那姑娘身上的衣物没除好的，脏污的不像话，旁边一个衣服倒新着，但也血肉模糊，这让她不禁想到了昨日那场吵闹。苏七七听着王嬷嬷今天那个意思，像是已经不满足她如今给她那点微薄的打赏了。待王嬷嬷从她身上讨不到好处后，不知她会被王嬷嬷怎么对待，毕竟她怀的孩子王爷似乎不太在意。苏七七不想死，王嬷嬷贪得无厌，她总会有满足不了她的那天。咚咚咚，咚咚咚，苏七七正慌得心乱，谟地房门被从外面敲响，绿萝开门时呀了一声：你受这身伤，怎么还出来做活啊？眼前小丫鬟就是被王嬷嬷教训的其中一个，她在最后关头识趣，没跟王嬷嬷争到最后，将自己的利银全给了王嬷嬷，才求得一线生机。但是出来了，哪里能不做活？姐姐别问了，王嬷嬷就是嫌我一身伤出北院打眼，就先安排我每日来给姑娘送饭了。王嬷嬷将你的钱全吞了，绿萝。小丫鬟咽咽泪，可不止全吞了，以后的利银下了，不定要被王嬷嬷私下扣多少，我顶多只有白做工的份，没钱怎么养得起弟弟妹妹啊？苏七七扶着肚子走到小丫鬟跟前，往她手中塞了块碎银子，是问道：我给你一块银子，帮你去东院，你愿意去东院喊个冤吗？讨回个公道。小丫鬟握着白花花的碎银子，咬着嘴唇问道：王爷会做主的吗？王爷他是个好人，定然会的。苏七七跟江训相处不多，江训人虽冷，到底之前在凤阳长公主府常常听见江训的名字，凤阳长公主和世子对江训都颇有赞誉，府邸人命之事他应当不知道，但凡知道，江训不会容下王嬷嬷的。让眼前被王嬷嬷迫害的小丫鬟去告江训，只要看见他满身的伤，必不会有疑。小丫鬟纠结了一番，最后收了苏七七的银子。奴婢去。最近大雨连连，北院长时间漫过膝盖的积水还没消，又连着继续下雨，所以北院中若不是王嬷嬷将各自的活分好，没人愿意湿了衣裳。绿萝帮苏七七去东院送燕窝的事，府中人都知道，
一路根本不会受到阻拦。小丫鬟跟着绿萝出北院，雨幕连连，根本认不出是刚受过王嬷嬷搓磨的那个。路上藏着伤，打着伞，经过东宫守门的通禀。小丫鬟跟绿萝也就进去了。到了正院房门口，江河将门打开，将要接燕窝时，绿萝迅速拉着小丫鬟下跪喊冤：“王爷救命！”静坐在房门看书的江迅听到这一嗓子，抬眸看过去，立马看见了一个满身伤痕的小丫鬟。他微蹙眉头。第240章前世苏七七2。王嬷嬷跪在江迅面前不住的发颤，她瞥眼恨恨瞅着绿萝，没想到是苏七七给她使阴招。江迅静看着面前如汪洋的北院，面色冷得像冬日霜雪，冷人心肺。待江河淌着哗啦啦的水声来回禀时，江迅面色更差。王爷，属下调了名册，确实少了2个小丫鬟。细查同屋后，证实是被王嬷嬷私下联合另2个嬷嬷打死了。缘由也如眼前小丫鬟说的一样，王嬷嬷常克扣北院他人月例，连苏姑娘为了在北院得王嬷嬷好脸，都给王嬷嬷不少银钱。江河将手中部分王嬷嬷的赃物展开给江迅看，江迅蹙起的眉头更深。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奴婢不敢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王嬷嬷见底细被查得清清的，吓得胆颤直在江迅跟前叩头。地上水深每扣一次，王嬷嬷都像溺水了一般。江迅来时没有想到北院是这个模样，他曾拨下银钱给北院休憩，却还能脚下慢成这个样子。冷言吩咐，恶奴若只是私吞银钱，打死不为过，但不仅吞钱，还沾染了人命，那便不是本王一人可以处理的事，将王嬷嬷令同党送去刑部。北院安排人重新休憩。是。江河拎着王嬷嬷就走。江迅一来时，北院大部分人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迎接，似没有人想到王爷会轻易来他们这个地方。但见到王嬷嬷被王爷处置了，大家都暗自在心中松了口气。江迅不欲在这里久留，即将要转身离开时，脚步拔起，哗啦啦的水声让他想起了苏七七。问绿萝：“你家姑娘住呢？”绿萝一听王爷没有不关心姑娘，他喜气地去引路：“王爷在这边。”绿萝带着小丫鬟去告状。苏七七这边担心的坐卧不安，怕出了差错。大雨还在下，刚排过水的院落又积水了，有些还漫到了门槛前，怕淹了屋子。苏七七只能挺着快6个月的肚子，拿着水瓢将水舀进旁边的大缸内。江迅一来到苏七七住处，便看见她艰难的来来回回排着积水。“姑娘，您赶紧歇着，您看谁来了？”绿萝看见苏七七在做这么危险的事，冲上去扶着她，再往外指。在苏七七看见江迅的那刻，她手中的水瓢应声而落，嘴中不可置信：“王爷！”江迅淌着脚踝高的水走来，眸中情绪复杂。待他走到廊前，淡淡瞥了眼屋内昏暗的环境，他道：“受苦了。”江迅虽没有管苏七七住何处，但想不到怀了孩子，竟然还能缺待成这样。他以为苏七七能一直半旬不断的给他送燕窝，手边银钱定然充足，实际上院内没有再多的仆人照顾。一瞬间，心中不知是何滋味，搅得他十分烦躁。江迅走到跟前，看着苏七七湿润润的眼睛，认真道：“北院不适合你住，先跟我出去，重新给你安排个地方。”他知道苏七七胆小，怕他，故而语气软了几分，一只手伸到苏七七的面前，意思是可以牵着他。苏七七顾虑的颤了颤眸子，盯着台阶下那水中老旧的青石板，不是他要矫情，实在是上面有些长了青苔。前段时间没雨的时候都差点摔了，这水积出来，即使有江迅拉着他身子不稳也不敢。万一把江迅给带摔了，怕是他的错。苏七七即便站在台阶上，也不过才到江迅肩头。江迅一垂眸，便看见苏七七犹犹豫豫的，脚底迈来迈去都迈不动，立即明白过来，弯腰将人打横抱起。苏七七没想到江迅会抱他，吓得紧紧圈住他的脖子。不合脚的鞋子咚地落进积水中，歪歪扭扭的，像只小船在里面游动。“王爷，我身子太重了。”苏七七害怕跌下去。江迅随着苏七七的这话，不由自主地收紧了落在他腿弯还有肩头的手，怀了孕都轻薄得很，还不如他剿匪时扛救的伤兵。苏七七感受到江迅对他明显的试探，面色绯红起来。江迅未看见怀中人面色，关心苏七七胆子小，一路不知道要提心吊胆成什么样，话起安慰：“莫怕，摔了本王给你垫着。”而后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听着耳下潺潺水声，苏七七竟然也不那么怕了。“星号星号星号，我确实是因为世子的缘故，才被凤阳长公主送到王爷您这来的。可我和世子之间清清白白，世子是教过我写字，但他只从旁指点过，从来没有越矩行为。因为大哥陪着世子读书，他的字体也随了世子，我才随了大哥的。王爷，都教快2个月了，我可能愚笨，怕是真的改不过来，实在不想学了。”重重帷幔后，苏七七伏在牡丹花绣的锦被上，音腔中带着道不尽的委屈。若他只是委屈的哭一哭就罢了，偏上方的人不仅白日里逼着他练字，晚上还总是一半时间不休不眠的为难着他，回回捉着他的手便不松，不是怀恨在心是什么？“我不让敏言叫宁儿，见不到他也无妨，
江迅将苏七七的手从唇下挪开，高举到他头顶，沙哑问道：“还不是随你？他来我哪又见过他几次？”苏七七带着丝丝怨气。江迅受着苏七七对他的怨气，其实他一点也不在意苏七七和徐敏言之间有什么，不然苏七七也不会到他府中。除了徐敏言，没人知道他的字都是自己教的。江迅又何止会一种字体，不过不将他教徐敏言的那种字体当作常用的罢了。苏七七十分喜欢读书写字，日常问他要了许多笔墨。若是不知道徐敏言心中单方面觊觎苏七七，他也不想让苏七七改字。徐敏言不愿意跟苏七七断，他总要帮苏七七断得干干净净才行，不能平白承担徐敏言处理不好感情，害他妻子何丹韵难产而亡的罪孽。乖，再学1个月，再学不会我就不逼你了。苏七七哽咽的叹口气，最终点点头。第241章摆烂了，看江迅能教他个什么花来。江迅登基后换了年号昭平，意为朗日昭昭天下太平。但昭平5年后，北方出现了天灾饥荒，不仅缺粮少食，还横生疾病。正值殿试结束，一批栋梁之才纷纷请求效命。江迅经过慎重考虑，便让新科状元苏柏任北方疫灾区知府，武将苏怀任北方都粮道，负责押送官粮，辅助苏柏救治灾情。期间，大晋部分商户为了缓解朝廷压力，自愿拿出自家商铺物资，捐献银钱帮助。其中，属苏氏铺子的苏桑和金玉堂的东家良郎捐献最多，不仅缓解了朝廷国库紧张的危机，还是商户捐助中的领头者。于是，一场本来应该会很严重的天灾，经过各方协调互助下，由朝廷评估的5年救灾年限一下缩短成了3年。江迅除了庆幸自己有这么多忠臣良将，还特别感谢苏七七，若不是他灵敏的预感提醒他早做准备，怕是灾情到来会打他一个手足无措。多亏了你想做北方的粮食生意，才知道北方粮价如此之高。一查这才发现，北方的粮食产出竟然低得种田的农户都不敢吃饱，还让一些贪官恶商勾结，企图等饥荒出来高价售卖。苏七七哪里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不过就是记得江迅当政期间遇见的大问题罢了。他只是故意说做粮食生意，提醒江迅早早干预而已，处理得很好，确实能够提前缓和灾情。苏七七，说明我会演独剧，老天爷也让你做个人人乐道的明君，随便干件事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隐患。我是不要你感谢我什么，就是我2个哥哥1个弟弟，为了帮你解决饥荒，整整在外3个年头了。眼看着灾情在收尾，阿桑不用你管我，让他回来他就要回来。我大哥2个可需要你给旨意才行。我爹娘想他们和孙儿们了，就算是历练3年，一个那么大的饥荒中间的贪腐，都够他们积累10年经验了，该让他们回来缓缓了。江迅颔首，这是自然。你大哥虽然初入官场，但是着实没让我失望。此时调回我便论功，安排他进刑部，任侍郎一职，好好历练。苏七七挑眉，你倒是会投我大哥所好，知道他嫉恶如仇，不容沙子，偏偏就让他去了刑部。那你可要护着我大哥点，万一他哪天查到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你知道他肯定会拼命也要查得水落石出的，人家肯定会给他使绊子。普天之下还有什么大人物是比你我大的？江迅笑问。我亲自下旨让大哥去刑部，便是让他为我敌侠荡垢。若有人轻易与他为难，便是有意招惹我，我便不是为了你大哥都不会容这样的大人物继续留着。放心，你大哥这个人3年来每看他递来的折子，处事方面都有进步。他并不是不通俗情，不然一方大小官吏这3年在他手中能安分供他驱使，你倒不用仍旧以从前的眼光看待。苏七七这倒不替自家大哥婉拒了，认同的点点头。先等大哥他们都回来吧，咱们等他们回来办一个接风宴。江迅圈着苏七七继续写字，对他轻轻道：好。苏七七烦恼的侧脸望着江迅，牢骚，我这么大人了，改字体多麻烦。我现在不仅天天白天写字，做梦也尽是你白日逼我改字，晚上你还……苏七七一下说不出来晚上那不可描述的画面，他实在想不到梦里的江迅那么会欺负自己，欺负的他只会哭。还什么？还做我们睡前做的事。因为距离离得近，江迅侧脸贴在苏七七的面颊上，轻易便感受到了他发烫的耳垂，低低笑出声。你不好好写字，竟然梦中还做怪梦，那更要好好写字了，写字静心。乖，再写2张。江迅捉住苏七七的手，开始在纸上继续笔走游龙。苏七七也任他随意支配自己字形的走向。他也不明白江迅为何突然要教他写字，就是梦里记得提起什么徐敏言了，跟着前阵子何丹心的女儿到宫中玩，拿了几张写的大字让他看。苏七七一瞧，那字工整，好看的不得了。何丹韵说是徐敏言教的，他一瞅跟他写的字还像得很，就说让阿瑶跟他学。没多久，江迅就来了，再跟着江迅天天折腾他写字，摆烂了，看江迅能教他个什么花来。一页纸写完，苏七七手酸的不行，江迅捏着他的手腕帮他揉了揉，不经意间听江迅道：不比敏言的字差吧？苏七七，好家伙，他大约知道他为啥受苦了，哼哼的扭头。江迅，
你小心眼，想显摆就该叫阿瑶，让阿瑶拿2张大字跟何丹玉女儿显摆去，教她是怎么回事，让她一个大人跟小孩子显摆。瞧我夫君叫我写的大字吗？想想就丢人。江迅也觉得自己怪小心眼的。苏七七说他会梦见自己强迫他写字的梦，梦中还因为他写的不好欺负他。他不知苏七七跟他的梦是不是一个。江迅也梦到了欺负苏七七的事，他竟然那么在意苏七七的字形，难怪他当初刚看苏七七给他送信的字体时就觉得分外眼熟。这么多年了，江迅倒不是在意徐敏言早跟苏七七没了的事，而是他心不静，想到梦中苏七七哭泪在他怀中的事，江迅某些想法更盛。写字可能确实会静心吧，静他自己的心。第242章苏七七当太后的脑洞与正文无关。太后，您今晚不让我侍寝，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摔死我自己前我先摔花我的脸，让您晚上夜夜做噩梦。我缠您一辈子，看除了我你还敢看谁？寿宁宫的阁楼上，一月白长衣梳着松散的墨发，眼睫下方挂着滴晶莹泪珠，眉梢带着丝绝望不甘的男子，凄美的清冷绝尘。贴在阁楼的栏杆上，仿佛在向最心爱的人用自己下着最毒的诅咒，为的就是求一个对方的怜悯。而站在下方的也不是别人，正是当了太后且已经寡居3年的苏七七。此刻她正受着自己刚新得的面首威胁，还是用她最看得上的脸威胁。男人嘛，争一争宠就算了，可是没脸可不行，用脸威胁他更不成，反正也不差那一张。来人，等玉公子掉下去后脸没花，给他踩踩，一定要踩的让哀家做噩梦忘不掉的那种程度。谁要是坏了于公子向哀家要的最后一个请求，于公子不高兴，哀家更不高兴。是。工人们大声回道，直将栏杆上于玉吓得一抖。苏七七慵懒地说完，最后将栏杆上那张噙着泪的脸看了一遍，这种类型跟他早死的夫君江迅一模一样。但这于玉跟江迅实在差太多了，有脸都不会用，冰山非要装火山，真是多长了张嘴的错，实在太缠人了，不让缠还寻死，太晦气了。乖，长这么一张俊脸，跳一个给我看看，绝对比你给我唱戏还好看。苏七七寻了个凳子，抓了把瓜子丢进嘴中嗑，一会儿旁边又围上来魁梧的、冷清的、明艳的、阴郁的，各有姿色的少年到跟前。没人看见的苏七七跟前还站着一个虚影的男人，那男人眉目紧绷，面容冷峻，盯着苏七七，开口说的话出乎他活着时的平静。这种扭捏的货色也能看上，他死就让他死。江迅也不知他明明都已经死了，怎么一睁眼就跟个鬼魂似的乱飘，还只能在苏七七跟前飘。一天天看他除了吃和睡不止，还敢在他死后养这些没用的。江迅缠了苏七七3年，短短1年，他看的人怕是自己都数不清。可惜没人能听见他说话，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栏杆上的那个于玉身上，包括苏七七。众人只见那个寻死的于玉气的不行，犹豫再三。他一摆一甩，在谁都没去劝的时候，自个闷着头走了下来，跪到了苏七七跟前。太后，我错了。错乃了。苏七七捏着于玉的下巴，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幸好没伤。别摸他。江迅见苏七七抬起手，没多想冲到跟前，想拦过他的手。果然如前几次一般，只要一触碰到苏七七，他的手就能在苏七七身上穿过去。活人看不见他，也不能听到他说，他更是摸不到苏七七分毫，以至于江迅看见无数次，苏七七对那群小郎君们动手动脚都阻止不了。他默默收起手，握拳放在背后，继续冷看眼前场景。不该寻死，不该用脸威胁您，但还是想给您侍寝。于玉抬头去着苏七七身后一群人，梗着脖子胸有成竹，我肯定能让您快乐。江迅在旁逆着于玉单薄的身板，冷笑，快乐凭你。苏七七唉了声，想当初他靠着母凭子贵熬名分，青春貌美死男人，荣华富贵一辈子作为毕生追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当了太后后，不仅住最大最豪华的宫殿寿宁宫，还吃天下最顶尖的美食，穿最华丽的美服，戴最晃眼的华冠，当了一个全天下最能明目张胆躺平的米虫。躺了3年后，苏七七烦了。所谓饱暖思淫欲，先帝的丧期也过了，哪里能不给眼睛找点福利？万一得了老花眼多亏。还是他亲儿子会疼娘，无声无息给他找来几个年轻俊美的小郎君，他又不挑，只要俊美就成。偏偏这个姓于的类型跟他那死了的亡夫最像。他一好奇自己都是太后了，又不用和在江迅跟前似的守规矩装模作样，苏七七就想看着姓于的跟他装模作样。谁能想到他多跟他笑笑，勾勾手指，人都飘了，天天想要独宠侍寝。咋地？今天宠了，明天再怀个娃呗。谁家太后风花雪月的好日子不过找罪受，想得美死你。于玉寻死一事惊动到了江宁头上，于是在傍晚的时候，江宁匆匆地赶到了寿宁宫。此刻苏七七又换了一个小郎君，可能是受白天于遇事的影响，现在换了一个乖巧听话的，既不缠着苏七七要侍寝，还一口一个姐姐的喊。江宁来了，后人就乖乖的下去了。一侧抱着胳膊闭目养神的江迅也终于睁开了眼睛。
但他并不对儿子来的事感到喜悦，因为若不是儿子的允许，苏七七的宫里也不会这么乌烟瘴气。母后，今天那个于玉竟如此恃宠生骄，敢大庭广众之下威胁您，儿臣一定尽快给他送回原处。江宁不反对母后养些喜欢的小郎君消遣日子，但是一旦消遣的事变成了麻烦，他就会帮着母后解决。你去办吧，苏七七一天能赏的小郎君太多了，不差于玉一个，赶走没意见。江训听到母子俩这个对话，心中出口气，这还像话？苏七七赶走于玉确实没什么意见，但是宫中的都赏腻了，他想出宫玩玩，趁着胳膊腿还年轻，跟儿子提出母后想微服私巡去。哼，历朝历代也没有太后想出宫就出宫游玩的道理。江训闭眼哼了一声，他想儿子可以荒唐到等自己死后给苏七七找面首，出宫这种耗费周折的大事怎么也不能随意纵容。可以啊，正好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儿子还没有看过外面呢，也想出去看看自己的子民如何，让二舅舅一路护着我们。江宁欣然同意。江训，看来他活着的那短短10年，耽误了母子俩不少好玩的事。苏七七拍手笑道：“那就往江南去，听说江南景美人美。”江训本来就趁夜来的，苏七七和江宁聊了一些微服私巡的事宜后，江宁为了不耽误苏七七休息，便早早的告退了。苏七七吩咐工人准备热水沐浴，江训坐在苏七七的旁边，胳膊搭在桶上，看着这个被热气蒸腾的肤粉浓丽的妻子。没想到他死3年，苏七七的容貌一点变化也没有，果然是活得舒心，没有烦恼。到这么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没有记起我一刻是吗？江训落寞道。好冷，苏七七泡得有点久，差点睡着，还是来了阵冷风吹得他打了个寒战。宫女左右检查窗户，回来禀报：太后，门窗关得严严的呢，谁也热，怎么会冷？江训发现什么，对着苏七七扇了扇风。苏七七又缩了缩脖子：不行不行，跟阴风似的不泡了，我要睡觉。宫女不敢掉以轻心，紧忙找来擦身子的颈部，将苏七七服侍出浴桶。江训愣在原处，想着苏七七的反应，明显是感觉到他做的小动作了。毕竟往日白天他就是凑到苏七七脸上说话，他都感受不到的。忽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很充盈，侧看一眼窗子，才发现今晚的月光格外圆。隐隐发现什么，追着苏七七到了床上。苏七七已经包在被中休息，江训抬起手落在他眉间，克制情绪喊道：七七，七七。苏七七似有感应般哼了一声，江训继续喊着他的名字。不知喊了多久，连江训都恍惚了时间。待他睁开眼时，竟然发现摸到了苏七七的身体。苏七七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上方的男人，张嘴喊道：江训。江训回应的喊了一声七七。苏七七守寡3年，他见鬼了，竟然梦见亡夫了。又是那冷漠的眉眼，还是那不苟言笑的嘴角，没有俊美小郎君前都没有梦见江训过来。不会被于玉事情说的带偏了吧？吧唧。苏七七试了一下口感，梦里亡夫的脸居然弹弹的。江训呼吸猛然一滞，捂着那处脸颊，竟然感受得那么真切，嗓子中不由得泛起一股心酸。他哑声问道：可想我？苏七七，梦里梦见你就算想了。忙点头，又亲了一下。越亲触感越好，死了的男人也是他的男鬼，拉着人倒在了床上。训哥哥，他们都没你好。委委屈屈的一句话，直接击溃江训所有防线，忘记了本来打算要说的话，跟着俯下了身子。我也想你。翌日，苏七七起来时累得腰疼腿软，衣服散得一扯就垮，床上的被褥莫名其妙多了好多褶皱，但总是想不到昨晚干嘛了。江宁来找苏七七时，告诉他出宫之事准备妥当，随时可走。苏七七一听江宁准备的这么快，他可以出宫透气，就将想不起来的事抛弃脑后，让绿萝赶紧帮他收拾衣物，准备出宫玩，还让他记得喊上昨天那个乖巧的小郎君跟着。默默在一旁咬牙系扣子的江训说的他们没自己好呢，醒来就忘。